看着眼前的墓碑，陈平拿着沾了红漆的毛笔，在已经褪色的刻字中游走着，为其重新上色。陈平一边上色，一边喃喃道：“奶奶，我又来看您了。哎，时间过得可真快，一下子就几年过去了。真怀念您老还在的日子啊！那时候我快乐得像个孩子，呵呵，虽然我当时就是个小孩子。”上完色后，陈平拿出一些水果摆放好，其中苹果放在中间，毕竟奶奶跟他都喜欢。奶奶，你经常说要读书，要读上大学，你看，我现在已经被一本大学录取了哦。陈平拿着录取通知书在墓碑上照片晃了晃。哼哼，如果您老还在的话，肯定会高兴的在村子里炫耀吧。呵呵。陈平笑呵呵的继续说道，毕竟当时您收养我的时候，可是被很多人说三道四呢。毕竟在村子中的大多数老人看来，我一个被人抛弃在苹果树下的婴儿，我的身体肯定带有什么病，不然谁会抛弃一个男婴呢？虽然奶奶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但村子里的小孩可没少在我面前提起过呢。嘿嘿，我也从来没跟你说过就是了。太阳已经开西落，陈平看了看开始暗淡下来的天色，便站起来身来，拍了拍屁股后的杂草后，便看向墓碑。陈平，好了，奶奶天色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喽，下次再来看您老人家，跟您唠叨唠叨啊。收拾一下后，陈平看了奶奶的照片一眼后，便转身向山下走去了。下一次回来又得1年后了。山下就是以前的村子，但自从奶奶走了之后，他就没再回去过了。上山用了半个多小时，下山就快了，陈平用了10几分钟就到山脚下了。看到自己的小摩托车，陈平刚想走过去，就突然眼前一黑。不知道过了多久，陈平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好像躺在地上。等他站起来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在一个木筏上，而周围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什么鬼？陈平一脸的懵逼，他不是刚从老家的山上下来吗？怎么眼一黑就出现在大海上来啊？就在陈平以为自己是不是被外星人绑架的时候，一道空灵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天空也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检测到所有求生者已经清醒，现在开始讲解求生说明与规则。说明1：木筏是你们唯一的生存之地，毕竟你们身处在无尽之海中，无尽之海中危险无数，木筏将是你们在这里的生存保障。说明2：木筏会因为各种原因损坏，比如海兽、自然灾害等等。说明3：木筏可以升级，尽可能的升级木筏。说明4：你们每个人都将从零开始。说明5：现在为1个月的新手保护期，这段时间内，你们所在的海域相对比较安全，并且不会碰到其他求生者。说明讲完，现在开始讲解规则，请注意，规则很重要。规则1：你们有一个系统面板，能查看你的人物属性、人物装备、空间背包、聊天频道、交易市场等等。规则2：所有功能都可以喊出，默念开启。规则3：你们空间背包中有一根鱼竿，这是你们赖以生存的道具，请勿丢失。规则4：鱼竿每天有10次使用机会，每天早上6点重置。鱼竿能在大海中垂钓到各种各样的宝箱，也可能垂钓到海兽。规则5：肯定隐藏规则，请在游戏内探索。规则讲完，祝各位求生者好运。陈平不由得揉了揉头发，看着天空中的字幕，这是刚才脑海中所讲的说明与规则。按照规则上的说明，陈平直接默念道：打开系统面板。瞬间，一个半透明的投影出现在他眼前，从上到下分别为人物属性、人物装备、空间背包、聊天频道、交易市场。陈平好奇的点击人物属性，瞬间投影直接变成2个，系统面板直接缩小到左边去。名称：陈平，种族：人类，体质：11，体质代表着抗性，属性越高抗性越高。力量9，力量代表着气力跟爆发力。敏捷9，敏捷代表着速度跟平衡性。精神10，精神代表着精力。成年人的平均属性为12。技能无，天赋无，称号无。平均属性为12点吗？那自己的属性还算可以，毕竟自己才刚20而已。接下来陈平点开人物装备，头部无，上身无，下身无，腰带无，护手无，鞋子无，项链无，耳饰右无，耳饰左无，戒指右无，戒指左无，武器无，包括武器在内，一共12件装备。空荡荡的人物装备栏，陈平看了一眼后就关掉了，反正现在是一件都没有。接着打开空间背包，空间背包是一个30个格子的页面，其中第一个格子放着一根鱼竿。陈平直接把鱼竿拿了出来，然后发现还能查看属性。新人鱼竿，普通品质，每天能垂钓次数10%，无任何加持。看着手中的鱼竿，总感觉一下就会断掉似的，没办法，这根鱼竿看样子是竹子做成的，贼细。
看了看后，陈平就收回空间背包中了，这可是最重要的东西啊！要是不小心掉海里了，那你就等着嗝屁吧。之后打开聊天频道，瞬间一大堆的信息不断的在投影上划过。这，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管你信不信，你都在这里了，而且小心点啊，兄弟，木筏空间很小，小心掉入海里啊！芜湖，去商标符号的作业，老子终于解放了。谁用鱼竿了吗？求告知钓到什么了？我想回家，不想在这里啊！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到底是谁换了老娘的衣服？咦？看到这一句，陈平低头一看，好家伙，自己身上的衣服也变了个样，本来一身杂牌，现在变成连杂牌都不如的麻衣。第二章，强化系统，不，作死系统还差不多。陈平摸了摸麻衣，手感出乎意料的不错，活动了一下手臂，也感觉不到束缚感，明明看起来挺紧身。陈平又开始看向聊天频道，这时突然出现了很多的照片，都是一些物品属性，看起来应该都是用鱼竿钓出来的。这下陈平可没心思看聊天频道了，关掉频道后，他便把鱼竿从空间背包中拿了出来。拿着鱼竿，陈平看了看木筏，长3米，宽2米，不大，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掉进海中。陈平直接走到中间，看了看鱼竿，鱼钩上啥也没有，不过应该也不需要什么东西才对，不然聊天频道上就不会有那么人炫耀了。就在陈平要抛出去的时候，突然一声叮咚的声响在脑海中响起。就在他以为又有什么说明或者规则的时候，叮咚，发现宿主，叮咚，开始绑定中，叮咚，绑定成功，叮咚，检查到求生游戏，系统开始入侵求生游戏，叮咚，入侵失败，叮咚，系统开始隐藏，叮咚，隐藏成功，强化系统为您服务。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不断叮咚叮咚响的系统，看他入侵求生游戏时，他还小小的激动了一下呢，结果就这。这时一股信息突然涌入脑海，让陈平头疼了一下下。摸了摸额头，等头疼平复下来后，陈平已经知道了强化系统的功能了。而知道了系统的功能后，陈平觉得强化系统之前入侵求生游戏就是在作死吧。一个没任何攻击手段的系统去入侵人家，那么大的一个求生游戏，完全就是在搞笑呢。话归正题，强化系统如题，它的功能跟它名字一样，就是一个强化物品的系统。强化系统的功能本来有2个，物品强化，强化物品会出现普通强化跟特殊强化，不过特殊强化的概率毕竟小，但特殊强化的物品都比较特殊。本来强化系统应该还有个强化鉴定的功能，但因为他作死的去入侵求生游戏，结果这个功能被求生游戏吸收掉。但偏偏这个功能很重要，因为这个功能是为了鉴定一件物品能不能强化的关键性功能。如果没了这个功能，强化系统跟废了区别。虽然物品强化才是强化系统的主功能，但没强化鉴定，这物品强化也就成了摆设了。陈平摸了摸额头，然后无语的说道，怪不得强化系统的系统精灵跑路了，原来是这个系统已经报废掉了呀。没错，刚才涌入脑海信息就是系统精灵在跑路之前把系统的拥有权都交给了陈平，所以陈平才知道了强化系统的所有能力。摇了摇头，陈平也不去想已经报废了的强化系统了，而是拿起鱼竿准备使用钓东西。在一开始拿到鱼竿的时候，陈平就已经知道了该怎么使用鱼竿了。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陈平直接轻轻一甩，鱼漂就落到离木筏几米处的地方了。看着漂浮在海面上的鱼漂，陈平静静的等着。很快鱼漂就开始上下浮动了。就在鱼漂完全沉下后，陈平大声喝道，就是现在，给我起！陈平用力一拉，一个宝箱就被吊上了木筏上了。陈平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的宝箱，揉了揉脸颊，看了看鱼竿，又看了看宝箱。行吧，本来就是个求生游戏，他就不计较那么多了。陈平把手放在宝箱上，就获得宝箱的信息了。普通的木质宝箱。陈平想了想后，便直接打开了。打开宝箱，获得苹果 X1， 宝箱自动分解，获得木材 X2。瞬间，空间背包的1、2格出现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跟木板。本来第1格是鱼竿的，不过鱼竿现在在陈平手中。看着空间背包中多出来的物品，陈平没想到宝箱竟然还会自动分解掉。本来他还想把宝箱留下来的呢。陈平把苹果拿了出来，然后开始查看属性。红苹果，品相饱满的大红苹果，可强化次数 X1。咦，奇怪，看着红苹果，这个可强化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强化系统的那个强化鉴定后样子？陈平打开强化系统面板，然后把红苹果放了进去。果然，红苹果顺利的放了进去。不是吧？等等，强化系统的强化鉴定功能被求生游戏给吸收了。然后求生游戏就会这功能了，好像可以解释得通。如果不是强化系统跑得快的话，可能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吸收掉，那么求生游戏就得到了强化系统的所有功能。
陈平看着强化系统面板继续说道。但强化系统跑了，所以求生游戏没能获得强化系统的强化功能，但强化鉴定已经加载进入了。咦，这样的话，那我不是赚大发了吗？要知道，强化系统一开始的设定，强化鉴定是要消耗能量的，而强化则是不需要消耗能量，那现在不是完全无消耗了？现在强化鉴定被求生游戏取代了，那我不是起飞了？陈平一脸激动地看着强化面板上的苹果，然后好奇地点击强化，瞬间红苹果开始冒出金光，一下就把强化槽都给染成金色的了。陈平看着刺眼的光芒，激动道：“这是特殊强化的光芒。特殊强化跟普通强化很好区分的，只要是白色光芒的就是普通强化，反之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特殊强化。”3秒钟后，金光消失，本来红色的苹果现在已经变成一颗金灿灿的黄金苹果了。然后一行字出现在强化面板上：“黄金强化成功，金苹果食用后增加1点全属性。”哇塞！陈平激动地喊道：“没想到一个普通的红苹果，特殊强化后竟然能增加属性点了，不错，真不错！没想到第一次强化就出现特殊强化不说，还是黄金强化。”在完全接受了强化系统后，陈平就已经全面了解了系统的所有，其中就有特殊强化的区别。强化系统一开始的强化只会出现普通强化跟白银强化与黄金强化，其他的特殊强化要它触发了10白银强化跟黄金强化后才会解锁。所有陈平现在也不知道白银强化跟黄金强化后的特殊强化是那种。第3章，深海储存贝壳。陈平满意的看着手中的金苹果，他现在并不打算食用，毕竟他现在还不饿，先留着。把金苹果收入空间背包后，陈平又查看了一下宝箱分解出来的木板，可惜并不能强化。我甩！鱼漂直接被甩飞了出去。没错，陈平又开始掉宝箱了。等了半个小时后，鱼漂终于开始动了。看着上下浮动的鱼漂，陈平耐心的等待着。很快，鱼漂就完全沉入海里了。就是这时候，陈平用力一拉，哗啦，又一个宝箱稳稳地落到木筏上。陈平看了过去，跟之前的宝箱一样，都是木质宝箱。他现在并不着急的开，而是再次把鱼漂甩入海中。这次鱼漂倒是很快就开始浮动了，看着一上一下的鱼漂，陈平的心也跟着一上一下的。好在鱼漂很快的沉入海里了，用一拉，又是一个宝箱落到木筏上。就在陈平想继续掉宝箱的时候，余光一扫，咦，他发现这次的宝箱好像有点不一样。陈平疑惑的看了过去，果然这次的宝箱上多了个锁头，上锁的木质宝箱。陈平试了试，发现果然打不开。这个锁明明是木质的，但硬得很，根本撼动不了。果然，看来没钥匙是打不开这个宝箱了。陈平无奈的说道：“算了，既然打不开，陈平就先放着不管了，而是抛下鱼漂，继续钓起宝箱来了。”陈平已经发现了点规律，只要鱼漂完全沉下海里，然后一拉就能把宝箱拉上来了。就是不知道如果钓到海兽会是什么表现。看着鱼漂，陈平喃喃自语道。鱼漂平静的在海面漂浮着，一点动静也没发生。陈平有时无聊的会看看周围的海面，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可惜除了海水还是海水，啥也没发现。想打开聊天频道吧，又怕错过鱼漂的动静，所以最后也只能盯着鱼漂了。这一盯就盯了半个多小时，鱼漂才开始出现动静。之后陈平又成功钓上一个宝箱，已经钓上4个宝箱了，鱼竿还剩6次。陈平打算再钓上一个宝箱就不钓了，先把宝箱开完后再说。没办法，毕竟这里实在是无聊，钓宝箱是唯一的乐趣了。随着鱼漂开始浮动，陈平也开始紧张地盯着鱼漂了，因为他发现鱼漂下的海里好像有什么阴影在游动，在鱼漂周围转着圈，这让陈平有些坐立不安啊。才刚想到海兽，结果还真来了只海兽。陈平大气不敢喘一口，紧张地看着海里的阴影，连鱼漂完全沉入海里都不去理会。终于，阴影在鱼漂周围转了1个多小时后，可能没发现啥，就离开了。阴影直接向着陈平的木筏方向游去。陈平紧张万分，生怕木筏被打翻。如果从上空望下去的话，就能发现那道海中阴影跟木筏差不多大，但这只是阴影而已，可想而知，它的真实体型肯定要比木筏大上许多。看着阴影从木筏下穿过，然后远去，陈平又等了几分钟后，才重重的松了口气，然后坐了下去。呼，不是说现在是新手保护期，怎么还会出现海兽啊？而且那么大的一片阴影，怎么看都不像是小怪吧？陈平再次打开系统说明，仔细查看了起来。你们所在的区域相对比较安全。相对？怪不得呢。陈平摇了摇头，然后站起来身来，看着已经沉入海里这么长时间的鱼漂，他也不抱希望这次能钓上个宝箱了。毕竟这次可能是触发了海兽事件，不过如果你不提竿的话，海兽是会离开，
至少现在看来如此。陈平轻轻一提，咦，好沉。陈平瞬间双手用力的往上提杆，这东西只是沉而已，并没有决力感，所以应该不是活物。整整拉了10几分钟，因为他不清楚停下来后是继续往下沉还是保持位置不变，所以陈平只能选择一次性的往上拉。哗啦，又拉了几分钟后，终于被陈平给拉上去了。砰！一个未知物品稳稳地落到带木筏上。陈平看了过去，只见一个巨大的贝壳混在3个宝箱之中。看来这个贝壳就是他刚才钓上来的物品了。深海储存贝壳只存在于深海中的贝类，自带空间，死后遗留下来的贝壳是很多生物常用的储物箱。陈平脸色瞬间一喜，还以为这次会没收获呢，没想到给他来个大惊喜。陈平把鱼竿收了起来，他准备把2个宝箱跟这个贝壳打开，看看能获得什么好东西。至于那个被上锁的宝箱，只能先放着了。现在就是2个木质宝箱跟1个储存贝壳。陈平把储存贝壳放中间，2个宝箱各放一边，他准备先开宝箱，最后再开储存贝壳。打开宝箱，获得500毫升矿泉水 X1， 包皮小刀1，木板 X2。打开宝箱，获得500克的草莓蛋糕 X1， 木板 X2。看着消失的2个宝箱，陈平打开空间背包看了一下，然后遗憾地发现矿泉水跟蛋糕都没有强化标志。名称：包皮小刀。类别：武器。品质：白色。效果：敏捷加1，可强化次数2，竟然能强化2次，不错不错。等把储存贝壳开了，就可以开始强化了。看着眼前的贝壳，陈平直接打开，结果他惊讶地发现，一看跟空间背包的页面一模一样的页面出现在眼前。看来这个贝壳是可以当柜子之类的使用。陈平惊喜地想到，页面上一共10个格子，其中6个格子已经有东西，剩下4个空的。陈平试着把一块木板放了进去，然后又拿了出来，很顺利，跟空间背包一样的操作。不错，现在来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吧。6件物品，其中有3个格子好像是图纸之类的物品，剩下3件，1件像一把长枪，1件看起来好像是衣服，1件则是黑珍珠，看起来应该都是好东西。陈平开始一件一件的查看起来。第4章新功能，名称：乌木长枪。类别：武器。品质：绿色。效果：力量加2，敏捷加1，可强化次数1。1.5米的长度，整体乌黑色枪头是某种锋利的石头制作而成。陈平挥了挥，感觉还不错，至少有趁手的武器了。至于之前的包皮小刀太短了，感觉用处不大，当个水果刀倒是挺不错的。名称：彩色连背衣。类别：上衣。品质：蓝色。效果：精神加3。附带技能：水盾，使用后在身前形成一面长宽2米的水盾。哇塞，蓝色装备！陈平先是激动了一下，但就一下下，因为等他把装备从储存贝壳中拿出来，他就陷入了沉思了。这也叫上衣？看着手中就2块大贝壳跟几根红色线条连接而成的内衣，陈平不由扯了扯嘴角，这东西不会是美人鱼的吧？明显就是女性装备，他有点无奈啊。蓝色品质的装备竟然这么坑，郁闷地把这2块大贝壳收入空间背包，他继续查看起来。名称：黑珍珠。类别：木筏装备。品质：稀有，紫色。效果：隐秘，装备后木筏的隐秘性上升，10级以下的海兽将无法发现木筏的存在，可强化次数3。木筏装备，竟然还有木筏专用的装备。陈平疑惑地说道，然后打开系统面板，但查看了一圈也没找到木筏的面板，这是怎么回事？既然找不到，那就先放一边吧。储存贝壳还有3张图纸没看属性了。陈平把黑珍珠收入空间背包后，便查看去剩下的3张图纸了。名称：木筏小屋。类别：消耗品，图纸。品质：绿色。效果：使用后学会建造木筏小屋。系统：获得图纸，开始解锁研究面板。陈平看完系统信息后，直接打开系统面板，果然最下面多出了个研究面板。点开研究面板，一个页面跑了出来，很简洁。面板上有2个研究项目，而且都是重要的功能。比如这个木筏属性面板，你要研究这个才能解锁。除了木筏属性面板外，还有制造面板。制造面板能制造出一些简单的工具、装备之类，而且图纸学会后也是在制造面板上制造出来的。陈平2个都点击研究，瞬间倒数计时就出现在2个研究项目下方，研究时间要24小时，也就是1整天。陈平直接把木筏小屋给使用掉，然后看剩下的2张图纸。名称：培养槽。类别：消耗品，图纸。品质：绿色。效果：使用后学会建造培养槽。名称：精致长刀。类别：消耗品，
图纸，品质蓝色，效果使用后学会制造精致长刀。看完后，陈平把这2张图纸都收了起来，然后把储存贝壳放好。这东西肯定很稀有，只要制造面板研究完成，那他就能查看图纸物品的所需材料，也能看看图纸物品的属性了。物品都看完，陈平看了下天空上的太阳，现在应该才下午3点多左右。陈平坐在上锁的宝箱上，沉思着接下来是继续调宝箱呢。想了想，他直接打开聊天频道。聊天频道的面板出现在眼前，看着不断翻滚的弹幕，粗略的看了几眼，发现大多都是在聊鱼竿调宝箱的事跟炫耀开出的好东西。陈平并没怎么注意弹幕，而是探索着聊天频道。很快他就有所收获了。首先左上角有个第703区人数10万，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弹幕，现在才发现这是他现在这个区的人数总量。然后聊天频道右下加还有一个好友功能，是用来加好友的，还有照相功能、录像功能。基本搞清楚后，陈平就开始看弹幕了。卧槽，我竟然开出了个空宝箱，就只有宝箱自动分解的木板。你们敢信？你这都算好的了，至少调起宝箱了。我10次竟然就调到了6个宝箱，4次啥都没有。哇塞，你们这么快就调10次了吗？我现在才调了7次而已。哈哈，老子调炸天，直接天胡。天胡？什么天胡？可惜弹幕一大把，根本看不到回复，而且发弹幕是有时间间隔的，大概3秒左右。谁行行好，给口吃的吧。10个宝箱连瓶水都没有。哇塞，你怎么倒霉？老娘都开出了食物了，虽然也不多，但今天是不用饿肚子了哦。家人们，谁懂啊？我竟然钓到海兽了！哇擦，海兽长啥样子？对，兄弟，快点发照片啊！我要瞅瞅海兽的模样。照片，瞬间一堆照片就出现。陈平眼疾手快地点开几张照片，还好照片可以同时存在。陈平看了一下，他一共点开了4张照片，直接摆成个田。第一张照片上的海兽有点像是龙虾，但是1米多长，坚硬的甲壳一看就知道防御很高。2个大夹子有半米多长，看起来威武无比。可惜这只龙虾已经嘎了，龙虾头跟身躯的连接处钉着一个长枪，陈平都看到那枪头都没入木筏内了。可惜看不到龙虾的属性，但杀死这龙虾的大佬力量属性肯定不低。接着查看第2张，这照片上的海兽是条鱼，除了嘴大，陈平看不出啥特点了。第3张，这张的海兽竟然是条2米多长的海蛇，虽然已经没头了，但看这颜色，妥妥有剧毒吧。而且陈平看着哪蛇尸边的断臂，嘶狠人啊，也不知道会不会流血而亡。最后一张照片，陈平一看，顿时愣了一下，这不是鱼人吗？没错，这张照片上并不是海兽，而是鱼人，手里还拿着破烂的木矛呢。4张照片，除了那条海蛇外，其他3只，单看照片的话，基本都已经嘎了。这么看来，现在的海兽威胁应该不大吧？陈平把照片保存下来后，又看了一回弹幕，果然，因为一堆海兽的照片出现，所以人们都在讨论海兽。已经有很多人说海兽并不可怕了，虽然不知道真假就是了。第5章，强化准备与深度测试。看完海兽的照片后，陈平又看了一回弹幕，发现都是在吹捧海兽如何渣渣之类的后，便关掉聊天频道了。关掉了聊天频道，陈平就打开了强化系统页面，看着背包中的3件可强化物品，就从包皮小刀开始吧。把包皮小刀放进入强化槽后，陈平便直接点击强化了。看着散发出来白光，是普通强化。真好，求生游戏吸收了强化鉴定，现在我可毫无忌惮的强化可装备了，任何代价都不用付，嘿嘿。接收了强化系统后，陈平已经完全了解强化系统的运行规则。强化系统就2个功能，一个强化鉴定，一个物品强化。首先呢，物品强化是没任何消耗的，因为所有的消耗都被强化鉴定拿走了。强化鉴定除了鉴定这件物品能不能被强化外，还会把强化需要的消耗用在能强化的物品上，所以物品强化才不需要消耗。而现在所有的消耗都被求生游戏接下了，所以陈平完全可以毫无忌惮地使用物品强化。强化完毕了。随着白光消散，包皮小刀静静地待在强化槽中。陈平看了一下属性，没什么变化，不过敏捷从+1变成+2，提升很明显，直接翻倍了。继续强化，又是白光出现，10秒过后白光消散，包皮小刀再次出现，这次倒是出现变化了。名称：强化的包皮小刀，类别：武器，品质：绿色，效果：敏捷+2，体质+1，变成绿色品质了，还增加了体质属性。不错，真不错，继续。陈平兴奋地想着，这次是乌木长枪，还是白色光芒的普通强化，
把乌木长枪拿了出来，查看了一下属性，发现力量跟敏捷都上升了一点，不错，真不错。接下来就只剩黑珍珠，3次强化，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陈平把黑珍珠放入强化槽，开始强化。第1次白色光芒，普通强化；第2、第3次都是白色光芒。看来特殊强化果然不容易触发呀。不过就算是普通强化，也已经很厉害了。陈平迫不及待地打开黑珍珠的属性查看了起来。名称：璀璨的黑珍珠。类别：木筏装备。品质：稀有，紫色。效果：隐秘，装备后木筏的隐秘性上升，30级以下的海兽将无法发现木筏的存在。效果：木筏等级+1。哇塞，大加强啊！隐秘从本来的10级变成了现在的30级不说，还增加了一个效果。陈平笑的牙齿都露出来了，差点都笑歪嘴了。眼前的黑珍珠外表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本来只是黑黝黝的黑珍珠，现在变成明亮起来了，都会反光了。陈平小心地把黑珍珠收回空间背包，然后感叹道：就是可惜现在木筏属性面板还没研究完毕，不能把这黑珍珠装备上。对了，陈平把乌木长枪拿了出来，然后打开人物装备面板，把乌木长枪放入武器栏中。果然，看着消失在手中的乌木长枪，陈平暗道。陈平心神一动，乌木长枪瞬间出现在他手中，又是一动又收了回去。不错，这样装备上去的装备就不会占背包了。测试完后，陈平拿出鱼竿准备开始掉宝箱了。不过在这之前，他要先测试一下。抛出鱼漂后，陈平就开始等待起来。10几分钟后，鱼漂就开始浮动起来了，不一会儿就沉入海里了。陈平并不急着拉鱼竿，他现在正在默默地算着时间，一直到10分钟后，他才开始拉鱼竿。大概拉了几分钟，终于拉上来了。哗啦，一个宝箱落到木筏上，陈平看了过去，木质宝箱。继续。这次陈平默念了20分钟后，才开始往上拉。砰！又一个宝箱被吊了上去，陈平又看了过去，这次的宝箱就不是木质宝箱了，铁边宝箱。没错，这次的宝箱虽然整体还是木质的，但多了铁边，看起来牢固多了。陈平摸了摸下巴，然后再次抛下鱼漂，这次他要等个半个小时以上。很快的，半个小时就过去，他开始用力往上拉。10几分钟后，一个宝箱稳稳落下。陈平看了过去，发现竟然是个木质宝箱。奇怪，难道不对吗？陈平看着宝箱喃喃道：再来一次。这次陈平直接等上1个小时，跟之前出现海兽时一样。很快的，鱼漂就被沉入海中了。坐在上锁的宝箱上，陈平默默地计算着，1个小时后，他又等了几分钟后才开始往上拉。很沉，难道又是一个储存贝壳不成？想到这种可能，陈平瞬间充满了力量，拼命地往上拉。其实这次要比上次轻松许多，因为乌木长枪加了3点力量属性，加持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超出人类的平均值后，所以这次拉上来的时间比较上次快了几分钟。哗啦，一个宝箱稳稳地落在木筏上。陈平期待地看了过去，但看到不是贝壳后失望了一下下。不过这个宝箱好像也是新类型的宝箱，长满海草的木质宝箱。陈平揉了揉头发，然后失望地说道：看来自己的猜想不对，难道跟深浅没关系？或者说跟时间没关系？因为鱼漂沉入海里后有没有再继续往下沉，这些陈平都不知道，毕竟他总不能把头伸入海中查看吧。鱼竿还剩最后一次，陈平再次抛下鱼漂，他想再试一下。2个小时后，一个木质宝箱稳稳地出现在木筏上。看来之前是他人品好，掉到储存贝壳了，而不是越深越好，或者时间越久越好。虽然有点小失望，但看着眼前的5个宝箱，陈平心中的小失望瞬间就被他抛之脑后了。搓了搓手，他把宝箱排了一下，铁边宝箱放最后，长满海草的宝箱倒数第2，剩下的3个木质宝箱随便放了。不知道这5个宝箱能开出多少能强化的物品，陈平有些期待。第6章，宝箱竟然开出了鱼竿。5个宝箱静静地坐落在木筏上，把本就不大的木筏显得更加狭小了。打开宝箱，获得1篮子苹果1，木板2。虽然说是1篮子，但这篮子可真小，就放了5个苹果，而且苹果也是那种小苹果。不过让陈平感到欣慰的是，这1篮子苹果是能强化的。啥都别说，先强化一下看看。打开强化页面，然后放进去，开始强化。这次不像一开始的苹果，是特殊强化，这次是白色光芒的普通强化，也不知道会强化出啥来。10秒后强化完毕，陈平看了一下，还是1篮子苹果，好像没啥变化。难道在这个苹果上？陈平拿起一个苹果，然后查看属性。力量苹果，食用后力量+1，0、3。哇塞，竟然能增加属性！虽然只能吃3个，但也太炸裂了点吧！陈平激动不已，查看了一下，
5个苹果，有3个苹果变成了属性苹果，剩下2个苹果好像没被强化，一共2个力量苹果，1个敏捷苹果，敏捷苹果也是限制3个。顺便一提，金苹果已经被陈平吃掉了，毕竟都过去大半天了，他早就饿了。把力量苹果跟敏捷苹果放入空间背包，再把篮子放到储存贝壳边，篮子里还剩2个普通的小苹果呢。开门红啊！陈平期待的继续开启宝箱，打开宝箱，获得500毫升矿泉水1，木板2。可惜第2个宝箱一般般，当然开出矿泉水也不错，毕竟在海上淡水可是很重要的。打开宝箱，获得普通的伐木斧1，金线虫1，木板2。这次开出了2件新物品，陈平立马查看起来。普通的伐木斧，白色品质，可以用来伐木，没有伐木斧则无法砍伐树木。金线虫，绿色品质，金腹鳞鱼最喜欢的食物，有概率钓到金腹鳞鱼，可强化次数1。伐木斧，陈平没多看，直接收入空间背包中。他现在看的是手中的金线虫，这虫子长得有点像蛞蝓，就是背上有一条金线。最重要的是，这东西好像是活的，难道活物也能强化？陈平好奇地扔进强化槽，然后点击强化，瞬间银白色的光芒出现。咦，竟然触发特殊强化了！10秒后强化完毕，陈平拿出来看了看，变化不大，就背上多出了2根银线。金银线虫，紫色品质，金腹鳞鱼跟银腹鳞鱼的最爱，100%钓上一条银腹鳞鱼，50%为金腹鳞鱼。特殊强化，不愧是特殊强化，从有概率直接变成100%了。虽然是银腹鳞鱼，但金腹鳞鱼也有1半的概率能上钩。就是嘛，这金腹鳞鱼跟银腹鳞鱼到底是啥呀？陈平先感叹后疑惑地说道。把金银线虫收入背包后，陈平看向最后的2个宝箱，想了想，还是继续按照顺序来吧。打开宝箱，获得坚韧的海草石，老旧的鱼竿1，木板2。陈平，啥鬼？宝箱还能开出鱼竿？虽然在看到新手鱼竿的时候，陈平就知道肯定会有更高级的鱼竿，但没想到还能从宝箱中开出来啊。也是哦，毕竟宝箱好像啥都能开出来的样子。还是看看属性吧。坚韧的海草，海底下的海草坚韧无比，大多数物品都用得上。老旧的鱼竿，绿色品质，每天能垂钓10次，减低木质宝箱的上钩率，可强化次数2。鱼竿都能强化。陈平看着可强化2的字样，喃喃道。打开强化页面，把鱼竿放了进去，然后点击强化，瞬间白色的光芒出现，10秒后光芒消失。陈平并没有拿出来，而是继续选择强化。金色的光芒瞬间占满整个强化槽。哇！金色传说，不是，是特殊强化。陈平期待地看着强化槽，等金光消散后，立马把鱼竿拿出来，然后查看属性。华丽的黄金鱼竿，金色品质，每天能垂钓10次，有1%的几率钓起黄金宝箱。哇！陈平不由得惊呼了起来，金色品质不说，竟然还有概率钓起黄金宝箱。要知道，宝箱从低到高分别为木质宝箱、铁边宝箱、铁宝箱、青铜宝箱、白银宝箱跟黄金宝箱。黄金宝箱上面还有更高级的宝箱，不过现在还没开放，至少新手期是钓不到的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宝箱，比如刚才开的宝箱，长满海草的木质宝箱，这种带有前缀的宝箱都是比较特殊的宝箱。看着手中的黄金鱼竿，陈平很满意。可惜今天的钓鱼次数用完了，鱼竿的钓鱼次数是共享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有多少根鱼竿，钓鱼的次数始终都是10次。收起黄金鱼竿后，陈平看向最后的铁边宝箱，怎么说都是比木质宝箱高上一级，至少开出点好东西吧。打开宝箱，获得青苹果2，卫生间建造图纸1，木板4，铁钉2。又是苹果。虽然这次的是青苹果，看了一下，遗憾的发现没有强化标志。卫生间建造图纸，蓝色品质，使用后建造一间设施俱全的卫生间，看起来不错。这是一次性的图纸，不像之前从储存贝壳中获得3张。不过一次性图纸有个好处，就是不用你准备材料。不过现在还不能使用，毕竟木筏面板还没研究出来呢。图纸之类的物品都要在木筏属性面板出来后才能使用。所有宝箱都开完了，大丰收啊！尤其是强化系统，真是爱死它了。陈平笑嘻嘻的打开空间背包，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空间背包30%/18，500毫升矿泉水，2500克的草莓蛋糕1，木板22，铁钉2，力量苹果2，敏捷苹果1，小苹果2，新手鱼竿，华丽的黄金鱼竿，坚韧的海草石，普通的伐木斧，金银线虫，青苹果2，卫生间建造图纸1，强化的包皮小刀，璀璨的黑珍珠，培养槽图纸，精致长刀图纸。下面的是被陈平放到空间背包最下面的物品。第7章，小苹果交易。看完今天的收获后，陈平笑的脸都花了。他现在期待明天鱼竿重置后，用黄金鱼竿能钓到什么宝箱。看着逐渐黑下来的天色，
他直接打开聊天频道，淡淡的微光照射在脸上，陈平看着不断滑动的弹幕，比之前还快。也是，现在大多数人基本都掉完次数了。谁能给点吃的？我用木板跟你们换。滚啦！食物这么珍贵，谁会拿来换啊？就是，这茫茫大海，10个宝箱才开出了一点食物，自己都不够吃，怎么可能拿去换？黑面包仪换淡水，谁换？卧槽！我跟你换，我10个宝箱就开出了淡水，就是一点食物都没有。羡慕啊，不像我有谁有食物都不用跟别人交换。你就凡尔赛吧你，铁剑交换食物跟水，谁换？陈平点击查看了一下属性，跟包皮小刀一样，就加一点属性，也是敏捷。不过铁剑比较长，大概1米左右。下面一堆求交换的，但大多都是要一份食物或一份水。也是，现在这个阶段，明显食物跟谁比武器珍贵。陈平想了想，拿出2个小苹果，然后发弹幕。陈平，2个小苹果换10份木板。卧槽！一个宝箱才分解出2份木板，你就想用2个小苹果换10份木板？4份木板换不换？大佬，你是不是知道木板的用处了？求告知！蠢货，木板怎么想都跟木筏有关啊，不然这么小的木筏，一个不小心就掉海里了，肯定是升级木筏要用到啊。大佬，本人会暖床，只要你给我个小苹果，我就给你暖床，怎么样？呵呵，温3奸商，就2个小苹果，连塞牙缝都不够，竟然就敢换10份木板，真是丧心病狂。赵雨霞，真他妈的好笑，你们一家子的大奸商竟然还有脸说别人奸商，这真是我见过最好笑的事了。哈哈。赵雨霞，如果是你们的话，这2个小苹果不得20份木板才能换到吧？温3，哎呦，这不是赵家大小姐吗？怎么破产后就能出来到处咬人了呀？嘿嘿。赵雨霞看着弹幕上温3那个混蛋的话，气得直愁眉，忍不住跟他互骂了几句后，坐在宝箱上，他想了想后，并不打算继续理他，而是向陈平发起私聊。没错，他打算换下2个小苹果，没办法，谁叫他没开到食物呢？倒是有个宝箱开出了10几个木板，所以他现在的木板有30多个。而且苹果这东西是水果，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能补充一下水分，一举两得。赵雨霞，你好，我想跟你交换苹果。陈平看着正在鬼哭狼嚎的温3，一脸的不爽。他只不过卖个苹果而已，怎么这个人就一直逼逼的不停？是不是有病啊？就在这时，陈平看到私聊的提示了，他点开一看，这不是那个跟温3互骂的人吗？陈平，可以直接交易吧。回完，陈平就直接向他发起交易。很快，一个交易页面出现在眼前，陈平把2个苹果放了进去，等对方把木板放进来后，才点击确定交易。交易页面消失后，陈平打开空间背包一看，果然多出了10个木板，不错，交易的很顺利。交易完成后，陈平回了句交易愉快后，便关掉私聊页面，重新看向弹幕，然后就发现那个温3还在哪里逼逼不说，还总是拿他的2个小苹果的来说事。搞笑的是，他一边批评陈平的小苹果，一边还拿出个黄柠檬来卖，还卖5个木板。陈平看完都被气了，他表示这笔老最好1个月后别让他遇到。就在他准备关掉聊天频道时，私聊又响起来了。看着眼前的交易页面，赵雨霞直接把10个木板放了进去，看到对方放好苹果后，便直接点击确定交易，把苹果从空间背包中拿了出来。的确很小呢，就他的拳头一半大小而已。要知道他才1米6几的身高，手掌也不大。已经1天没吃饭的他，肚子早就在叫了。也不知道这2个小苹果够不够填饱肚子呢？赵雨霞拿起一个就吃了起来，然后评论道：不错，挺甜的，而且汁水很多。一个小苹果下肚，他正想把另一个小苹果吃掉，结果他惊讶地发现肚子已经感觉不到饥饿感了。他看向手中的小苹果，直接查看属性。能量丰满的小苹果，使用后充足的能量能使其一整天不饥饿。哇！赵雨霞忍不住张开了小嘴，这属性就算换20个木板也不过分啊。他忍不住再次找上陈平。赵雨霞，大佬，你这苹果好像卖低了点啊。陈平点开一看，是之前买苹果的人。看完他的回复，陈平一脸雾水，什么叫卖低了？不就是2个普通的小苹果吗？又没强化出属性点来。等到对方发出苹果的属性后，陈平这才明白为什么说卖低了。想想也对哈，虽然这2个小苹果没被强化出加属性点，但也是被强化过的，所以能量丰满些也正常。这样看来，他还真的是卖低了。看来以后都要看清楚才行了。这次他看没加属性后，就没去仔细看，直接略过了。陈平一边想着，一边回了句信息：陈平，是我看走眼，不过既然已经完成交易了，那就这样了，下次我注意点就行了。发送过去后，陈平就直接关掉聊天频道了，
然后躺在木筏上准备睡觉了。这天一黑，真是啥也看不见，虽然有漫天的星辰，但还是一片的漆黑，连海水都看不出来，只能听到海浪声。陈平不知道的是，赵雨霞在看到温三还在偏低他的苹果，好卖他的柠檬时，他直接把苹果的属性发上去，瞬间就引来一堆人求购了。尤其是得知这是之前的小苹果后，顿时一堆人嗷嗷乱叫，尤其是那些知道的人，那个后悔啊！赵雨霞还特意艾特了温三，想看看他现在怎么说，还要不要继续扁平了？嘿嘿。第8章，新的一天从掉宝箱开始。第二天早上，刺眼的阳光直接照射在陈平的脸上，直接就给他刺激醒了。陈平模糊的睁开眼，结果被阳光直接刺入眼球，瞬间闭上双眼，但还是忍不住的流下了泪水。陈平只好闭着双眼坐了起来，等了一会儿后才把眼睛睁开，眨了眨双眼后，感觉差不多后就去洗漱了。现在这条件，陈平只能用海水洗了一把脸后，再用抹布一擦一擦，再用海水漱一下口，然后吐掉，最后拿出一瓶矿泉水漱一下口，然后直接咽下去。做完一切后，陈平就起来运动了一下，其实也就是活动一下手臂之类的。做完运动后，就开始吃早餐了。打开空间背包看了看后，他便把敏捷苹果拿了出来，然后咂吧的几下就啃完了。吃完后，肚子一点都不饿了。果然，强化失败的小苹果都能顶一天，更别说强化成功的苹果。他应该早就想到了才对，毕竟他吃完金苹果时，后面也没再感觉到肚子饿。吃完敏捷苹果，不止肚子不饿了，敏捷还能增加了一点，不错。陈平坐在上锁的木质宝箱上休息一会，刚睡醒，身体还没完全苏醒，要等一会。感觉差不多后，陈平就拿出了黄金鱼竿，他现在要看看用这鱼竿能钓出什么品质的宝箱。昨天已经测试过了，所以现在只要鱼漂沉入海中，就直接选择拉上来就行了。轻轻一甩，鱼漂瞬间飞出10几米远，厉害，不愧是金色品质的鱼竿，连鱼线都比新手鱼竿要长。陈平注视着海面上的金色鱼漂，几分钟后，鱼漂开始上下浮动，不一会儿就沉下去了。看着沉入海中的鱼漂，陈平瞬间用力一拉，哗啦，砰！这次陈平竟然感到了木筏的震动，看来这次的宝箱有点重量啊。铁宝箱。看着眼前的宝箱，陈平很是满意，接着继续，再次甩竿。几分钟后，又一个宝箱被钓了上来，一看还是铁宝箱，错不了，看来黄金鱼竿的下线是铁宝箱了，不错，真不错，这得领先其他人多少步啊？嘿嘿嘿，陈平不由得笑了几声。笑完后，他就准备开宝箱了，没办法，不是他不想继续钓宝箱，而是2个铁宝箱就已经把木筏压下很多，再来一个的话，海水都要涌上木筏了。打开宝箱，获得铁锅1、土豆种子5、铁块2。看了一下，都是不能强化的，先放一边，继续开启另一个宝箱。打开宝箱，获得铁盾1、船矛1、铁块2。名称：铁盾。类别：副手，武器。品质：绿色。效果：体质+1，力量+1，可强化次数1。船锚可以固定木筏，使其不再移动。没错，木筏是随机飘动的，并不是随波动。陈平打开强化系统面板，然后把铁盾放了进去后，点击强化，白光出现，10秒后拿了出来，查看了一下属性，体质从+1变成了+3，力量没变。铁盾也是武器，虽然被分类成副手，但人物装备栏就一个武器栏而已，所以这件装备就装备不上了，但还是可以拿来防御的，只是享受不了属性加持而已。把东西都收入背包后，陈平再次吊起来了，砰！又是一个宝箱被吊了上来，陈平并没有转头去看，而是再次抛竿。10几分钟后，再次拉竿，一个宝箱再次被吊了起来。收起黄金鱼竿，陈平看向宝箱，一个青铜色的宝箱静静地坐落在木筏上。青铜宝箱，不错。打开宝箱，获得传灯1、铁镐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青铜药鼎1、青铜块2。传灯可以照明，范围10米。铁镐可以挖掘矿脉，可强化次数1。名称：青铜药鼎。类别：道具。品质：蓝色。效果：投入药材后可以制造金疮药。铁镐强化了一下，普通强化。铁镐可以挖掘矿脉，挖掘力度+1。挖掘力度的意思就是挖矿的时候力量+1。把东西都收入背包，青铜药鼎不错，但现在他没药材。陈平看了一下背包，30个格子已经被占了25个格子了，还有5个格子，如果加上储存贝壳的10个格子，那就还剩15个格子了。算了，陈平不打算掉了，他准备等研究都完成后再继续。没事可干的陈平只好打开聊天频道了。结果一进来，他就看到了一个好商机。救命啊！我的鱼竿被海兽给拖走了，怎么办？卧槽！一大早就看到这么暴劲的事了，没救了，认命吧，等死吧你！
下面跟着一堆冷热嘲讽的人。没办法，在这里鱼竿就是一切，没了鱼竿，那你离死也不远了。不是吧？鱼竿还能被海兽拖走？不是说海兽很垃圾吗？呜，谁说的？那么大的一只海兽，如果我不松开鱼竿的话，整个人都会被拖入海里。照片。陈平点开查看起来。卧槽，这至少也有10多米长了吧？换成我也得扔掉鱼竿，毕竟能多活一会是一会。呜，这只海兽的属性最低都有20点，力量跟体质还是问号，我敢不扔掉鱼竿吗？哇，你可真是够倒霉的了，可怜啊！看着已经平静下来的海面，刘全感到欲哭无泪。早知道会这样，他就不作死的用那鱼饵了。还以为能钓起什么特殊宝箱，结果来了只凶猛的海兽。虽然是稀有类型的海兽，如果能杀死的话，肯定会是大丰收。但这才第2天啊，怎么可能杀得了属性那么高的海兽？现在可怎么办啊？刘全喃喃道。就在这时，私聊响了起来。刘全连忙打开，然后瞬间泪流满面。呜，有救了！刘全连忙回复道：刘全大佬，您真的肯将鱼竿卖给我？第9章研究完成，升级木筏。陈平，没错，不过你手中有什么物品吗？刘全老大，照片，这就是我空间背包中的所有物品了，您看看，只要看上的都可以拿走。陈平点开照片看了起来，物品不多，但木板的数量挺让他惊讶的，竟然有53个木板。这么看来，宝箱是能开出木板的了，不然解释不了他的木板数量。看完后，陈平就开始回复了。陈平，这样吧，我就要图纸跟所有木板，你接受不？刘全，可以。大佬，我们现在就开始交易吧。刘全回完后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交易，然后把所有木板跟唯一的图纸放了上去。如果大佬没提的话，他恨不得把所有物品都放上去了。看着交易页面，陈平在看到对面把木板跟图纸放上去后，还点击了确定。现在他只要点击确定就能白嫖。可惜新手鱼竿对陈平来说就是个占格子的东西，能换点物资也是不错。把新手鱼竿放入交易页面，然后在刘全忐忑不安的注视下，交易完成。看着手中的鱼竿，刘全瞬间泪流满面。要知道，鱼竿被海兽拖走时，他都没有哭，只是有些欲哭无泪而已。刘全大佬，我也不说别的了，以后有什么好东西都通通给你。陈平倒也不必，交易而已。看着大佬的回复，刘全也知道大佬没放在心上，但没事，他记住就行了。关掉私聊后，再顺手同意了一下刘全的好友邀请后，陈平便查看取图纸属性了。名称：储存箱，类别：消耗品、图纸，品质：蓝色，效果：使用后学会制造储存箱。还行，就是不知道是那种储存箱，如果只是单纯的箱子的话，那就没啥用了。如果像储存贝壳那样，就赚了。关掉空间背包，陈平又打开聊天频道看了起来。没办法，研究还有3个小时才完成，先看看聊天频道打发时间了。你们说，那个鱼竿被海兽拖走的人会不会想不开啊？你还别说，还真有这种可能。你们在说啥？什么鱼竿被海兽拖走了？有没有好心人啊？给我点吃的吧，今天又是没食物的一天。收任何图纸，有意者私聊。出木枪，只要2份食物。哇，你们看左上角的人数怎么少了一些？陈平看到弹幕后，下意识地看了过去，果然，本来10万整的数字，现在变成99413，整整少了500多人，快600了。陈平愁眉，喃喃道：“不是吧？昨天睡觉前还好好的呢，怎么突然就少了这么多人了？还真是，怎么突然少了这么多？谁知道现在新手时期，我们都相互看不到对方，谁知道他们怎么嘎的？大概率是被海兽给嘎的吧，毕竟现在才第2天，总不可能是饿死的吧。”就这样，陈平看了3个多小时的弹幕，他也时不时的发上几句。看了下时间，发现差不多后，陈平就把聊天频道给关掉了，然后打开研究面板，果然还剩几分钟就完成了。木筏属性面板已研究完成，制造面板已研究完成。陈平先点开木筏属性面板，结果一个面板跳了出来，上面是他现在的木筏平面图，左边是木筏的操作说明。陈平很快的就看完木筏的操作说明了，看完后他就开始准备升级木筏了。首先增加木筏的面积，2块木板能增加木筏1平方。陈平直接把木筏从原来的6平方米变成了现在30平方米，花费了54块木板。现在这个面积完全够用了，接下来就是升级木筏了。名称：木筏，级别1级，效果无，装备栏00，面积3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100，注：木筏是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这里算的是每块的耐久度。木筏升级材料：20%木板，5%铁块。现在是1级木筏的属性，陈平现在准备升级木筏，直接升级。名称：木筏，级别2级，效果无，装备栏00，面积3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200。木筏升级材料：40%11木板，1/10铁块，2/2青铜块。陈平看完下一级的材料后，喃喃道：铁块的话，现在还有6次没掉，如果都是铁宝箱的话，就够用了，但木板只能跟别人换了。先看看制造面板再说。制造面板：木筏小屋储存箱。面板上除了一些基础的外，就只有这2个。而陈平现在还有2张图纸没学，他现在直接拿出来使用掉，瞬间面板上便多出了培养槽跟精致长刀了。先看看属性，还有材料。名称：木筏小屋。类别：建筑。品质：绿色。效果：遮风挡雨，恢复少许精神力。制造材料：30%11木板。名称：储存箱。类别：家具。品质：蓝色。效果：10个空间格子，无法保鲜。制造材料：20%11木板。0E空间石。名称：培养槽。类别：建筑。品质：绿色。效果：4格培养槽。制造材料：10%11木板。0.4泥土，任何类型的泥土都行。名称：精致长刀。类别：武器。品质：蓝色。效果：力量+3，体质+3。制造材料：0.5铁锭，0E晶石。看完后便打开基础制造面板，很快的他就找到铁锭跟晶石了。铁锭要2个铁块合成1块，而晶石则是2块石头合成1块。铁块可以掉宝箱，那石头难道从宝箱中开出来？那得多倒霉才能开出石头来啊！陈平看完后喃喃道，摇了摇头。陈平把那张卫生间图纸拿了出来，点击使用，瞬间木筏平面面板跳了出来。看着中间的卫生间，陈平直接把它拖到一个角落。木筏平面的布置是一格一格的，而卫生间占了43个格子，也就是12平方米。点击确定后，页面消失。陈平扭头看了过去，一个现代化的卫生间出现在左角处。第10章稀有武器。占地12平方米的卫生间不算小了。陈平过去看了一下，很不错，果然是设备齐全，而且马桶跟沐浴间还是分开的，各占一半。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洗澡了，上个大小便也不用小心翼翼的，生怕一只海兽跳出来后就是一口。陈平打开水龙头，果然有水流出，而且还是淡水，就是可惜这水不能带出去，一出卫生间水就直接消失了。看完卫生间后，陈平准备开始调宝箱了，毕竟他还要继续升级木筏呢。现在木筏就大多了，就是空荡荡了些，他要快点把木筏小屋建造出来，不然只能在卫生间中睡了。拿出黄金鱼竿，轻轻一甩，鱼漂瞬间飞了出去，然后咚了一声，鱼漂便漂浮在海面上了。看着没有动静的鱼漂，陈平拿着鱼竿直接把中间的宝箱拿了过来，然后一屁股坐了上去。现在这个上锁的宝箱开又开不了，还是木质宝箱，也就只能拿来当临时的椅子这点作用了。陈平才坐上宝箱没多久，鱼漂就开始上下浮动了，然后便直接沉入海中了。用力一提，一个铁宝箱稳稳地落到木筏上。陈平看了一眼，然后甩竿继续钓。钓鱼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哪怕他现在钓的不是鱼，而是宝箱。随着最后一次提竿，一个宝箱瞬间破水而出，稳稳地落在木筏上。把黄金鱼竿收入空间背包，陈平转身看向宝箱，一共4个铁宝箱，一个青铜宝箱，一个白银宝箱。黄金鱼竿就是不一样，宝箱的品质真是大大提高啊，嘿嘿。陈平感叹地笑道。现在是开宝箱时间，老规矩，从铁宝箱开始，白银宝箱最后。打开宝箱，获得铁锭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水蜡烛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铁板皮鞋1，木板10，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图纸1，铁块2。以上为铁宝箱的收获，现在轮到青铜宝箱跟白银宝箱了。打开宝箱，获得被诅咒的金币1，低级海兽诱饵2，青铜块2。打开宝箱，获得苹果叉1，苹果款沙发1，白银块2。所有宝箱都开完，出了不少新物品，就是铁块还差1块，看来只能等下去交换了。现在先看看新物品的属性再说。水蜡烛点燃后会吸引海兽，可强化次数1。名称：铁板皮鞋。类别：鞋子。品质：绿色。效果：力量+1，体质+1。鞋子直接装备上，然后继续查看。草帽图纸使用后可以在制造面板上制造草帽，也直接使用了。图纸这种东西只要没学过的基本上都使用掉。被诅咒的金币有概率会吸引被诅咒的海盗前来。
低级海兽诱饵，能吊起20级以下的海兽。名称：苹果叉。类别：武器。品质：稀有，紫色。效果：力量+5，体质+5，敏捷5。效果：巨力重击，造成小范围伤害，并造成1秒眩晕。可强化次数2。苹果叉一拿出来，就瞬间吸引了陈平的注意了。更别说属性还这么好了，虽然减掉5点敏捷，但大力出奇迹啊！而且还可以强化2次。苹果叉的外表就很有特色，跟它的名字一样，一把巨大的黑色叉子插在一个巨大的红苹果上，整体形象就是这样子。而且还是一把双手锤。苹果叉挺重的，以陈平现在的力量，勉强能拿得起来挥舞几下。不过还有最后一件物品没看，看完后陈平再强化这把武器。名称：苹果款沙发。类别：家具。品质：蓝色。效果：舒适度+20。舒适度？这是什么属性？陈平点击查看一下说明，看完后便关掉了。舒适度现在大体没啥用，这是以后才用得到的，所以现在就不多加解释了。打开强化系统面板，陈平直接把苹果叉放了进去，然后点击强化。瞬间银白色的光芒出现。哇塞，第一次就出现特殊强化了。10秒后强化完毕，陈平迫不及待地拿出来查看属性。名称：苹果叉。类别：武器。品质：稀有，紫色。效果：力量+5，体质+5。效果：巨力重击，造成小范围伤害，并造成1.5秒眩晕。可强化次数1。哇塞，负面效果被清除掉了不说，眩晕效果也增加了 0.5秒。而且叉子也从黑色变成银白色。继续看看再次强化后会变成什么样。把苹果叉放进去后，点击强化，瞬间金光涌现。哇哇哇哇！又是特殊强化。10秒钟一下就过去了，陈平兴奋地拿出来查看属性。名称：苹果叉。类别：武器。品质：稀有，金色。效果：力量+10，体质+10。效果：巨力重击，造成小范围伤害，并造成3秒眩晕。哇！所有属性直接翻倍。陈平心满意足地看着手中的苹果叉，现在叉子又从银白色变成金色的了。直接把乌木长枪从装备栏中拿下来，然后把苹果叉放进入装备栏。瞬间陈平就感到全身充满了力量，毕竟整整增加了1倍的属性啊！打开人物属性面板看看。名称：陈平。种族：人类。体质：12+10+1。力量：10+10+1。敏捷：11。精神：11。成年人的平均属性为12。技能：无。天赋：无。称号：无。不错，也不知道原来那些特种兵们的属性值是多少。还有那些经常健身的人，属性应该比平均值高上1-2点吧。陈平笑道，摇了摇头，不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了。陈平开始整理物品，他要把一些没用的物品换成基本材料，用来升级木筏跟建造木筏小屋。很快的，陈平就整理出一些物品，打算拿起换物资。乌木长枪、强化的包皮小刀、铁盾，这3件应该可换到不少基础物资。陈平看着木筏上的3件物品，乌木长枪就换10木板跟4铁块，或者20木板也行。强化的包皮小刀、铁盾，一个换10木板，一个换10铁块。第11章，做买卖。确定好了，陈平就打开了聊天频道，准备喊话了。一打开聊天频道，陈平下意识地看向左上角的人数，结果发现这次竟然少了上千人。可惜现在是新手期，谁都看不见其他人的木筏，而且就算不是新手期，这里可是无尽之海，无穷大的海域，遇到其他人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弹幕上就讨论了几句后，就没人再谈了。剩下的弹幕基本都是在闲聊之类，还有一些在收材料或者食物的弹幕，也有一些跟他一样卖装备的人。陈平基本都点开查看了一下，大多数装备都是加1点属性的，加2点属性的都少。装备差就算了，他们还卖的贼贵，一件加1点力量的武器竟然要价10个木板，虽然都没人要就是了。陈平想了想，最后决定先拿乌木长枪出来卖。乌木长枪不止加5点属性，而且还是长柄武器，对现在的求生者来说，加持属性又高，长度又足够长，能让他们跟海兽的战斗更加安全，所以肯定能吸引到不少的人。陈平，乌木长枪，价高者得，起步价20木板。一开始发的时候，直接就被弹幕顶下去了，害得陈平连续发了几遍后，终于被人注意到了，而且还被顶上来了。这就是聊天频道的隐藏功能，如果一个题材火的话，会被置顶，很容易就能吸引到一堆人查看。哇，整整加5点属性的武器啊，这都拿出来卖？大佬，还缺不缺挂件？1.9米的那种？收图纸喽，有意者私聊啊。这是我见过加属性最高的武器了，
竟然有5点。要知道我全属性加起来才36点而已啊，太残暴了！我的属性连35点都没有，这把如果是我的就好了。嘤怪，我操！走开吧，你去别的地方嘤去。我也有一把乌木长枪，但属性没这把高呢，真羡慕。陈平看着弹幕，一堆喊大佬的，一堆羡慕的，一堆说废话的，就是没有人出价。什么鬼哦？难道连20木板都没有吗？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几个沙比。我操！不是吧，一把武器而已，竟然要价20木板？我没看错吧？不，你没看错，是看少了。这可是20木板起价哦，可不是20木板一口价。不是吧？不是吧？一把武器要价这么贵，这不是妥妥的奸商吗？就是，现在大家都是求生者，还要价这么高，还是人吗？下面还有一些跟风的弹幕。陈平眯了眯眼，根本鸟都不鸟他们，而是再发了一遍，只不过加了几句。陈平乌木长枪，价高者得，起步价20木板，倒数计时30分钟，有意者现在报价，过时不候。发完后，陈平就开始静静的等待起来了。下面安静了一会，然后一堆喊大佬的人就出现了。哇，大佬出现了！大佬，缺不缺挂件？我能暖床的。突然一条报价的弹幕出现，20木板，我要了。哇，又有大佬出现了。哇，你就只会挖，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21块木板。哦，又有人出价了。从第一个人开始出价后，就陆陆续续的不断有人出价了，虽然都是1块1块往上加的。很快的，乌木长枪的价格就来到30块木板了，而时间还剩下10分钟。30块木板后，加价的人就开始变少起来了，基本10几多秒后才有人加价。35木板，他们这要把木板全都拿来换这把武器吗？感觉不值得呀。要知道，一个宝箱才获得2块木板而已啊。什么叫不值得？要知道，我们是有可能钓到海兽的，如果钓到海兽，没有一把好点的武器，你打得过？就是，更别说这把乌木长枪还加5点属性了，这可是不小的提升呢。30块木板再加2铁块。哇，铁块！木板竟然是木质宝箱分解出来的，那这铁块是不是从更高级的宝箱分解出来的？没错，铁块是从铁宝箱分解出来，在下有幸吊起一个铁宝箱，至于开出什么，就不跟你们讲了，免得你们嫉妒羡慕恨，嘿嘿。最终，这把乌木长枪以30木板、2铁块的价格卖了出去。卖完乌木长枪后，陈平又把强化的包皮小刀发了上去，这次是一口价20个木板，瞬间就被人秒了。有点快，陈平看着眼前已经被摆上20木板的交易页面，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直接把强化的包皮小刀放进去后，点击交易，瞬间交易完成，又收获了20木板。陈平看了一下空间背包，木板差不多够用了，盾牌就换成铁块吧。陈平，铁盾2块铁块起价。哇塞，大佬，这已经是第3件武器了。我发现大佬的武器属性都比别人的高耶，明明都是一样的名字，但就是属性高了不止1点2点的。也不是，其他人的武器属性点也是有些区别的，不过基本都是相差1点属性，像大佬这样的基本没有。可能大佬的武器都是同级别中最顶级的存在吧，有可能哦。4块铁块，哇，看来大佬不少啊。5块铁块，我也好像要哦。可惜到现在为止钓到的宝箱都是木质宝箱，我钓到过比木质宝箱还高1级的宝箱，叫铁边宝箱，但分解不出铁块，所以铁块应该是更高级的宝箱分解出来的。哇，好羡慕，都是用的同样的鱼竿，为什么我就钓不起高级宝箱啊？根本不用羡慕好吗？铁边宝箱在上是铁宝箱，虽然能分解出铁块来，但开出来的物品好像跟木质宝箱没多少区别啊。不会吧？怎么看高级宝箱都不可能跟低级宝箱一个样？这个不好说哦，不过等我们钓到后就知道了。不提众人讨论高低宝箱能开出啥，陈平的铁盾最后以7块铁块的价格卖了出去。第12章银富淋漓的收获，铁盾也卖掉了，一共收获了50木板、9块铁块。现在他一共有木板71、铁块16，完全够升级木筏了。打开木筏属性面板，果然下面的升级材料都已经齐全了，直接升级。3级木筏的属性基本没太大的变化，除了木筏耐久度变成300外，就是升级材料增加了不少。木板从40变成60，铁块从10变成15，就青铜块最少，从2块变成4块。木板还剩31块，刚好可以制造木筏小屋。打开制造面板，点开木筏小屋属性页面，然后点击制造，瞬间木筏小屋就制造完成了。安置木筏小屋跟卫生间时一样，木筏小屋的占地面积是44，陈平直接选择放置在中间。点击确定后，
瞬间一个跟木筏同材质的小屋出现在木筏中心。木筏小屋是有地板的，所以地面比木筏高上10公分左右。走进去后，陈平发现可以打开木筏小屋的属性面板查看，然后他发现多了个属性，在制造面板时明明没有。名称：木筏小屋。类别：建筑。品质：绿色。效果：遮风挡雨，恢复少许精神力。效果：舒适度加10。没错，多出了舒适度，跟苹果款沙发一样。陈平把苹果款沙发从空间背包中拿了出来，然后放在左边靠墙的位置上。苹果沙发挺大的，光长度都有3米了，而宽度有个60公分。陈平看完后很是满意，暂时晚上就可以在沙发上睡觉了。陈平出去把储存贝壳拿来进入，放在沙发边的角落。就这样，空荡荡的木筏小屋内瞬间多出了一个苹果款沙发跟一个巨大的贝壳。接着陈平打开空间背包，他把青铜药鼎也拿了出来。青铜药鼎也挺大了，算上盖子差不多1米高呢。把青铜药鼎放在靠门的那面墙右边角落。木筏小屋是有窗户的，左右两边各一个窗户，通风跟明亮度都很不错。陈平又从背包中拿出一些现在用不上的东西，放入储存贝壳中，其实就是3样。整理了差不多后，陈平的背包终于空出不少格子了。现在背包中占用19个格子，还剩11个格子，够用了。走出木筏小屋，来到木筏边上，陈平准备试试金银线虫，看看金富鳞鱼跟银富鳞鱼是啥鱼。拿出黄金鱼竿，把金银线虫挂上鱼钩后，陈平就开始准备钓鱼了。这次是真的钓鱼，轻轻一甩，鱼漂直接飞到10米开外，然后咚的一声后，便静静地漂浮在海面上了。坐在宝箱上，陈平仔细地盯着鱼漂，生怕一个不注意就让鱼给跑了。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鱼漂终于有动静了。看着上下浮动的鱼漂，陈平耐心地等着，等鱼儿上钩就可以往上拉了。但现在他还没感受到拉力，所以鱼还没咬钩。过了几分钟，鱼漂突然沉入海中，陈平也感受到了拉力，就是现在了。陈平用力一拉，发现竟然势均力敌。要知道，他现在的力量属性可以有20多点啊，这鱼这么钓的吗？没办法，陈平只好跟他开始角力起来了。经过20分钟的角力，陈平终于感到对方的力气变小了，就是现在，大力出奇迹！呵，瞬间，一条巨大、闪着银光的鱼被拉出水面，落到木筏上。啪啪啪！看着挣扎的鱼，陈平都不用看属性，就知道这条鱼应该是银富鳞鱼了。毕竟一身银色的鳞片，一点筋都没有，不可能是金富鳞鱼吧？陈平看着蹦跶的银富鳞鱼，直接查看它的属性。名称：银富鳞鱼。种族：鳞鱼。等级：1。体质：10。力量：10。敏捷：15。精神：13。技能：无。天赋：水中灵鱼，银鳞闪光。水中灵鱼在水中属性翻倍，银鳞闪光，速度提升200%至1000%。看完属性后，陈平说道：“怪不得能跟自己角力呢，原来是天赋的原因啊！这个天赋有点厉害啊！”就在陈平想这条鱼有啥用的时候，一道系统声音响起：“系统检测到求生者钓到稀有鳞鱼，图册收集功能开放。”图册收集功能，这是什么东西？陈平疑惑地点开系统面板，果然最下面出现了个图册收集。点开后，就一张银富鳞鱼的图片，下面还有介绍：银富鳞鱼，稀有的海中鳞鱼，速度极快，看过去就像是一道银光从你眼前划过。银富鳞鱼的掉落：1. 银富鳞片是稀有材料，能替代不少需要用鳞片制造的装备材料，而且用它的鳞片制造而成的装备会有概率附加特殊属性，不过掉落稀少。2. 属性鱼肉，越强大的银富鳞鱼掉落的属性鱼肉越好。3. 白银宝箱、白金宝箱、特殊宝箱，只有30级以上的银富鳞鱼才会掉落白金宝箱。这些就是银富鳞鱼的介绍了。看完后，陈平表示很赞。关掉后，看向银富鳞鱼的目光瞬间就亮了起来，看着已经无力蹦跶、躺在木筏上不停张口的大鱼，是时候该给它解脱了。念头一动，苹果叉瞬间出现在陈平手中。银富鳞鱼值得陈平用苹果叉来给它最后一击。不，大苹果重重地砸在鱼头上，银富鳞鱼瞬间嗝屁，然后陈平就看到一堆东西爆了出来，一共是2个白银宝箱，一小堆鳞片，2块鱼肉。当然了，银富鳞鱼的尸体并没有消失。白银宝箱先不去理会，陈平先把鳞片跟鱼肉收起来。获得银富鳞片4，属性鱼肉2。鳞片是材料，陈平就不看了，属性鱼肉就要好好看。属性鱼肉食用后增加1至3点敏捷。属性鱼肉食用后增加1至3点体质，可强化次数1。看到可强化，陈平瞬间就打开强化面板，然后把鱼肉放了进去，然后点击强化。可惜是普通的白光。
属性鱼肉，食用后增加3至5点体质。第13章，暴风雨即将来临。不错，强化完后从1至3点变成3至5点，保底3点属性呢。每块属性鱼肉都有成年巴掌那么大，不过可惜是生的。虽然这鱼肉看起来跟金枪鱼的鱼肉一模一样，但陈平可不敢生吃，毕竟这种地方生个病可能就要你命了。收起属性鱼肉，陈平看向宝箱旁的银腹鳞鱼，虽然鱼头已经被苹果插砸扁了，但尸体并没有消失。就在这时，陈平发现这鱼尸是可以分解的，他直接选择分解，获得大块鱼肉5、鱼头1、鱼骨1。陈平看了一下分解出来的鱼头、鱼肉、鱼骨都是可食用的普通食材，现在就剩2个白银宝箱了。打开宝箱，获得银鳞胸甲1、血珊瑚1、白银块2。打开宝箱，获得红粉珍珠1、水灵珠1、白银块2。名称：银鳞胸甲。类别：上衣。品质：紫色。效果：体质加5，敏捷加5。效果：银鳞护体，使用后会形成一个100耐久度的防御罩，冷却1小时。血珊瑚，蓝色品质，可净化水质。红粉珍珠，紫色品质，可以跟美人鱼游商交换物品。水灵珠，蓝色品质，可以把海水净化为淡水，每天可净化10L， 都是不错的物品。就是陈平发现背包快满了，看来又要清理一部物品了。收起鱼竿，陈平向木筏小屋走去。他先把一些物品放到储存贝壳中。储存贝壳3/10铁锅1、土豆种子5、坚韧的海草石。打开了储存贝壳的面板，里面就3件物品，还可以放7件。陈平打开背包开始整理，很快就把储存贝壳放满了。储存贝壳10/10，铁锅1、土豆种子5、坚韧的海草石、红粉珍珠1、水灵珠1、血珊瑚1、银腹鳞片4。属性鱼肉1至3敏捷，属性鱼肉3至5体质。水蜡烛1。水蜡烛是可以强化的，只不过陈平打算使用后看看效果，如果强化后吸引过来的海兽过于强大的话，可能就把自己给坑了。又空出9个格子了，不过陈平打算把储存箱制造出来，就是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开出空间石。打开聊天频道，然后设定完后交换条件后，陈平就上交了5块大块鱼肉。接下来只要有人达成条件，就可以直接交换成功了，而不用老是交易。在看到这个隐藏功能时，陈平就开始纳闷，那交易市场有什么用？不过交易市场到现在都没有开启就是了。陈平，大块鱼肉5，实木板换1块鱼肉，限制3块，2块鱼肉换空间石。看我发现了啥？野生的大佬，好大块的鱼肉，这都比得上我的头了吧？10块木板，好像不贵哦，我换了。这么大块的鱼肉，省着点吃的话，能吃个4、5天吧。而且看起来好像是金枪鱼的肉呢，我也好想换。卧槽，你们的速度也太快了点吧，一下子就没了。什么没有？不是还留了2块吗？嘿嘿，空间石是啥？有啥作用？求告知。蠢货，这名字一看就跟空间背包有关，大致可能是增加空间背包格子数量，或者做什么空间道具的吧。厉害，我就想不出来。哇塞，大块鱼肉被换了爷，谁把空间石拿去换了？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傻逼，老娘都快饿死，留这块破石头有毛用？陈平也没想到，才刚挂上去没多久就被人给清空了。这么快，看来现在食物还是很有市场嘛。陈平喃喃道，然后打开背包，把鱼头1、鱼骨1、青苹果2都挂了上去，然后再发一条弹幕。鱼头跟鱼骨一样是实木板，青苹果也是实木板，毕竟这是在海上，懂的都懂。这次不到1分钟就没了，而陈平收获了木板70，空间11。既然空间石到手了，陈平直接打开制造面板，然后开始制造储存箱，消耗20木板1空间石，获得储存箱1个。制造出储存箱后，陈平把储存箱放在储存贝壳边。储存箱是不能保鲜的，所以那些会腐败的物品都不能放在储存箱中，要放在储存贝壳中。整理了一下后，陈平拿出低级海兽诱饵，他想看看海兽的实力如何。就在陈平想走出木筏小屋去钓海兽的时候，一道系统的声音在所有人脑海中响起。系统，当前海区即将迎来暴风雨，请各位求生者做好准备，1个小时后暴风雨将至住，新手初期会提前1小时提醒各种自然灾害，新手中期提前半个小时，新手后期将不再提醒。陈平走出木筏小屋，愁眉看向天空，现在还是万里无云的样子，一片祥和，根本一点都看不出是要来暴风雨的样子。不过既然系统都提示了，那基本可以说100%会有暴风雨的吧。1个小时吗？可惜没啥准备的。陈平喃喃下，然后打开聊天频道看了一下，果然全部都在聊暴风雨的事情，还有一堆求救的。因为木筏研究要获得图纸才能解锁，所以有些人现在的木筏
还是一开始32，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散了吧。所以现在聊天频道一堆求购物品的，很多稀有物品都被发出来交换了。陈平甚至还看到了空间石，他瞬间点开要求。空间石，求换能让我度过这次暴风雨的物品。陈平想了想后，从储存贝壳中拿出坚韧的海草，这种海草韧性十足，他现在20多的力量都扯不断，而且一根有1米多长，差不多1米5的长度。陈平，坚韧的海草舞这东西应该可以帮到你，你可以把自己绑住，再固定在木筏上，这样就不怕被打入海里了。啊，这不是海草吗？你确定不会一下就断掉？陈平，怎么可能？这看名字就知道了，这海草很有韧性，一根1米5左右，换不换？换！死马当活马医了。第14章暴风雨与海岛。又收获了一枚空间石，不过这次陈平并不打算制作成储存箱，先留着。随着时间不断流逝，本来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无数的雷电不断在乌云中闪烁。随着乌云出现，伴随电闪雷鸣而来的是雨点，从一开始的小雨点到大雨倾盆，只不过短短了10几秒而已。伴随雨水袭来的还有狂风，不过已经把门窗都关上的陈平只能听到呼呼的咆哮声跟雨声与雷鸣声。坐在沙发上，陈平能感受到海浪很大，因为他现在感觉上下浮动贼强。陈平是真怕木筏被打翻，不过他的木筏也不算小，打翻的概率应该不大。看着黑漆漆的房间，陈平把船灯拿了出来，瞬间整个房间就被照亮了。虽然外面的风浪很大，但陈平摆放在木筏小屋内的药鼎跟沙发、储存箱等物品并没东倒西歪。很奇怪，他明明感到这上下的幅度这么大，正常来说早就倒了。在找了个机会把船灯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后，陈平便小心翼翼地来到窗户边，然后打开条缝隙，想看看外面到底是啥个情况。陈平都已经做好被风吹雨打的准备了，结果打开窗外后，发现风向并不是吹向这边，而是反方向。看着外面的景色，电闪雷鸣就不说了，海浪还大得要命，不断拍打在木筏上，看着陈平心里一上一下的。本来陈平还想拿船锚把船固定下来，现在看来还好没这么做，不然铁定得翻船。雨滴很大，滴答滴答的打在木筏上，声音贼响。现在整个天空都已经被乌云笼罩，在这狂风巨浪下，也不知道木筏会被带到哪去。最重要的是，陈平通过电闪雷鸣的电光，隐隐约约看到不少海兽在风暴中狂欢，只能祈祷他们别撞到木筏就行了。看到风向改变后，陈平立马关上窗户，然后回到沙发上等待起来。这种情况下，他啥也做不了，只能耐心等待暴风雨自己过去了。半个小时后，一道系统声响起，系统木筏耐久度减低10点。听到系统的提示，木筏的耐久度减低，陈平也不意外，这在一开始就已经说明的了。半个小时10点耐久度吗？这么说，一级木筏就只能支撑5个小时了。陈平现在的木筏是3级的，300点耐久度，也就是说能支撑15个小时。现在就看这暴风雨维持多久了。不过，陈平打开木筏属性面板，果然面板上有个损坏维修，一块木板能补充100点耐久度，平分到所有木筏块上。而陈平的木筏一共60块，也就是说要6块木板才能补充10耐久度。摇晃摇晃，摇得陈平都困了，尤其是这种天气下，简直困意十足啊！可惜他不敢睡，谁知道这鬼天气什么时候过去？别一觉醒来，木筏都散架了。无事可做的陈平只好打开聊天频道了。出乎意料的是，聊天频道贼热闹。哇！呸！我已经喝了足足半个小时的海水了，什么时候这暴风雨才停啊？他妈的，好冷啊！虽然只要紧紧的抓住木筏就不会有事了，但我的手臂现在好酸啊，又不敢松手。哇靠！老子的木筏被海浪带到海兽群中了，瑟瑟发抖，希望海兽不要发现咱啊！兄弟，不只是你，现在大多数人都遇到海兽了，这暴风雨夜真是海兽的狂欢夜啊！我看到好多巨大的海兽。还好他们对我们这小木筏不感兴趣。我操！早知道老子就不升级木筏了，现在我的木板感觉不够维修啊！那你只好祈祷这暴风雨快点过去了，现在才过去半个多小时而已。冷，身上的麻衣现在变得好重啊，而且海水跟雨水打在身上好冷。哎，感觉这次德嘎不少人，就现在人数都掉了几千了。陈平看了一下人数，的确都快跌到8开头了。哎，关掉聊天频道，陈平打算眯一下，反正他的木筏能撑15个小时，其实足够他睡上一觉的了。躺在沙发上，陈平在这晃动中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木筏小屋外，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小屋内，陈平安详地窝在沙发上做美梦。不知道过了多久，陈平模糊地睁开双眼，然后看着明亮的船灯，发了一会呆后，才慢慢地坐了起来。哈哈！过了一会，没感到到晃动感的陈平从沙发上下来，然后靠近窗户打开一看，
好家伙，风和日丽，一点都看不出被暴风雨吹残过了样子。既然暴风雨已经过去，陈平便打开两边的窗户，然后开门走出木筏小屋。让陈平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几条鱼在木筏上，而且看样子应该是晕过去了。查看了一下木筏耐久度，还有120，也就是说暴风雨整整延续了9个小时了。看了一下后，陈平就关掉页面了。维修需要的木板数量有点多，就先这样吧，反正还有120耐久度呢。看着木板上的几条鱼，陈平直接过去分解了，获得小块鱼肉12，鱼头跟鱼骨没有。就在陈平打算开始今天的钓宝箱时，他惊讶地发现那个上锁的木质宝箱不见了。不用想，肯定是昨晚被海浪拍打入海中了。哎，看来之后放在屋外的物品都要固定好才行啊。拿出黄金鱼竿，然后轻轻一甩，就在陈平的目光跟着鱼漂移动，他突然看到了海岛。咚的一声，鱼漂稳稳地落在海面上。可惜这时陈平并没有关注鱼漂，而是看向鱼漂前方100外的海岛。海岛啊，也不知道上面有啥。现在木筏前进的方向就是海岛的方向，所以陈平并不担心会错过这个岛屿，就是不知道海岛上会有什么。我啦，哗啦，一个青铜宝箱被吊了上去，然后稳稳地落在木筏上。第15章全新首区通告。看了一眼宝箱后，陈平又把目光看向海岛，不过现在还有点距离，先把这个宝箱开了再说。打开宝箱，获得带血的肉块1，白银钥匙1，青铜块2。带血的肉块，品质蓝色，未知诡异的肉块，是高级海兽们的最爱。白银钥匙可以打开上锁的宝箱，白银以及以下级别的宝箱，使用次数3。竟然开出钥匙了，可惜现在用不上。回到木筏小屋，陈平把一些现在用不上的物品一一放入储存箱中。储存箱6/10带血的肉块1，低级海兽诱饵2，彩色涟漪贝1，铁钉1，空间11，白银钥匙1。清完一些物品后，陈平的空间背包格子就空出16个格子出来，这样海岛上有什么好东西也能装得下。一切都准备好后，陈平就来到木筏边，看着越来越近的海岛。大概半个多小时后，木筏终于到海岛边了。走下去后，就在这时，系统提示跳了出来。系统，恭喜求生者发现海岛，你可以上岛探索。系统，海岛将在10个小时后沉入海底。系统，作为第一个登上海岛的求生者，你获得了称号开荒者1，海岛之星1。就在陈平想看看称号跟海岛之星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系统，全新首区通告，恭喜陈平，作为第一个登上海岛的求生者，奖励唯一称号开荒者，奖励海岛之星。连续喊了3遍不说，万里无云的天空上还显示出相应的字幕出来。第103区，看着近在咫尺的海岛，王恒气恼喊道：早知道第一个登岛有奖励，我他妈就该滑快点啊！可恶！王恒趴在木筏上，气愤地用双手不断拍打着海面。陈平是吗？老子记住你了，别让我碰到，不然。第342区，站在沙滩上，温馨抬头看向着天空上陈平2字，默默无言。咔！一只龙虾模样的海兽直接惨死在海滩下，一把巨剑狠狠地插在龙虾海兽头上。温馨拔出巨剑，分解掉龙虾海兽后，便向海岛上走去。第501区，叶江看了天空上的字幕一眼，然后面无表情地踏上海岛。第681区，杰克斯雷尔看着还有几十米的海岛，又看了看天空上的字幕，骂了几句法克油后，便继续往海岛划去。第1204区，日喘库下看着天空上的陈平2字，喃喃道：这名字看起来像是龙国那边的人。可恶，我大日国的人都死哪去了？第10243区，金补瑶思密达，这一定是我们国家的那位思密达。不提其他新手区的人怎么讨论，703区的聊天频道已经炸开锅了。卧槽，大佬厉害啊，竟然上全区频道了！哇操，不是真的吧？陈平不是之前连卖3件顶配武器的那个大佬吗？不会真的是他吧？这可不好说啊，毕竟这是登上海岛，并不是实力强就行的，得靠飘。就是，温三，你们别什么都往人家身上推行吗？全世界叫陈平的人，没有上万也有上千了吧？怎么确定就是我们区的呢？温三，来，一块木板换水果了，1换1，想修理木筏的快点了哦，数量不多喽。我靠，1换1，你也敢想？赵雨霞，呵呵，就没他们不敢的事。正在钓宝箱的赵雨霞抽空看了一下聊天频道，发了句后便关掉页面，专心钓宝箱了。陈平无奈地翻了翻白眼，都不通知一声就直接发通告了。哎，算了，还是看看称号跟海岛之星吧。名称：开荒者，类别：称号，品质：金色，唯一，效果：开荒丰收，海岛上的宝箱基础物资翻倍，获得高品质物品的几率提升。效果：开荒加持，
在海岛上增加100%全属性。哇塞，这称号的效果有点掉啊，赚大发了！陈平兴奋地说道。这么说，海岛之星应该也很掉吗？名称：海岛之星。类别：道具。效果：海岛加10，海岛下沉时间增加1至3倍。效果：海岛传送，可以从海岛传送到木筏上住，需要绑定木筏。海岛之星只要放在空间背包就可以触发效果了，很方便。陈平美滋滋地把称号带上，他现在在海岛上，所以属性瞬间增加1倍。厉害！我感觉能一拳打死一头牛。陈平感受着体内的力量说道。陈平在沙滩上开始适宜了一下突然暴涨的属性，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刚好沙滩有不少海兽的存在。名称：浅海龙虾怪。种族：海虾族。等级3。体质17。力量14。敏捷8。精神3。天赋：甲操防御，巨力夹击。看完龙虾怪的属性后，陈平就开始做热身运动了。这沙滩上一共有6只龙虾怪，属性基本差不多。做完热身运动后，陈平拿出苹果叉，他现在的属性苹果叉完全可以随便挥舞了。沙沙沙，踩在沙子上，陈平慢慢的靠近一只正在吐泡泡的龙虾怪。浅海龙虾怪的颜色是褐色的，跟附近海边礁石上的颜色差不多。1米高的龙虾怪完全没注意到陈平的靠近，还在吐着泡泡，两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海面。陈平来到浅海龙虾怪身后后，直接一锤就砸了下去。咔嚓的一声，浅海龙虾怪的甲壳直接裂开，虾黄流了一地。巨大的声响瞬间吸引到周围的浅海龙虾怪，他们齐齐看向陈平。咔咔咔，看到陈平脚下不知生死的同类，所以浅海龙虾怪都咔咔咔的向冲他的过来。看着张牙舞爪向自己冲来的浅海龙虾怪，陈平可不怕，不说本来的属性就比他们高，更别说现在了。看着冲过来的浅海龙虾怪，陈平一苹果一个，开始嘎嘎乱杀。短短几分钟，所以浅海龙虾怪都直接躺下。第16章，深入海岛。看着死去的浅海龙虾怪，陈平满意的挥了挥苹果叉，然后笑道：不错，这感觉是真不错啊。分解浅海龙虾怪，获得龙虾肉18，龙虾甲壳6，龙虾钳子12，经验珠小4。经验珠不会是他想的那个吧？看看属性，经验珠小，使用后可以获得100点经验值，还真是惊讶。这么说，这个求生游戏还能升级的喽？看着手中半透明的经验珠，陈平喃喃道。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又跳了出来。系统检测到经验珠，开启等级，职业宝箱增加经验珠跟转职证书掉落。打开人物面板看看吧。说完就打开人物面板了。名称：陈平。种族：人类。等级：10100。职业：无。体质：12加10加1加5等于28。力量：10加10加1等于21。敏捷：11加5等于16。精神：11。注：括号的是装备属性加成。技能：无。天赋：无。称号：开荒者。不过因为开荒者称号的缘故，属性还要翻上1倍，所以在海岛上，陈平的属性为56、42、32、22。果然多出了等级跟职业，虽然现在是1级就是了。陈平点击查看起来，首先是等级，每升1级就会增加1点全属性跟1点自由属性点，然后就是职业了。看说明，职业的种类对属性的加成也不相同。打个比方，战士类型的职业属性点会偏向力量跟体质方面。看完所有说明后，陈平看了看手中的经验珠，想了想后便收了起来。他打算等获得职业的时候再升级，反正他现在的属性已经很高了，不急这一时。拿着苹果叉，陈平准备深入海岛。很快，陈平就站在一棵椰子树下了，看着树上密密麻麻的椰子，他打算都给搞下来。这附近的椰子树并不少，应该能收获上百个椰子。拿出伐木斧，就准备砍伐椰子树了。砰砰，好家伙，2下，就2下，椰子树就轰然倒下。然后陈平就获得收获提示了，获得木板6，椰子2。我操，好家伙，那么多椰子，结果就给2个。陈平又来到一棵椰子树下，这次他准备先把椰子摘下来后再砍树。3、4下就爬上树顶了。摘下一个椰子后，陈平发现这椰子竟然不能收入空间背包中。摘下几个椰子扔下去后，陈平变下来了，然后拿起伐木斧，嘎嘎2下，椰子树就到了。获得木板7，椰子1。看着地上的椰子，陈平拿起一个，用伐木斧开个口子，然后喝了几口，味道不错。收起伐木斧，一边喝着椰汁，一边向海岛深处走去。他准备先探索一下海岛，等探索完了再开始伐木。这个海岛并不大，以陈平现在的速度来看，大概5、6个小时就穿过去，到达对面的沙滩了。
一路向岛中心走去，而途中的大树都会被陈平砰砰2下砍伐掉，变成木板收入空间背包中。走了大概10几分钟后，陈平终于看到岛上的第一个宝箱了。这是一个青铜宝箱，宝箱周围有3只怪物守着。这是哥布林。陈平看向在宝箱周围的3只怪物，跟哥布林长一模一样，贼丑。名称：哥布林，种族：哥布林，等级3，体质11，力量13，敏捷9，精神8，天赋快速成长。3只哥布林的属性差不多，天赋也一样。哇卡吉瓦！3只哥布林发现那站在不远处恶陈平，瞬间哇哇大叫的冲了过去。可惜冲得快，飞回来更快。陈平直接用苹果叉一挥，3只哥布林瞬间倒飞了回去，然后狠狠地砸在地上，痛苦地哀嚎着。陈平可不想听这么难听的哀嚎声，直接过去一只一下给解决了。让陈平感到意外的是，哥布林死后直接爆出经验珠，虽然3只才爆了1个经验珠。捡去经验珠后，陈平便向宝箱走去了。打开宝箱，获得青铜戒指1，草莓种子5，青铜块4。果然，基础物资翻倍了，真不错。陈不由得笑眯了眼。名称：青铜戒指，类别：戒指，品质：蓝色，效果：力量+1，精神+2。还行，陈平直接装备上，然后继续出发。顺着小路，没错，这海岛上竟然有条小路。陈平猜测可能是哥布林搞出来的。顺着小路，陈平很快的又看到宝箱了。这次宝箱还是青铜宝箱，但周围的哥布林从3只变成5只，其中1只还拿着一把破破烂烂的刀。陈平看了一下属性，跟之前遇到的3只差不多，不过等级高了1级，所以属性也高了一点点。可惜没啥用，陈平直接冲了进去，然后开始嘎嘎乱杀。短短几分钟的功夫，5只哥布林就被锤爆了脑袋。收起哥布林掉落的经验珠后，便打开宝箱。打开宝箱，获得图纸1，石头10，青铜块4。炉灶图纸，使用后学会制造炉灶。炉灶，可以，这下终于能吃口热乎的了。陈平果断地把炉灶图纸学习掉，然后才继续前进。还是顺着小路，这次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陈平竟然看到了一处哥布林的营地。看着前面破破烂烂的营地，不用想，肯定是哥布林搭建的。陈平偷偷摸摸地来到营地外，然后开始查看情况。1、2、3，一共12只哥布林，其中1只哥布林看起来像是哥布林法师之类，还有2只哥布林比较强壮，体型都比其他哥布林要高壮一些。除了这3只外，其他哥布林都跟之前的哥布林一个样，属性也差不多，顶多等级高上1、2级。名称：强壮的哥布林，种族：哥布林，等级5，体质21，力量17，敏捷13，精神9，天赋强壮，快速成长。这是那2只强壮的哥布林属性，还有1只则是哥布林法师。名称：哥布林法师，种族：哥布林，等级6，体质13，力量11，敏捷13，精神23，天赋施法者，快速成长。技能：火球术，鼓舞。第17章哥布林营地。看完属性后，陈平摸了摸下巴，不知道那个哥布林法师的火球术速度快不快。以他现在的属性，里面的哥布林可以说没什么威胁，但就是那只哥布林法师有可能对他造成威胁。陈平又观察了一下，那只哥布林法师在最里面，而那2只强壮的哥布林则是在中间，跟几只普通哥布林叽里哇啦不知道在说些啥。确定好位置后，陈平就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可惜周围并没有什么大树之类能让他爬上去搞偷袭。现在这样子，要想杀死哥布林法师，只能强行破掉这破烂的墙了。陈平转到哥布林法师那边的营地外，然后举起苹果叉就用力地砸了下去。咔嚓，本就破破烂烂的墙直接飞溅出去。看着被吓得呆哥布林，陈平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时机，直接冲向最近的哥布林法师。哥布林法师一脸懵逼地看着一个巨大的苹果砸破的墙，接着就看到一个人类走了进来。阿瓜拉吉！反应过来的他刚想站起身逃跑，结果那颗巨大的苹果已经狠狠地向他脑袋袭来了。砰！一锤下去，哥布林法师直接嗝屁，而其他哥布林到现在都还没反应过来。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陈平已经杀进去了。10几分钟后，陈平站在哥布林营地中间，擦了擦不存在的汗，出了口气。呼，完美解决。整个营地的哥布林为陈平提供了7个经验珠，其中有3个经验珠比其他的经验珠要大上不少。经验珠中使用后获得200点经验。接下来就是开宝箱时间，看着眼前的白银宝箱，陈平笑嘻嘻的打开。打开宝箱，获得迷宫岛地图1，冰块20，
白银块4。迷宫岛地图，紫色品质，详细记载迷宫岛的地图，包含宝藏的位置、迷宫出入口、特殊产品等等。开完宝箱后，陈平休息了一会，然后才继续向岛中心走去。他猜测中心可能还有哥布林的存在。很快的，陈平又顺着小路来到一个真正的哥布林营地了。蹲在小树丛中的陈平看着营地门口的2只哥布林，厉害啊，竟然还有看门的，而且看门的2只哥布林还都是强壮的哥布林。看了几眼后，陈平就开始在周围找找有没有高大一点的树，好让他能观察到营地内的情况。很快的，陈平就找到一棵不错的大树了，麻溜的爬了上去后，就开始观察营地中的情况了。哇塞，这哥布林的数量至少有200多只吧。哥布林法师跟强化哥布林也挺多的，至少几10个。还有星地哥布林，让我看看属性啊。名称：哥布林队长，种族：哥布林，等级9，体质24，力量25，敏捷21，精神14，天赋：快速成长，强壮，技能：哥布林冲锋，流血。这是拿着一把弯刀的高大哥布林，身高都快1.5米了，皮肤的颜色都不一样，是褐色的。名称：哥布林祭司，种族：哥布林，等级9，体质15，力量13，敏捷16，精神31，天赋：快速成长，施法者，技能是血术、医疗波、火球术。这是手拿着法杖第一哥布林，身材稍微矮小一些，但也有1.2米左右。哥布林队长一个有6只，而哥布林祭司则是3只，再加上那些强壮的哥布林跟哥布林法师，这个营地不好闯啊，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得栽倒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营地中间的房子里面肯定也有1只哥布林，说不定还是首领之类的存在。现在看来，只能试试看能不能勾引一小波哥布林出来不了。想干就干。陈平麻溜的下树，然后光明正大的来到营地门口，然后掏出苹果叉，直接把守门的2只哥布林给击飞。砰砰，2声落地声响起，陈平控制好力度了，所以这2只守门哥布林都没死，就是重伤而已。巨大的动静直接吸引了整个营地中第一哥布林都纷纷围了过来。哥布林祭司看着地上哀嚎的强壮哥布林，直接一个医疗波下去，效果不大，又2个哥布林祭司一起放个医疗波，这下就没问题了。2只强壮哥布林起来后就开始叽里呱啦起来了，不一会儿便带着一群哥布林走了出来。陈平看了一下，大概20来只的样子，其中有1只哥布林队长，这肯定要跳出来了。陈平果断跳出小树丛，然后开始嘲讽：陈平，你们过来啊！一边用手指勾引他们，一边喊道：叽里呱啦，叽里咕噜。一群哥布林在哥布林队长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陈平追去。看计划行得通，陈平立马转身就跑，当然了，速度并不算太快，能让哥布林们一点点地拉近距离。看周围的环境也差不多够远了，回身看向冲过来第一哥布林群，陈平直接拿出苹果叉向他们冲去。现在哥布林们因为速度的差异已经跑成一条线了，所以很容易收割起来。陈平拿着苹果叉像是砸的鼠一样，一只只的砸了过去，哥布林们根本反应不过来，就一一嘎了。除了哥布林队长，这家伙用了哥布林冲锋，躲开了致命一击。不过这家伙直接撞到一棵大树上，直接晕了过去。看来哥布林冲锋并不能转弯跟提前停下割。陈平过去补了一锤，就这样，一群大概20多只低哥布林惨遭毒手。陈平美滋滋地捡起哥布林掉落的经验珠，20多只哥布林掉落了14个经验珠，其中有8个小，5个中，1个大的。经验珠大是那只哥布林队长掉落的。经验珠大，使用后获得500点经验值。收起所有经验珠后，陈平又返回哥布林营地，打算故技重施。很快，有一波哥布林被吸引出来，这次陈平换了个方向跑，不然一地的哥布林尸体可能会吓跑他们。第18章黄金宝箱。半个小时后，陈平再次回到哥布林营地门口，准备再来。大概是哥布林没有脑子吧，陈平一再而三的成功勾引一批又一批的哥布林出来。整个营地的哥布林差不多都被陈平勾引出来后嘎了，但那3只哥布林祭司就是死活不出来。站在树干上，陈平看着营地内的状况，现在只剩下20至30只哥布林了，其中有3种哥布林祭司，1只哥布林队长，几只强壮哥布林和一些普通哥布林。应该可以强杀进去了，就是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更厉害的哥布林存在。陈平看着中心的房子，喃喃道。又看了一会，中间的房子还是没有动静，既然这样的话，先闯进去看看吧。跳下大树，来到营地门口后，陈平直接冲向哥布林祭司，然后在他们还没反应过的时候，一把巨大苹果叉出现在手中，然后砰的一声，直接砸死了1只哥布林祭司，
然后趁着哥布林们被吓傻的机会，又是一锤打飞了另一只哥布林祭司。可惜第3只哥布林祭司回过神后跑了。看着带头冲过来的哥布林队长，陈平只好大开杀戒了。还没开打，那只跑到其他哥布林身后的哥布林祭司举起法杖，一个嗜血术就释放了出来。瞬间，所有冲过来的哥布林的眼神瞬间通红了起来，看起来更加丑陋残暴了。这一变化吓了陈平一下，但反应过来后就开始嘎嘎乱杀了，而且还更加容易起来。因为嗜血术的影响，这些哥布林变得不畏生死，只会一股脑的冲锋。也不知道嗜血术是啥效果，感觉在助我一臂之力啊。陈平好笑的笑道。本来20多只哥布林，陈平至少要半个小时才能解决，现在倒好，10几分钟就解决。那边那只哥布林祭司的医疗波也没啥用，因为陈平的攻击，哥布林根本撑不下一招，除了哥布林队长外，其他哥布林都是一下打一只。10几分钟下来，陈平也搞清楚嗜血术的效果了，其实就是给这些哥布林增加兴奋刺激而已，让他们无视痛苦之类的。只不过这样只会让他们死得更快而已，毕竟陈平的属性比这些哥布林高了1倍左右。其实如果没有称号的加持，陈平就不可能攻进来的，最多只能到之前那个破烂的营地。随着被嗜血术影响的哥布林死去，最后面的哥布林祭司只能瑟瑟发抖起来。可惜哥布林这个种族长得贼丑，辣眼睛，所以陈平一锤子送他剑上地去了。捡完所有的经验珠后，陈平便把目光看向中心的房子，他都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如果里面真的有哥布林首领或者领主之类的存在，应该早就出来了。推门走进去，果然哥布林没一只，但有个金灿灿的宝箱。黄金宝箱！陈平一脸兴奋地跑了过去，看着眼前的黄金宝箱，陈平立马拿出没开过的矿泉水，然后开始洗手。有水灵珠的情况下，他以后并不缺淡水。洗完手后，又用剩下的一半洗了把脸，然后才打开宝箱。打开宝箱，获得战士转职证书1、传舵1、黄金苹果1、黄金块4。战士转职证书，紫色品质，使用后获得战士职业，可强化次数1。名称：传舵。类别：木筏配件。品质：紫色。效果：掌控方向，可以控制木筏前进的方向。黄金苹果，使用后增加1至10点全属性，可强化次数3。不错，不错，真不错，都是好东西。陈平拿出黄金苹果看了起来，跟他一开始强化出来的黄金苹果的模样差不多，但效果就差别大了。最重要的是，这黄金苹果可以强化3次。陈平又在营地探索了一番后，便打算离开。这个哥布林营地应该是这座岛屿最厉害的存在了。虽然不知道过了多久，但怎么看也不会超过20个小时，所以时间很充足。陈平打算开始伐木，剩下的时间大多都用来伐木的话，应该够他用很久了吧。获得木板7，获得木板5，获得木板3。看来太小的树木就不要砍了，浪费时间不说，还费斧子。没错，伐木斧是会损坏的。也不知道砍伐了多少棵树，反正从哥布林营地到这里，是一棵大树也没留下，都变成木板躺在空间背包之中。陈平打开空间背包看了看，木板的数量已经1348了，而伐木斧也已经不成样了，可能再砍几棵树就坏掉也说不定。砰砰，果然又砍了3棵树后，伐木斧咔嚓了几声后就碎掉了。看着手中的木柄，陈平直接扔掉，然后准备回去了。岛上的物品很多，但怎么说呢，这毕竟是个求生游戏，所以有些物资是要有相应的工具才能采集的，就像伐木斧，如果没伐木斧的话，陈平砍到一棵树就是一棵树，不会变成木板。所以陈平直接选择离开。不过他现在走回去，虽然有些物资要采集工具，比如草药、木板、石头等等，但你也可以不使用工具，也可以采集的，就只能是你自己使用，不能卖，也不能收入空间背包之中。所以眼前的野草莓，陈平并不打算放弃，直接全摘完，不多，也就23个而已。摘完野草莓后，陈平继续往回走，他现在物品太多了，准备回去后再制造一个储存箱，然后再上聊天频道问问有没有像伐木斧之类的工具。一边吃着野草莓一边走，突然陈平听到了叽里呱啦叽里咕噜的声音。咦，这不是哥布林的叫声吗？竟然还有！陈平好奇地凑了过去，随着声音越来越近，终于他看见哥布林群了。躲在树上的陈平看着不远处那一群哥布林，其中不认识的巨大哥布林，2只哥布林祭司，3只哥布林队长，10几只强壮的哥布林，而且强壮的哥布林还拿着绳子。顺着绳子看了过去，卧槽，精灵！第19章，准备白给的自然精灵。没错，就是精灵。没想到这座岛屿竟然还有精灵的存在。陈平好奇地喃喃道。被哥布林抓住的精灵一共3只，美丽精致的脸庞现在暗淡无光，泪痕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刚哭过不久。陈平仔细地打量着那3只精灵，这应该是自然精灵吧？1.2米左右的身高，背后有一对半透明的翅膀，
而且头发的颜色还都不一样。陈平摸了摸下巴，然后开始鉴定起来。名称：哥布林首领，种族：哥布林，等级10，体质45，力量50，敏捷34，精神23，天赋：快速成长，强壮，皮糙肉厚，技能：撞击、巨力猛击、嗜血咆哮、首领加持。卧槽，这哥布林首领的属性跟自己差不多呀！陈平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只巨大的哥布林，身高差不多2米，而且很强壮，一身腱子肉，除了那丑恶的嘴脸外，真是一点都看不出跟哥布林有关联啊！草，属性有点高，不好打呀。陈平皱眉道。但是那3只自然精灵也很吸引他，他们的天赋看起来很有用的样子。名称：艾莱伊，种族：自然精灵，等级10，体质23，力量19，敏捷36，精神81，天赋：自然亲和，生命之躯，生命之水，技能：培养草药，自然种植，采集晨露。3只自然精灵的属性差不多，就是天赋跟技能有些不同罢了。奇怪，按照这敏捷，应该很难被抓到吧？还是说这3只自然精灵是笨蛋不成？陈平摇了摇头，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他想要这3只自然精灵，那就得把这只哥布林首领给嘎了。看着哥布林首领，他现在的属性跟自己差不多，不能造成碾压，看来得把黄金苹果吃掉了。看了一下他们的速度，至少还得半个多小时才会回到营地中。拿出黄金苹果，又打开强化面板，把黄金苹果放了进去，然后点击强化。白色光芒，10秒后强化完成。陈平并没有拿出来，而是继续强化。还是白光，继续。哦，又是白，咦，不对，是荧光。好家伙，特殊强化。白金苹果使用后增加10至20点全属性，并且获得1个小时实用属性翻倍。哇塞，不错，超级10加倍。陈平咔嚓咔嚓几下就把这个金色带银色花纹的苹果吃掉了，味道好极了，就是稍微有点硬。食用白金苹果，全属性增加17点，获得临时全属性17点。哇靠，属性破100了，好强大啊！陈平感受体内那仿佛无穷无尽的力量，这么一拳下去，1头牛都不够吧？至少得9头牛，当然这得是拿着苹果插的情况下。感受身体爆炸的力量，这下就完全可以碾压死那只哥布林首领了。麻溜的跳下大树，然后陈平就嗷嗷的向哥布林首领冲去。强化时间才短短30秒而已，他们还没脱离视野呢。拿出苹果叉，嗖的一声，苹果叉就已经重重的砸在哥布林首领脑袋上了。毫无疑问，在1倍属性的碾压下，哥布林首领连叫一声都没有，就直接嘎了，出场的有点了草。而陈平回过神的时候，苹果叉也已经把哥布林首领的脑袋砸个七八烂了。看着惨死垂下的哥布林首领，陈平尴尬的摇了摇头，没办法，属性暴涨，完全把握不住，所以用力过猛了。看向其他已经惊呆的哥布林们，瞬间大锤起舞，砰砰砰砰，10几个大坑就这样出现在地面上，而每个大坑底下都有一具爆浆的哥布林。陈平在大发神威，而3只自然精灵则是瑟瑟发抖，可怜兮兮的抱在一起，害怕的看着大开杀戒的陈平。艾莱伊、伊莫、利西亚3人瑟瑟发抖的抱在一起，一脸恐惧的看着一脸杀气的陈平。好可怕，他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看着走过来的陈平，3人更加害怕了，生怕一锤子下来，那他们3人就扁了。早知道就不贪玩的跑出来了。艾莱伊颤抖的说道：“利西亚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们的。等等下，我跟他讲讲。”利西亚，艾莱伊姐姐，我们是不是要被死在这里的吗？伊莫尔，不会吧？我们可是自然精灵爷，很有用的，他不会杀我们的吧？对吧，艾莱伊姐姐？艾莱伊，不会，等等我跟他说，你们不要开口，知道吗？艾莱伊紧紧地握着手中的3枚魔法石，这是他们计划偷跑出来时，他事先准备好的束缚魔法石，应该能捆住陈平吧？可惜他不知道的是，这3枚魔法石早就被贪玩的利西亚换掉了。杀完所有哥布林后，陈平就开始捡经验珠，让他没想到的是，哥布林首领还抱了个宝箱，看起来还是个特殊宝箱，不过没有抱经验珠。收拾完后，陈平便向3只自然精灵走去。怎么感觉他越是靠近，他们就抖得也厉害呢？是我的错觉吗？陈平疑惑停了下来，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除了衣服沾了点哥布林的血迹外，没其他的了。那他们在怕什么？不会在怕我吧？实锤了，他们就是在怕他。看着已经被吓蹲在地上的3只小精灵，陈平一脸郁闷，他长得又不凶，至于反应这么强烈吗？陈平无奈地看着他们，正打算蹲下来跟他们说不用怕，
结果就看到那只金发的精灵小萝莉直接向他扔来了什么东西，散发着刺眼的光芒。毫无防备之心的陈平直接被命中，3个未知的物品直接融入他的身体。看到计划通的艾莱伊立马就拉起2个妹妹就跑了起来，都忘记她们是会飞的了。可是没跑几步，一个由3个复杂小魔法阵的大魔法阵就出现在陈平脚下，接着正准备逃跑的艾莱伊、伊莫、莉西亚3人脚下也出现了3个魔法阵，直接让他们动弹不得。第20章半生契约。陈平一脸懵逼的看了脚下的魔法阵一眼，很复杂，然后又看向那3只自然精灵脚下的魔法阵，比他的简洁多了。他现在也动弹不得，但陈平摸了摸下巴，默默的看向那只金色头发的自然精灵。他刚才扔向他的东西是啥？咋感觉有点不怀好意呢？但看着一样被困住的他们，又感觉不像。毕竟不会有人傻到在困住敌人的同时，还把自己给困住吧。艾莱伊看着脚下的契约魔法阵，一脸的迷茫。怎么回事？我扔的不是束缚魔法石吗？怎么变成契约石了？3人面面相觑，伊莫尔迷惑地问道：“艾莱伊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啊？”艾莱伊，这我也不清楚啊，我明明记得是束缚魔法石的，我们偷跑出来的前一天，我特意放在树篮子里的呀，奇怪。莉西亚点了点手指头，这好像是她的错爷，她眨了眨眼，然后小声地说道：“莉西亚，艾莱伊姐姐，伊莫尔姐姐，是我偷偷换掉的。”看着一脸要哭出来的莉西亚，艾莱伊默默地叹了口气，然后问道：“艾莱伊，莉西亚，你换了什么契约石？”莉西亚疑惑地问道：“契约石？我没拿过契约石啊，莉亚姐姐不让我玩契约石，我都不知道契约石长什么样。”听完莉西亚的话，艾莱伊也有点茫然了，看着脚下的魔法阵，没错呀，这是契约类型的魔法阵啊。但既然莉西亚没换成契约石，那脚下的契约魔法阵是怎么回事？艾莱伊，莉西亚，你用什么换掉那3枚魔法石了？莉西亚，那个艾莱伊姐姐，是我们3个的半生石。艾莱伊闻言，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惊呼道：“什么？半生石？完了，这下彻底回不去了。半生契约啊！”艾莱伊恍然地喃喃自语道。陈平一脸疑惑地看着大惊小怪的自然精灵，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一上一下的。看脚下的魔法阵，他感觉差不多快结束了，到时候就可以尝试诱拐这3只自然精灵了。如果能把这3只自然精灵拐回去，那帮助可就大了，毕竟他们的天赋跟技能都很不错的样子。陈平看着魔法阵的光芒越来越亮，最后收缩成光芒没入体内消失不见了。而正在期待的艾莱伊看着完全没入体内的魔法阵，无奈地叹了口气，完了，契约成功。拉着2个妹妹，艾莱伊只希望这个人类不是什么恶人就行了，不然可以动了。魔法阵消失后，陈平就发现可以行动了，活动了一下身子，被束缚的感觉可真不怎么样。看着前面不跑的自然精灵，陈平一阵疑惑，刚才还怕得逃跑呢，现在这么突然弹定起来了。就在陈平疑惑时，一道系统声响起：“系统，恭喜你成功契约自然精灵艾莱伊、伊莫尔、莉西亚。系统，恭喜你是第1位契约成功的求生者，奖励自然之心1，血脉进化13。全新手续公告：系统，恭喜陈平首个契约生物成功，获得奖励随机特殊宝箱1，契约空间。”看着天空上连续喊3遍的系统公告跟字幕，陈平眨了眨眼，啥契约？什么时候的事？这时又一道系统声响起：“系统，检测到空间背包格子不足，请在1分钟内清理出足够的空间格子，不然奖品将会出现遗失。”卧槽！陈平立马打开空间背包一看，好家伙，只剩2个空格子了。他立马把2个空矿泉水瓶跟草莓蛋糕拿了出来，这下就 OK 了。看着已经满了的空间背包，这下就真的得回木筏制造储存箱了。关掉空间背包页面，陈平来到艾莱伊他们身边，他现在能感受到跟他们3个的联系感应很紧密。现在好像都不用他诱拐了，他们直接白给啊，真是骚操作啊！陈平，先跟我走吧。说完，陈平把手中的草莓蛋糕递给了过去，看到艾莱伊接过手后，便转身向木筏的方向走去了。艾莱伊下意识地接过草莓蛋糕，看着手中的东西，他愣了一下，然后看到离开的陈平，赶紧招呼2个妹妹跟了上去。艾莱伊、伊莫尔、莉西亚，快点跟上！很快，陈平就回到木筏上了，身后不远还跟着飞在空中的艾丽特他们。回到木筏，陈平打开制造面板，然后点击制造储存箱，很快的一个新鲜的储存箱就制造出来了。摆放好储存箱后，正打算整理一下的陈平，在看到跟过来的艾莱伊后，便打算等一下再整理，现在想搞清楚他们的事情再说吧。陈平，你们3个过来。艾莱伊带着伊莫尔跟莉西亚飞了过去，没办法，契约都完成，他们也只能跟着了。陈平，你们谁能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3只自然精灵看起来差不多大，但站在最前面的金色头发的精灵应该是他们中岁数最大的。
所以陈平也是看着他的眼睛问道：“艾莱伊，你想问什么？”陈平：“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契约？”陈平打开了系统页面，最下面出现了个契约页面，他看了一眼后就关掉了。但让陈平没想到的是，艾莱伊也能看到他的系统面板。艾莱伊看着突然出现在陈平眼前又突然消失的页面，眉头紧皱，这东西好像听组里的大人们说过，但现在明显不是回想的时机，看着陈平，然后说道：“艾莱伊，是半生契约。”陈平：“半生契约？细说。”艾莱伊张了张嘴，然后说道：“我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半生契约是我们一族特有的契约，要用半生石来定下契约的，而且是要我们主动才行。我们还没成年，所以还没有学到这方面的知识。”第21章，我们133岁了。陈平看着艾莱伊，点了点头，说道：“行吧，我明白了。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艾莱伊眨了眨眼，无奈地说道：“虽然我不知道半生契约的具体情况，但有一点，我们从出生之后就会明白的。”陈平好奇地问道：“是什么？”艾莱伊撇了撇嘴，然后无奈地说道：“半生石，半生石，听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们一族每一位族人出生时都会携带着一枚半生石一起，而半生契约是我们一族特有的契约。”陈平：“因为这半生石吗？”看着打断自己话的陈平，艾莱伊不爽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才继续说道：“艾莱伊，没错，半生石自带半生契约，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契约，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是每个族人都清楚的。”陈平又插嘴道：“那一点？”艾莱伊：“好气，但打不过他。”陈平看着突然开始深呼吸的艾莱伊，一脸的迷茫，咋回事？艾莱伊平复好心情后，又瞪了陈平一眼后，才接着说道：“艾莱伊，就是半生契约成立后，双方的生命就会连接在一起了。然后呢，半生契约还会生成一些技能，至于是什么技能，我记得好像是随机的。据说还有很多效果，但具体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你是天选者，应该可以自己查看的吧？”陈平：“天选者？”看陈平疑惑的样子，艾莱伊眨了眨眼，说道：“你刚才不是召唤出天选者页面了吗？难道是我看错了吗？”陈平：“咦，你能看到我的属性面板？难道谁都能看到属性面板吗？”艾莱伊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我能看到，是因为半生契约的原因，其他人应该是看不见的。”陈平把系统面板招了出来，然后向艾莱伊问道：“这个就是天选者页面？”艾莱伊点了点头，说道：“没错。”陈平：“你是怎么知道天选者页面的事情的？按照你的说法，你之前不是应该看不见才对吗？”艾莱伊：“因为我在族内见过其他天选者呀，虽然不多就是了。”陈平：“他们去你们族中干嘛？做任务不成？”艾莱伊白了陈平一眼，然后说道：“做什么任务？他们是来求半生契约的，不过没有一个成功就是了。”看着想开口的陈平，艾莱伊直接用他的小手堵在嘴巴上，然后笑道：“你别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哼哼，他们想要半生契约，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半生契约是需要半生石的，而半生石在我们成年后会融入我们体内，形成半生气，所以基本不会有人获得半生契约的。至少我从没来听说过有，更别说这一代就我们3个是未成年的。”看得意洋洋的艾莱伊，陈平就不破坏他的好心情，笑着问道：“陈平，我看你们3个也没多大，你们上一代应该也比你们大不到哪去吧？”艾莱伊：“哼哼，姐姐他们比我们大多了，我们一代的间隔大概是1000年左右，他们整整大我们至少1000岁。”闻言，陈平愣住了，然后说道：“那你们3个现在多大了？”艾莱伊闻言也愣了，然后低头算了起来，大概算了几分钟后，莉西亚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莉西亚，那个艾莱伊姐姐，我们是同一天出生了，你比我们大了10几分钟，现在我们应该133岁了。”艾莱伊闻言，回头看了莉西亚一眼，然后又回过头来看向陈平，抬头说道：“艾莱伊，没错，我们133岁了。哦，按照1000年来换算的，换成人类，你们才13岁，真小啊。”陈平喃喃了几句后，便让他们3个出去玩了，他要开始整理物品了。先看看系统奖励的物品先。名称：自然之心，类别：奇珍异宝，品质：彩色，效果：自然恢复，被动，生命恢复增加200%，效果：自然亲和，被动，能量恢复增加100%。好东西，自然之心的模样像一颗被树藤包含住的种子，还挺好看的。这时，系统提示声在脑海中响起。系统：叮，检测到求生者获得奇珍异宝，开启奇珍异宝生效栏，只有把奇珍异宝放入奇珍异宝生效栏中，效果才会触发。哇擦！怪不得我之前没感受到效果呢。陈平打开奇珍异宝生效栏，空荡荡的页面，把自然之心放了进去，瞬间2个被动立刻生效。不错，
不错，真不错，我很满意，嘿嘿。现在的陈平并没感受到这2个效果的实际效果，毕竟他没受伤，能量消耗就更不用说了，他现在连技能都没有。继续，血脉净化石，金色品质，使用后可以使其净化或者提纯血脉。看着暗红血的晶石，陈平挑了挑眉，一共3个，这妥妥给艾莱伊他们的吧。看了眼已经窝在沙发上睡觉的3只，陈平想了想后便收了起来，等他们醒来后再说吧，现在继续往下看。随机特殊宝箱，使用后随机获得一个特殊宝箱，可强化次数1。陈平瞬间感受头上出现了一堆问号，咋回事？这都能强化？打开强化页面，陈平立马把宝箱放了进去，然后点击强化，瞬间白色光芒出现，普通强化。随机特殊宝箱，使用后随机获得1至2个特殊宝箱。哦豁，厉害环，还能这样？直接使用随机特殊宝箱，砰砰，2个宝箱瞬间掉了下来，出现在陈平面前。哦豁，2个特殊宝箱，赚大发了！一个藤木宝箱，一个武器宝箱。对了，还有哥布林首领报的宝箱。首领宝箱，不错，3个特殊宝箱，也不知道能开出什么好东西呢。第22章，萝莉开宝箱。看着眼前的3个特殊宝箱，陈平脸都笑开花了。不过还有最后一件奖励物品没看呢，看完再说。契约空间，使用后获得一个100平方米能量稀缺的契约空间，契约兽可以进入契约空间，可强化次数2。咦，又能强化了。再次打开强化页面，陈平把契约空间放了进去，然后点击强化，瞬间金色光芒涌现，是黄金强化。10秒过后，陈平迫不及待地拿出来查看。契约空间，使用后获得一个1000平方米能量丰富的契约空间，契约对象都可以进入契约空间内，可强化次数1。不错不错，从契约兽升级为契约对象，提升贼大。再次一次，给再来一次特殊强化吧。点击强化，瞬间白光涌现，是普通强化。陈平失望了一下下，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来查看起来。契约空间，使用后获得一个2000平方米能量丰厚的契约空间，契约对象都可以进入契约空间内。还行，陈平直接使用，然后一些信息涌入脑海之中，是关于契约空间的操作之类的。咦，没想到契约空间是可以升级的啊！只要再获得一个契约空间，就能把那个契约空间吸收掉，就可以获得那个契约空间的面积跟能量了。就是可惜，契约空间竟然不让我进去。不过陈平可以查看契约空间内的情况，还能随意摆放里面的各种地形之类的，基本契约空间中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操作。OK 了，现在该开这3个特殊宝箱的时候了。嘿嘿，也不知道能开出什么物品出来。就在陈平打算打开一个宝箱的时候，3只小萝莉突然出现在他身后，都一脸好奇的看着3个宝箱。这炽热的目光。陈平把头一仰，果然3个小脑袋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了，虽然是倒着的。莉西亚看着陈平这奇怪的姿势，也学了起来，然后就砰的一声直接倒下去了。也还好他拉着艾莱伊他们2个，不然脑袋铁定得开花。陈平好笑的看了乱成一团的3小只，然后起身把他们一一拉了起来，然后笑道：好了，没事了，不好好睡觉，过来干嘛？艾莱伊，我们要看开宝箱呢。伊莫，没错，开宝箱。莉西亚，恩娜，开宝箱呢。3人一人一句，句句离不开宝箱。陈平无奈的笑道：那行，你们一人一个，看看谁开出来的物品最好。艾莱伊，真的可以吗？伊莫，真的。莉西亚想开这个。2个双眼发亮的看着陈平，一个双眼发光的抱着藤木宝箱。陈平，去吧，一人一个呀。哦耶！艾莱伊是大姐，所以让伊莫尔先选择。最后伊莫尔选择首领宝箱，剩下的武器宝箱就是艾莱伊的了。陈平笑道：现在一人一个宝箱了，那么你们谁先开啊？莉西亚立马举起手，激动的说道：我，莉西亚要先开。陈平，行，那就莉西亚先来吧。莉西亚，耶！打开宝箱，获得治疗之星1，精致的铁斧1，自然能量10。莉西亚，哇，莉西亚开出好多东西啊！陈平哥哥，你康，好多哦！看着捧着自然能量10的莉西亚，陈平感觉瞬间身心被治愈了。没办法，莉西亚太可爱了。陈平笑呵呵的说道：好，莉西亚真棒。来，我们一起看看莉西亚都开出什么好东西了。看着冲过3只小萝莉，陈平笑嘻嘻打开面板，然后把面板推远点，方便他们查看。名称：治疗之星。类别：技能。品质：稀有，紫色。效果：召唤出一个治疗之星出来，每1分钟为目标治疗1次，每分钟消耗100点能量值，可强化次数1。艾莱伊，咦，这个技能我好像见过。对了，西林姐姐就会这招，很厉害哦，治疗效果很强。
陈平摸了摸艾莱伊的小脑袋，笑道：“哦，有多厉害啊？”艾莱伊舒服的眯了眯眼，听到陈平的话后才回过神，然后小脸通红的把头上的大手拿开。艾莱伊红着脸平复一下心情后说道：“这么大的伤口，一下就好了。”看着艾莱伊张开的手掌，陈平点了点头，那的确厉害。精致的铁斧，蓝色品质，伐木效率提升，耐久度增加1倍。自然能量石，蓝色品质，回复自然能量或者作为能量驱动石，都挺不错的。尤其是铁斧，开出来一把，这下就不用去跟别人交换了。陈平，好了，莉西亚的宝箱开出来的物品看完，接下来谁先开？莉西亚一听，兴奋地把手中的自然能量石扔下，然后双眼发亮地看向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他们两个对视了一眼，然后艾莱伊让伊莫尔先开。打开宝箱，获得哥布林战利品1，巨大的狼牙棒1，强壮1，能量10。莉西亚，哇，伊莫尔姐姐开出来的东西比我还多耶，真厉害。伊莫尔，哼哼，那当然了，我是你姐姐，开出来的东西肯定比你多啊。哦，啪啪啪，莉西亚一边拍手一边哦。看着双手叉腰，一脸小骄傲的伊莫，陈平眨了眨眼，原来伊莫是这种小傲娇性格的吗？呵呵，也挺不错。陈平，好了，来看看小伊莫会开出什么好东西不？哥布林战利品，蓝色品质，挂在木筏上后，对哥布林的伤害提升10%，还行吧。下一个，名称：巨大的狼牙棒，类别：武器，品质：蓝色，效果：体质+3，力量+5，敏捷3，也还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下一个，名称：强壮，类别：被动技能，品质：蓝色，效果：力量+3，体质+3。咦，这效果不错嘛，等下就学习了。能量石，绿色品质，回复能量或者作为能量驱动石。这个倒是跟自然能量石效果差不多，只不过这个比较全能，但效果也很平庸就是了。第23章，疯狂伐木。已经开了2个宝箱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特殊宝箱，武器宝箱没开了。陈平、莉西亚跟伊莫都齐齐看向艾莱伊，现在就轮到他开宝箱了。艾莱伊也不墨迹，直接就打开武器宝箱。打开宝箱，获得幻变1，自然愈合1，建筑鱼竿1。莉西亚，艾莱伊姐姐的东西好少哦。陈平闻言，微笑的摸了摸莉西亚的小脑袋，对他来说，东西是越多越好。陈平，来看看艾莱伊开出什么好东西出来。名称：幻变，类别：武器，为1，品质5，效果：全属性+5，效果：成长，需要吸收一件绿色品质的武器。形态变化无，形态效果无，可强化次数1。哇，唯一性，成长性武器。陈平哥哥，你赚大发了！艾莱伊不由得惊呼道。莉西亚看艾莱伊一脸兴奋的模样，也跟着坐了起来。哦，不用艾莱伊提醒，陈平也知道这种成长性武器的珍贵性，更别说还是唯一性武器了。可以说，有了这把武器，陈平就再也不用换武器了，也不用怕没有合适的武器了。陈平高兴地抱起艾莱伊，然后狠狠亲了他的小脸蛋一下。砰！艾莱伊的小脸瞬间红了起来，大大的眼睛好像出现了不断旋转的纹圈圈。啊！莉西亚也要亲亲。莉西亚说完后，就把小脸蛋凑到陈平面前，嘴里还念叨着亲亲。陈平哭笑不得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小脸蛋，很光滑，白里透红，让人忍不住想啃上一口。爸！没办法，陈平只好亲了一口，然后好笑地看着心满意足坐回去的莉西亚，竟然已经亲那2个，那最后一个没道理放过。爸！伊莫尔最终也在劫难逃，被狠狠地亲了一口脸蛋。陈平，好了，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喽。名称：自然愈合，类别：武器，品质：稀有，紫色，效果：精神+10，效果：治疗效果正10%。陈平摸了摸下巴，挺不错的法杖，刚能跟治疗之星搭配起来。名称：建筑鱼竿，类别：武器，鱼竿，品质：稀有，紫色，效果：体质+3，敏捷+5，效果：增加剑鱼的上钩概率。这把武器真的有点奇葩，2米的长度，看起来跟鱼竿差不多，但就是这鱼竿有一点点锋利。看着跟剑身似的鱼竿，陈平无语翻了翻白眼，对他好像用处不大，就是不知道剑鱼是什么鱼。很好，宝箱都开完了，看着地上的物品，陈平开始整理背包了，毕竟物品太多，不仅背包放不下，储存箱也不够放了呀。陈平先已经把剩下的空间石制造成储存箱了，所以现在储存箱还能存放15个物品。储存箱8%带血的肉块1，低级海兽诱饵2，彩色涟漪贝1，白银钥匙1，龙虾肉18，龙虾甲靠6，龙虾钳子12，草莓种子5。
储存箱5%，经验珠小54，经验珠中25，经验珠大13，自然能量10，能量10。OK 了，所有物品都整理完毕。哥布林战利品被陈平用钉子挂起来了，还有制造了一个炉灶，刚好10块石头。船舵也被他安置起来，这可是能自由控制木筏方向的好东西。现在空间背包直接空出了7个格子，暂时够用了。陈平看了一下还能强化的物品，还有战士转职证书、治疗之星以及幻变。想了想，他并不急着强化，而是准备前往海岛伐木。好不容易遇到个海岛，不把岛上树木砍完怎行？不过在之前，陈平拿出黄金鱼竿，然后走到木筏边上开始吊宝箱。艾莱伊他们瞬间好奇地跟了过去。哗啦，一个青铜宝箱稳稳地落在木筏上。哇，是宝箱耶！掉到宝箱了呢！宝箱，宝箱！哗啦，又一个宝箱被吊了起来。哦，差点砸到我了！宝箱，宝箱，我要开宝箱！陈平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无奈地喊道：“你们3个都离远点，我还没吊完，小心被砸到。”哦，艾莱伊立马拉着伊莫跟莉西亚跑到一边，然后陈平每吊上一个宝箱，他们3个就惊呼一下。很快9次就吊完了，一共收获铁宝箱4、青铜宝箱3、白银宝箱1、黄金宝箱1。没错，掉去了一个金灿灿的黄金宝箱，现在莉西亚正抱着呢。现在陈平并不打算开宝箱，不只是储存箱的物品不太够，还因为他要上岛伐木。陈平又制造出一个木筏小屋出来，安置左边，然后把9个宝箱都放了进去，然后就拿出精致的铁斧上岛去了。至于艾莱伊他们3个，陈平并没去管他们，反正现在岛上已经没什么危险，就随便他们玩吧。砰，大树就轰然倒下了。陈平现在的属性加上称号的加持，基本上一下就能砍倒一棵树了，所以他的伐木速度贼快。随着陈平破坏式的砍伐效率，一棵棵树木不断倒塌，变成木板涌入背包中。咔嚓，砰，咔嚓，最终精致的铁斧也承受不住这么无节制的砍伐速度，安然的崩碎离去了。看着手中只剩下斧柄的伐木斧，随手扔到，然后揉了揉肩膀，开始往回去走去。打开背包看了一下，不错，木板的数量已经到7841了，整座岛屿的树木差点被他给撸完了。随便一提的是，海岛其他地方沙滩上还存在着一些浅潭龙虾怪，而陈平在伐木的时候好像听到了系统的提示声，击杀提示。有一些龙虾怪被艾莱伊他们打死了，所以陈平这边才收到提示。现在他们好像把龙虾怪的尸体往木筏的方向拉去，也不知道到了没有。第24章龙虾大餐。回到木筏位置的海滩上，陈平远远的就看到木筏附近的龙虾怪了，一共3只，而艾莱伊他们并不在，可能还在拉着其他的龙虾怪过来吧。既然他们还没回来，陈平便打算做点吃的了。虽然吃掉黄金苹果的他现在并不感到但艾莱伊他们可能都已经饿了也说不定。就在这沙滩上做点烧烤吧，再做点水果沙拉之类的，毕竟不知道艾莱伊他们吃不吃肉，还是只吃素。陈平直接在沙滩上挖个坑，然后把一只龙虾怪的甲壳剥掉，清洗一下后用来当锅。没选择分解的龙虾怪，陈平可以直接割其肉，白色的肉块看起来不错，就是不知道味道如何了。OK， 再去捡些枯木之后，陈平突然发现他已经没有淡水了，只能打开聊天频道，看看有人卖不了。打开聊天频道，陈平略过那些毫无营养的废话，很快的就找到卖淡水的了。找了找后，陈平用40木板的价格换了1L 的淡水。有了淡水后，陈平就开始煮水了。海岛上还有不少的野果，趁着水还没开，他进去摘采一些，反正伐木的时候哪里有野果他都知道了。10几分钟后，陈平抱着一堆野果回来了，把野果放一边，看着已经开了的水，便准备开始处理龙虾肉了。早知道就不把剥皮小刀卖掉了，箭竹鱼竿太长，用起来不怎么方便啊。没错，没有趁手的工具，陈平只好用箭竹鱼竿来切龙虾肉了。虾肉就算是什么都不加，味道也不会太差，但陈平还是加了一些在海岛里无意中找到的香料，主要是用系统的鉴定能力，不然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香料呢，毕竟他也只见过加工完的香料而已。盖上一个龙虾甲壳盖子后，陈平便去摘采了一些椰子，然后把椰汁收集在另一个龙虾甲壳上。很快龙虾肉就煮熟了，把熟透的龙虾肉放入椰汁中后，陈平便把2对巨大龙虾钳子放在火上烤。没办法，太大个了，龙虾甲壳放不下，煮不了。陈平看了一眼龙虾钳子后，就开始做水果盘了，用椰子壳来装。很快的几个水果盘就出来了，尝试了一下，味道还不错，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基本都完成，现在就差艾莱伊他们了。陈平感应了一下，他们正在开始向这边来。哇，好香啊！莉西亚的声音最先传了过来，然后艾莱伊跟伊莫尔也闻到了香味。敲打龙虾钳子的陈平听到他们的声音，也看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他们3个飞在空中，手还抓着一只巨大的螃蟹。什么鬼啊？他们杀死的不是龙虾怪吗？怎么变成一只螃蟹了？陈平向他们招了招手，3只精灵萝莉立马飞了过来，不过也没忘记手上的螃蟹。陈平微笑道：“把螃蟹放下，都过来吃饭吧。”莉西亚，好香。莉西亚感觉肚子饿了。陈平笑呵呵地摸了摸莉西亚的小脑袋，然后笑道：“好了，别看着，都是已经可以吃的了。”哦耶！艾莱伊、伊莫、莉西亚一人拿着一个椰子壳后就开始吃起来了。看着吃的贼香的3人，陈平欣慰地笑了笑，然后向螃蟹走去。还别说，这只螃蟹有点大，陈平比划了一下，这个贝壳就2米宽1米长了，可以考虑拔下来用来当做容器。其他的就算了，毕竟这只螃蟹并没有钳子，其他的脚陈平折断看过了，没什么肉。看了一眼吃得满嘴香的3萝莉，陈平笑了笑后便拖着螃蟹向海边走去。至于陈平为什么选择分解这只螃蟹，那是因为他们怕分解后这个贝壳会变小，那样就有点不划算了。反正他现在并不缺这点肉，就直接剥下来就行了。很快螃蟹的贝壳就被剥下来，剩下的全扔海里去。清理完贝壳后，陈平才走了回去。陈平一回来就看到莉西亚正抱着这比他头还大的龙虾钳子在啃，脸颊都鼓成小包子了。陈平笑呵呵地看着他们吃，自己也随便吃了点，没办法，他是真的不饿，黄金苹果太顶了点。看着一点点快速消失的龙虾大餐，陈平有点愕然，然后笑着摇了摇头，没想到这3个小家伙的食量不小嘛。啊，好饱，真好吃。莉西亚鼓着脸颊说道。陈平笑道：“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后再说话。都吃饱了吧？”3人齐齐点头，都不自觉地摸了摸小肚子，能看出来本来扁扁的小肚子现在都被撑起来了。看着一脸食物残渣的3萝莉，陈平只好帮他们清理一下，然后让他们手拉着手回木筏了。而陈平则是拿着贝壳走了回去。回到木筏后，陈平就控制船舵，很快的木筏就开始远离海岛了。半个小时后，海岛开始沉入海中，周围瞬间出现了巨大的漩涡。如果现在有木筏在里面的话，肯定会被漩涡拖入海底之中。看着沉入海里消失不见的海岛，还有巨大的漩涡，看来以后要格外注意一下海岛上的时间了。虽然它因为海岛之星的缘故，能让海岛的存在时间增加1至3倍，但就更应该注意了。看着广阔无际的大海，陈平放开船舵，让木筏随意前进。来到木筏小屋放宝箱的那间，然后把3只小萝莉一一提到沐浴间，再然后教一遍后便出去了。至于里面的3只已经开始洗澡起来，毕竟是女孩，都爱卫生，洗完澡后香香的，不好吗？陈平则是把螃蟹的贝壳找个位置固定起来，他准备让太阳暴晒几天再说。很快的就固定好了，保证不会轻易掉落后，陈平便来到放宝箱的木筏小屋门口，看了看宝箱后，打消现在开宝箱的念头，还是等他们出来后再开吧，不然可能会被念叨个不停。第25章日常。陈平坐在地上靠着墙面，打开聊天频道看了起来。哇擦！家人们，我看到岛屿了。岛屿？那你上去了吗？上去后跟我们说说岛屿上有什么东西啊？5木板换份食物啊，求交易。我也看到岛屿，但我完全不敢上去。咦？为啥呀？你没看到系统公告吗？第1次登岛都有奖励了，那表明岛屿上的资源应该很丰富啊。不为啥，单单是我视野中能看到的沙滩上就已经有几十只海兽了，我上去送菜吗？这么危险的吗？大量收徒指喽，有的私聊。不一定吧，肯定有好有坏的。家人们，我快到了，我看到宝箱了。宝箱？哇，羡慕啊，我也想遇到海岛啊。又看了一会后，陈平便关掉聊天频道，然后打开了木筏属性面板。名称：木筏，级别3级，效果无，装备栏00，面积3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120-300，木筏升级材料6060木板，15/6铁块，4/4青铜块。铁块不够呢，就是加上还没开的4个铁宝箱，也还差1块铁块。关掉页面，打开背包看了看，咦，铁镐。看到铁镐，陈平这才想起他还有这个工具，可惜在海岛上的时候只顾得砍树，不然还能挖点石头。关掉页面，就在陈平准备打开聊天频道收购1点铁块的时候，一道声音响了起来。陈平嘎嘎，开宝箱，开宝箱，莉西亚想开宝箱。看一道身影冲了过，陈平下意识接住，陈平，莉西亚，你的衣服呢？怎么没穿衣服就跑出来了？艾莱伊的声音这时传了过来。莉西亚，你给我回来穿衣服。莉西亚，不要，那衣服都脏了，我不穿。听到莉西亚的回答，艾莱伊气得跑了出来，手中还拿着一件湿哒哒的衣服。看着他手上的湿哒哒的衣服，陈平无奈道：艾莱伊，湿衣服穿上去
会感冒的。听到陈平的话，艾莱伊也无奈地说道：“没办法呀，我们偷偷跑出来的时候没想那么多，所以没衣服了。”这时伊莫尔也过来，身上的衣服也是湿哒哒的。这可不行，万一感冒了怎么办？但让陈平头疼的是，他好像也没干净的衣服。唉，他只好先抱着莉西亚来到苹果沙发，然后拿起一个沙发自带的抱枕给他，然后叫艾莱伊跟伊莫尔进来。陈平，你们把湿哒哒的衣服都脱了，然后到沙发上待着，记得抱着抱枕，别感冒了，我去搞点衣服。哦，拿着3套湿哒哒的衣服，陈平走了出去，然后从背包中拿出黄金鱼竿，把衣服一件件穿过去，再拿出2块木板固定好。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晒衣杆就做好了。还好他们3个还小，衣服不大，黄金鱼竿刚好能长挂。就在陈平打算先把宝箱开了，看看能不能开出衣服之类的时候，莉西亚的小脑袋从窗口探了出来。莉西亚，陈平哥哥，是不是要开宝箱了呀？我也要开。陈平无奈地翻了翻白眼，然后说道：“光着小屁屁就别出来吹风了，小心感冒。宝箱我会留给你的。”莉西亚，哦，好吧，要记得哦。打发了莉西亚后，陈平便走进来开宝箱了。他现在一共4个铁宝箱，3个青铜宝箱，1个白银宝箱跟黄金宝箱。白银宝箱跟黄金宝箱先留着，剩下的宝箱一次性全开了。打开宝箱，获得铁剑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3000克大桶冰淇淋1，铁块10，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图纸1，铁锤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棉布10500毫升矿泉水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泥土石，青铜块2。打开宝箱，获得低级海兽诱饵2，柠檬2，青铜块2。打开宝箱，获得魔法长袍1，青铜块2。不错，既然开出了铁块，这下铁块就足够升级木筏了。陈平满意的把铁块跟青铜块和冰淇淋收入背包，其他物品这是摆放在地面上，并不急的查看物品属性。陈平看向棉布，虽然没开出他想要的衣服，但这棉布也还可以，1米5宽，2米长，都能当被子用了。拿起3条棉布，陈平便走了出去。陈平，艾莱伊，开一下门。艾莱伊来了。吱，看着探出小脑袋的艾莱伊，陈平把棉布递了过去。陈平，一人1条，先将就点，包起来，别感冒了。不一会儿，3只包着棉布的小萝莉就光着小脚丫走出来了。莉西亚最先跑了过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宝箱，宝箱，开宝箱喽！”而陈平正在查看刚才开出来的物品属性。首先，铁剑跟铁锤，绿色品质的武器，铁剑加2敏捷，铁锤加1体质，都不能强化。然后就是图纸，10L 木桶图纸，使用后可以制造木桶，这个不错，刚好能用来净化海水。至于螃蟹贝壳嘛，留着给艾莱伊他们玩吧。名称：魔法长袍。类别：上衣。品质：蓝色。效果：精神加5。全部收拾起来，刚好把背包装满。听到莉西亚的声音，陈平转过身看向门口，然后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包着只剩小脑袋跟小脚丫的莉西亚一看到陈平就哒哒哒的跑过来了，然后笑道：“莉西亚，陈平哥哥，宝箱呢？有没有留给莉西亚？”陈平拍了拍他的小脑袋，笑道：“留了2个最好的宝箱给你开，怎么样？开心不？”莉西亚用力点了点小脑袋，目光直接粘在黄金宝箱上了。陈平扯了扯他的小脸蛋，然后笑道：“行了，知道你迫不及待，现在过去开吧。”莉西亚闻言瞬间笑容满面，喊道：“艾莱伊姐姐，伊莫尔姐姐，快点过来开宝箱喽！”第26章半生契约的逆天效果。莉西亚直接趴在黄金宝箱上面，然后对艾莱伊跟伊莫尔说道：“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你们先开。”2个当姐姐的无奈的看了他一眼，然后便在他期待的目光中打开白银宝箱。陈平站在一边笑呵呵的看着他们3个。打开宝箱，获得水灵珠1，白银手套1，白银块2。莉西亚，咦，好少哦，哼哼，看莉西亚开出一堆东西出来。打开宝箱，获得图纸1，红木家具1套，西瓜1，黄金块2。虽然也不多，但莉西亚赢了哦，因为莉西亚的物品比姐姐们多，嘿嘿。看宝箱都开完了，陈平这才走了过去，然后坐下，笑道：“好了，来看看属性吧。”水灵珠就不用看了，陈平已经有1个了。名称：白银手套。类别：护手。品质：蓝色。效果：体质加3，力量加1。还行，刚好陈平还没有护手，直接装备上。装备显示出来的话是能增加不少防御的，但显示出来的装备也会被损坏掉，所以陈平都是直接隐藏掉，这样虽然少了一些防御，但至少装备不会损耗不是？真遇到棘手的敌人，再显示也不迟，反正也就一个念头的事而已。一次性壁炉图纸，使用后获得1个壁炉。一次性图纸啊，先留着吧，现在的屋子有点小，放不了太多。红木家具1套，
紫色品质，使用后获得8张红木椅子、1张红木桌子，安置后舒适度增加50%，也是不错的东西。陈平直接使用，瞬间一套红木餐桌椅就出现在这个木筏小屋内了。看着艾莱伊他们一阵惊呼。西瓜，饱满多汁的大西瓜，可强化次数1。陈平直接强化，瞬间金光涌现。哇，好刺眼哦！艾莱伊他们惊呼道。黄金西瓜，金色品质，可分成8块，每块食用后增加2点全属性。咦，这个瓜不错呀！利西亚，哇，第一次见到金色的西瓜叶。艾莱伊跟伊莫尔也好奇地看着眼前的金色西瓜。陈平拿起铁剑对着金色西瓜直接劈成8片，没想到里面的瓜肉也是金色，金灿灿的。陈平，来，一人2块。看着眼前的西瓜，连种子都是金色的，让艾莱伊他们惊呼连连。陈平也好奇地打量了几下。陈平，都别看了，尝尝看吧，看看味道如何。那利西亚要先尝尝。啊呜！利西亚看着眼前这个比他小脑袋还大的大西瓜块，啊的一口下去。呜，好吃！看着嘴唇都被染成金色的利西亚，陈平笑道：“看来味道不错嘛。”利西亚的表情很享受吗？哼。陈平也咬上一口，还真不错，很甜，但甜度刚刚好，汁水很多，口感有点沙沙的感觉。西瓜对艾莱伊他们来说可能很大块，但对陈平来说也就那样，所以他很快的就把2块西瓜都解决掉了。系统食用黄金西瓜，全属性加4。不错，陈平满意的擦了擦嘴，起身准备去沐浴室洗个澡，毕竟他也有几天没洗了。利西亚，陈平哥哥，你干嘛去啊？陈平点了点他的小脑袋，笑道：“哥哥我呀，去洗澡，你们慢慢吃，别着急。”不过洗澡前，陈平先制造了2个木桶，用料实木板，然后装满海水后放在木筏小屋内，最后再把水灵珠放进去。又整理了一下背包后，陈平就拿起一条棉布向沐浴室走去了。来到沐浴室后，陈平麻溜的把身上的麻衣脱了下来，然后开始洗衣服，随便洗几下后便开始冲凉了。冲凉完后，陈平拿着扭干的麻衣走出沐浴室，然后把麻衣放在剪制的木板上，摸了一下艾莱伊他们的衣服，还没干，便不去理会了。包着棉布，陈平来到木板小屋内，结果没看到艾莱伊他们，又到另一间去，然后就发现他们3个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看着踢掉棉布的利西亚，这丫头小屁屁都露出来了。陈平摇了摇头，盖好后再拿出一条棉布盖到他们3人身上。看着睡着贼香的3人，陈平慢慢退了出去，然后轻轻地关上门。来到另一间，陈平来到红木椅子坐下，他准备看看这个半生契约的详情。打开系统面板，然后再点击契约面板查看。面板上有艾莱伊、伊莫、利西亚3人缩小的模型，点击模型就能查看他们的属性了。3人的属性差不多，都是以精神为主，就是天赋跟技能不一样。不过陈平现在主要想了解的是半生契约的事。点开艾莱伊的模型，一下子就找到半生契约的效果了。效果1，生命相连，双方的生命连接到一起。效果2，同生共死，除非契约双方一同死去，否则死去的一方会在1天后在另一方身旁复活。效果3，经验共享，获得的经验100%胜于契约人数，效果未开启。注：因为经验是共享，比如一方获得100点经验，那么另一方同样获得100点经验。效果4，属性共享，契约双方属性将于最高属性为主，效果未开启。打个比方，一方的力量属性为100，一方为50，那么属性共享后，双方的力量都为100。效果5，属性转移，契约双方的属性可以临时转移，一方可以把全属性或部分属性临时转移到另一方身上，自身最少留下1点保底属性，效果未开启。效果6，契约传送，双方可互相传送到对方身旁，效果未开启。效果7，契约技能，效果未开启。效果8，契约合体，效果未开启。效果9，效果未开启。陈平撑着下巴看着眼前的契约效果面板，说真的，这契约效果很逆天，就是只开启了2个契约效果。这应该跟艾莱伊他们的等级有关吧。他们现在刚好10级，也就是说20级后经验共享就会开启了。第27章，新的一天。看完契约效果后，陈平表示大为震撼，效果一个比一个逆天。从木筏小屋出来后，先去查看了一下衣服干了没，因为现在太阳已经开始西落了。摸了一下，很好，都干了。把麻衣穿上后，陈平收拾一下艾莱伊他们3个的衣服，然后回到木筏小屋1号。看着还在熟睡的3人，陈平欣慰地笑了笑，再次帮利西亚盖好棉布后，把衣服放沙发边上，然后便轻声离开了。看着逐渐暗下来的天色，又看了看感觉小了许多的木筏面积，陈平打开木板面板，他的木筏面积现在是30平方米。陈平开始扩张，很快就扩张到300平方米，然后就不能再扩张了。系统提示已经到木筏等级上限。
看到系统提示，那还用说，直接升级木筏，然后把木筏面积扩张4级木筏的上限，用材640木板，级别4级，效果无，装备栏00，面积4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400，木筏升级材料8080木板，6/20铁块6/6青铜块。果然，升级木筏会恢复木筏的耐久度，这不比他直接维修好得多。陈平打开背包看了看，泥土，这些培养槽可以制造出来。陈平直接制造出了2个培养槽，用材20木板8泥土。培养槽因为是建筑类型，所以陈平安置要在木筏面板内进行。很快的，陈平就把2个培养槽安置在木筏小屋后面了。安置好后，陈平走过去看了一下，还不错。他现在只要土豆种子跟草莓种子，等明天一个种土豆，一个种草莓。搞定完后，陈平拿出幻变这把唯一成长性武器，现在的模样就是一团扭动的银色液体。名称：幻变，类别：武器，唯一，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5，效果：成长，需要吸收一件绿色品质的武器。形态变化：无，形态效果：无，可强化次数1。绿色品质的武器吗？刚好宝箱开出了2件。陈平拿起桌子上的铁剑，绿色品质加2敏捷。看着不断扭动的幻变，陈平想了想后，直接把铁剑放了上去。下一秒，铁剑直接消失。看着情况，陈平直接查看幻变的属性。名称：幻变，类别：武器，唯一，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6，效果：成长，需要吸收一件蓝色品质的武器。形态变化：铁剑，形态效果：无，可强化次数1，属性增加了1点，成长要求变成一件蓝色品质的武器，还多了铁剑的形态。这么看来，幻变是能变成被用来成长的武器外形了。陈平想了想后，又把巨大的狼牙棒拿了出来给幻变成长。名称：幻变，类别：武器，唯一，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10，效果：成长，需要吸收2件蓝色品质的武器。形态变化：铁剑，狼牙棒，形态效果：无，可强化次数1。哇塞，这属性比苹果叉都牛了呀！陈平拿起幻变，在铁剑形态跟狼牙棒形态换来换去，不错，真不错，不愧是唯一性武器。不知道强化后会出现什么变化呢？陈平看着手中的幻变，喃喃说道。可惜他现在并不想强化，毕竟现在就2个特殊强化而已。陈平想等其他特殊强化解锁后再说。幻变不打算强化，但还有2个强化物品，这2个就可以现在强化了，分别为治疗之心跟战士转职证书。名称：治疗之心，类别：技能，品质：稀有，紫色，效果：召唤出一个治疗之心出来，每1分钟为目标治疗1次，每分钟消耗100点能量值，可强化次数1。看完好，打开强化页面，然后把治疗之心放进去，点击强化。普通的白光出现，普通强化。10秒过后，陈平查看了一下，基本没变，不过消耗从100变成50点，提升还是很大的。现在开始强化战士转职证书。战士转职证书，紫色品质，使用后获得战士职业，可强化次数1。放入，强化。瞬间，银色光芒涌现，触发白银强化了。战士转职证书，紫色品质，使用后获得稀有战士职业，白银剑士。稀有战士职业，白银剑士。陈平诧异的喃喃道：还行，但不说陈平想要的，毕竟这才白银级别的强化而已，就算是黄金强化，他都要考虑考虑。看着差不多暗下来的天色，陈平打了个哈欠，他也困了，睡觉去吧。趁着还有余光，陈平用棉布铺在地上，再拿1条当枕头，1条当被子。最后看了一下艾莱伊他们，特别是莉西亚，还好他没踢掉。满意的点了点头后，陈平这才躺了下去。陈平躺下没多久就陷入沉睡了，毕竟他今天可是砍了贼多树木，可累了。而陈平睡去没多久，莉西亚又踢掉被子了，还好这次只是把小脚丫露出来而已。陈平感觉自己好像做噩梦了，感觉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这一下直接让陈平醒了过来，看着木筏小屋的天花，他眨了眨眼，默默地想到，果然是做梦啊。看着透过窗户进来的阳光，看来天已经亮了。陈平刚要起来，起不了。陈平低头一看，好家伙，莉西亚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沙发上睡到他胸口上了，怪不得会梦到胸口被什么压住了呢。看着滚成一团的莉西亚，陈平无奈地翻了翻白眼。虽然莉西亚并不重，但是呢，睡觉中有人压在你胸口上，那感觉跟鬼压身差不多呀。陈平把莉西亚小心地从胸口移开，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起来，
看向沙发，艾莱伊跟伊莫也还没起来。看着已经开始滚来滚去的莉西亚，陈平无语的翻了翻白眼，算了，让他滚吧，反正他现在已经滚成一团了。开门，关门。看着阳光明媚的天色，陈平打着哈欠向卫生间走去，该洗漱了。第28章灾难宝箱，海兽入侵。洗漱完后，陈平就开始做早餐了。打开背包看了看，结果就只有2个力量苹果、椰子跟柠檬，这些东西可不够做成早餐。进入木筏小屋，陈平直接来到储存箱，然后打开查看，从储存贝壳中拿出属性鱼肉，再从储存箱中拿出一块龙虾肉。OK， 够了。收起炉灶跟铁锅，陈平就到另一间木筏小屋中去做饭了。现在可没啥调味料之类的物品，除了一点从岛上摘采下来的外。很快，陈平就把属性鱼肉煮熟，然后煮龙虾肉，基本搞定后，再拿出柠檬挤点柠檬汁下去。很快，3份装在椰子壳中的早餐就完美完成了。虽然味道只有一点点的酸味跟椰子的清香，但还是能入口的嘛。再拿出2个力量苹果跟椰子肉摆上桌子，早餐就完成了。就在陈平准备叫醒艾莱伊他们的时候，3只小萝莉自己从小屋内走出来了。陈平，起来啦，快点去洗漱，然后过来吃早餐喽。艾莱伊，陈平哥哥，早上好。伊莫尔，早上好。莉西亚，早餐。莉西亚要吃早餐。陈平好笑地揉了揉莉西亚的小脑袋，把她的头发都弄乱了。陈平，你就知道吃，都快点去洗漱吧，然后再过来吃饭。哦。3人听话的齐齐向卫生间走去，还好卫生间自带的牙刷跟毛巾够多。陈平坐在红木椅子上等了一会儿，他们3个就蹦跶蹦跶的过来了。看着走进来的艾莱伊他们，陈平笑道：“都过来坐好了。这份是艾莱伊的，这份是伊莫的，这一份呢是莉西亚的。因为昨天查看了契约效果，所以陈平打算专一属性培养，艾莱伊提升敏捷，伊莫提升力量，莉西亚提升精神，而他自己则是提升体质。这样子的话，等契约效果4开启后，就妥妥的变成4边形战士了。食用属性鱼肉，体质+5。哇塞，不错，直接拉满呢。哇，艾莱伊姐姐，伊莫姐姐，这里是不是变大了好多啊？莉西亚看着突然多出来的木筏地面，惊呼道，然后就哒哒哒的跑起来了。也还好，现在4级木筏的面积是400平方米，够他乱跑的了。咦，这是什么？莉西亚疑惑地看着培养槽，然后大声喊道：“陈平哥哥，你快过来啊！”莉西亚发现不认识的东西了。陈平听到呼唤，便走了过去，看到站在培养槽边的莉西亚，他笑道：“陈平，那是培养槽。莉西亚，你没见过类似的东西吗？”艾莱伊跟伊莫尔也走了过来。培养槽有什么用吗？莉西亚疑惑地问道。陈平，可以用来种点植物之类的。哇，那莉西亚要种点红翼灵果，红翼灵果可好吃了。莉西亚开心地说道。艾莱伊摇了摇头，说道：“莉西亚，我们可没有红翼灵果的种子哦，种不了哦。”莉西亚闻言，也是哦，好失望啊。陈平笑道：“储存箱里有草莓种子，这个也可以种植，你们去拿过来种吧，我要去调今天的宝箱了。”莉西亚，我要去看调宝箱。艾莱伊，那我们去拿种子过来种植看看。说完，艾莱伊就拉着伊莫尔向木筏小屋走去了，而陈平则是带着莉西亚去调宝箱。来到木筏边，陈平就把黄金鱼竿拿了出来，然后轻轻一甩，咚，鱼漂稳稳地落在海面上。1分钟后，哗啦，一个青铜宝箱被吊了上面。哇，宝箱，莉西亚现在可以开吗？莉西亚双眼发亮地看着宝箱，说道。陈平笑道：“呵呵，不行哦，等把宝箱都吊起来后，我们再一起开。”莉西亚闻言失落了一会，但看到陈平手中的黄金鱼竿后，她有双眼发亮地问道：“莉西亚，那陈平哥哥，我能吊宝箱吗？”哦，正要甩竿的陈平闻言，低头看着满脸期待的莉西亚，蹲下来捏了捏她的小脸蛋，笑道：“陈平，可以哦，莉西亚你来吊，看看能不能吊上黄金宝箱呢？”昨晚看完契约后，陈平就已经跟他们3个共享了所有系统功能，除了强化系统，因为这是他独有的，不是求生者游戏中系统的功能，所以莉西亚也可以使用鱼竿吊宝箱，只不过次数是共享的罢了。哦，看莉西亚吊个大大的宝箱起来，陈平笑呵呵地看着一脸势在必得的莉西亚。陈平，那加油哦！莉西亚直接用力一甩，鱼漂瞬间飞了出去。很快，一个宝箱就被吊上来了，哗啦一声，一个白银宝箱稳稳地落了下来。陈平，哇，白银宝箱哦，莉西亚真厉害！听到陈平的夸奖，莉西亚可骄傲了，一脸兴奋，再次甩竿。随着时间的推移，10次数吊宝箱次数就用完了，一共收获青铜宝箱1，铁宝箱6，白银宝箱3。看着木筏上的3个白银宝箱，看来莉西亚的运气很不错啊。陈平，莉西亚，去把艾莱伊跟伊莫叫过来，然后就可以开宝箱了。
一听到可以宝箱，莉西亚连忙跑了过去，边跑边喊道：“莉西亚，艾莱伊姐姐，伊莫尔姐姐，快点，快点过来开宝箱了！”已经种完草莓种子跟土豆种子的艾莱伊跟伊莫尔研究完系统面板后，他们两个现在正在看聊天频道。听到莉西亚的呼唤后，便关掉聊天频道，跳下沙发走了出来。一出来就看到哒哒哒跑过来的莉西亚，然后话都没来得及讲就被拉走了。被拉着跑的艾莱伊无奈地说道：“莉西亚，慢点，小心摔到了。”莉西亚，宝箱，宝箱，莉西亚来喽！陈平也无奈地摇了摇头，明明一样大，但莉西亚就是比艾莱伊跟伊莫尔两人的童心大了许多。看着已经趴在白银宝箱上的莉西亚，陈平正想开口，突然一道系统声音响起：“系统，求生者王进军触发特殊宝箱、灾难宝箱、海兽入侵，3小时后开始。”第29章，海兽入侵开始。连续喊了3次，天空也出现相应的字幕。看着天空上正在缓缓消散的字幕，陈平都不用想，聊天频道肯定炸了，尤其是那个开启灾难宝箱的王进军，肯定被骂惨了。艾莱伊，陈平哥哥，我们现在怎么办？陈平低下头，刚想回答，就看到莉西亚已经把3个白银宝箱都搬到身边了，现在正在傻笑呢。看莉西亚这样，陈平无奈摇了摇头，然后说道：“艾莱伊，我们先把宝箱开了吧，反正还3个小时呢，时间足够了。”很快，宝箱就分配完成了。陈平1个青铜宝箱，艾莱伊跟伊莫每人3个铁宝箱，最后的3个白银宝箱被莉西亚一人独占了。打开宝箱，获得青铜兽1，青铜块2。莉西亚，嘿嘿，陈平哥哥的东西好少哦，看莉西亚的吧，肯定很多。打开宝箱，获得随机金丝木家具1套1，青木工1，白银块2。打开宝箱，获得白珍珠1，空白魔法书1，白银块2。打开宝箱，获得图纸1，尖刺护盾1，白银块2。哈哈，莉西亚就说嘛，肯定比陈平哥哥多，你看，都多出1个，呵呵。看着一脸的傲娇的莉西亚，陈平默默地移开视线，看向艾莱伊他们。而还在笑嘻嘻的莉西亚完全没注意到。艾莱伊跟伊莫尔对视了一眼，然后一起打开宝箱，毕竟他们2个的宝箱都是铁宝箱。打开宝箱，获得铁块10，铁锭2，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铁剑1，铁桶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食用油1桶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小米椒种子5，苹果味鸡尾酒1箱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小麦面粉10斤1袋1，图纸1，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岛屿指南针1，铁块2。所有宝箱都开完了，查看完后就可以做准备了。青铜兽，蓝色品质，使用后召唤出一头5级全属性为20点的青铜兽，拥有技能嘲讽，使用嘲讽后防御力增加1。随机金丝木家具1套，紫色品质，使用后随机获得1套金丝木家具，舒适度增加100点。名称：青木弓。类别：武器。品质：蓝色。效果：敏捷加2。效果：青木剑拉弓会形成一支青木剑，这个不错，等下给艾莱伊使用。名称：白珍珠。类别：木筏装备。品质：绿色。效果：木筏耐久度增加100。垃圾。话说木筏要多少级才能开启木筏装备栏啊？空白魔法书，蓝色品质，可以记录一种蓝色品质的技能，记录上的技能可以学习1。这东西还不错，运用的好的话，可能就能白嫖个神技。随机现代衣物图纸，蓝色品质，使用后学会制造随机现代衣物。名称：尖刺护盾。类别：盾牌。品质：蓝色。效果：体质加3。效果：尖刺反击，受到近战攻击会反弹一小部分攻击。这护盾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一次性现代化厨房图纸，紫色品质，使用后获得一间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厨房。不错，一次性图纸的性价比贼高。岛屿指南针，紫色品质，记录着某座岛屿的指南针，使用后木筏会自动前往该岛屿。OK， 除了那些生活用品外，能看的都看完了。陈平把食用油之类的物品都放在木筏小屋内，然后跟艾莱伊他们说道：“陈平、艾莱伊，你们3个等下海兽来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记得飞起。不对，你们等下海兽进攻的时候，就在木筏小屋上面进行攻击就行了。”陈平把青木弓跟自然愈合拿了出来，然后递给他们。哦，还有治疗之心。最后伊莫尔把治疗之心学习了，然后拿起自然愈合法杖，而艾莱伊则是拿起青木弓。至于莉西亚嘛，她啥也没有，现在正鼓着脸呢。看着一脸鼓鼓的莉西亚，没办法，陈平只好把魔法长袍给她了。看了一下天空上的倒计时，还有1个小时左右。陈平打开木筏属性，升级材料已经足够升级了，瞬间点击升级。名称：木筏。级别5级。效果无。装备栏01。面积4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500。
木筏升级材料100-100木板，25%11铁块，8%8青铜块。咦，装备栏终于出现一个了。陈平直接把黑珍珠拿了出来，然后装备上去，瞬间木筏属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名称：木筏，级别5+1级，效果无。装备栏1璀璨的黑珍珠，面积4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1000，木筏升级材料100-100木板，25%11铁块，8%8青铜块。哇塞，6级后耐久度竟然提升这么巨大！陈平惊喜地看着木筏属性面板。艾莱伊拿出一件装备，然后递给伊莫。艾莱伊，伊莫，这件装备你穿上。看着艾莱伊姐姐手中的贝壳，伊莫陷入了沉思。这件装备他也见过，在储存箱中。沉默了一会，伊莫还是把这件装备带上。这么说也有个防御技能不是？反正他只要不显示出来就行了。陈平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一手拿着刚开出来的尖刺护盾，一手拿着幻变，形态为铁剑，还把青铜兽放在一边。现在就等海兽入侵了。天空中的倒数计时只剩下几分钟了，马上就要开始了。系统倒计时结束，海兽入侵开始。系统检测到该区域为新手区域，海兽入侵大幅度衰减，海兽 BOSS 从100%出现变为50%，海兽 BOSS 的级别从10至100级减低为1至10级。系统调整完毕，海兽入侵正式开始。第30章10波海兽。系统海兽入侵分为10波，第一波入侵现在开始。随着系统声消失，哗啦破水声不断响起，10只海兽跳出海面，落到木筏上，然后咔嚓咔嚓的向陈平冲来。虽然速度不怎么快，陈平看到海兽的第一眼就直接查看属性。名称：双臂鱼怪，种族：海兽，等级1，体质9，力量8，敏捷5，精神2，技能无，天赋无。看完属性后，陈平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垃圾啊！双臂鱼怪还没冲过来，就被站在屋顶上艾莱伊一一射杀在木筏上了，基本一支一下，渐渐爆头。死去的海兽尸体直接消失，留下了一枚枚经验珠。系统第二波海兽将在1分钟后出现。陈平走过去把经验珠都捡了起来，刚好10枚都是经验珠小。没想到海兽入侵中的海兽经验珠的掉落是100%的吗？要知道陈平在海岛上的时候杀了那么多只哥布林，所获得的经验珠都不到100个。捡完经验珠后，陈平就回到木筏小屋前，等待下一波海兽的到来。1分钟很快的就过去了。系统第二波海兽入侵开始。随着系统声落下，哗啦的破水声随之而来。又是10只海兽跳上了木筏。陈平看了过去，这次的海兽他见过，也杀过。没错，这次的海兽是浅海龙虾怪。陈平看了一下属性，发现他们的等级只有2级，最高的属性为力量11，天赋跟技能都没有，这可比海岛上的浅海龙虾怪弱太多了。结果显而易见，所以浅海龙虾怪还没跑过来就被艾莱伊射杀了。跟第一波一样，10只浅海龙虾怪也掉落10枚经验珠。陈平乐呵呵的捡起所有经验珠，感觉这次的海兽入侵对他来说是个获取经验珠的好机会呢。很快又1分钟过去了，第3波海兽正式来袭。哗啦，10只巨大的螃蟹登上木筏，然后挥舞着巨大的钳子，横行霸道的爬了过来。陈平看了一下属性，最高的为体质跟力量，体质15点，力量13点，而大螃蟹的等级为3级，看来每一波等级都会上升1级。按照成年人平均为12的属性值，前3波海兽并没多厉害，但他们身上的甲靠防御力不错，对铁剑之类的武器有很好的防御效果。虽然大螃蟹很是横行霸道，但可惜他们面对是陈平跟艾莱伊他们，那个属性不是20起步的，所以毫无疑问，10只大螃蟹直接变成10枚经验珠。捡完经验珠后，陈平看了一下时间，还有30秒，他便打开聊天频道看了一下，结果一个弹幕也没有。看来其他人打得挺辛苦的呀。又看了一下左上角的人数，发现已经从80W 左右跌到现在60W 左右，而且现在还在快速的减少。看来这次的海兽入侵得死不少啊。系统第4波海兽入侵开始。哗啦啦，这次的破水声有点长。陈平看过去后，瞬间就明白为啥破水声比较长了，因为这次的海兽是海蛇，看体型，每条海蛇至少7-8米左右。陈平直接查看属性。名称：环圈海蛇，种族：海蛇族，等级4，体质19，力量13，敏捷15，精神5，天赋剧毒獠牙，技能毒液喷射，致命缠绕。有毒啊，看来要小心一点点了。陈平看着被艾莱伊一剑爆头，但还没死，而是不断翻滚的海蛇，淡淡说道。
这次海蛇终于爬过来了，虽然只剩3只，但也很了不起了啊！要知道青木弓的效果，艾莱伊1秒能拉2次弓，射出2箭呢。看着抬头想喷射毒液的海蛇，陈平直接上前，幻变一挥，巨大的蛇头就直接掉了下来。剩下2只，一只被艾莱伊射杀，一只刚张开嘴巴，陈平的尖刺护盾就直接抽蛇脸上了，结果蛇头直接被盾牌上的尖刺刺穿，挣扎了几下后就直接嘎了。又收入10枚经验珠，陈平看着手中的经验珠，美滋滋的想到，等海兽入侵结束，他就给艾莱伊他们升级，只要到了20级就能解锁经验共享了。到时候一个经验珠小都能从100点经验值变成400点经验值了，即使还不马上起飞。哗啦啦啦，第5波海兽出现，陈平有些意外，海兽就1只，虽然很大只就是了。系统，第5波海兽入侵开始，触发 BOSS 入侵，进攻海兽转换为 BOSS 级别单位。名称：水箭龟 BOSS， 种族：水箭龟，等级5，体质31，力量28，敏捷12，精神21，天赋龟剑壳，技能水箭射击，原地旋转，螺旋升天。陈平愁眉看着水箭龟的龟壳，边边都是剑锋，一看就很锋利。属性虽然不算低，但对陈平来说不够看。艾莱伊，陈平哥哥，我的攻击不起效果呀，青木剑刺不穿。陈平抬头向他们说道：“不用担心，这只乌龟我来就行了，你们好好待在上面，别下来，知道吗？”看着3人都齐齐点头后，陈平这才看向 BOSS， 可能是乌龟的缘故，他的速度并不快。陈平收起尖刺护盾，然后把幻变的铁剑形态转换成狼牙棒形态，然后就嗷嗷嗷的冲过去。看着冲过来的陈平，水箭龟直接张开嘴巴，然后一道水箭瞬间喷射出去。水箭龟的动作，陈平是看得清清楚楚啊，没办法，谁叫这只乌龟比较大只呢？从脚到背就差不多3米高了。看着袭击而来的水箭，陈平很轻松的就躲了过去。水箭直接打在木筏上，瞬间陈平就收到木筏耐久度减低的提示了。收到提示的陈平也不感到意外，就是没想到水箭的范围还挺大，除了被水箭命中的木筏减去20点耐久度外，周围2格内也受到了波及，减少了10点耐久度。第31章 BOSS 宝箱。看着近在咫尺的水箭龟，陈平想都没想，直接就一棒下去，砰的一声，巨大的狼牙棒重重的砸在龟脚上，瞬间就破防了，龟血狂飙。吃痛的水箭龟直接把4肢收缩了回去，没了4肢的支撑，巨大的龟壳瞬间掉落下来。哇啊！陈平连忙闪开，他可不想被压到，这体积谁知道这水箭龟多重啊？随着龟壳落地，陈平又收到木筏耐久度减低10点的提示了。10点耐久度，陈平并不在意，毕竟他的木筏现在的耐久度可是有1000点呢，更别说他还有几千块木板了。看着都缩龟壳的水箭龟，没办法，只好攻击龟壳了。砰砰砰，巨大的狼牙棒不断的砸在龟壳上，每一下都在龟壳上留下凹痕，再来10几下，龟壳肯定被陈平打爆。水箭龟也察觉到自己这次的对手不像以前，所以他果断的使用技能原地旋转。卧槽！陈平赶紧撤退，要知道水箭龟的龟壳边可都是像剑锋一样锋利的，这要是被刮到，保证掉块肉。看着原地不断旋转的水箭龟，陈平发现他好像没法子啊，早知道刚才就用全力直接打碎他的龟壳了。唉，很快10秒钟过去了，水箭龟还在转。艾莱伊尝试射出青木剑，结果直接被粉碎掉。这种情况就差个火球术，但凡有个远程技能，看这只乌龟还敢不敢继续旋转下去。可惜陈平并没有远程攻击技能。看着还在射箭的艾莱伊，陈平无奈道：“艾莱伊，不用试了，我们现在的攻击，除非是魔法类型的技能，不然不好打的。”艾莱伊停下射击，低头向陈平问道：“那陈平哥哥，接下来怎么做？如果我们3个能早点获得传承就好了。”陈平闻言笑道：“没事，让他转，看他能转多久。”莉西亚，莉西亚猜乌龟还能转个1分钟。陈平哥哥，你猜多久？还有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姐姐，你们猜多久？陈平笑道：“我猜5分钟。”莉西亚，陈平哥哥猜5分钟，该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姐姐你们猜了。艾莱伊跟伊莫对视了一眼，没办法，也只好跟莉西亚玩了。然后琪琪说道：“3分钟吧。”莉西亚，莉西亚来计时，1、2、3。莉西亚看着逐渐升天的乌龟，一脸的迷茫，然后喃喃道：“艾莱伊姐姐，乌龟飞起来了也。”莉西亚没看错吧？艾莱伊，莉西亚没看错哦，姐姐也看见了。陈平摸了摸下巴，是螺旋升天。他记得这只水箭龟是有这个技能的。几分钟后，水箭龟已经飞离木筏20米高了，不过它的速度好像开始慢下来了。果然，又过了1分钟，水箭龟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直直的从空中摔了下去。砰！锋利的龟壳直接插入木筏内，陈平立马收到一条耐久度减少500点的提示。水箭龟从空中落下的一击，足足造成了500点耐久伤害。不过看着被卡住了的水箭龟，陈平又立马理解了，这威力的确是挺大的，如果砸身上，可能直接就嘎了吧。从空中掉落下来的水箭龟已经被卡得死死的了，结果不言而喻，直接被陈平用幻变砸碎了龟壳而完，一点也没发挥出身为 BOSS 的威严。水箭龟死去后，直接爆出了一个宝箱，而不是经验珠。看到宝箱，莉西亚瞬间就大喊起来了：“啊，是宝箱，爆宝箱了！”陈平把宝箱抱了起来，然后往木筏小屋走去。这个宝箱叫 BOSS 宝箱，看来是 BOSS 专属掉落的宝箱。陈平记得海岛上的哥布林首领也掉了个首领宝箱吧？看来这类型的怪都会掉落相应的宝箱咯。把宝箱放好后，第6波海兽的倒计时也归零了。哗啦啦，哒哒哒！看着正在木筏上蹦跶的鱼怪，陈平一阵无语。这波是过来送的吗？没错，这波的海兽都是鱼类，是那种一离开水中就任人宰割的鱼怪。最后这10只鱼怪全都被艾莱伊射杀，变成了经验珠，又收获了10枚经验珠，简直美滋滋啊！第7波，这次来了10只八爪鱼，怎么说呢？这些巨大的八爪鱼虽然能在木筏上移动，但是暂时威胁性至少减一半。不过青木剑对八爪鱼的伤害比较差，所以这次是陈平跟艾莱伊一起消灭掉这群八爪鱼的。可惜死后这些八爪鱼就消失不见了，不然陈平还想烤八爪鱼吃呢。又收获了10枚经验珠的陈平开始继续等待起来，一共10波，他现在已经打到第7波了，还有3波。很快第8波海兽就破水而出，出现在木筏上了。海参，看着趴在木筏上一动不动的海参，就是这波的入侵海兽。哇，好丑啊！莉西亚看着海参，下意识地说道。陈平听到后笑了笑，的确，这放大版的海参的确丑得一逼。看着一动不动的海参，鉴定一下看看吧。名称：自爆海参，种族：海参族，等级8，体质30，力量30，敏捷10，精神8，天赋内脏再生，技能自爆喷脏而出。握了个擦，还好鉴定了一下。陈平摸了摸额头，并没有冷汗。可惜系统自带的鉴定并不是很详细，除了属性、天赋跟技能就提供个名字而已。陈平，艾莱伊，这次就都交给你了。艾莱伊，好的，陈平哥哥。接下来就是艾莱伊的表演了。这一波足足用了10分钟左右，是用时最长的一波了。没办法，10只自爆海参，就算是用箭最少的那只，艾莱伊都足足射了50支青木箭才杀死，而最长的那只射了足足100来支箭才杀死。磨死了10只海参后，还剩2波。很快第9波倒计时就归零了，破水声再次响起。哗啦啦！看到这次出现的海兽，陈平不自觉地眯了眯眼。这是第32章10级 BOSS 浅海游龙。这是海胆。没错，破水而出落在木筏上的海兽长得跟海胆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放大了 N 倍罢了。名称：爆射海胆，种族：海胆族，等级9，体质28，力量34，敏捷12，精神10，天赋尖刺外壳，技能尖刺四射，尖刺成长，冲刺撞击。看着一根根反光的黑刺，每根黑刺的长度至少1米多。看完属性后，陈平立马就拿出尖刺护盾。看着海胆的名字，就是知道它的攻击方式是什么了，不用想，肯定跟黑刺有关。果然，陈平刚拿出尖刺护盾，爆射海胆就出现异动了。陈平连忙喊道：“艾莱伊、伊莫、莉西亚，你们3个快点趴下！”然后陈平把尖刺护盾举在前面，退到木筏小屋门口，准备防御即将到来的黑刺。正准备拉弓的艾莱伊在听到陈平的话后，没有犹豫，直接拉着2个妹妹一起趴了下。砰！爆射海胆瞬间爆发，身上的黑刺瞬间向周围快速射出。啪啪啪！几10根黑刺直接刺入木筏小屋的墙壁上，还有木筏地面也被一堆黑刺深深地刺了进去。见情况不对，跑进去木筏小屋的陈平看着一根根插在墙上的黑刺都透进来一半了。一大堆木筏耐久度减低的提示不断出现。陈平、艾莱伊，你们没事吧？艾莱伊、陈平哥哥，我们没事。听到他们没事，陈平这才松了口气，毕竟这黑刺的威力有点大，木筏耐久度可是直接50点50点的掉。海胆已经爆发一波了，陈平推门而出，一看，好家伙，门外的木筏上到处都是黑刺，怪不得那么多的提示呢。看向海胆，发现它们已经变圆润了不少，但陈平发现那些短小的黑刺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生长，
可能要不了几分钟就能变成一根根的大黑刺了。这还得了？陈平直接向海胆冲去，不过满地的黑刺让他的速度受到了限制。等陈平来到第一只海胆身旁的时候，黑刺已经长得差不多了。陈平举起狼牙棒就开始用力的砸了下去，没任何意外，黑刺被砸断，海胆鞘直接被砸出个口子，这防御可比不上水箭龟的龟壳。没几下，这只海胆就直接差不多快死了。砰！又是一阵爆发，躲在快死去的海胆身后，陈平看着漫天的黑刺啊，啪啪啪，提示声又疯狂响起。等平静下来后，陈平就笑嘿嘿的走了出来，然后开始疯狂砸壳游戏。本来他还有点小心，因为海胆还有个冲刺撞击，但在陈平砸死了4只都没见他们用后，他就放开手脚使劲砸了。最终经历了3波尖刺4射后，10只海胆都被陈平砸死了。随着最后一只海胆死去，所有海胆尸体瞬间消失，连带着插满木筏的黑刺也一起消失不见。陈平捡去10枚经验珠，然后看着满是洞洞的木筏，这比水箭龟那波损失还大。打开木筏面板，然后点击维修，瞬间木筏又焕然一新了。消耗了不少的木板。顺便一提，木筏的维修分2种，一种就是一块木筏维修100点耐久度，一种就是消耗2块木板换成新的。陈平选择的维修就是第2种，毕竟他的木筏耐久度太高了，用第1种很不划算。不过第2种维修方式是木筏升到5级后才出现的，所以那些没升到5级的人还是只能用第1种。回到木筏小屋下，现在就差最后一波了。艾莱伊，陈平哥哥，没事吧？看着飞下来的3人，陈平揉了揉他们的小脑袋，笑道：没事，你们看，不是好好的吗？3人围了陈平一圈，没发现伤口后才放下心来。系统最后一波入侵开始，陈平，最后一波了，你们都要小心点，知道吗？艾莱伊他们齐齐点头，然后飞上屋顶。哗啦啦啦，好！一声巨大的咆哮声响起，陈平立马看了过去。我操！一只巨大的海兽出现在木筏的边缘，它只有一部分的身躯出了海面，海里面不知道还有多大的身躯呢。陈平立马鉴定，名称浅海游龙 BOSS， 种族龙兽族，等级10，体质50，力量50，敏捷50，精神40，天赋巨力，快速恢复，能量抗性，技能水剑吐息，咆哮，撕咬。我操，这他妈的是蛇颈龙吧？没错，眼前的出现的 BOSS 模样跟蛇颈龙有点像，但这 BOSS 更大更粗。陈平有些无语，这是现在这个阶段能出现的存在。虽然很无语，但陈平还是冲了上去，打不打的了，要打过才知道。毕竟他的属性并不比这头 BOSS 低上多少，也就1、2点的差距，而且体质跟精神还比他高呢。陈平举着幻变嗷嗷嗷的冲了上，趁浅海游龙不注意，一棒子砸了下去，瞬间龙鳞直接开裂，鲜血流了出来。好！突如其来的疼痛让浅海游龙忍不住哀嚎了一声，然后低头查看，就看见一个小人正在不断攻击他的伤口。这还得了？浅海游龙直接张口大嘴便冲咬了下去，他要吃了这个人类。看到袭击而来的巨口，陈平连忙躲开。砰！木筏的耐久度瞬间减低500点。我操，这攻击伤害有点屌啊！接下来陈平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基本上就是打一枪就跑。就这样过了几分钟，陈平突然发现最早打击出来的伤口现在竟然差不多愈合了。我操，这快速恢复也太快了点吧！这令人无奈的发现让陈平放弃这一打法，因为作用不大。陈平看着眼前的浅海游龙，有些头疼，不会只能硬碰硬吧？虽然属性上差不多，但陈平发现这 BOSS 的力量明显不正常，应该是那个巨力天赋的缘故，所以跟他硬碰硬自己肯定不是对手，看来要想想法子了。第33章 BOSS 战。浅海游龙的敏捷虽然比陈平高了1、2点，但他的攻击基本命中不了。没办法，他的个头有点大，攻击前摇过于明显，陈平总是能提前躲开。就是木筏难受了，在一次次撞击中，已经有不少木筏块的耐久度清空，损坏掉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木筏块被击破，陈平能移动的位置也越来越少了，这让他郁闷不已。艾莱伊用青木剑命中浅海游龙的脖子，但毫无作用，根本刺不穿那鳞片。伊莫尔则是释放治疗之心在陈平身上，现在治疗之心就跟在他身后呢，所以3人现在只能担忧的看着陈平跟 BOSS 游斗。看着损坏的木筏块越来越多，浅海游龙也从边边游了进来，这一下倒是让陈平有了点想法。现在陈平的木筏看起来就像是一块被咬了一口的饼干，而且还在不断的从中间啃食。看了一下浅海游龙的位置，差不多，陈平直接喊道：陈平，艾莱伊，你打开木筏面板，然后把木筏块搭建起来，围住 BOSS。
记住，要死死地卡住 BOSS。看着大喊大叫的陈平，浅海游龙虽然听不懂，但肯定是骂他的话啊，这能忍？必须不能啊！哗啦，啪！浅海游龙的上半身直接冲出海面，然后重重地砸在木筏上，两只前肢啪啪的就拍打在木筏上。陈平瞬间就收到了木筏耐久度不断减低的提示了，而且都是100点100点的降。看着陈平，浅海游龙哼了一声，他要爬上木筏，压死这个小不点。而收到陈平指示的艾莱伊已经打开了木筏面板了，一看布置他就差不多了解了木筏面板的运行方式。按照陈平哥哥的话是要围住那只 BOSS， 所以艾莱伊很快就开始填充木筏板块，很快的木筏板块就一一出现了。木筏面积瞬间从400平方米变成现在的600平方米，除了浅海游龙的身躯所在的位置，因为被阻挡住了，所以木筏板块无法铺垫。砰！巨大的响声响起，是浅海游龙在攻击陈平。看着已经被木筏板块包围住的浅海游龙，陈平默默地给艾莱伊点了个赞，不错，干得漂亮。陈平握着幻变，现在形态是铁剑形态，铁剑形态造成的伤害比狼牙棒形态要强上许多。看着已经被卡死的浅海游龙 BOSS， 陈平嘿嘿一笑，反击的时刻到了。又一次躲过攻击后，陈平趁着浅海游龙抬头的时候，快速靠了过去，然后开始疯狂挥砍起来。每一击都能留下一道对人类来说足以致命的伤口，但对体型庞大的浅海游龙 BOSS 来说也只是小伤而已。这点伤他只要等个把小时就能完全恢复了，而且连疤都不留。虽然说是小伤，但他痛啊！看着身下的人类，他直接用前肢拍打了过去，势必要把他拍死。面对浅海游龙的攻击，陈平直接躲到中间，果然前肢够不着这里。陈平一件一件的给他开口子，给他放血，快速恢复，总不会连血液也能快速制造吧？所以陈平的法子就是多给他放血，让他流血而亡。好，浅海游龙双眼通红的看着下面正在不断捅他的人类，10几分钟了，这人类足足捅了他几百下了，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好，浅海游龙现在就想给下面这个蹦跶的人类几个大逼兜，所以他要爬上来，前肢用力一顶。怎么回事？浅海游龙一脸迷茫，然后又重复了一遍，还是纹丝不动。低头看了一下，窝草，他被卡住。你敢信？他开始用力挣脱，可惜艾莱伊死死地盯着木筏面板，只要木筏板块减低耐久度，他立马维修起来。所以浅海游龙的一番挣扎不仅没能挣脱，然后把皮肤都磨蹭出血了。陈平可不管浅海游龙在想啥，他现在正准备围着他转一圈呢，幻变又是一插，直接没入进去。而浅海游龙已经习惯了这点疼痛，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该怎么挣脱出去。不过很可惜，他现在的姿势根本不适合发力，所以都是在做无用的挣扎罢了。陈平一边紧握着幻变给浅海游龙来个分割，一边注意着他的动静。可等他转完一圈回来后，浅海游龙都没理会他。陈平顿时一脸的疑惑，但这是好事不是？所以他准备再割一条，这样子的话就能割下一圈肉下来了。浅海游龙不是没注意到陈平的举动，但他现在的注意力还是放在被卡住的身躯上。要知道，在海中被卡住的就代表了死去，任何存在都能咬上一口。他在海中见过太多被卡死的存在了，其中不缺比他还强大的存在，所以浅海游龙才这么惊慌失措，连攻击他的陈平都被他给忽视了。看着卡住自己的木筏板块，他突然想起他是怎么进来的了。对啊，他可以破坏掉这些木筏板块啊！一头撞下去，瞬间木筏板块开始皲裂。浅海游龙一看有戏，这样子看来只要2下就能撞破了。他兴奋的再次撞了，用头撞了下去，结果抬头一看，虽然木筏板块看起来快破碎的样子，但还是死死的卡着他。再来一下就行了。砰！再来！砰！再来！砰！怎么回事？浅海游龙一脸懵逼的看着仿佛下一秒就会破碎的木筏板块，但他都撞了7、8下了，这块木筏板块还是这副模样。艾莱伊看着又减低到100点耐久度的木筏板块，他默默的补上600点下去。木板板块只要不是维修满耐久度，是不会一下子就恢复如初的，所以浅海游龙就被那皲裂的木筏板块给骗了。双眼通红的浅海游龙完全没注意到陈平已经在他身后放血了，血液现在是哗啦啦的流啊。而开了10几个放血口的陈平现在已经爬上浅海游龙的背了，他要砍他的脖子。看着下面的那皲裂的木筏板块，浅海游龙这次直接张开大嘴，无数的水系能量不断的在聚集，他要发动水剑吐息，直接把这木筏板块给轰碎。看着不再撞击的浅海游龙，陈平疑惑的看了一眼，卧槽，要放大招了。第34章海兽入侵完。这可不行，但这距离陈平根本无法阻止啊。他立马打开背包看了看，有了。陈平快速的把幻变换了下来，然后装备上苹果叉。
苹果叉一装备上去，瞬间就出现在陈平手中，然后苹果叉的效果技能使用出来，巨力重击。苹果叉重重地砸在浅海游龙的脖子上，瞬间一道无形的波动以苹果叉为中心向外扩散了3米。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浅海游龙口中的聚集的水系能量突然发生了爆炸，直接炸掉了半个嘴巴。爆炸造成的伤害再加上巨力重击的效果，让浅海游龙的头瞬间倒了下来，鲜血不断的涌出，一下子就染红了木筏板块。看着无力掉下去的脑袋，陈平明白这是巨力重击的效果，虽然说有3秒钟，但他可不敢赌，毕竟浅海游龙是 BOSS 单位，鬼知道会不会有所减免。所以陈平立马顺着浅海游龙的脖子滑了下去，顺便还把武器换成幻变，毕竟幻变的加成更高。滑到1/3，陈平就发现浅海游龙好像醒了，这时间才1秒，看来对 BOSS 单位效果果然被减弱了。不过浅海游龙虽然从技能的眩晕中醒了过来，但水系能量的爆炸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毕竟嘴巴都被炸了一半了。浅海游龙现在只觉得头昏眼花的不说，还感到很虚弱。没办法，毕竟都过去这么久了，陈平开在他身上的口子早就流了满地的鲜血了，流失了这么多的血量，能不感到虚弱吗？看着没啥反应的浅海游龙，陈平顺利的滑到他的脑袋上，然后他果断的拿出铁剑形态的幻变，然后狠狠的插入浅海游龙脑中，还搅拌了一下。卧槽！痛！深入脑海的痛。因为被炸掉了半个嘴巴，所以浅海游龙都吼不出声来了，但这种痛让他疯狂的甩动脑袋。但是这个举动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因为他甩动的频率也高，死死抓着幻变的陈平对他造成的伤害就越高。因为幻变还插在他头上，而陈平还握着，所以浅海游龙一甩，趴在他头上的陈平就被甩飞，而幻变就被带动，所以砰！果然不出所料，浅海游龙最终还是倒下了，还差点压到陈平，不然虽然没压到他，但鲜血喷了他一身，毕竟口子变大了嘛。随着浅海游龙 BOSS 死去，系统提示声也响了起来。系统，恭喜求生者成功手下，海兽入侵，用时2个小时47分14秒。系统，等海兽入侵结束，将根据排名获得奖励。呼！随着浅海游龙的尸体消失，陈平终于一屁股坐了下来，还好血液也随之消失，不然坐下来肯定一屁股的血迹。累，真累啊！浅海游龙 BOSS 死后也留下了个宝箱，不过这个宝箱可比水箭龟 BOSS 掉落的宝箱要大得多，至少大了1倍。看着眼前的 BOSS 宝箱，陈平感觉手脚有点抖，看来他要锻炼才行了，毕竟以后比现在还激烈的战斗也不是没有。这次要不是浅海游龙的体型过大，容易卡住，不然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艾莱伊3人飞了下来，然后围到陈平身边，然后开始查看，没发现明显的大伤口，只不过小伤口倒是挺多。艾莱伊，陈平哥哥，没事吧？痛吗？陈平摆了摆手，然后笑道，这点伤不算什么，也就痛点而已，没啥大碍。莉西亚，陈平哥哥，吹一吹，吹一吹就不痛了哦。说完，莉西亚还对着陈平脸上的小伤口吹了几下。陈平欣慰地笑了笑，然后揉了揉他的小脑袋。陈平真不痛了呢，莉西亚真厉害。莉西亚闻言嘻嘻地笑了起来。陈平，好了，来开宝箱吧。这次海兽入侵，陈平一共收获了80枚经验珠，2个 BOSS 宝箱。经验珠就不用多说了，都是经验珠小 BOSS 宝箱一大一小，摆着他们面前。陈平笑道，莉西亚，你说先开那个。莉西亚看着这眼前的2个宝箱，想了想，她直接跑到大 BOSS 宝箱前，然后说道，莉西亚要先开大宝箱，大宝箱里的东西肯定最多，嘿嘿。陈平笑道，好，那就听莉西亚的，开吧。莉西亚一听就更加高兴的，然后开心的喊道，那莉西亚开了哦。陈平跟艾莱伊、伊莫尔齐齐点头。再一次得到肯定的莉西亚转身看向宝箱，双眼都开始亮闪闪起来了。因为宝箱有点大，尤其是对莉西亚来说，所以她双手推着宝箱盖，然后飞了起来，才顺利把宝箱打开。打开宝箱，获得图纸1，由龙鳞群甲1，游龙筋肉5，随机职业证书1，游龙弩弓1，水系能量10。哇，好多哦！莉西亚没说错吧？大宝箱里的东西最多了，哈哈！莉西亚直接叉腰大笑。陈平笑道，莉西亚，还有一个宝箱呢，你不开吗？咦？莉西亚立马停下大笑，满脸兴奋地看向陈平，然后开心地笑道，真的可以吗？另一个宝箱也给莉西亚开吗？陈平跟艾莱伊、伊莫尔都点了点头，莉西亚喜欢，那就给他开呗，他们无所谓的。打开宝箱，获得龟刃斧1，龟鳞膏5，水系能量10。看着眼前的物品，莉西亚有些失望地说道，好少哦。看着一脸失望的莉西亚，陈平笑道，这才是正常情况。我们来看看物品属性怎么样。看着3人坐在身边，陈平便开始查看物品属性。名称，游龙别墅图纸。
类别一次性图纸，品质金色，效果自带100格子仓库2，效果自带基础家具，效果快速恢复精神力、疲劳、舒适度加200。哇，这房子好好看哦！艾莱伊他们惊呼道。第35章，空荡荡的游龙别墅。陈平笑道：“好看是吗？等下我们就可以住进去了。”咦，真的吗？艾莱伊三人双眼发亮的看向陈平，见陈平点头后，三人立马欢呼道：“哦耶！”看着三人高兴的模样，陈平笑了笑，然后说道：“行了，继续看吧。名称：由龙鳞群甲，类别：防具，下身，品质：稀有，金色，效果：体质加10，敏捷加10，效果：游龙护鳞，受到伤害减少10%，可强化次数1。不错不错，刚好我还没有下身装备，而且还能强化一下看看。”陈平直接打开强化页面，然后把装备放了进去，点击强化，瞬间银白色的光芒涌现。名称：由龙鳞群甲，类别：防具，下身，品质：稀有，金色，效果：体质加10，敏捷加10，力量加10，效果：游龙护鳞，受到伤害减少20%。我操，这属性厉害啊，不比幻变差了都。陈平心满意足的装备上，瞬间属性增加30点。继续往下看，游龙筋肉，紫色品质，使用后增加1至3点自由属性。随机职业证书，紫色品质，使用后获得1本职业证书，可强化次数1。哎呦，又一个可以强化的物品，那还用说，直接上手。瞬间白光涌现，是普通强化，可惜了。随机职业证书，紫色品质，使用后40%获得1本职业转职证书，50%获得高级职业转职证书，10%获得稀有职业转职证书。直接使用，获得高级职业转职证书1。高级职业证书，使用后转职成高级职业，可强化次数3。我去，好家伙，竟然还能套娃！看着高级职业证书，陈平有些惊讶的喃喃道：“套娃？什么套娃呀？陈平哥哥？”莉西亚疑惑的问道。听到莉西亚的话，回过神的陈平笑道：“没什么。强化面板，艾莱伊他们三人是看不见的，所以都是一脸的迷惑的看着在空中操作的陈平。这本高级职业证书等下再强化吧，先看看其他的再说。名称：游龙弩弓，类别：武器，品质：紫色，效果：力量加3，敏捷加5，效果：穿透弩箭，拉弓会形成一支穿透弩箭，还行，至少是一把远程武器。名称：归刃斧，类别：武器，品质：稀有，紫色，效果：体质加5，力量加5，效果：旋转打击，对自身周围造成切割伤害，并有概率使其瘫痪1秒，可强化次数1。又是可以强化的物品，不愧是 BOSS 掉落的，就是不错。龟苓膏，紫色品质，使用后增加2体质1。都看完了，最后的水系能量石就不用看了，跟之前的自然能量石差不多，只不过一个补充自然能量，一个补充水系能量罢了。陈平，艾莱伊，你把青木弓给我。艾莱伊闻言把青木弓招了出来，然后递给陈平。陈平接过来后，便把游龙弩弓给艾莱伊，让他以后用这把。好了，看完了，现在我们来布置别墅吧。陈平站起身来，笑道：“哦，大房子，漂亮的大房子。”看着激动的三人，陈平笑道：“好，我们先把小屋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拆掉木筏小屋后，才能建造大房子哦。”四人的动作很快，毕竟属性都不低，所以很快的就把木筏小屋清理完了，把苹果沙发啊、储存箱啊、储存贝壳之类的通通搬了出来。都 OK 后，陈平打开木筏面板，然后点击拆除，瞬间木筏小屋便消失不见了。拆除是要木筏小屋里面没有其他物品才能执行的，所以一不小心点到了也不怕。使用游龙别墅图纸后，陈平发现这别墅的占地面积竟然要500平方米，还好他的木筏因为黑珍珠的缘故变成6级了，不然还真安置不下呢。安置好游龙别墅后，木筏的面积还剩100平方米，这还是没有去掉卫生间的面积。哇，大房子，好大的房子哦！莉西亚高兴地喊道。那，陈平哥哥，我们快点进去看看吧。看着抓着自己的手指撒娇的莉西亚，陈平哪里受得了，直接就妥协了。陈平，好，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说完，四人就一起推开大门走了进去了。首先是自带的基础家具，就1楼大厅中有一套普通的餐桌椅，2楼大厅中有一套普通的木床，然后其他就没有了。整个游龙别墅3层，其中1楼的分布除了摆在中间的餐桌以外就没了，连厨房啊、卫生间之类的都没有。2楼也一样，除了中间的木床外，
也是啥都没有，3楼就更不用说了，空无一物。看完后，陈平都有些无语了，整个跟毛坯房似的，而且还是那种连房间都没隔起来的毛坯房，只不过这个没承重梁之类的柱子就是了。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好失望哦！莉西亚无趣地喊道。艾莱伊跟伊莫尔也跟着点了点头。看着他们3个，陈平也没办法，谁叫他就是这样子的呢？再一次打开木筏面板，陈平现在要安置现代化厨房了。陈平突然发现别墅面积也可以现在安置，而且还可以选择布置1、2、3楼。哦豁，怪不得别墅会空荡荡的了。陈平立马跟艾莱伊他们说明了一下，然后他们就兴致勃勃地打开了木筏面板查看起来了。看着讨论的3只小家伙，陈平笑了笑，然后把现代化厨房图纸递给他们，还有苹果沙发之类的家具都让他们去安排吧，反正可以随时都可以重新安置的。对了，还有2个自带的100个仓库呢。陈平找了一下，然后发现在靠近大门口的位置，两边各一个。100个仓库的模样是个超大的宝箱模样，不知道莉西亚看到会不会兴奋呢？陈平把储存箱跟储存贝壳都放在一起，这样好储存物品。第36章自由支配者。看了眼还在研究该怎么布置的艾莱伊他们后，陈平便打开强化面板，准备强化了。陈平先把高级职业证书拿出来强化，点击强化，瞬间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陈平并没有取出来，而是继续点击强化，瞬间金色光芒涌现，芜湖黄金强化。10秒过后，陈平迫不及待拿出来查看。黄金高级职业证书，金色品质，使用后转职成随机黄金职业，可强化次数1。陈平把战士转职证书拿出来看了看。战士转职证书，紫色品质，使用后获得稀有战士职业白银剑士，白银强化变成白银剑士，而黄金强化变成黄金职业，不知道是强化出来的特殊职业，还是本来就有这些职业的存在。看着2本转职证书的陈平喃喃道：“把战士转职证书收起来，然后把黄金高级职业证书放入强化页面中，点击强化，金光再次涌现。哇塞，又是黄金强化！唯一职业转职证书，唯一品质，使用后转职成唯一职业自由支配者。哇靠！唯一职业，发了！陈平直接使用。系统，恭喜求生者转职成功。系统，恭喜你为第1个成功转职的求生者，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10，技能书宝箱1。系统，新手区公告，恭喜陈平为第1个职业转职成功的求生者，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10，技能书宝箱1。系统又在新手区公告了3遍，天空上也出现相应的字幕。系统公告的出现，让正在入侵的海兽出现了几秒的停顿，让不少人死里逃生，也让不少人成功击杀了 BOSS。听到系统公告，陈平也没啥反应，他现在就想知道这个自由支配者厉不厉害。打开人物面板，然后点击查看详细。名称：自由支配者。类别：唯一职业。品质：唯一。效果：每升1级，全属性加3，自由属性点加10。效果：每10级获得1个职业技能，每20级获得1个专属技能。专属技能：属性支配，可以自由调整属性，比如把敏捷加持到力量上，只留下1点敏捷属性。职业技能：属性伤害。属性伤害，被动，对目标造成最高属性5的伤害。陈平看完后双眼发光，这职业有点屌啊！不错，真不错，就是不知道这个属性伤害怎么计算。陈平摸了摸下巴，继续喃喃道：“不会跟游戏一样出现数据化属性吧？”好像也不是不可能，毕竟现在他们还处于新手阶段，谁知道后面会是什么样子的？算了，一点头绪也没有，不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虽然这里是海上就是了。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升级了。陈平早就在海岛上获得经验珠了，但他为啥那时候不用？就是为了现在。在详细查看过等级跟职业的介绍后，陈平就知道等级的提升最好在有了职业后再升级，这样的提升才是最大的。毕竟没职业的话，每升1级才获得1点全属性跟1点自由属性，跟他现在一比差了几倍呢。这下就能升级了。陈打开背包查看一下，他现在有多少经验珠？经验珠小134，经验珠中25，经验珠大13，应该足够他升级了，就是不知道能升多少级。陈平直接使用经验珠小，瞬间升1级。系统等级提升1级，全属性加3，自由属性加10。系统的提示陈平没去理会，而是看向升级经验，200，那就继续。陈平直接飙升到10级，用了55枚经验珠小。打开人物面板查看了起来。名称：陈平。种族：人类。等级：10/1000。职业：自由支配者，唯一。体质：
68加10加1加5加3加10 97，力量61加10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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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4，敏捷62加10加5加10 87，精神62加10加3 75，自由属性点100，专属技能属性支配，职业技能属性伤害，通用技能无，天赋无，称号开荒者。哇塞，我现在的属性有点夸张呢，如果现在跟浅海游龙打的话，都不用卡住他了。陈平扭动了一下身子，突然暴涨这么多属性，一时间还真有点不习惯呢。从10级升到11要1000点经验，而我现在把所有经验珠合起来的话，只有19400点经验，不够升到20级啊。按1至10级的方式来算的话，至少也要55000点经验吧，或者更多都有可能。对了，不知道艾莱伊他们的等级经验要多少呢？是跟他一样吗？打开契约面板看了一下，结果发现艾莱伊他们的等级后面并没有经验值，这是这么一回事？这下陈平就疑惑，艾莱伊他们要怎么升级？回头看向正兴致勃勃的三人，算了，等下再问问看吧。陈平把100点自由属性点平均加上，这下加上装备的属性加成，他现在的所有属性都破100了。然后他试了试专属技能属性支配，把所有属性都移到力量上去，结果发现不行。也不是不行，而是在力量属性比体质属性高个2倍的时候就不能再加了。看来属性之间差距也不能太大。OK， 基本搞定了，现在来强化归刃斧吧。打开强化面板，然后把归刃斧放了进去，再点击强化，瞬间银白色光芒涌现，特殊强化，白银强化。哇塞，今天的运气爆表了吗？连续出了几次特殊强化了。先看看未强化时的归刃斧，名称归刃斧，类别武器，品质稀有紫色，效果体质加5，力量加5，效果旋转打击，对自身周围造成切割伤害，并有概率使其瘫痪1秒，可强化次数1。然后是强化过后的归刃斧，名称归刃斧，类别武器，品质稀有金色，效果体质加15，力量加10，效果旋转打击，对自身周围造成大量切割伤害，并有概率使其瘫痪2秒。强化效果很明显，体质加了10点，力量加了5点，技能也加强了，不愧是特殊强化。第37章海兽入侵结束，排名奖励。把归刃斧收了起来后，陈平便把幻变招了出来，然后拿出青木弓跟尖刺护盾，这2件都是蓝色品质的武器，刚好符合幻变的升级条件。把幻变放在2件武器上，看着逐渐被吸收掉的武器，陈平松了口气，看来盾牌也是分类到武器类型的了。很快的，2件装备就被吸收掉了，陈平立马点开幻变的属性查看起来，名称幻变，类别武器唯一，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15，效果成长，需要吸收1件紫色品质的武器。形态变化剑、狼牙棒、弓、盾。形态效果弓、青木剑，可强化次数1，提升了5点全属性吗？还行，再次成长要1件紫色武器了，刚好。陈平说完，把剑竹鱼竿拿了出来，紫色品质的武器现在就这1件没有的了，刚好拿出给幻变吸收。很快的，剑竹鱼竿就被幻变吸收完毕了。名称幻变，类别武器唯一，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20，效果成长，需要吸收2件紫色品质的武器。形态变化剑、狼牙棒、弓、盾、鱼竿。形态效果弓、青木剑、鱼竿，增加剑鱼上钩概率，可强化次数1。看完2次成长过后的幻变，陈平表示他现在的属性最低的精神都超过100点了。就在陈平想着还有什么没做的时候，艾莱伊3人走了过来。哇，好大的宝箱耶！一过来，莉西亚就看到100格子仓库了，果然不出所料，高兴的跑了过来，然后就抱住格子仓库了。陈平微笑的摇了摇头，这妮子到底多喜欢宝箱啊！好了，莉西亚，那不是宝箱，而是仓库了，不信的话，你打开看看。闻言，莉西亚还真的打开了仓库格子，看着面前出现的面板，她失望的走了回来。不过走回来的功夫，她就恢复如初了，一脸笑嘻嘻的来到陈平身边，然后说道：莉西亚，陈平哥哥，来看看我们布置的好不好吧。就这样，陈平被他们3个拖着开始观看他们的布置。首先是1楼，本来空荡荡只有1套普通餐桌椅，现在不仅多出了现代化的厨房，他们还把外面的卫生间跟沐浴室移了进来，而苹果沙发也安置在1楼，就放在壁炉附近，还有红木餐桌椅则是放在厨房门口附近。接着就是2楼了，2楼除了一开始的普通木床，
还多出了一套金丝楠木双人大床，而这金丝楠木大床是真大，而且还附带床垫、被子、枕头。至于那些小物件，比如药鼎啊、传灯之类的物品，除了传灯被挂在2楼外，其他的小物件都被安置在靠厨房的墙面下。不错，真不错，很好哦，你们3个真棒。陈平对他们笑道。面对陈平的夸奖，艾莱伊、伊莫尔跟莉西亚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看着笑嘻嘻的3人，陈平拍了拍他们的小脑袋后，就准备去洗个澡了，毕竟打了10波海兽呢。虽然海兽死亡后血迹之类的都会消失，但陈平也出了一身汗不是。不过在去洗澡前，陈平先打开了制造面板，然后选择随机现代衣服，看了一下材料，布料2，还好它有棉布。点击制造后，很快的一套现代化的衣服就出现在背包中了。陈平拿出来看了一下，不错，是一套休闲服。更让他惊喜的是，连内裤都有，不错不错。拿着新衣服，陈平直接向沐浴室走，边走边感叹道：“终于可以把这件麻衣换掉了。”而陈平洗澡的功夫，艾莱伊他们3人已经跑去看他们种的草莓种子跟土豆种子的情况。结果很喜人，草莓跟土豆都发芽了。艾莱伊他们小心翼翼地滴了几点绿色的液体下去，然后加了些淡水后，才满意地离开了。一个热水澡下去，整个人都舒服了许多。等陈平出来后，就看到3只躺在苹果沙发上的小萝莉了。看到陈平出来后，莉西亚第一个喊道：“陈平哥哥，肚子饿了，要吃饭喽。”咦，陈平哥哥，你换衣服了？这身比之前好看多了呢。陈平捏了捏莉西亚的小脸，然后笑道：“都肚子饿了是吗？那你们等一下哦，我这就给你们做。”说完，陈平还从空间背包中拿出3000克的大桶冰淇淋，然后笑道：“你们可以先吃下这个，不过不可以多吃哦。”艾莱伊3人好奇地看着眼前的大桶冰淇淋，他们能感受到里面散发着冷气，这个真的能吃吗？3人看了看，最后还是艾莱伊打开了上面的盖子，然后3个小脑袋立马探了过来，看着眼前这个淡黄色的冰淇淋，闻了闻，好像有点淡淡的奶香味。陈平一进到厨房，就先试了试厨房中餐具能不能带出厨房，发现可以后，才放下心来。陈平拿着3碗出来时，就看到3个小脑袋凑在一起，正看着下方的大桶冰淇淋，而且小鼻子还时不时的闻了闻，可爱极了。陈平不自觉的笑了起来，然后才走了过去，给他们1人挖了1碗后，陈平就准备把剩下的冰淇淋带到厨房里冰箱中冻起来了。好吃！莉西亚是第一个的品尝的，艾莱伊跟伊莫尔看了后也纷纷品尝了起来。哇，冰冰凉凉的，真好吃！陈平闻言笑了笑，冰淇淋这种东西对小孩子的诱惑还是很大的。就在陈平准备回厨房做饭的时候，系统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系统，恭喜诸位求生者成功手下海兽入侵，现在开始结算排名。系统，排名榜上1至100万名将会获得排名奖励。系统，现在正式开始结算，请诸位求生者稍等几分钟。陈平闻言，先是惊讶了一下排名榜，但过后就反应过来了，既然这里是求生游戏，那么有排名榜之类的东西太过于正常了，不如说没有才奇怪吧。不过陈平猜想，正式的排名榜可能要他们过了新手阶段后才会开放吧。第38章排名榜的丰富奖励。系统都准备开始发放排名奖励，所以陈平也就不急着做菜了，而是跟艾莱伊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系统搞的排名奖励是啥，毕竟怎么说他都能上榜吧。莉西亚大口大口的吃着冰淇淋，完全没去注意其他的事情。很快的，系统就开始结算排名了。让陈平感到欣慰的是，本来应该在天空中的字幕，现在就出现在房间内，让他们不用出去也能看到。系统第100万至50万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10、白银宝箱1。系统第49万9999至10万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20、白银宝箱2。系统第9万9999至5万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30、白银宝箱3。系统第4万9999至1万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50、黄金宝箱1。系统第9999至5000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60、黄金宝箱2。系统第4999至1000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70、黄金宝箱3。系统第999至500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100、白金宝箱1。系统第499至100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200、白金宝箱2。系统第99至50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300、白金宝箱3。系统第49至10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500、白金宝箱3、特殊宝箱1。系统第9至2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1000、白金宝箱5、特殊宝箱2。系统第1名，排名奖励为经验珠2000、史诗宝箱3、特殊宝箱3。看着空中的弹幕，系统并没有公布谁获得了第1名，
只是公布奖励而已。陈平摸了摸下巴，也不知道他能排上几名，至少前10有吧，毕竟他才用了2个多小时而已。系统，现在开始分发排名奖励。一看，陈平不自觉地直了直身子。系统，恭喜求生者陈平排名为第1名，获得奖励经验珠2000，史诗宝箱3，特殊宝箱3。哇，陈平哥哥，我们是第1名耶！已经吃完冰淇淋的莉西亚看着系统的弹幕，惊呼道。很快，陈平就把6个宝箱拿了出来，然后摆放在地面上。宝箱一出来，瞬间一个人影就冲了过去了。陈平低头一看，不出意料，莉西亚已经趴在宝箱上了。无奈的摇了摇头，陈平查看一下经验珠，发现都是经验珠小，2000枚就20万经验值，不错，这下都够他升到20级了。不用想，陈平直接把等级提升到20级，用了550枚经验珠小。陈平看了一下人物面板，这属性屌炸天了好吧，又看了一下升级经验，发现20级升到21级要1万经验，有点高啊。对了，经验共享。陈平看向坐在一边的艾莱伊，问道：艾莱伊，你们的等级要怎么提升？艾莱伊，陈平哥哥，因为半生契约的缘故，我跟伊莫、莉西亚，我们3人的等级是会跟你同步的。陈平闻言疑惑道：不对吧，我们契约后我1级，你们都10级了。艾莱伊，那个陈平哥哥，我们一出生就已经是10级了。陈平看着沉默下来的陈平，艾莱伊继续说道：陈平哥哥，你也看到我们的种族是自然精灵了吧？陈平闻言点了点头，没错，艾莱伊他们的种族上写的自然精灵。艾莱伊见他点头后，便继续说道：其实，陈平哥哥，我们自然精灵族在成年之前基本都是10级，而进入成年后，等级会瞬间暴涨，一般会提升到40至50级。但我们3个不一样，我们3个是严格上来讲，并不是自然精灵，而是契约精灵，因为我们成年的时候，契约时会融入我们身体，形成专属能力，很强的能力哦。到时候，我们的种族就会变成契约精灵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明白了。然后他打开契约面板，果然，契约3的效果，经验共享开启了。陈平又打开艾莱伊的面板，发现他的等级的确是到达20级了，但属性还是一样，没增加。这是怎么回事？陈平直接向他询问了起来。艾莱伊闻言笑道：陈平哥哥，我之前不是说了吗？我们还没成年哦。虽然我们现在的等级跟你持平，但属性并不会提升，因为身体不允许。我们必须跨过成年，才能发现巨大的脱变。不过我能感觉得到，等级越高，对我们成年后的脱变越有利。陈平闻言，行吧，属性低就属性低吧，反正到30级的时候，属性共享就开启了，到时候4人的属性就都一样。娜，陈平哥哥，开宝箱了，我要开宝箱啊！莉西亚跑了过来，然后拉着陈平的手就开始撒娇的说道。无奈的看了莉西亚一眼，捏了捏她的小脸蛋，然后才从沙发上起来。陈平看着眼前的6个宝箱，笑道：你们1人2个宝箱，一个史诗宝箱跟一个特殊宝箱。分好宝箱后，陈平看着3个，笑呵呵的说道：谁先开啊？我，莉西亚要先开。莉西亚立马举起小手，喊道：陈平，那好，就莉西亚先开，让我们看看莉西亚能开出什么好物品出来吧。莉西亚笑的那个开心啊，看着眼前的宝箱，双眼亮闪闪的。莉西亚先开这个紫色的宝箱，我开。打开宝箱，获得占星卡1、超大零食箱子1、气候调控仪器1、木筏改造图纸1、粉红海宝藏1。史诗宝箱一开完，莉西亚立马开启特殊宝箱。打开宝箱，图纸1、金色升级卷轴1、高级基础物品礼包1、制造面板配件1。2个宝箱一共开出了9件物品，这可把莉西亚高兴坏了。第39章大开宝箱。看着叉腰大笑的莉西亚，艾莱伊跟伊莫尔也准备开宝箱了。2人对视了一下后，便一起把宝箱都打开了。打开宝箱，获得深海之泪1、经验珠大100、能耗减半1、史诗结晶2。打开宝箱，获得打磨石1、稀有职业证书1、随机海岛指南针1、空间扩展石1、高级能量石。打开宝箱，获得图纸1、合金伐木斧1、环戒1、史诗结晶1。打开宝箱，获得经验珠中100、鲛人的耳环1、储存扇贝1、踏水鞋1。所有宝箱都开完，陈平把他们都叫了过来，准备一起看看都开出了什么好东西。首先看莉西亚开出的物品：占星卡，金色品质，使用后 50% 的概率能获得1件装备物品， 10% 的概率能获得1件稀有装备物品， 1% 的概率能获得1件占星物品。陈平看了看后直接使用掉。获得星辰坠落1。名称：星辰坠落。类别：耳饰。品质：稀有，史诗。效果：体质加20，力量加20，精神加10。效果：星辰护体，受到攻击时减少 20% 的伤害，
效果：星辰陨落，召唤星辰对目标造成大范围致命伤害，使用后装备破碎。这耳是有点屌啊！加50点属性不说，其他效果也很逆天，尤其是星辰陨落，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召陨石打击。陈平直接装备上超大灵石箱子，使用后一个装有10至100的灵石箱子，直接使用，瞬间一个大箱子出现在手中。这要是以前，陈平根本拿不动，不像现在单手就能举起来了。看了一下，是一箱混杂灵石70，直接放一边，继续往下看。利西亚倒是好奇地看向灵石箱子，但是他闻了闻，一点味道也没有，就不理会了。气候调整仪器，金色品质，安置好后能调整木筏内的气候，比如冬天可以调整成夏天或者春天需要能量时作为驱动能量。这个东西陈平让艾莱伊直接安置在3楼上，毕竟3楼现在空荡荡的，用来安置各种设备还是挺不错的。木筏改造图纸，使用后木筏的木筏板块可以上下左右随意建造，这图纸不错，陈平直接使用掉，然后打开木筏面板。现在的木筏板块面积为600平方米，已经是6级木筏的最大面积了，但现在显示可以继续扩展，不过只能向上或者向下。陈平查看了一下，发现上下都是6米，不错，这个功能很赞，以后会很方便。粉红海宝箱，使用后 90% 获得红粉珍珠， 10% 获得粉红珍珠，数量1至10。这东西说是宝箱，但模样且是个贝壳，直接用掉。获得粉红珍珠5，红粉珍珠3。粉红珍珠陈平之前获得过，是拿来跟美人鱼游商做买卖的，这红粉珍珠也一样，不过红粉珍珠更加珍贵稀有。银刃长剑图纸，使用后可以在制造面板上制造银刃长剑，只要是没有的图纸陈平都是直接使用掉，所以这张也不例外。使用后陈平打开制造面板，看看这个武器的属性咋样。名称：银刃长剑。类别：武器。品质：金色。效果：敏捷加20。效果：银光斩，劈出一道剑气，消耗100点能量。制造材料：银锭10，能量10，密银锭1。属性还不错，可惜对它没用。金色升级卷轴，可以把紫色品质物品升级为金色品质，还行，放着，继续往下看。高级基础物品礼包，使用后获得木板500，铁块500，青铜块500。不错呀，陈平现在缺的就是这基础物资，尤其是铁块跟青铜块，不错不错，又能升级木筏了。制造面板配件，加载入制造面板后会获得一个随机配件属性，这种东西都不用想，直接使用。打开制造面板，陈平很快的就找到配件属性了。配件属性：制造出物品时有 1% 的概率提升品质，还行吧，就是概率低的可怜。关掉面板，这些利西亚开出来的物品都看完了，轮到艾莱伊跟伊莫他们2个开出来的物品了。就在陈平准备继续查看的时候，利西亚的肚子突然叫了起来，咕噜噜。啊，不是利西亚的肚子在叫哦。利西亚红着小脸说道。看着捂着小肚子的利西亚，陈平笑了笑，然后说道：啊，都忘了做饭了，你们等一下吧。陈平回到厨房后，直接拿出龙虾肉来煎，大火浇油，再加些调味料，很快几份香喷喷的煎龙虾肉就做好了。做好龙虾肉后，陈平又拿出龟苓膏，加了点厨房自带的蜂蜜后，放入冰箱冷冻，作为饭后甜点。摆上桌后，陈平直接招呼他们过来吃饭，而自己则是继续查看物品去了。名称：深海之泪。类别：项链。品质：稀有史诗。效果：精神加50。效果：能量恢复增加 100%。效果：能量消耗减低 10%。陈平摸了摸下巴，完美的法师神器啊，更期待下面还能出现啥好东西了。名称：能耗减半。类别：技能。品质：紫色。效果：使用后下个技能消耗减半，冷却时间1个小时。这技能看起来还行，但对他现在来说作用不大。史诗结晶，史诗品质，史诗级别通用材料，是很多史诗物品的主材料之一。打磨石，金色品质，对装备使用后能使装备的效果重置。稀有职业证书，使用后转职成为稀有职业潮汐法师。随机海岛指南针，使用后获得一个海岛指南针。空间扩展时，对空间背包使用增加10个空间格子，对空间仓库使用增加20个格子。这东西还有说肯定对空间背包使用了，就是陈平没有获得游龙别墅自带的100个仓库之前，也不会选择增加空间仓库的。看着背包格子从30变成40，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要是能再来几个就好了。第40章暴涨的全属性。关掉背包页面，陈平继续查看起来。低级宝箱合成器，可是合成宝箱，最高上限为黄金宝箱。合金伐木斧可以砍伐高级树木，砍伐收获加10，耐久极高，砍伐速度提升 100%。
名称：环戒。类别：戒指。品质：金色。效果：精神加10，敏捷加5。效果：环绕，命中目标有概率减低 20% 的移动速度。史诗结晶跟经验珠就不用看了，都看过的了。名称：鲛人的耳环。类别：耳饰。品质：稀有，史诗。效果：体质加10，敏捷加10，精神加20。效果：鲛人之躯，可以变成鲛人，但没有鲛人应有的能力。储存扇贝30空间格子。名称：踏水鞋。类别：鞋子。品质：稀有，金色。效果：敏捷加10。效果：踏水而行，可以在水上行走。OK， 好东西不少。陈平把环戒、鲛人的耳环、踏水鞋、星辰坠落、深海之泪都装备上，瞬间属性又暴涨了许多。陈平打开人物装备面板看了看，看还差那些部位的装备。头部无，上身银鳞胸甲，下身由龙鳞裙甲，腰带无，护手白银护手，鞋子踏水鞋，项链深海之泪，耳饰右星辰坠落，耳饰左鲛人的耳环，戒指右青铜戒指，戒指左环戒，武器幻变，还差头部跟腰带。又看了一下人物属性，如果加上装备的属性加成，陈平发现基本都快200点了，尤其是精神已经230点了。他现在还有100点自由属性点没用呢，不过也不着急，先把现在暴涨的属性适应下来再说。宝箱都开完了，物品也看完了，该去吃饭了。看着空荡荡的盘子，陈平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能再去做一点了。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暗淡下来，也还好厨房是有灯的，不然乌漆嘛黑的还真不好炒菜。随便一提，厨房内的所有电器设备、火力设备都是有消耗的，一个能量石能维持7天。艾莱伊他们吃饱后就出去散步消食了，随便看看培养槽中的草莓跟土豆长势如何了。陈平把背包中的物品基本上都放入100格子仓库了，所以他先去仓库拿了5块游龙筋肉后，便向厨房走去。游龙筋肉并不错大，对比前海游龙 BOSS 的体型来讲，真是小得可怜，一块才跟陈平的头那么大而已。陈平想了想后，直接把这5块肉都煎了，做成肉排。做好后，5块游龙筋肉很快的就被陈平吃下肚了。属性暴涨的同时，他也能感到胃口也相应变大了许多。吃饱后，陈平把艾莱伊他们3个叫去洗澡，天色都暗下来了，该睡觉了。棉布除了陈平用掉了2个，还剩8个，其中3个给艾丽特他们当浴巾，3个制造成现代化童装，还好童装只要1个棉布就行了。最后的2个棉布又制造成一套成年衣服。陈平哥哥，洗好了。人还没出来，声音就先传过来了。看了过去，只见莉西亚拖着她的浴巾就跑了出来，看得陈平生怕她被浴巾绊倒。看着冲撞过来的莉西亚，陈平直接抱住，摸了摸她湿哒哒的头发，有些无奈，然后教训道：陈平，莉西亚，头发还没擦干净就跑出来干吗？也不怕着凉啊你。无奈的帮她擦了擦头发，等艾莱伊跟伊莫出来后，头发已经擦干净了。看着坐在沙发上的3人，陈平直接叫他们上去睡觉，就睡那张金丝楠木大床，够大，足够莉西亚乱滚的了。帮他们盖好被子后，陈平先下去，来到沐浴室，把他们的衣服都洗了，然后拿到3楼的阳台晾晒，之后才回到2楼准备睡觉。回到2楼，陈平先是看了一下艾莱伊、伊莫尔跟莉西亚他们，发现都睡得好好的后，便向一边的自带木床走去。还好木床上也有自带的被子、枕头，终于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了。躺在床上的陈平咂了咂嘴，然后心满意足的睡去了。一大早，陈平就早早起来了，没办法，在这里只能早睡早起了。陈平打了哈欠，然后看向金丝楠木大床，不错，都睡得很安稳。就是莉西亚本来是靠着艾莱伊的，现在变成靠着伊莫了。一个晚上下来，直接从最右边跑到最左边，也就他能做到了。哈，打着哈欠，陈平直接下来洗漱去了。洗漱完后，就开始准备做早餐了。陈平来到仓库区，看看都有啥食材，结果发现很少。最后，陈平拿了4块龙虾肉以及小麦面粉跟食用油。回到厨房后，陈平开始制作龙虾肉包子，还好厨房自带的东西种类够齐全，不然还真做不了包子。和面，等发酵，然后腌制一下龙虾肉。看差不多的发酵好的面团，陈平立马开始制作包子，然后上笼开始蒸煮。设定好时间后，陈平洗了一下双手后，便走出厨房，来到仓库区域，把鸡尾酒拿出来放入冰箱，然后便上楼叫人去了。先是把3套童装放在床边，然后看着睡着贼香的3人，陈平忍不住捏了捏他们的小脸，然后再把他们唤醒。哇，早上好啊，陈平哥哥。看着起来的3人，陈平也笑回道：早上好，下来洗漱，然后就可以吃早餐喽。听到吃饭，莉西亚第一个清醒起来，
然后双眼亮闪闪看向陈平，开心地问道：“丽西亚啊，早餐，陈平哥哥，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啊？”看他们起来后，陈平就准备下去了。听到丽西亚的话，他摆了摆手，说道：“你们下来就知道了。穿好衣服后就下来洗漱，衣服放在床边了。”陈平下来后，先是去厨房看了一下，发现还有几分钟后，便在消毒柜中拿些盘子到餐桌上摆放好。哒哒哒，丽西亚穿好衣服后，只直接光着小脚丫跑了下来，直奔餐桌来。而在丽西亚快速跑下来后，艾莱伊跟伊莫尔才慢慢的走了下来，一样都是光着小脚丫。不错，真可爱。换上现代童装的三人显得更加可爱了些。当然，他们本来穿的精灵服装也很可爱，但精灵服装有点紧身，不像现代的衣服比较蓬松，所以显得更加小只可爱。第41章，提前进入新手中期。看着冲过来的丽西亚，陈平揉了揉她的头发，然后直接打发去洗漱。陈平，吃，你就知道吃，先去洗漱，洗漱完后就可以吃了。听完陈平的话，丽西亚又哒哒哒的向卫生间跑去了。看他们都跑进卫生间后，陈平便向厨房走去了。看了一下，很好，龙虾肉包子煮好了，把笼子拿了出去，然后就开始分4块龙虾肉跟10斤小麦面粉，一共制作了20来个包子。4个盘子，每个盘子放了5个包子，笼子里还剩下4个。陈平又从仓库区拿了4个椰子，打开把椰子倒杯子，然后一人一杯。一切搞定后，便坐在位置上等待起来了。很快的，丽西亚第一个跑了过来，随后艾莱伊跟伊莫尔也走了过来。好吃。丽西亚咬了一大口龙虾肉包子，嚼了嚼后说道。陈平2口就解决掉1个包子，所以吃得贼快。吃完包子后，他又去了厨房，从冰箱中拿出龟苓膏，加了蜂蜜又冷藏过，现在的味道就挺不错的。给他们一人1个后，陈平就准备调宝箱了。看到陈平走出去，丽西亚的大眼睛转了转，立马就知道他要去干什么，然后咂巴的快速把剩下的包子吞了下去，然后拿起龟苓膏就追了出去。艾莱伊跟伊莫尔看着匆匆忙忙的丽西亚，无奈的摇了摇头，然后继续慢慢享用早餐。丽西亚一出来就看到陈平拿出鱼竿准备甩钩，连忙哒哒哒的跑了过去，他要第一时间看到宝箱，嘿嘿。陈平把龟苓膏分发给他们后，就准备出去调宝箱了。走出大门，看了一眼波澜壮阔的大海后，就拿出鱼竿准备调宝箱了。咚，鱼漂稳稳地落在海面上。就在陈平等级宝箱上钩的时候，系统声突然响了起来。系统公告，全新手区的求生者等级平均超过5级，新手前期提前结束，从今天开始进入新手中期。系统新手中期变化如下：系统高级宝箱概率增加，系统钓起海兽的概率从原本较低概率改为现在的低概率，系统经验珠、转职证书、宠物契约卷轴等多样物品加入宝箱，系统开发新手区交易市场，系统海上游商出没，求生者可以跟游商进行交易，系统开放副本岛屿，系统海兽上线开放，现在最高等级为20级，系统以上为本期更新，增加内容。陈平看着天空上的字幕，一副略有所思的模样。陈平哥哥，鱼漂沉下去了哦。看着抬头看天空都不理会鱼漂已经沉入海里的陈平，丽西亚果然伸出小手，然后拉了一下他的衣服，说道：回过神的陈平低头就看到丽西亚那副皱起来的小脸了。听到他的话后，才把目光看向鱼漂的位置，但现在就剩一根鱼线了。唉，这下浪费时间了。果然，接下来陈平足足拉了半个小时才把拉了上来，而且还不是宝箱，而是一头海兽，一头10级海兽，最高属性为41点，撞到墙上后掉到地面上，还没蹦跶就被陈平给秒杀了，爆了几枚经验珠小。丽西亚一脸懵逼的看着死透透的海兽，怎么回事？不是掉宝箱的吗？怎么蹦出只海兽出来？我的宝箱呢？那么大的宝箱呢？跑哪去了？连续3个问号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看着开始变成的气鼓鼓的丽西亚，陈平笑了笑，然后开始甩竿钓宝箱。很快，鱼漂就沉入海中，然后一拉，哗啦，一个宝箱直接掉到木筏上。下一秒，丽西亚就出现在宝箱旁了，双眼亮闪闪的看着。如果不是宝箱上还有些海水，他肯定直接抱上去了。接下来，陈平钓起了6个宝箱，4只海兽，其中最高级的海兽就是第1只被钓上来的海兽，10级，剩下的3只，1只8级，2只5级以下。宝箱则是2个铁宝箱、3个青铜宝箱和1个黄金宝箱。黄金宝箱一掉出来，丽西亚瞬间就移情别恋，直接从一堆铁宝箱、青铜宝箱的哭泣中跑去抱着黄金宝箱了。4只海兽已经被艾莱伊分解掉了，分解出来的肉块直接放入100格子仓库之中，很不错，这功能。陈平拿出低级宝箱合成器，2个宝箱可以合成高上1级的宝箱，锁2个铁宝箱合成1个青铜宝箱，而4个青铜宝箱合成2个白银，最后合成1个黄金宝箱。
又一个黄金宝箱的出现，让莉西亚的双眼更加明亮，直接就把宝箱扒拉过来了。看着抱着2个宝箱傻笑的莉西亚，唉，真是没脸看了。要不是她长得可爱，所以傻笑看起来也很可爱，不然就像个二傻子似的了。陈平无奈地说道：“莉西亚，开宝箱喽，别抱着不撒手啊！”莉西亚，哦，开宝箱，莉西亚要开宝箱。打开宝箱，获得法师职业证书1、苹果树1、岛屿副本门票1、黄金块2。打开宝箱，获得经验珠、大石、黄金珍珠1、图纸1、黄金块2。咦，好像出了最新的物品了。陈平看到那个岛屿副本门票，有点惊讶地说道。说完，陈平就开始查看物品了。当然，那些有的就不用看了。苹果树，紫色品质，种植后每3天能产出10个苹果，可强化次数1。岛屿副本门票，紫色品质，2至5人岛屿副本，凑够人数后可以使用门票传送到副本岛屿中。名称：黄金珍珠。类别：木筏装备。品质：金色。效果：木筏耐久翻倍。效果：黄金色，木筏的颜色变为黄金色，更容易吸引海兽的注意。陈平挠了挠头，傻鬼，这第2个效果有点扯淡啊！吸引海兽，那不是妥妥找死吗？陈平现在的属性虽然基本200点了，但他也不敢浪啊！要知道这里可是无尽之海，虽然他们现在还在新手期，但谁能保证没有超规格的海兽被吸引过来？有可能你的木筏下的深海就有一只属性破百的海兽在虎视眈眈呢。第42章刘全的邀请。一次性50平方米田园土地图纸，金色品质，使用后获得1片50平方米的优质土质田园。咦，这图纸挺不错的嘛，刚好苹果树有地方种下了。都看完了，陈平收起鱼竿，然后靠墙上坐了下来，然后打开木筏面板。他现在要升级木筏了，现在从5级升到6级需要100木板、25铁块跟8青铜块，条件都够了，直接升级，一下就升级完成了。看了一下条件，然后陈平继续升级，直接从5级木筏升到9级木筏，顺便把木筏面积扩张到最大。名称：木筏。级别9+1级。效果：无。装备栏1璀璨的黑珍珠。面积9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5000。木筏升级材料800-800木板，186-200铁块，100-100青铜块。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把苹果树拿出来强化。打开强化面板，放入，点击，10秒，强化完毕。瞬间银白色光芒涌现，白银强化。能量丰富的苹果树，金色品质，种植后每3天能产出10个苹果，有概率出现特殊苹果。一看强化过的苹果树的效果，陈平立马把一次性的50平方米田园土地图纸给使用掉。现在他的木筏有900平方米，除了游龙别墅占了500平方米，还剩400平方米呢。很快，一片50平方米长满青草的土地就不可思议地出现在木筏上了。陈平选择把苹果树种植在中心，点击确定，瞬间一棵苹果树出现在视野中。看了一下，还行，3米多高，树叶也挺密集的。陈平打算在下面放些地毯之类的，这样就能坐在苹果树下纳凉了。苹果树的出现一下子就吸引了艾莱伊他们。现在他们3人直接向苹果树飞去，好奇地打量着。陈平看着长满青草的土地，他本来是想用来种植点什么的，现在不想了。他蹲下身摸了摸，又压了压下这些青草，发现一点都不扎手，直接躺了下去。别说，还挺舒服的，就是阳光有些刺眼。躺了一会后，陈平坐起身来，他打开聊天频道，先看了一下左上角的人数，53291。陈平忍不住吸了口冷气，这才几天啊，就1半的人没了。这次海兽入侵，至少淘汰掉1半左右的人啊。陈平喃喃自语道：“5级了，终于追上大部队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啊！”收图纸，高品质装备，转职证书喽，有的私聊啊。收把紫色品质的大型武器，出来私聊。哇靠，这新手中期好坑啊！老子连续掉了6只海兽，不是说是低概率吗？说是低概率，但对人品差的人来说，跟高概率有什么差别吗？嘿嘿哈哈！卧槽，老子开出转职证书了！卧槽，羡慕啊！老哥，出吗？新手交易市场上好多物品啊，看都看不过呀。温3，好消息，蓝色品质的武器换取转职证书喽，先到先得哦。哇靠，温3，你这个奸商竟然没死在这次海兽入侵中，真稀奇啊！真是操蛋，这次海兽入侵直接把我的木筏砍得只剩最后1块了，还好我坚持下来。好羡慕那些上榜的人啊，奖励那么丰富，尤其是前100名。对啊，新手交易市场已经开了呀。陈平直接打开交易市场，果然页面上密密麻麻的一大堆物品，啥都有卖。转职证书啊，高品质的武器装备啊，
技能书啊，伐木工具啊，应有尽有，毕竟人数的基础摆在那。陈平看了看，发现价格差异贼大，有些相同的物品，一个卖10枚经验珠小，一个卖5枚经验珠小。陈平上架了一块木板，发现价格是自己随意设的，怪不得价格差异这么大了。不错，有了交易市场，以后卖东西也方便许多了。陈平看了一下交易市场的说明，不错，就是卖出物品要被扣掉10%的手续费，有点贵，但胜在安全，客流量巨大。扒拉了几下后，陈平就关掉交易市场页面了，等就去下整理一遍物品，把用不上的都卖了。就在陈平准备去仓库区看看有啥卖的时候，一道私聊信息响了起来。陈平疑惑地点开私聊页面，谁啊？刘全，恩人在吗？陈平愁眉了一会，才想起来，这不是自己卖新手鱼竿的那位吗？找他干嘛？陈平，有事。刘全，恩人啊，是这样的，我开宝箱开出了一张岛屿副本门票，我想邀请您一起。刘全，不知道恩人有没有空？刘全，岛屿副本门票，蓝色品质，1至3人岛屿副本，凑够人数后可以使用门票传送到副本岛屿中。陈平拿出自己的那种门票，他的是紫色品质，人数3至5人，看来不同品质的门票，人数上限跟下限也不一样啊，也不知道有没有单人的门票。陈平收起门票，默默想到。发完信息后，刘全看着手中的鱼竿，默默地回忆起来，如果不是恩人把鱼竿给他，他可能早就饿死了。不像现在等级8级，还在海兽入侵中杀死了一只3级 BOSS， 获得了个 BOSS 宝箱，开出了稀有职业。自从拿到恩人的鱼竿后，他就开始人品大爆发了，每天10次，没一次掉过海兽，而且每天还保底一个白银宝箱，让他越来越加强大。人品来了，挡都挡不住，海岛都遇到几个，而且都是只有一些低级怪物的海岛，但偏偏岛上竟然有着黄金宝箱的存在。这次的海兽入侵，他还进榜了，虽然是最低级的，但也很厉害了不是？这些天，刘全一直想着报答恩人，但偏偏恩人把交易申请啊、私聊啊之类的通通关掉了，这下有些无奈了。刘全时不时的会发送一条私聊，但都是对方未开启，这次好不容易成功了，他立马开始发信息，还把新开出来的岛屿副本门票发了过去。第43章海岛副本。陈平看了看后，直接回复道：海岛副本，你想邀请我一起？刘全，没错，恩人。陈平，行，你准备好后就邀请我吧。刘全，恩人，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你呢？陈平，那等一下，我准备一下，好了叫你。关掉私聊页面，陈平把艾莱伊他们叫了过来，然后跟他们说明一下。陈平，我等下要出去一下，你们3个在家里等着，别乱跑，知道吗？艾莱伊他们点了点头，然后就跑去玩了。陈平欣慰地笑了笑，然后直接向仓库区走去。因为陈平把绝大部分物品都放入100个仓库之中了，所以现在空间背包才7件物品，空了33个格子出来。对了，这3个血脉进化石也不知道对艾莱伊他们3个有没有用。陈平直接拿了出来，然后向他们走去。陈平，艾莱伊，下来看看，这东西对你们有用吗？正在玩闹的艾莱伊闻言，便从苹果树上飞了下去，然后看向陈平手中的血脉进化石。艾莱伊拿起一个感受了一下，然后惊喜地向陈平说道：艾莱伊，陈平哥哥，这东西对我们有用，可以提升一下我们的血脉。陈平闻言问道：艾莱伊，你们不都是自然精灵吗？怎么还有血脉浓度的问题啊？艾莱伊眨了眨眼，然后回道：这个我也不清楚爷，但是对这个血脉进化石的感应没错。陈平，这样啊，那你们3人1人1个吧。听到有自己的份，莉西亚立马拉着伊莫尔飞了下来，然后一脸萌萌地看着陈平。陈平好笑地捏了捏他的小脸蛋，然后把血脉进化石分给他们。莉西亚看了看手中的血脉进化石，很大个，比他的手还大。啊呜！莉西亚直接一口咬了下去，看起来很坚硬的血脉进化石直接被咬掉了一半，然后下一秒全部都被吃下去了。看到艾莱伊跟伊莫尔也是把血脉进化石吃了后，陈平便把他们都抱到床上了。谁能想到，刚把血脉进化石吞下没几秒，他们3个就都倒下了，吓了陈平一大跳。给他们盖好被子后，陈平便联系刘全，让他邀请。而一直盯着私聊页面的刘全义收到陈平的信息，立马就把邀请发了过去。看到发过来的邀请，陈平直接点击确定。至于还在沉睡的艾莱伊他们，陈平并不担心，现在还在新手期，其他求生者遇不到，而海兽上限才20级，他的木筏因为装备上黑珍珠，30级以下的海兽是发现不了的，所以他才放心的出发。其实陈平是可以把他们收入契约空间里的，但艾莱伊他们进去过一次，然后觉得很闷，虽然里面的能量浓度很高，但对他们来说有点安静过头了，他们很不喜欢，所以陈平就没想过把他们收入契约空间之中了。看着突然出现在身前的传送门，陈平直接走了进去，穿过传送门就出现在海滩上了。
就在陈平打量着眼前的海岛时，一道声音从旁边响了起来：“刘全，哇，恩人，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1.9米的壮汉刘全看着眼前的差不多1.75米左右的陈平，挠了挠头，心想：等下要保护好恩人了，毕竟恩人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陈平看着刘全，又高又壮，初始体质跟力量肯定不低吧？陈平，刘全你好啊，还有不用叫我恩人，听起来蛮尴尬的，叫我陈平就行了。刘全，行吧，陈平，那我们现在开始吧。陈平闻言点了点头，两人一起向不远处的光门走去，那里应该就是副本的入口了。途中，陈平打开人物面板看了一下，发现称号的效果已经触发了，他的属性直接翻倍，这还不嘎嘎乱杀呀？很快，两人就来到光门下了。副本：野蛮人营地，人数限制1至3，推荐等级3至10，通过条件：杀死野蛮人首领，钢斧。副本特殊物品无。看完光门上的副本信息后，两人便走了进去。穿过光门，周围的景色并没发生什么变化，就是多了条开辟出来的道路，看来是通向野蛮人营地的道路了吧。两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刘全拿出一把双刃巨剑，然后向陈平说道：“刘全，陈平，我进站，走前面，你在后面掩护我吧。”陈平闻言，惊讶地看了刘全一眼，他难道不怕我在背后偷袭吗？要知道，背刺是最可怕的，防不胜防啊。陈平直接拿出幻变狼牙棒形态，然后笑道：“巧了，我也是玩近战的。”刘全看了眼陈平手中的狼牙棒，比他的双刃巨剑还大，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品质的武器了，看起来不咋样啊。刘全，那行吧，一起冲了。陈平，行了，走吧，在门口傻站着，野蛮人也不会跑过来。说完，陈平扛着狼牙棒就顺着道路前进了。刘全一看，连忙跟了上去。走啊走啊走啊，很快的，两人就遇到野蛮人了。看着眼前正在巡逻的野蛮人，陈平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野蛮人，平均身高2米左右，手里拿着巨大的木棒，身上的衣服看起来是皮毛之类制作而成的。名称：野蛮人，种族：蛮人族，等级5，体质23，力量27，敏捷14，精神8，天赋皮糙肉厚，大力，技能重击，呐喊。陈平摸了摸下巴，5级的野蛮人的属性就差不多跟上9级的哥布林队长的属性了，而这还只是普通的野蛮人而已。刘全看完属性后，拿着巨剑笑道：“哎呦，竟然跟我的主属性对冲了呢！陈平你看好，看我怎么嘎嘎乱杀！”哈哈哈！看着冲过去的刘全，陈平耸了耸肩，然后慢悠悠地跟了上去。陈平并不怕刘全打不过，虽然不能鉴定求生者，但刘全的体质跟力量属性应该都不低，应该在30至50点之间，再加上装备，有可能上百也说不定呢。第44章野蛮人营地。冲过去的刘全一下子就吸引到野蛮人的注意了，毕竟这么大张旗鼓的出现，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见。看到自己被发现了，刘全也无所谓，毕竟这眼前的3名野蛮人并不是他的对手，自己除了身高比他们矮了一点外，其他的都比他们高。看着冲过来的野蛮人，刘全速度一点都不减，双手紧握大剑手柄，然后接近2米距离的时候，一个挥砍就挥了过去。3名刚举起木棒的野蛮人瞬间被腰斩，砰砰砰！看着死去的野蛮人，刘全脸色有点发青，毕竟野蛮人跟人类很相像，就是相对比较强壮一些而已。系统获得600点经验值。系统的提示声瞬间吸引了刘全的注意力。陈平也收到系统的提示了，但因为他没参战，所以获得的经验值为0。看着啥也没包的野蛮人，看来副本里的怪物是直接给经验值的了，而不是掉落经验珠。陈平，走吧，继续前进。被系统这么一搞，刘全瞬间就不怎么难受了，反而双眼发亮起来了。接下来的路程上，野蛮人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一路上的野蛮人，陈平基本没出过手，都交给刘全搞定，毕竟这点经验他还不看在眼里。一路下来，斩杀的野蛮人没有50也有30多了吧，但除了经验外，啥也没用。刘全，哇，这经验挺丰富的嘛，我都快要升级了。就是这么多的野蛮人，竟然连个物品都没有掉落，也太坑了点吧。陈平双手插兜，跟在刘全身后，听到他的话，想了想后说道：“陈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野蛮人是不掉物品的了，但野蛮人给的经验并不少，物品可能要开宝箱吧？这个副本的名字不是叫野蛮人营地吗？可能宝箱在营地之中吧。”刘全放慢了脚步，等跟陈平齐平后，才问道：“刘全，有可能就是不知道营地还有多远？”刘全看着陈平，他这时候才发现陈平身上穿的衣服好像不是装备，而是现代化衣物。刘全，陈平，你这衣服是开宝箱开出来的吗？陈平闻言看了看身上的衣服，然后笑道：“
开出了图纸，可以制造出衣服来。怎么，你也想要？陈平看着刘全身上的装备，的确很难看，毕竟颜色、款式都是不匹配的。刘全拍了拍胸甲，无奈道：“肯定想要啊！我现在除了麻衣外就没别的衣物了，现在身上的装备穿着可一点都不舒服。”刘全，陈平，你这衣服能做2套给我吗？我可以买。陈平笑道：“行，不过你要准备材料，我身上的材料都用完了。”刘全闻言，立马高兴的点了点头：“没问题，应该的。”就在刘全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营地出现在他们眼中。刘全，哇，这个营地好像有点大啊！看着眼前这个高5、6米的幕墙，陈平点了点头，的确很大，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只野蛮人呢。宝箱会不会有呢？刘全，陈平，你看门口边的野蛮人变化好大呀，竟然装备上铠甲了，而且武器也从木棒变成铁质武器了。陈平闻言说道：“看看属性吧。名称：精英野蛮人，种族：蛮人族，等级10，体质53，力量58，敏捷23，精神12，天赋：皮糙肉厚，大力强壮，技能：重击、跳跃打击、狂暴、呐喊、身经百战。”陈平看完属性，挑了挑眉，然后向刘全说道：“陈平，这属性很屌哦，比之前的野蛮人足翻了1倍呢，你打得过不？”刘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说完，刘全就直接冲了过去，速度很快。陈平看他身上环绕的气流，看来应该是加速度的技能。虽然刘全使用了技能后速度爆表，但陈平很是轻松的跟了上去。没办法，属性差距太大，技能再怎么吊炸天，还得看底子。使用了技能的刘全快速的接近营地门口，在精英野蛮人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斩杀了1名。另一位精英野蛮人反应过来后，瞬间怒吼了一声，举起手中的斧子，瞬间跳跃而起，向刘全劈了下去。刘全见状，瞬间躲开攻击，然后挥舞巨剑就砍了下来，可惜被精英野蛮人挡住了。身为身经百战的精英野蛮人，就算属性上比刘全低，但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还是能缠斗一会儿的。陈平见状，直接放慢了速度。求生者都是从和平时代过来了，除了少部分军人、雇佣兵、杀人之类的存在，其他大多数人基本上就没什么跟人战斗的经验。虽然经过了海兽入侵，很多人都得到了成长，但海兽跟人的战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看着打得有来有回，刘全跟精英野蛮人，陈平直接停下来吃瓜。这一打就打了10几分钟，刘全靠着高属性的优势能快速的反应过来，而精英野蛮人则靠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往往能提前预知到攻击方向，然后提前格挡下来。看着越打越兴奋的刘全，陈平耸了耸肩，然后直接冲入营地内，因为他们的战斗已经吸引到营地内的野蛮人了。陈平直接站在门口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挡住了所有过来查看的野蛮人。最终在打了半个小时后，精英野蛮人最终还是先行倒下了，属性上的差距让他的体力耐力消耗的速度翻倍，但凡刘全有一丁点战斗经验，他都不可能坚持这么久。随着精英野蛮人倒下，刘全也放松了一下下，然后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这次的战斗让他收获丰富，等他完全吸收了这次的经验后，他的实力肯定会大幅度提升的。对了，陈平呢？因为太过于投入，反应过来的刘全就立马找起来了。砰！巨大的声音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全立马看了过去，然后瞬间张大了嘴巴，都能塞下3个水煮蛋了。看着又被秒杀的野蛮人，陈平面无表情的打了个哈欠。怎么说呢？属性上巨大的差距不是1点2点战斗经验能弥补的，一力降十会，啥技巧，在绝对的力量下都没有。第45章野蛮人首领钢斧。刘全倒吸了口凉气，陈平周围整整倒下了10几名精英野蛮人，这也太厉害了点吧。看到刘全过来后，陈平直接喊道：“走了，该进去打 BOSS 了。”说完就直接往里走去，毕竟现在已经没作死冲出来的精英野蛮人了。精英野蛮人的经验给的还挺高的，一名精英野蛮人就提供1000点经验值，比经验猪大都高了1倍。1000点经验值对陈平来说，因为经验共享的缘故还要胜于4，所以每位精英野蛮人都10004等于4000点经验值，而16名精英野蛮人提供了64000的经验值，直接升了3级。随着两人越来越深入营地，野蛮人也越来越多，也还好野蛮人是一队一队来的。看着又一队野蛮人过来，陈平回头看向被3名精英野蛮人围攻的刘全，行吧，还是他来解决了。一队野蛮人大概5至10名，大概每10分钟出现一队，而每一队陈平都会留1至2名精英野蛮人给刘全。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来了4波了，经验收获丰富啊。把第5波全部砸死后，陈平就回身看向刘全，发现围攻他的精英野蛮人已经从3位变成2位了。等了10分钟左右，刘全终于把剩下的2名精英野蛮人给杀了。
抹掉额头上的汗水，刘全看着一脸轻松的陈平，好奇地问道：“刘全，陈平，你这也太强了点吧？”我都14级了，但也没你这么变态啊。精英野蛮人对现在的刘全来说，一名的话几分钟就能拿下，但对陈平来说一棒子的事。我都20多级了，难道还要像你一样打个半天？那样也太对不起我的等级了吧？陈平一脸平静地说道。20多级？哇塞，陈平你也太厉害了吧！你的海兽入侵的名次肯定很高，跟我说说呗，在第几名？刘全一脸好奇地问来问去，陈平理都没理他，而是快速地前进着。这一路下来，打了10几波精英野蛮人小队，每队留下2名后，其他的都被陈平给杀了。所以很快的，两人就来到营地中心了。看着前面的 BOSS， 刘全有些郁闷地说道：“不是吧，这就到 BOSS 了？这一路上我们连一个宝箱也没看见啊，不会是没宝箱吧？看，那不是宝箱吗？3个黄金宝箱呢。”陈平看着 BOSS 身后的那金闪闪的宝箱，刘全顺着陈平的视线看了过去，然后就看到 BOSS 身后的黄金宝箱了。刘全，哇塞，还真是黄金宝箱啊！那还等什么？上啊！看着嗷嗷嗷冲过去的刘全，陈平忍不住翻了翻白眼，他都不看看 BOSS 的属性的吗？名称：钢斧，首领，种族：蛮人族，等级：20，体质100+37，力量95+52，敏捷61+24，精神34+13，天赋：皮糙肉厚，巨力，血狼血脉，攻击吸血，技能：重击，跳跃斩击，呐喊，狂暴，首领加持，领袖光环，血狼变身，疯狂爪击，撕咬。咦，这 BOSS 竟然还有装备加成！噗噗，刘全要倒霉喽！看完 BOSS 的属性后，再看向冲向 BOSS 的刘全，陈平笑呵呵地说道。果然不出所料，嗷嗷嗷冲过去的刘全直接倒飞了回来，然后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可嗨嗨，什么鬼？力量这么大！刘全看 BOSS， 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陈平翻了翻白眼，然后说道：“你不会看看 BOSS 的属性吗？”闻言，刘全这次反应过来：“对啊，我看看啊！我操，这等级，这属性，他妈的都比我高这么多！”看着一脸震惊的刘全，陈平笑道：“行了 ，BOSS 交给我，你去应付 BOSS 身边的小弟就行了。”刘全点了点头，然后看向 BOSS 身旁的小弟，一共4名精英野蛮人队长，鉴定一下，还好，属性比精英野蛮人高了一些，但还能应付。就在这时，只见钢斧一声怒吼，一道光芒从他脚下散开，直接蔓延到周围的精英野蛮人队长身上。刘全看着精英野蛮人队长身上的微光，心中瞬间浮现了不好的预感，再次查看属性。我操，属性怎么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看着增加了20%属性的精英野蛮人队长，刘全脸色难看的喊道。陈平也看了一下，然后说道：“应该是那个领袖光环吧？你看，他们的属性面板下多了个光环的标志。”刘全看了一下，的确有个光环标志。操蛋了，这下不好搞了。陈平，怎么样？能不能行？那必须的，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刘全一边拍着胸口，一边说道：“那些一起上吧，我直接冲向 BOSS，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说完，陈平瞬间冲了过去，然后一脚直接把 BOSS 踢飞了出去，然后跟了上去，留下4位野蛮人队长外加刘全1名。不过因为 BOSS 钢斧被踢飞了出去，他身上的领袖光环是以他为中心的，所以4位精英野蛮人队长的光环也没了。刘全一看，眉头一喜，然后嗷嗷嗷的冲了上去，双手巨剑顺势砍了过去，可惜被格挡住了。这一路下来，刘全的等级从一开始的8级到现在的14级，他现在的属性力量已经破100了。他的职业是稀有职业狂暴大剑士，属性的成长以体质跟力量为主，每升1级，体质跟力量都会增加3点，敏捷跟精神增加1点，还有3点自由属性。他是主点力量的，所以现在的力量加上装备的加成已经破100了，对这些精英野蛮人队长足够了。虽然这些精英野蛮人队长力量跟体质也不低，但他完全能应付的了。4野蛮人1人很快的就扭打在一起了。面对4位野蛮人的进攻，刘全虽然有些狼狈，但至少不像一开始的那样，明明属性比他们高上不少，但还是被压制的惨兮兮的。第46章通关上，被陈平一脚直接把 BOSS 钢斧踢飞了上百米远，然后重重的砸在墙上。看着正在挣扎的从墙面上下来的 BOSS， 陈平扭了扭头，然后拖着幻变狼牙棒慢悠悠的向 BOSS 走去。这么说呢，陈平现在的属性太高了，本来的暴涨的属性都没适应下来，更别说在海岛上因为称号的缘故，属性直接翻倍了。所以一路上陈平都在拼命的适应着，可惜属性实在是太高了，完全适应不下来。看着挣扎的 BOSS 钢斧，陈平表示不适应了，
还是回到木筏恢复了本来的属性后再适应下来吧。好，一脚，只不过一脚就把他踢成重伤。钢斧看着正慢悠悠走过来的陈平，一脸的惊恐。血狼变身！啊呀！剧烈的痛苦传遍全身，哀嚎声不断的从口中喊出，心脏开始不断跳动，速度越来越快，血液开始沸腾，全身骨骼开始变化，血红色的毛发开始快速生长。啊呀！嗷嗷！最后一只浑身血红色皮毛的狼人出现在原地，手中好握着血红色的战斧。陈平看着 BOSS 钢斧从一个高大的野蛮人 BOSS 变成一只血色狼人，变身过程只不过短短的10几秒而已。其实陈平完全可以在 BOSS 变身时打断他，但不至于 BOSS 怎么变身，属性也不可能超过他。果然，陈平看了一下变身后 BOSS 的属性，很不错，全属性提升了 20%。对正常的求生者来说，打了半天的 BOSS， 一个变身直接恢复所有状态不说，实力还大幅度提升，那得多绝望啊！陈平感叹的想到，然后一棒子把冲过来的血狼 BOSS 直接抽飞。啊呜，无语啊，都变成狼人了，难道还感应不出来我们双方的实力差距吗？鼻子留着干啥用的？看着被抽飞的狼人 BOSS， 陈平无语道。回头看了一下刘全，发现他们正打得有来有回后，便不去注意了。哎呦，不错嘛，这恢复速度够可以的吗？陈平一回头就看到血狼 BOSS 已经站起身来了，笑道。这恢复力瞬间让陈平有了点想法，他把幻变从狼牙棒形态变成青木弓形态，然后开始练习射击。青木剑瞬间命中血狼 BOSS 的一条手臂，然后条手臂在陈平愕然的目光下直接粉碎掉。卧槽！陈平有些无奈，属性上的巨大差异让他的普通攻击对 BOSS 来说变成了致命攻击，尤其是弓类型的武器，完全是100%发挥出属性的优势啊！就像一开始他一脚就把野蛮人状态的钢斧踢成残血，逼得他变成血狼 BOSS， 还有刚才一棒就让血狼 BOSS 飞了出去，还有现在的青木剑的伤害。陈平等了一下，发现那手臂并没有被再生出来。哎，看来 BOSS 的恢复对断臂之类的伤势没用啊。想了想后，陈平又射出2箭。怎么说呢？在属性的加持下，就算他以前从来没玩过弓箭，但现在还是渐渐命中目标。一箭爆头，一箭命中胸口，2箭直接让血狼 BOSS 轰然倒下。BOSS 死去后，给陈平提供了1万点经验，剩余4后就是4万经验值了，让陈平又升了1级。现在他已经24级了。稀奇的是 BOSS 竟然掉装备了。刚捡起 BOSS 掉落的斧子，陈平正打算查看一下属性，就听到求救声了。卧槽！陈平，恩人啊，救命啊！刘全看着突然狂暴起来的精英野蛮人队长，一脸窝草。本来打得有来有回，他还逐渐压制他们，然后趁机杀了一个，接着再杀了一个。杀了2个后，已经有些乏力的他，正准备一边打一边恢复体力时，对面突然仰天长啸，然后双眼变得通红。一开始刘全是不在意，应该一开始打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叫过，好像是狂暴技能，效果好像就是增加力量之类的，增幅并不高。但等刘全再次格挡住他们的攻击时，直接让他爆粗口起来。卧槽，什么鬼？力量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刘全直接被震退了几步，然后一脸惊讶地看着双目通红的精英野蛮人队长。看了一下属性，刘全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力量跟敏捷增加了 50%， 怪不得力量突然暴涨了这多。看着冲过来的精英野蛮人队长，刘全瞬间转头就跑。开玩笑，他们现在的力量都比他高上不说，还是2个人，沙比才跟他们硬碰硬啊。还有敏捷差不多，所以速度方面双方都差不多。一位精英野蛮人队长直接使用跳跃斩击跳到刘全前方，给他来了个双面夹击。卧槽，要死要死要死！刘全一边喊道，一边心痛的使用吊滑铲道具卡。名称：滑铲，类别：一次性道具，品质：紫色，效果：滑铲，使用后向任意方向滑去，滑行过程无敌，延续时间5秒。刘全立马向陈平的方向滑去，短短5秒钟让他滑了30多米的距离，完全远离，避开了精英野蛮人队长的夹击。滑铲一过，刘全立马大喊大叫起来：哦，救命啊，恩人！陈平疑惑地看着向他冲来的刘全，啥回事？刚才不是打的有来有回的吗？怎么变成2个后反而打不过了？难道刘全的职业是敌人越多越厉害的职业吗？看到陈平后，刘全喊得更大声，速度都隐隐快了几分。陈平，救命啊！看着喘大气的刘全，陈平不解地问道：不是，你刚才打4个的时候不是打得有来有回的吗？这么变成2个后反而不行了呀？刘全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然后苦笑道：啊，我也不清楚啊，本来我是能压着他们打的，但刚才他们2个突然仰天长啸的一声，然后力量跟敏捷属性就增加了 50%， 我就打不过了。刚刚
陈平看了一下手中的斧子，难道 BOSS 的死亡让他们超级狂暴了？看着双目通红的冲过来的精英野蛮人队长，这个可能性很大哦。这么说，是他坑了刘全一把喽。第47章通关下。看着无脑冲过来的精英野蛮人队长，陈平直接拉出2剑，然后射了过去。嗖嗖，2剑直接爆头，瞬间收割掉他们的生命。哇塞，陈平你果然厉害，一下就搞定了。刘全惊叹地说道。陈平，走吧，看看那3个黄金宝箱去。2人快速地回到中心，来到宝箱前面，看着眼前的黄金宝箱，刘全疑惑恶说道：咦，怎么2个在发光，一个没发光啊？陈平想了想后说道：可能跟进入副本的人数有关吧。这里一共3个黄金宝箱，而人数限制1至3人，不可能有这妖巧的事，所以宝箱可能是1人1个的吧。看着眼前的黄金宝箱，陈平直接选择中间的宝箱，然后打开。打开宝箱，获得基础物资礼包1、大金验珠、小石、重击1、图纸1、随机一次性道具1。刘全看陈平已经打开宝箱后，也迫不及待地打开宝箱。哇塞，好东西啊！陈平看了过去，只见刘全手中突然出现一把血红色巨剑，不断挥舞着，看来很喜欢的样子。系统：恭喜求生者打通野蛮人营地，获得通关宝箱1、大金验珠、小石。系统：野蛮人营地已通过，1分钟后将把各位求生者转送回各自的木筏之中。听到系统的提示，陈平打开空间背包，果然多了一个通关宝箱，大金验珠也多了10枚。刘全这时走了过来，然后拿出了1枚金币，说道：陈平，不，恩人，当初多亏了你的鱼竿，让我能顺利的生存下来。本来我还想把一些装备之类的给你，但我想你应该是不需要的了，毕竟连 BOSS 都随便打。想了想，只有这个勉强能看得上眼了，希望恩人别嫌弃啊。陈平看了他几眼，然后接过金币后说道：行，我收下了，就当抵消救命之恩了。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道光芒闪过，他们2人直接被传送出副本了。看着眼前熟悉的环节，啊，回来了。摇了摇头，陈平直接向别墅走去，外面没看艾莱伊他们，应该还没醒来吧。来到2楼，果然他们3个还好好的躺在床上。陈平走了过去，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异常，盖好被莉西亚踢飞的被子后就下楼了。下楼后，陈平就开始查看这次的收获了。首先是钢斧 BOSS 掉落的斧子，名称：撕裂者之斧，类别：武器，品质：金色，效果：体质加10，力量加10，效果：撕裂，造成的伤口将不断流血，维持10分钟。这把斧子还挺大的，对野蛮人来说是单手斧，但对陈平来说完全可以当成双手斧来用。基础物资礼包，使用后获得100木板、100铁块、100青铜块，直接用了。大金验珠小，使用后获得1000点经验值。名称：重击，类别：技能，品质：蓝色，效果：对目标造成力量性伤害，力量临时加持 20%。修炼房图纸，使用后学会建造修炼房。随机一次性道具，使用后获得随机1件一次性道具。这东西陈平还是第一次见了，直接使用。一次性聚宝盆，使用后召唤出一个聚宝盆，聚宝盆装满后会获得1件未知物品，这就挺稀奇了。陈平直接使用，瞬间一个金光闪闪的聚宝盆出现在地上。好家伙，够华丽的，够大个。看着跟大水缸那么大的聚宝盆，陈平直接放在仓库区中，现在盆里空荡荡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聚财。副本宝箱的物品看完了，现在来开通关宝箱，看看都有啥吧。打开宝箱，获得大金验珠、小石、能量10石、自由属性点5，还行。最后就剩刘全给他的金币了。名称：好运金币，类别：特殊道具，品质：无品质，效果：好运，触发概率 1%， 效果：鸿运当头，触发概率 0.1%。这东西看起来很不错啊，虽然触发概率很低，但放背包就能生效的道具并不多见啊，都很少稀有。东西都看完了，陈平开始整理一下仓库，他要把一些对他没用的物品卖掉，现在有了交易市场，方便许多，都不用他去聊天频道喊了。很快的，他就整理出一些没用的物品的，分别为铁板皮鞋1、法师职业证书1、战士转职证书1、龟苓膏1、强壮1、重击1。整理出来后，陈平就打开交易市场，然后开始查看一下其他人的价格。查看了几个小时后，陈平才开始上架。铁板皮鞋上架10铁块，法师职业证书上架100铁块起步，1000铁块一口价。战士转职证书，这是特殊强化过的职业，价格不好估算。最后陈平想了想后，战士转职证书上架价高者得。龟苓膏上架20铁块，强壮技能书上架50铁块，重击技能书上架100铁块起步，500铁块一口。
OK， 全都上架了。其实也可以交换同等价值的物品，比如龟苓膏，食用后体质+2，是能拿其他+2属性的食物来换的。但对陈平来说都没有，他都看过来，其他人手中的物品是无法触发强化效果的，好像只有他自己获得物品才会出现强化次数。所以对陈平来讲，最好的物品还是基础材料之类的东西。滴滴滴，一道私聊响了起来，陈平打开一看，刘全，陈平哥，求衣服啊！陈平，没材料。陈平刚发信息过去，瞬间一个交易提示就出现在他页面上，点击交易。刘全直接把亚麻布放了上，10个亚麻布也不知道能做多少套衣服。很快交易完成，拿到亚麻布，陈平就直接制造出了5套现代化衣服了，留下2套当做费用后，剩下3套交易了过去。收到衣服后，刘全那个开心啊，麻衣都穿了这么多天了，虽然他每天都有洗，但跟海兽战斗经常染血之类的，已经又臭又脏了，所以他现在迫不及待地脱掉麻衣，然后打通海水开始洗澡，洗完后用淡水清洁一下后穿上衣服，哇，舒服多了。第48章升级喽，基本都搞定后，陈平准备升级了，毕竟现在有了经验共享，他获得经验都会胜于4，也不知道他现在的经验珠能让他升多少级呢。陈平把经验珠都拿了出来，一共是经验珠小1529，经验珠中125，经验珠大123，大经验珠小30，这么多的经验珠升10几级应该没问题吧。陈平喃喃道后便开始使用经验珠。1529100等于1529004等于611400点经验，125,200等于25,004等于10万点经验，123,500等于615004等于246000点经验，30,010,000等于30,004等于12万点经验，最后总计为611400加10万加246000加12万等于1077400点经验。100万点经验吃下去，陈平直接飙升到33级，打开人物面板，名称陈平，种族人类，等级333140040000，职业自由支配者唯一，体质162加20加5加3加10加20加10 230，力量155加20加1加1加10加20 207，敏捷156加20加5加10加10加5加10 216，精神156加20加3加10加20加10加50 269，自由属性点247，专属技能属性支配，元素属性转化，职业技能属性伤害，属性爆发，属性平衡，通用技能能耗减半，天赋无，称号开荒者。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还有247点自由属性点，他现在并不急着的使用，毕竟他还没完全适应这暴涨的属性。看着暴涨的属性，陈平默默的打开制造面板，然后点击查看修炼房的材料，名称修炼房，类别建筑，品质稀有金色，效果快速适应，能快速适应暴涨的实力，效果重力调整，可以自由调整1至10倍重力，所需材料100-100木板，100铁块，100-100青铜块，0一重力石，多了个陈平不认识的物品，重力石应该是重力调整要的吧，看看交易市场有没有吧。陈平看完后直接再次打开交易市场，还好交易市场能搜索，在输入重力石后，整个交易页面瞬间干净了起来，只剩10几个买家。陈平全都看了一遍，然后把5个便宜的都买了下来，一共用135铁块，剩下的不是太贵就是要的物品他没有。拿到重力石后，陈平就直接把修炼房制造出来了，然后打开木筏面板，开始安置修炼房。看了一下修炼房的占地面积100平方米，够大的。还好陈平的木筏已经升到9级了，面积也扩张到900平方米，被别墅占了500平方米，还剩400平方米，完全够用了。安置好后，陈平就迫不及待的过去了。修炼房里面啥也没有，陈平进去打量了一下，然后点开修炼房页面，首先入眼的就是能量调为0。陈平看了一下，然后忍不住爆粗口来，卧槽，一个能量石才1天，而且还是1倍重力的价格，2倍重力要2块，我去，看来是个吃能量石的大头啊。哎，先试一下效果如何吧。陈平拿出一个能量石放进来，然后啪，毫无预兆的，陈平直接被突如其来的重力压得趴在地面上。卧槽，这也太突然了点吧。适应了一下后，陈平才艰难地撑起双手，从趴着变成蹲着。呼呼，滴答滴答滴答，汗水不断地从陈平身上滴落，只不过是1倍重力而已啊。看着不断在颤抖的身躯，陈平无奈地说道，看来只能慢慢适应了，动一下都很困难呢。先要训练，看来要先完成在1倍重力下能走动起来才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平已经从一开始的蹲坐着，变成现在勉强站起身来，然后等适应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缓慢走动起来了。又过了1个多小时，本来龟爬的陈平现在已经能正常的走动了，但还不是跑步，而且就算是正常的行走，体力消耗也很快。没看到陈平现在都一身大汗了吗？衣服都是汗水。呼，就到此为止吧，明天再继续。陈平向门口走去，这个修炼房还有个比较坑的地方，就是启动后，除非里面没人，不然修炼房的重力是不会消失的。出了修炼房后，陈平瞬间就感到轻松自如，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酸痛了。洗好澡的陈平躺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的就睡觉了。没办法，太累了，他打个副本都没在修炼房中修炼来的累，这一睡就直接睡到天明了。等陈平睁开眼的时候，活动了一下，发现除了还有点酸痛外，已经没啥大碍了。陈平的醒来也惊动了正在厨房中忙碌的3人。哇，陈平哥哥，你终于醒来，莉西亚都快要饿死了。大大大，莉西亚第一个发现陈平醒来了，然后快速冲了过来。莉西亚的动静也把艾莱伊跟伊莫吸引了出来，然后就看到已经站起来了陈平了，便都跑了过去。看着直接扑过来的莉西亚，陈平下意识的直接接住，然后抱了起来。看着过来的艾莱伊跟伊莫，陈平笑道：“你们什么时候醒来的呀？”艾莱伊：“陈平哥哥，我们早上起来的。”陈平：“怎么样，身体没什么不适吧？用的话要说出来哦。”艾莱伊摇了摇头，刚想要回话，就被莉西亚打断了。莉西亚堵着小嘴巴说道：“呜呜，有不适。莉西亚现在肚子很饿，要吃饭。再不吃饭，莉西亚就要被饿死了。”说。听到莉西亚的话，陈平罢了一下，然后笑道：“哎，好，我这就给你做去。呵呵，都忘了你们还在长身体了。好了，莉西亚你下来，乖乖坐好，哥哥去给你做饭去。”看着3人都乖乖坐在沙发上后，陈平便向仓库区走去，拿了点食材后便向厨房走去了。第49章游池。陈平很快的就把早餐做好了，也不算早餐了，现在差不多中午了，所以应该是午餐了。吃饱喝足，陈平就直接出门，准备今天的吊宝箱。正鼓着脸颊大口吃着午饭的莉西亚看着走出的陈平，眨了眨眼，突然想到了什么，瞬间快速的解决完剩下的食物，然后跳下椅子，哒哒哒的追了上去。过了一会儿，又哒哒哒的跑了回来，然后跑进厨房，出来后又哒哒哒的跑出去了。艾莱伊跟伊莫尔看了眼匆匆忙忙的莉西亚，然后继续不紧不慢的吃着午餐，毕竟他们对开宝箱没他那么狂热。陈平已经来到木筏边了，拿出黄金鱼竿，嗖的一声，咚，鱼漂就落到海面上了。等了一会儿，鱼漂还没有动静，身后就传来哒哒哒的跑步声了，叮咚叮咚的响声。侧身一看，果然是莉西亚，光着脚丫子，怀中还抱着2瓶鸡尾酒的莉西亚屁咧屁咧的跑了过来，然后抬头看向陈平，笑嘻嘻的说道：“莉西亚，陈平哥哥，帮莉西亚开瓶盖子打。”看着被莉西亚举到头上的苹果味鸡尾酒，陈平笑着接过手，然后2下就把盖子打开了。莉西亚，给拿好了哦。陈平递1瓶过去，然后笑道。莉西亚接过鸡尾酒，刚想喝口，就看到鱼飘动了，瞬间激动的喊道：“陈平哥哥，鱼飘动了，快拉起来，宝箱哦！”陈平一看，果然鱼漂已经沉入海里了，稍微有力一提，瞬间一个青铜宝箱泼水而出，落到木筏上。哇，宝箱！莉西亚开心的喊道。继续。接下来在莉西亚的欢笑中，10次垂钓竟然都钓起了宝箱，而且都是青铜宝箱，还行，直接合成2个黄金宝箱和1个白银宝箱。艾莱伊跟伊莫尔2人收拾完餐桌后出来，就看到莉西亚正抱着黄金宝箱傻笑着。双人对视了一眼，都宠溺的笑了笑，然后走了过去。看着走过来的艾莱伊跟伊莫尔，莉西亚兴奋的喊道：“姐姐，分宝箱喽！这个是艾莱伊姐姐的，这个是伊莫尔姐姐的，这个是我的。”看着把2个黄金宝箱分出去，自己抱着白银宝箱的莉西亚，陈平也不自觉的笑了笑。果然呢，莉西亚看着眼前的白银宝箱，满意的点了点头，就一个，肯定比姐姐们的宝箱好，嘿嘿。莉西亚要最后再开宝箱，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先开吧。抱着白银宝箱的莉西亚笑嘻嘻的说道。艾莱伊揉了揉她的小脸蛋，然后才打开宝箱。打开宝箱，获得黄金米种子时，能量1020，五色珊瑚群1，黄金块2。伊莫尔也随之打开宝箱。打开宝箱，获得橘子树3，深海诱饵1，月溪长刀1，黄金块2。看着姐姐们都开完宝箱后，莉西亚兴奋地喊道：“看莉西亚开出个大东西来，哈哈！”打开宝箱，获得明火吊灯1，四方桌1，随机小礼包1，白银块2。哇，比伊莫尔姐姐还少，才5个东西，哼哼，不开心。莉西亚不满的喃喃道。陈平笑呵呵地揉了揉她的头发，然后坐下来招呼他们一起来查看物品属性。黄金米种子
紫色品质可以种植出黄金米，10日成熟。五色珊瑚群，金色品质可大范围净化水域，使水域充满灵气，可强化次数1。橘子树，蓝色品质，每3天结1至10个橘子。深海诱饵，紫色品质能吊起深海中的存在。名称：月溪长刀。类别：武器。品质：稀有，紫色。效果：敏捷加5，精神加10。效果：月影，夜晚时武器会隐藏起来，变成半透明。明火吊灯，蓝色品质，可照明，范围100米，舒适度加10。四方桌，蓝色品质，安置于家中，舒适度加20。随机小礼包，打开后随机获得未知小物品，可强化次数1。咦，竟然获得2件可强化物品，难得哦！直接打开强化页面，然后点击强化，瞬间白色光芒涌现，是普通强化。五色大珊瑚群，金色品质，可大范围净化水域，使水域充满灵气。陈平看了看，效果基本没变，就是这个五色珊瑚群变得更加大了。本来就是一个占地为20平方米的珊瑚群，现在变成50平方米的了。接着强化小礼包放入，强化，金色光芒涌现，哇塞！特殊黄金强化，黄金随机小礼包，打开后随机获得未知黄金小物品。看着本来白色的小礼包变成现在金色的小礼包，陈平直接递给一旁的莉西亚，然后笑道：“陈平，莉西亚，这是你开出来的，那就你来开吧。”莉西亚双眼发亮的接过小礼包，然后直接打开。打开黄金小礼包，获得道具：黄金零食盒子。黄金零食盒子，金色品质，盒子装满各种各样的零食，每天晚上12点重置。一个黄金色的盒子出现在莉西亚的手中，里面已经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零食了。哦，这盒子看起来不错嘛。陈平从中拿起一包薯片，打开一看，哇，满满的都是薯片。陈平拿起五色大珊瑚群、深海诱饵、月溪长刀，剩下了除了一些放入仓库里的材料，剩下的家具都交给艾莱伊他们去安置。来到外面，陈平打开木筏面板，然后开始设计起来。其实很简单，他在空出的木筏面板上凹出个50平方米的油池。凹好油池后，陈平就把五色大珊瑚群、血珊瑚都安置了下去。瞬间，一个50平方米的珊瑚群就出现在木筏上了。五色大珊瑚群一安置下来，就开始净化海水了。所有的珊瑚散发出淡淡的光芒，让整个油池五颜六色的。很好看吗？五颜六色的。陈平满意的说道。陈平又设计了一下，搞出一片10平方米1米深的地方，留给艾莱伊他们游玩。设计了10几分钟后，完美收工。第50章，海盗袭击。咦，陈平哥哥，你在干什么？莉西亚的声音传了过来。陈平看了过去，就看到拉着艾莱伊跟伊莫尔的莉西亚正向这边跑来。哇，好漂亮啊！三人一来到陈平的身旁，就被油池吸引住了目光。在阳光的照射下，底下的珊瑚群五颜六色的，显得格外耀眼。那，陈平哥哥，我们能下去玩吗？莉西亚双眼亮晶晶的看着陈平说道。陈平低头看着他们，笑道：“当然了，我可是专门给你们设计了一处比较浅的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游玩哦。”说完，陈平把带着他们走到1米深的地方，1米的深度很浅，他们站在木筏面板上都能看清水底下的木筏面板。陈平笑呵呵的看着他们玩水，但下一秒笑容就固定了下来。扑通，莉西亚直接跳了下去不说，还把艾莱伊跟伊莫也带了下去。哈哈，好玩！扑通扑通扑通，莉西亚一边拍打着水面，一边把水泼到艾莱伊跟伊莫身上。很快的，三人就打闹起来了。毕竟他们3个的年龄一样，哪怕平时艾莱伊再怎么表现的成熟可靠，但始终还是个孩子。看着打闹的三人，陈平微笑着看着。突然，一道系统提示声响起。系统叮咚，触发被诅咒的金币，1个小时后海盗来袭。陈平揉了揉耳朵，然后喃喃道：“海盗来袭。”打开背包，拿出被诅咒的金币，看着手中散发着红色光芒的金币，陈平挑了挑眉，也不知道海盗的属性如何。艾莱伊、伊莫、莉西亚，你们都上来，等下海盗就要来了，要做好准备了。陈平向还在油池游玩的艾莱伊他们喊道。看着从油池出来后湿哒哒的三人，陈平直接让他们进去换衣服，还有他们的精灵服已经晒干了。很快的，三人就换好衣服下来了。艾莱伊已经拿出了游龙弩弓，伊莫尔拿出法杖，莉西亚则是拖着巨大的苹果叉。没错，莉西亚把放在仓库中的苹果叉给拿了出来，而且看起来已经装备上去了。陈平已经33级了，所以属性共享也开启了。现在他们的属性跟陈平一样，除了装备的属性加持，所以他们3个现在的属性都是150打底的。就是有点可惜，艾莱伊他们要进行成年仪式后才能增加属性，不然的话他们3个就可以专精某个属性了。看着准备就绪的三人，陈平看了一下周围，
然后把油池给覆盖起来，把苹果树跟橘子树都用木筏板块围起来。OK， 完美搞定，现在就等海盗过来。看了一下时间，还有10几分钟。10几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系统提示再次响起。系统，海盗船即将出现，杀死船长能获得海盗船上的所有宝藏，前提是你能登上海盗船。系统提示声落下，一艘巨大的海盗船出现在木筏右边。船长发现一艘奇怪的船，在哪？毒牙海盗船船长走了过去，然后拿起船手递过来的望远镜，然后随着方向看了过去，的确有个小点，用望远镜开始查看。还真是艘奇怪的船，这船要怎么移动？毒牙船长一边看一边好奇的喃喃道：咦，我操，精灵！毒牙船长不可置信地看着正在四处张望的艾莱伊他们，3只未成年的小精灵，那得值多少钱啊？又看了几眼，确定是真的后，毒牙船长瞬间大喊道：转舵，向左边全速前进！很快，巨大的海盗船瞬间开始转动方向，然后快速地朝陈平的木筏冲去。毒牙船长还专门盯着木筏，一刻都不能离开视线。那是什么？莉西亚看着远处的小点，好像越来越大了呢。眨了眨眼后，莉西亚喊道：陈平哥哥，你快来看啊，那是什么？海兽吗？陈平闻言，开始的来到莉西亚身边，然后顺着方向望了过去，很快的就看到黑点了。是海兽吗？陈平哥哥，莉西亚疑惑的问道。陈平摇了摇头，说道：不是海兽，应该就是海盗船了。如果是海兽的话，肯定不会专门向这边来的，而且还没一次潜入海里。陈平，海盗就要来了，都要小心点，知道吗？木筏的移动基本随波而流，可想而知，速度慢得可怜。而海盗船就不一样了，在一群水手不要命摆动下，速度贼快。看着越来越靠近的海盗船，眯着眼看着，只要海盗的属性不咋样，那他就开始乱杀，最后把战斗的点放在海盗船中。水手，我操！船长，好大的船啊，竟然还有别墅！海盗船员，船长，你确定我们能打得过？这船都比我的船大得多了，人数肯定不少啊！副船长，都闭嘴！船大又怎么样？我们是海盗，应该是他们怕我们，你们怕个鬼啊！海盗船员啊，快到了！我操，好奇葩的船啊！他们就不怕遇到暴风雨之类的天气吗？海盗炮手，船长，要不要给他们来几炮？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射。毒牙船长，不用，我盯了很久，那船就4个，就1个人类跟3只未成年的小精灵，我可不想你一个不小心把小精灵给炸死了。等靠近后，都他妈的给我冲下去，抓住他们！这应该是个有钱人来游玩的船只。欢呼！我们马上就要发大财了！嘿嘿哈哈！众船员，哦！很快，毒牙海盗船就靠近木筏边了，然后早就准备好的海盗一一跳了下去。陈平跟艾莱伊他们默默地看着越来越近的海盗船，等距离差不多的时候，终于能看清海盗船的模样了。整艘海盗船主体颜色为墨绿色，船只很像加勒比海盗中的画风，海盗旗子上是蛇的骷髅头，尤其那2根毒牙很是明显。随着海盗船停靠下来，陈平跟艾莱伊他们立马防备起来。第51章海盗上。随着第一个海盗跳了下来，陈平立马查看属性：名称海盗船员，种族人类，等级15，体质78+14，力量74+14，敏捷63+3，精神41，天赋海战，技能恐吓、残暴打击、船上作战、敏捷身手。属性不咋地，跳下来的海盗船员一共16名，个个拿着一把海盗长刀，正一脸笑嘻嘻的向陈平他们走去。看完属性后，陈平松了口气，他并没有理会正走过来的海盗，而是看向海盗船，船上还有不少的人影，看上去至少还有20来个海盗在上面。目光从海盗船上移开，看向跳下来的海盗，打扮基本差不多，就是衣服的颜色有点区别罢了。看来海盗船长并没有下来呢。陈平直接向艾莱伊他们吩咐道：艾莱伊，这些跳下来的海盗就交给你们对付了，有没有信心？艾莱伊拿着游龙弩弓，精致的小脸上有少许的紧张。听到陈平哥哥的话，他深呼吸了一下，然后拿起弩弓对着海盗，然后小手指一勾，嗖的一声，一支弩箭瞬间命中一名海盗。被命中的海盗直接轰然倒下，死的不能再死。哦，艾莱伊这下双眼瞬间明亮了起来，一闪一闪的看着手中的游龙弩弓，然后向陈平重重的点了点头。艾莱伊，放心吧，陈平哥哥，我们能搞定的。莉西亚也开口说道：对哒对哒，莉西亚可以锤飞他们哦，哼哼，莉西亚现在的力气贼大哦。看着拿出苹果叉挥来挥去的莉西亚，陈平笑了笑，然后说道：那就交给你们了，我去处理海盗船上的海盗。拍了拍他们的小脑袋后，
陈平就向海盗船冲去了，速度很快，一下子就冲到海盗船下，然后麻溜的一跳一抓就上船了。属性的优势让那些已经跳下来的海盗根本反应不过来，他们只能看到一道残影快速的从身旁飞过。就在跳下来的海盗们犹豫要不要回去的时候，海盗船长的话传了过来：毒牙船长，你们都去给我把那3只小精灵抓起来，这个过来找死的人我会亲自处理。听到船长的喊话，这下海盗们就不再迟疑了，都嗷嗷嗷的冲向艾莱伊他们，然后嗖嗖嗖的几声，几支弩箭直接命中3人。卧槽！散开，快散开，散开，冲过去！看着四处散开的海盗，艾莱伊摆了一下下，但很快的又举起弩弓，然后瞄准发射。嗖嗖嗖！在属性巨大的差异下，艾莱伊的每一支弩箭都能命中，虽然命中要害很难，但在属性的碾压下，只要命中，基本那只海盗就直接倒下死去。看着越来越少的海盗，莉西亚不开心的嘟起了小嘴，然后喃喃道：好慢哦，他们怎么还不冲过来啊？莉西亚好无聊啊。最后16名海盗，只有7名冲了过来，恐惧的脸庞也随着越来越近而变得凶神恶煞起来。而随着海盗越发靠近，莉西亚的双眼也越发明亮起来，本来嘟着的小嘴现在也笑了起来了。看着越来越近的海盗，莉西亚拖着苹果叉就冲了过去。莉西亚要跟他们玩，艾莱伊姐姐你不要插手哦。看着满脸笑容的莉西亚，艾莱伊跟伊莫尔对视了一眼，都有些无奈，然后伊莫尔给他挂上了个治疗之心。陈平一爬上海盗船，瞬间就被海盗给包围住了。看着周围的海盗，他默默地数了一下下，发现数量还挺多，大概20多名。看了一下属性，跟跳下去的海盗差不多，不过有些技能不一样，比如海盗炮手，他们的技能就是瞄准、快速装弹之类的。就在陈平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包围的海盗圈让出了个口子，然后2名穿着打扮最为华丽的海盗走了进来。看到他们进来，陈平瞬间查看属性，至于他们在说啥，他完全没听进去。名称：毒牙船长，种族：人类，等级25，体质124+54，力量118+44，敏捷103+36，精神94+35，天赋毒液唾沫，身强体壮，感觉敏锐。技能：快速打击，毒液射击，海盗船光环，海盗船长光环，火枪射击，海战优势，野蛮残暴。技能有点多，不过属性比不上他。至于一旁的副船长，属性就差多了，最高的体质才100出头，属性上比毒牙船长高了50点以上，还是能完全碾压的。完全确定下来后，幻变瞬间出现在手中，形态为剑，然后快速的冲向毒牙船长。叮！毒牙船长下意识的举剑格挡，竟然挡住了。陈平瞬间感觉脸有点疼，毕竟在他的设想中应该能一招秒杀的，看来他的战斗经验是真的太少了点。卧槽！看着近在咫尺的铁剑，毒牙船长直接爆粗口：他奶奶的，偷袭！给我上！听到船长的话，所有船员瞬间一拥而上。看着退出去的毒牙船长，没办法，陈平直接先解决掉这些海盗船员了。手中的幻变从剑形态瞬间转变成狼牙棒形态，然后一个横扫，直接砸飞了几名海盗船员。挥动着狼牙棒，一名名海盗船员不断被扫飞出去。短短1分钟的时间，陈平周围就倒了一地的海盗了。啪啪啪！厉害，实在是厉害！我说小伙子，要不要加入我们？我让你当副船长，怎么样？毒牙船长鼓完掌后，拿出火枪对准陈平，笑嘻嘻地说道：我操！船长！本来就重伤倒地的副船长一听到毒牙船长的话，瞬间就被气死了。陈平疑惑地看着眼前的毒牙船长，他是看不清形势吗？要知道，现在站着的海盗就剩你一个了耶，为啥还能这么自信？就在陈平猜测毒牙船长是有什么底牌的时候，毒牙船长笑嘻嘻地介绍道：你知道我手中的是什么吗？没错，就是传说中的火枪，只要1枪就能送你上天堂。第52章海盗下。陈平有些目瞪口呆，看着毒牙船长手中的火枪，怎么说呢，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之外。在看毒牙船长属性的时候，他的技能中就有个火枪射击，所以对于毒牙船长有火枪，陈平是不意外的。他意外的是，毒牙船长好像把火枪看得太重了。虽然陈平没从那把火枪上感觉到危险感，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默默地把精神属性点都调到敏捷上，瞬间敏捷直接飙升到350多。敏捷的飙升让陈平有一瞬间感觉时间都慢了下来的错觉。轻轻一蹬，陈平瞬间就消失在原地了，再次出现已经来到毒牙船长身后几米开外了。敏捷暴涨太多，本来就没完全掌握的属性，现在就更不可能适应下来了。不过无所谓了，陈平直接向毒牙船长冲去，幻变铁剑形态，
直接举着身前。噗！毒牙船长的胸口直接被洞穿不说，还被带了几米远的距离，鲜血飙了一地。抽出幻变，陈平后退了几步，然后看着毒牙船长的反应。毒牙船长低头看向胸口上的鲜血不断狂冒的血洞，一脸的不可置信。什么鬼？完全没反应来。毒牙船长用手捂着血洞，然后艰难的转身看向陈平，刚想开口，噗！鲜血直接从口中吐了出来，然后直直的倒了下去。陈平收起幻变，看着倒下的毒牙船长，这死的有点了草啊。刚把属性点调整回去后，来到船边，看向木筏上，只见利西亚挥着跟他体型相差甚大的苹果叉，正砸着海盗呢。每砸一下，陈平都能收到木筏耐久度下降100点的系统提示。还好木筏上的海盗只剩下一个了，没过多久，最后的一个海盗也被砸死了。随着最后的海盗死去，系统的提示也响了起来。系统，海盗来袭结束，海盗船将在30分钟后分解。听到系统的提示，陈平开始寻找宝藏室，毕竟一开始系统就提示了，杀死船长后是会有宝箱的，而最有可能有宝箱的地方肯定是在宝藏室内。很快的，陈平就找到宝藏室了，就在船长室旁边，一脚踹开大门，可惜没踹开，又踹了几下后才把门踹开。砰！门重重的撞在墙壁上，发出巨大的响声。走进去后，一堆金闪闪的黄金出现在陈平的眼中，陈平的双眼感觉都变成人民币状了。抓了一把金币，刚想收入空间背包，可惜不行，瞬间兴奋的神情变成平淡起来。财宝中心的3个宝箱，陈平直接收了起来，获得海盗宝箱3。看了一下时间，还剩20分钟。陈平看了看地上的财宝，想了想后，还是打算搬到木筏上。虽然不能收入背包，但摆放起来也很好看，不是？拿起一个黄金盆子，陈平装起盆的财宝后，就快速的走了出去，来到船边，直接往木筏扔去。哇！陈平哥哥，你在干嘛？利西亚看着眼中各种各样的黄金洒下来，他不止一脸的疑惑，还到处躲来躲去，生怕被砸到。陈平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然后喊道：艾莱伊、伊莫、利西亚，你们都上来帮忙吧。他们疑惑的飞上海盗船，然后在陈平的带领下，开始把财宝往木筏搬运。在4人的努力下，宝藏室内的财宝逐渐减少，最终在还剩5分钟的时候搬运完了。回到木筏上，陈平看着满地的金银财宝，一脸的兴奋。没办法，谁叫他没见过世面呢？很快5分钟就过去了，系统提示再次响起。系统，海盗船开始分解。系统，获得木板1000，铁块500，青铜块500，麻布50，铁钉100，宝藏室1，随机海盗船宝珠1。随着系统声落下，海盗船在4人的眼前开始分解、消散，最后消失不见，连带着海盗的尸体一起消失不见。看着消失的海盗船，陈平拍了拍手，然后喊道：好了，我们先把地上的财宝收拾一下哈，等下放宝藏室里。看着开始收拾的艾莱伊他们，陈平准备先查看一下海盗船分解出来的2个新物品。名称：宝藏室，类别：特殊建筑，品质：紫色，财宝越多品质越高，效果：招财进宝，每天有1%的概率会形成一件紫色品质的物品，可强化次数2。咦，这宝藏室看起来不错呀，这下财宝有地方放了不说，还能白嫖物品，不错，一举两得呢。而且还能强化，那不用多说，强化走去。打开强化页面，直接放了进去，点击强化。第一次白色光芒，普通强化。陈平看了一下属性，从1%变成10%，提升很大。继续，瞬间金光涌现，很应景的黄金强化出现。陈平迫不及待地查看强化后的属性。名称：宝藏室，类别：特殊建筑，品质：紫色，财宝越多品质越高，品质越高效果越多，效果：招财进宝，每天10%的概率会形成一件紫色品质的物品。哇塞，品质越高效果越多，屌炸天了呀！陈平不可思议的喃喃道。利西亚抱着财宝路过陈平的身旁，疑惑的看了他几眼，然后哼了一声，嘟嘟道：还说一起收拾呢，结果自己在偷懒，哼，狡猾的陈平哥哥。陈平可没听到利西亚的抱怨声，而是兴奋查看下一件物品。随机海盗船宝珠，金色品质，使用后随机获得1枚紫色品质以上的海盗船宝珠。这种东西不用多说，直接使用。获得美人鱼号宝珠。名称：美人鱼号宝珠，类别：木筏装备，品质：稀有、史诗、特殊，效果：美人鱼之歌，容易吸引美人鱼的到来，效果：美人鱼的魔法盾，木筏获得一层透明的泡泡护盾，护盾值为木筏耐久度2，可自由开启、关闭，每小时恢复10%护盾值，效果：美人鱼的祝福，未开启。第53章第2个木筏装备栏。
看着手中这个蔚蓝色的美人鱼号宝珠，陈平挑了挑眉，这也算是海盗船宝珠，还是说这是美人鱼组成的海盗团？打量了几下后，陈平看了一下周围，发现本来满地的财宝，现在已经被艾莱伊莫跟莉西亚收拾了一半了。这下陈平立马放弃了研究，先收拾好再说了。有了陈平的加入，很快的就把财宝堆放好了。莉西亚鼓着脸颊，气呼呼的看着陈平，然后奶凶的吼道：“陈平哥哥，你好过分哦！莉西亚跟艾莱伊姐姐、伊莫尔姐姐，我们三人都收拾了一大半了，你才帮忙？哼哼，陈平哥哥可真坏！”看着双手叉腰的莉西亚，陈平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然后低下身摸了摸她的小脑袋，笑道：“陈平，真是辛苦莉西亚了。这样吧，冰箱里的冰淇淋你们可以拿起吃，怎么样？”冰淇淋？真的吗？莉西亚闻言，一脸兴奋的说道：“哦耶！”见陈平点头后，莉西亚欢呼了一下后，便哒哒哒的跑去拉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然后向别墅跑去。陈平宠溺的看着他们跑进别墅后，才准备开始安置宝藏室。想了想后，陈平准备把宝藏室安置在修炼房旁边，打开木筏面板，点击安置，很快一间宝藏室就出现在修炼房旁边了。宝藏室占地100平方米，里面的空间会随着品质提升而扩大，外表倒是很简陋。宝藏室内空荡荡的，陈平把外面的财宝通通搬了进去，这下才有了点宝藏室的样子嘛。安置好宝藏室后，陈平看了看美人鱼号宝珠，他准备开始升级木筏，得搞出第2个木筏装备栏才行。看了一下木筏属性面板，足够升级了。名称：木筏，级别10+1级，效果无。装备栏1/2璀璨的黑珍珠，面积9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10000，木筏升级材料1000-1000木板，300铁块，200-200青铜块。看着2个装备栏，5级的时候出现一个装备栏，陈平就推测10级会再出一个装备栏，果然没错。陈平直接把美人鱼号宝珠装备上，随便再升1级，木筏面积上限也扩张到底。名称：木筏，级别11+1级，效果无。装备栏2/2璀璨的黑珍珠美人鱼号宝珠，面积11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20000，木筏升级材料1500木板51400铁块，300-300青铜块。随着美人鱼号宝珠被装备上木筏，陈平发现木筏属性面板上多了个开关的选项，是操控魔法泡泡盾的控制选项。陈平直接打开，瞬间一个巨大的五彩缤纷的泡泡缓缓成型，最后罩住整个木筏后才逐渐透明起来。陈平算计了一下，泡泡盾的成型时间其实才短短的3秒钟而已，不过因为木筏比较大的缘故，所以看起来才感觉很慢的样子。看了一下木筏属性面板，发现下面多了个魔法泡泡盾的耐久度，魔法泡泡盾耐久性度4万，不错。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关掉魔法泡泡盾。至于为什么关掉魔法泡泡盾，那是因为陈平发现泡泡盾包围住木筏后，连点海风都进不来，所以就关掉了。魔法泡泡盾一关掉，海风瞬间就吹了过来，还是很凉爽的。再把油池上的板块跟抱着苹果树、橘子树的板块拆掉后，陈平就回别墅了。一进去就看到莉西亚他们正坐在餐桌上吃着冰淇淋，看着满嘴都是冰淇淋的莉西亚，陈平不自觉地笑了笑，这丫头。陈平先是跑到3楼收拾一下衣服，然后下来洗个澡。洗完澡后，陈平来到苹果沙发边坐下，看着安置前面的4方桌，桌上还放着黄金零食盒子，这让陈平打消的把海盗宝箱放在桌上的打算。起身走到一边空地上，陈平直接把背包中的3个海盗宝箱拿了出来，砰砰砰，连续3声响起，3个宝箱稳稳落地。咦，宝箱！莉西亚听到宝箱的呼唤了。莉西亚一听到这动静，瞬间就知道是宝箱碰撞发出来的声响。哒哒哒，抱着冰淇淋碗的莉西亚跑了过来，然后一双大眼睛亮闪闪的看着眼前这3个没见过的宝箱。这3个海盗宝箱的整体颜色跟毒牙海盗船的颜色差不多，都是墨绿色的，看起来有点脏脏的样子。陈平看了一下艾莱伊跟伊莫，他们2个安安静静的坐着吃冰淇淋，就莉西亚这丫头最皮了，而且还是个宝箱狂魔。啊呜！莉西亚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亮闪闪的看着宝箱，然后又看向陈平，一副我想开宝箱的小模样。看着莉西亚这可爱的模样，陈平还能怎么着？宠着呗。陈平，莉西亚是来帮哥哥开宝箱的吗？莉西亚连忙疯狂点头。陈平，那好吧，都给让莉西亚你来开吧，开心吗？不。莉西亚高兴地朝着陈平的脸蛋亲了一口，然后兴奋准备开宝箱了。感受脸色冰凉冰凉的感觉，这丫头满嘴的冰淇淋都沾脸上了吧？陈平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去卫生间清洗一下，然后回来看莉西亚开宝箱。看到陈平哥哥回来后，莉西亚眨了眨眼，然后直接打开离他最近的宝箱。打开宝箱，
获得藏宝图1、黑市岛屿指南针1、随机酒水箱1、黄金烛台1。打开宝箱，获得蛋巢1、深海藏贝1、小型鱼缸1、钓椅1。打开宝箱，获得岛屿海图1、通缉令1、黑市身份牌1、一大箱金币1。莉西亚看着周围满满的物品，满意的嘻嘻的笑了起来。啊呜，好吃！陈平好笑的看着跑去挖冰淇淋的莉西亚，看她做好后，才把视线转移到地上宝箱开出来的物品上。第54章，土灵鱼藏宝图，紫色品质。到达宝图区域时，可以使用藏宝图来寻找准确位置。到达准确位置后，使用藏宝图将获得宝藏。藏宝图啊，果然海盗之类的存在对宝藏是最感兴趣的了。黑市岛屿指南针，紫色品质。使用后，木筏将会自动向最近的黑市岛屿移动。黑市，也不知道黑市里面会卖些什么东西呢。陈平看着手中的黑色的指南针，好奇的喃喃道。随机酒水箱，白色品质。使用后随机获得1箱酒水。黄金烛台，蓝色品质。安置好后加20点舒适度。蛋巢，紫色品质。每天早上6点将会出现一个随机鸡肋的蛋。咦，这东西看起来不错啊，每天1个鸡蛋。陈平看着眼前的蛋巢，使用后1个1米左右的鸟巢出现在手中。这么大的巢穴，每天就1个蛋，奢侈了点吧。深海藏贝，紫色品质。深海中的某些存在用了存放物品的贝壳，打开后获得贝壳中的所有物品。看着手中乌漆麻黑的贝壳，如果不是介绍，陈平还以为是块石头呢。先放一边，等看完其他物品之后再用。小型鱼缸，蓝色品质。鱼缸内有1至3种小型鱼类群，每种鱼类群数量100，雌雄各半。使用后获得1至3种鱼类，挺漂亮的一个鱼缸，保底1种小型鱼类群也不错。钓椅，绿色品质。安置好后加10舒适度，还行，可以吊在外面那棵巨大的苹果树下，让莉西亚他们玩。岛屿海图，金色品质。使用后自动前往最近的岛屿，使用次数3/3。又是一个好东西，不错。通缉令，蓝色品质。毒牙船长的通缉令，杀死毒牙船长后使用，可获得奖赏，已完成。看着眼前这张画着毒牙船长的头像的通缉令，陈平摸了摸下巴，疑惑道：还有这种东西？那会是什么人发布的呢？黑市身份牌，蓝色品质。最低级的黑市身份证牌，是黑市的入场证明，认牌不认人。陈平打量了几下，一面刻着一个大大的黑字，一面则是刻着一幅画，画比较模糊，不过能看出是一副市场的模样，应该是黑市的末部分样子吧。转了几下后，陈平把黑市身份牌收了起来。一大箱金币，紫色品质。使用后获得1万至10万金币，金币硬通货，黄金不是。啥意思？金币不就是黄金制造的吗？为啥黄金不是硬通货啊？还是说要把黄金制造成金币才行？又是一个不懂的知识点。使用掉一大箱金币，还有那张毒牙船长的通缉令，获得74000枚金币，获得奖赏金1万枚金币。我去，好家伙，毒牙船长这么不值钱的吗？好歹也是一位海盗船长啊，手底下几10号手下啊。还是说金币的购买力很大？有这种可能。陈平打量了一下金币后，便把深海藏贝拿了起来，然后使用掉。打开深海藏贝，获得深海幽灵之1、古金币1、高级能量14。贝壳不大，没想到东西不少。看了一下属性，深海幽灵之是稀有材料，古金币看介绍好像挺值钱的。东西都看完了，该安置一下了，比如蛋巢，陈平直接安置在厨房外，然后走了出去，把吊椅安置在苹果树下，然后来到游池边，拿出小型鱼缸，直接使用。获得小型鳞鱼种群，土灵鱼。获得小型普通鱼种群，小丑鱼。小丑鱼就不用说了，挺好看的一种观赏鱼，但土灵鱼就模样更加好看，浑身银白色，鱼尾根都是凤尾形状的，在水中游动起来很好看。把2种鱼类都放入游池中，看着四处散开后游动在珊瑚群中的小鱼，不错，这样看起来才显得生机勃勃嘛。系统检测到普通灵鱼、土灵鱼，已收入图册中。土灵鱼，海中灵鱼之一，虽然只是普通的灵鱼种类，但对生活环境要求很苛刻，只能生活在灵气充足的海域。土灵鱼掉落无。土灵鱼特性介绍：土灵鱼以灵气为食，过多的食用灵气使土灵鱼每隔段就要吐出凝聚在腹中的灵珠。土灵鱼特产：灵珠，高纯度灵气凝聚而成的灵珠，高级硬通货币之一。哇塞，无意中获得好东西了呢！还好珊瑚会净化海水并生成灵力，不然这些土灵鱼肯定养不活。陈平看着在珊瑚中快速穿梭的土灵鱼，笑道：一想到以后能获得大把的灵珠，陈平就忍不住笑出猪叫声来。咦，艾莱伊姐姐，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笑声？莉西亚的那有点尖尖的小耳朵动了动，刚刚好像听到了奇怪笑声，
便疑惑地向一边的艾莱伊姐姐问道。艾莱伊闻言放下勺子，然后仔细地听了起来，结果啥也没听到，便摇了摇头，说道：“艾莱伊，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啊。”听到艾莱伊姐姐的话，莉西亚又动了动小耳朵，可能是我的错觉吧，嘻嘻。艾莱伊看了一眼冰淇淋桶，结果发现见底了，他眨了眨眼，一个不注意就给吃完了，这下咋办？咦，冰淇淋没了爷啊，那以后是不是就吃不到了呀？莉西亚看着空荡荡的冰淇淋桶，先是惊讶，然后失落地说道。伊莫尔看了看空荡荡的冰淇淋桶，又看了看自己还剩下半碗的冰淇淋，动作瞬间慢了1倍。冰淇淋没了，这最后一点，我得吃慢点才行。莉西亚看着碗里还剩一口的冰淇淋，小脸那个愁啊。艾莱伊则是看着冰淇淋桶，想着该怎么跟陈平哥哥交代，而伊莫尔则是慢悠悠地吃着最后半碗的冰淇淋，速度那是越来越慢啊，挖上一口放进嘴里都不舍得搅动，而是让冰淇淋自己慢慢融化。第55章使用岛屿海图。一个不小心，陈平直接笑过头了，遭罪啊！开始做深呼吸，做了几遍后，终于平复下来。再次看了下游池中愉快游动的鱼儿一眼后，陈平就拿出了海岛海图，然后点使用。瞬间，陈平就发现本来随波而流的木筏立马朝左边飘去，看来最近的岛屿是在左边的方向。陈平向左边望去，只能看见一望无际的大海，看来离岛屿还挺远的。看了几眼后，陈平便收回目光，向修炼房走去了。属性还没完全掌控，所以修炼是必不可少的，更别说修炼房的效果快速适应，能让他对属性适应的飞快了。还是1倍的重力，陈平现在只能在修炼房内正常行走，一点点的适应着。滴答滴答，无数的汗水不断的从身上滴落到地面上，陈平能清楚的感觉到他现在对力量的操控越来越强，暴涨的属性正在一点点的被他消化。期间艾莱伊他们还跑了过来，然后砰砰砰的3声，3个小家伙直接被重力压倒在地。陈平哭笑不得的看着他们，笑着跑进去，哭着爬出去。艾莱伊他们的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实话有点搞笑，因为属性共享的缘故，他们的属性都跟陈平一样，所以这下顶多让他们的额头红一点而已。不用想，陈平肯定是要他们进来修炼的，但不着急，至少也要等他完全适应1倍的重力再说。3个眼红红的小萝莉楚楚可怜的蹲在修炼房门口，眼睛泪汪汪的看着在里面瞎几把乱打拳的陈平，蠢萌的眼神中透露着好奇，然后呵呵呵的跟着打了几拳，最后一身汗的跑去游池里玩去了。而还在修炼房中瞎几把乱打的陈平对此一无所知。等陈平出来后，就听到莉西亚的开心的喊道：“莉西亚啊，艾莱伊姐姐，伊莫尔姐姐，你们看，我抓鱼儿了！”哈哈哈。陈平闻言，疲惫的面容上也出了欣慰的笑容，然后刚想转身去洗个澡，突然就发现不对了。鱼儿？抓鱼儿？不是吧，我的土灵鱼！陈平一脸惊恐的跑了过去，然后就看到莉西亚正抱着一条红黄色的小丑鱼漂浮在水面上，嘻嘻的笑着呢。看到是小丑鱼，陈平这才松了口气，还好不是土灵鱼，吓人一跳啊！咦，陈平哥哥，你看，莉西亚抓到鱼儿喽，嘻嘻。看到陈平，莉西亚立马开心的向他说道。陈平点了点头，然后说道：“莉西亚真棒，不过莉西亚，那些银白色的鱼儿你不能抓哦，知道吗？”听到银白色的鱼儿，莉西亚不高兴的嘟了嘟嘴，然后说道：“哼，那些银白色的漂亮鱼儿一点都不可爱，莉西亚根本抓不到。”陈平闻言看了一下游池里的土灵鱼，发现土灵鱼基本都在珊瑚群内游动，基本不怎么出来，不像小丑鱼会游上来，所以才会被莉西亚抓到。陈平现在都能看到一些小丑鱼在艾莱伊周围游荡呢，看来身为精灵的他们很受欢迎呢。看到土灵鱼这么宅后，陈平这才放心下来，然后回去洗澡，走前跟艾莱伊他们说道：“陈平，我先去洗澡了，等下你们玩够了，记得洗澡，知道吗？”艾莱伊跟伊莫尔闻言点了点头，说道：“知道了。”莉西亚则完全没听到，因为她抱着小丑鱼潜了下去，正追着其他的小丑鱼呢。洗完澡出来的陈平直接叫艾莱伊他们3个起洗澡，然后便去做晚餐了。去仓库区拿食材的时候，才发现肉类食材已经不多，不过他看到了低级海兽诱饵，等下就拿来钓。拿着食材，陈平就进入厨房开始动工起来了。现在属性高了，处理起来也变得贼快，半个多小时后，所有的菜品都一一摆放上桌。看着一桌子的菜，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色香味俱全。这时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传来，看到洗好澡的艾莱伊、伊莫尔跟莉西亚，陈平直接招呼他们入座。吃饱喝足后，陈平就准备钓海兽了。莉西亚看了眼走出去的陈平哥哥，哈欠，他感觉有点困了，眨了眨眼，然后慢悠悠的向2楼飞去，他要睡觉觉。艾莱伊看了一下飞歪来歪去的莉西亚，不放心的把她带到2楼床上，
看到他秒睡后，才安心的下来跟一墨一起收拾餐具。陈平拿着4个低级海兽诱饵来到木筏边，刚想拿出黄金鱼竿，突然想起什么，幻变瞬间出现在手中，形态变成鱼竿。他想看看能不能钓到剑鱼，搭上鱼饵，然后轻轻一甩，鱼漂直接飞出10几米远。陈平是在后面钓的鱼，而木筏现在一直朝着海岛飘去，所以10几米远瞬间慢慢的就变成几10米远了。还好鱼漂已经开始浮动了。看着浮动的鱼漂，陈平直接一拉，瞬间一头海兽直接被钓了起来。鉴定了一下，是一头长得有点像海鳗的4级海兽，直接秒了，然后分解出6块鱼肉。继续上鱼饵，甩竿，等待。4个低级海兽诱饵钓起来的都是普通的低级海兽，一共分解出来23块鱼肉。可惜陈平想见的剑鱼并没有上钩。把鱼肉放入仓库后，陈平就靠在墙上，看着木筏前进的方向，都已经飘了几个小时了，一点海岛的影子也没看见。一直等到天色都黑了下来，海面上还是一望无际，别说海岛了，连巨型海兽的影子都没有。看着差不多暗下来的天色，陈平打了个哈欠，然后回别墅准备睡觉了。来到2楼，3姐妹已经睡着了。陈平过去看了一下，不出所料，莉西亚又把被子给踢开了，露出雪白的小肚皮。给她盖好被子后，陈平打着哈欠的回去睡觉了。毕竟今天他还是有点累了，又是海盗又是修炼的，能不累吗？躺在小木床上，陈平看了一眼窗外的黑暗，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到达海岛。想着想着就睡过去了。第56章，到达海岛。第二天一大早，陈平模糊地睁开双眼，下意识地看向一边的金丝楠木大床，结果发现莉西亚竟然不见了。瞬间，陈平一下就清醒过来了。再看过去，只剩艾莱伊跟伊莫抱着睡觉，而莉西亚真的不见了。揉了揉脸蛋，感觉有点不可思议。要知道，平时就莉西亚起得最晚，今天咋这么早起来了？陈平好奇地走了下去，环顾了一圈，最后发现莉西亚正蹲在蛋巢边，一脸亮晶晶地盯着空荡荡的蛋巢。蛋巢是每天早上6点出现一个随机鸡肋的蛋，看空荡荡的蛋巢，怎么说还没6点了？陈平看了莉西亚一眼，想了想后，并没去打扰她，而是去卫生间洗漱起来。洗漱完后，陈平向莉西亚走去，然蹲下来问道：“陈平，莉西亚，你在这干嘛呢？”莉西亚，咦，陈平哥哥早啊，莉西亚在等蛋蛋出现哦。陈平闻言笑道：“莉西亚，你怎么知道会出现蛋蛋啊？”莉西亚一听，笑嘻嘻的把双手举起，双手一个金闪闪的蛋瞬间出现在陈平眼中。这陈平还真没注意到，毕竟莉西亚蹲在地上，双手放在身下，被挡住了。看着眼前的金蛋，陈平眨了眨眼后，笑道问道：“莉西亚，这个金蛋什么时候出现的呀？”双眼亮闪闪看着金蛋的莉西亚，莉西亚刚刚睡醒后下来的时候，突然出现在这里面的哦，好神奇的。所以莉西亚连脸都没洗，就一直在这里盯着哦。没时钟之类的能看时间的物品就是麻烦。陈平把莉西亚抱了起来，然后向卫生间走去。好了，莉西亚，我们先去洗漱一下吧，下次出现蛋蛋要等明天，跟你第一次见到蛋蛋出现的时间是一致哦。还有，这蛋巢一天只会出现一个蛋哦。来到卫生间，陈平就开始为莉西亚洗漱起来，然后莉西亚很乖巧的配合着。把莉西亚洗漱完后，陈平让她上楼去叫艾莱伊跟伊莫，他自己则是去做早餐。看着手中的金蛋，没错，莉西亚一听到能叫醒姐姐们，瞬间就变成了兴高采烈的了，连一只捧在手心的金蛋都直接扔给陈平了。金羽鸡鸡蛋，紫色品质，食用后随机属性点+1。打量了几下手中的金鸡蛋，是个好东西，如果能获得一只金羽母鸡就好了，这样就能每天下金蛋了。把金蛋放入冰箱，然后陈平开始做早餐了。蛋太少了，等过几天积累几个蛋的时候再做给艾莱伊他们吃。莉西亚一脸兴奋地飞上2楼，来到床边，看着还在睡觉的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姐姐，她立马双手叉腰，然后深呼吸。莉西亚立马大喊道：“艾莱伊姐姐，伊莫姐姐，起床啦！”看着模糊起床的两人，莉西亚可得意了。这次莉西亚不仅不用艾莱伊姐姐叫，反而是莉西亚把艾莱伊姐姐叫醒。哼哼，莉西亚真厉害。陈平刚把早餐摆放好，一道系统声就响起来了。系统已停靠海岛中，岛屿海图次数1。收到系统提示，刚好早餐也放好了，陈平便慢悠悠地走了出去。然后他发现木筏现在正停靠在海滩上，眼前的海岛好像比之前的海岛大上许多啊。看着海岛上那密密麻麻的树木，陈平满意的笑了笑，这下又是一大堆木板收入。看了几眼后，陈平就回去了，把早餐吃完后再上岛探查也不迟。等陈平回来后，发现艾莱伊他们3人已经坐在位置上了，就等他了。很快的，4人就吃饱了。在收拾完餐具后，陈平带着他们准备上岛屿看看有啥好东西不。哇，好大的岛啊，比之前那个还大耶！娜娜、艾莱伊姐姐、伊莫尔姐姐，我们上去玩吧，
莉西亚兴奋地喊道。看着一脸兴奋的莉西亚，陈平笑道：“咦，莉西亚，那我呢？”莉西亚看着陈平，想了一下后说道：“陈平哥哥，你要留下来看着木筏，肯定不能跟我们一起玩的呀。”看着三人兴奋的表情，陈平也不扫他们的心，直接让他们上去玩吧。反正以他现在的属性，新手期能对他产生威胁的存在应该不多。看了眼笑嘻嘻跑上岛的3只小精灵，陈平先去仓库把船锚拿出来，然后固定好木筏后，然后看了看背包里的工具。他现在只要伐木工跟铁镐，但采集草药、野果、野菜之类都是要相应的工具的。陈平想了想后，直接打开交易市场。一打开交易市场，瞬间就几道信息提示响起。陈平打开一看，发现是他挂上的物品被买下来的交易完成信息。看了一下，惊讶的发现上架的物品全卖完了。看了一下收入，鞋子10铁块，法师职业证书卖了760铁块，白银强化过的战士转职证书最夸张，竟然卖出了3450铁块。哇塞，买的人是找到铁矿了吧？剩下的就是龟苓膏卖了20铁块，强壮技能书卖了50铁块，最后的重击技能书竟然被一口价给秒了500铁块。总共收入4790铁块，扣除10%的交易费，实获4311铁块，瞬间就不缺铁块了呢。陈平眨了眨眼，看来木筏又能升级了，感叹了一下后，他便开始购买起其他工具了。现在他财大气粗，所以直接选择购买高品质的工具。找了找，最后陈平买了把紫色品质的药铲，效果是挖草药跟野菜时有概率获得相应的种子，花费50铁块，还有一把紫色品质的镐子，效果是挖矿速度翻倍，花费100铁块。想了想，好像没什么要买的了，翻了翻交易页面，正当陈平准备关掉页面的时候，一个物品吸引了他的注意，因为那件物品跟蛋巢挺像的，应该也是个巢穴之类的物品。点击查看，无主的巢穴，蓝色品质，可以捕捉10级以下的卵生生物，最多容纳3只。最后陈平还是把这个无主的巢穴给买了下来，花费100铁块。没错，交易市场上的物品大多数都是用铁块来交易的，没办法，这东西现在是最缺少的。第57章登岛。买完物品后，陈平看了一下空间背包格子，40个格子已经被占了18个格子，还剩22个格子，应该足够了，便准备登岛。登上岛后，陈平先找了一下艾莱伊他们，没见到人，倒是看到海滩上一堆脚丫子，看来他们是在围着海滩上跑。陈平想都不用想，肯定是莉西亚的主意。收回目光，陈平看向岛屿深处，上的海岛有个哥布林营地，不知道这个岛屿会有什么存在呢？拿出合金伐木斧，陈平看了一下周围的椰子树，然后开始疯狂砍伐起来。砰砰砰，又是一棵椰子树轰然倒地，木板加5，椰子加2。用工具砍伐椰子树，就算那椰子树上没有椰子，但砍倒后还是能获得几个椰子的。顺着海滩砍伐椰子树，砍着砍着，陈平就看到艾莱伊他们3个了。他们3个现在正在……陈平看了一会，挖贝类。看那一大堆的贝类，想了想后便不去打扰他们了，而是继续砍伐起来。他现在才砍了一半而已，数了一下，也才157棵椰子树而已。拿着伐木工，陈平一棵一下，不断的砍伐着剩下的椰子树。最后，陈平转了海岛一圈，回到了原点，撸了一圈的椰子树也才374棵而已。而砍伐一棵椰子树能获得4至10木板，1至3个椰子。陈平看了一下背包，一共获得了2572块木板和788个椰子。不错，这下椰子多的用不完了，这下可以向深处进发了。刚才砍伐椰子树的时候，陈平就大致上看过了，并没发现任何的人为痕迹，大概率这座岛屿应该是没有哥布林营地之类的存了。出发！果然呢，陈平随手砍了挡路的大树，都进来半个小时，一路上那都是拿着合金伐木斧直接砍出一条直线出来的。但到现在为止，陈平别说是营地之类的东西，他连只动物都没见着。不对劲，很不对劲啊！这座岛屿，陈平愁着眉头看着周围，寂静无声，连一点虫鸣声都没有。不过现在还没到岛屿中心，这座岛屿中心是座山峰，挺高的，站在顶上完全能俯视整座岛屿。看了一下背包的木板，这一路砍下来，木板也从2572块变成了5318块。看到5000出头的木板，陈平想了想，不伐木了，先到爬上山顶看看情况再说吧。看着中心的山峰，陈平收起伐木斧后就开始跑起来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陈平就来到山脚下了，围着山峰转了一圈，终于发现了点不一样的地方了。陈平站在一个洞口前，双手抱胸，打量着眼前的洞口。洞口贼大，目测有6多米高，10多米宽。因为洞口太大，所以里面的光线很充足，所以洞内的情况基本看得一清二楚的。看着地面上一条条的痕迹，看来不是岛上没生物，而是生物都在这洞穴里，就是不知道会是什么生物。陈平好奇地想到。
看痕迹挺像蛇之类的爬行动物，但陈平又看到了爪印，还有抬头看向洞壁都是痕迹，有点像是刮痕，被什么锋利的物品刮出来的痕迹。哎，猜得脑壳痛了，不猜了，进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陈平揉了揉头，喃喃道。幻变剑形态出现在手中，然后陈平便走了进去。洞内的光线充足，所以很快就来到最深处了。这里的光线也挺充足，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洞穴最里面竟然还有个向下的地洞，看向底下一片漆黑的地洞。陈平摸了摸下巴，说实在的，他并不想下去，谁知道里面会有啥？万一是个粪坑呢？粪坑的想法一出，瞬间打消了陈平下去的念头。算了吧，还是多撸点树吧，多存点木板也是挺不错的，对吧？陈平自言自语道，最后还点了点头，转身出去，刚迈出脚步，一道细微的声音响起，随后一道破空声从地洞中传了出来。砰！卧槽，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已经站在洞口的陈平看向从地洞中飞射出来的东西，直接脱口而出。入目的是条粉红色类似触手之类的东西，但上面长满了白色的尖刺，现在正深深地扎入洞壁中呢。看着不断摆动的粉色触手，陈平忍不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没办法，这种东西一看就让人很不舒服，不像章鱼触手，烤起来可香了。啪！粉色触手瞬间收回地洞，随后地洞便传来类似多足虫子的攀爬的声响。卧槽！听着动静，感觉会蹦出个超大的家伙啊！站在洞口的陈平望着里面嘀咕道。几秒后，一只巨大的蜘蛛，未知生物爬了出来。看着眼前的生物，怪物，陈平感觉好像看到了大杂烩。首先，上半身是蜘蛛，不过除了8条腿外，背上还多4条一看就很锋利的腿。而本来的大肚子，现在变成了类似蛇身的东西，下面跟蛇一样，看起来一节一节，但上面长满了黑色毛发。还有刚才的粉色触手，陈平找了一圈，终于在嘴巴里找到了。靠，粉色触手竟然是舌头！怪不得洞口的痕迹这么多样化呢，原来是只杂交品种啊！看着怪物的陈平感叹道。鉴定一下，看看是啥怪物。名称：蛇吞蛛 BOSS， 种族：蛇蛛，等级：20，体质：214，力量：195，敏捷：174，精神：231，天赋：吞噬融合，一蛇，低级毒免，快速恢复。技能：蛇击、尖刺突击、缠绕、剧毒附加、寄生猪卵、恐怖尖叫、精神刺激。卧槽 ！BOSS， 这算不算是野外 BOSS 了呀？看着还没完全爬出来的 BOSS， 陈平直接把幻变从剑形态变成青木弓形态，然后开始射击。这么好的靶子，不射上几箭怎行？第58章小型铁矿脉。嗖！短短几秒钟，陈平就拉了10几次弓了，10几支青木箭瞬间射向蛇吞蛛 BOSS。看着射过来的青木箭，蛇吞蛛 BOSS 背上的4肢瞬间快速格挡起来，叮叮叮，10几支青木箭直接被击落了一大半，但还是有5、6支青木箭突破防御，直接命中蛇身。嘶！蛇吞蛛 BOSS 瞬间发出哀嚎的嘶吼声，鲜血瞬间从伤口中喷涌而出，属性上碾压，再加上被动技能属性伤害，让小小的青木箭都能造成巨大的伤害。5、6支青木箭直接给蛇吞蛛 BOSS 的蛇身开了几个口子，虽然现在正在快速恢复着，但恢复期间也流失了不少的血液。嘶吼！蛇吞蛛 BOSS 突然向陈平发出无形的吼叫，正准备拉弓的陈平瞬间感觉脑袋开始刺痛起来。窝草！吓得陈平往后退，直接退出洞穴，才感觉不到刺痛。死！这应该是那蛇吞蛛 BOSS 的精神刺激吧？如果不是在海岛上属性翻倍，可能刚才那下铁定翻车啊！陈平揉着额头，呲牙咧嘴的说道。嘶！蛇吞蛛 BOSS 看着逃跑的陈平，直接嘶吼了几下，然后追了出去。8只蜘蛛腿快速的动了起来，直接把还在地洞内的蛇身给拖了出来。一出来，蛇吞蛛 BOSS 就看到不远处正在揉着额头的陈平，想也不想，粉色的舌头瞬间射了过去。看着冲击而来的舌头，陈平可不想接住，直接闪躲开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舌头竟然不讲武德，竟然会拐弯。还好属性上的巨大差异，让陈平迅速的反应过来，有惊无险的躲过了舌吻。撕了！衣服撕裂的声音响起，陈平突然感觉屁股有点凉意，然后就看到被缩回去的舌头上好像挂着几条布条。陈平瞬间额头上就冒出警号了，不用想，裤子肯定被划破了。看着缩回舌头后把布条吐出来的蛇吞蛛 BOSS， 陈平瞬间火冒三丈，青木弓形态的幻变瞬间变成狼牙棒形态，然后嗷的快速冲了过去。全力冲刺下，蛇吞蛛 BOSS 还没反应过来，陈平就已经出现在他身旁了。然后狼牙棒用力一挥，直接把一只猪脚给砸断，
飞了出去。这还是因为8只脚毕竟分散，不然都得飞出去。没办法，在称号的加持下，陈平现在的属性比蛇吞猪 BOSS 高了 1.5 倍左右，所以属性上是完全碾压蛇吞猪 BOSS 的。哪怕陈平现在完全掌控不了暴涨的属性，但他现在面对的又不是跟他势均力敌的存在，所以完全可以随便浪。凉意的屁股让陈平完全没了跟蛇吞猪 BOSS 对练的心情，本来还想压制暴涨的属性，然后在对战中来适应一下暴涨起来的属性，但现在还适应个屁啊！陈平现在就想快速的锤死蛇吞猪 BOSS， 然后回去换条裤子再说，不然等艾莱伊他们回去了，那他的形象不就全毁了吗？所以在爆发起来的陈平面前，可怜的蛇吞猪 BOSS 的8只猪眼只能看到一闪而过的残影，根本无力反击。砰！巨大的狼牙棒狠狠命中蛇吞猪 BOSS 的头，直接把猪头给轰裂了。这致命的一击直接让蛇吞猪 BOSS 倒了下来。看了下没了生机的猪眼，陈平准备回去换一下裤子，然后再回来查看一下地洞里还有啥东西不。把爆出来的 BOSS 宝箱收起来后，陈平就直接全速前进，向木筏跑去。陈平离开后2分钟，本来死去的蛇吞猪 BOSS 突然扭动了起来，蛇身开始疯狂的扭动，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蛇身慢慢的从蜘蛛上半身退了出来，嘶嘶嘶，巨大的蛇头不断吐着信子，甩了甩沾满粘液的头，然后睁开血红色的双眼，看着下面的蜘蛛上身，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了起来。吞噬完蜘蛛上身后，巨大的蛇头看向陈平的方向，蛇信子吐了吐，刚才的人类能破开他的防御，也就是说实力要比他强上不少。最后他转身向反方向离去，反正这座岛屿上也没有食物了，早就想离开了，现在只不过是提前一点点而已。绝不是从心什么的，毕竟我是蛇爷，对吧？回到木筏后，陈平把 BOSS 宝箱放桌子上，然后换掉裤子，还好他现在有4套衣服。换好裤子后，陈平嫌弃的看着眼手中破个大口子的裤子，想了想后直接沉海吧。看着沉入海底的裤子，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完全的毁尸灭迹。再次登岛，他要去看看地洞里面还有啥不。屁股不凉了，走起路来都得劲啊。很快的，陈平就回到洞口处了，然后就发现 BOSS 的尸体不见了。站在蛇道上的陈平眉头紧皱，他100分百确定 BOSS 已经嗝屁了啊。BOSS 宝箱都爆出来，那为啥子尸体还会跑呢？陈平对比过了，这蛇道绝对是那蛇吞猪 BOSS 的蛇身碾压出来的。想了想后，陈平直接追了上去，最后发现这蛇道笔直的通向海边，看着海滩上的蛇道，看了那 BOSS 入海跑了。看了眼被海水淹没的蛇道后，陈平就回去了。既然这只诡异的 BOSS 已经跑了，那就不用想太过多了，还是去看看地洞里面有啥吧。死而复活的 BOSS 让陈平对地洞里面肯定感兴趣了。返回的途中捡了几根枯木，回到洞口后直接表演个摩擦生火。陈平现在的手速1分钟就把火升起来了，点燃一个枯木，然后扔了下去，看了一下，大概50多米深的样子，还行，不算深。陈平拿出幻变见形态，然后直接跳了下去，用幻变减了几下速度后，陈平就安然落地了，然后顺着地洞深入，很快的就来到一处比较大的地窟之中了。突然一道系统提示声响起，系统叮咚，检测小型铁矿脉。听到系统提示，陈平有些惊讶的看了看周围的洞壁，的确有些很明显的铁矿，转了一圈，发现这里就是最里面了。难道那只 BOSS 是守护 BOSS 不成？应该不是。想到那条蛇道，陈平摇了摇头，算了，还是开挖吧。想那么多干嘛呢？第59章，拿着镐子挖啊挖啊挖，叮叮叮。陈平拿着刚买的紫色品质镐子，不断的挖掘着铁矿，每一下都能收获1至3个铁块。他现在已经挖了快半个小时了。叮，获得铁块2。叮，获得铁块1。陈平揉了揉有点酸痛的手臂，看着眼前的黑色的铁矿脉，有些感叹，没想到挖矿这么累啊。打开背包看了一下，发现铁块已经3784个了。大丰收啊，可惜一个人效率有点慢。决定了，回去叫人。下定主意后，陈平拿着火把便往出口走去了。不一会儿就来到出口处了，然后一个左右横跳，10几秒后直接跳出了地洞。出来后，陈平直接先是回到木筏，然后在交易市场买了3把蓝色品质的镐子，效果就是耐久度高，比较耐用。卖完镐子后，陈平就随着海滩出发，很快的就找到还在挖贝类的3只小精灵。不远处的贝类已经堆成小山了。陈平过去看了一下，还别说，这贝类的种类可真多，憨子、弦子、带子、蛏子，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而且个头还贼大。咦，陈平哥哥，你怎么来了？抱着一堆贝类的利西亚看着陈平疑惑的问道。看着浑身湿哒哒的利西亚，陈平眨了眨眼，然后帮他理了理发丝后笑道，没什么，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的成绩怎么样了。利西亚闻言骄傲的抬头笑道，陈平哥哥你看，这么多的贝类，
我们才用了几个小时而已哦。嘻嘻，莉西亚跟姐姐们是不是都很厉害啊？在莉西亚亮闪闪的目光中，陈平宠溺的疯狂点头，笑道：莉西亚真厉害。莉西亚闻言直接笑开了花，然后把怀里的贝雷放下。陈平哥哥，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莉西亚开心地问道。陈平摆了摆手，笑道：不了，莉西亚哥哥我呀也有事情要做呢，你自己去玩吧。行吧，莉西亚回了一句，然后沙地跑回去了。看着可爱的莉西亚，怎么可能忍心让他们去挖矿呢？哎，还是自己一个人来吧。重新回到铁矿脉的陈平开始疯狂叮起来。本来1秒1下的速度，现在陈平的手都挥成残影了，1秒何止1下，7、8下都有了。叮！买回来的3把蓝色品质的镐子已经报废了，现在陈平正拿着那把强化过的铁镐挖着呢。咔嚓，砰！铁块也终于承受不住这么高的强度，光荣牺牲了。扔掉木柄，陈平拿出最后的紫色镐子，然后面无表情的继续挖啊挖。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道系统声响起。系统叮，铁矿脉已耗尽。叮！陈平习惯性的挖掘着，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卧槽！获得石头5。陈平看了一下手中的紫色镐子，现在也已经布满裂痕了，可能再挖一会儿就报废了。叮！果然，又过了几分钟，紫色镐子也跟之前4把镐子一样当场破碎。而这短几分钟，陈平挖出了1742块石头。看看铁块数量，把整个小型铁矿脉都挖空了，才获得10万整的铁块。陈平一脸的懵逼，不应该啊！陈平打开系统提示页面翻看了起来，很快就找到原因了。系统提示面板上挖掘的铁块，最开始的1下1至3铁块，到后面10几下才1铁块，怪不得呢。看来小型铁矿脉的铁块上限是10W 了。出了洞口后，陈平握了握有点颤抖的双手，怎么说呢？一次性挖了这么久，竟然让他适应了不少的力量。看了一下天色，感觉还早。陈平又默默地拿出那把合金伐木斧，然后开始砰地砍起树来了。砰！一棵大树轰然倒下，通通变成木板涌入陈平的背包之中。在陈平无节制的砍伐下，终于合金伐木斧也不堪重任，破碎掉了。看着背包中的10W 铁块，14357木板，不错，对得起我颤抖的双手。心满意足的陈平慢悠悠地往木筏的方向前进，途中还注意了一下周围有没有草药或者野菜野果之类的。结果陈平都回到海边，看到木筏了，而别说草药了，连野菜野果没看见，真是奇了怪了。陈平疑惑地看着3只小精灵，他们这是要去干嘛？只见艾莱伊、伊莫尔跟莉西亚，他们3人抬着螃蟹贝壳飞出木筏，很快的就消失在陈平的视野中了。看了一下方向，是他们挖海贝的方向，可能是去搬运他们的劳动成果了吧。果然，没过多久，他们3个就抬着装满海贝的螃蟹贝壳回来。正在海滩上等待着他们的陈平，看着他们回来后，也回到木筏上了。然后他就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了。陈平发现南边的木筏边上铺满了沙子，过去查看了一下，还真是。打开木筏面板看了一下，厉害了，应该是艾莱伊设计的。从游池边往外3米到木筏边，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沙滩。从面板上看，沙子可是有5米多深啊，而且游池到木筏边可是有20多米的距离呢。他们3个小不点是怎么办到的呀？陈平回头看了一眼海滩，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怪不得刚才在沙滩感觉有点不对劲呢。看着正在把各种贝类撒在木筏海滩上艾莱伊他们，陈平不理解他们是怎么把这么多的沙子运上来的。来到木筏海滩后，看了一下，这跟真正的海滩都没什么差别，只不过这个是跟着木筏移动的，所以他们3个搞出了个移动木筏海滩，而且就为了养他们挖出来的贝类。看着把螃蟹贝壳里的海贝都撒完后，又抬着飞出去的艾莱伊他们，果然小孩子的想法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不过看着眼前的木筏海滩还是很不错的，是个好想法。以后木筏等级高了，面积广了，可以考虑改造成木筏小岛之类。越想越觉得不错呢。第60章海上游商召唤令。看着忙碌的3只小精灵，陈平只好在木筏海滩上挑拣了不少个头较大的海贝，然后回去做晚饭了。这次就做个海鲜大餐好了，但现在就只有大海贝，还差大龙虾、大螃蟹等海鲜。想了想后，陈平把目光投向海里，要知道现在可是在海岛上，所以砰！脱掉上衣的陈平直接跳入海中，往下潜。不出所料，是浅海，果然资源丰富，低级的海兽不少。有陈平认识的浅海龙虾怪，也有不认识的海兽，不过看样子应该也是龙虾怪的一种。当然了，也有普通的大龙虾、大螃蟹、海参跟鲍鱼之类的也有。陈平看了几眼后，便回到木筏上，然后打开交易市场，买了个铁篓子，挺大个的，装上100只大龙虾是没问题的。
拿着铁篮子，陈平又潜入海中，然后开始捕捉普通的大龙虾、大螃蟹跟海参、鲍鱼之类海产。期间还有不少的低级海兽想攻击陈平，结果可想而知，都被分解，然后收入背包之中。这里的低级海兽基本都是龙虾怪，少数其他类型的海兽都比较远，所以碰不到。等陈平带着满满一铁篓子的海产回到木筏的时候，背包里多出了龙虾肉23、龙虾钳子14、龙虾甲壳7。穿上衣服，举着铁篮子，陈平慢悠悠地向厨房走去。进入厨房后，陈平就开始做海鲜大餐了。丽西亚，艾莱伊姐姐，海贝都搬完喽，现在呢？艾莱伊看着木筏上的海滩，感觉还是差了点什么。好香啊！伊莫尔突然说道。什么好香啊？伊莫尔姐姐，丽西亚疑惑地问道。艾莱伊也疑惑地看向伊莫尔。伊莫尔动了动小鼻子，然后看向别墅，说道：陈平哥哥在做什么好吃的吗？丽西亚闻言也闻了闻，咦，真的好香啊！丽西亚饿了。说完，他就哒哒哒地向别墅跑去。伊莫尔一看，连忙跟了上去，小心点，丽西亚，别摔倒了。艾莱伊看了木筏海滩一眼，摇了摇头后，也慢慢地向别墅走去。陈平哥哥，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丽西亚一进别墅就向厨房跑去，还边跑边喊道。正在做蒜蓉龙虾的陈平回头看向跑了进来的丽西亚跟伊莫，笑道：做好吃的，你们都去做好，等下就能吃了哦。哦，西六，好的。丽西亚看着锅里的蒜蓉龙虾，流着口水说道。伊莫尔跟丽西亚快速走出厨房，然后跑到餐桌椅上坐下，等待开房。艾莱伊进来后，就看到乖巧的坐在椅子上的两位妹妹，疑惑的走了过，拉开张椅子坐下后问道：这么怎么乖啊，丽西亚？丽西亚在等好吃的。丽西亚看着厨房，头也不回的说道。艾莱伊也看向厨房，他有点好奇，陈平哥哥今天做了什么？怎么吸引丽西亚？十几分钟后，陈平端着2道菜品走了出来，分别是蒜蓉大龙虾、椒汁鲍鱼，放上桌后又跑进厨房，陆陆续续拿了10几道海鲜菜出来。看着摆满一桌的海鲜大餐，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坐下，可以开动了。哦耶！早就等不及的丽西亚，第一个目标就是蒜蓉大龙虾，直接拿起一只就开始吃了起来。好处，真好吃。看着边吃边夸奖的丽西亚，陈平宠溺的笑了笑，好吃是好吃，但以后可就少了，毕竟这次他把厨房自带的调味料用了大半了。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在4人愉快的欢笑中度过。看着吃得满嘴流油的3人，陈平直接打发他们去洗澡，然后休息一会儿后就去睡觉。看他们听话的跑去洗澡，陈平便开始收拾残局，收拾好后便走了出去，把船锚给收了起来，然后转动船舵。毕竟陈平可没忘记海岛时会沉没了，还好造成巨大漩涡，一个不小心木筏可能就会被带入海底。慢慢的，在海浪的推动下，木筏开始远离海岛，向未知的方向飘去。又是一天清晨，明媚的阳光从窗户透了进来，把整个别墅照得通亮，毕竟海上一点遮挡物都没有，光线那是亮得很啊。打了个哈欠，陈平晃悠悠地走了下来，洗漱、做早餐，然后吊宝箱。趁着丽西亚还没起床，陈平快速地把今天的10次垂钓机会给用了。成绩不怎么理想，10次一共钓起了4个宝箱，还都是黑铁宝箱，还有6只鱼类海兽，全都嘎了，然后分解成鱼肉。4个黑铁宝箱直接合成一个白银宝箱，然后直接打开。打开宝箱，获得海上游商召唤令1、空间11、护脚头盔1、白银块2。海上游商召唤令，金色品质，使用后随机召唤一位游商，并可以免费选择1件商品。看着手中金闪闪的令牌，陈平忍不住眯了眯眼，这可是好东西啊！免费选择1件商品，那就是游商最贵的那件已经收入囊中了啊！不错，真不错。名称：护脚头盔，类别：头盔，品质：紫色，效果：体质+5，力量+2，可强化次数1。不用想，直接强化。白色强化，力量+2变成了+5，还行，直接装备上，毕竟他还没有头盔呢。打开人物装备面板，头部护脚头盔，上身银鳞胸甲，下身由龙鳞裙甲，腰带无，护手白银护手，鞋子踏水鞋，项链深海之泪，耳饰右星辰坠落，耳饰左鲛人的耳环，戒指右青铜戒指，戒指左环戒，武器幻变剑形态。陈平满意的笑道：不错，就还差1件腰带了。关掉人物装备面板，陈平拿出海上游商召唤令，看着手中的金色令牌，他正在考虑要不要现在就使用掉。毕竟他们现在还是新手期，如果招出来的游商只能卖新手期中的物品，那他不是亏大发了吗？收起令牌，陈平打算在聊天频道中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游商。第61章，
海上游商话题。就在陈平想打开聊天频道的时候，一阵哒哒哒的奔跑声响起，接着宝箱，宝箱，陈平哥哥，莉西亚的宝箱呢？今天的宝箱呢？在那啊！奔跑过来的莉西亚大声喊道。看着跑过来后在身边望来望去的莉西亚，陈平尴尬的笑了笑。咦，对了，好像还有个 BOSS 宝箱没开吧？陈平突然想起来，昨天爆出来的 BOSS 宝箱，他放桌子上了，然后因为太忙太累就给忘了。陈平立马抱歉莉西亚，然后边走边说道：“莉西亚，我们现在就去开宝箱啊！”莉西亚闻言，双眼立马亮闪闪的点了点头。很快的，两人就来到 BOSS 宝箱面前了。看着眼前的 BOSS 宝箱，陈平把莉西亚放了下来，然后笑道：“莉西亚，来，你来开宝箱。”莉西亚把双手放在宝箱上，然后看向陈平，开心的喊道：“莉西亚开喽！”见陈平点了点头，莉西亚兴奋地开启宝箱。打开宝箱，获得大金燕珠大20，尖刺长矛1，恐惧之刺1，花生种子10，肥宅快乐水6。咦？莉西亚拿起肥宅快乐水，好奇地看了看，然后向陈平问道：“陈平哥哥，这是什么啊？为什么水是黑色的啊？是脏了吗？”看着莉西亚手中的玻璃瓶肥宅快乐水，陈平倒是有点惊喜，毕竟他也挺喜欢喝的。陈平也拿起一瓶不冰，然后向莉西亚笑道：“这是饮料，好喝的，不过冷藏过后味道会更好哦。”那莉西亚拿起放冰箱里吧，等冷了之后就可以喝了。莉西亚点了点小脑袋，然后包着6瓶肥宅快乐水向厨房走去。一路上叮当叮当的碰撞声不断响起。看着双手抱着肥宅快乐水的莉西亚，陈平好奇地跟了过去，他想看看莉西亚要怎么开门。然后陈平就看见莉西亚来到冰箱后，直接飞了起来，然后用小脚丫打开冰箱。不错，真聪明。大金燕珠大，使用后获得5000点经验值，还不错，一共20枚，那就是10W 经验，再乘以4，那就是40W 经验值了。名称：恐惧之刺。类别：技能。品质：稀有，金色。效果：恐惧之刺，使用后形成一只恐惧之刺，对目标造成精神伤害。精神攻击。学了。名称：尖刺长矛。类别：武器。品质：稀有，紫色。效果：敏捷加10，精神加10。效果：尖刺袭击，使用后快速突击目标并造成巨大的伤害。不错不错，幻变又能升级了。陈平满意的拿出月溪长刀，然后2把武器放在一起，再把幻变放上去。很快的，2把紫色品质的武器就被幻变吸收了。陈平迫不及待地查看幻变的属性。名称：幻变。类别：武器，唯一。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30。效果：成长，需要吸收3件紫色品质的武器。形态变化：剑、狼牙棒、弓、盾、鱼竿、长矛、刀。形态效果：弓、青木剑、鱼竿，增加剑鱼上钩概率；长矛、尖刺袭击；刀、月影，可强化次数1。不错不错，又变强了不少。最重要的是，吞噬的武器效果都还在。剩下的花生种子直接放仓库，艾莱伊最喜欢种植了。要知道，现在一下有40个培养槽了，都是他一个人在打理。而一开始种植的草莓跟土豆都已经收获1次了。物品都看完了，现在就看看聊天频道中有没有什么游商的信息吧。躺在沙发上，然后打开聊天频道查看起来。聊天频道一打开，瞬间无数的弹幕不断滑动。陈平看了一下左上角的人数，第703区，人数38257，又变成少了呢。看了一会儿弹幕，没发现讨论游商的，大多数都是在聊副本岛屿的。陈平想了想后，还是自己问问吧。陈平，求问有没有人遇到过海上游商的？海上游商？没见过。怎么？你遇到海上游商了？长啥样？还有卖啥东西？咦，陈平，这名字有点耳熟啊。陈平大佬啊，第一个登岛的大佬啊，上过系统公告的人哦。哇塞，真的吗？哦，大佬求带副本岛啊呀。温3，收副本门票，收转职证书，收木筏装备等等，有意者私聊啊。哇靠，温3这个奸商竟然没死，真是稀奇啊。赵雨霞，哇，陈平大佬还记不记得我啊？还有温3他 MMB 的。哦，我遇到过海上游商哦，可惜我的木筏方向不对，错过了。那可惜了，那海上游商长啥样子？我也遇到过海上游商哦，是一只直立起来的大海豹，拖着一条船到处游，可惜就看了我一眼后就离开了。咦，为啥看了你一眼就离开了呀？不应该跟你交易吗？难道说你长得太丑了，连海豹都嫌弃？哈哈，差点把我都逗笑了。我跟你们说吧，想要海上游商跟你们互动，至少你们身上要有他们感兴趣的物品或者金币，不然游商是不会理会你们的。怎么说，
你跟游商交易过咯？他们都卖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稀有级别的转职证书？这下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等待30秒后的回复。很快的30秒就过去。哇塞，都等我回答啊！第一次这么万众瞩目呢。嘿嘿，说正题啊，海上游商的商品很多，跟我交易的游商并不是海豹，而是半兽人，长着动物耳朵的半兽人。他商品很多，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兽耳娘了，可惜要1000金币，我金币不够，只好买了个转职证书，半兽人勇士。咦，兽耳娘，我的天啊，好想要啊！可恶，半兽人。这么说，这里不止我们人类，那会不会还有精灵、矮人之类的存在？有，我就遇见了矮人游商，卖的都是一些装备，而且还贼便宜。我用开宝箱出来的2锅头换了一把金色品质的武器，贼赚呢。第62章神秘来客。卧槽，还真有啊！真羡慕爷，为啥我就遇不到矮人游商了？要知道，我可是开出了几瓶白酒啊！我也遇到了海上游商，是一只巨大的海鸥，会说人话的。它的商品中有个能飞的翅膀，效果是能让人低空飞行1个小时左右。可惜我没钱。气都冷，老娘上千枚金币，为啥就没有遇到海上游商啊？贼不爽啊！我更加气都冷了，老子昨天刚把金币卖掉，结果今天竟然遇到海上游商了，真惨啊！还好我比较喜欢金子，所以只要是金的都没卖，哈哈，现在不就派上用场了？温3，收购职业证书、木筏装备、金币、白酒、金色装备，有意者私聊啊！卧槽，你这收购还随时更新的啊！噗噗，可惜我基本都是上交易市场上卖的，虽然要收10%的手续费，但胜在安全啊！海上游商的信息一出，讨论的人还挺多的，但遇到游商的人就没几个了，一路看了下来才10几个。不过从他们的描述来看，海上游商的商品应该是不限限制的，那么就是说这令牌可以用咯。躺在沙发上的陈平看着手中的金色令牌，默默地想到：哒哒哒。陈平收起令牌，看向哒哒哒跑过来的莉西亚，疑惑地问道：莉西亚，怎么了？莉西亚拉起陈平，一脸兴奋地说道：陈平哥哥，走，外面的苹果树长苹果了哦，快点啊！很快的，2人就来到苹果树下了。陈平抬头看了上去，的确10个苹果出现在树上，就是这么大的树上就10个苹果，看起来稀稀疏疏的。10个苹果，其中8个红色大苹果，1个巧克力色，1个青色苹果。陈平笑道：莉西亚，把那2个色不一样的苹果摘下来。哦，好。莉西亚兴奋地飞了上去，然后把2个苹果摘了下来后，便飞回陈平身边。接过苹果，陈平便好奇地查看其属性来。要知道，这棵苹果树是会长特殊苹果的，这2个大概就是特殊苹果了吧。巧克力苹果，白色品质，口感跟巧克力一样的苹果，微甜。青灵苹果，蓝色品质，食用后敏捷+2。不错，把巧克力苹果递给莉西亚后，陈平吃着青灵苹果向修炼房走去。召唤游商的事就先放下吧，反正他现在也没什么急需的物品。陈平走向修炼房，而莉西亚捧着巧克力苹果向艾莱伊姐姐他们走去，她要跟姐姐们分享的。艾莱伊跟伊莫尔现在正在种植区中种植新获得的花生种子，现在40个培养槽已经有一半种上各种种子了。艾莱伊姐姐，伊莫尔姐姐，苹果哦，一起吃苹果呀！人未道声先到。艾莱伊跟伊莫尔看了过去，只见莉西亚捧着一个黑色的苹果跑了过来。修炼房内，陈平正在做着俯卧撑，怎么说呢？他感觉再过1倍重力，差不多快完全适应下来了。等到完全适应下来，就可以开始2倍重力了。做完俯卧撑后，又开始蛙跳，效率还是太低了。要是有什么修炼功法就好了，可惜职业并不带功法。陈平一边跳一边默想道，也不知道海上游商有没有卖修炼功法呢。很快蛙跳也完成了，陈平又拿出幻变刀形态，然后开始挥动起来，他要熟悉一下手感。接下来的时间内，陈平除了给艾莱伊他们做了中午饭外，基本都在修炼房中修炼。他现在修炼的是幻变的各种武器形态。修炼房中无岁月，天色逐渐暗淡了下来，而陈平还在修炼房中拉弓射箭。艾莱伊姐姐，莉西亚肚子饿了。莉西亚摸了摸小肚子，继续说道：我去喊陈平哥哥出来做饭了。刚拿出草莓的艾莱伊就这样看着莉西亚哒哒哒的跑了出去，眨了眨眼，看了下手中的草莓，又放了回去，反正放在储存贝壳中也不用担心会腐烂掉。艾莱伊在想，他要不要学做饭呢？但看了看着自己的粉嫩还带点肥的小手，算了吧，他怕一个不小心锅就破了，毕竟他们3个对现在的力量根本控制不好。没错，自从陈平升到33级开启属性共享后，艾莱伊跟伊莫、莉西亚3人现在还没完全适应着突然暴涨的力量。他们现在还是幼年期呢，所以身体会不断的自动调节。艾莱伊能感觉这对他们来说好处很大，但是啥好处他就不怎么清楚了。莉西亚看着眼前的修炼房，神情瞬间变得有一点怕怕的。
毕竟上次的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呢，他可是第一个哭着爬出来的呢。只要不进去，就不会被压倒在地了吧？莉西亚看着修理费喃喃道。很快的，修炼房的门口就出现了一个小脑袋，看着里面正在挥舞着长矛的陈平。陈平哥哥好厉害哦，竟然没趴在地上呢。陈平哥哥，陈平立马停了下来，然后看向门口，只见莉西亚探出小脑袋正看着他。陈平擦了擦汗水，然后收起幻变走了过去。莉西亚连忙退后几步，然后看着陈平委屈地说道：陈平哥哥，莉西亚肚子饿了。陈平闻言看了一下天色，还真是没想到这么晚了。陈平笑道：是哥哥的错，没注意到时间，回去给你们做饭啊。莉西亚摇了摇头说道：陈平哥哥猜没有错呢，走吧，回去做饭咯。说完拉着陈平就蹦蹦哒哒的向别墅走去。一阵忙碌后，吃完晚饭，再洗了个澡，然后休息一会，等头发干了之后就开始睡觉了。这次陈平还给艾莱伊他们3人讲了睡前故事。半夜，天色一片的漆黑，木筏海滩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咦，海滩？海面上怎么会有海滩啊？算了，这对我来说是好事，总算能好好休息一下了。身影慢慢的游动到木筏海滩边，然后等了一会后慢慢的站了起来，环视了一下，天色太黑的缘故，只能看个大概形状。这个海岛有点小呢，而且模样也有点怪怪的。虽然小了点，倒也是地面，这下应该能甩开他们了吧。海边还不太安全，还是往里走走吧。想到这便往中心走去。扑通。第63章，风里雨里，我在整理。陈平慢悠悠地向卫生间走去，洗漱，再解决一下肚子里的存货后，便跑去做早餐了。看了一下蛋巢，2个颜色不一样的鸡蛋安静地躺在里面，一个红色，一个倒是跟普通鸡蛋差不多。加上之前的金羽鸡鸡蛋，已经有3个鸡蛋。陈平直接把蛋巢里的鸡蛋拿了起来，可以给他们3个做个水煮蛋了。火焰鸡鸡蛋，蓝色品质，食用后增加少许火焰抗性。美味鸡鸡蛋，绿色品质，食用后能补充1天的能量需求。一不错，等下美味鸡鸡蛋就给莉西亚吃好了。嘿嘿，谁叫这丫头吃的最多？想到今天可以少做点菜的陈平美滋滋地说道。愉快地做完早餐，陈平便开始煮水煮蛋了。这时候艾莱伊他们3人也下来了。莉西亚一下来，看到厨房内的陈平就想跑过去，结果被眼疾手快的艾莱伊瞬间伸手拿捏住，然后拖着往卫生间走去。在厨房煮水煮蛋的陈平对此一无所知。等水煮蛋煮好后，艾莱伊他们3人已经坐在各种的位子，陈平笑嘻嘻地给他们分发鸡蛋，而美味鸡鸡蛋100%是莉西亚的喽。好处，好好吃啊。莉西亚看着手中被咬了一口的美味水煮蛋，鼓着腮帮子说道。艾莱伊跟伊莫尔也吃起各种的水煮蛋，的确，味道是挺不错的。吃饱喝足后，看着跑出去玩的3人，陈平笑了笑，然后掏出黄金鱼竿，准备钓宝箱去了。咚，鱼漂稳稳地落到海面上，不一会儿的功夫，鱼竿就开始上下浮动了，然后嗖的一下就沉入海里。一看鱼漂没了，陈平直接一拉，哗啦，一个黄金宝箱破水而出，然后砰的一声，稳稳地落在木筏上。哇塞，不错嘛，开门金啊！陈平开心地笑道。我甩。很快又一个宝箱被钓了上来，这次是个保底的铁宝箱。继续拉甩拉甩，很快的10次就用完了。今天好像比较幸运，不止一只海兽也没钓到。今天的宝箱品质也很不错。现在摆在陈平面前的一共为黄金宝箱2个，铁宝箱5个，青铜宝箱2个，特殊宝箱1个。再通过低级宝箱合成器合成后，现在变成了黄金宝箱3个，铁宝箱1个，特殊宝箱1个。特殊宝箱是长满藤壶的青铜宝箱。不错，好久没有获得这么好质量的宝箱了。今天莉西亚跟艾丽特他们在海滩上玩挖海贝，所以今天的宝箱陈平自己一个人包了，哈哈哈。从铁宝箱开始，特殊宝箱留到最后吧。我开。打开宝箱，获得炸鸡腿全家桶1，沙滩椅1，烤玉米棒5，铁块2。打开宝箱，获得大型制冰机1，快速恢复1，白玉珍珠贝1，黄金镐头1，黄金块2。打开宝箱，获得1箱60只随机口味冰淇淋1，紫竹鱼干1，贝刺1，黄金块2。打开宝箱，获得医疗药箱1，随机海岛副本匹配门票1，金色丝绸石，黄金螃蟹钳子1，黄金块2。打开宝箱，获得古金币1000，属性宝石1，藤壶30，随机坐骑契约卷轴1。不是吧？难道连一把武器都没有吗？我还想提升幻变呢，难受啊！陈平看完开出来的物品，有些难受的说道。炸鸡腿全家桶，绿色品质，炸鸡腿，金黄酥脆，又香又好吃。炸鸡腿啊，还行，现成的午餐。沙滩椅，绿色品质，安置后舒适度加10。
等下安置在海滩上。烤玉米棒，绿色品质，香饽饽的玉米棒子，好吃。小零食，大型制冰机，蓝色品质，无需接水便可以制冰的制冰机，需要水系能量时启动。好东西啊！快乐肥宅水就差冰块，这下完美了。名称：快速恢复。类别：被动技能。品质：蓝色。效果：快速恢复，恢复力增加 50%。还行，学了。白玉珍珠贝，金色品质，白玉珍珠贝会产出白玉珍珠，而白玉珍珠是美人鱼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咦，活的呀！噗噗，还以为只是个贝壳之类的特殊物品呢，没想到竟然还是个活贝。还别说，这个白玉珍珠贝还真好看，看名字就知道，整体白玉色，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纹路也很好看。等下扔油池里吧。黄金镐头，紫色品质，挖矿时减低耐久度消耗，耐久度翻倍，可强化次数1。咦，可以强化，不错，看看还有没有，等下统一强化。一箱60只随机口味冰淇淋，绿色品质，酸甜苦辣咸，啥味道都有。啥鬼？冰淇淋还有这些口味的吗？紫竹鱼干，金色品质，每天能垂钓10次，有概率钓上特殊鱼类。紫竹条鱼可强化次数2。哇塞，鱼干，而且还能强化2次。哦！名称：背刺。类别：被动技能。品质：紫色。效果：背刺，从背后攻击造成的伤害翻1倍，匕首类翻2倍。不错，学了。医疗药箱，蓝色品质，内有各种药的药箱，药箱内的药品永不过期。陈平打开看了一下，不错，各种类型的药都有。随机海岛副本匹配门票，紫色品质，使用后开始匹配随机副本岛屿。随机匹配？等下使用看看。金色丝绸，蓝色品质，金色丝绸制造出来的衣服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不错，可做5套衣服。名称：黄金螃蟹钳子。类别：武器。品质：稀有，紫色。效果：力量加15。效果：钳住，对目标造成伤害时，有概率夹住目标3秒。我操，这他喵竟然是把锤子！看着眼前这把黄金螃蟹钳子，2米长的手柄，1米左右的金色大钳子，挥动了几下，别说，还挺顺手的。第64章，我黄龙鱼要放养大。虽然模样很奇葩，但效果挺不错的，收起来，留着给幻变吞噬。继续往下看。属性宝石，蓝色品质，使用后增加1至5点全属性，可强化次数1。藤壶，绿色品质，煮熟后味道鲜美。随机坐骑契约卷轴，金色品质，使用后随机获得1只坐骑，并提供契约卷轴。看完了，可以开始强化了。首先是黄金镐头，打开强化面板，放入强化，白色普通强化。黄金镐头，紫色品质，挖矿时减低耐久度消耗，耐久度翻2倍。还行，更耐用了。接下来是鱼竿了，陈平最期待的。放入强化，白色光芒，普通强化，继续金色光芒涌现，黄金强化。紫金竹鱼竿，稀有，金色品质，每天能垂钓10次，大概率钓上特殊鱼类。紫竹条鱼，小概率钓上紫金竹条鱼。也不知道紫竹条鱼跟紫金竹条鱼是啥，感觉这鱼竿比不上华丽的黄金鱼竿呢。最后一件，放入强化，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属性宝石，蓝色品质，使用后增加1至10点全属性。属性宝石挺好看的，5颜6色，直接使用掉。使用属性宝石，全属性加4。基本搞定后，陈平便来到沙滩上，然后把沙滩椅安置好，然后再把白玉珍珠贝放入油池中。白玉珍珠贝一进入水中，就开始一张一合的向珊瑚群中游去，然后安家在一处比较平坦的珊瑚中。看了眼被几只土灵鱼打量的白玉珍珠贝一眼后，陈平便向别墅走去。先来到厨房看了一下，发现没位置放大型制冰机，那没办法，只好把60只冰淇淋放入冰箱内，然后把制冰机放厨房外，反正又不用连接水管之类的。最后再把一些物品放仓库中，只留下随机坐骑契约卷轴跟随机海岛副本匹配门票，这2个都是等下要使用掉的。因为不知道召唤出来的坐骑有多大，所以陈平直接来到木筏海滩，看了眼正在比谁挖海贝多的3只小精灵一眼后，便直接使用随机坐骑契约卷轴了。瞬间，随机坐骑契约卷轴展开飞出去，然后无数的生物的形象在张开卷轴上不断的闪过，速度飞快。陈平这边的大动静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正在比赛的3只小精灵，他们对视了一眼，然后扔掉海贝，沙沙沙的就奔跑过来了。瞬间，陈平身旁多出了3个小脑袋，闪过的速度太快了，陈平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坐骑。4人就这样盯了几分钟，卷轴没啥变化，又盯了几分钟，还是没啥变化。终于
在第10分钟的时候，卷轴开始散发光芒，然后一道光芒从中射向海滩，形成一道巨大的光影。哇！一人3精灵统一的挖了起来。看着眼前至少20米高的光芒，陈平一脸的期待，会出现什么庞然大物呢？巨龙、玄武，还是鲲呢？很快的光芒开始消散，一下子就下降到10几米了。陈平，没事，10几米的巨兽也不错的。几秒钟过去，光芒从10几米变成了几米。陈平，没关系，5、6米高也行，也是只凶兽。又几秒钟过去，光芒从几米变成了1米高的小光团。陈平，最后光芒终于开始消散开来了，光芒下的生物也随之露出了真面目。好！巨大的咆哮声响起，声波把莉西亚的发丝往后飘了飘。啪啪啪啪！看着眼前正在啪啪啪不断蹦跶的小不点，陈平瞬间沉默了下来。这东西能叫坐骑吗？随着光芒消散，卷轴也飘落到陈平手中，变成了契约卷轴，而且上面还有契约对象的详细信息。名称：黄龙鱼幼年期，种族：黄龙族，等级1，体质20，力量20，敏捷20，精神20，天赋：黄龙血脉，海中霸者，技能无。介绍：刚破壳3天的小鱼儿。看完契约卷轴上信息，陈平默默想到，这么说这条鱼潜力很大喽。毕竟刚破壳3天，全属性就20点了，强的离谱。可以，不错，契约了吧？陈平在契约卷轴上留下印记，瞬间契约卷轴化成光芒消散不见。感应到跟黄龙鱼的契约后，陈平刚想把它放养到游池中，结果发现本来还在蹦跶的小鱼儿不见了。陈平环视了一圈都没找到那条鱼，而且就连啪啪啪的蹦跶声也没有了。艾莱伊，你们有没有看？窝草！陈平刚想问艾莱伊他们有没有看见那条小鱼儿蹦跶到哪去了，然后就看到让他蛋疼了一幕。只见艾莱伊、莉西亚、伊莫3人抱着差不多1米长的黄龙鱼站木筏海滩边，然后砰的一声，黄龙鱼直接被他们3个放生。黄龙鱼在海滩上转了一圈，然后便沉入海底消失不见了。其他在契约成立后，他就感应到联系了，但怎么说呢？只能说刚出生不久的他还不懂，所以就懵懵懂懂的顺着本能往出生的游去了。看着好像做了一件好事的小精灵们，陈平一脸懵逼啊！刚到手的坐骑就这样没了。虽然现在派不上用场，但放在游池中养着也好啊。这下好了，从家养变成放养了，感受到越来越远的契约感应。算了，就这样吧。心情有些小郁闷的陈平直接使用随机海岛副本匹配门票。系统开始匹配海岛副本，请等待。系统匹配成功，开始传送，请稍等。随着匹配成功，陈平瞬间消失在原地。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周围，这里好像是个地牢，他还以为跟刘全那次一样是开个传送门之类，结果没想到这么直接的啊！双眼一黑，然后就出现在一处陌生的地方了。打量完环境后，陈平就开始打量起周围的求生者了，一共6个人，2女4男，看身上的装备应该都是紫色品质的装备。第65章死亡竞技场岛屿。7个人相互看了看，最终谁也没先行开口，而是开始打量起周围的环境。不过很快他们就收入目光了，没办法，这个环境根本不用看了多久，因为他们现在在一个类似牢房的地方，空间很大，3面墙壁，还有一扇巨大的铁栏门。陈平看了看后，直接选择坐在草堆上。没错，这里脚下堆满了干稻草，看着满地的稻草，他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一开始就不是关押人类的，反而猛兽的概率比较大。陈平的举动在众人中很是明显，所以其他人纷纷看了过来，猜测对方是不是知道点什么。突然，一道声音再响了起来：“嗨，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看这里的环境，我们大概率可能是一组的吧？”陈平看了过去，这货的形象还挺鲜明的，一身米黄色的铠甲，齐肩的长发，现在正笑眯眯地看着众人。其他人对视了一眼，但没人接话，都是默默无言看着。系统，恭喜你们来到死亡竞技场岛屿，这里是杀戮者的屠宰场，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老六的成名地。系统，这次的死亡竞技场为斗兽争霸，10组求生者们将要闯过10个斗兽关卡，最后挑战兽王。系统，挑战将在10分钟后开始，请各位求生者做好准备。看完系统的公告后，众人对面面相视，看来我们应该是一组的了。有人带头，其他人也纷纷开口起来了。10组求生者，也不知道是不是竞争关系。先别管是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要不要先大致介绍一下自己？要知道，只留给我们10分钟准备时间而已。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了。刘星，23级，近战职业，主力量。刘星说完后便安静了下来。等了几秒钟后，又有人开口说道：“朱倩，21级，
法系职业主精神。都2个人开口了，其他也开始介绍起来了。成龙20级近战职业主体质。黄鑫24级法系职业有点奶主精神。听到有奶，瞬间所有人都看了向黄鑫，陈平也不例外。哇塞，果然够奶，可真大。看着被撑着鼓鼓的胸膛，5个男的默默点了个赞。接着继续介绍。林和前23级近战职业主力量。陈平看着轮到自己，便站起来介绍道：陈平陈大力23级远程职业主敏捷。介绍完后就又坐了回去。其他人看陈平这么模样，1米7.8左右，身穿瘦小，一看就知道力气不大。不像一开始介绍了几人，成龙虽然比较矮，才1米6左右，但一身肥肉，怪不得主家体质。而林和前1米9的身高，还有爆炸肌肉的双臂，一看就充满了力量。只差最后一个人了，所有人都看了过去。杨国忠24级近战职业主力量。所有人介绍了一遍，用了差不多7分钟了。这时年龄最大的成龙开口说道：现在我们的大致了解了一点，那么我大致安排一下，你们看看行不？陈平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林和前，你说说看吧。成龙，我的想法是，我们几个近战职业的家伙在最前头，而黄鑫跟朱倩他们是法系职业，在后面输出，很简单的一个队形吧，怎么样？2个女的闻言倒是立马赞同了，但那些几个近战职业的就有点犹豫了，毕竟这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能不犹豫吗？这时陈平愁眉喊道：咦，那我呢？我也是远程职业啊，我要站哪啊？说完，陈平还拿出幻变青木弓形态向他们挥了挥，证明他陈大力真的是个远程职业。黄鑫跟朱倩一看，也连忙拿出他们的武器，都是法杖。陈平看了一下，看形状大致可能是紫色品质的武器的吧，毕竟他们没开武器品质特效出来，如果开了的话，那么什么品质就散发出什么样的光晕出来。成龙一脸不爽地看着陈平手中的青木弓，没想到还真是远程职业，草了蛋了。然后肥手一动，一把巨大锤子出现在手中。其他人一看，纷纷拿出武器，毕竟等下也要拿出来，还不如早点拿出来的好。刘星拿出了把大砍刀，而且上面还散发着紫色的光晕，骚包狠。林和前则是拿出一长枪，杨国忠则拿出了把巨剑。看着所有人都拿出武器，成龙眯着眼看了一遍，尤其是刘星的大砍刀，多看了2眼。就在他准备再次开口时，系统声音再次出现：系统，斗兽争霸正式开始，请各位求生者入场。随着系统声音落下，一道咔嚓咔嚓咔嚓的齿轮声响起，然后整个地面开始缓缓地往上升去。随着上升速度变慢，陈平他们都听到激烈的欢呼声、喝彩声。哗啦啦，随着一道铁链拉动的声响，前面的大门缓缓打开，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响亮的呼唤声、喝彩声。众人看着眼前的出口，阳光的照射让他们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但从这喝彩声来看，外面的人很多，至少上千人才能造成这大的动静。陈平站在最后，看着一动不动的众人，直接开口道：走吧，出去瞧一瞧吧。听着喝彩声，感觉像电影里罗马的斗兽场一样。众人一听，的确看着不远处的光明，最后还是握紧武器，缓缓地从黑暗走向光明。随之刺眼的阳光袭来，等他们适应后睁开眼后，入眼的一切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一下子就让他们失了神。陈平眯着眼看着坐在观众台上存在，一开始他以为是什么未知的智慧生物，结果倒是错得离谱，但又感觉在预料之中。上面的观众大概有一半是人类，剩下的一半则是半兽人、兽人、矮人，还有一些陈平不认识的种族。扑面而来的呼唤声让其他人一阵的迷茫，现在的情况他们是真的完全搞不明白了。第66章斗兽争霸开始。很快的众人就都反应过来，看着上面不断欢呼的观众，他们脸色通红，完全是被气的，他们这是比被当猴耍还要过分。陈平感觉手有点痒痒的，好像往上射上一箭，可惜不行，毕竟这么明目张胆、胆大妄为，妥妥找死的行为。毕竟陈平看了一圈，这人数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我给淹没了。刘星，上面的那些人是怎么回事？求生游戏安排的吗？朱倩有些紧张的说道：会是假的吗？杨国忠看着不像。刘星，他妈的，这不就是把我们当猴看吗？可恶！陈平，好像要开始了呢。那些观众看起来更兴奋了。其他人一听，都仔细了看了一遍，的确，欢呼声更加大了不说，还有一些激动的开始脱衣服，或者开始舞起来的。就在这时，一道巨大的声音响起：各位观众们，大家好！很荣幸，我再一次成为死亡竞技场之斗兽争霸的解说员之一。解说员，现在则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这次斗兽争霸的全过程。解说员，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挑战者，我看一下哦，这次的挑战者竟然都是新手区里的新人，竟然都是新人哦，那我也就不多加介绍了。现在各位观众可以开始下注了，10分钟后将挑战开始。听完解说员的话，众人面面相觑，这里面的信息量有点大啊。黄鑫，这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刘星耸了耸肩，说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临河前，也就是说，我们新手期结束后就会遇到老玩家。操，那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其他人在讨论，而陈平则听到可以下注的时候，就开始操作起来。陈平看了一下观众，发现大多数人好像沉默了起来，应该是在下注了。发现他们面前啥都没有，是怎么下注的？陈平试着呼唤一下：“我要下注。”瞬间一个面板出现在他眼中，花了1分钟看了一遍规则，然后查看一下各自的赔率。首先是最简单的，就是一关一关的下注，这个赔率都是看情况定的，现在是1比3，我们这些新手3。第二种而是赌挑战者能闯机关，越后赔率越高，1至5关赔率为1至5倍，6至10关赔率竟然高达10至30倍，而最后的兽王更是50倍的赔率。看到这里，陈平二话不说，直接下注干死兽王，84000枚金币，再加1001枚古金币。可惜土灵与土的灵珠因为不多，所以陈平没打捞起来，不然就能加个灵珠了。陈平看了一下，这里下注金币是最差的，再上就古金币，然后就灵珠这种高级货币了。下完注后，陈平就发现被定死了，不能修改，赔率50倍，后面就算是上升还是下降，他的赔率都是50，不会变。这钱他拿赢定了，毕竟这里也是岛屿啊。打开人物面板查看起来，名称陈平，种族人类，等级333140040000，职业自由支配者为1，体质466+166，力量440+144，敏捷440+148，精神440+266。注：海岛属性翻倍，减去一半包含括号就是主角的真实属性。自由属性点0，专属技能属性支配，元素属性转化，职业技能属性伤害，属性爆发，属性平衡，通用技能能耗减半，恐惧之刺，快速恢复，被刺，天赋无，称号开荒者，不错，平均属性差不多600点了。解说员，哦，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挑战即将开始了，让我看看第一关卡的首关兽是。哦吼，不得了啊！竟然是号称新人杀手的荒野狼群。解说员看了眼开始讨论起来的观众，继续激烈的解说道：众所周知，荒野狼群最少都是30只荒野狼组成的，这也是他们被称为新人杀手的主要原因。现在有请我们的新人杀手荒野狼群入场。嗷呜！无数的狼嚎响了起来，随后一只灰黄色皮毛的狼冲了出来。看着不断出现的荒野狼，观众瞬间开始欢呼雀跃起来。卧槽，这踏马都快40多只了吧？竟然还有！刘星一脸震惊地说道。随着出现的荒野狼越来越多，众人的脸色也越发难看起来。最终出现的荒野狼群到达了70多只，其中还有一只头狼。解说员，哦吼吼，令人震惊，竟然是大型荒野狼群。更让人惊讶的是，头狼竟然出现了头狼。要知道，随着荒野狼数量越来越多，陈平他们一行人已经退到墙边了，这样的话只要守一边就行了。成龙，我们4个近战，一人守一边，陈大力跟朱倩你们2个尽可能的杀敌，而黄鑫你辅助拿好，我们几个近战就行了，都没问题吧？杨国忠点了点头，说道：没问题。刘星，这些荒野狼的等级不咋样，5到10级，属性一般，如果不是数量多，我们根本不用这么麻烦。操！林前忠，别抱怨了，狼群来了，都小心一点。嗷呜！狼群瞬间快速冲了过来，然后张口咬向站在最外面的成龙，可惜被成龙一个大逼斗给扇飞了。其他人也纷纷把冲过来的荒野狼击飞了出去，砸到几只冲过来的荒野狼。巨大的属性差异让著名的荒野狼群毫无还手之力，他们的尖牙利爪根本破不开成龙4人的防御，只要不是被围攻，荒野狼群根本拿他们没办法。陈平跟朱倩看着完全进不了的荒野狼，便放心的使劲发起攻击。陈平单纯的拉弓射击，基本一箭就能收割一只荒野狼的生命。朱倩就厉害了，发球术不断的发动，瞬间漫天飞火，被命中的荒野狼不是直接死去，就是半死不活不说，还要被活活烧死，简直恐怖至极。第67章黄金巨龙兽。朱倩的火球术平均3秒一个，效率很高，可惜在轰死了6、7只，烧死了4、5只后，剩下的荒野狼群在头狼的召唤下退了回去，
留下一地狼尸。陈平倒是很克制，毕竟他的属性太高了，就算这样，他也射杀了10几头狼。一次进攻，短短几分钟内，荒野狼群的数量直接减半不说，存活下来的荒野狼大多都是有伤在身。看着死伤过半的荒野狼群，成龙直接问道：“要不要主动出击？”看狼群的模样，大概不会主动来过来了吧？刘星踢了踢脚下死去的狼尸，又看了看狼群，然后说道：“只剩20来只了，直接上吧。”陈平闻了闻周围的肉香味，一脸严肃地说道：“可以，一起冲吧，再不冲，我都要吃不下饭了。”陈平说完后，就直接冲向狼群。这地方真是一刻都不想待下去了。听到陈平的话，其他人一脸茫然，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但看到他冲了出去，都纷纷跟了上去。等几人回过神来后，看着跑在前头的陈大力，都是一阵的无语。不是，你一个弓箭手，跑那么前干嘛？等闻不到那股贼难闻的烤肉味后，陈平的速度才放慢了下来，然后一下子就被跟身后的刘星等人超过了。杨国忠拍了拍陈平的肩膀，然后笑道：“不愧是主敏捷的，速度就是快啊！但你一个远程职业，就不要跑到我们这些近战职业前面了吧？”陈平看了他一眼，然后笑呵呵的点了点头。看着跑去杀荒野狼的杨国忠，陈平暗道：他应该是个军人吧，各种习惯的姿势，动作痕迹太明显了点。摇了摇头，等陈平拉弓后，才发现荒野狼群死了差不多了，只剩下头狼还在苦苦挣扎。最终头狼还是难逃一死，被刘星一刀斩首。解说员：哦，精彩绝伦！我们著名的新人杀手荒野狼群竟然被一群新人给反杀完了，真是一场精彩的挑战。哦，看各位心爱观众的反应，看来输了很惨啊，不过没关系，我赢了就行了。哈哈，哈哈，我刚才好像说了什么不对的话，哈哈，请各位当作没听见吧。现在开始第2关下注时间，请各位心爱的先生们、女士们快点拿定主意。察觉自己说错了话，解说员立马岔开话题。林前中，下注。卧槽，我们也可以下注。成龙，靠，那不是浪费了一次？卧槽，老子没金币啊，坑爹啊！看到其他人都发现了可以下注，陈平也打开了下注面板，然后发现赔率下降了。除了兽王的赔率跟1赔1的当场关卡外，其他的赔率都下降了1倍。没事可干的陈平无聊的四处张望，然后发现那些荒野狼群的尸体都消失不见了，但地上的血迹还在。看了一圈，找不到任何拖动的痕迹，那些荒野狼尸像是凭空消失一样，一点痕迹都没有。就在陈平暗暗猜想时，解说员的声音再次响起。解说员：哦，各位相爱观众们，下注时间结束了哦，现在开始第2关的挑战。第1关卡兽是位新人杀手的荒野狼群，虽然这次反而是他们被屠杀殆尽，现在第2关卡又会出现什么？让我们尽情期待。好，一声巨大的咆哮声响起，接着砰砰砰的脚步声传来。感受到地面的震动感，众人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刘星，这动静感觉会是只庞然巨物啊！其他人闻言都点了点头，的确，这地面的微动感也只有体型巨大的生物走动才会造成这样的动静。果不其然，一只体型巨大、浑身金黄色鳞片的生物走了出来。哦，竟然是黄金巨龙兽！解说员激动地继续喊道：“哇，真是没有想到啊！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应该都了解巨龙兽，在具有巨龙血脉的龙兽之中，也算得上数1数2了。而这黄金巨龙兽就更加了不得，它是巨龙兽中的王者，巨龙血脉浓度更接近巨龙的存在，甚至一些低级巨龙还可能打不过它。最重要的是，巨龙兽一般都是在后面才会出现的存在。更别说黄金巨龙兽了，这是最让我惊讶的。虽然是只被削弱封印的黄金巨龙兽，看来死亡竞技场很看好这对挑战者呀。解说员在上面说的惊心动魄，而下面的挑战者们除了陈平外，都是一脸凝重的看着黄金巨龙兽。名称：黄金巨龙兽，王者 BOSS， 种族：龙兽族，等级20/50，体质200 746，力量200 723，敏捷200 719，精神200 648，天赋：黄金巨龙血脉，终极魔法免疫，物理减伤，力大无穷，皮糙肉厚，快速恢复。技能：龙威，巨龙吐息，野蛮冲撞，大地震击，恐吓咆哮，致命撕咬，甩尾。卧槽，这属性是认真的吗？全属性200，还是削弱状态？刘星震惊地喊道。朱倩看着终极魔法免疫，一脸委屈地说道：终极魔法免疫怎么能这样？高级魔法我才掌握1个而已，而且我现在的魔力也就只够释放2次。林前中突然向成龙问道：成龙，你能抗住几下？成龙脸色难看地说道：
什么叫我能抗几下？别看我主体力，但我可不是坦克，但抗几下还是可以的。对了，黄鑫，你的奶量够不够？黄鑫紧握着法杖，回道：我的职业是牧师，治疗技能现在只有2个，奶量还可以。听到黄鑫的职业是牧师，顿时成龙、刘星等几个近战职业的脸色都轻松了一些。杨国忠，这样的话，我们4人尽量吸引住那黄金巨龙兽的注意，谁受伤严重了就退出去，然后黄鑫你就负责治疗就行了。众人闻言都点了点头，然后防备的看向黄金巨龙兽。第68章过5关斩6将。吼吼吼！黄金巨龙兽咆哮一声，金色龙目看向陈平一群人，然后缓慢的走了过去，每一步都重重的踩在地面上，威慑力十足。砰砰砰！看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黄金巨龙兽，刘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然后说道：上不上？杨国忠，等他走到中间，这样我们操控的空间更多一点，进退都方便。杨国忠看向陈平，然后说道：还有陈大力小兄弟，我们4人近战的，可能发现不了黄金巨龙兽使用技能的前兆，到时候就麻烦陈大力小兄弟提醒了。陈平闻言向杨国忠点头回道：没问题，放心吧。朱倩，那我现在开始准备念魔法咒语了，这样的释放出来的魔法威力会更大。见朱倩开始念咒，杨国忠、成龙等人看黄金巨龙兽也差不多快到中间后，便冲了上去。刘星这逼还嗷嗷嗷的大喊着，试图壮壮胆。陈平满脸黑线的看着因为嗷嗷嗷叫而被黄金巨龙兽注意到的倒霉鬼，刘星这逼绝对会是第一个挨揍。果不其然，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黄金巨龙兽第一时间咬向刘星。卧槽你妈，好臭啊！血盆大口还没到，恶臭就扑面而来，刘星被口臭直接逼退，快速往后退了几米，倒是阴差阳错的躲过一击。看着近在咫尺的大脑袋，刘星下意识直接一刀劈了下去。叮当一声，刘星的紫色品质大刀直接刮下了一点头皮屑。刘星，卧槽，好硬的头皮！其他人趁机纷纷使出技能击向黄金巨龙兽身上，瞬间金色的鳞片到处飞溅。见自己的攻击效果如此之差，杨国忠等人脸色瞬间大变，虽然只是普通的技能，但也不至于连滴血都不流吧。好！巨大的咆哮声响起，感觉到疼痛的黄金巨龙兽直接抬起一只脚，然后向最近的成龙踩去。狼狈不堪的躲过攻击后，成龙立马反击，又是击碎了一些鳞片。很快的，4人一兽就开始缠斗起来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朱倩终于把魔法咒语念完了，看着正在缠斗在一起的众人，她连忙喊道：你们快点躲开，我支撑不了多久的。陈平看着朱倩上方的巨大火球，估摸着应该能对黄金巨龙兽造成不小的伤害。听到朱倩的话，4人完全不敢耽误，瞬间离开黄金巨龙兽身边，然后他们就看到一颗巨大的火球袭来。看着眼前的大火球，黄金巨龙兽完全不屑一顾，躲都不躲。身负黄金巨龙血脉的他，最不怕的就魔法了。自负的黄金巨龙兽站在原地不动，任由大火球落到身上。看着一动不动的黄金巨龙兽，朱倩气炸了，这不是完全看不起他吗？研爆术可是他掌握的魔法中威力最强的魔法，而且还是高级魔法，黄金巨龙兽凭什么瞧不起？好不爽啊！最终在万众瞩目之下，巨大的研爆术直接轰在黄金巨龙兽身上，瞬间爆炸，研爆术的伤害完全释放出来。吼！哀嚎的吼叫声从黄金巨龙兽口中发出，鲜红带金的血液不断的从他身上流出，滴答滴答的滴落到地面。好蠢的 BOSS 啊，明明能躲开的攻击也不躲。现在好了吧，遭罪了吧，呵呵。陈平看着本来黄金色的黄金巨龙兽，现在漆黑一片不说，还血淋淋的，摇头感叹道：陈平也不知道是不是继承了巨龙的高傲自大，连攻击都不躲，牛啊！趁他病要他命，陈平直接一剑命中左龙目，青木剑直接没入一半，瞬间龙目疯狂飙血。吼吼吼！巨大的疼痛让黄金巨龙兽仰天长啸，龙目的鲜血不断涌出，一股巨大威压从身上爆发了出来。卧槽！成龙跟杨国忠4人刚想落井下石，结果直接被无形的威压压倒在地。就连站在远处的陈平、朱倩跟黄鑫都感受到了威压。哎呦，朱倩跟黄鑫也被压趴了下来，但压力没那么大。陈平抬了抬手，感觉比修炼房的1倍重力强上不少。看着用凶狠的独眼盯着他的黄金巨龙兽，陈平笑了笑，看来是被盯上了。也是，谁叫他鹤立鸡群的站着？帅气的人就是这么的显眼，而且还遭人不是遭受毒。黄金巨龙兽恶狠狠地看着陈平，就是这个人类打伤了他的眼睛，而且伤害巨大，竟然连快速恢复都恢复不了。不杀不足以平受分。龙息准备，
本来张口就来的龙息，现在竟然要聚气，真是草了蛋了。看着喉咙鼓起的黄金巨龙兽，陈平猜测他应该是要使用巨龙吐息了。这还得了？这是完全不把我放眼里啊！他难道以为释放龙威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敢把这么明显的弱点露出来，这要是不来一剑，都觉得对不起黄金巨龙兽的这作死的行为。看我拉满月射龙兽！嗖的一下，一支青木剑以不可见的速度射向黄金巨龙兽的喉咙。砰！青木剑直接引爆了聚集在喉咙中的龙息，直接把黄金巨龙兽的脖子给炸断了。砰！咕噜！刘星看着近在咫尺的血盆大口，差点被吓出翔来。咽了口唾沫后，他连忙爬开。这不是被吓到的，而是被臭到的。没错，被臭的。随着黄金巨龙兽死去，他释放的龙威也随之消散。所以成龙、杨国忠等人都已经站起来了，看着眼前的还站立着的黄金巨龙兽尸体，林和乾感叹道：“不愧是巨龙兽的王，死了都不倒地。”杨国忠看着眼前的站立着的尸体，摇头笑道：“这完全是自己把自己作死的。”朱倩看着陈大力，笑嘻嘻地说道：“厉害啊，陈大力，竟然一剑就把黄金巨龙兽给杀了，可以啊！”说完还伸出白嫩小手给陈平比了个赞。陈平收起幻变，然后笑了笑，说道：“运气好，运气好，谁叫那黄金巨龙兽作死的，把弱点暴露这么明显呢？哈哈。”第69章，真过5关斩6将。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的挑战者们又一次获得了胜利。解说员激动地喊道：“看各位先生女士这么的激动，不用想，肯定都输了吧？毕竟谁能想到强大的黄金巨龙兽会死得这么的了草呢？”呵呵，各位的遭遇我感同身受，毕竟我也是压黄金巨龙兽赢的。好了，各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送给下面的挑战者，祝贺他们再次获得胜利！啪啪啪啪啪啪，欢呼声、鼓掌声响彻天际。满天的欢呼声、鼓掌声并没有让成龙、杨国忠等人的脸色变得好看起来，反而他们现在的神情很是难看。毕竟才第2关就出现了黄金巨龙兽这样的存在，如果不是黄金巨龙兽太过于高傲自大，他们就算能赢也不会这么轻松，甚至有可能出现伤亡。如果后面的关卡都是像黄金巨龙兽这样的存在，那他们都可以不用玩了，趁早投胎算了。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想我了没？嘿嘿嘿，废话不多说，现在开始第3关卡。随着解说员的话音落下，一声巨大的闷响声传了出来，呱呱呱的叫声传了出来。啪的一声，5只体型巨大的癞蛤蟆出现在视野中。名称：沼泽独阁，种族：蛤蟆族，等级15，体质126，力量104，敏捷97，精神76，天赋：毒性皮肤，跳跃强化，技能：弹性毒蛇，毒液甩击，肚皮碾压，巨口吞噬。咕呱咕呱咕呱，巨大的呱叫声不断响起。看完属性，众人都不自觉地松了口气，还好不是黄金巨龙兽般的存在，就几只癞蛤蟆而已。陈平先手拉弓，直接一剑就把一只沼泽独阁给定死在原地，然后成龙、杨国忠等人瞬间冲了过去，4人1人1只，很快的就干净利索的解决掉所有的沼泽独阁了。一剑射死1只独阁的陈平看着他们这么迅速解决完对手，也没感到惊讶，毕竟他们4人连黄金巨龙兽的攻击都能抗住，应付这些小怪那还不是轻松自如。解说员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解了，黄金巨龙兽都被挑战者们杀死了，你现在给我派一些小怪进来，这让我怎么解说？想了想后，解说员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又是一次精彩的战斗，我已经用麻袋开始装金币了，你们呢？哈，不错，看来你们都跟我一样，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为奖励一下自己，哈哈哈。说完，解说员自己就先鼓起掌来了，慢慢的所有观众都开始鼓掌。陈平他们翻了翻白眼，这话说的过不过分？接下来陆陆续续出现了第4波的毒牙蟒蛇15级，最高属性为力量113点，然后第5波出现沙漠蜜獾19级，属性很平均130左右，还有个头铁的天赋，让他的属性临时增加 20%， 才一只沙漠蜜獾就搞得他们有点狼狈，尤其是流星，裤子都被撕烂了。接着第6波出了一只20级的嗜血黑角鳄，最高属性为力量213点，还好他在地上的灵活度不够，尤其是拐弯的时候，所以被陈平跟朱倩2人放风筝放死了。看我发现了什么？解说员突然大声喊道：“一只成年的斑纹黑寡妇，剧毒、冷血、狡诈，是他的代名词。”这下可难办了，斑纹黑寡妇已经开始动手了，但我们的挑战者还一无所知。那么斑纹黑寡妇会不会让挑战者们出现第一次减员呢？
真是令人期待万分啊！解说员完全好像忘记了他的解说，挑战者们也是能听得见了，所以众人一脸凝重的背对背的观察周围。窝了个草！解说员说的斑点黑寡妇到底在哪？唠叨了半天，就是不说重点。刘星看着空无一株的广场，烦躁的说道。杨国忠愁眉说道：“是不是那只斑纹黑寡妇会隐身？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地面上的动静。临河前，大家转起来吧，一动不动的，反而更容易被袭击。”众人一听有道理，便纷纷转了起来。转了几圈后，陈平突然停了下来。咔嚓！陈平疑惑的移开脚，然后就看到一只黑色带有红色斑纹的死蜘蛛。哎呦！直接撞到陈平的朱倩下意识叫了一声，瞬间把其他人的注意都吸引了过来。看着看向自己的众人，朱倩立马红着小脸向陈平问道：“陈大力，你停下来干嘛？害我吓了一跳。”陈平摸了摸下巴，然后说道：“你们过来看看，这是不是那只斑纹黑寡妇？”最近的朱倩蹲下看了看，然后哭笑不得的说道：“好像还真是呢，带有斑纹，又是黑蜘蛛。卧槽，这么小一只，我还以为很大只呢。”刘星无语的说道：“不怪他这么想，毕竟之前出现的都很大只，谁能想到斑纹黑寡妇就跟普通的蜘蛛一样大呢？最重要的是，还被踩死了。”看着陈平他们一阵的无语，害他们紧张万分。解说员更加无语，堂堂的致命杀手斑纹黑寡妇竟然死得如此憋屈。要知道，斑纹黑寡妇的毒液能杀死任何30级以下的存在，除了毒免的生物。虽然很无语，但解说员可没忘记自己的职责，立马大声喊道：“啊呀！虽然大名鼎鼎的黑寡妇死了如此的憋屈，但让我们赚得盆满钵满的，也算对得起她的名号了。毕竟谁都知道，斑纹黑寡妇一旦被发现，就毫无威胁了。现在，为我们的财主鼓掌！”啪啪啪，剧烈的掌声再次响彻天际。虽然没有看到死人很遗憾，但能赚到金币也很香不是？朱倩突然问道：“咦，我们现在是第几波了？”黄鑫拉了拉他的手臂，说道：“好像是第7波了吧？接下来是第8波了。第70章。哈萨英格卢。”解说员，各位心爱的先生们、女士们，刚刚获得的最新消息，第1队、3队、4队、5队挑战者跟第7队挑战者已经全军覆没。根据死亡竞技场的规矩，关卡挑战兽们将会提升 0.5 倍的属性加持。欢呼吧，为接下来更加艰难的挑战欢呼，喝彩吧！解说员激动万分的嘶吼道。台上的观众激动万分，高喊着，嘶吼着，而下面的刘星等人则是脸色大变。属性增加 0.5 倍，这也太多了点吧？要知道，黄金巨龙兽如果增加 0.5 倍的属性，那就整整300点全属性，攻击一下就能要了他们半条命了呀！先生们、女士们，现在欢迎第8道关卡的挑战兽入场。随着解说员的话语落下，一道剧烈的摩擦声响起，杀杀杀！很快的一道高大的身影从对面的通道中走了出来。哇！看我发现了什么？竟然是变异双头巨魔！解说员激动的喊道。传闻变异双头巨魔的魔法天赋很高，能释放出威力巨大的高级魔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研爆术。没错，就是下面挑战者们使用过的研爆术。但变异双头巨魔的研爆术威力至少翻个倍不止，如果他手中的法杖不是普通法杖的话，可能威力会更加强大。哦豁！变异双头巨魔突然咆哮了一声，然后举起双手开始上下摆动起来。看着变异双头巨魔的奇葩东西，完全不了解的解说员选择默不作声，陈平他们则是趁机鉴定起来。名称：哈萨英格卢，种族：巨魔，等级：20，体质：124+62，力量：116+58，敏捷：97+46.5，精神：199+99.5，天赋：思维混乱，魔法技巧：皮糙肉厚，力大无穷，双重释放，技能：火球术、大火球术。研爆术、医疗、魔法盾、重力打击、咆哮印记、嗜血印记。卧槽！大火球术？凭啥？一个巨魔为啥比我这个活法还多了个大火球术？而且竟然还有魔法盾！我靠啊！朱倩看完后不爽的喃喃道。陈平拍了拍他的小肩膀，然后笑道：“哼，可不止比你多了个大火球术，没听到解说员说的话吗？人家的技能威力都比你的大呢。”朱倩一听，这不是更加操蛋了吗？这一下是加倍不爽啊！看着正在做着杀笔动作的变异双头巨魔，众人商量了一下计划，然后就开始行动了。杨国忠跟成龙、刘星、林和前4人使劲缠绕这变异双头巨魔，让他释放不了魔法，毕竟大多数的魔法释放都怕被打扰的。趁着变异双头巨魔还在做着热身操的时候，4人快速冲了过去，
然后用力的挥砍了下去。卧槽！魔法盾！四人看着眼前的魔法盾，一阵的无语。变异双头巨魔什么时候使用出来的？被迫打断了热身运动的哈萨英格卢不爽的举起双手，然后一个大火球术就轰了一声出现在头顶上。随着大火球出现，成龙他们四人立马就感觉到炽热感了，瞬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生怕大火球砸了下来。哈萨英格卢看了一眼周围的小虫子，然后巨手一挥，又一个大火球出现在头顶上，然后2颗巨大的大火球直接轰向陈平。陈平，卧槽，搞什么鬼啊？为啥目标是我啊？陈平正想远离朱倩他们，结果刚退一步，就发现他们2个早就见势不妙，逃之夭夭了。不爽的撇了撇嘴，然后陈平直接暗中用恐惧之刺引爆2颗大火球，表面上还用青木剑攻击大火球来掩饰一下。砰！2颗大火球像烟火似的爆炸开来，形成漂亮的火花后就消失了。看着爆炸开来的大火球，哈萨英格卢疑惑地摸了摸一边的脑袋，大火球好像被什么打中后才爆炸开来的。吼！被摸头的脑袋不爽地吼了一下，被吼了一下后，哈萨英格卢直接开始念咒语。杨国忠他们一听，瞬间就知道这变异双头巨魔要使用研爆术了，毕竟朱倩使用过。但可惜的是，他们一时半会好像打不破这个魔法盾。他们一边攻击魔法盾，一边小心翼翼地防备着研爆术的攻击。看到哈萨英格卢念头咒语后，杨国忠、成龙、刘星跟林和前瞬间紧张万分，连攻击都停下了，生怕被当成了目标。可惜他们白紧张了，在哈萨英格卢的感应中，虽然他对每个人都感到一下危险感，但陈平是最高的，让他的2个后脑勺都感觉有些发麻。所以研爆术毫无疑问地冲向陈平，一副不炸死他就不罢休的样子。操！陈平看着又冲过来的研爆术，陈平一脸的阴沉，这是什么意思？看我好欺负是吗？满脸不爽的陈平直接使用恐惧之刺攻击哈萨英格卢，瞬间他身上的魔法盾直接破碎掉。杨国忠跟成龙还以为终于打破了魔法盾了呢，连忙使用技能攻击变异双头巨魔。哀嚎声瞬间从哈萨英格卢的小脑袋中响起，面对4人的攻击，虽然身为巨魔的他天生皮糙肉厚，并且力大无穷，但专心于魔法的他完全不懂如何应对，所以毫无疑问，哈萨英格卢完全没有反击之力，而且陈平还时不时释放一个恐惧之刺命中他的脑海，使他痛苦万分。最终不堪重负的哈萨英格卢还是重重的倒下了，倒下的时候双手还捂着裤裆，那是因为刘星一个不小心命中了他的蛋。反正刘星死命摇头，死都不承认就是了。随着变异双头巨魔倒下，解说员瞬间喊了起来：哦豁，就连强大的变异双头巨魔都难逃一死，那到底还有什么存在能终止这对挑战者们的连胜的呢？下面让我们欢迎第9关卡挑战兽鼓起掌来。顺便一提，第2队跟10队挑战者也已经全军覆没，所以恭喜你们成功进入前3名，虽然没什么奖励就是了。哈哈。第71章平局。众人脸色难看的听着解说员的讲解，等了一会，发现没有属性增加的说明后，才重重的松了口气。毕竟前面阵亡了5队挑战者，让他们以为这次又要增加 0.2 倍的属性增幅了呢。在剧烈的鼓掌声中，第9波的挑战兽缓慢走了出来。哇，竟然是有着山灵之称的陆行兽！据说看到陆行兽，跟着他就能发现传说中的存在山岭巨人。咦，不对啊，陆行兽虽然很稀有罕见，但好像级别很低吧？这不是白给的吗？解说员看着下面那只长得跟正常梅花鹿差不多的陆行兽，不解地喊道。解说员，咦，不对啊，这不是又能用麻袋装金币了吗？这么一想，好像也很不错呀。嘿哈哈！各位先生们、女士们，下注，下注！好不容易能撸死亡竞技场一把，得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啊！解说员喊完，就立马打开下注面板，然后把身上的金币全压挑战者赢，然后心情愉悦地看着下面。观众们被解说员这么一提醒，瞬间就反应过来了。的确啊，好不容易能撸一把死亡竞技场的羊毛，能不撸吗？所以纷纷下注，大下特下。这一次的下注时间格外的长，等最后一个观众下完注后，下注面板才慢悠悠的关掉。下注面板一关掉，解说员瞬间激情四射的吼了起来。解说员，哦豁，终于开始了，请挑战者们狠狠的践踏那只可怜无助的陆行兽吧。嘿哈哈！看着不远处的陆行兽，陈平等人完全不敢轻举妄动，甚至还不动声色的往后退。退到墙壁后，一群人这才松了口气。看着正在蹦跶的陆行兽，刘星对着陈平吐槽道：这完全是一个死亡召唤器啊，谁敢动啊？陈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关该怎么过？杀死不可能杀死这头鹿的了，难道只能耗时间了吗？看着远处的陆行兽，陈平也很是郁闷，
怎么说呢？这头鹿贼垃圾，只有10级，属性很拉胯，但它有个屌炸天的技能啊！我愿称为背靠好大山之术，而且还真的是大山，会动，一巴掌就能把你拍死的大山。山岭巨人投影，陆行兽死去后将会召唤山岭巨人投影，投影的实力是山岭巨人一半柱，已知最弱小的山岭巨人在1000年前等级为149。有这个技能在，陈平他们敢动吗？完全不敢动，好吧。一群挑战者缩在墙角瑟瑟发抖，徒留一只鹿在整个竞技场内乱跑，悠哉的不行。如果不是地上没青草的话，他可能都要低头啃上一些。竞技场内的情况直接把解说员跟观众给看傻了，这尼玛不对吧？上啊！一只傻包子而已，一刀就能轻松斩杀了呀！拿出你们对战黄金巨龙兽时的气势啊！不管上面的观众如何无能狂怒，陈平他们在看到陆行兽不靠近他们后，就开始坐下来休息了。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下，这能不好好珍惜呢？那这个给你。陈平看着朱倩递过来的烤肉，他立马摇了摇头，说道：“我并不饿，给刘星他们吃吧，他们的消耗大，更需要补充能量。”闻言，朱倩点了点头，然后随手把黑色的烤肉递给刘星。下意识接过烤肉的刘星看着手中乌漆嘛黑的东西，一脸的迷茫，什么东西？闻了一下，有股焦味。刘星、朱倩，这是啥呀？朱倩，烤肉。刘星闻言点了点头，然后看着手中的黑色烤肉，味道应该还行的吧，毕竟女孩子做饭都比较行的。杨国忠，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临河前，就算是1天也要等，不然能怎么办？杀死这头鹿吗？那是自寻死路，我可不干啊！成龙闻言，咽下口中的食物，赞同道：“没错，等吧。”说完继续吃了起来。嘤，你们这群挑战者在干嘛？动起来啊！干死那头鹿啊！解说员先是应了几下，然后暴躁的吼道：“卧了个槽，还以为能撸到死亡竞技场的羊毛呢，看来是我显得太理所当然了。也是，从古至今就没人能白嫖死亡竞技场的羊毛。看来自己的小钱钱就要离我而去了，倒霉！看来这场要以平局收尾了。死亡竞技场这是想通杀呀！还好自己身为解说员，结束后还能获得点金币，不然可能就得邮回去了。”不过看着台上脸色铁青的观众，解说员瞬间心情就好了起来。看来又有些人作死的向死亡竞技场贷款下注了，噗噗，这不是作死吗？看来这一关是死亡竞技场做的局了。怎么说，今天是有人赚大发喽？死亡竞技场这是准备回一下血啊？会是谁呢？难道是其他队的解说员？也不是没有可能。哎呦，想通之后，解说员瞬间觉得精神气爽啊！能让死亡竞技场这么无耻的选择平局通杀下注双方，那死亡竞技场今天肯定是亏大发了，甚至这次的举行可能没赚，还倒贴钱也说不定啊！这么一想，是真他妈的爽啊！咦哈哈哈哈！解说员一个不小心，直接笑了起来。终于1个小时后，陆行兽蹦蹦哒哒的跑了回去。陈平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解说员，哇哦，竟然是平局，庄家通杀呀！我的小钱钱没了，嘤。咦，先生们、女士们，鼓掌啊！难道一见的平局爷怎么能不来点掌声呢？啪啪啪！说完，他自己就鼓掌起来了。而观众台上基本都是满脸苍白，平局？他的平局，这个明摆的宰客啊！一时间，观众台上哀嚎不断，而暴脾气的人已经开始扔东西了，可惜被透明的光照挡住，可怜的第1排的观众了。第72章，因为很重要。看着上面暴躁的观众，陈平等人就忍不住的幸灾乐祸，叫他们看戏。现在好了吧，输的裤衩都没了吧，嘿嘿。解说员有些贺幸，还好他要解说，所以是在光照内，不然现在肯定满头包了。不见看台上的观众，他轻咳了一下，然后开始准备介绍第10关卡的挑战兽。解说员，嗨，很好，现在开始第10关，只要通过这关，那么挑战者们就将面对兽王喽！欢呼吧！为了只差一步的挑战者们欢呼吧！可惜这次观众们没一个买他的账，一个鼓掌的都没有，更别说欢呼了。解说员也不在意，他们每开骂都算不错的了。很快的，第10关的挑战兽就出现在场中了。看着下面4脚着地，浑身漆黑色，无眼不断吐着舌头的挑战兽，解说员直接吸了口凉气。死亡恐爪兽！我的天啊，不可思议！解说员激动地继续喊道：“各位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当中应该有些人认识他，死亡恐爪兽。他是差点成为兽王的存在，只不过可惜啊，我还以为死亡恐爪兽已经被兽王吃掉了呢，没想到竟然会出现在这里，真是令人感到意外呢。”听到解说员的讲解，陈平等人瞬间脸色凝重起来，还是之前休息了1个小时，现在他们的状态可以说差不多恢复了。名称：死亡恐爪兽 BOSS， 种族：恐爪族，等级：
29，体质243加122，力量218加109，敏捷289加145，精神261加130，天赋无声无息，蛇感，死亡气息，快速恢复，技能暗杀，恐怖爪击，致命穿透，黑暗行走，黑夜增幅。技能跟天赋都很少，但属性爆表啊！而且技能少不代表不强啊，可能他是专精呢。卧槽，这属性比黄金巨龙兽还夸张，我们怎么打得过啊？刘星有些惊恐地说道。成龙跟杨国忠等人的脸色也是苍白无比，合着前一波是给他们的福利啊，这波就直接让他们送死。要知道他们的等级算得上很高了，平均20多级，但要知道20多级的他们最多只有主属性是超过200，其他属性顶多就主属性的一半，甚至更少。面对死亡恐爪兽，本来没加成的属性就碾压他们了，更别说还增加了50%的属性了。朱倩有些崩溃地喊道：呜，什么鬼嘛！一个紫色的随机匹配岛屿副本，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存在啊？看着流出眼泪的朱倩，陈平尴尬地别过头。要说为什么，他觉得大概率是他的原因吧，不是实力问题，而是他下的注太高了，50倍呢。所以死亡竞技场想搞他，好像也很正常吧。没办法，陈平准备单打独斗了，毕竟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其他人根本撑不过一回合就会被秒杀了。说真的，陈平现在的属性其实也可以秒杀掉死亡恐爪兽，但他现在并不能100%掌握现在的属性，所以可能要多费个几秒。扭了扭脖子，传出几声咔嚓声响后，陈平便走向死亡恐爪兽，手中的青木弓形态也变成了狼牙棒形态。为啥不是剑或者刀呢？嘿嘿，只因狼牙棒够大，也只够长，这样攻击范围也够大，更加容易命中目标，毕竟他可能一个不小心就跑过头了。陈大力，你干嘛？找死吗？看着从身边走出去的陈平，黄兴疑惑的不解地问道。刘星这时也喊道：陈大力，你该不会连垂死挣扎一下都不做，直接送死？看着都以为他是去送死的众人，陈平想了想后，觉得好像并不用多加解释啊，毕竟他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这次过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次相见呢。更别说一群人好像都不是同一个区的，就比如说刘星，这家伙是614区。想通后，陈平摆了摆手，然后嗖的一声，整个人快速冲向死亡恐爪兽。呼！巨大的风响声响起，刘星等人一脸懵逼地看着消失不见的陈平，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等他们回过神的时候，就看到陈平站在死亡恐爪兽身旁，而巨大的狼牙棒正插在死亡恐爪兽的脑袋上，已经陷入地下了。看着站在中心的死亡恐爪兽，陈平握住狼牙棒后就直接冲了过去，速度快到原地只留下破空声，嗖了一下，然后在陈平一脸果然如此的神情下，直接从死亡恐爪兽身边掠过，巨大的狼牙棒也从上空扫过，可惜一根毛都没带出来。不过死亡恐爪兽身上也没毛发就是了，全身光溜溜的。停下来的陈平再次冲了过去，这下狼牙棒着地，就不信打不到。吼！一声嘶吼的低鸣声响起，死亡恐爪兽因为没有视野，看不到陈平来袭，蛇感也来不及反应，所以他直接顺从本能，使用黑暗行走，瞬间变成一团黑影贴到地面，向左边移动。死亡恐爪兽再次顺利地躲过陈平的致命一击。卧槽！陈平那个不爽啊，竟然还躲过了2次。事不过三，这次他直接使用恐惧之刺攻击死亡恐爪兽。看着原地痛苦哀嚎的死亡恐爪兽，这下总躲不开了吧？嗖了一声，陈平直接出现在死亡恐爪兽身旁，然后直接一棒子对准他的脑袋就重重地砸了下去。噗砰！巨大的力量让狼牙棒狠狠地扎进地里，而死亡恐爪兽这下就真的变成了死的死亡恐爪兽喽。看着嗝屁的死亡恐爪兽，陈平满意的说道：哼，小样，还真以为躲过第3次不成？卧槽卧槽卧槽！因为很重要，所以解说员连续喊了3句，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心情是何等的窝草了。他现在好想查看陈平的属性面板啊，可惜不能。看陈平这表现，不用想，肯定是拿到了这一届新手的唯一称号开荒者了。每一届的唯一称号开荒者的效果都不同，除了第一个的开荒丰收是相同的外，第二效果各不相同，但都很厉害就是了。第73章兽王争霸。据说获得的开荒者称号的人都被会求生游戏重点关注，遇到的困难比同期的其他求生者们要强上几倍到10几倍不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解说员感觉有点假，几倍还行，但10几倍就太过于夸张了些了。要知道新手期的最后一天是有考验的，记得老子那期获得开荒者称号的人在新手期就嗝屁了呢，系统都发出公告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可惜，要知道度过新手期后，开荒者这个唯一称号是会进化的，为啥那时候不是老子获得了这个称号呢？解说员摇了摇头，
算了，不想了，还是接受现实，解说完这次的工作后回去睡上一觉吧。哇！完全没想到，挑战者中竟然还隐藏了一位大佬，轻轻松松的就杀死了死亡恐爪兽。回归状态的解说员卖力的继续吼道：“那么下面将开启兽王擂台，欢呼吧，喝彩吧！请各位挑战者们进入传送门，前往兽王所在的专属擂台，完成最后挑战吧。究竟是兽王撕碎了挑战者，还是挑战者打败了兽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着突然出现的传送门，在听完解说员的解说后，陈平便直接走了进去。而好不容易从队友竟然是大佬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的刘星、杨国忠、朱倩等人也连忙跑了过去，然后一一走进传送门。看着挑战者们都走进传送门后，解说员也准备转移场地了。哦，先生们女士们，该转移场地了。看我这该死的脑袋，忘了你们已经输了，裤裆都没了。嘿嘿，既然你们没钱买兽王赛的门票，那我就先行一步啦。祝福各位能顺顺利利的游回去哦。无尽之海中的所有岛屿都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都是无时无刻不止移动。如果没有永恒指针，根本找不到相应的岛屿。当然了，我们一开始进来时，系统送的木筏是例外，这个是跟你绑定死的，你永远都能感应到木筏的位置。不过观众都是老人了，基本都知道的，所以解说员也懒得提醒，直接离开这里，传送到兽王擂台，留下一群脸色阴沉的观众。当然了，肯定有些人还是留有点回家费的，毕竟不是谁都喜欢梭哈的，哪怕看起来是100%能赢的局。穿过传送门，陈平打量了一下，很壮观。没想到兽王擂台竟然是在天空之上，怪不得要穿过传送门呢。除了自己身后的传送门外，还有2个传送门，应该就是另外2支队伍了。不一会儿，刘星跟杨国忠等人纷纷从传送门中走了出来，其他2个传送门中也走出了2、3个人，人数少不说，浑身还破破烂烂的，一看就知道经历了一番苦战。陈平侧头看了一下，一队才出来了2个人，那传送门就消失，另一队出来了3人，然后传送门消失，看来他们一路打上来，死伤惨重啊。陈平打量了几下后就不再关注了，他现在关心的兽王，可惜兽王并不在，可能等开始后才会出现吧。毕竟是兽王嘛，出场肯定要带点逼格。很荣幸我成为了这次兽王争霸赛的解说员。那么话不多说，现在有请我们的王者兽王闪亮登场。当当当当，一束光束从天而降，陈平等挑战者跟观众们都看向天空，等待兽王从天而降。好！一声巨大的吼叫声响起，带起了一阵无形的风波。无形的风波把除了陈平外的其他人都逼退了几步。平静下来后，众人惊恐地看向不知道啥时候出现在场上的兽王，单纯的一声咆哮都有这么大的威力。看到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兽王满意捶了捶胸口，好久没有这么的光彩夺目，万众瞩目了。解说员突然开口介绍道：咦，这不是上一届兽王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应该是这一届的兽王来接受挑战才对了吗？各位先生们女士们，请耐心等待一下，我去问问情况。陈平看着中心的兽王，感觉又是一次针对他的阳谋，不然好端端的干嘛把上届兽王给搞了出来？查看属性后，陈平更加确定这就是在针对他，至于吗？不就赢你一点小钱吗？名称：战天狂星 BOSS， 种族：狂星族，等级：30、60，体质：300+150、679，力量：300+150、694，敏捷：300+150、623，精神：300+150、634，天赋：越战越勇，身强力壮，天生神力，狂战意志，技能：心灵手巧，重击，狂战棍法，死战不息，狂暴战意，战天一击，成为兽王后的奖励。看完属性后，脸色有些苍白的刘星颤抖地说道：你们说这次陈大力能打得赢吗？杨国忠愁眉说道：应该可以吧，毕竟死亡恐爪兽是完全被碾压致死。我有个临时增加20点力量属性的道具，准备给陈大力使用，你们有什么能增加实力的道具就拿出吧。现在这种情况只能靠陈大力了。刘星第二拿出物品说道：我这个能临时增加5点敏捷，能维持24小时。有了第2个就有第3个，第3个。很快的，众人纷纷拿出能增强实力的道具出来，就连已经准备自暴自弃的其他2个小队都被拉了过来。最后一群人凑出了10几件道具出来，总共能增加64点力量，28点敏捷，32点体质。本来还有加精神的，但感觉精神的用处不大就不要，剩下的就是一些增加恢复效果的药剂、食物之类的了。抱着一堆道具的杨国忠跟朱倩跑到陈平身旁。杨国忠，陈大力小兄弟，这次我们是帮不上忙的了，只能给你一些小帮助，剩下的只能靠你了，加油。朱倩连连点头，没错，兽王这属性，我一个研报术下去，
可能都造不成一点伤害吧。陈平看了他们一眼，然后点了点头，收下所有道具，并使用掉。说实在的，为啥他就没开到过这类的物品呢？第74章，我陈大力，请兽王敢死。使用完所有道具后，陈平的力量又临时增加了128点，敏捷跟体质分别增加了56点跟64点。至于剩下的一些临时效果，聊胜于无吧。把所有道具都使用完后，陈平意识杨国忠跟朱倩可以回去了。这时，我们的解说员也终于回来了。解说员，最新获得消息，这一届的兽王因为不明原因一直在拉稀，不得已之下，只能上届的兽王叫出来代班了，这也是不得已为之的办法。好了，现在就正式开始这次的兽王争霸赛吧。究竟是上届兽王取得胜利，保持兽王的威严，还是挑战者胜利，成功把兽王踩在脚下呢？就让我拭目以待吧。随着解说员的话音落下嘛，兽王咆哮了一声，然后从屁股后面抽出一个巨大的棍子，甩了几下后，一脸战意地看着陈平。陈平拿出幻变狼牙棒形态，他发现兽王拿出棍子后，力量增加了50点，看来那棍子很可能是把史诗品质的武器。看着一脸战意的兽王，陈平先是把一半的精神属性点平均地分配到其他属性上，然后大声喊道：陈平，我陈大力，请兽王敢死。哇塞，好霸气宣言，看来我们的挑战者陈大力很勇啊。解说员激情喊道：这难不成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惊天大战不成？真是让人期待万分啊。哦，看来是我们的陈大力挑战者率先出击。哇哦，陈大力的速度飞快，一下子就来到兽王身边，手中巨大的狼牙棒狠狠地砸向兽王。不过可惜，兽王一棍挡住了狼牙棒，随后巨大的手臂猛砸向陈大力。哇，挡住了，竟然被挡住了。陈大力直接单手挡住了兽王的攻击，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真的是新手期中的新人能拥有的实力吗？哦豁！陈大力再次反击，他直接反抓住兽王的手臂，然后狠狠地摔了出去，直接把兽王摔出上百米远后，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好，看来兽王一点屁事都没有，还气势磅礴地吼叫了一声，然后提着棍子冲向陈大力。哦，跳起来了！兽王直接飞跃，然后一棍子重重地砸了下去。咦，我的天啊！陈大力竟然不打算躲闪，他竟然想接下这从上而下的攻击。砰！巨大的碰撞声响起，无形的风波吹向全场，直接把一脸懵逼的其他挑战者给吹倒在地。咔嚓！陈平脚下的地面都碎裂开来了，他一脸兴奋看着兽王，爽快，提气一推，随后一脚快速踢了过去，可惜被躲过了。果然不愧是猩猩，就是灵敏。砰砰砰！陈平的幻变狼牙棒形态跟兽王的棍子不断的碰撞着，兽王的棍法很厉害，陈平完全是靠比他高的属性才勉强跟得上。陈平越打越兴奋，自身的属性也越发适应。兽王也是越打越狂，现在狂暴战役都使用了，甚至连天赋越战越勇也出发了。一人一猩猩完全靠着平 A 死命的攻击，每一击都是全力以赴，势必一击必杀。哇，真是精彩万分啊！双方竟然势均力敌，看来一时间是难分胜负了。兽王停下来，难道是累了吗？哦，看这起手势，看来兽王是要使出兽王技了。须知每个兽王技都是强大无比，都是能越级杀敌的技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罕见的兽王技即将出现在我们面前。好，兽王身后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投影，看模样跟兽王一毛一样，统一的动作，举棍，然后狠狠地砸了下来。这就是战天一击，完全被锁定住了呢，看来只能硬抗了。陈平看着从天而降的巨大棍子，喃喃道。陈平立马把敏捷都加到体质上，瞬间体质直接飙升到750点后就不能再升了。快速看了一下职业技能后，陈平直接使用第二技能属性爆发，瞬间无形的能量波动出现在狼牙棒上，然后在战天一击即将落下时狠狠地砸碰了上去。砰！这次的冲击波直接把做好准备的流星等人都给吹飞了几米远。咔嚓咔嚓咔嚓，无数的咔嚓声响起，无数的裂痕从投影的棍子上不断蔓延到全身，随后砰的一声，投影就碎掉了。哇，不得了了，兽王技就被打破了。看着气喘吁吁的兽王，陈平快速的把敏捷属性点调回来，然后直接冲锋过去，然后一狼牙棒便狠狠的砸了下去。卧槽！就在陈平以为能直接砸死兽王之时，一道光照出现在兽王周围，狼牙棒砸下去直接被弹飞，连带着陈平一起飞了出去。我防御光照，看来兽王输了呢。嘿嘿，让我们恭喜陈大力赢得这次兽王争霸赛。先生们女士们，鼓掌欢呼吧。啪啪啪！看着被光照内消失的兽王，陈平摇了摇头，然后一脸期待的打开下注面板。嘿嘿，
50倍呢！我操，发财了呀！420W 金币，50050每股金币直接收入囊中。这时，系统的提示声响起：系统，恭喜你成功通关，下面开始计算奖励。系统，检测你从1关到第10关出力 90%， 获得宝箱兑换券2。系统，检测你在兽王争霸中出力 100%， 获得兽王宝箱1。系统，检测你打败兽王，额外获得兽王宝箱1。系统，恭喜你通关死亡竞技场之兽王争霸，获得死亡竞技场宝箱1。系统，10秒钟后将传送回木筏。我操！兽王争霸出力 0%， 竟然还给了个安慰奖，黄金宝箱，这也太爽了点吧！刘星一脸兴奋地喊道。不过为什么第1关到第10关才 90% 啊？我们不是都通过了吗？朱倩，你是不是忘了那头鹿了？是哦，差点忘了，那头鹿我们碰都没碰，少了 10% 也正常呢。第75章，开阿开宝箱喽！很快的，10秒就过去，瞬间所有挑战者都消失在死亡竞技场内。解说员美美的接过他的解说报酬，顺便还提取他下注赢的金币。没错，在最后的兽王争霸赛中，他压了陈大力赢，所以赚了一把，把之前输的都赚回来了不说，还小赚不少。看着一眼那些脸色铁青的观众，嘿嘿，这些人要么自己游回去，但死亡率高达 99.9%， 要么留下来给死亡竞技场做点临时工的活，虽然也有点生命危险，但也比自己游回去靠谱啊。要知道，无尽之海最恐怖的地方永远是海里面。美滋滋的买个回程票后，解说员就消失在解说台上了。回到木筏后，陈平甩了甩头，有点不适应啊，没办法，实力直接减半，感觉有点小空虚。不过嘛，陈平握了握拳头，他发现自己现在的属性已经完全掌握住了。果然，战斗才是最快适应的方式，尤其是高强度的战斗。陈平看了一下，没发现艾莱伊她们3姐妹跑哪去了。转了一圈，在种植园那边发现了她们。陈平、艾莱伊、伊莫还有莉西亚，你们在干嘛呢？咦，陈平哥哥，你回来了。艾莱伊第一个发现陈平，听到他的问话后回道：我们在尝试嫁接哦，我在聊天频道看到有人说什么嫁接后的水果会更好之类的，所以就想试试看了。陈平闻言有些惊讶，嫁接？这可是个技术活啊，难点就是保证嫁接后能不能成活。他们3只自然小精灵好像完全能保证存活率啊，那没问题了。陈平，嫁接吗？很不错，你们加油哦。艾莱伊点了点头。看他们这么专注，陈平就默默地离开了。来到沙滩上，陈平直接来到沙滩椅上坐下，然后拿出这次死亡竞技场的奖励跟宝箱。瞬间，一个红色的死亡竞技场宝箱跟2个暗金色的兽王宝箱就出现在陈平面前了，还有2张宝箱兑换券。宝箱兑换券，金色品质，使用可以兑换宝箱。陈平看了几眼后便直接使用掉，瞬间一个华丽的页面出现，满满的都是宝箱，各种各样的宝箱都有，看得人口水直流啊。随便一看就能看到不少一看就感觉很高级的特殊宝箱，比如这个太阳宝箱竟然还有对应的月亮宝箱，还有这些深海宝箱、巨龙宝箱、泰坦宝箱，还有更加简单明了的宝箱，比如这个隐藏职业宝箱，一看就知道能开出啥了，还有这个成长性武器宝箱以及契约宝箱等等。真是越看口水流的越多啊，可惜陈平一个都兑换不下来，他才2张兑换券而已，直接一直往下拉了。很快的，终于拉到兑换券消耗数量为个位数的区域了。虽然是个位数区域，但陈平还在往下拉，因为现在的宝箱都是要7、8、9张，换不了。很快，陈平就找到能兑换得起的宝箱了。你还别说，能兑换的宝箱也挺多了。很快的，陈平就找出了几个看起来不错的宝箱。第一个是之前排名时获得过的史诗宝箱，第2个则是特殊宝箱灵果树宝箱，第3个也是特殊宝箱小型灵鱼宝箱，还有最后一个特殊宝箱稀有装备宝箱。这4个宝箱是陈平觉得最好的宝箱了，都需要2张兑换券。看了看后，先去掉第4个稀有装备宝箱，然后小型灵鱼宝箱也不要，因为陈平不知道是鱼群还是只有1条。最后在史诗宝箱跟灵果树宝箱中，陈平最后选择灵果树宝箱。点击确定后，一个翠绿色的宝箱出现在面前。陈平还在宝箱页面找了找兽王宝箱跟死亡竞技场宝箱，想看看值多少兑换券呢，结果没找着。看来这类型的宝箱是死亡竞技场独有的。看着眼前的4个宝箱，陈平满意的笑了笑，没想到这次的收获这么丰富，先从那个开始呢。就从兽王宝箱吧，谁叫兽王宝箱最多，有2个呢。打开宝箱，获得力量灵果1、兽王晶石1、兽王精血1。打开宝箱，获得体质灵果2，随机兽王技1。2个兽王宝箱打完，陈平直皱眉头，才5件，等一下再一起看吧。这下陈平选择打开灵果树宝箱。打开宝箱，获得水灵果树1、圣女果树1。
打开宝箱，获得死亡竞技场观众门票1，长芒利刃1，鹿形兽大腿2，死亡皮带1。鹿形兽大腿，难道死亡竞技场把那只鹿形兽给宰杀了不成？还分2个大腿肉给我？噗噗，也不知道山岭巨人的投影敢不敢出现在死亡竞技场中呢？出现的话，会不会被抓来当成竞技兽部？挺好奇的呢。看着2条大腿肉，嘿嘿，等下就直接烤了吧，味道应该跟羊腿差不多吧。来查看一下物品属性了。力量灵果，金色品质，食用后增加10至20点力量，可强化次数1。兽王晶石，金色品质，给宠物使用，能随机领悟一个兽王的技能及低概率领悟兽王技。兽王精血，金色品质，给宠物使用后能增加潜力并提升一定的成长度。体质灵果，金色品质，食用后增加10至20点体质。随机兽王技，红色品质，给宠物使用后随机领悟一门兽王技。水灵果树，金色品质，每天产出1枚水灵果。圣女果树，金色品质，每天产出10个圣女果，可强化次数2。死亡竞技场观众门票，金色品质，我亲爱的客人，下次死亡竞技场将在1个月后举行，到时请你一定要过来观看哦。陈平，名称长芒利刃，类别武器，品质稀有金色，效果敏捷加30，效果寒芒，攻击附带减速效果，减速 20% 移动速度。鹿形兽大腿，蓝色品质，死亡不超过半天的新鲜好肉，食用后增加1点敏捷01。名称死亡皮带，类别腰带，品质金色，效果力量加10，敏捷加10，效果黑暗行走，使用后进入阴影10秒，可强化次数1。第76章，准备前往黑市。宝箱都开完，品质贼不错，基本都是金色品质，除了那鹿肉。陈平满意的看了几眼后，然后拿起力量灵果，打开强化面板后，直接把手中的果实放了进去，然后点击强化，瞬间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力量灵果，金色品质，食用后增加20至20点力量，还行。陈平直接几口就吃完了，然后继续下一件，放入强化，瞬间白银色光芒涌现，特殊强化，白银强化。圣女银果树，稀有，金色品质，每天产出9个圣女果，1个圣女银果，可强化次数1。继续放入强化，熟悉的光芒再次出现，是白色普通强化。圣女银果树，稀有，金色品质，每天产出10个圣女果，2个圣女银果。咦，突破上限了呢，不错不错。现在就剩最后一件可强化物品了，刚好还是一件腰带呢。放入，点击强化，瞬间白色光芒涌现，还是普通强化。名称死亡皮带，类别腰带，品质金色，效果力量加15，敏捷加15，效果黑暗行走，使用后进入阴影10秒，还行吧，增加了10点属性，也很不错了。装备上，这下就满装备喽。陈平又把2枚体质灵果也拿了出来，然后砸吧几下就啃食完了，一共加31点体质。吃完灵果后，陈平瘫坐在沙滩椅上，拿出兽王晶石打量起来。能让宠物领悟兽王技能？也不知道艾莱伊他们算不算。陈平打开契约面板看了一下，不是，预料之中，不过那个坐骑契约竟然算是宠物，就是不知道那条鱼游哪去。点击坐骑面板看了一下，没啥变化，不过至少还活着。想了想后，陈平把兽王晶石跟兽王精血对他使用掉，虽然鱼不在身旁，但道具使用是没限制的。瞬间，兽王晶石跟兽王精血消失不见，而兽王技嘛，他打算等等看，毕竟这可是陈平第一件红色品质的物品啊。该起来种植灵果树了，种得好呢。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出生地的黄龙鱼宝宝瞬间就亚麻呆住。本来第一个出生的他应该是占据最好的位置，然后开始茁壮成长的，变大变强的。现在看着一条条在泉眼中吸收足够的营养，都长得比他壮，比他长的弟弟妹妹们，委屈的不得了啊。乌虽然很委屈，但他还是小尾巴一甩，然后拼命的往里游。毕竟越靠近中心，里面的泉眼对他们的成长越好。可惜现在所有的弟弟妹妹都出生了，整个孵化之地瞬间变成培养之地，无上的龙威弥漫在其中。除了黄龙族外，其他的种族如果敢进来，瞬间就被龙威压死。错过了最好时机的黄龙鱼宝宝顶着龙威不断的往里游。要知道，刚出生时的黄龙鱼身上会带有浓厚的龙威，能跟外面弥漫的龙威相互抵消，而这个空隙就是给小黄龙鱼宝宝选择泉眼的好时机了。本来作为第一只出生的黄龙鱼宝宝，它本来应该是在中心位置内的泉眼中的，可惜好奇害死猫，一个契约出现在他面前，而刚出生的他一个漂亮的甩尾，瞬间消失在原地。而守护在上方的老黄龙，上一秒还笑眯眯，一脸慈祥地看着第一个破壳而出的小崽子，下一秒
就看到一张契约把小崽子带走，这就很突然了，消失在他眼皮子底下了。整张龙脸瞬间就僵住了，龙威瞬间从身上爆发了出来，龙目瞬间金光涌现，一下子就捕捉到契约的气息了。顺着气息，结果竟然在上方，这么大胆！然后他就看完黄龙与宝宝跟陈平的契约全过程了，眨了眨眼，最终老黄龙默默地收回龙威，收回目光。这小崽子不知道算是幸运呢，还不幸呢。别看下面上百个黄龙鱼卵，但能成功蜕变成黄龙的，可能10不存1，其他的大概率都会变成龙兽的存在。黄龙血脉太过于霸道，所以如果没有成功蜕变成黄龙的话，基本跟智慧低下龙兽没啥区别。现在这第一只小崽子虽然被人契约了，但他能蜕变的成功概率大大提升，尤其是跟他契约的人竟然还在新手期，所以现在老黄龙看着下面顶着龙威不断往里游的小崽子，心情还是有点复杂的，毕竟是第一个小崽子，本来应该已经在中心的某个泉眼快乐成长了，哪像现在出生自带的龙威都在回来的途中消耗的差不多了，不然这小崽子哪能安全回来？看着开始出现乏力的小崽子，就在他考虑要不要偷偷帮他一下的时候，咦，小崽子这么突然？老黄龙立马抬头看向上方，略有所思地看着已经快远离视野的木筏，看来是跟了个好契约者呢。收回目光后往下看，小崽子已经来到中心位置了，而且还占据了最好的泉眼之一。把圣女银果树跟水灵果树种植好后，陈平便打开背包，把黑市岛屿指南针拿了出来。他现在赚了那么多的金币，腰包都撑爆了，怎么能不去消费一番呢？直接使用，瞬间手中的黑市岛屿指南针开始旋转起来，转了10几圈后才慢慢停了下来，然后指向某个方向后便咔嚓了几声碎掉了。而木筏则开始向黑市岛屿指南针指的方向飘去。看着破碎掉的黑市岛屿指南针，陈平摇了摇头，只要不是永久的，基本都有使用次数，而大多数都只能使用一次。看着开始改变方向的木筏，陈平看了一下方向后便走向油池，他想看看土灵鱼吐了多少灵珠了。在油池转了一圈，才发现了10几枚灵珠而已，不知道珊瑚群里面有没有。白玉珍珠贝倒是产出了不少的白玉珍珠，可惜他没养美人鱼，数量太少了点，陈平懒得下去捞，便直接离开了。而陈平一离开，一只雪白的小手从珊瑚群底下伸了出来，然后摸了几枚白玉珍珠后就缩回去了。第77章天黑请闭眼。回到别墅，陈平打算先去洗个澡，然后开始升级木筏，毕竟现在他的木板跟铁块够多。10分钟后，坐在沙发上的陈平打开木筏属性面板，看了一下升级条件，名称木筏，级别11+1级，效果无，装备栏2/2璀璨的黑珍珠美人鱼号宝珠，面积11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2万，木筏升级材料1500木板，400铁块，300-300青铜块，完全足够了，但好像只够升1级，青铜块不够啊。看了一下仓库页面，青铜块才604块，太少了点，完全不够升级木筏。陈平想了想，直接打开交易市场，然后搜索一下青铜块，很快一排排青铜块出现。看了一下，基本都是铁块交易的，不过比较贵，都是几比1，甚至连10比1都有人卖出来。找了找，最便宜的是1比2，也就是一个青铜块换2个铁块。陈平算了一下，现在每升1级大概要增加100个青铜块，升到15级大概要1900个青铜块。陈平看了一下铁块，10W 出头，换了，消耗3800铁块，获得1900青铜块，现在可以升级，连升5级。名称木筏，级别15+1级，效果无，装备栏2/3璀璨的黑珍珠美人鱼号宝珠，面积15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10万，木筏升级材料3500木板，800铁块，700青铜块，一共消耗了13300木板，3000铁块，2100青铜块。10W 耐久度了，肉的一逼，嘿嘿，不错，真不错。再看看紫色品质的武器，如果便宜就买几件。输入搜索，很快满是紫色品质武器页面跳了出来。虽然看了看，大多都是想换紫色品质的饰品之类的，还有一些更离谱，竟然想换金色品质的装备，也有换经验珠的，至于换基础材料的，基本没有。找了找，没找到性价比高的，再搜索一下金色品质的物品。满页的金色品质物品出现在陈平面前，看了一下页面数，才13页，也就是1200多件金色品质的物品，可真少。要知道，交易市场可是全新手区都开放的呀。陈平打开聊天频道，看了一下左上角的人数，第703区，人数34528。10W 人现在只剩3W 多了，如果每个区都是这样的话，那得死去多少人啊？陈平完全不敢想，也完全想象不出来，那种场景，尸山尸海都无法形容的了吧。
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甩了甩头，想这么多没啥用，反正先强大起来再说。陈平突然想起宝藏室，看看招财进宝招了多少财了，10%的概率还是挺高的，虽然每天才触发一次就是了。很快陈平就来到宝藏室门口了，推开走了进去，看了一圈啥也没发现，失望也是，毕竟才10%而已，低得可怜，哼哼。接下来干嘛呢？想着想着，陈平直接钻进厨房，然后开始做晚餐。没错，天色又开始暗淡下来，在厨房忙忙碌碌半个多小时，看了一下外面，发现艾莱伊他们还没回来。看了一下锅，陈平调整一下火候，然后便去种植园那边找他们。不一会儿，3只脏兮兮的精灵小萝莉便被陈平带了回来。看着他们乖乖拿着衣服进入沐浴间后，陈平才满意的回到厨房继续做菜。这次的菜肴有简单的水煮藤壶、麻辣的龙虾钳子肉、清蒸龙虾肉，还有椒煎鱼肉，再加一起水果盘，完美。陈平食指上指折折，食指上指。可惜黄金米种子刚种下没多久，不然加个黄金米饭就更加完美了。至于炸鸡腿、全家桶跟烤玉米棒，陈平从死亡竞技场回来后就发现没了，应该是被艾莱伊他们吃了，比较他没回来做午餐。哒哒哒，当当当当，陈平哥哥，要不要莉西亚来帮忙吗？看着头发有点湿哒哒的莉西亚，陈平笑道：莉西亚来的刚刚好，把菜端出去吧。陈平把水煮藤壶递给莉西亚，然后拿去其他菜肴，跟在他身后走向餐桌。放好菜后，陈平把莉西亚抱到位置上，然后再次进入厨房，拿出剩下的椒煎鱼肉，再拿出4瓶肥宅快乐水出来。愉快的用餐时间，吃饱喝足后，3只小屁孩就被陈平赶上去睡觉了。走了出去，瞬间一片漆黑，真的是啥也看不见啊。不过天空倒是满天星辰，密密麻麻的都是星光。听着海浪的声响，陈平拿着一个从宝藏室里拿出来的夜明珠，慢悠悠地向沙滩椅走去，然后坐了下来，打开聊天频道，弹幕疯狂滚动，果然夜猫子一大堆。唉，天只要一黑下来，老子就像瞎了一样，啥也看不见。对啊，交易市场上的灯火之类的东西卖的贼贵，坑的一逼。你们不会用木板做出火把吗？谁不会呢？但是怕啊，我只要一想周围都是一片暗黑，就我木筏上灯火明亮，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啊。没错，我也是，总感觉会有什么怪物从海里看到亮光后爬上木筏。操大啊，被你们这一说，吓得我直接把火把扔海里了。你们还真感觉对了，还真的有海兽爬上我的木筏了，还好是只5级的木鱼怪，直接被我宰了，奉献了1枚经验珠跟几块鱼肉。我操，那不点火，不是连海兽上来了都不知道？那不至于，要知道我们的木筏是一直都在移动的，而且速度还是很快的，除非是盯上你了，不然一般情况下没海兽上来的。咦，那上楼是啥回事？可能就像飞蛾扑火一样，趋光性吧，不少生物都会被灯光吸引的。没错，我以前经常拿着手电筒跑到海边抓螃蟹，可惜这里的螃蟹个头有点大。第78章，黑夜中的黑市。就这样，陈平准备靠聊天频道打发时间，有时看到好笑的还会不自觉地笑起来。陈平是时不时的笑声直接把刚冒油池的小脑袋又给吓了回去。时间在这漆黑的夜里流逝，正在聊天频道打屁的陈平突然收到系统的提示声：系统即将已进入黑岛范围，请注意，黑岛范围内新手保护将失效。系统的提示瞬间把陈平从欢乐的2笔聊天海中拉了出来。陈平愁眉看了几眼系统提示，然后喃喃道：那个黑市不会是在这黑岛上面吧？无法之地吗？陈平直接用船锚固定住木筏，他可不想他的小木筏进入到所谓的黑岛范围，没了新手保护，那可是谁都能上来的。停好木筏后，陈平看着前面漆黑的海面，黑市应该就在前面了吧？既然叫黑岛，那就是岛屿了吧？那海岛之心的效果应该能使用吧？看了一下海岛之心的效果后，陈平喃喃道：名称海岛之心，类别道具，效果海岛加10，海岛下沉时间增加1至3倍，效果海岛传送，可以从海岛传送到木筏上，以绑定木筏。又看了一眼海岛之心的效果后，陈平收起夜明珠，然后跳下木筏，直线走向黑岛。系统不断的提示，终于陈平走了10几分钟后，系统提示进入黑岛范围了。一进来入黑岛范围都不用陈平刻意寻找，前面那灯光明亮的岛屿在这漆黑的夜里实在是太耀眼了。看到黑岛的瞬间，陈平瞬间理解为什么会有螃蟹之类的生物会有着趋光性了，人不也是如此？不然为啥大晚上的那么人在聊天频道上逼逼呢？还不是聊天频道上用微光吗？而且还只有自己才能看见，不怕被什么存在注意到。走了大概半个小时，陈平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出现，有跟他一样走在海面上的，也有在海里游的，还有天空上飞的，
就是疑惑为啥费这么低。而且陈平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漂浮着一层淡淡的黑雾，果然不是这里已经被黑岛上的灯光照得明亮的话，可能根本发现不了身边的其他人吧。看着从脚下游过的人，陈平突然有点好奇，不知道海里面有多少在游。妈，虽然好奇，但他可不想潜下去看。很快的，陈平就看到码头了，码头上还停了不少的船。咦，不是，这些船是什么时候过来的？为啥我没看？黑夜中，一艘巨大的难看的海盗船突然出现，然后缓慢地驰向码头。陈平揉了揉脸，行吧，是我太孤陋寡闻了，还是跟着其他登岛吧。随波而流的陈平很快的就跟着一群黑雾人上了传说中的黑岛，然后就开始排队。站在队伍后面的陈平一脸的问话，这黑市的规则可真多啊，这他喵的比正规市场还麻烦好吧。还好排队速度挺快的，很快的就转到陈平。陈平刚走过去，就听到对面的黑市人员的问话，请出示令牌。陈平连忙把背包里的黑市身份牌给他看，对方并没接手，而是看了一下，然后说道：可以了，请进。收起黑市身份牌，然后便成功踏入黑市了。还好黑市是在岛屿上，陈平一上来就发现它的属性翻倍了，所以海岛之星应该也能使用的。穿过一道门后，陈平就看到好多的摊位，每个人都被黑雾笼罩，谁也不知道对面是人是鬼捏。看着这么多的摊位，陈平开始逛了起来，看看黑市中都卖了啥东西。很快的，陈平就惊讶地发现，那些摆摊的人卖的商品就没一件低于金色品质的，基本都是金色品质，还有红色品质、橙色品质的。陈平看着眼前摊位上的物品，就是一件橙色品质的武器，可惜不给看属性，黑市好像不给属性也可以卖。啥都不清楚的物品，陈平就是买得起，也不会买，谁知道是不是好的。逛啊逛啊，陈平突然发现能量石在黑市上好像挺热销，他已经看了不下10几个摊位专门卖能量石了。普通的能量石一个就要100金币，而那些属性能力石更贵，从200金币到1000金币。这么看来，我这420个 W 还挺多的嘛，嘿嘿，真是得感谢死亡竞技场捏。逛了半天，陈平发现他啥也没买，主要是这里大多数物品，尤其是装备、道具这些要看属性才知道好不好的物品，基本都不给看啊。这种坑逼的规则是那个煞逼想的。最后没办法了，陈平只好选择参加黑市的拍卖会了。其实这才是大多数人来黑市的目的，毕竟黑货在这里能光明正大的拍卖不说，价格还不错。但现在还没开始，所以陈平只能无聊的逛来逛去。走啊走啊，看啊看啊，就是一点知识也不长啊，这也太保密了点吧，让我尝尝脑子不行吗？咦，陈平突然发现了个认识的东西，慢慢的蹲了下，看着摊位上摆放的物品，不多，才5件。陈平，这个多少？卖家看了一眼，然后淡淡的说道：1000金币。陈平扯了扯嘴角，然后吐槽道：1000，你还不如去抢劫来得快，300来差不多。卖家成交300。陈平 ，MMB 的陈平拿出300枚金币递了过去，然后又指向他认识的那件，还没开始问，卖家就直接开口道：卖家，这个2000金币。陈平再次沉默，然后淡淡的说道：200。卖家，这个不行，至少1000。陈平250。卖家，要不我吃点亏，800，怎么样？虽然隔着黑雾，但陈平还是面无表情的说道：300。卖家600，一口价，要不要？陈平直接伸出手，然后比了个 V， 淡淡的说道：150。第79章黑市拍卖会开始。卖家不由得扯了扯嘴角，看到比个 V 时，还以为又变回200了呢，结果就过分了吧？150，你比个2干雕？卖家，你这不是2吗？怎么变成150了？比你刚报价的200还低，是不是过分了点？陈平 OK， 那就200，给。卖家，我操，大意了，还闪了腰。卖家一脸痛苦的接过陈平手中的200金币，才赚了100金币，真是亏本买卖啊。拿到东西后，陈平直接撤了。慢悠悠的走在街道上的陈平，现在正在查看刚才花了400金币买来的物品，一件是他随便拿的琉璃灯罩，紫色品质，把某些烛光类型的道具放里面会使效果翻倍。上了锁的古老银宝箱，需要银钥匙才能开启。没错，宝箱就是陈平认识的物品，唯一一种看形状就能知道的东西了。咦，白银钥匙刚好带在身上呢，不错，直接打开。打开宝箱，获得银质茶具1套，上品红茶叶500克1罐1，白银圣剑1，古金币100。咦，血赚不亏啊！看到开出了古金币，陈平瞬间满意的笑了笑。银质茶具1套，紫色品质，放置家中，舒适度加20，放置宝藏室中，财宝值上升。上品红茶叶500克1罐，蓝色品质，每50克泡的茶水能回复少许精神力。名称：白银圣剑。类别：
武器品质稀有，紫色。效果力量加5，精神加5。效果传家宝，增加中量财富值。都扔宝藏室里增加财宝值吧。不知道这2件能不能把宝藏室的品质提升至金色。继续看看还能不能再捡漏了好东西不。来了兴致了，陈平走走停停，倒是买了不少东西，可惜连件紫色品质的物品都没有，亏大发了。兜兜转转了1个多小时，突然大多摊主开始收拾起来，然后向齐齐向某个方向走去。陈平好奇地跟了上去，应该是黑市拍卖会开始了吧。随波而流的陈平很快的就被人群带到拍卖会门口了，然后又开始排起队来了。排队，这次的速度倒是比港口时慢上许多，可能是检查的人少了。10几分钟后，终于轮到陈平前一位了。陈平看到走过去的人拿出一个牌子给门口的守卫，然后守卫看了几眼后说了几句，然后把牌子还回去后就让他进去。应该是黑市身份牌吧。陈平喃喃一句，然后就走了上去，把黑市身份牌拿了出来，递给守卫。守卫看了一眼最低级身份牌，接都没接，直接开口说道：进去后直走，然后找个空座坐下就行了。把黑市身份牌收起来，然后陈平直接走了进去。进来有2个通道，一个是守卫说的直走，另一个则是通向2楼。看了眼2楼的通道后，陈平就乖乖的顺着通道走了过去。2分钟后，陈平来到一处大厅，看了一下，已经有一半的位置上坐着黑雾了。他也找了个空位坐下，然后静静的等待起来。陈平看着上面空荡荡的拍卖台，默默无言，除了其他人进来时的走动声外，是一点交流声都没有。无聊的打屁时间很快的就过去半个小时了，终于有人出现在拍卖台上了，看来是要开始了。大家好，我是这次的拍卖师3号，现在将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并拍卖物品。3号，今天的拍卖品照常，一共103件，那么现在正式开始拍卖。现在开始拍卖第1件拍卖品。3号的话音一落下，一件拍卖品就从台上升了起来。陈平看了过去，是一把短剑，长度30公分左右，剑身雪白，还有个大大蓝色宝石现在手柄上。3号雪吻，史诗品质的短剑，增加60点属性，起拍价5000金币，每次加价不低500金币。大家都清楚，除了新手时期外，史诗级别的装备至少都是50级以上存在才有可能掉落，而且掉率并不高，所以这件史诗武器的珍贵性想必就不用我多加介绍了吧。5000、5500、8000。陈平并没有报价，武器他不缺，而且才增加60点属性，他的幻变现在都已经120点属性了。14500、15000、20500、25000。一个2、5W 金币出来，瞬间全场安静了下来。最后3号数了3下，都没人出价。3号，恭喜客人成功以 2.5W 拿下第1件拍卖品。现在开始第2件拍卖品上场。看着台上的出现的大树，这又是啥？难道是灵果树不成？陈平纳闷地想到。3号，这是一棵残缺的灵果树，卖家想一口价 3W 金币出售，但经过我们的观察，这灵树残缺极为严重，所以拒绝了卖家的提议。现在灵树1000金币起价，每次加价100。灵果树是什么？我就不多加介绍了，你们应该都清楚。陈平，你倒是介绍一下下，我他喵的还真不知道。3号，经我们鉴定，这是低级灵树，猪灵果树。猪灵果这种灵果，想必有些客人不清楚，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猪灵果食用后增加3点敏捷，每人限制3枚，效果依次减弱，一共能增加6点敏捷。好了，现在开始拍卖。2000。一阵叫价后，最终这棵残缺的猪灵果树以14300金币的价格被人拍下。接下来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奇趣古怪的物品，甚至陈平还看到见了刘全在副本时用过的道具卡，只不过这个不像他那个滑铲那么强大。陈平想了想后，用1100金币买了下来，比预想中的贵了不少，他还以为5、6就能拿下的呢，没想到感兴趣的人还不少。第80章，中间差价。名称：陷阱排除卡。类别：道具。品质：蓝色。效果：使用后能排除陷阱，剩余次数3/3。这就是陈平买下来的卡了，主要是好奇，外加熟悉一下拍卖下物品后的操作。把卡买下来后，陈平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小平台，那只卡就在小平台上躺着，把卡牌拿了起来，看着还在的小平台，把金币放上去后，小平台才消失不见。熟悉了操作后，陈平准备大展身手了。3号，第24件拍卖品，紫色品质武器，稀有效果破防，1000金币起，每次100金币叫价。陈平一听是紫色品质的武器，那还用说吗？买下来给幻变升级啊！买，我买，我买。整个拍卖会持续到第90件，陈平一个人就买了3件紫色品质的武器，2件金色品质的武器，还有1件史诗品质的武器。哎，
早知道把第一件拍卖品那把史诗品质给买下来了。6件拍卖品才花了64800金币而已，陈平这才发现金币竟然这么值钱，怪不得死亡竞技场最后会那么针对他了。不行，陈平突然觉得那张观众门票指不定有点毛病，不行，得卖掉才行。谁知道死亡竞技场再给他下什么坑？400W 金币呢？更别说还有古金币呢。3号终于进入最后阶段，最后13件拍卖品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肯定会给各位客人一个大惊喜。上，第一件拍卖品，名称环境改造器，类别木筏配件，品质红色，效果环境改造，可以随时更改周围的环境，有效范围1公里。效果地形捏造，在有效范围内你可以捏造任何地形。3号环境改造器，虽然大家基本都清楚这东西的作用，但我还是要介绍一遍。环境改造器是木筏进化成岛屿的配件之一，虽然没有也能进化成功，但相信那些没加入环境改造器就进化的人，现在肠子都毁了吧。别看环境改造器的有效范围才1公里，但只要把木筏进化成海岛，那么有效范围就会变成整个岛屿，所以起拍价5万金币，每次加不得少于5000金币。5W 6W 基本都是1万1万的往上加。陈平双手抱胸，看着上的环境改造器，听完3号的介绍，他倒是提前知道了木筏能进化成岛屿了，就是不知道要多少级。这环境改造器陈平肯定不会放过的，就是不知道2楼的那些人会不会出手。很快环境改造器的价格就从一开始的 5W 上升到现在的 18W 了，而且还在不断的上升，看来这东西的作用比陈平想的还大。突然一个报价从2楼传了出来， 20W。 随着第2楼的客人开口，其他2楼的客人也纷纷开价， 21W、 25W、 30W。 草，果然不愧是能上2楼的存在，就是有些捏。陈平不爽的想到。很快的价格就来到 78W 了，这时才慢了下来。陈平知道是时候出击了，现在是 79 5W。 陈平 81W。 陈平这一报价，瞬间这片区域立马万众瞩目起来，因为黑雾笼罩的缘故，所有人的声音都一样，而且还是一个小范围响起来的。2楼可能是没想到1楼的人竟然这么有钱，一时间竟然忘了报价，而是好奇地望向陈平所在的小区域。可惜就算是小区域也坐着上百个芝麻团子，根本不知道是谁在叫价。3号，恭喜这位客人以 81W 金币的结果成功拿下环境改造器。恭喜恭喜！窝草，回过神的2楼客人纷纷爆出口来，好奇个屁哦，下次遇到环境改造器不知道要多久，麻蛋，就这么错过了。陈平也没想才多出了一个 W， 竟然就成功拿下环境改造器了。他都做好100个 W 的准备了，结果就这，呵呵，果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啊。3号，第2件拍卖品，上场，坐骑契约仙狐灵龟。3号45级坐骑契约，起拍价 5W， 每次加价5000。坐骑这东西陈平就不感兴趣了，不说他已经有了，就说这只龟的名字挺仙气飘飘的，但怎么就绿色的发光呢？而且长得跟绿毛龟好像啊，就大了点，差不多3、4层楼高吧。最后竟然卖出了73400金币，感觉好贵。3号看到这个价格也不失望，毕竟他也清楚着龟就值这个价，而且算是超出的了。继续，第3件卖了 12.8W， 第4件卖了 26.4W， 第5件卖 10.6W。 除了第1件，后面出现的物品陈平除了叫一下价拿不下就算了的打算，所以一件也没拍下。很快的就剩最后3件了。3号，各位客人，最后3件将有1号首席出来为各位主持，很荣幸为各位服务，下次见。3号刚消失不见，1号就出现在台上了。1号，现在开始最后3件的拍卖，上第1件拍卖品。瞬间一个华丽的金色牢笼升了上来，一位金色长发的少年被关在里面。1号，王者血脉黄金狮族，可以自由转换人形态跟兽形态，起拍价 100W， 每次加价 1W。 陈平好奇地打量了几眼，然后就不再关注了。买个人来干嘛？毛用都没有。果然不愧是黑市呢，果然是啥都能卖啊。2楼现在已经喊疯了，价格从100个 W 直奔到 319W 才开始慢了下来。陈平听着疯狂的报价，果然我还是穷逼啊。好部门票先留着。先留着吧。终于这个金发少年以 520W 的金币被买下。1号还是挺满意这个价格的，因为他们收的时候才花了100个 W 而已。小赚一笔。果然还是赚中间差价来的爽快，不仅安全，钱来的也多。第81章，我他喵的真值钱捏。有了第1件的好价格，1号激情地喊道，上第2件拍卖品。又一个华丽的牢笼升了起来，不过这次的牢笼颜色是银色，里面是一只魅魔。1号，来自深渊4层的魅魔。
魅魔的好处多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魅魔最有用的是能帮你提升精神力，所以起拍价100个 W， 每次加价1W。陈平一脸郁闷地看着牢笼里的魅魔。自从来了黑市后，陈平发现系统提供的鉴定术完全没用，连个名字都鉴定不出来，感觉已经废了。陈平猜想，可能新手期结束后，鉴定术肯定会消失，毕竟他现在所在的黑市就是脱离了新手区的地方，所以鉴定术才会失效。不知道有没有鉴定技能？380W、400W， 直接飙升20个 W， 看来人家势在必得啊！陈平感叹地想到，然后下一秒就听到500W， 一次性加100个 W， 一下子就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最终不出意外，魅魔被对方获得。1号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更赚。要知道，这只魅魔是白嫖来的，路上捡到了。虽然不知道为啥一只魅魔为什么会晕倒在海上，但既然遇到了，那就拿来卖呗，就没有我黑市不敢卖的。只要卖出去，那么最后就算是有什么天大的阴谋，也扯不到他这里来。至于会不会扯到黑市，开玩笑，离世概不负责，懂不懂？黑市一直以来的规矩。随着魅魔的牢笼消失，1号再次喊了起来：“1号，现在有请最后一件拍卖品。”还是一个牢笼出现，这次里面的存在让陈平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1号，嘿嘿，各位肯定很疑惑，为什么会是一个人类？不要着急，我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人类是这一届的求生者。现在各位明白为什么他一个人类能当压低轴了吧？陈平一脸懵逼看着上面那个被当成拍卖品的歪国人，金发蓝眼，妥妥自由国的人，也可能是别国的，毕竟陈平也分辨不出来，对他来说，歪国人都长得差不多。看着上面那一脸懵逼的歪国人，陈平想不通他是怎么被抓住的。要知道，出新手区是有提醒的，而且木筏自身是不会飘出去的。就像陈平这次，他的木筏靠近黑岛区域就有系统的提醒。1号，想必大家都知道，每个新手时期都会有独有的特殊物品，基本上都是唯一的存在，比如开荒者，但基本上我们是拿不到的。但有了新手就不同，我们可以跟他签订主仆契约或者奴隶契约，这样他的生死就在你的掌握之中了。你可以武装他，然后让他回到新手区，获得那些独有的物品。1号，之后事情想必我就不用多说了吧？现在开始起拍，500W 起步。我操，我竟然这么值钱！陈平乐呵呵的想到。接下来的情况让陈平知道了什么叫疯狂。魅魔那是提鞋都不配啊！600W、650W、1050W， 短短几十秒，价格直接飙上千 W 了。看得陈平目瞪口呆，好家伙，真是好家伙，这也太疯狂了点吧？至于吗？难道那些独有的物品这么吸引他们？陈平不理解，真的不理解。但陈平现在连什么是他们这个一届的独有的物品不知道，毕竟他获得的物品就没一件是独有的，就算有，也是他强化出来的。现在价格已经来到 2310W 了，这时候就已经开始慢下来了。2350W， 这一下就基本都沉默了下来了。不是他们不想加，而是没钱了。在黑市，他们可不敢虚报价格，会死人的。1号 2350W 第一次，1号 2350W 第二次，1号 2350W 第三。我出2000股金币。看着快落锤的锤子，1号直接用力一捏，咔嚓，整把锤子直接粉碎掉。1号，这位客人，股金币如果换成金币是1比1万，所以你得出2300个才行捏。但你也清楚，就算2W 金币，也不一定能换到一个股金币，不是吗？1号，客人您说的对，那边还有更高价的吗？好家伙，陈平直呼好家伙，股金币这么值钱的吗？打开背包，看着里面的50050个股金币，不行，那门票还是太危险了，回去后立刻处理掉，就直接上架交易市场好了。确定好后，陈平瞬间就放松了下。TMMB 的，他在听到他们卖只魅魔呀，金发少年啊，动不动就几百个 W 的金币。那时陈平就有些疑惑，就这点金币，死亡竞技场犯不着这样针对他，结果竟然是股金币，2014个股金币。好家伙，换成股金币，单位直接变成一个一个加的了。2015个，2016个，最后的最后，还是第一个换成股金币的人获得的最终胜利。他以2023枚股金币成功的拿下了那个歪果人。1号超级满意的敲下锤子，看着消失的牢笼，他那个开心啊！这个歪果人也是他白嫖来的，直接做的一个9级的木筏，竟然敢出新手区，也就遇到好心的自己，不然早死于腹之中了吧。哎呀，今天是他的幸运日啊！决定了，以后每年的这天他都要出去转一转，看看能不能像今天这样。1号，各位，今天的拍卖会圆满结束，现在各位可自主选择离去，或者在岛上交易，那么在下先行告退了。看着都走出去的人，陈平也跟着走了出去。守卫，客人
因为您的消耗超过100万，已经满足成为高级会员了，这是高级身份牌，请收下。看着突然拦住自己的守卫，陈平还以为自己什么，吓人一跳。收下高级身份牌后，陈平便慢悠悠走了出去，然后直接使用岛屿之心的技能，瞬间消失在黑岛上，回到木筏的沙滩。咚的一声，陈平疑惑地看向游池，然后发现一只小丑鱼跳出水面，然后咚的一声掉壳回去。小丑鱼都来吓我，嘿嘿。陈平摇了摇头，然后向别墅走。过了一会，游池的水面上，那个小脑袋又探出头来，小心翼翼地看着陈平离去，小手还抓着一只小丑鱼呢。第82章日常时间。把船锚收起来后，陈平就直接上楼准备睡觉了。先看了眼艾莱伊他们3个，尤其是莉西亚，还好今天睡得很安稳，没调皮的乱踢被子。先睡上一觉，其他的事情等明天再说吧。躺在床上的陈平默默地想到，刚闭上眼，下一秒突然睁开，然后他麻溜地打开交易市场，把死亡竞技场的观众门票给挂了上，就100青铜块的起拍价。呼，做完这一切后，陈平这才安心地闭上双眼。木筏又开始随波而流，很快的就远离黑岛海域了。大清早的，明朗的阳光再次偷袭了正在睡懒觉的陈平，可惜以失败告终。到了中午，陈平才模模糊糊地睁开了双眼，一脸无神地看着天花板。就这样过了一会儿，陈平才打着哈欠坐起身来，看向一旁的金丝楠木大床，空荡荡的，看来艾莱伊他们已经起来了。下楼没看见他们，可能又跑去种植园了吧。洗漱完后，陈平本想随便吃点小零食应付一下肚子，结果发现黄金零食盒内一包零食都没有。大概可能是自己没起来做饭，被艾莱伊他们当饭吃了吧。既然没零食了，那只能出去摘点灵果了。刚好昨天种下的2棵灵果树应该已经长出果子来了。想到这，陈平便走出别墅，向种植了灵果树的田园土地走去。果然，灵果树上都结果了，水灵果树就孤零零的挂着一个，而圣女银果树就多了12个，其中2棵还是带有银色纹路。陈平直接把水灵果摘采下来，再摘下一个圣女果跟圣女银果，然后查看其属性来。水灵果紫色品质，食用后增加1点水元素抗性，上限20点。圣女果蓝色品质，味道甜美，汁水饱满。圣女银果紫色品质，食用后增加1金元素属性，上限10点。元素抗性跟元素属性。陈平打开人物面板，并没有看到这2项属性，所以是没开启呢，还是隐藏属性？想了想，把水灵果给啃了，味道出乎意料，有着在吃果冻的感觉，好吃。刚把水灵果吃下肚，系统的提示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系统检测到求生者获得元素抗性，现在将为求生真开启元素属性，请稍等。系统叮，元素属性已开启，人物面板已更新。系统冒了2句后就不再冒泡了。陈平疑惑地打开人物面板看了起来。名称陈平，种族人类，等级333140040000，职业自由支配者为1，体质264/83，力量240/82，敏捷220/85，精神220/133，自由属性点0，元素属性水元素抗性1，专属技能属性支配，元素属性转化，职业技能属性伤害，属性爆发，属性平衡，通用技能能耗减半，恐惧之刺，快速恢复，被刺，天赋无，称号开荒者。就1点水元素抗性，这下陈平终于知道他的第2专属技能的用处。要知道一开始他是一脸懵逼的，虽然陈平知道什么是元素，但谁知道这个求生游戏的元素是不是相同的。把2个圣女银果也吃掉，直接增加2点金元素，不错，陈平很满意，毕竟是个新属性，作用更大不小。吃完灵果后，陈平就准备掉今天的宝箱了。拿出黄金鱼竿，然后一甩，鱼漂顺顺利利地落到海面上去，咚的一下，然后安静地漂浮在海面上。不一会儿，鱼漂就沉入海中，陈平轻轻一拉，一只海兽破水而出。被勾上来的海兽一脸的懵逼，但看到陈平后，瞬间张开了大嘴，免费的食物也。陈平看着眼前的海兽，直接一个大逼斗下去，瞬间把这只海兽拍死，掉了一个经验珠。捡起经验珠后，直接分解这头海兽，收获了4块鱼肉。经验珠直接使用，瞬间经验增加400。继续，再次甩竿，鱼漂稳稳落下。切，这次就掉起宝箱了，虽然是个铁宝箱。我掉，10次很快就被陈平掉完了。让他感到郁闷的是，竟然空军了一次。这次掉去海兽3只，乙嘎，铁宝箱3个，青铜宝箱2个，白银宝箱1个，空军1次。把宝箱合成一下，瞬间就变成铁宝箱1个，青铜宝箱1个，
黄金宝箱一个。看着眼前的3个宝箱，陈平想了想后，确定只开黄金宝箱，剩下的2个宝箱留着合成。陈平先把2个低级宝箱搬进去别墅，一手一个，很快的就从别墅回来了。打开宝箱，获得牛肉肠粉3、黄金鱼饵1、水煮花生1000剂1、青纹虎剑1、黄金块2。咦，水煮花生不错，我挺喜欢吃的。陈平直接把水煮花生都拿了出来，2斤并不多，感觉一下就能吃完了。浅尝了几个，不错，颗粒饱满，还流油，很香。陈平一边吃一边向种植园走去，然后他就看到3只泥子，应该是浇水的时候弄的吧。看地面上的水迹，陈平无奈拍了拍脑门，还真是。陈平看了下一边的水池，就是凹下了一块板块，一个水灵珠就在这里面，现在里面的水已经少了一大半了。把里面的3只泥子叫了出来，一步一步都是泥印子，直接让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他们下次不能搞得这么脏。哎，怎么突然就皮起来了呢？把刚开出来的3份牛肉肠粉放桌上，叫他们等下去吃了。坐在沙发上，陈平拿出那6件从黑市拍卖会中拍到的武器，没错，他准备开始升级换变了。首先是3把紫色品质的武器，一把短匕首，一把长剑，这类武器感觉最为常见了，还有一半锤子是那种打铁的锤子。3把武器放在一起，然后把幻变放了上去，瞬间幻变又开始吞噬起来了。短短几秒钟，幻变便直接吞噬完毕了。第83章连升几级的幻变。名称：幻变。类别：武器为1。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50。效果：成长，需要吸收1件金色品质的武器。形态变化：剑、狼牙棒、弓、盾、鱼竿、长矛、刀、匕首、锤子。形态效果：弓、青木剑、鱼竿，增加剑鱼上钩概率；长矛、尖刺袭击；刀、月影剑、切割；锤子、摆断；匕首、背击。可强化次数1。3把紫色的武器，其中剑的效果是切割，造成的伤害会加深一些，而锤子的摆断是个锻造才用得上的效果，提高摆断的成功率。而匕首的背击嘛，就很好理解了，背后攻击伤害增加 50%。 果然，紫色品质过后就是金色品质的了。50点全属性，幻变真的是屌炸天啊！要知道，史诗品质的装备属性点的加持才50到100点而已。陈平在黑色拍卖会的时候看到最高的史诗品质装备属性一共加了98点，听3号讲，史诗品质的属性上限为100。陈平把自己已经有的金色品质的武器摆了出来，一共3件，分别为归刃斧、撕裂者之斧、长芒利刃。本来还有苹果叉的，不过苹果叉被莉西亚拿去了。还有一件黄金螃蟹钳子，只不过是稀有紫色品质的。陈平又看向从拍卖会中买下来的2件金色品质的武器，跟1件史诗级别的武器，分别是一把弓、一把扇子，史诗武器则是法杖。现在一共5件金色品质的武器，按照之前的成长情况，还差1件便能进入下一阶段，史诗级别了吧？开始升级。陈平先放在归刃斧上，几秒升级完成，看了一下幻变的属性，50点全属性变成60点全属性，不错，升级条件也变成了2件，看来是一样的。这次把买来的2把武器给幻变吞噬。名称：幻变。类别：武器为1。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80。效果：成长，需要吸收3件金色品质的武器。形态变化：剑、狼牙棒、弓、盾、鱼竿、长矛、刀、匕首、锤、扇、斧。形态效果：弓、青木剑、穿透剑、致命射击；鱼竿，增加剑鱼上钩概率；长矛，尖刺袭击；刀、月影剑、切割；锤子、摆断；匕首、背击；斧、旋转打击；扇、清风。可强化次数1。不错，不错。陈平满意的变化着幻变的各种形态，尤其是斧、弓、扇这3个新形态。弓的新形态是一把长弓，比青木弓要长得多。陈平打算等下去适应一下。穿透剑跟青木剑一样是基础能力，致命射击才是这边弓的招牌技能，能造成3倍的伤害，冷却3个小时。扇形态的效果，清风是个恢复技能，能恢复 10% 能量，比如魔法师的魔力。不行，就差1件就能再次渗进，完全忍不了啊！陈平看着幻变喃喃道，然后看向正在吃肠粉的3只小精灵，不，准确的说是莉西亚，他准备用这把稀有紫色的黄金螃蟹钳子换回苹果叉。陈平成功的用黄金螃蟹钳子换回了苹果叉，现在终于可以升级喽。很快的，幻变就把最后的3把武器吞噬殆尽了。名称：幻变。类别：武器为1。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100。效果：成长，
需要吸收5件金色品质的武器突破。形态变化：剑、狼牙棒、弓、盾、鱼竿、长矛、刀、匕首、锤、扇、斧。形态效果：弓，青木剑，穿透剑，致命射击；鱼竿，增加剑鱼上钩概率；长矛，尖刺袭击；刀，月影、寒芒；剑，切割；锤子，摆断，巨力重击；匕首，背击；斧，旋转打击，撕裂；扇，清风。可强化次数1。咦，怎么还是要金色品质的武器？而且还是5件，不是应该要史诗品质的吗？陈平一脸的纳闷，又看了一下要求。咦，不对，突破，什么意思啊？难道幻变已经成长到一定的阶段，所以要打破限制进入下一个阶段吗？算了，不管了，以后收集到5件金色品质的武器后，不就知道了吗？陈平拿起幻变，然后向修炼房走去。他要适应这些新形态，尤其是长弓，毕竟跟青木弓的差距挺大。接下来的时间内，陈平先手使用了一下岛屿海图，让木筏向最近的海岛跑去后，就一直待在修炼房内了。毕竟修炼房有快速适应效果，练习那种武器都能快速的掌握，比事半功倍还掉呢。陈平在修炼中挥洒汗水，艾莱伊、伊莫尔跟莉西亚这3只小精灵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最后在莉西亚确定了陈平在修炼房内后，3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精灵又双双跑到种植园去了。不过这次他们会小心一点的，注意一点，争取不碰到泥土。时间快速流逝，油池中的白玉珍珠被刚产出来的白玉珍珠一下子就被一双雪白的小手给一一拿走了，气得白玉珍珠被一开一合的游动起来，连忙换了个位置。陈平擦了擦汗水，然后收起幻变，差不多都适应了，修炼室的效果果然不错。现在的重力还是1倍，陈平开启过2倍，结果一下子就趴倒在地，完全起不来。走出去后，陈平瞬间感觉一阵轻松，活动了一下，舒服了。感受到一身的汗，陈平打算去洗个澡，便向别墅走去。咦，那是岛屿？没想到这次的岛屿离这么近的吗？陈平走到木筏边，看着远处的岛屿，喃喃道。随着木筏越发靠近，陈平发现这个岛屿越来越大，比他之前遇到的任何岛屿都要大上几倍不止。等到陈平看到海滩后，他直接把船锚扔下海，把木筏固定起来，正准备跳下去，不对，得跟艾莱伊他们说一下先。第84章，艾克人。哇哇哇！陈平哥哥，你竟然能在海中行走，好厉害哦！莉西亚飞在空中，一脸惊讶地说道。那，陈平哥哥能跟莉西亚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吗？莉西亚也想在海上走呢。艾莱伊跟伊莫尔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他们也想知道捏。陈平无奈地翻了翻白眼，然后把踏水鞋的属性发给他们看。回想刚要跳下来的时候，因为怕艾莱伊他们3个担心，所以陈平特意去找他们说明一下，结果在别墅内没找着，就明白又跑种植园去，随便还买了几把伐木斧跟镐子。来到种植园后，果然在这里，陈平跟他们3个说明了一下，然后就出现现在这个状况，身后多了3只小尾巴。莉西亚看完踏水鞋的属性，立马飞到陈平身旁，然后笑道：莉西亚，陈平哥哥，你还有没有这个鞋子啊？莉西亚想穿。陈平看着飞在身旁的莉西亚，头疼地问道：莉西亚，你不是会飞吗？干嘛想下来走呢？而且海底多危险啊！莉西亚，你这么小只，可能随便一只海兽就把你给一口吞了哟。呀，真的吗？真的会有海兽会吃了莉西亚？我不要被吃了！莉西亚一边喊一边飞到陈平头顶上，然后直接坐到脖子上，小手紧张地抓住头发，一脸警戒地看着周围的海面，生怕海兽跳出来把它给吃了。死！陈平忍不住吸了口凉气，头皮有点疼。更痛了。莉西亚被这嘶声给吓了一下，一紧张就抓紧了点。算了，自作自受的陈平只好抓着莉西亚的小腿，不让她掉下去，然后默默地加快了脚步。呼，终于到了。踏上沙滩上的陈平舒了口气，然后说道：莉西亚，可以下来了哦。然后陈平就听到哦了一声，接着就是脖子一轻，看着一下来就离着海边远远的莉西亚，这么不惊吓的吗？陈平有些纳闷地想到。艾莱伊、伊莫尔，你们2个带着莉西亚好好玩一玩吧，让她忘了刚才事情。他们2个对着陈平点了点头，然后飞了过去。还好，在2位姐姐的带动下，莉西亚很快的就恢复起来了。陈平松了口气，然后开始打量这座岛屿上的情况。这里看不到啥痕迹，不知道里面情况啥样。看了眼开始打浅海龙虾怪的3只小精灵，陈平便向岛内走去。一路上只要挡路的大树基本就一斧子下，然后收获几块木板，很快就砍出一条路出来了。砰！又一棵大树变成木板。这是道路。陈平走了出去，然后左右看了一下，的确是经常走动出来的道路，痕迹很明显。这里应该挺深入的了。陈平想了想后，随便选个方向走，
反正错了就再返回来呗。走啊走啊走！陈平突然发现了一个贼简易的守望塔，他连忙躲到一边，然后跳到树上，开始仔细的观察起来。站在高处后，陈平才发现那里好像是个简易的关卡，除了守望塔外，下面还有路障呢。看着关卡上的2只生物，陈平实在是看不出有智慧的样子，感觉比哥布林还不靠谱啊。在偷偷靠近一下后，陈平直接鉴定一下看看。名称：艾克人，种族：类人，等级：10，体质：23，力量：25，敏捷：31，精神：15，天赋：模仿艾克体质，技能：撞击、呼唤同类、随手打击。很垃圾，果然连哥布林都不如啊。陈平并没有杀死这2只艾克人，而是直接绕过去，然后继续深入。他想看看是不是整个岛屿只有这些艾克人。找到了点有用的东西，陈平就不再选择慢悠悠的走路了，这是快速的奔跑起来。所以很快的他就发现了一个小镇。站在一棵高大的树上，陈平默默的观察着里面的情况。看了一圈，里面只有一些艾克人，而且还长得一模一样。陈平还看了几个艾克人的属性，发现也是一模一样，天赋、技能也是。这一发现让陈平有点不解，怎么感觉这些艾克人跟那克隆人一样？这里看来是没啥发现的了。陈平继续顺着道路前进，然后很快的，陈平又发现了一个小镇，里面的情况跟之前的差不多。继续往前，奔跑了大约半个多小时，陈平终于来到终点了。看着不远处的山洞，里面就是这条路的终点了。陈平想了想后，直接走了进去。他现在的实力基本上新手区无敌了吧？越走越深，陈平只好拿出夜明珠，然后继续往里走。然后一个拐角，陈平发现了一处明亮的地方，收起夜明珠后，慢慢的靠近，然后鬼探头观察起来。这时一道声音响了起来：又失败了，再继续下去，我们的实验可能就要被抛弃掉了吧？没办法，谁叫主管大人对那什么超级艾克人那么痴迷呢？照我来说，还是早点被抛弃的好，这样还能去别的地方看看。就是，还超级艾克人，那就是一群智障。嘘，小声点，你不要命啦！被主管大人听到的话，肯定把你拉起做实验。切，怕什么？主管大人现在指不定在睡大觉呢。话说回来，主管大人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超级艾克人啊？竟然还特意跑到多德帝国的最边境的小岛上来研究。据我了解，好像是主管大人曾经的作品被超级艾克人给暴打了，从那时候起，主管大人就开始疯狂的痴迷超级艾克人了。不是吧？主管大人不是制造出属性超过200的圣级强者吗？竟然还打不过那什么超级艾克人？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除了主管大人，谁也没见过超级艾克人呢。躲在暗处偷听的陈平是听了一头的雾水。什么研究啊？超级艾克人啊，都无所谓，他在意的是那个什么多德帝国。这里不是无尽之海吗？什么时候冒出了个多德帝国？还最边边？要知道，无尽之海就没有什么边边之说。第85章变异艾克人实验。懵逼！陈平一脸懵逼的蹲坐阴暗处，看着那些研究员，感觉双方好像并不在同一频道上啊。走吧，回去休息了，明天还要继续呢。哈欠，没错，去吃饭。走，老早就饿了，主管大人真不是人啊，竟然规定一天只有2餐。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向某个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吐槽主管大人的各种规定。看着离去的研究员，陈平等听不到声音后才走了出来，然后开始打量起来。不一会儿，他就顺着研究员离去的方向走去了。真是对不起你，那些研究资料，陈平表示连标点符号都不认识啊，妥妥的异界文字。虽然因为求生游戏的原因，陈平能看懂，但是呢，一堆乱七八糟的记录、笔记等等之类的信息，谁懂啊？比看数学还累。很快的，陈平就遇到岔口了。最重要的是，竟然没有指示牌之类的存在。只好随便选择了。走啊走，陈平突然发现，他好像一个不小心来到了比较重要的地方了。看着周围的瓶瓶罐罐，里面浸泡了一个个的艾克人。陈平好奇地打量着各个罐子里的艾克人，都是半成品，还有失败品跟变异品。半成品就不用说的，属性拉胯，等级低，连5级都没有。反而是那些标着失败品的罐子内的艾克人跟外面的差不多，属性也一个样。最后的变异品好像是突变个体，并不多，才3、4个，2个手臂变异跟1个上半身都变异，还有个是头部变异，贼丑。陈平好奇的四处打量，这里挺大的，但是瓶瓶罐罐的就放了不下上百个，而且每个都留有1米宽的通道让人观察。可惜转了半天，这里除了这些瓶瓶罐罐外，就只剩下一些仪器了，而且看起来一点都不高端，简陋得很。看不明白的陈平准备离开，去其他通道看看。就在他刚踏出去1步的时候，入口处传来的咯吱咯吱的响声。陈平连忙躲在一个罐子后面，
然后小心地观察起来。咯吱咯吱，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推着一辆长板车走了进来，然后就开始搬运装有变异个体的罐子了。很快的，4个变异个体的罐子就被装上了车，然后推了出去。陈平立马小心翼翼地把最后一人给嘎了，让快速地换上防护服后跟了上去，混入其中。咯吱咯吱，变异个体的数量又减少了，看来这一批的艾克人又该换掉了吧？一个推着车的人员突然说道。谁说不是呢？哎，主管大人没把超级艾克人制造出来前，艾克人肯定是要源源不断的制造的。喂，你们听说了吗？什么？我们这座岛屿好像被迷雾给笼罩住了，主管大人都派了很多守卫出去探查了，但那些守卫都一去不返，现在还不知道是生是死呢。咦，不对吧？塔塔里岛屿地区的环境好像并不会出现迷雾这种天气啊。是这样没错呀，所以主管大人才叫人去探查啊。谁知道会不会是敌国的魔法师搞的鬼？不可能吧？塔塔里岛这么的偏僻不说，周围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岛屿，敌人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吧？嘘，到了，别聊了，被主管大人听见就不好了。陈平听了一路，他现在大致是了解了一点了，这里的研究员好像还不知道他们已经不在本来的世界了吧？还是说这是他们的设定？这座岛屿的设定？陈平觉得都有可能。很快的，一群人就推着车进涌入了主管的研究所了。陈平走在最后，还好心的关上门，可惜不知道怎么反锁，不然回到人群后，陈平就看到几个人把装有变异艾克人的罐子移到装置上了，然后纷纷退了出来。咔嚓！主管大人，主管大人好！一群人对着从里面走出来的人纷纷尊敬的喊道。陈平看了过去，发现这个主管大人好矮，可能才1米5几的样子。主管并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愁眉看向下面的4个变异艾克人，在发现有个变异脑袋的艾克人后，才放松了一下眉头。主管，就4个？是的，主管大人。主管，行吧，开始准备实验。所有人开始行动起来，除了陈平先是罢了一下，然后开始装模作样起来。很快，看到所有人都拿着笔记本跑到边上后，陈平也连忙跟了上去，当然了，手中也多出笔记本跟笔。咯吱咯吱，装有变异艾克人的平台开始下降，然后罐子里的营养液开始抽离，可以开始激活了。滴滴滴，4个罐子都一一打开，然后变异艾克人纷纷睁开了双眼，除了那个脑袋变异的艾克人。接下来就是一堆陈平看不懂的操作了，看了眼正在记录着的人，没办法，只能瞎几把乱写了。主管看了眼下面正在各种反应的变异艾克人的变异位置，他现在的超级艾克人只差个脑袋了，也不知道这个脑袋行不行。没办法，脑袋是最难变异的部分，其他的部位早就收集好了，只要完成这个变异的脑袋能完美保留下来，那么他的超级艾克人也将随之诞生。主管双眼通红的看着下面的变异脑袋，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再次失败，那么的所以成功，努力将会全部白费，帝国也不可能会再次提供各种资源了。主管，开始投放。遵命。无数的怪异物品被投放入里面，所有的变异艾克人不出所料的开始抢夺，然后吞噬。陈平诡异的看着下面的4只变异艾克人，他们的属性随着吞噬的物品越多变得越高，但提高的方式很是诡异。手臂变异的艾克人增加的属性是敏捷提升的最快，而上半身变异的则是体质跟力量，而且提升速度比变异手臂快得多。最后就是那个脑袋变异的艾克人了，精神增长速度变态，现在已经从一开始14点飙升到现在的137点了，而且还在上升。第86章啊，艾克，我 CNM。 主管双眼通红，鼻孔都开始冒毛了。哈哈哈哈，成了，终于变异头也成功了，哈哈哈！快释放昏迷气体！主管一脸疯狂地喊道。很快的，一股气体瞬间就被释放出来，正在啃食其他3只变异艾克人的脑袋艾克人，过了几秒后轰然倒下。等到昏迷气体被散去后，小矮子主管迫不及待地打开开关。咔嚓！主管，快带上他跟我走！哈哈，你们即将见证奇迹的诞生，伟大的作品，超越超级艾克人的存在。陈平继续尾随着跟在他们身后，很快的众人就在主管大人的带领下来，到了他从来不给外人进入的专属实验改造室。众人带着好奇的目光走了进去，然后开始观看起来。主管直接走到一个操控台上，然后按下一个按钮，瞬间中间直接裂开，一个实验台升了上来。众人纷纷望了过去，实验台上摆放一具尸体，浑身都是变异部分，除了脑袋。陈平好奇的鉴定一下，发现除了精神外，其他的属性竟然都快接近300点了。体质是最高的294，力量是284，敏捷是281，精神是38。主管直接接过脑袋变异艾克人，然后开始操刀动起手术来。陈平只见他咔咔几下，然后那个变异脑袋就被换好了。众人，
他们面面相觑，都感觉看了个寂寞。主管大人的手速太快，而且很流畅，都不知道私下做操作过多少遍了。我去！陈平发现变异脑袋换上去后，属性瞬间发生了极大的，所以属性瞬间飙升到349，差一点就350了。而且天赋跟技能的技能瞬间都出现了，刚才明明都没有。名称：超级变异艾克人，种族：变异艾克人，等级30，体质349，力量349，敏捷349，精神349，天赋：变异体质，超级力量，急速敏捷，变异大脑，急速恢复，变异缺失，模仿。技能：超级打击，超级咆哮，超级抱抱，啃噬恢复，变异转换，变异感染。擦！老子还以为是哪位大都会中的存在呢，吓老子一跳。主管，果然没错，我真的成功了，超级艾克人！哈哈，超级艾克人，你也没想到吧？我真的做到了！哈哈哈。陈平看到主管直接按下一个按钮，然后一个小罐子升了起来。现在主管正对着罐子咆哮呢。主管看着罐子里的脑袋，得意的笑道：哈哈哈，艾克，你没想到吧？虽然你当年打赢了我最得意的作品，但你还不是死在了帝国的手中。哼，我还特意把你的身体要了过来，做克隆实验，试图找出你变身超级艾克人的秘密。现在我不仅找到了你变成超级艾克人的秘密，还创造出比超级艾克人还强大的存在。呵呵，10年啊！你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现在10年之期已到，我将重返巅峰，不是更进一步。哈哈哈哈！仰天大笑的主管没发现罐子里的人头现在已经睁开了双眼，他看了眼前的矮子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但下一秒他就看向那超级变异艾克人。笑够了的主管终于停了下来，然后看了艾克的脑袋一眼后就准备收起来。咦？什么？你还没死？看着睁开眼的艾克，主管不可置信地喊了起来，但下一秒主管就疯狂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这难道是老天开了眼，让你亲眼看看我伟大的杰作？看着嘴巴一张一开的艾克，主管笑道：哦，你先说什么？哎，看我这记性，你泡在营养液里，怎么可能说到了话嘛？哈哈哈！主管笑呵呵地按下减低营养液的按钮，然后艾克里的营养液不断地下降，很快的就降低到嘴巴下后才停了下来。嘿嘿，主管可舍不得艾克死去，他要艾克见证他伟大的杰作，还要带着他，让他看着自己一步一步登上高位。你到底在说什么？主管疑惑地看着艾克，疑惑地问道。主管疑惑地把耳朵贴了上去，然后就听到艾克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念咒语。奇怪，艾克，你到底想干嘛？你现在这个状态还能干什么？接下来，艾克就让主管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了。下一秒，一道红色的光线瞬间从双眼射向躺在台上的超级变异艾克人。红色的光线延续了几秒钟，最后光线消失后，艾克的脑袋瞬间腐烂成渣。主管一脸懵逼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啥鬼啊！咔嚓，砰砰砰，固定住超级变异艾克人的铁质手铐瞬间被挣断，然后超级变异艾克人直接坐了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感受到体内那比他变身为超级艾克人还要强大的力量，艾克满意极了。艾克看向主管，过了一会后才笑道：哎呦，这不是艾德堡？嘿嘿，果然呢，我就知道你会把我争取到手，但真是没想到呢，你竟然成功的创造出这么强大的存在。嘿嘿，不过要感谢你，不然我还真可能彻底死去呢。现在的身体我很满意呢，强大很多啊，用我的基因改造出来的身体就是好，我感觉跟自己的身体一样，一点排斥的感觉都没有。艾德堡面目狰狞地看着坐起身来的超级变异艾克人，他的最伟大的创作现在竟然被人玷污了。艾德堡情绪失控地吼道：啊，艾克，你 TMD 的还我超级变异艾克人啊！艾克摆了摆手，轻笑道：哎呀，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毕竟你都用我的身体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了。嘿嘿，我收点费用怎么了？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只不过你这里没什么我看得上的，也就这具身体还算不错。艾德堡啊，我要你死啊！第87章，艾克炸了。陈平摇了摇头，艾德堡主管肯定气炸了吧？果然，听完艾克的那恶心人的话，艾德堡是真的炸了。他直接拿出一个装置，然后冷笑了几下后，果断按了下去。艾德堡冷笑道：我既然敢制造出这么强大的存在，你以为我会没有控制跟反制手段不成？艾克感受到不能动弹的身体，眯了眯眼，然后笑道：哎呀，不错嘛，看来我以前留给你的阴影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要知道，以前的你可不会多此一举的吧？艾德堡，
以前的我傲慢、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直到遇见了你，艾克。你的出现打破了我的一切，让我清楚地认知到，实力还是一切。哪怕我只输给你一人一次，但帝国的那些垃圾还是把我直接踩入谷底。这都是拜你所赐，艾克。哼哼，我也是会成长的，艾克。过去犯过的错，难道还能再犯一次不成？我可不会重蹈覆辙。艾克很想摇头，可惜现在做不了，便说道：“哦，不，爱德堡，你错了。爱德堡，我错了。呵呵，这么可能？你现在的身体就是我最伟大的杰作，它的强大，我想你现在比我还清楚吧？呵呵，哪怕是帝国的底牌，也比不上你的存在，艾克。哈哈，艾克，我当然知道这具身体的强大，所以我才说，爱德堡，你错了，你严重低估了这具身体的强大喽。砰！强大的气息从艾克身上爆发出来，咔嚓！艾克活动了一下身体，刚才动弹不得的感觉可真不怎么样。双手抱胸，艾克看着爱德堡，笑嘻嘻地说道：“你看嘛，我就说你错了，你还不信，真是太伤我的心了。来来回回，真是好不精彩啊！”躲在一边的陈平一边吃瓜一边感叹地想到：“爱德堡，我说过的，我不会再重蹈覆辙的。你是知道我的为人的，从来不说假话。我按。”艾克看到爱德堡按下那个装置后，瞬间就感觉到巨大的危险感。果然，下一秒他就感觉到身体传来巨大的能量膨胀。啊！超级艾克变身！轰！巨大的气流从艾克身上爆发出来，随着而来的还有一声闷响，好像是什么东西在他体内爆炸开了。巨大的气流把陈平周围的其他研究员都给吹飞了，就剩他一人蹲在那里，纹丝不动，安然吃瓜。看着气孔冒烟的艾克，陈平兴致勃勃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厉害，反转自然，让人防不胜防啊！可嗨嗨！艾克看着咳出来的带着内脏碎块的淤血，脸色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毕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具身体的强大。虽然现在的伤势很重，但只要2-3天就能完全恢复了。看着狼狈站起身的爱德堡，艾克笑道：“爱德堡，看来你还是错了呢。这下你就没招了吧？所以是我赢了哦，爱德堡。”爱德堡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然后愁眉道：“为什么你还能使用超级艾克变身？我应该已经把这具身体调整成超级艾克状态了才对吧？”艾克，爱德堡，是什么让你觉得超级艾克变身下就不能再次变身喽？呵呵，我以前的身体强度不高，变身后的实力加持也不高，才增加50点全属性。现在这具身体，我变身后将变得更加强大，至少也能增加100点全属性。爱德堡突然想起什么，然后笑呵呵地说道：“我明白了，以前你没超级艾克变身前，跟我那时最高的作品打得不相上下，而你变身后就完全压制住了我的作品，而当时我的最高作品的全身为200，所以你，嘿嘿，艾克，你竟然还是当过250啊！哈哈哈，笑死我了，没想到你竟然是个250，哈哈！艾克，不是，爱德堡，你的关注点这么怎么奇怪？要知道，我变身可是增加了50点全属性啊，50点，懂不懂含金量？而且我还打爆了你的最高作品，你笑毛啊笑！爱德堡，呵呵呵，我就笑了，怎么着？你打我呀？艾克，行了，爱德堡，我并不想杀了你，不过你得帮我做事。爱德堡冷笑道：“怎么，你还想当皇帝不成？”艾克，为什么不能？现在帝国内还有谁是我的敌手？爱德堡，不是吧，不是吧？你不会以为个人实力强大就能当皇帝吧？艾克，难道不是？现任皇帝不就是打上去的吗？爱德堡，算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不跟你说这些了。你难道真以为我没底牌了吗？250。艾克一脸阴沉地看着爱德堡，然后说道：“你还有什么手段？都使出吧，亲眼让你看看你最伟大的杰作是如何成为人上人、王上王的。”爱德堡对着艾克冷笑几下，然后看向一边的吃瓜群众陈平：“小兄弟，你都看了这么久的戏了，是不是该说说看法了？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陈平看了看周围空无一人，就他蹲坐在这里，能不明显吗？既然被发现，陈平也就不躲，直接站起身来，把身上的防护服脱了下来，然后好奇地看向爱德堡，问道：“陈平，爱德堡主管，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我的？我好像没被任何人看见吧？”爱德堡笑道：“小兄弟，你要知道，我可是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年，连重要的实验室都安置在这里，能没点手段吗？小兄弟，你刚踏入小岛上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哼，能带着小精灵到处乱跑的人，想必实力强劲吧？话说回来，小兄弟，你是怎么突破那迷雾走进来的？我可是派了不下几十队守卫进去探查，可惜都无一归还。”艾克突然说道：“爱德堡，
这就是你最后的底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第88章超级变身。陈平不由得看向艾克，啥意思？看不起我？艾克并没有看向陈平，而看着爱德堡，阴沉的说道：爱德堡，你确定不跟着我干？你应该知道，我们两个合作的话，别说是帝国了，就是统一大陆都不成问题啊。我实力无敌于天下，没人能打得过我。而你，爱德堡，你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超级艾克士兵出来。艾克激动地喊道：难道不觉得我们两个完全就是天河之作吗？看着一脸激动的艾克，陈平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咦，好恶心啊！爱德堡冷笑了几声，然后没回艾克的话，而是继续看向陈平，问道：爱德堡，外来者，能说说你是怎么进来的吗？陈平无所谓的说道：还能这么进来？走进来的呗。爱德堡，行吧，你不想说我也理解，我想请你帮忙。陈平挑了挑眉，然后说道：帮忙？这么自信我会帮你？爱德堡笑哈哈的说道：哈哈，我肯定没那么大的自信，但是艾克这人心眼小不说，还睚眦必报，所以嘛。懂了。陈平看向艾克，果然这家伙现在已经把眼睛眯起来了，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看着瞪着他的艾克，陈平一阵的无语，什么玩意？明明爱德堡引导的，竟然把仇恨对向他，这他喵是不是被小看了？虽然陈平现在还有一大堆的疑问，但这并不妨碍他杀死这个艾克，还是超级艾克人的家伙。扭了扭脖子，陈平瞬间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来到那个艾克的身后了，然后一把抓艾克的脖子，狠狠地砸在实验台上。砰！巨大的力量直接把整个实验台都砸凹了下去。回到原处的陈平看了眼陷入实验台中的艾克，又看了眼爱德堡，他在考虑要不要离开这座岛屿，感觉这里并没有什么油水可以拿的样子，还是出去砍点树，然后离开吧。想到这，陈平立马转身离开，他要去伐木。这次把艾莱伊他们3个也叫来帮忙，争取把这座岛屿上的树木都撸空。刚转身没走几步，一道破空声就从身后转了过来。砰！陈平稳稳地接住艾克的拳头，看着变成超级艾克人的艾克，他一点也不惊讶，毕竟他刚刚的攻击可没往死砸，而是随便砸下去而已。随手一甩，艾克变成超级艾克人的艾克瞬间飞了出去，然后狠狠砸在墙后，滑了下来。有点意思，变成超级艾克人后，艾克的全属性竟然到达了500点，可惜没有陈平现在的属性700点起，200点属性的差距，艾克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能坚持个几分钟都算他厉害的了。本来并不想理会他们，现在艾克竟然敢偷袭他，这是自寻死路。陈平看向艾克，冷笑道：你想找死？很好，那我就成全你。说完后，陈平直接把幻变拿了出来，然后变成苹果叉形态后，便冲向艾克，狠狠地砸了下去。这要是被砸到，那还不被砸扁啊？艾克惊恐地看着陈平，然后艰难地爆发一下，躲过了陈平这戏耍的一击。没错，陈平并不想着杀比死的那么快，先戏耍2下后再砸死就行了。说2下就2下，已经1下，还有1下就可以送他上西天了。看着躲远的艾克，陈平对笑了下，然一个360度旋转，轰了过去。砰！咔嚓！又一次极限逃生的艾克一脸惊恐地看着被陈平砸出裂痕的地面，要知道地面可都是合金铺设而成的呀。好了，2下已过，你可以去死了。陈平对艾克笑道，然后在他惊恐带着不解的神情下，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开启被动，出现在艾克身后的陈平轻轻地把苹果叉形态的幻变砸在他身上，瞬间砰的一声，艾克整个人都炸成了渣。还好因为力量的作用，艾克残渣都是向前方溅去的。啪嗒，一个什么物品落到的声音响起，陈平疑惑地低头看清，咦，宝箱？没错，一个史诗宝箱出现在陈平脚下。看着眼前的宝箱，陈平沉默了一下下，然后瞬间消失在原地，最后在爱德堡不可思议的目光下，一个大苹果直接砸向脑门，瞬间啪的一声，又一个爆浆了。然后啪嗒，又一个史诗宝箱出现在爱德堡的位置上。把2个宝箱都放在一起，还以为会没有收入呢，结果还是挺不错的嘛。史诗宝箱呢，比白金宝箱高上那么一级，不错，真不错，老子都还以为只能获得点木板呢。陈平笑嘻嘻地说道，然后打开宝箱。打开宝箱，获得海岛监测器1、自爆遥控器1、疯狂的想法1、大型基础材料礼包1。打开宝箱，获得超级变身1、思维沉睡变异套装1。咦，超级变身，这是把艾克的招牌技能给爆出来了吗？陈平感兴趣地查看起来。名称：超级变身，类别：技能，品质为1，红色，效果：超级变身，使用后
全属性提高 20%， 持续60分钟，冷却24小时。效果：超级变身，使用后全属性提高 50%， 持续30分钟，过后全属性减低 50%， 持续24小时，冷却时间72小时。可强化次数1。这技能有点刁啊，怪不得艾克怎么嚣张呢。陈平看完效果后感叹地说道：“不过，嘿嘿，现在归我了，哈，完全能成为底牌的技能，更别说还能强化了。强化看看。”打开强化面板，然后把超级变身放了进去，点击强化，期待，瞬间金光涌现，刺痛了陈平的双眼，激动了他的心。陈平迫不及待地再次查看属性：名称：超级变身，类别：技能，品质：唯一、稀有、红色，效果：超级变身，使用后全属性提高 50%， 持续120分钟，冷却12小时。效果：超级变身，使用后全属性提高 100%， 持续60分钟，过后全属性减低 25%， 持续12小时，冷却时间36小时。陈平牛掰！第89章岛屿自爆。陈平兴奋地把超级变身给学习了，打开人物面板，看着多出来的超级变身技能，嘿嘿嘿，陈平不自觉地嘿嘿笑了出来。呼，好了，继续往下看。名称：海岛监测器，类别：木筏配件，品质：稀有、金色，效果：监测全岛，安置后可以监测到所有未记录的生物，范围整个木筏或者岛屿。好东西，看来离木筏升级海岛越来越接近了。自爆遥控器，白色品质，使用后启动岛屿下的超级炸弹，超级炸弹的威力足以炸毁整座岛屿。卧槽！陈平看着手中的自爆遥控器，一脸的懵逼。他 MMB 的，没想到爱德堡也是个老六啊，竟然还准备了这种东西。陈平小心地把自爆遥控器收入背包，然后继续看。名称：疯狂地想法，类别：技能，品质：稀有、金色，效果：这个想法很疯狂，编制一个疯狂的想法，然后对目标使用疯狂的想法持续5分钟。效果：你应该马上行动，对目标使用后，目标会立马执行目前的想法。咦，这个技能好像也很屌啊，使用的好的话是个神技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才能叫疯狂的想法。草番求生游戏算不算？陈平学掉后嘀咕了几句，继续看下去。大型基础材料礼包，金色品质，使用后获得 1W 木板、1W 铁块、1W 青铜块。不错，木筏又能升级了。还是2件物品，继续看。名称：思维沉睡，类别：技能，品质：稀有、金色，效果：思维沉睡，使用后死亡前使用，可以使思维进入沉睡状态，之后有可能苏醒。这个技能应该就是艾克能活下来的原因吧，可惜对老子没啥用啊。把思维沉睡收起来后，查看最后一件。名称：变异套装，类别：套装，品质：稀有、金色，效果：全属性加50，效果：变异，使用后随机获得变异部位，会获得不同的变异效果，维持时间30分钟，有概率使其永久变异。陈平看了一下这个变异套装，如果装备上去的话，要占据5个装备栏，而且单件还没有任何效果。陈平摇了摇头，然后把变异套装收了起来。这套装他并不准备自己使用，虽然他现在的对应部位的有些装备比不上这个套装效果，但效果不错呀，比如踏水鞋。OK， 都看完了。陈平打量了周围一下下，然后就跑去找艾莱伊他们了。一路走出去，一个研究员都没有看到，不知道躲哪去了。顺着契约感应，陈平很快的就找到艾莱伊他们3个，然后陈平就看到他们3个正在追杀艾克人，尤其是利西亚，他拿着黄金螃蟹钳子，不断的挥舞着，把周围的艾克人通通砸扁在地。陈平看着钳子上面被夹住的艾克人，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下。利西亚很快的就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陈平的了，然后一脸惊喜的跑了过去。陈平嘎嘎，利西亚，有人欺负利西亚哦。跑到陈平身旁的利西亚继续说道，嘿嘿，不过利西亚超厉害的哦，把他们都打得屁滚什么来着？算了，想不起来了。陈平嘎嘎，你看利西亚厉害吧？看着一脸得意的利西亚，陈平笑呵呵的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笑道，陈平，利西亚最厉害了，真棒。看了眼到处乱跑的艾克人，陈平把艾莱伊跟伊莫都招了回去，不用去理会这些傻子艾克人。看着乖巧的站在面前的3只小精灵，陈平笑了笑，然后拿出3把伐木斧递给他们。3只萝莉小精灵疑惑的接过伐木斧，然后疑惑的看着陈平，这是要干啥呢？面对3只可爱小萝莉的注视，陈平一脸平静的问道，艾莱伊，你们都113岁了是吧？看着他们齐齐点头，陈平笑道，那就好，现在
你们3个的任务是砍树，一直砍到伐木斧坏掉为止哦。你们3个来比赛，比一下，看看谁砍的最多。哦，听到比赛，莉西亚第一个亮起了双眼，然后兴奋地点了点头。陈平，嘿嘿，去吧，比赛开始了哦。看着3只欢乐的小精灵，陈平默默地给自己点了个赞，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道：嘿嘿，我可不是在雇佣童工哦，毕竟他们都比我大不是，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才能安心理得地吩咐他们去干活啊，嘿嘿。看了他们一眼，然后陈平也开始伐木起来了。在4人的努力下，海岛上的树木不断砰砰砰地倒下，然后变成木板收入背包之中。咔嚓，砰砰砰，3只小萝莉精灵的伐木斧终于都碎裂开来了。他们看着了眼手中的木柄一眼，然后齐齐向陈平飞去。砰！一棵大树轰然倒下，然后变成木板收入背包。咔嚓的一声，手中的伐木斧随着碎掉。看了一眼斧柄，然后随手扔掉后，陈平就看到艾莱伊他们飞来了。看着他们举起来的斧柄，陈平笑道：这个没啥用，等一下就会自动消失的，扔掉吧。哦，艾莱伊他们扔掉斧柄，然后看着陈平，等待下一步的指示。陈平直接把他们抱住，然后在他们迷茫的神情中，直接使用海岛之心的传送。嗖！瞬间4人消失在海岛上，然后出现在木筏上面。哇！看着熟悉的一切，3只小萝莉精灵齐齐挖出声来。看着飞出去玩的艾莱伊他们一眼后，陈平便拿出那个自爆遥控器，看了眼远处的岛屿，然后按下。看着消失在手中的自爆遥控器，陈平双眼紧紧地盯着岛屿。1分钟后，轰隆！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云霄。看着被爆炸搞出来的海浪，陈平默默地打开泡泡护盾，这样就完全不怕海浪的袭击了。爆炸声延续了10几分钟后才停了下来。等海浪也平静下来后，岛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海水有些浑浊外，完全看不出哪里存在过岛屿。第90章岛屿碎片。看着眼前一片广阔无际的大海，陈平有些惊叹地说道：厉害，这威力，还好爱德堡一开始并没有自爆的打算，不然艾莱伊他们可能都得上天吧。毕竟1分钟的时间可不够陈欧跑出了实验室后还有空余的时间去找他们3个。这么看来，爱德堡你还真是好人呢，嘿嘿。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声响起：系统检测你炸毁岛屿，计算中。系统恭喜获得特殊宝箱之岛屿宝箱1，岛屿碎片3，经验宝珠20。砰！一个宝箱盖是岛屿形状的宝箱出现在陈平面前，随之而来的还有岛屿碎片跟经验宝珠，只不过这2件物品时漂浮在空中的。陈平看了眼宝箱，然后看向漂浮在空中的岛屿碎片跟经验宝箱，收起来后点击查看属性。岛屿碎片，金色品质，木筏升级成海岛的必需品之一，也是之后海岛升级的必需品。经验宝珠，使用后获得10万经验。咦，炸掉海岛的奖励这么丰富了吗？陈平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物品，尤其是岛屿碎片，完全是刚需品啊！还有个特殊的岛屿宝箱呢，这宝箱在宝箱兑换页面也没发现呢，看来是炸岛的独特宝箱啊！陈平把手放到宝箱盖上，刚想打开，一道声音突然传了过来。哇！陈平嘎嘎，让莉西亚来，莉西亚好久没开宝箱喽！哒哒哒！激动的莉西亚都忘了飞起来更快了，而是哒哒哒的跑了过来。唉，陈平顺势接着莉西亚，然后笑道：好，给莉西亚开。那安啊。放开莉西亚后，陈平笑道：去吧，开吧。莉西亚双眼亮闪闪的看着眼前这个奇奇怪怪的宝箱，但不要紧的，只要是宝箱，那么莉西亚就不会嫌弃它。嘻嘻，那莉西亚要开喽。看到陈平点了点头，莉西亚立马打开宝箱。我开。打开宝箱，获得岛屿碎片5，小型随机树林1，小型随机矿脉1，小型淡水湖1，小型动物链1。咦，岛屿碎片不用多说，好的东西就是了，但剩下的物品就有点意思了。小型随机树林，金色品质，使用后获得面积为1公顷的随机树木的小型树林柱，海岛专属。小型随机矿脉，金色品质，使用后获得储存量为10W 的随机矿脉柱，海岛专属。小型淡水湖，金色品质，使用后获得面积为5000平方米水面积的淡水湖，而且淡水湖内生态圈完整，柱，海岛专属。小型动植物食物链，金色品质，使用后获得一个小型动植物食物链柱，海岛专属。果然呢，这些东西都是海岛专属，也就是说，木筏没变成海岛之前，这些东西只能先放仓库了。莉西亚看着陈平，然后萌萌地说道。陈平嘎嘎，莉西亚开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厉不厉害啊？陈平闻言笑道：很厉害哦，莉西亚真是棒棒的。莉西亚闻言，骄傲的双手叉腰，哼哼地说道：莉西亚当然是最厉害的啦。陈平配合的鼓掌起来，
然后打发他去找艾莱伊跟伊莫尔去。看了跑去找2位姐姐的莉西亚，陈平宠溺地笑了笑，然后把这些岛屿专属的物品拿到仓库区存放起来。咦，聚宝盆竟然装满一半了，不错。然后好东西后，陈平先去宝藏室看了一眼，随便把银质茶具跟白银圣剑放里面去。结果一进去，陈平就发现了一件漂浮在中间的物品，名称海神3叉戟，类别武器，品质紫色，效果敏捷加10，效果海浪冲击，使用完召唤2米高1米宽的巨浪攻击目标。好垃圾啊！2米高的巨浪，2米高月叫巨浪，还1米夸，逗我呢？还海神呢？陈平摇了摇头，然后把海神3叉戟收了起来，随便把银质茶具跟白银圣剑找个显眼的位置放好。随着银质茶具跟白银圣剑放入宝藏室，瞬间陈平就获得宝藏室更新的信息了。名称宝藏室，类别特殊建筑，品质稀有，紫色，财宝越多品质越高，品质越高效果越多。效果招财进宝，每天10%会形成一件稀有紫色品质的物品。咦，不错，多了个稀有，而且以后出现的物品也会是稀有紫色品质的物品了，真不错。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后才走了出去，然后开始使用经验宝珠升级喽。看了下现在的等级跟经验，等级33 31800 400000。经验宝珠一个10W 经验，一共20个，那就是200W 经验，然后再剩余他们4人 ，OK 800W， 不知道能升几级呢？消耗了490W 经验，陈平成功升到40级，还剩310W 的经验值。等级40 31800 20000000，把经验全部使用，瞬间等级再升1级。然后陈平打开人物属性面板查看起来，名称陈平，种族人类，等级41 113 1800 20000000，职业自由支配者唯一，体质288加153，力量264加152，敏捷244加155，精神244加203，自由属性点80，元素属性水元素抗性1，金元素2，专属技能属性支配，元素属性转化，职业技能属性伤害，属性爆发，属性平衡，元素属性伤害，通用技能能耗减半，恐惧之刺，快速恢复，被刺，超级变身，疯狂的想法，天赋无，称号开荒者，不错，来分配一下属性点，平均分配就 OK 了，反正有属性支配在，属性随便调整。加完属性后就开始升级木筏了。第91章，又离海岛更加一步了。陈平关掉人物属性面板，打开背包看了一下材料，除了开那个大型基础材料礼包获得了木板 1W、 铁块 1W 还青铜块 1W 外，就只有陈平跟艾莱伊他们3人砍伐的数目了。4人砍到伐木斧都碎裂开，一共获得54387块木板，差点都把岛上的树木都给撸空了。打开木筏属性面板，陈平准备开始升级木筏了。名称木筏，级别15加1级，效果无，装备栏2/3璀璨的黑珍珠美人鱼号宝珠，面积15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10万，木筏升级材料3500木板800铁块700-700青铜块。 OK， 都满足条件了，开始升级，就是不知道能升几级。连续5级木筏，消耗了27000木板5000铁块跟4500青铜块，木筏属性再次发生变化。名称木筏，级别20加1级，效果无，装备栏2/4璀璨的黑珍珠美人鱼号宝珠，面积20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100W， 木筏升级材料10000木板2000-2000铁块1500青铜块。要的升级材料更多了呢。陈平看了一下青铜块，还剩5500，应该可以再升个2级吧。我升。名称木筏，级别22加1级，效果无，装备栏2/4璀璨的黑珍珠美人鱼号宝珠，面积3000平方米，木筏耐久度300W， 木筏升级材料15137-30000木板4400铁块2004-2500青铜块。果然只能升2级，木板跟青铜块都不够用啊。不过20级后提升效果这么大吗？尤其是面积，看来离海岛不远了呀。陈平感叹道。 OK， 该做晚饭了。来到厨房的陈平看着差不多都快见底的调味料，看来要采购一番才行了。做完晚餐后，陈平出去叫艾莱伊他们回来吃饭，吃完饭后休息一会儿后，
然后叫他们去洗澡，头发一干就该去睡觉了，早睡对身体好啊。打开泡泡盾后，陈平也准备睡觉了。一大早清晨，阳光再次从窗户照射了进去，一下就把房间照着通亮。可惜2张床上一个人也没有。坐在沙滩椅上，陈平看着还剩最后一次的岛屿海图，想了想后，还是使用掉了吧。随着最后一次次数被使用，岛屿海图直接消失不见。随着岛屿海图消失，木筏突然朝反方向前进，看来最近的岛屿在那边。按照之前2次的情况来看，大概要2到3个小时左右，大概就能到达了。陈平把从黑市买来的环境改造器跟海岛监测器拿了出来，然后点击使用。瞬间，2件木筏配件立马融入木筏之中。一融入木筏，一个提示就跳了出来：海岛监测器是否开始记录目前的所有生物？这还用说？肯定记录啊！海岛监测器已记录完毕，监测器开始运行。这下有外来生物踏入木筏，老子就能知道了。不错，真不错。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开始测试环境改造器的功能。看着被自己捏着奇形怪状的木筏板块，陈平摸了摸下巴，还真是难看。又试了一下环境改造，瞬间木筏上开始落雪，一片片白色的雪花从天而降。哦豁，厉害啊！看看能不能把春夏秋冬4季的变化都出来。应该是成功了吧？虽然已经调整完毕了，但除了下雪的冬季外，其他季节的变化好像看不出来啊。至少木筏上没能显示什么来。看来在木筏上是显示不出啥效果的了，得升级到海岛的时候才有大用处。测试完毕，效果很不错。看着不断下雪区域，想了想后，先留着吧，反正可以随时取消。接下来干嘛呢？哦，对了，今天的10次垂钓还没用呢。这次陈平并不打算使用华丽的黄金鱼竿，而是拿出紫金竹鱼竿。他想看看能不能钓上紫竹条鱼出来。看着手中这紫中带金的鱼竿，陈平慢慢的来到木筏海滩，然后开始准备钓鱼。甩竿，瞬间紫色的鱼漂就被甩飞了出去，然后咚的一声落到海面上。看到鱼漂往下沉后，陈平立马往上一拉，一个宝箱直接被拉了起来。砰的一声，宝箱直接砸在木筏上。陈平看了一眼青铜宝箱，继续钓。10次垂钓一下子就钓完了，还别说，真的被钓去了一条紫竹条鱼出来，是在第7次垂钓时钓起来的。可能是使用了新鱼竿的缘故，10次垂钓一只海兽都没有，除了一条紫竹条鱼外，还有5个青铜宝箱、3个白银宝箱跟一个损坏的宝箱。系统检测到稀有鳞鱼，已收入图册。还真是稀有的鳞鱼啊，不错，看看有啥效果。陈平熟练地打开收集图册，然后查看去紫竹条鱼的介绍。紫竹条鱼，海中稀有鳞鱼，身材细小，不注意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紫竹条鱼很是吝啬，只有一种掉落物品，那就是紫竹条筋，细小的身子全靠一根筋支撑着，也是奇葩。紫竹条筋稀有，紫色品质是制造弓类武器的好材料，甚至能替代金色品质的材料。据说用紫竹条筋制造出来的弓，用概率获得紫竹剑效果。看样子是不如银腹鳞鱼啊，只会爆一根筋，垃圾。陈平不满意的撅了撅嘴，然后直接把紫竹条鱼给嘎了。分解后，果然连鱼肉都没有，就获得一根筋。看着手中的紫竹条筋，跟图册上介绍一样，可惜这东西对陈平一点用处也没有啊，他又没有弓类的图纸。摇了摇头，收入背包，还是来合成宝箱吧。第92章损坏的珊瑚贝壳床。陈平先是把仓库区的青铜宝箱拿了过来，然后开始合成宝箱。6个青铜宝箱加3个白银宝箱，刚好能合成3个黄金宝箱。3个金灿灿的黄金宝箱加一个损坏的宝箱。打开宝箱，获得双降法杖1500克精品陈皮1罐1，黄色小鸭油圈1，黄金块2。打开宝箱，获得储存贝1，路灯1，随机种子1，黄金块2。打开宝箱，获得神奇的海螺1，漂流瓶1，嫩绿指环1，蓝色晶石1，黄金块2。黄金宝箱开完了，就剩损坏的宝箱。这个宝箱完全看不出是什么宝箱，反正看材质不是金银铜铁就是了。打开宝箱，获得鱼龙鳞护手1，礁鲨咬肌，破损的珊瑚贝壳床1，损坏的深海之眼1。都开完，感觉今天开出了一堆奇怪的东西啊。陈平看着黄色小鸭油圈跟路灯、漂流瓶，不由得想到。开始查看物品属性。名称：双降法杖。类别：武器。品质：金色。效果：精神加15。效果：双击，冰系魔法伤害增加 10%。还行，可以给幻变吃。500克精品陈皮1罐，紫色品质，用100克泡500加仑水，能回复精神力，味道也不错。黄色小鸭油圈，蓝色品质，永不漏气的油圈，能自带导航效果，能向最近的陆地前进。储存贝，金色品质，活的储存贝，没任何作用，
但储存贝死前越大，获得储存贝壳空间越大。活的储存贝，看介绍，养得越大只越好了。陈平看着手中才巴掌大的储存贝，不在现在拍死的话，能获得多大的储存空间？虽然挺好奇的，但陈平可不做杀鸡取卵的事情来，随手把储存贝往油池扔去。哎呦，什么声音？陈平疑惑地看向油池，除了被扔进储存贝水波外，并没任何存在啊。靠过去，看着正在油池里游来游去的储存贝，陈平疑惑地看了看周围，错觉，摇了摇头，回去继续查看物品属性。等陈平离开油池边后，一个身影从珊瑚群底下游了出来，先是看了一下上面，发现没人后，气鼓鼓地瞪了眼储存贝，小手不由摸了摸额头，一个红色的小包在雪白的皮肤上格外显眼。只不过想上去透透气而已，竟然还会受伤，真是可恶啊！化疼痛为食欲，白玉珍珠贝中的珍珠再次惨遭毒手，这次只留下一颗在巨大的贝壳内，孤零零的。不过白玉珍珠贝完全不在意，因为终于有同类来陪他了。回到原处的陈平继续查看物品属性。现在轮到路灯了。路灯蓝色品质，能照明周围3到5米范围，需要能量10亿枚，维持消耗1个月。这个路灯可不是现代化道路上的那种路灯，而是一个造型华丽的木柱吊着一盏灯，还是挺好看的。随机种子蓝色品质，品质越好，使用后获得稀有种子恶概率越大。陈平直接使用了。欢乐豆种子蓝色品质，能种植出欢乐豆的种子，生长周期10天。神奇的海螺稀有紫色品质，对着海螺问问题，海螺可能会回答，也可能给你个大逼斗，可强化次数1。漂流瓶稀有金色品质，写个愿望放入瓶中，然后扔进大海之中，过一段时间后，漂流瓶可能会带着愿望回归。感觉这2个件物品都很奇葩呀，不过漂流瓶是不是什么愿望都能写？陈平想了想，然后写了个愿望放入漂流瓶中，随后扔出木筏，看着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漂流瓶，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嘿嘿，应该有一定的可能性吧，毕竟不是什么很难为的事情。继续往下看，名称嫩绿指环，类别戒指，品质紫色，效果敏捷加10，效果嫩绿，恢复力增加 10%， 还行。陈平直接把青铜戒指换了下来，然后把嫩绿指环装备上，随时把青铜戒指以10青铜块起拍的价格放入交易市场后，陈平才继续往下看。蓝色晶石，紫色品质，材料可以用来制造水系装备。这些就是黄金宝箱开出来的物品了。接下来看看那个特殊的损坏宝箱开出的物品咋样。名称鱼龙鳞护手，类别护手，品质史诗，效果体质加30，敏捷加25，效果鱼龙鳞，受到的伤害减低 10%， 可强化次数1。好东西啊，立刻马上强化。陈平麻溜地打开强化面板，然后放入，点击强化，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名称鱼龙鳞护手，类别护手，品质史诗，效果体质加30，敏捷加25，效果鱼龙鳞，受到的伤害减低 15%。 换掉身上的白银护手，再次把白银护手以10青铜块的价格上架。名称焦砂咬肌，类别技能，品质稀有金色，效果焦砂咬肌，使用后召唤出焦砂的虚影攻击目标。焦砂那是什么生物？陈平打量了一下技能书，想了想后先收起来，他现在并不缺技能。名称破损的珊瑚贝壳床，类别特殊家具，只能安置在水中，品质史诗，效果精神快速恢复，睡上1个小时就能恢复大量的精神力，效果潜力成长，增加美人鱼的潜力已失效，效果安置后舒适度加200。咦，只能安置在水中，那不是没啥用？噗噗，垃圾。不过为了舒适度，陈平还是选择安置在油池内，没办法，这东西只能安置在水里。把破损的珊瑚贝壳床放入油池内后，陈平惊讶地发现，整个珊瑚贝壳床竟然开始散发出微光，然后土灵鱼好像很喜欢，都围了上去。让陈平惊讶的是发生了，土灵鱼竟然把灵珠都吐到珊瑚贝壳床上去了。咦，不错呀，还算有点用处。看着里面的10几枚灵珠，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这下就不用去一枚一枚的捡了。第93章副本岛屿史前时代。满意的看了几眼后，陈平拿出最后的物品看了起来。名称损坏的深海之眼，类别武器，品质稀有史诗，效果精神加100，效果深海之眼，使用后召唤出深海之眼投影，把目标拖入深海之眼。无法使用。可惜啊，技能被废掉了，无法使用啊。
那个损坏的宝箱是美人鱼的吗？可能性挺大。物品看完了，陈平准备整理一下背包。这2件物品是……哦，我想起来了，那天升级换变后就忘记查看了。黄金鱼饵，金色品质是黄金鱼类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名称：青纹虎剑。类别：武器。品质：紫色。效果：敏捷加10。效果：虎纹，使用后力量加10，维持30分钟。黄金鱼饵，黄金鱼类，好想钓钓看啊！不过可惜，陈平已经看到海岛了，好大！看着前方的海岛，陈平先是惊讶了一下，然后交易市场看了看后，用2000铁块买下了10把紫色品质的伐木斧。这次他挑选的都是加耐9度。随着木筏越来越近，陈平惊讶地发现岛上的树木也格外高大，对比了一下，每棵树至少都上百米左右。咚！船锚再次被陈平扔下海，固定好木筏后，陈平先去跟艾莱伊他们说明一下，让他们留在木筏上，他自己一个人上去看看先。跳下木筏后，陈平向艾莱伊说道：“艾莱伊，把泡泡盾打开，我没回来前可不能解除掉，知道了吗？”艾莱伊，放心吧，陈平哥哥，我现在就打开。说完，艾莱伊就打开木筏面板，然后启动泡泡盾。看着出现的泡泡盾，陈平拍了拍，不错，向他们3个点了点头后，然后便快速地奔向海岛了。很快的，陈平就登上岛屿。上岛后才发现，这座岛屿是真的大。陈平预测，如果绕着岛屿转一圈的话，至少得3天，这还是奔跑的速度来算的。当然了，上岛后它的属性翻了个倍，所以时间减少，一边就能跑完了。陈平看了看，海滩上并没有发现浅海龙虾怪，这还挺少见的。要知道，之前遇到的那么多个岛屿，除了黑岛外，其他的岛屿上打海滩，多多少少都会有几只浅海龙虾怪存在。算了，上岛吧。陈平快速地向岛上走去，手中还拿出刚买到手的伐木斧。咦？陈平突然发现了个眼熟的东西，一个副本传送门。难道这个岛屿是个副本岛屿不成？陈平立马靠了过去，果然还真是副本啊！副本：史前时代，人数限制无限，等级推荐50以上，通关条件：杀死1只50级以上的 BOSS。副本特殊物品：恐龙牌、恐龙之心、恐龙坐骑蛋、恐龙宠物蛋、史前宝箱。陈平双手抱胸地看着眼前的光门，自言自语道：“通关条件时，杀死1只50级以上的 BOSS， 也就是这个副本内的 BOSS 不止1、2只了。我记得黄金巨龙兽好像就是50级吧？虽然身为龙兽，而且还是王者的它，属性上肯定要高出正常 BOSS 许多。以它为参照的话，黄金巨龙兽，我记得没削弱的属性应该平均700多吧？”陈平看了一下现在翻倍后800出头的全属性，好像完全能打呀！更别说陈平最近获得超级变身了。看着眼前的光门，陈平直接踏了进去。好！进入副本后，瞬间各种吼叫声从各个方向传来。陈平并没有着急地寻找恐龙，而是拿着伐木斧走向一边的参天巨树，一棵棵上百米高，几米粗，10几米粗的都有，不知道一棵能提供多少木板呢？砰！看着只是少了个口子的树身，竟然没一下变成木板。那再来！砰砰砰！陈平快速砍伐着眼前的巨树，终于耗时2分钟后，巨树轰然倒下。陈平期待地看着眼前倒下的巨树，会变成多少木板呢？1分钟过去，巨树没变成木板，又1分钟过去，陈平忍不住愁眉起来。再1分钟过去了，他无奈地接受这个副本里的巨树并不能变成木板的残酷事实。唉，既然不能伐木，那么陈平只好找恐龙来打了。找恐龙实在是太容易了，没办法，那些庞然大物的动静有点大。就现在，陈平的眼前出现了一大群雷龙。名称：雷龙。种族：恐龙族。等级：40。体质：431。力量421，敏捷314，精神235，天赋皮糙肉厚，巨力，庞大身躯。技能：践踏、吼叫、尾鞭。基本每只雷龙的属性都差不多，除了雷龙首领，它的属性比普通雷龙高出了50到100点属性，但没有 BOSS 的标志。看着从身旁走过的雷龙，陈平感觉地面上一阵一阵的，他并没有动手，毕竟雷龙群里面并没有 BOSS 的存在。陈平用系统自带的照相跟摄影功能拍了不少跟雷龙照片，还是录下同藏的视频。满意的关掉系统面板后，陈平又开始出发。这一路上，只要是没见过的恐龙，都会被他拍照、录视频，哪怕是那些食肉恐龙也一样。行了，走你！看着瞬间奔跑起来的窃蛋龙，陈平无奈的摇了摇头，不就是抓住他的脖子，拍张照吗？至于跑这么快吗？陈平看了看系统里的照片，从一开始遇到雷龙，到后面的三角龙、万龙、
肿头龙、鸭嘴龙等食素恐龙到迅猛龙、窃蛋龙等食肉恐龙，通通照了个遍，就是食肉类的小型恐龙比较少见。陈平到现在为止才遇到了迅猛龙跟刚才放生的窃蛋龙而已。吼！巨大的咆哮声响起，陈平都习惯了，不过这次的好像比较近。陈平看向咆哮声传来的方向，想了想后，决定过去看看，大概率可能是 BOSS。第94章，一大堆的 BOSS 真不值钱呢。陈平轻松自如地在树上跳来跳去，快速地向刚才吼叫声的方向前进。因为吼叫声已经过去了，所以陈平也不知道到底跑过去了没。不过他一路上并没有看到什么大型食肉龙，所以应该还没到吧。跳啊跳啊，终于陈平看到一只大型食肉龙了，是一只脊背龙。看了一下，大概体长30至40米之间。陈平站在树干上，看着下面那头正在啃食甲龙的脊背龙，看来应该是它了。果然 BOSS 单位就是不一样，外观就跟普通的脊背龙不一样了。最为明显的是，这头 BOSS 背上背帆是血红色，而且那一根根尖刺一看就知道威力十足。名称：血帆脊背龙 BOSS， 种族：恐龙族，等级45，体质521，力量498，敏捷428，精神217，天赋：皮糙肉厚，血帆，巨力，技能：咆哮、撕咬、爪击、BOSS 威压、破甲、残暴打击。陈平摸了摸下巴，恐龙们的天赋跟技能基本上都很重叠，除了个别的不一样外，看来这里的恐龙 BOSS 就目前以脊背龙的属性、天赋跟技能来看，好像对我造不成什么威胁呢。拿出幻变变成苹果叉形态，然后陈平直接跳到脊背龙 BOSS 头上空落下，幻变狠狠地砸到脊背龙 BOSS 脑袋上，瞬间秒杀，整个脑袋都被轰爆了。砰！巨大身体轰然倒地，随后陈平稳稳地落在脊背龙的尸体上。这只脊背龙是45级的 BOSS， 所以陈平并没有获得通关条件，不过经验给的倒是不少，足足20W 点经验值。陈平现在升一级要200W 经验值，只要杀死10头45级的 BOSS 就能升级了。当然了，他现在已经有一半的经验了，所以再来4只就够了。巨量的经验值让陈平立马勤奋起来后，看没掉落其他物品后，分解掉尸体后就离开找其他 BOSS 去了。获得恐龙肉24、恐龙骨头10、恐龙皮10。陈平快速的在树上跳来跳去，快速的寻找 BOSS。普通恐龙他也击杀了几只，结果发现经验值好低，一只50级的三角龙，属性就比脊背龙 BOSS 差点而已，但经验值才5000点，连1W 都没有。这一发现让陈平根本不想浪费时间在普通恐龙身上，全力的开始寻找 BOSS 来。跳啊跳啊跳！哦，陈平终于有看到一只 BOSS 单位了，这次好像是一只暴龙，是一只47级的红暴龙。简单粗暴的给红暴龙吃个苹果后，陈平再次获得20W 点经验值，不错，美滋滋啊！分解，再次寻找 BOSS。陈平心底美滋滋的在树上跳来跳去的，这个副本真是为他量身定制啊，嘿嘿。吼！巨大而有力的咆哮声响起，而且还是2声，哇哦！陈平瞬间转弯，然后奋力跑去。全力以赴的陈平很快的就看到咆哮声的主人了，竟然是2只 BOSS 在打斗，这也幸福了吧？停下来的陈平看着前面不远处的2只 BOSS， 其中一只是49级的暴龙，只不过这只的皮肤不是红色，而是灰黄色的。还有一只竟然是重爪龙，看着手中还有地上的大鱼，看来是这只暴龙 BOSS 先找麻烦了喽。重爪龙 BOSS 的等级比暴龙低了一级，但它们的属性不相上下，暴龙的属性合起来也就多了20多点而已。很快的，2只庞然巨物就开始搏斗起来了，而且看起来还是重爪龙占据优势，因为它有2只又长又有力的前爪。而暴龙嘛，众所周知，暴龙跟霸王龙基本都是小爪子，抱胸都不行，更别说用来攻击了。看着了一会后，陈平打算动手了，毕竟他们打得太慢了些，基本碰撞几下后就退后，再打量一下，然后继续碰撞撕咬。这次陈平把幻变变成弓形态，然后拉弓，一支穿透箭瞬间形成，看了一下后直接松手，嗖的一声，穿透箭直接穿透暴龙的脑袋，继续向重爪龙射去。OK， 一箭双龙，怎么就没早想到用弓箭呢？咦，好像爆物品了呢。直接跳下去后，陈平把碍事的尸体分解掉，这下掉落的物品就看得一清二楚了。一张卡牌，这难道就是那特产恐龙牌吗？陈平好奇的拿起来，然后查看属性。重爪龙召唤卡，金色品质，可以召唤一只等级为48级的重爪龙，维持10分钟，冷却24小时。这就是恐龙牌啊，竟然是召唤卡牌，挺不错的嘛。陈平看了看后，直接使用，瞬间一道光芒从卡牌上射出，随后一只巨大的重爪龙出现在面前。陈平看了一下属性，基本一样，但少了几个技能，尤其是 BOSS 威压，
这个技能才是 BOSS 能碾压那些普通恐龙的关键。不过也很不错了，虽然对陈平来说效果不咋样，但如果不是在海岛上的话，那属性可比他高多了。不错，陈平满意的收起来，然后继续跳上重爪龙的脑袋上，让他跑起来，看看能不能吸引出几只 BOSS 不。果然，重爪龙这嚣张的态度，很快的就吸引来了一只 BOSS， 不，应该是我们入侵了一只 BOSS 的领地才对。吼！一声巨大的咆哮，随后一只霸王龙出现在陈平的视野中。50级的霸王龙，陈平眯了眯眼，然后跳到一旁的树干上，让重爪龙过去送死。没错，就是送死。因为他发现50级的霸王龙全属性基本每一项都在550至600之间。果然，冲锋上去的重爪龙才短短10分钟不到，就被霸王龙撕碎了脖子，直接嗝屁了。看着正在进食的霸王龙，陈平拿出那张重爪龙召唤卡，现在已经满是裂痕了。过了几秒，咔嚓了一声，直接碎掉，然后消失不见了。没想到召唤出来的恐龙死去，召唤卡也会随之毁掉啊。该说可惜呢，还好发现的早呢。陈平一边拉弓对准霸王龙，一边喃喃道。嗖的一声，穿透剑直接命中霸王龙的脑袋，然后穿了过去，带起了不少血花。跟霸王龙碾压重爪龙一个道理，800点属性的陈平也完全碾压霸王龙，更别说属性攻击还有5了。可惜的是，霸王龙并没有掉落卡牌，不过霸王龙给的经验又增加了，足足30W 点经验值。要知道49级的暴龙也是20W 经验而已，没想到50级后就直接增加10W 点经验了。芬姐，走去！升了1级的陈平美滋滋的继续寻找 BOSS。找啊找啊找，这次陈平在河边找到了一只鳄鱼。虽然这只鳄鱼大了那么一点，但它头上的 BOSS 标志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帝王鳄，等级54级，全属性基本接近600点。可惜10秒过后，帝王鳄直接被变成尸体漂浮在河面上。让陈平惊喜的是，帝王鳄好像爆物品了，不知道是不是召唤卡牌。如果是的话，那就赚了。要知道，帝王鳄是水中生物，可比恐龙重爪龙有用多了。可惜那个物品好像在河底，没办法，陈平只好潜游下去捞起来了。找到了，竟然是个宝箱。陈平一手抓住宝箱，然后就开启踏水鞋的效果，一步步的往河底走上河面。哗啦，水流不断的从身上流下，最后变成滴答滴答的滴水声。拖着宝箱，陈平分解掉帝王鳄后，就向岸边走去，顺便还踢死一条作死的死前大鱼，获得帝王鳄肉块13，尾巴肉5，帝王鳄皮10，骨头10。大。回到岸上后，全身湿哒哒的，一步一步都是水迹声。史前宝箱，果然，陈平点了点头，还真是特产史前宝箱啊，不错，不枉我潜水去捡。直接打开宝箱，获得随机史前卡牌1，远古结晶1，远古头盔1，恐龙精蟹4。随机史前卡牌，史诗品质，使用后获得随机一张史前生物召唤卡。不错，陈平直接使用掉，获得泰坦巨蟒王召唤卡。泰坦巨蟒王召唤卡，稀有，史诗品质，召唤一只泰坦巨蟒王，维持30分钟，冷却24小时。看起来很屌的样子呢。泰坦巨蟒王，不知道多少级呢？这次陈平不打算召唤出来，等出去后再招出来看看。远古结晶，史诗品质，制造史诗装备的主材料之一。名称：远古头盔。类别：头盔。品质：史诗。效果：体质加35，力量加25。效果：远古咆哮，使用后增加50点力量，维持10分钟，冷却3小时。咦，好装备，我这个垃圾的紫色头盔可以换掉了。陈平直接把护角头盔换了下来，看着增加的50点属性，简直美滋滋啊！恐龙精血，金色品质，增加宠物的成长速度，并提供10W 经验值。第95章，火山中的未知生物。陈平满意的不得了，都是好东西啊！滴答滴答滴答，看着水滴不断的从衣服上滴落，陈平直接把衣服给脱下来，然后河流里洗了一下后，接着扭干。他现在的力量，妥妥的把水分都给扭出来了。空无一人的史前森林中，一个男子竟然光溜溜的在河边洗衣服，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变态的觉醒？翼龙从上空飞过，目不转睛的寻找着合适的猎物，然后他就看见河边好像有个不明生物。翼龙表示没见这类的恐龙，难道是新物种？嗷嗷！翼龙兴奋的叫了一声，然后飞冲下去。白白的颜色，一看就知道很好吃吧。至于危险，翼龙表示不可能的，这么小的一只，跟窃蛋龙似的，哪里危险？在他的世界观中，体型比他大的存在才是危险，比他小的就是食物了。光着屁股洗衣服的陈平完全没想到，竟然还有龙，胆大包天的把他当成猎物。翼龙越来越兴奋了，双爪已经准备好了，等下就能直接一把抓住这白白的猎物，然后就可以回巢穴享用美食了。
嗷哦，快了快了，就快抓到了！哦豁，我抓！嗷哦，这是一手龙吧？这么小只的吗？陈平打量了几下后，随手就直接往天上扔。嗷哦，一手龙惊慌失措的飞离现场，太恐怖，竟然是只老六龙！把衣服全都洗了一遍，然后扭干穿上后，陈平又开始了找寻 BOSS 来了。这座史前岛屿很大 ，BOSS 的数量应该不少。陈平数了数，发现他已经杀死了6只了，不知道还剩多少只。在树上继续跳啊跳啊跳，寻找 BOSS 之旅又开始了。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大开杀戒的缘故，现在都没什么吼叫声了，所以陈平现在只能乱跑，碰碰运气了。终于在像泰山那样跳了20来分钟后，陈平终于又发现 BOSS 单位了，是一只48级的镰刀龙，现在正在巢穴中睡觉呢。看着睡着贼香的镰刀龙，陈平直接一剑送他永久沉睡，不用再面对这残酷的世界。又是20W 经验值入账，简直美滋滋啊！有了动力，陈平更加卖力的寻找 BOSS 来了。找啊找啊找，很快的3个小时过去了，陈平感觉他都跑了1/10的岛屿了 ，BOSS 才找了3只，这还要加上那只镰刀龙。可惜这3只 BOSS 都没掉落物品。陈平站在树顶上，看着周围绿油油的一片，这个史前岛屿应该有几十只 BOSS 吧？还有，中心那座是火山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BOSS 在上面。陈平看着岛屿左边的火山，想着要不要先过去看看。好，巨大的吼叫声响起，陈平瞬间就跑了过去。好在这次的吼叫时不时的响起来，不至于跑错方向。等陈平来到目的地后，这才明白为啥吼叫声不断了。只见陈平前方2只 BOSS 单位正被一群牛龙给包围住了，牛龙首领也是一只 BOSS， 而被包围起来的是2只剑龙，应该是一公一母，都是 BOSS。母的那只47级已经受伤了，鲜血不断的冒，公的51级正守护在他身旁，不断的击退牛龙。而那只牛龙 BOSS 则是50级，现在正虎视眈眈的看着剑龙，试图找机会发起攻击。陈平数了一下牛龙的数量，竟然有20多只，等级都在40至49之间徘徊。随着时间的推移，剑龙 BOSS 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没办法，剑龙击退了一只牛龙后，如果不能一击毙命，根本不敢追杀。一旦他离开一步，牛龙就趁机攻击母剑龙，主要是那种牛龙 BOSS， 他一直虎视眈眈的试图一击毙命。好，剑龙又击退了一次牛龙的进攻，然后回到母剑龙身旁守候着。陈平发现那只剑龙已经开始喘气了，看来体力被消耗了不少。那只牛龙 BOSS 也明显发现了这一点，现在正死命的吩咐牛龙群前去进攻呢。陈平看了看几眼后，便拉弓了死亡之弓，对着牛龙 BOSS 的脑袋，保证能一箭射穿。拉满弓，射牛龙，嗖的一声，陈平松开了手，箭雨瞬间消失在弓弦上。牛龙 BOSS 只感到脑袋一痛，下一秒眼前一黑，瞬间没了知觉，然后轰然倒地。砰！牛龙 BOSS 直接倒下，吓得附近的所有牛龙瞬间懵逼起来，看着倒地的牛龙 BOSS， 他们一脸的迷惑，傻鬼，什么新战术吗？在牛龙 BOSS 身旁的几只牛龙低头哄了哄，然后他们就发现自家的老大嗝屁了，脑子都流出血来了。好，牛龙们瞬间惊慌失措起来了，因为他感受不到自家老大的威压了，而没了威压对抗威压，他们怎么可能打得过2只剑龙 BOSS？ 瞬间所有的牛龙开始躁动不安起来，这种好时机，剑龙 BOSS 怎么可能不利用起来？一声巨大的咆哮， BOSS 威压全力释放，这下牛龙们慌了，没了他们首领的威压对抗，他们现在完全没有进攻的欲望。最终徘徊了一会儿，纷纷撤退了，留下了几只受伤的牛龙跟他们已经死去的首领。牛龙的撤退让剑龙 BOSS 松了口气，可惜下一秒，一只无情的利剑穿过了他的脑袋，又2秒，另一只箭雨射向他身后的剑龙 BOSS。 3只 BOSS 为陈平提供了 80W 点经验值，而且剑龙 BOSS 好像还包物品了。随手把那几只半死不活的牛龙给射杀了之后，陈平便快速的跳了下来，然后把现场的所有恐龙尸体都分解掉，获得恐龙肉块143，恐龙骨头80，恐龙皮80。看着背包里几百的恐龙肉块，陈平感觉这次过后基本上就不再缺肉了呀，还有恐龙骨头跟恐龙皮。分解完后，陈平看向剑龙 BOSS 掉落的物品，这是恐龙蛋。看着眼前的椭圆形白色的巨蛋，陈平疑惑地说道。随机恐龙蛋，稀有，史诗品质，使用后获得1枚宠物或者坐骑恐龙蛋。果然是恐龙蛋，不过为啥是随机类型的？把恐龙蛋收入背包，陈平喃喃的一句后，就向火山的方向跑去了。一路上，陈平时不时的查看一下周围，看看有没有正在睡觉的 BOSS， 毕竟他是在树上跳来跳去，视野还是很不错。可惜一路上陈平并没有看到 BOSS， 普通恐龙倒是发现了不少，有几只没合过照的恐龙，他还特意跑去合照几张。陈平甚至还看到了一巢穴的恐龙蛋，可惜不像爆出来的恐龙蛋那样能收入背包之中，便不去理会了，不然肯定拿几个回去做煎蛋。
随着越来越靠近火山，绿色的植物也越发稀少起来。终于，陈平跳到了最后的一棵大树，看着全面黑漆漆的土地，看来这座火山应该时不时的就会爆发一下吧。看着周围荒芜的景色，陈平皱眉，感觉这里应该不会有恐龙生活在这种地方的吧。随着陈平越来越靠近火山，周围开始出现冒热气的地方，硫磺的味道也越来越浓烈了。越接近火山口，陈平越发觉得这里应该是没有恐龙生活，但来都来了，怎么着也得去火山口看看啊，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观。哦，开始出现熔岩池了，大大小小的熔岩池分布在周围，看着里面橙色到金色的熔岩，陈平猜想，如果自己掉下去，多久才会被熔掉？陈平好奇地拿出一块恐龙骨头，然后扔进熔岩池中，结果不到1秒，恐龙骨头就被熔掉了。厉害，这温度看起来不在上千度吧？看了得小心一点了。看着恐龙骨头的下场，陈平咂了咂舌，然后喃喃道：接下来的路程，陈平看到熔岩池基本不靠近，谁知道边边稳不稳的？咦？陈平看了看周围的位置，大概在火山的中段，他在这里竟然发现了生物活动的痕迹。看着眼前漆黑的巨大骨头，这是一头三角龙的骨架。为什么陈平会认为这是三角龙的骨架？因为这个头骨太明显，骨头上有些很明显的咬痕，一看就知道是被啃食过的。没想到这里还真的有生物生活啊，不知道是什么恐龙。陈平看着周围的热气腾腾的环境，好奇地说道。这下陈平就好奇地在附近找寻起来了，看看会是什么生物。随着越来越多的恐龙骨架出现，陈平断定那生物的巢穴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因为陈平发现有些骨架并没有发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白色的骨架出现，看来都是最近吃掉的，让陈平越发肯定那个生物的巢穴就在附近。终于又走了几分钟，陈平发现了还带着干枯皮的骨架了，看来应该就在这一带了。第96章，咦，我操，亏大发了！又过了几分钟，陈平终于发现了生活在这里的未知生物了。红龙。陈平有些惊讶地低声道。名称：阿尔哈萨尔纳斯。青年龙。种族：巨龙族，红龙。等级：70。体质：872。力量：834。敏捷：746。精神：727。天赋：巨龙之躯，火系魔法免疫，高级魔法免疫，巨龙传承，巨龙血脉，急速恢复。技能：火焰龙息，龙羽魔法，龙威，火焰爪击，横扫。死！陈平忍不住吸了口凉气，这可是巨龙啊，传说中的存在。别看红龙的属性跟翻倍后的他差不多，但只要打起来，陈平完全打不过。你以为天赋的巨龙之躯是开玩笑的吗？普通的巨力天赋都能发挥120%的力量了，更别说巨龙之躯了。摸了摸下巴，陈平感觉把握不大，就是除非使用超级变身，而且还得是超级变身才行。超级变身能增加100%的属性，这样倒是能完全碾压这红龙了。但不知道值不值啊？陈平又不知道杀死这只红龙后会爆出啥东西来。而且陈平看着红龙的名字，有名字的龙啊，杀死会不会引来老年龙之类的存在啊？比如红龙他爸、他妈之类的存在。就在陈平起来了撤退的念头后，一道系统提示响起。系统：丁，触发隐藏任务，是否接受？咦，竟然还有任务这种东西的吗？看着出现在面前的隐藏任务提示，陈平疑惑的喃喃道。想了想后，陈平先知道是什么任务，不知道能不能打开查看。任务：驱逐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介绍：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意外来到史前巨岛，结果竟然无耻的定居下来。任务要求：请把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驱逐史前巨岛，或者杀死他。任务奖励：史前宝箱1，巨龙宝箱1，恐龙之心1。奖励让人心动啊！陈平看着那个巨龙宝箱流口水。要知道，上次在宝箱页面中，这巨龙宝箱可是要300张宝箱兑换券啊，含金量很高啊。擦了擦无形中的口水，陈平直接接下任务，然后看向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才动人心，本来还想退缩的陈平，这下立马就支起来了。退缩？不可能的，他就是从火山口上跳下去，都不可能让他退缩的。陈平打开人物面板，然后查看技能起来，看看那个技能能排得上用场。杀死不可能杀的，只能选择驱逐他出了这座史前巨岛了。研究了一下，陈平突然发现，就算不用超级变身，好像也能打过红龙野，因为他的属性攻击造成的伤害时是要5的，虽然会被减免掉一些，但也够了。还有疯狂的想法，这个技能好像能给红龙编辑一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浪的想法，也可以让红龙离开这里啊。不错，就用疯狂的想法吧，看老子兵不血刃的完成这个任务，嘿嘿。陈平看着眼前正在睡觉的巨龙，嘿嘿的笑道。该怎么编辑呢？什么内容好呢？有了，
陈平快速地编制了一个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已经从青年龙成长为成年龙，并且发生了异变，成为了万中无一的异变龙。感受到体内那强大无比的力量，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感觉他现在一只爪子就能把龙皇拿捏。好，兴奋，无比的兴奋！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现在就要回去，他要干翻龙皇，把龙后压在身下。还有那该死的黑龙艾克兰娜，嫌弃他弱小，现在就看他跪舔我吧！哈哈，疯狂的想法不断的在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脑海中翻滚，被影响到的他完全没忽视掉他现在的实力，完全沉浸在幻想之中。看着兴奋的吼叫个不停的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陈平笑嘻嘻的看着他展翅飞翔。看着完全舒展起来的红龙，陈平惊讶的发现，好大只啊，上百米长了都。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的翅膀轻轻一挥，瞬间就扇起飓风，然后冲天而去，很快的就消失在陈平视野之中了。看着消失在天空之中的红色身影，陈平满意的笑了笑，完美解决。这时系统的提示也跳了出来，系统恭喜完成任务，驱逐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系统获得史前宝箱1、巨龙宝箱1、恐龙之心1。看着随时可以领取的任务奖励，陈平直接乐开了花。这时又一道系统提示跳了出来，系统恭喜驱逐了最强存在，已通关，10秒钟后将传送回木筏。陈平，卧槽，亏大发了，老子的经验啊！陈平不爽地喊道。10秒过后，两大祸害都先后从史前岛屿上消失，岛屿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了。然后史前巨岛瞬间开始沉入海底，消失在这片海域之中。5分钟后，正在卖力地飞向龙岛的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那双通红的眼睛突然闪了闪，红色的血丝瞬间消退。疯狂的想法技能维持时间到了，恢复过的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一脸懵逼地悬浮在空中，大大的眼睛满是不解，奇怪，他怎么突然会产生这种想法出来？这他喵的不就是妄想症吗？还成年呢，还突然异变成异变龙呢，通通都是妄想。哎呦妈比，有老六！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的龙脸阴沉地想到，要知道他本身的性格也是跟绿龙的性格很像，都喜欢当老六的，结果他竟然被老六给偷袭了，火大！船，算他们倒霉。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瞬间飞向那艘海盗船，然后一口火焰龙吸下去，瞬间整艘海盗船直接变成火船，而海盗们直面龙息的直接变成灰，哪怕是80级的海盗船长，也是只是支撑了几秒钟后就变成灰了。陈平可能完全想不到80级的海盗船长竟然在龙息中撑不过几秒。等整艘海盗船都沉入海中后，红龙阿尔哈萨尔纳斯的心情这才好了一些，然后挥动翅膀向远方飞去。陈平一脸不爽地出现在木筏上，看了一圈，发现艾莱伊他们3个竟然在木筏边等着他，我感动。接着陈平就看到那巨大的史前巨岛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内完全沉入海中，消失不见了，竟然海岛下沉后会形成漩涡都没有。看着他一脸的懵逼，哇哇哇，岛屿消失了。那陈平嘎嘎捏。莉西亚一脸迷茫地看着消失不见的岛屿，疑惑地喊道。艾莱伊跟伊莫尔也是面面相觑，他们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平哥哥难道也跟着沉入海中了不成？这时陈平从他们身后喊道，艾莱伊、伊莫尔、莉西亚，我回来喽。关掉泡泡盾后，陈平向他们3个喊道，咦，莉西亚是不是听到陈平嘎嘎在叫我们呀？莉西亚疑惑地看向海岛沉没的方向，发现没人后，向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问道，艾莱伊，我也听到了，好像是从身后传来的陈平哥哥的声音，后面传来的。听到艾莱伊姐姐的话，莉西亚毫不犹豫地转过身，然后就看到正走过来的陈平。哇，陈平嘎嘎什么时候回来了呢？莉西亚这么不知道啊？莉西亚一脸惊讶地喊道。艾莱伊这时才想起来，陈平哥哥好像能直接传送回来的，给忘了，嘿嘿。陈平走了过来，然后抱起莉西亚，笑着问道，莉西亚，你们不会一直在这里等着吧？莉西亚笑嘻嘻地回道，对哦，莉西亚跟艾莱伊姐姐和伊莫尔姐姐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的哦，嘻嘻。陈平闻言瞬间感觉心暖暖，有人关心自己的感觉真好呢。陈平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向艾莱伊跟伊莫尔说道，走吧，回去做晚饭了。把船锚收起来后，陈平就抱着莉西亚带着艾莱伊跟伊莫尔向游龙别墅走去了。把莉西亚放椅子上后，陈平就进入厨房开始做饭了。从背包中拿出一块恐龙肉，啪！我操，好大的一块！看着眼前这恐龙肉块，陈平不自觉地喊道，真的很大块，大概跟1米宽2米长，正方形的肉块，肉质看起来很不错。
看着眼前的大肉块，陈平想了想后，只好切成一排排的，然后来煎了。就是感觉可能会有些费时间，没办法，平底锅不够大个呀。忙碌了2个小时，陈师傅终于把巨大的恐龙肉排做好了。除了煎的之外，陈师傅还做了焖的、烤的，还是水煮肉片，做了几样不同的菜式，才消耗了一半的恐龙肉而已。随着调味料用完，陈平也就没再折腾了。第97章5大特殊强化。吃饱喝足后，就是个人时间了。艾莱伊他们3人哒哒哒的，不知道是又跑到种植园去还是去玩了，反正很快的就跑出去了。陈平则是来到苹果沙发坐下，他准备开宝箱了。2个宝箱出现在桌子上，一个史前宝箱，还有个陈平最为期待的巨龙宝箱。看着眼前的2个宝箱，先开史前宝箱，再开巨龙宝箱。对了，还有个恐龙之心，也不知道是个啥玩意，看一下先。名称：恐龙之心。类别：特殊道具。品质：稀有史诗。效果：史前之力全属性加30。效果：恐龙之心恢复能力增加100%。不错呀，好东西，这可是放背包中就能生效的道具耶。陈平满意的收回背包，然后准备开始开启宝箱了。照之前的那样，先开史前宝箱。打开宝箱，获得史前长剑1、史前灵果1、恐龙精血2。才3件啊，好少哦。陈平不怎么满意的看着开出来的物品，先看一下属性吧，等下再开巨龙宝箱。名称：史前长剑。类别：武器。品质：史诗。效果：体质加30，力量加30。效果：史前遗留，攻击时造成遗留伤害，伤口在遗留之力未消散前将无法愈合。很不错的效果呀，对付那些有快速恢复的存在，效果特佳呀，不错不错，留下来给幻变吞噬，这样幻变就有这效果了。史前灵果，史诗品质，食用后随机属性加30，可强化次数1。呜呼，可强化物品，那还等什么？强化啊！陈平熟练的打开强化页面，然后开始放入，点击强化，瞬间荧光涌现，特殊白银强化。陈平兴奋的查看强化后的属性。史前灵果，史诗品质，食用后获得自由属性加30。的确是质变的效果，可惜对我没啥用。如果是别人的话，那肯定很好，毕竟随机加点，有可能加到你不想要的属性。砸吧砸吧，陈平直接把史前灵果给啃了。别说，味道还行，酸酸甜甜的。获得自由属性30。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把目光看向最为期待的宝箱——巨龙宝箱。看着宝箱盖上那威严满满的巨龙，陈平搓了搓手，然后直接打开。打开宝箱，获得巨龙精血1、龙息明甲1、龙玉1、巨龙的高傲1、随机龙兽蛋1。哎呦，竟然有5件物品，大爆啊！这是巨龙精血，传说品质，使用后增加100点全属性，并有极低的概率获得巨龙血脉。第一件物品就这么屌了吗？传说品质，不知道比史诗品质高几级。看着眼前的小瓶子，里面的巨龙精血是暗金色的，看起来很高贵。名称：龙息明甲。类别：上身。品质：稀有传奇。效果：体质加150，力量加100。效果：龙息锻炼，免疫终极魔法，减少25%物理打击。咦，传奇品质，跟传说品质那个比较高。看着眼前帅气的铠甲，陈平摸了摸后，便直接把身上的装备脱下来，然后把龙息明甲装备上。属性暴涨，直接加了250点，不错不错。陈平满意的把银鳞胸甲上架交易市场，20青铜块起价，顺便把上次卖的2件装备的青铜块收入背包，扣掉手续费后，一共获得130青铜块。名称：龙玉。类别：奇珍异宝。品质：传奇。效果：龙鳞防御，被动，增加大量魔法抗性。效果：力量源泉，被动，增加200%能量恢复，可强化次数2。咦，奇珍异宝，这好像是第2件了吧？陈平打开奇珍异宝页面，里面还有一件自然之心，再加上龙玉，2件了。打开强化面板，强化一下下再说。白光涌现，普通强化。陈平看了一下，能量恢复从200%变成250%，继续。又是一堆白色光芒，还是普通强化。名称：龙玉。类别：奇珍异宝。品质：传奇。效果：龙鳞防御，被动，增加大量魔法抗性。效果：力量源泉，被动，增加300%能量恢复。不错嘛，竟然2次都点到能量恢复上了。直接放入奇珍异宝页面，效果就能触发了。名称：巨龙的高傲。类别：武器。品质：稀有传奇。效果：力量加500。效果：
巨龙的高傲，攻击附带巨龙之力。牛逼！增加500点力量，这比幻变的加成都高了呀！哎，不行，得快点凑齐5件金色品质的武器给幻变吞噬才行啊！看着眼前这把威武不凡的巨剑，陈平不由得说道：“不过，巨龙之力是啥？难道是力量的等级？好比用巨龙之力使用魔法，肯定比魔力使用魔法造成的威力大。”看过不少小说的陈平猜测的说道：“哎，不懂啊，看来过了新手期后要打听打听才行了。如果有图书馆之类的地方就好了。看看最后一件物品吧。随机龙兽蛋，稀有，传奇品质，使用后随机获得一个龙兽蛋，有 0.1% 概率获得龙蛋，可强化次数1。打开，放入，强化，一气呵成，银色光芒涌现，白银强化成功。随机龙兽蛋，稀有，传奇品质，使用后随机获得一个稀有龙兽蛋，有 1% 概率获得龙蛋。陈平满意的看着眼前的龙兽蛋，然后直接使用掉，看看能出什么。获得龙猫蛋1。龙猫蛋，稀有，传奇品质，使用后获得一只忠诚 100% 的龙猫。哦，看着眼前这个2米多高的龙猫蛋，陈平挑了挑眉，不知道长咋样，厉不厉害呢？就在陈平打算把这枚龙猫蛋搬到外面再使用，以防龙猫大过于大只，毕竟他遇到过的龙兽体型都很大，更别说上百米长的红龙了。但刚把石后放在龙猫蛋上，一道系统声音响起：强化系统，叮咚，已完成10白银强化，10黄金强化，已达成条件：元素化解锁、妖化解锁、魔化解锁、神化解锁、圣化解锁。咦，强化系统的最后一部分终于解锁了啊！让我瞧一瞧是什么效果呀？很快的，陈平就了解完毕了，毕竟就多出这几个新强化的效果介绍而已。首先是元素化，如果强化到元素化的话，物品会元素化，比如武器会变成元素武器。接着是妖化，这个强化出来的物品会强化出妖气，以此推类。魔化、神化跟圣化都差不多，魔化会强化出魔气，神化会强化出神气，圣化就强化出圣气。这5种特殊强化就是强化系统最后的功能了。还有，成功解锁所有功能后，陈平获得一次100%特殊强化的机会，而且还是这5种新的特殊强化。不错，这下幻变终于可以强化了，之前可是一直都舍不得的。陈平笑嘻嘻的拿出幻变，然后打开强化面板，小心翼翼的把幻变放了进去。看着眼前强化按钮，陈平咽了口唾沫后才狠心的按了下去。瞬间，紫色的光芒瞬间涌现出来，好像是圣化。5种特殊强化，元素化是5颜6色的，妖化是红色的，魔化是黑色的，神化是暗金色，所有紫色100%是圣化。10秒过后，紧张的时刻来了，不知道幻变会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呢？名称：幻变，圣化，类别：武器为1，品质5，效果：全属性加100，效果：成长，需要吸收5件金色品质的武器突破，效果：千变万化，幻变可以变成任何武器，效果：万法归一，所有效果转换成 10% 伤害加成，目前 140%。圣化效果：胜利，使用后攻击转化为胜利，维持10分钟，冷却60分钟。圣化效果：圣言，言出法随，维持10秒，冷却10天。厉害，效果变得很简单，但很屌啊，而且还有圣化效果。陈平那个满意啊，笑着门牙都露出了。别以为之前的那一大堆效果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挺没用的。拿苹果叉来说吧，它那个眩晕效果对付前海游龙的时候效果就已经减半了，所以这些花里胡哨的效果还不如现在的简单粗暴来得好。而且100%加成啊，可以说是最有用的属性了，永不过时啊。陈平一脸幸福地看着手中的幻变，现在的幻变啥武器都能变，但前提他了解的武器，比如手枪，陈平就不了解，虽然可以变成手枪的模样，但开不了枪啊，子弹都没有哦。幻变在陈平手中不断的变化着，从各种现代武器到各种他认为的神话武器，通通变了下，可惜都是徒有其表而已。最后，幻变变成了一把木剑，不是那种桃木剑，而是陈平小时候他奶奶给他做的木剑，其实就是一根分叉笔直的树枝而已。第98章胖菊。挥了挥手中的木剑，陈平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缓了一下后，陈平拍了拍脸蛋，然后把幻变收起来后，抱起龙猫蛋就向外走去。出来后，陈平把龙猫蛋放在地上，还从背包把随机恐龙蛋也拿了出来，一大一小2枚蛋静静地立在地上。陈平突然发现龙猫蛋孵出来的龙猫不知道是啥宠物呢？还是坐骑？如果是坐骑的话，会不会跟黄龙鱼冲突啊？陈平打开坐骑面板看了一下，结果惊讶地发现黄龙鱼已经23级了，不过样子但是没啥变化，还是那副鱼样。关掉坐骑面板后，陈平想了想，
先把那个随机恐龙蛋用了吧，看看是宠物还是坐骑。最好是坐骑，感觉坐骑比较贵的样子呢。可惜在交易市场上面并没看到宠物跟坐骑。使用掉随机恐龙蛋，获得三角龙蛋。三角龙蛋史诗品质，使用后获得一只成年三角龙坐骑，初始忠诚100%，不提供坐骑契约。还真是坐骑恐龙蛋啊，但为啥是三角龙的呢？来只霸王龙多好啊，怪不得本来稀有，史诗品质的恐龙蛋变成了史诗品质的三角龙蛋。陈平可惜的喃喃道：看了三角龙蛋只能拿起卖了，只不过肯定不是现在就是了。要不要孵化龙猫蛋呢？陈平看着龙猫蛋有点犹豫不决，毕竟龙猫蛋并没有标志是坐骑还是宠物。就在这时，一道惊讶的声音传了过来：咦，陈平哥哥，你在干什么啊？哇，好大的蛋！那，陈平哥哥，可以吃吗？莉西亚可以吃吗？看着一边围着龙猫蛋转一边喊道的莉西亚，陈平摇了摇头说道：陈平，不行哦，莉西亚，不能吃吗？好可惜哦，莉西亚知道了。莉西亚有点小失落的回道。不过下一秒，莉西亚就恢复如初了，瞬间元气满满。看着元气满满的莉西亚，陈平微微笑道：莉西亚，这是个龙猫蛋哦，你说要不要孵化出来看看？龙猫？那是什么？莉西亚疑惑地向陈平问道。陈平尴尬地笑了笑，这他也不知道啊。这陈平哥哥也不知道呢，要不我们把孵化出来看看？陈平看着莉西亚尴尬地说道。莉西亚，莉西亚要看龙猫。陈平点了点头，然后直接选择使用龙猫蛋。瞬间咔嚓咔嚓声音响起，巨大的龙猫蛋开始不断出现裂纹，不一会儿就布满整个蛋表面了。咔嚓，哒哒哒，龙猫蛋直接破碎开来，蛋壳纷纷掉落到地面上。而应该出现的龙猫，陈平跟莉西亚完全没看见，只看见了正在扭动的蛋壳碎片。不是吧，龙猫这么小只的吗？陈平疑惑地看着扭动的蛋壳，纳闷地想到。果然，不一会儿，一只橘猫从蛋壳中钻了出来。喵！橘猫叫了几下后，就开始吃蛋壳了。莉西亚，龙猫好像很饿耶，等等哦，莉西亚去拿吃的过来。说完，莉西亚就哒哒哒地跑开了。听到动静的橘猫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埋头苦干起来，咔崩碎的薯片，真好吃捏。陈平不由得摸了摸橘猫的背，见它无动于衷，便撸了撸，别说，手感可真不错，柔顺。陈平一边撸猫一边查看起来。名称：未命名，幼年期。种族：龙猫。等级：10升级中。体质：56。力量：52。敏捷：68。精神：54。天赋：龙猫转换，巨龙之躯，灵猫之躯，低级魔法免疫，9命。技能：找鸡、恐吓、污名。看完属性后，陈平一边撸橘猫一边思考着，按天赋来看，这龙猫好像贼猛耶。龙猫转换能让它在巨龙跟猫咪之间互换，也就是说，这只橘猫是可以变成巨龙的存在。巨龙之躯跟灵猫之躯还有低级魔法免疫，这3个都是会随着龙猫成长而提升的。还有9命，看介绍，等龙猫完全成年后会有9条命不说，每死亡一次，重生后的实力都会大幅度提升。厉害啊，这猫。陈平低头一看，橘猫已经把蛋壳都吃完了，现在正在吃莉西亚从厨房带来的恐龙肉呢，那块半块没用完的恐龙肉，怪不得手撸个空呢，贪吃的小家伙。吃完蛋壳的龙猫等级已经20级了，属性基本都破100了，其中敏捷最高已经137点了，才20级而已，属性就这么掉了。看来这猫的潜力很高啊，嘿，是只潜力股呢。陈平看着跟莉西亚互动的橘猫笑道，名字就叫胖橘好了，反正猫咪状态下的龙猫长得跟橘猫一个样，就是瘦了点。把名字确定下来后，陈平看了屁咧咧跟在莉西亚身后的胖橘一眼，便不去理会了，让艾莱伊他们3个带吧。啊，一下就空闲下来了呢。现在该干嘛呢？哦，对了，巨龙精血还没用呢。陈平拿出巨龙精血，看着里面暗金色的血液，咽了咽口水，然后一口吞了下去。系统：食用巨龙精血，全属性加100，未触发巨龙血脉。呼，有点滚烫啊！操，精血就是不一样，怪不得要到达古龙级别才能从心脏提取2-3滴。陈平满意看了眼属性，呼，厉害。好久没打开聊天频道了，看看他们在干嘛。陈平打开聊天频道，先是看了左上角的人数，减少了3-4个人，看了大家基本都适应下来了。有没有打副本的？本人稀有战士职业，28级，求拉，只要副本宝箱。一进来，陈平就看到老大在求副本了。哇塞，大佬啊，好想被带啊，可惜我没副本门票。23级，骑士职业，有1至3人副本门票，求互拉的，没门票的请不要打扰，
谢谢。2000青铜块收把金色品质的武器，出的私聊。铁块2换1青铜块，换2000青铜块，换的交易啊。出职业证书，高品质武器装备，要的私聊哦。哎，碰到了一个垃圾岛屿，只获得了个白金宝箱，真倒霉，嘿嘿嘿。家人们，我遇到游商了，可惜我没金币，然后他竟然骂我是穷逼，请看见他的人帮我削他一顿，我给100铁块。照片。陈平点开一看，是一只胖胖的人形海豹。咦，这只海豹我也遇到过，我用了10枚金币换了件紫色品质的装备，血钻啊。我发现现在好像调不到木质宝箱了，现在最差的宝箱都是铁边宝箱。正常，游戏进度越久，跟不上进度的低级宝箱肯定要取消掉啊，不然我们哪里跟得上难度？对啊，现在钓上来的海兽基本就没有低于10级的存在。哦！家人们，我遇到美人鱼游商了，好美啊！妈妈，我感觉我恋爱了。卧槽，美人鱼游商，兄弟，快发照片啊，让我们也欣赏啊！美人鱼啊，不知道长啥样，人家都说好美了，肯定很好看吧？有以前的大明星西化好看吗？西化可能早死了吧，她那么瘦小，感觉撑不下来啊！哎，可惜我还是她的黑粉来着。靠，我可是西化的铁粉啊！西化不是真的死了吧？不要啊，老子粉了这么多年，谁知道啊？反正不在我们这个区。家人们，美人鱼的声音好好听哦，可惜我让她失望了。美人鱼竟然不要金币，而是要什么珍珠，可恶啊！她失望的离开了。咦，珍珠？这个吗？照片，我有10几个耶，不知道能换啥。潜水的陈平立马点开查看了一下，发现不是红粉珍珠或者粉红珍珠，而是普通的白色珍珠，也写着可以跟美人鱼游商交换物品。咦，不是，美人鱼的照片呢？发呀！你倒是发出来啊！别跟我说你没照啊，我是不会相信的。陈平也期待美人鱼照片的，可惜等了几分钟，那货根本没再回复，有点小失望。哎，老子那么多的珍珠，竟然毫无用武之地。郁闷的陈平直接关掉聊天频道，点开私聊，给刘全发了副本门票的照片。没错，他要去打副本。刘全很快的就回消息：刘全，陈平大佬，我随时可以出发。陈平，10分钟后出发，你可以先准备一下，10分钟后我邀请你。刘全，好的，没问题。陈平先是去吩咐一下艾莱伊，等下天黑了就带妹妹们回去睡觉。哦，还有那只胖橘。艾莱伊连连点头，表示明白了。陈平摸了摸他的头，然后便往仓库区走去。要去拿岛屿副本门票，放仓库中呢。取出门票后，陈平打开了泡泡盾，然后才邀请刘全。邀请刚发过去，下一秒就提示刘全已经接受了。很快嘛，陈平直接使用岛屿副本门票，瞬间消失在仓库区中。第99章，是我见识太少了。看着周围陌生的海滩，陈平稍微惊讶了一下，他还以为跟上次一样出现个传送门的嘛，没想到是直接传送的。还是说这是副本门票持有人的待遇？为什么陈平会这么想呢？应该他看到一个传送门突然出现在海滩上，然后刘全从中蹦了出来。看着走过来的刘全，陈平笑道：还挺久不见了，最近怎么样了？刘全，陈平老大，好久不见了。陈平，呵呵，还行吧，就一直飘着呗。走吧，看看是什么副本。刘全点了点头，然后一同向前面的光门走去。很快的，两人就来到光门下了，看向光门上的副本信息。名称：野猪人部落，人数限制2至5，等级推荐20至30，通关条件：击杀野猪人王。副本特殊物品：野猪人的信仰图腾，野猪坐骑。两人对视了一眼，然后齐齐走入光门，进入副本之内。陈平看了眼前面的野猪人，鉴定了一下属性，20多级，除了体质跟力量破100外，其他属性都60、70左右。趁野猪人还没发现他们的，两人偷偷接近，然后直接偷袭，一击毙命。看着死去的野猪人，刘全有些高兴的笑道：不错呀，一只普通的野猪人竟然提供了3000点经验值。陈平看了一下系统记录，一只野猪人才给他100点经验值而已。系统记录显示等级差距过大，经验值大幅度减低。陈平，刘全，你现在几级了？刘全，我现在28级了，还差一半经验就29了。老大，你至少30级了吧？陈平闻言点了点头，然后向他说道：没错，我已经30多级了，这些野猪人的经验对我来说大幅度减低，所以这个副本我就不出手了，都交给你吧。听到陈平的等级超过30，刘全倒没怎么惊讶，而是点了点头，说道：那就谢谢老大了。接下来，所以出现的在两人视野中的野猪人，刘全就嗷嗷嗷的冲了上去，然后当当当的直接砍死。
陈平跟着后面悠闲地走着，一路上来没有一只野猪人能突破过来。两人就这样一路高歌猛进地来到野猪人王面前。卧槽！祭司！刘全躲过了一道闪电后，看向野猪人王身边的两头野猪人祭司，惊讶地喊道。刘全连忙查看野猪人祭司跟野猪人王的属性。卧槽！陈平老大，野猪人王的等级竟然30级了，属性比我高不说，装备好像也不比我差上多少啊。看着有点慌张的刘全，陈平笑道：怕什么？有我在呢，死不了。难得碰到个势均力敌的存在，你的确不好好打上一场。刘全闻言想也不想地回道：肯定想了，但是老大，有那2只祭司在，我也不能好好打上一场吧。陈平看着正在给野猪人王上增益技能的2只野猪人祭司，直接甩了2道恐惧之刺下去，瞬间2只野猪人祭司立马暴毙而亡。好！看到身边祭司无声无息的死去，吓得野猪人王一跳，反应过来的他怒吼一声，然后直接站起身来。好家伙，3米多高的身高，完全碾压才1米9多的刘全。看着高大的野猪人王，刘全一脸的兴奋加战意，他们的属性相差无几。刘全本身的属性没野猪人王高，但装备比他好多了，而野猪人王自身属性比刘全高，但装备比他差了些。双方这一加一减，属性竟然都差不多，最多就几点的差距而已。陈平坐在木堆上，看着场中不断对碰的双方，野猪人王是什么神情他不知道，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人类能看出猪的神情来吧。刘全倒是一脸的兴奋，整张脸都红起来，看他激动的完全上头了呀。刘全要赢了。陈平突然开口说道。为什么陈平要这么说呢？因为野猪人王已经开始着急起来了，步伐都乱了不说，攻击频率也开始慢下来了。反观刘全，他是越打越稳，更别说他的职业，就是类似狂战士那样越打越掉的职业了。果不其然，在打了半个小时后，野猪人王终于开始出现乏力了，在一次剧烈的碰撞中，武器被刘全击飞了。看着飞向自己的武器，陈平拿出幻变，轻而易举地挡了下来，然后开始看刘全暴揍野猪人王。呵，刘全最终一剑直接砍下了野猪人王的脑袋，成功拿下胜利了。虽然他也受了不少的伤，但那兴奋的模样就知道他完全不在意。随着野猪人王死去，系统提示立马跳了出来。系统，恭喜你们成功通关，10分钟后将传送回木筏。咦？刘全蹲下身子，从野猪人王身下捡去一件物品。哇！陈平老大，抱坐骑了也，野猪坐骑。刘全一脸兴奋地跑向陈平，然后拿出刚才野猪人王抱出来的野猪坐骑给陈平查看。野猪坐骑，紫色品质，使用获得1只野猪坐骑，只要给吃的，野猪坐骑就不会逃跑。刘全，陈平老大，这个坐骑给你吧，毕竟这是你的副本门票，可好处都被拿了呢。陈平默默地拿出3角龙蛋，然后意识刘全查看一下属性。刘全，抱歉打扰了，是我见识太少了。史诗品质的坐骑啊，史诗品质，我他喵的还是第一次知道呢。陈平一脸无奈地看着先是一脸失魂落魄的刘全，刚想开口安慰一下，但下一秒刘全这家伙就直接招出野猪坐骑，然后立马骑了上去，向野猪人王座附近的宝箱冲去。陈平先是罢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走过了过去。王座两边各一个宝箱，还是白金宝箱呢。打开宝箱，获得尖刺长矛1、大金焰珠、大石、1箱子宝石1、基础材料礼包1，一共获得4件物品，其中尖刺长矛是金色品质的武器，不错，还差4件。陈平老大，我开出野猪人的信仰图腾了也！刘全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然后把野猪人的信仰图腾属性面板展示出来。名称：野猪人的信仰图腾。类别：特殊道具。品质：稀有，金色。效果：野猪神护佑，全属性增加10点。效果：野猪神庇护，减少10%的物理打击。效果：野猪神的投影，召唤出野猪神的投影，维持3分钟，无冷却，需要消耗信仰，已存信仰可使用次数5次。陈平，不错嘛，是件好东西，放背包里就能生效了。听到陈平的话，刘全又亚麻呆住了。听老大的意思，看来大佬已经有类似的物品了吧？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清楚？刘全一脸佩服地看着陈平，果然不愧是大佬，这就是走在所有人最前面的实力跟见识啊！10分钟很快的就流逝了，时间一到，瞬间2人就消失在副本之中了。回到木筏后，陈平看着黑漆漆的夜色，果然天黑了呢。不过在副本中，天就是亮的，也不知道是地理环境的原因，还是时间不同的原因。打了个哈欠，陈平直接上2楼，在看到艾莱伊他们3个有在好好睡觉后，欣慰的点了点头。看着被莉西亚抱着的胖菊，不错，做出了奉献，让他不再乱窜了。下楼，陈平洗了个澡出来后，从黄金零食盒子拿包零食后，就走到外面去吹风了。
在海上，海风就没小过。陈平慢悠悠地向沙滩椅走去，动静很小，还没海风大，所以游池内正在珍珠贝壳床上睡觉的神秘存在完全没察觉到异样。路过游池的陈平下意识看了游池一眼，可惜啥也没看着，黑漆漆的一片，只能看到少许的微光，那是灵珠的光芒。没办法，这边没灯光啊，那个路灯被他安置在别墅门口边。哪怕陈平拿着夜明珠，但夜明珠那点微弱的光芒哪能照射到游池内？看着游池内的点点光芒，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看起来有几百枚了，明天就捞出来吧。不错，果然都吐在珍珠贝壳床上了。陈平看着一堆小光点，满意的笑道，又看了几眼后才转身向沙滩椅走去。而陈平刚转身，那一堆小光点就都消失不见了，好像被挡住了一样。坐在沙滩椅上的陈平默默地看着漆黑的海面，听着除了风声就是海浪拍打到木筏的声音，真的是啥也看到啊。那边他现在的属性都这么高了，但好像还是不能夜视呢。陈平打开背包看了看，然后拿出了随机海岛指南针，这个使用后能随机获得一个岛屿的指南针，直接使用，看看能获得什么岛屿的指南针。最好是跟史前巨岛那样的岛屿。获得废弃的海岛指南针1。废弃的海岛？啥意思啊？那座岛屿没人要了吗？还是其他原因被抛弃了？陈平不解的喃喃道。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在所有新手区中响起。第100章，那个之前的250。系统，第250区，杰克顿图斯使用了传说级道具唯一擂台。系统，唯一擂台传说道具使用后，将会把各个新手区中最强的一位求生者传送到虚空擂台之中进行淘汰赛，最后前10名将进入唯一擂台。系统，前10名将进入唯一擂台，场地由死亡竞技场特别提供的竞技岛屿。系统，第1名将会获得一件本届专属唯一物品，注：每一届新手期都会有专属唯一物品，数量稀少，通常3至7件。前10名所在的区域，每位求生者获得一个史诗宝箱；前1000名区域，每位求生者获得一个白金宝箱；前10000名区域，每位求生者获得一个黄金宝箱；剩下的所有区域，每位求生者获得一个青铜宝箱。系统，虚空擂台无生命危险，但进入唯一擂台的求生者将不保证生命安全。系统，淘汰赛将在1个小时后开启，请各位求生者做好准备。漆黑的夜晚被天空中的金色字幕照着通亮。陈平愁眉看着天空上的字幕，他感觉超不对劲的，传说级道具这么随便就使用掉了，而且这道具的效果，使用者对自身的实力这么自信的吗？不对劲，真的不对劲。陈平喃喃了几句。游池内正在睡觉的神秘存在正在一脸懵逼的看着天空上发光发亮的字幕，有没有搞错啊？大晚上的还让不让睡觉了？升起起床气的他直接游出水面，刚想骂咧咧几句，然后就看到不远处的沙滩椅边好像站着个人，瞬间他就搁住，小心翼翼的看陈平，接着一声不吭的默默潜了下去，然后游回珍珠贝壳床，一关完美，这一下就不会被影响到了。这一关让他瞬间感觉回到家中一样，安全感十足呢，所以他很快的就进入睡梦之中了。对了，那个值钱的沙比，陈平突然喊道。没错，他想起来了，有个250的外国人不是在黑市拍卖会上被人给买走了吗？那时候1号就说过这独特的物品，现在看来应该就是专属唯一物品了。本届唯一专属物品，看看多么的高大上啊！陈平摸了摸下巴，然后喃喃道：所以那个值钱250已经被放回来了吗？而且看样子应该已经被奴隶契约了吧？看来没少在这个250身上下功夫啊。如果装备一身传说，不对，哪怕是一身传奇装备，操，感觉打不过呀。陈平有些纳闷了，他并不知道买下250的那个存在在250身上下了多大的功夫，但连传说道具都用上了，不可能连传奇装备都没有吧？就不知道会给多少件的问题，因为传奇跟传说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要知道，陈平第一次获得传说跟传奇还是巨龙宝箱开出来的。再说了，传奇跟传说不一定比不上唯一物品吧？毕竟大多数的传奇、传说也差不多具有唯一性了。陈平默默地打开人物面板，然后查看属性。名称：陈平，种族：人类，等级4211318003000000，职业：自由支配者，唯一，体质411+385，力量387+300，敏捷367+205，精神367+230，自由属性点40，体质跟力量差不多800了，敏捷跟精神也接近600，应该能嘎嘎乱杀吧。而且唯一擂台是在岛屿上的，属性再翻上1倍，我就不信干不死那个克命的250。再不济，老子还能变成超级赛亚人呢。把40点自由属性点加敏捷上，
瞬间敏捷就破400了。OK， 陈平准备就绪了，等待传送了。看了一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陈平想了想，打开聊天频道看了看。卧槽 ，CNM 的，老子好不容易睡着，才多久就被吓醒了？哦！老子26级，肯定是我们这里最强的存在了吧？你们就看我嘎嘎乱杀吧，哈哈哈。27级的我默默路过，楼上的楼上，你是想笑死我吗？26级是挺高的，但我认识的人就没少于26级的好吗？嘿嘿，本区最高等级26，哈哈哈。刘全，一个区只能进入最强的存在的话，那毫无疑问肯定是陈平大佬了。咦，陈平大佬都好久没上聊天频道了吧？自从交易市场出来以后就没见过他了，哈哈，搞笑吧你们？还陈平大佬呢？除了一开始卖了几把武器，搞出了点存在感外，后面的你们还有看到他吗？说不定早死了。陈平可是上过系统公告的大佬啊，不可能那么容易就死的吧？哼，陈平这个名字很普通好吗？谁知道上公告的陈平是不是我们区的？我29级，没人比我还高了吧？不好意思啊，我也29级了。我能说我的固定队伍基本上每个人都29了吗？队长都31级了。卧槽，我到现在才19级。我是不是拉低的平均值了？17级的我默默无言地看着各位大佬，真是羡慕嫉妒啊！啥鬼？这么突然开始比残起来了？哈哈，你们现在讨论有毛用？时间快到了，等下就知道我们区第一的大佬是谁了。就是，坐等大佬出现，最好能打入唯一擂台。没错，前10名可是能获得史诗宝箱啊，老子都没获得过史诗宝箱呢。2道私聊响了起来，陈平疑惑地点开查看，一个是刘全发了，还一个是赵雨霞发的。陈平先打开刘全的私聊，刘全，陈平老大，加油！我相信你肯定能获得第一的。陈平，借你吉言了。然后关掉，打开赵雨霞的私聊，赵雨霞，陈平大佬，加油！我相信你一定是我们区最厉害的人，加油！陈平，谢谢。系统开始扫描第703区所有求生者。来了，不知道会是谁呢？系统扫描完成第703区最强求生者陈平，等级42级，10秒后将进入虚空擂台，请做好准备。刘全看着一片寂静的聊天频道，得意地笑道：“我就说嘛，陈平老大肯定是最厉害的，不行，得叫他们出来看看。”炫耀之心不可自拔的刘全开始在聊天频道发言了。刘全，喂，我就说陈平大佬是最厉害的了，现在信了吧？还有谁质疑的？还有谁？42级，陈平大佬是怎么做的？升级速度这么快？42级啊，陈平大佬应该是所有新手区等级最高的人了吧？那不是说芜湖？那不是说我们妥妥的白嫖个史诗宝箱？聊天铺天盖地的讨论起陈平来，而作为第一个为其发言的刘全瞬间就遭到了轰炸，每个人都开始向他打听起来了。这些陈平都不知道，因为他已经来到虚空擂台之中了。陈平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没想到还真的在虚空之中啊！周围黑漆漆的，除了脚下的发光的擂台外，很快的，对面就出现了一道人影，应该是对手来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区的。系统第703区的陈平对战第683区的榴莲，双方都没有交流，完全没必要。看着冲过来的榴莲，陈平看了一眼，感觉好慢啊，轻松地躲过榴莲的攻击，然后幻变瞬间出现在手中，轻轻一挥。看着消失不见的榴莲，陈平淡定地收起幻变。不是陈平自大，而是除了那个250外，他自信没人打得过他，哪怕是有人获得这一届的专属唯一物品也一样。而且专属唯一物品，我这个开荒者称号好像就是其中之一吧，不然解释不了，明明才金色品质的称号，效果却这么的逆天。不一会儿，又一道身影出现，陈平这次主动出击，这下结束的更快，3秒不到，对方就消散了。接下来陆陆续续不断的出现新人，但每一个都撑不过10秒，基本都是一招秒杀的分。让陈平感到可笑的是，竟然还有人使用美人计，真他妈的奇葩！先不说他好不好看吧，单是不同区域的人就足够让人杀死他了吧？难道你还能跨区不成？又陆陆续续了上百位新的挑战者，可惜下场跟之前的挑战者一样，都一招秒的货。终于秒了不知道多少位挑战者后，陈平终于听到系统的提示声了。这一刻，他觉得系统的提示声贼他娘的动听。系统，恭喜第703区陈平，你成功进入到前10名，现在将开始传送到唯一擂台现场，请勿乱动。第101章唯一擂台。眼前一黑，再一亮，陈平就发现他已经离开虚空擂台，
出现在陌生的地方了。眼前周围的环境，陈平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了，死亡竞技场的风格嘛。看了一眼后，陈平就把注意对面的身影上了。果然呢，看着对面那个人的模样，还真是那个值钱的250。现在这里就只有陈平跟那个250杰克顿图斯，其他10强应该还在竞争中。看着一身金碧辉煌的装备的杰克顿图斯，陈平蹙了蹙眉。果然，他的主人在他身上下的功夫不少啊。这一身装备一看就知道是套装，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品质的套装了。杰克顿图斯诡异的看陈平，这么快的就有人进入前10了？要知道，他因为是使用者，所以才不用参加虚空擂台的，这才多久啊？看了那个250一眼后，陈平就移开视线了。他现在并没在他身上感到危险感，看来应该是不如他的了。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底牌之类了。陈平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然后发现这里还是一个竞技场嘛，只不过嘛，比较大了点。看着周围那巨大的观众区，陈平无奈的挑了挑眉。死亡竞技场不会又要搞什么赌注之类的吧？陈平想了想，然后尝试的呼唤出下注面板，结果怎么着？还真的出现了。现在下注面板上就2人的名字跟头像，分别为250的杰克顿图斯，还有就是陈平了。陈平看了一下下注规则，首先最高赔率的是赌冠军，当然了，每个人的赔率都是不同了，不过现在其他人还没入场，所以赔率还没出来。剩下的还有1比1赔率的当场对决，还有1比3的赌几分钟输赢的，最后还有一个1比5的死亡赌局，就是赌谁会被杀死的。虽然死亡赌局的赔率高，但上场的人是可以投降的。等陈平看完下注规则后，已经有其他人入场了。陈平看了一眼，是个女的，现在正一脸警戒地看着周围。随着第一人入场，其他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入场了，很快的前10名就齐全了。陈平扫视了一眼，一共4女5男，以及一个250。其他8人一进来，都纷纷找起那个杰克顿图斯，毕竟这是他发起的道具，而且还是听都没听过的传说品质的道具。骚包的杰克顿图斯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没办法，那一身亮闪闪的装备能不吸引人吗？也不知道他身后的主人是怎么想的，是觉得新手期中没人是那个250的对手了吗？可能性很大，毕竟250现在的一身装备完全碾压在场的所有人，哪怕是陈平也有几件垃圾的装备。这时，一道陈平耳熟的声音响起：哇，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啊，很荣幸我竟然能成为这次唯一擂台的解说员。接下来将由我为大家激情介绍各种状况。哦，还有观众没入场呢，现在我就通知一下死亡竞技场，让他们动作快一点点啊。随着解说员的声音落下，过了10几秒后，观众位上嗖的不断出现一道道身影，很快的就把这大的不可思议的观众区坐满了。而且这次竟然还有会员区，那是黄金会员以上才能进入区域，现在也坐满人了。死亡竞技场空间部门的主管呢？给我马上扩展会员区，一个不够，完全不够，给我扩展2，不，扩展10个。空间部门主管啊，老大你确定？要知道一个会员区可是整整100W的位置啊。死亡竞技场，你老大还是我老大？那么多废话干叼，信不信我一个大逼斗下去？给我快点！空间部门主管，好，马上。很快10个会员区就悄然出现，刚出来没多久，瞬间就坐满了4个，第5个也很快的就坐满人了。最后10个会员区坐满了7个，第8个也坐满了1半以上。解说员，让大家久等了，现在我将为大家介绍这10位选手。我看看啊，好了，现在就为大家介绍第1位选手。第1位选手来自新手区第4区，林慈安，女，等级33级，冠军赔率为30倍。大家热烈欢迎啊，鼓掌！啪啪啪啪。陈平闻言不由得扯了扯嘴角，冠军赔率这么明目张胆的说出来，真的可以吗？其他人也是一脸的懵逼，没想到还能下注啊。第2位选手来自新手区第7区，安哥贝拉，男，等级32级，冠军赔率为30倍。鼓掌！第3位选手来自新手区第435区，亚历山大，耶夫娜，伊万诺夫，女，等级35级，冠军赔率为25倍。鼓掌！第4位选手来自新手区第501区，温馨，女，等级39级，冠军赔率为20倍。鼓掌！第5位选手来自新手区第681区，杰克斯雷尔，男，等级36级，冠军赔率为25倍。鼓掌！第6位选手来自新手区第10047区，毛夏太郎，男，等级34级，冠军赔率为35倍。鼓掌！第7位选手来自新手区第391区，陈大力，男，等级37级，冠军赔率为20倍。鼓掌！第8位选手来自新手区第68425区，艾琳，西科，安陆区，女，等级为34级，冠军赔率为30倍。
鼓掌！第9位选手，我们唯一擂台的使用者，来自新手区第250区，杰克·顿图斯，男，等级为49级。哦豁，这可是新手期的等级上限啊！冠军赔率为10倍。鼓掌！最后一位选手，来自新手区第704区，陈平，男，等级为42级。厉害，又是一位超过40级的新人。冠军赔率为20，冠军赔率为2倍。鼓掌！解说员这时也想起陈平是谁了，这可是唯一一个撸了一大把死亡竞技场羊毛的人啊，怪不得赔率这么低呢。更别说他好像还是唯一称号开荒者的拥有者，实力不可小视啊。听到解说员的一开始的介绍，10名选手但是没太大的神情变动，大家的等级都差不多，就是赔率也一样，但温馨一出来就稍微变了变，不过也还好。但杰克·顿图斯是什么鬼？49级，他是怎么做到呢？所有纷纷不由得看了过去，这么想都不正常啊！杰克·顿图斯得意地看着其他人，一点都不为自己那奴隶的身份感到不耻，毕竟除了他的主人外，还有谁知道他是奴隶？更别说新手区中的人了，何况他现在能这么的强大，可都是主人的恩赐啊！而且主人还特意吩咐了，如果他能获得1件专属唯一物品，那么等新手期过去后就能解除掉奴隶契约，如果获得2件，那么主人还会把他最小的女儿嫁给他。嘿嘿，想到主人那最小的女儿，杰克·顿图斯瞬间就流露出猥琐神情出来，不过被头盔挡住了，没人发现罢了。至于陈平，虽然42级也很夸张，但被杰克·顿图斯的49级刺激到的众人也没多加关注了。众人完全忽视了赔率的异样，要知道这可是2倍的赔率啊！陈平一脸不爽地看着下注面板上，那对他来说贼刺眼的2倍赔率，玩不起是不是？陈平狠狠地把332、3100枚金币跟50150枚古金币，还有利西亚游玩时捞起来的34枚灵珠压了自己获得冠军。看到灵珠时，陈平有些懊恼，忘了把珍珠贝壳床上的灵珠捞起来，看那光点至少也有上百枚吧。陈平一下注，死亡竞技场就立马注意到了，尤其是看到灵珠的时候，立马后怕的拍了拍胸口啊，还好上次没下灵珠啊，不然就不是小亏了，而是血亏了。这次的2倍，顺便他下，反正不会再亏了，毕竟这次的观众多啊，更别说死亡竞技场已经偷偷的把陈平的下注通道放在最不起眼的位置不说，还缩小了不少，基本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解说员，哦，所有选手都已经介绍完毕，现在开始介绍唯一擂台的规则。我的天啊！唯一擂台的使用者杰克·顿图斯先生制定了一条规则，那就是无规则。哦豁，这条规则直接把所有的规则干翻，现在擂台上将再无规则可言。哦，解说员的话音一落下，现场的观众立马就欢呼起来了。陈平闻言眉头紧皱，无规则，那是不是代表着可能会出现外援的存在？陈平不确定，但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不过那个250能不能叫外援，陈平都打算只要遇到他，直接使用超级变身，然后一脚踢死他，只要快、准、狠就行了。第102章，比赛开始。陈平看了一下自身翻了1倍的属性，嘿嘿，我他喵的不信拿不到第1啊！现在就能比赛开启了。解说员，现在请各位选手前往选手台，等待比赛开始。而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可以开始为各自喜欢的选手下注了。当然了，现在只能下注你们心目中的冠军人选。听到解说员的话，众人左右看了看，选手台在哪啊？解说员，哦，各位选手，选手台在你们身后。行吧，所有人默默地向选手台走去。选手台竟然连张椅子都不给，虽然是每人一个，但举办方也太他妈的小气点了吧。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10分钟后，解说员的声音才再次响起。解说员，好，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比赛即将开始，现在有请唯一擂台登场。瞬间，一个贼华丽的擂台突然出现在场中。啊！擂台的出现瞬间引爆全场，所有观众立马兴奋地呐喊起来。解说员，现在开始随机匹配对战选手。瞬间，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光幕，随后2个格子开始出现选手的头像跟名字。很快的，2个头像就出现在光幕上了。解说员，哦，第一场比赛才由第681区的杰克斯雷尔对战第3491区的陈大力。现在有请2位选手上场。杰克斯雷尔跟陈大力对视了一眼，然后纷纷向擂台走去。杰克斯雷尔身高2米出头，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个子，还很壮，而陈大力1米8的个头，也不矮。解说员，哦，现在2位选手都已经登上擂台，那么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让我敬请期待吧。让人意外的是，2米多高的杰克斯雷尔竟然拿出了一根1米多的法杖，
他竟然是法系职业。而陈大力则是拿出一把短剑，一看就知道是个近战职业，看起来局势对他很不利啊。别看唯一擂台才足球场那么大而已，但只要比赛一开始，那么里面的空间将会无穷大。解说员，好了，时间到，比赛正式开始。3、2、1，比赛开始。随着解说员的声音落下，擂台上的两人瞬间动了起来。杰克斯雷尔立马释放了一个魔法盾套在身上，然后法杖直接敲击了一下地面，瞬间无数的寒流从法杖底下冒了出来，然后开始向周围蔓延开来。随着寒流出现，杰克斯雷尔立马开始念起魔法咒语，而且速度还很快，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一看就知道很熟练了。这一上来就直接使用高级魔法呀，厉害！看着开始蔓延的寒流，陈大力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算了，但并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快的速度。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陈大力很喜欢大力出奇迹，所以他很暴力，喜欢一击毙命的打法。所以他的职业是类似盗贼的职业，当然只是类似而已，虽然也会隐身、背刺、偷窃、加速之类的技能，但真的不是盗贼呢。自从获得这个职业后，他的对手就没有一位能撑过一击的。不过今天看起来有点麻烦，感觉被对面克制了呢。一踏入寒流，陈大力明显感到自己的速度变慢了不少。不行，不能任由寒流继续蔓延，得打断那根法杖才行。陈大力看着插在地面上不断冒着寒流的法杖，心中暗暗想到，才刚开始冒出来的寒流，现在还不算多，只覆盖了以法杖为中心20多米的范围而已。以他现在的速度，虽然被寒流减了一些速度，但还是能在3秒内到达的。虽然杰克斯雷尔也在法杖旁边，但陈大力的目标很清晰，就是那根法杖。来到法杖旁，陈大力手中的短剑毫不犹豫挥向法杖，叮的一声，一道魔法盾出现在法杖周围，可惜只坚持了不到2秒钟，就咔嚓的一声破碎掉了。随着魔法盾破碎，法杖也随着被击飞了出去。杰克斯雷尔叹息了一下，竟然被看穿了吗？他现在正在念的魔法其实是更高级的魔法盾，如果陈大力攻击他的话，就会发现刚打破一个魔法盾，就又出现一个魔法盾，反反复复，无穷尽也。但是可惜，看着攻击过来的陈大力，杰克斯雷尔直接释放出高级魔法盾，随后几道冰箭出现在他周围，纷纷射了过去。既然打算落空了，那只能硬碰硬了。叮叮叮，陈大力轻松地击落冰箭，继续向杰克斯雷尔冲去。杰克斯雷尔再次释放出一道冰系魔法，然后向法杖跑去。没了法杖，威力跟速度都减弱了不少。解说员，哦，真是精彩的打斗！没想到高大威猛的杰克斯雷尔选手竟然是一个魔法师，这真是出乎意料啊！哦豁，是寒流弥漫，如果不及时阻止的话，那陈大力选手可就危险了。哦，不得了！杰克斯雷尔的计谋落空了，陈大力选手果断打断了寒流弥漫，而且还击飞的法杖。这下杰克斯雷尔选手在如何应对呢？陈平看着天空上的光幕，上面正是他们的打斗景象。陈平摸了摸下巴，如果按照这样下去的话，杰克斯雷尔可能就要输了。没办法，魔法师的缺点，至少现在如此。现在的魔法师们技能太少，高级魔法又要念咒，真的不如近战型的职业。当然了，打副本跟海兽之类的魔法师就很屌了。接下的发展不出所料，杰克斯雷尔最终还是投降了。没办法，魔力见底了，再不投降，怕是要受伤了。解说员，哦，精彩的决斗，让我们恭喜陈大力选手获得第1场比赛的胜利。鼓掌。好了，现在开始第2场比赛，请开始匹配。光幕上又开始抽取头像了，很快2个新的头像就出现在光幕上了。解说员，哦，让我们欢迎第10047区毛下太郎对战第501区温馨。温馨看了一眼毛下太郎，然后直接走向唯一擂台。毛下太郎一脸凝重地看着走在前面的温馨，他可不敢大意，要知道温馨的等级可是39级啊。2人一前一后，很快就进入到唯一擂台内了。温馨打量了一下，他没想到这里面的空间竟然如此之大。解说员，好了，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可以再次下注了，1分钟后比赛开始。陈平打开下注面板，他可以看到下注目标的被下了多少注，但他不能下注，哪怕他现在一个子都没有。看着2个叉的下注按钮，陈平一阵的无语，至于吗？如果死亡竞技场知道了陈平的想法的话，肯定会大声的喊道，至于，还真的至于，因为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撸到我们羊毛的存在，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啊，懂？可惜陈平的想法，死亡竞技场不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快乐的数着金币呢。果然这次的唯一擂台接手对了，真是赚得盆满钵满啊，嘿嘿嘿。很快1分钟就过去了。解说员，好了，比赛开始。随着比赛正式开始，温馨立马冲向毛下太郎，没办法，谁叫他是近战呢？一把巨大的双手剑出现在他手中，
看着做出防御姿态的毛下太郎，温馨微眯了一下眼，然后重重的砍了下去。管他什么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没用。当，巨大的兵器碰撞声响起，温馨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反冲力。呵，怎么可能？毛下太郎一脸不可置信的喊道。要知道，他的反击斩可是可以反击自身2倍的攻击的，怎么可能会被压制住？名称：反击斩，类别：技能，品质：金色，效果：反击，做出防御姿态，受到攻击时立刻反击并伤害2。噗！鲜血喷涌而出，完全被震惊住的毛下太郎这才回过神来，可惜已经迟了。巨大的双手剑直接砍断了他的武器，顺势砍下了毛下太郎的手臂。啊！巨大的疼痛袭来，让毛下太郎忍不住哀嚎了起来。温馨可不管其他的，见他没喊投降，那就继续攻击呗。嗖的一声，哀嚎声立马消失，鲜血再次喷涌而出。这次温馨嫌弃的往后跳去。哦，出现了！没想到才第2场比赛就出现了第1位死亡选手。解说员激动的喊道：“真是精彩绝伦的比赛！虽然才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但不可否认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温馨选手艰难的获得的胜利，恭喜！鼓掌！啪啪啪！”众人一脸黑线的听着解说员一个人尬掌。没办法，没办法，也是难为他了。没办法，这一场比赛实在太过简单明了，结束的太快，他都没反应过来，比赛就结束了。他能怎么办？只能尴尬的解说一下下了。看着死去的毛下太郎，解说员真想呸他一脸啊！一动不动的让人家砍，这不是明摆的找死吗？第103章，秒杀与秒杀。杰克斯雷尔不由得摸了摸脖子，还好老子投降的快，不然不会也是这个下场吧？喂，你这什么眼神？让我很不爽啊！你不会以为我是那种乱杀无辜的人吧？陈大力看着杰克斯雷尔，不爽的继续说道：“放心，你又不是那个国家的人。还有啊，别看人家温馨大小姐下手果断，那是因为人家是军人出身，从爷爷辈开始的。哎，跟你说这些干雕，反正你只要明白，人家温馨大小姐也不是死之人就是了。”陈大力摇了摇头，然后不再去看杰克斯雷尔，而是看向正走回来的温馨，并向他打了下招呼。温馨看着陈大力，一脸的疑惑，心中暗暗想到：谁呀？认识的人吗？不记得，没啥印象呀。不想回应爷，但不回应会不会显得不礼貌？终于，温馨向陈大力点了点头，然后默默地回到自己的选手台上。陈大力也没想到温馨竟然真的回应了，虽然只是点了点头，但也不错呀，毕竟人家又不认识他，嘿嘿。陈大力立马看向杰克斯雷尔，然后笑道：“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杰克斯雷尔白了他一眼，真的是没看出来吗？人家明显不认识你好吧，会回应你也是人家有礼貌、有家教而已。陈大力可不管这些，他现在乐呵着呢。解说员，嗨嗨，现在开始下一场比赛吧，开始匹配。光幕再次开始匹配，很快的，2个头像就出现在光幕上了。解说员，哦，出现了，第7区的安哥贝拉对战第250区的杰克顿图斯。哦，这完全是一场不匹配的比赛。咦，那我是不是又能再一次的白嫖死亡竞技场的小钱了？哦，糟糕！解说员看着周围反应过来的观众，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逼斗。这下好了，可能要被死亡竞技场列入黑名单了吧？解说员瞬间一脸的苦逼，然后快速的打开下注页面，想把所有的家财都压杰克顿图斯赢，结果发现这次的下注竟然不是猜谁赢，而是赌安哥贝拉能坚持多久。解说员，会玩还是死亡竞技场会玩啊？看了一下，赌安哥贝拉能坚持多久，可以你自己选择，是几秒还是几分钟，都是下注人自己选择。而且还有安哥贝拉能撑住几下的都有，果然被死亡竞技场给玩明白了呀。解说员想了想双方的资料，然后拿出一小部分家产压安哥贝拉，3秒内失败，坑爹的赔率还是1赔1。下注时间过得飞快，安哥贝拉跟杰克顿图斯已经站在擂台上了。看着对面的安哥贝拉，杰克顿图斯一脸的不屑，最强的他竟然匹配到最弱的人，真是不爽啊！虽然其他人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就是了。没错，被养的人就是这么的自信。安哥贝拉倒是一脸的忐忑，虽然已经知道打不过了，但撑个几招应该没问题的吧？解说员，时间到了，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眼下的对决基本没啥好解说的了，看就行了。出乎意料的是，安哥贝拉竟然是个盾战士，巨大盾牌瞬间出现在他手中，然后盾反技能开启。安哥贝拉不指望能赢，但反击几下还是行的。安哥贝拉上一秒是这么想的，下一秒他人就没了。他完全低估了克命人的厉害。虽然杰克顿图斯是个充气的胖子，但那些装备啊、属性啊
可不是开玩笑的，是实打实的，实心的，可不是空心的呀。更别说人家的主子还给他准备了一把传奇品质的武器了。拿着这把武器，不出意外的话，杰克顿图斯在新手区就是爷，完全能嘎嘎乱杀。坐在会员区某个包间中的存在，满意的看着大发神威的杰克顿图斯，不错，不枉他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跟精力。想想那些为了狗的属性灵果，他的心就不由得抽痛几下。哪怕知道这是为了唯一物品，但该心痛的还是会心痛啊。至于装备跟武器，还有道具之类的，就没啥了，反正这些都是能收回来的。现在的他已经开始想象唯一物品的属性了。杰克顿图斯不屑一顾地看了安哥贝拉的盾牌一眼，然后瞬间消失在原地。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举起武器，狠狠地挥砍向安哥贝拉的盾牌了。杰克顿图斯手中的长剑丝滑地直接划过盾牌，一点碰撞声都没响起，跟切豆腐似的。毫无疑问，盾牌后的安哥贝拉也被一起切成了两半，啪的一声死去了。秒杀，毫无疑问的秒杀，整个流程只不过短短几秒而已。现场瞬间一片寂静，随后怒骂声不断的，漫天的叫骂声中夹杂了少许的欢呼声，只不过欢呼声刚响起来，下一秒就变成了哀嚎声了。陈平看着250手中的武器，摸了摸下巴，默默地想到传奇品质的武器。这时解说员的声音响起，不可思议，杰克顿图斯选手竟然在新手期就获得了传奇品质的武器，厉害，实在是太厉害了。众所周知，史诗品质以上的物品基本都是超过50级的存在才会掉落，而传奇品质更是等级超过80级以上的存在才可能掉落，而且几率很低。但我们都清楚，在新手期中，物品的爆率基本上是拉满的，更别说每一届的新人都会有独特的福利，能让新人快速成长。但就算如此，能在新手期就获得史诗品质的物品就已经很了不得，更别说我们的杰克顿图斯选手竟然获得了传奇物品，看来获得冠军的概率很高啊。听到解说员的话，杰克顿图斯不满地嘀咕道：什么叫概率很高？冠军100%是我的好吧？切，不会说话就别说话，难道新手区内还有人是我的对手不成？老子现在等级到达上限，武器是传奇品质的，装备是史诗品质的套装，新手区还有谁比他屌？杰克顿图斯还真不信有人能比得上他。解说员不屑看了杰克顿图斯一眼，他以为小声的嘀咕老子就听不到了吗？开玩笑，老子的职业可是风行者啊，更别说等级已经150级了。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老子会来当解说员。笑话，他一眼就看出杰克顿图斯已经是个被人契约了的奴隶了，身上的装备跟武器100%是他的主人给的，至于目的吗？这不是显而易见吗？要知道唯一擂台这个道具可不少见，虽然是传说品质的道具，但基本上获得的人都不会使用，因为实在是太过于鸡肋了。就像现在这样，全新手区的最强者出来实名跟你争啊，你能确定你就是最强的存在？想到这里的解说员还下意识地看了陈平一眼，然后被陈平瞪了回去。窝操，这逼好像更变态了呀！更别说在新手区外使用了，谁敢使用，第二天人可能就无了。如果有家族之类的，那不用多说，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在一起才是好的嘛。所以唯一擂台在外面是基柱，但在新手区就真的是件好道具了，毕竟新手区内还有唯一品质的物品存在啊。解说员看了下面的正走下擂台的杰克顿图斯一眼，也不知道这沙比是怎么被奴役的。要知道新手期间只要不作死的跑出新手区，基本安全的很。他身后的主人很上心，可惜没用，谁能想到这届的新人中出了个变态妖孽呢？感觉都能跟选榜上的那些妖孽碰一碰了，这么一想他还挺期待起来了。杰克顿图斯一脸得意地走回选手台，还对其他人挑衅起来。陈平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看向光木，一个跳梁小丑罢了，他还是比较关心下一场比赛会是谁。现在就剩4人，2场比赛了。解说员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让我们再次匹配双方选手。哦豁，出来了，由第4区的林慈安对战第704区的陈平，让我们为其欢呼吧，鼓掌。解说员说完，瞬间拉开下注页面，趁着死亡竞技场还没修改，直接全压陈平赢。果然不出所料，他上一秒刚压完注，下一秒下注方式立马就被改掉了，又变成了猜时间的输赢，只不过这次是双方都可以猜罢了。但用屁股想都知道，一个33级的小姑娘能打得过一位42级人吗？等级差距太大，一眼就能看出谁输谁赢了。解说员美滋滋地看着各种下注时间，竟然没有人猜5秒以内的。嘿嘿，看来这次死亡竞技场要全杀了。哦，不是，老子是赢定的了。嘿嘿，看到他自己的头像，陈平也没意外，毕竟只剩下4人2场比赛了。看了林慈安一眼后，陈平便向擂台走去了。很快的，2人就都站在擂台上了。陈平想了想，等下直接秒杀了吧。当然，
他并不会下死手，毕竟他们无冤无仇的，不至于下死手，直接淘汰就行了。比赛一开始，陈平瞬间消失在原地。林慈安面无表情地看着瞬间出现在眼前的陈平，坦然地喊道：“我投降。”第104章，给我暗箱操作。解说员：哦，真是精彩绝伦的比赛，让我们恭喜陈平选手获得本次胜利。呼唤，鼓掌。说完，他直接先带头鼓掌起来了。还别说，不少一脸懵逼的观众也跟着鼓起掌来了。啪啪啪！等观众们回过神来的时候，看着周围其他人都在鼓掌，也不好意思的停下来，只能一边鼓掌一边心底 MMB 的大骂死亡竞技场这个老六了。解说员那个叔父啊，家产翻1倍了，能不开心吗？还好老子认识陈平这个上了死亡竞技场黑名单的小子，不然哪里能这么快速的反应过来？人这一高兴嘛，声音都不自觉的大了几分。解说员：哦豁，现在只剩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第435区的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对战第684125区的艾琳、希科、安陆区。哦，两位女士的等级都相差无几，这可能会5场比赛中唯一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欢呼，鼓掌，啪啪啪！解说员看了一下下注页面，果然呢，这次死亡竞技场就没动什么邪门歪道了，而是很正常压输赢，赔率都一样，所以只能靠运气了，反正1/2的输赢概率。擂台上的两人已经开始大眼瞪小眼了，不过下注时间没有过去，他们只能继续瞪下去。陈平发现他们两个好像都是近战职业，不愧新手期啊，10个人里9个近战1个法爷，而且法爷还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人。终于下注时间过去了，比赛正式开始。解说员：哦，让各位久等了，现在比赛开始。哦豁，艾琳、希科、安陆区消失不见了，我的天，是隐身！没想到拿着一把大锤的艾琳、希科、安陆区竟然会是敏捷项的职业，真是让人惊喜万分啊！不知道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该如何应对呢？毕竟能隐身的职业在前期的优势都是很大的。哦豁，不得了了呀！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竟然是稀有职业御风剑士，这个职业我熟啊！解说员笑嘻嘻地喊道：“御风剑士这个职业可是很克制各种隐身类技能的，毕竟哎呦喂，嘿嘿，这个就不好多说了，懂的人都懂。”果然，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直接把隐身状态下艾琳、希克、安陆区逼了出来了，直接让他退出隐身状态。哦，他们开始正面交锋了，到底谁会更胜一筹了？让人拭目以待吧。擂台上的两人可听不到解说员的声音，艾琳、希科、安陆区在发现隐身没用后，果断地取消掉隐形效果，毕竟隐身的消耗蛮大的。叮当碰咚，两人的武器不断的相交碰撞，击打声绵绵不绝。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倒是挺意外的，没想到艾琳、希科、安陆区的力量这么大。不过两人的职业都是敏捷项的，这么看来好像也正常。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拿着一把轻手柄的长剑，攻击速度很快，而且每挥动一剑都会带起一阵清风围绕在他身旁。反观艾琳、希科、安陆区明明是近战敏捷类型的职业，但那把巨大的锤子玩得贼溜，不仅速度跟得上，威力也越发强大。解说员：哦，果然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双方看起来一时间是难分胜负喽。不过照我看来，最终的艾琳、希克、安陆区可能会输，毕竟我真的很懂御风剑士啊。这一场战斗足足打了接近1个小时，最终果然如同解说员说的那样，艾琳、希科、安陆区认输了。解说员：哎，我的眼光还是这么好呢，真是个不错的孩子，有点小心动呢。别误会，人家只是想收徒而已。好，比赛结束，真是一场不错的比赛，鼓掌。现在前5名已经出现了，接下来将进行前3名比赛。当然了，因为有5个选手，所以将会出现一位幸运儿轮空，直接进入前3名。现在开始随机抽取本场的幸运儿。光幕上瞬间出现5人的头像，然后开始快速旋转起来。死亡竞技场，给我暗箱操作，还用得着我来提醒吗？哈！光幕操控员工，是，我马上把那个杰克顿图斯给轮空。死亡竞技场，死亡竞技场，什么鬼？你说轮空谁？光幕操控员工啊，不是轮空那个等级最高的杰克顿图斯吗？死亡竞技场，哪里来的新人？光幕主管，你给我出来，告诉他我们该轮空谁。光幕主管，消消气，这位新人是刚从死亡大竞技场下来，不知道之前的事情，谅解哈。死亡竞技场，看到死亡竞技场没再回复，光幕主管笑了笑，然后向那位体验生活的2代说道：光幕主管，
你把那个42级叫陈平的人轮空就行了，2次都是他，记住了没？光幕操控员工，哦，没问题。哒哒哒，好了。对了，主管，为啥不轮空那个等级最高的人啊？他那一身装备，我没看错的话，是一套史诗品质的套装吧？好像是叫辉煌至从吧。垃圾史诗品质的套装，除了好看之外，效果不咋样。但就算再垃圾，那也是史诗品质的套装啊，在新手期基本无敌了吧？所以为什么不轮空他啊？光幕主管看着已经出现在光幕上陈平的头像，确定好他轮空后，才向一旁的员工公子爷解释道：光幕主管，怎么说呢？那个人啊，是第一个让我们死亡竞技场吃了大亏的人，所以我们这边的死亡竞技场 BOSS 很注意他。当然了，最重要的是那个49级的家伙完全不是他的对手，所以 BOSS 就是让他少出手。这样的话，到了冠军赛，肯定大多数人都压那个49级的家伙，从而大赚一笔。员工看着光幕不断闪过的头像，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紧张了起来。陈平除外，他表示可以嘎嘎乱杀，杀杀杀。但看到光幕上出现自己的头像，陈平的嘴角还是不自觉地上扬了几分。虽然不是自己也无所谓，但竟然是他，不用再打一场，也是很不错的。解说员，哦，我们的幸运儿出现了，那就是来自第704区的陈平。恭喜恭喜！看着陈平的头像，他由衷的怀疑是黑幕。当然了，他是不会说的。陈大力，挖槽，不爽，为啥不是我？杰克斯雷尔闻言直接吐槽道：5个人1/5的概率，凭什么是你啊？陈大力，哼哼，凭我赢了你。杰克斯雷尔温馨看着光幕，面无表情，他一点都不关心是谁轮空了。而杰克顿图斯巴不得不是自己，他可是知道主人也在上面观看的，所以他肯定要好好表现了。如果轮空了，还怎么表现自己？主人怎么看得到他的威武霸气？自己不表现得好一点，主人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他？所以自己没轮空，杰克顿图斯还是很开心的，反正冠军只能是他的。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虽然有些失望，但也没说啥，反正他是打算一上去就直接投降的了。除非是陈大力。解说员，幸运儿已经诞生，那么现在开始前3名争夺赛正式开始。好，光幕已经开始匹配了，让我拭目以待吧。很快的，光幕就匹配好了。解说员，哦豁，第一场由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对阵。温馨，请2位选手入场。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看了面无表情的温馨一眼，打算一上去就投降，他可不想被斩首。想想那个毛下太郎，这可是第1死亡的选手啊，能不让人胆寒吗？果然，2人一上场，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立马举手投降。亚历山大、耶夫纳、伊万诺夫，我投降。刚拿出武器的温馨眨了眨眼，然后默默地收回武器，走下擂台。解说员，真是机智的小可爱呢，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投降并不可耻，打脸充胖子才是愚蠢的行为，真是越来越中意了呢，这小姑娘。观众们齐齐翻了翻白眼，是，知道你中意人家，但你现在能不能好好的执行你现在任务？你现在可是解说员啊喂，现在可不是好为人师的时候，好吗？陈大力一脸严肃的看着杰克斯雷尔。杰克斯雷尔干嘛？一脸死了老婆的模样。陈大力，你说我要不要也一上去就投降？那个250区的家伙我可能打不过啊，还可能有生命危险，毕竟那家伙很危险，我很可能会死。杰克斯雷尔白了他一眼，然后没好气的说道：这种问题你问我这个被你淘汰下来的人。陈大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如果不是我，你可能已经死了也说不定呢。第105章冠军争夺赛。杰克斯雷尔罢了一下，你别说，这可能性还真的有。看着一脸的欠揍模样的陈大力，杰克斯雷尔想了想后回道：保守起见，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投降来的好，毕竟那个250区的货一看就知道明显不正常。毕竟你们那边不是有句古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吗？哎呦，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竟然还会我们那边的名言名句啊，不错，厉害。陈大力笑呵呵地说道。杰克斯雷尔看了他一眼，然后笑道：别看我的名字是外国的，其实我的户口跟你是同一个国家的哦。嘿嘿，没想到吧？陈大力闻言，眼睛瞬间睁大了不少，然后惊讶地问道：不是吧？我怎么有点不信呢？杰克斯雷尔笑呵呵地说道：我是在霍城出生的。陈大力，窝操，还真是。哈哈，老弟，之前真的对不起了，老哥我下手有没有过重？没受伤吧？杰克斯雷尔，卧了个槽，你这变化让人防不胜防啊，托你的福的，老子没啥事，所以
你要不要上去就投降啊？放心，我不会嘲笑你的啦。行，好兄弟，有这句话就足够了。陈大力再次拍了拍杰克斯雷尔的肩膀，笑道：解说员，有请我们下一组选手上场，分别是来自第34941区的陈大力对战来自250区的杰克顿图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哦，真是遗憾呐，陈大力选手一上场就果断地做出了明智之举，投降。呵呵，让我们恭喜250区的杰克顿图斯选手不战而胜。哦，前3名已经确定下来，分别是来自250区的杰克顿图斯，来自第501区的温馨，以及我们的幸运儿来自第704区的陈平。让我们把热烈的送给他们，鼓掌！啪啪啪，啪啪啪，无数的掌声响起，不管是输了钱的还是赚钱的。解说员，现在有请我们的光幕再次随机出本次的幸运选手。光幕上瞬间出现了前3名的头像，然后开始旋转起来。很快的，感觉光幕像是敷衍一般，直接把除了陈平之外的头像通通踢飞，只剩他一个。解说员，我操啊，要不要这么明显？解说员，哦，这次的幸运儿又是来自第704区的陈平，不愧是幸运儿，果然是够幸运的，让我们恭喜他进入前2名。鼓掌！看着稀稀拉拉的鼓掌声，解说员尴尬的嗨了2下，然后直接跳过这个环节，开始进入比赛。现在有请第501区的温馨选手跟第250区的杰克顿图斯选手上场。啪啪啪，这次都不用解说员开口了，观众们就自发的鼓起掌来了。温馨这次倒是诧异的看了陈平一眼，然后一脸平静的向擂台走去。杰克顿图斯已经虽先一步的上擂台了，离冠军越近，他就越发显得着急了些，毕竟这可是他为主人办的第一件事啊，得完美完成才行。温馨面无表情的看着杰克顿图斯，然后静静的等待比赛开始。解说员，看来2位选手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我宣布比赛开始。随着比赛正式开始，温馨立马召唤出武器，然后冲向杰克顿图斯。他一向如此，主打的就是一个先发制人。面对冲锋过来的温馨，杰克顿图斯完全没把他看在眼里，不应该说他完全没把任何一位新手区里的人看在眼里。新人能有多厉害，他能不知道吗？手中的传奇巨剑直接挥动，砍向冲过来的温馨，势必一击毙命的想法。叮当，武器碰撞声响起，杰克顿图斯瞬间一脸的懵逼，不对吧？不应该是对面的武器被他斩断，并且顺势的砍了下去才对的吗？蠢货！他妈的，怪不得会被黑市的人给抓住。会员区的某位存在忍不住开口骂道：不行，等他拿下唯一擂台的冠军后，就先把史诗套装跟传奇武器收回来先，不然他是真怕被这个蠢货死在新手区中啊，那样的话可就真的亏大了。温馨跟杰克顿图斯打了一会，他发现自己可能打不过，没办法，属性上的差距有点大。虽然他的武器也是传奇品质的，但身上的装备就差太多了。杰克顿图斯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完全就是个莽夫，但大力真的会出奇迹啊！被他命中一下，自己非死即伤不可。所以在找了一次机会后，温馨果断的撤退，然后直接认输投降。温馨的干净利落，可让杰克顿图斯一阵的恼火。没想到新手区中竟然还有人能挡住他几下，尤其是那把武器。杰克顿图斯一脸贪婪的看了几眼，那一定是跟他手中这把无用大剑一样的传奇武器。看着向外走去的温馨，他直接从背包中拿出一件道具，然后扔了过去。温馨转身快速一剑挥砍向身后物品，虽然命中的物品，但完全没有砍到物品的感觉，奇怪。一直以来面无表情的温馨忍不住皱起眉头，看了杰克顿图斯一眼后，转身离开了擂台。看到成功标记上的温馨的道具，杰克顿图斯满意的笑了笑。回到选手台的温馨看着系统提示上的提示，这是被标记上了。看了一下效果，温馨一向无比冷静的他也忍不住在心中骂道：名称，来一场赌上一切的生死决斗吧。类别，一次性特殊道具。品质，稀有，史诗。效果，押上身家性命，胜利将获得失败者的所有，包括生命。效果，标记，对目标使用后将在3天内进行决斗，如果3天内不进行决斗，将会被强制拉入决斗场。看完效果后的温馨心中 MMB 的骂道，但神情还是没任何变化，除了被发丝眉头。已经邹了，不能再邹了。陈平看了他一眼，他感觉他突然很暴躁，但看他神情，错觉吗？还是那几天来了？眨了眨眼，陈平突然拍了一下额头，管其他人干雕。他现在要做的事是干翻那个250。啪！陈平突如其来的自打行为，瞬间就把其他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众人一看是陈平，瞬间都理解了，毕竟下一场的冠军比赛
就是他跟那个挂逼的比赛了。尤其在听到解说员说冠军赛不能投降后，那目光就更加的怜惜了。陈平一脸迷茫的看着他们，傻鬼，什么表情，什么眼神啊，感觉好怪。不过听到该他上场后，陈平就直接把他们抛之脑后了。解说员，哦，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最终决赛了，冠军即将在双方中诞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下注时间到了，请各位先生们女士们现在开始为心仪的选手下注吧。本职工作一做完，解说员瞬间立马打开下注面板，然后全压陈平。还好这次死亡竞技场还当个人，没搞什么歪门邪道，陈平是很正常的1赔1，而那个杰克顿图斯而是1赔0.5。解说员看了一下双方的下注量，果然呢，基本都是压杰克顿图斯赢的，压陈平的人寥寥无几。解说员看着压杰克顿图斯赢的人越来越多，他感觉死亡竞技场现在100%已经笑开了花了。他感觉的确不错，死亡竞技场的确已经笑开了花了。压杰克顿图斯赢的人整整比压陈平赢的人多太多了，比例是9比1呀，这把要赚死了。哈哈哈！解说员，好了，下注时间到了，现在有请第250区的杰克顿图斯跟第704区的陈平进行冠军争夺战。2名选手已就位，比赛正式开始。看着拿着木剑的陈平，杰克顿图斯完全不屑一顾，不是谁都像那个温馨一样能好运的获得传奇品质的武器的。陈平这个走了狗屎运的家伙，现在心里已经怕得要命了吧？杰克顿图斯一脸得意的拿出无用大剑，并得意的舔了舔。这次他要好好玩一玩，好好的折磨一下对方。本来面无表情的陈平，在看到对面那个250舔他那把大剑后，瞬间一脸的嫌弃，真下头。不行，太下头了，还一脚送了他去见上帝吧。随着比赛正式开始，杰克顿图斯一脸笑嘻嘻的缓慢走向陈平，无用大剑还特意的放在拖着，让剑尖碰到地面，发出摩擦声响出来。可惜下一秒，陈平直接消失在他视野中，随后脸上还保持着笑容的杰克顿图斯直接倒飞了出去，那把无用大剑直接脱手而出，掉到一边。陈平低头看了自己的43码的鞋子一眼，然后看向那个倒飞出去了250。奇怪，一脚竟然都踢不死，有点不科学啊。第106章，打狗也要看主人。咔嚓，什么声音？陈平疑惑地看了过去，然后就见到那个250周围好像有无形的屏障正在破碎，那咔嚓声就是他发出来的，而本来无形的屏障也因为不断蔓延的裂痕而显现了出来。砰砰的一声，陈平就看到了250那惊恐的面貌了，接着就听到他那惊慌失措的惊恐声。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这肯定是假的。新手区中怎么可能有人能伤到我？这不可能啊！主人没说过啊！就差膀胱破裂了的杰克顿图斯一脸崩溃的呐喊着：“主人不可能骗我的废话！”陈平可不管他是真疯还真假疯，既然没死，那再来一脚就行了，左右不过是多费上一脚的功夫。之前的那个破碎的无形屏障，应该就是替他挡下致命一脚的保命道具了吧？陈平猜想，250的主子现在肯定毁的肠子都青了，也说不定。嘿嘿，你还没别说，某个会员区的小包间内正在发生元首的呐喊呢，气死呕了。但看到陈平打算再次下死手，他立马捏碎一个道具，瞬间消失在小包间内，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来到擂台之上了，挡住了陈平的一脚，并逼退陈平后，他立马收起之前的元首神态，一脸面无表情，语气平淡的说道：“打狗也要看主人吧？看来你早已有取死之道了，小子。”阿达！陈平一脚直接把突然出现的人并吓退他的人给踢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击在刚回过神站起来的杰克顿图斯身上。看着倒下去的两个人，陈平呸的一下，然后骂道：“什么人啊这？还取死之道呢？杀笔！”骂完后，陈平看着重新站起来的两人，心中暗道：这货就是买了那个250的买家吗？没感到危险感啊？难道之前白担忧了不成？还以为很屌呢，结果就这？也不对，他还是比那个250耐揍的，毕竟250他能一脚踹死，但这个买家可不行，至少要多踹上几脚。哎呀呀！该死的！你一个区区的新人，竟敢如此羞辱于我！啊！我要你血溅当场，不得好死啊！陈平一脸诡异的看着他，有病吧这人 ？NTM 难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唯一擂台爷，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爷？操蛋！神经病啊！怪不得能会买下250这个人才，果然物以类聚啊！陈平用看沙比的眼神看向正在骂骂咧咧的两人，这眼神瞬间又引起了250主人的不满了。但已经恢复理智的他，可不会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疯了，实在是太他妈的丢人现眼了，他实在是丢不起张老脸。250主人，年轻人，
做人不要太过于狂傲，容易过刚毅蛇呀。这样吧，只要你自杀于处，我就原谅你之前的冒犯，不然的话，死亡反而是最好的选择，也说不定啊。呵呵。听到这话，陈平鄂眼神再次发生了变化。我操，这他妖的不是像神经病吧，而是神经病本病啊！正常人谁会说出这样的话语来？这跟天良王破和歪嘴一笑有什么区别？不行，不能再让他说下去了，恐慌拉低了智商啊！对方这种人就应该人狠话不多。陈平再次消失在原地，然后出现在250跟他主人前方。这次他不用脚踹了，而是直接用幻变横扫了过去。操！250主人本想躲闪，但一想到他这一躲，身后的奴隶就死定了，没办法，只能拿出武器抵挡这次攻击了。并不是他想救这个奴隶，而是这个奴隶一死，那么冠军就是别人的了。他可不想自己投入了这么多，结果连根毛都捞不到。叮当了一声，陈平借助着反力直接退了回去。又是一把传奇品质的武器。看着250主人手中的暗红色长刀，陈平不由得喃喃道：“250主人，小子，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找死！”喊完，他便直接冲向陈平，一副要刀了他的模样。陈平就呵呵了2声，然后直接跟他扭打起来。好家伙，打了一会，一时间竟然谁也奈何不了谁。陈平看着250的主人，心中暗想，这货的属性基本破千，应该在1100至1300之内，虽然比自己少了一些，但架不住人家的战斗经验老道啊，只能打开势均力敌了。250主人虽然脸色如常，一脸的平静，但内心早已兴起波涛骇浪了。一个区新手期的新人，属性竟然比他这个老人还要离谱。要知道，他可是上届的老人了，求生游戏每3年一届，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个6年老玩家了，但等级也才刚破100级而已。属性就更不用说了，他把属性提升到现在的平均1200多，其中辛酸苦辣也就他自己能明白，但区的一个新人，他凭什么？这才几天啊，新手期才刚过去了一半而已啊！难道这货是某些大佬的棋子，跟他派250的目的一样，进来谋划唯一物品的？怪不得，这就能说明为啥一个区的新人属性能比得上他了。但他可不会轻易放弃，不说这个唯一擂台是他准备，单单是他花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怎么可以拱手让人？陈平可不知道250主人的心里竟然那么多的戏，他现在正在考虑是使用超级变身后直接一拳砸死他呢，还是使用泰坦巨蟒王让他去干死250。陈平看了一眼上面那多到过分的观众，想了想，还是放弃了使用超级变身的打算，先使用泰坦巨蟒王的召唤卡吧。只要自己缠绕那250的主人，让泰坦巨蟒王对付250，应该能轻松解决的。想罢，陈平直接召唤出泰坦巨蟒王，然后自己直接向250主人冲去。名称：泰坦巨蟒王，王者 BOSS， 种族：泰坦巨蟒，等级70，体质847，力量813，敏捷762，精神697，天赋、技能。天赋跟技能陈平没空看，不过这属性完成能碾压死250了，所以他放心的让泰坦巨蟒王前去干死250。浑身金黑色的泰坦巨蟒王按照陈平的吩咐，直接冲向250。别看它上百米长，但速度可不慢，嗖了一下就来到250身旁，然后展开血盆大口，直接咬了下去。毕竟这2点肉塞牙缝都不够啊！死！泰坦巨蟒王的大嘴就离251米的距离，但就是咬不下去。把视野往他身后一看，窝草！一只长着人脸的巨大蜘蛛，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现在正用蜘蛛丝粘住泰坦巨蟒王的脑袋，不让他吞噬掉250呢。死了！泰坦巨蟒王一个用力，直接把蜘蛛丝扯断，然后想吞噬掉250后再回去杀死妨碍他的兽。结果低头一看，窝草！那么小的250呢？怎么不见了？泰坦巨蟒王连忙寻找起来，吐了一下蛇，一下子就感应到那个250的气息了，就在他的身后。啥时候跑身后去了？泰坦巨蟒王疑惑地转过身来，然后就看到突然多出来的2只兽了，而那个召唤师吩咐要弄死的250正在2兽中间。陈平抽空查看了一下属性，然后就放心地继续缠绕250主人，不让他脱身，锤死泰坦巨蟒王。名称：鬼脸人面蛛，种族：人面蜘蛛，等级60，体质584，力量546，敏捷641，精神587，天赋、技能。天赋跟技能基本都是带毒的，泰坦巨蟒王也闻出来了，但他完全不带怕的，因为他吃过跟段誉同款的芒古猪蛤，而且还是芒古猪蛤王，别说味道是真的不错。还有另一只兽，名称：千年缩骨兔，种族：缩骨兔，等级65，体质
514，力量521，敏捷835，精神684，天赋技能4。泰坦巨蟒王看着眼前这只粉色皮毛的兔子，啥时候身为食物的兔子也变得这么勇敢了啊？真奇特呢！看着眼前的粉色皮毛的兔子，泰坦巨蟒王不由得想起了他的老家，哪里真的是兔子满地跑啊？如果不是生得快，早被他的族人吃完了。但偏偏这兔子就是生得又快又多，生长周期还短，根本吃不完啊！想到这，泰坦巨蟒王不由得吐了吐舌信子，哎呦喂，想的肚子都饿了。虽然很想吃兔子，但还是先把召唤师的任务完成了吧，反正兔子也跑不掉。想罢，泰坦巨蟒王一个扭动，瞬间冲了上去，速度之快让人防不胜防啊！可惜那只粉毛兔子一直关注着他的动静，所以泰坦巨蟒王一动，立马叼起250就跑。第107章尘埃落定。面对扑面而来的泰坦巨蟒王，粉毛兔子叼起250快速躲过，而鬼脸人面猪就没那么幸运了。兔子能跑掉，泰坦巨蟒王也不意外，毕竟这是他们的特长，爆发速度很快，但体力不行，一下子就歇下来了。不过既然被兔子跑了，那这只蜘蛛就留下吧。泰坦巨蟒王巨大的身子瞬间盘上鬼脸人面猪，直接使出缠绕，咔嚓！瞬间鬼脸人面猪的肢角直接断掉，疼痛让他直接嘶吼了起来。鬼脸人面猪心中一狠，竟然不想让他活下来，那么就同归于尽吧。巨大的毒牙上不断分泌出致命毒素，鬼脸人面猪很自信，他的剧毒就算没毒死泰坦巨蟒王，也能让他动弹不得，任人宰割。噗！巨大的毒牙狠狠地咬了下去。死！鬼脸人面猪一脸懵逼地看着断裂掉了的毒牙，卧了个槽。不是吧，蛇鳞而已，竟然这么硬的吗？咔嚓！毫无感觉的泰坦巨蟒王直接身子一紧，咔嚓，瞬间就把鬼脸人面猪给爆僵了。放开死去的鬼脸人面猪，泰坦巨蟒王立马看向远处的兔子，他打算快点干死兔子。要知道他只能待半个小时而已，还是早点完成召唤师的任务吧。吸溜吸溜，蛇信子吐了吐，然后冲啊！泰坦巨蟒王那庞大的身躯像蛇一样快速扭动着身子游向兔子，吓得兔子惊心胆颤地叼起250就跑。大多情况下，蛇类们更喜欢伺机待发，然后一击毙命，而不是像他这样的主动出击。但没办法，时间紧迫，目标又是胆小如兔的兔子，只能委屈一下他了。反正兔子什么的吓一下就好了，一下兔子就容易心肌梗塞。陈平不爽了，瘪了瘪嘴。250主人实力不咋样，但身上的道具倒是挺多的，这就很贼恶心人了呀！操！看到又一件未知的道具袭来，陈平只好再次退后，躲过这道具的袭击。虽然这些道具对他造不成什么危险，但是恶心啊！很多道具的效果都会给陈平附加上负面影响，虽然维持的时间很短，但就是恶心人。一躲开道具的袭击，陈平就立马纠缠了上去，只要等待泰坦巨蟒王干掉250，他就解放了。现在就再坚持一下下吧。250主人现在心里那个悔恨啊，他没想到竟然新手区中竟然还有大佬的棋子，而且还是无比强大的棋子，这下他的所有算盘恐怕是要打水漂了呀。他现在已经开始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了，毕竟现在怎么看都不可能打得过这枚棋子，还不如早点退场呢。主要是他怕这枚棋子身后的大佬可能会出手对付他的家族，到时候可能会是家破人亡的下场也说不定啊。怂是不可能怂的，他只是战略性撤退而已。操！虽然这么想会让他心底舒服一些，但他的损失还是实打实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任谁的心情都不好受。最重要的是，他连做这枚棋子一顿出气都做不到啊，这就很气人了，连枚棋子都打不过啊。看着眼已经死去的宠物鬼脸人面猪，那心情更是不佳了。但在发现他那心爱的粉毛兔子也要血溅当场时，他立马果断的让兔子把250扔向泰坦巨蟒王。泰坦巨蟒王咕噜下意识的咽了一下，瞬间250就顺着食道滑了下去了。傻鬼，竟然不经过同意就擅自投食，这他喵的是不道德的行为，懂不懂？粉毛兔子扔完250后，瞬间消失在原地，看来是被召唤回去了。接着250的主人趁机脱身而出，然后捏爆道具消失在擂台之中了。陈平一脸疑惑地看着消失不见的250主人，怎么突然就跑掉了？解说员表示轮到俺出场了。哦吼吼，精彩绝伦的比赛，果然不愧是冠军争夺赛，翻转不断啊！解说员兴奋而激动地喊道：哦，厉害，精彩！先是一开始的陈平选手差点一脚踢出大结局，还是突然出现的神秘人，都把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拉到了新高度。
接着陈平选手竟然召唤出了泰坦巨蟒，而且还是泰坦巨蟒中的王者。要知道，泰坦巨蟒可是史诗品质的战宠啊！哦豁，竟然是鬼脸人面猪跟缩骨兔，都是史诗品质的宠物跟坐骑呢！精彩，真是大开眼界。陈平选手完全压制住了突然出现的神秘人，就连他的战宠泰坦巨蟒王也完全碾压神秘人的宠物。解说员激动的颤抖的呐喊不断，实在是太精彩了！哦，鬼脸人面猪竟然被泰坦巨蟒王给缠绕住了，看来是凶多吉少了，毕竟蛇类的缠绕是他们最为擅长的手段之一。果不其然，鬼脸人面猪直接被勒死了。虽然死前先拉着泰坦巨蟒王同归于尽，但可惜他的毒牙竟然连蛇鳞都咬不穿，而且还被崩断了。咦，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直在救助杰克顿图斯的缩骨兔突然把他准确的扔进了蛇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竟然发生了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连可怜兮兮的兔子都学会了投食，真是意想不到的发展啊！解说员一阵感慨地说道，然后下一秒他就看到那只兔子跟神秘人都消失在了擂台上。也正常，毕竟杰克顿图斯选手已经入蛇腹之中了嘛。解说员，哦豁，冠军诞生了！让我们恭喜陈平选手获得这次唯一擂台的冠军！鼓掌，鼓掌，再鼓掌！啪啪啪！我了个槽，赚麻了！死亡竞技场这次是真的笑出门牙了吧？解说员一边鼓掌一边默默想到，还好有先见之明的他，家产再次翻倍，嘿嘿，不错不错，真想多了几次啊！解说员不知道的是，死亡竞技场何止笑出的门牙，他猫的死亡竞技场 BOSS 在看到财务部的收入报告后，他是直接乐晕了过去。死亡竞技场 BOSS 系统公告，恭喜陈平获得了唯一擂台冠军。系统公告，获得冠军奖励：唯一擂台冠军称号1，唯一专属物品宝箱1，冠军宝箱3100点，全属性卷轴1，冠军腰带1。系统公告，恭喜温馨获得了唯一擂台亚军。系统公告，获得亚军奖励：唯一擂台亚军称号1，亚军宝箱3，50点全属性卷轴1，亚军腰带1。系统公告，恭喜陈大力获得了唯一擂台季军。系统公告，获得季军奖励：唯一擂台季军称号1，季军宝箱3，30点全属性卷轴1，季军腰带1。系统公告，恭喜剩下的选手获得了唯一擂台的前10名。系统公告，获得前10奖励：唯一擂台参与者称号1，参与者宝箱3，10点全属性卷轴1，参与者腰带1。系统全新首区公告，唯一擂台结束，开始分发对应宝箱奖励。系统，恭喜你，第704区进入前10名，获得史诗宝箱1。陈平摸了摸下巴，不错呀，他还以为不会有呢。系统，比赛结束，正在传送中，请勿乱动。过了几秒钟后，所有在场上的选手瞬间消失不见了。解说员，哦豁，比赛完美落幕。各位输到只能裸奔回去的先生女士们，我刚才收到了死亡竞技场的通告，他们说有个报酬不错的事等着你们，至少能让各位体面的回去。说完，解说员瞬间立马提取下驻营的钱，然后消失在解说台中。观众台上陆陆续续的有不少观众消失，但大多数观众只能黑着脸接受死亡竞技场安排的事情了。至于会员区的话，虽然也是大多都输得很惨，但他们有钱啊，更别说会员卡是有免费传送费用服务的。死亡竞技场光幕员工2代厉害啊，那个冠军真的是新人。光幕主管，的确是这一届的新人，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他获得唯一称号开荒者了。死亡竞技场光幕员工2代开荒者啊，好羡慕啊，可惜我只是一个2代。死亡竞技场光幕员工2代，他的实力有点夸张啊，已经跟选榜上的妖孽相比拟了吧。光幕主管，这个不好说呢，毕竟能上天地玄黄榜中的选榜，全属性每项都要破千不说，等级也不能超过50级。光幕主管，虽然这个陈平现在的属性看起来已经破千了，但应该是开荒者的效果，但效果肯定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不好说啊。死亡竞技场光幕员工2代，有道理，这一切还要等人家从新手期中走出来后，看看天地玄黄榜有没有反应就知道了。死亡竞技场光幕员工2代，看来是时候回去了，不好好修炼，有可能会被拉下榜啊。我也想要开荒者称号啊，可惜。光幕主管看着离开的2代，心中 MMB， 还开荒者称号呢，老子就是从新手期挺过来的，但属性还比不上你这个2代呢。第108章岛之心。眼前一黑，等再次明亮起来后，陈平发现他已经回到木筏上了，还是之前消失的那个位置，沙滩一边。哎呀，真是有点累了，那个250也真是的，干嘛非要在大晚上的时间段搞事情啊？真是的，
陈平直接瘫坐在沙滩椅上，看着漆黑的夜空，不满地唠叨了一下下。对了，陈平打开聊天频道，然后简单的潜了一下水。真是不错呀，白嫖了一个史诗宝箱，陈平大佬牛逼，突然就获得一个史诗宝箱，真是让人受宠若惊啊，嘿嘿。家人们，怎么一回事？本来睡得好好的，突然迷迷糊糊听到什么奖励宝箱，然后老子下意识的说了句领取，你们猜怎么着？老子差点被宝箱给砸死。咦，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还睡得着，好羡慕啊，感觉我今天要熬夜通宵了呀。嘿嘿，你这么做的，我从宝箱中开出啥了吗？史诗品质的装备，嘿嘿嘿，好幸福啊。哼哼，老娘我也开出了史诗品质的物品，真是感谢陈平哥哥了呀。咦，好恶心啊，还陈平哥哥呢，莫不要吓到我的陈平爸爸。嗨，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随便叫别人爸呢？还有，陈平爸爸明明是我爸，懂？嘻嘻，我竟然开出了一张金色品质的召唤卡，好厉害啊，竟然能召唤出一头巨鲨，等级40，全属性平均350多啊，厉害了我。陈平潜水了一会后，就一脸黑线的关掉了聊天频道。什么鬼哦，突然多出一群大龄儿女来。算了，不去想那些糟心的事情。陈平把宝箱都拿了出来，一共是5个宝箱，其中3个冠军宝箱，一个唯一专属宝箱，一个史诗宝箱，还有冠军奖励的称号、腰带跟属性卷轴。先看看这3个吧。名称：唯一擂台冠军。类别：称号。品质：稀有、传奇。效果：我是冠军，在擂台上全属性增加 20%。效果：我是传奇，在擂台外全属性增加 10%。很不错的效果，百分比永不过10啊。陈平美滋滋的使用掉，看了一下属性，的确增加了 10%。名称：冠军腰带。类别：腰带。品质：稀有、传奇。效果：全属性加50。效果：荣耀，放入宝藏室中增加1个品质的财富值，安置在家中，舒适度加200。这第2个效果，这么说好呢，算了，先装备上吧。陈平把金色品质的死亡皮带拿了下来，然后把冠军腰带装备上去，瞬间属性又暴涨了一下下了，不错。100点全属性卷轴，稀有、传奇品质，使用后全属性加100。嘿嘿，简单粗暴啊，但效果贼佳，不错，真不错。直接使用掉，全属性瞬间暴涨100。现在轮到宝箱了，先从最差的史诗宝箱开始吧。打开宝箱，获得4圣戒1，空间扩展11，灵植营养液1，史诗结晶1。陈平看了一眼，先放着，把剩下的宝箱开了之后再一起查看。现在轮到冠军宝箱了。打开宝箱，获得冠军套装1，必得胜利号角1。打开宝箱，获得冠军胜利长剑1，魂灵指环1，福利岛屿传送卷轴1。打开宝箱，获得冠军的口号1，大型高品质能量矿脉1，随机小型稀有元素矿脉1。看起来都很不错的样子嘛。看看最后的专属唯一物品宝箱能开出啥来？这个可是陈平最为期待的宝箱了。打开宝箱，获得唯一性物品岛之心。来看看效果吧。名称：4圣戒。类别：戒指。品质：史诗。效果：4圣加持，全属性加20。效果：4圣护体，受到的伤害减少 10%。陈平打开装备面板看了一下，比身上的戒指都好，换下一个吧，把嫩绿指环换掉。空间扩展时，稀有、史诗品质，使用后增加30个空间背包格子或者50个仓库格子。这还用想吗？肯定是增加空间背包格子了。美滋滋，空间背包格子从40变成70了。灵植营养液，金色品质，可以使灵植快速发育成长。史诗宝箱的看完了，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名称：冠军套装。类别：套装。品质：稀有、传奇。效果：全属性加200。效果：冠军的一生，使用后瞬间恢复所有伤势。效果炸裂啊！可惜套装是5件套，给艾莱伊他们穿吧，反正装备上的属性并不能共享，对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加成的。名称：胜利号角。类别：特殊道具。品质：稀有、史诗。效果：胜利长鸣，使用后为以自身以及100米范围内的队友增加100全属性，维持30分钟，冷却30天。团战利器啊，可惜好像对它没什么用处啊。名称：冠军胜利长剑。类别：武器。品质：稀有、传奇。效果：力量加500，传奇品质极限。效果：胜利就在前方，使用后获得胜利之力，可强化次数1。咦，竟然可以强化！我操，这强化后得多爆炸！
陈平稀奇地看着手中这把浑身白金色的长剑，很华丽，像装饰品一样。名称：魂灵指环。类别：戒指。品质：传奇。效果：全属性加50。效果：噬魂、精神类型技能，威力增加 50%。不错，刚好可以把环戒换下来。福利岛屿传送卷轴，使用后传送到福利岛屿之中。新的岛屿。名称：冠军的口号。类别：特殊道具。品质：传说。效果：冠军定制，可以定制一个口号。效果：我的口号是。发挥定制的口号。陈平看着眼前的特殊道具，一脸的雾水。定制口号？什么口号？难道我能随便搞吗？陈平好奇地把玩了一下，然后放一边。现在信息了解不足，先放一边。大型高品质能量矿脉跟随机小型稀有元素矿脉，跟之前获得的资源类型的物品一样，只能把木筏升级到岛屿时才能使用。现在就剩最后一件，也是陈平最为期待的一件，让他看看吧，到底多掉炸天。名称：岛之星。类别：特殊道具。品质：传说，唯一。效果：岛之星，使用后能把木筏变成为特殊岛屿岛之星。效果：岛之星，岛屿上的所有资源皆可再生，并所有资源的品质每天0点后都会重置品质。效果：岛之星之主，岛主在岛之星上，实力增幅 100%， 随着岛之星越大，资源越丰富，实力增幅就越高，可强化次数3。陈平，卧槽，这也太夸张了点吧！单单是第2个效果就贼逆天了，所有的资源都可再生，这不就无限了吗？怪不得250的主人会这么的疯狂了，而且他可能还不知道效果这么的逆天吧，可能只知道唯一物品的强大。也不对，每一届的专属唯一物品都不尽相同，但效果应该都很逆天吧，就像这岛之星一样。呜呼！反应过来的陈平兴奋的直接原地后空翻了几下。砰砰砰！游池中，珍珠贝壳床中的神秘人，怎么啦？怎么啦？地震了吗？感受到水中传来的波动，他感觉有点慌啊，但没一会儿动静就没了，这让他疑惑地打开贝壳床，往外小心翼翼地看了几眼，没啥异常。呼，睡觉睡觉，可能我现在是在做梦。没错，做梦呢，睡觉起来就好了。瞬间倒下，陈平可不知道自己吓到了某位存在，他现在一脸兴奋地准备强化呢。首先是冠军胜利长剑，能强化1次。打开强化面板，放入，点击强化，瞬间金色光芒涌现，黄金强化。名称：冠军胜利黄金长剑。类别：武器。品质：传说。效果：力量加501。效果：胜利就在前方，使用后获得胜利之力。虽然变成了传说品质，但效果上这么就加了一点的力量，不理解爷。陈平摸了摸下巴，然后喃喃道：难道传说品质的武器有什么特殊效果不成？看不懂啊，果然还是要学习一下这里的知识啊。最后的岛之星开始强化，放入，点击强化，瞬间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陈平看了一下效果，变化不大，就是可再生资源速度变快了。继续强化，再次放入，点击强化，瞬间金光涌现，特殊黄金强化。不得了了，陈平兴奋地打开属性查看起来。名称：岛之星。类别：特殊道具。品质：传说，唯一。效果：岛之星，使用后能把木筏变成为特殊岛屿岛之星。效果：岛之星，岛屿上的所有资源皆可再生，再生速度增加 50%， 并所有资源的品质每天0点后都会重置品质。效果：岛之星之主，岛主在岛之星上，实力增幅 300%， 随着岛之星越大，资源越丰富，实力增幅就越高，可强化次数1。陈平一下子就找到强化效果了，实力直接从 100% 变成 300%， 也是简单粗暴的很了。但还别说，这才是最有用的提升呢。第109章，终于变成岛屿了。不错，但还有一次强化，陈平真是期待极了。放入，点击强化，瞬间淡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虽然有点可惜，但也行吧。陈平有点小失望的想到，看看最终形态的岛之星吧。名称：岛之星，神话。类别：特殊道具。品质：传说，唯一。效果：神岛之星，使用后能把木筏变成为特殊岛屿神岛之星。效果：神岛之星，岛屿上的所有资源皆可再生，再生速度增加 300%， 并所有资源的品质每天0点后都会重置品质，而且有概率出现神品质资源。效果：神岛之星之主，岛主在岛之星上，实力增幅 500%，
随着神岛之星越大，资源越丰富，实力增幅就越高。神话效果，神力附加在神岛之星上，岛主的攻击附带神力。神话效果，神之领域，神圣而不可侵犯。陈平，白色光芒不是普通强化吗？什么时候变成神话了？陈平大为震撼，但下一秒立马美滋滋起来了。把玩了几下神岛之星后，陈平便直接使用掉了。瞬间，神岛之星直接飞了起来，然后融入木筏之内。随着神岛之星融入木筏，淡淡的光芒瞬间覆盖住所有的木筏板块，随后一阵刺眼的光芒直接冲天起。刺眼的光芒让陈平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悄咪咪地睁开了眼缝，结果就看到了白茫茫的一片不说，眼睛还被刺激到流泪了。陈平只好再次闭上双眼，然后开始轻轻等待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木筏上的板块开始消散，随之出现的是土地。等木筏板块全部变成土地后，光芒竟然开始向外扩张起来。终于，在陈平流了10几次的泪水后，光芒终于消散了。这次应该真的消散了吧？感受不到眼皮的不适后，陈平郁闷地想到。再次悄咪咪地睁开眼缝，哦，没光，嘿嘿。见到没光后，陈平这才放心地睁开双眼，然后开始打量起木筏上的变化。我了个大槽！陈平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周围的变化，果然变成一座岛屿了。现在天已经蒙蒙亮了，所以陈平基本可以看清楚周围的环境了。除了之前还是木筏时种上去的灵植外，就没其他植物了，光秃秃的一片，连根草都没有。陈平看了看周围，还好，游龙别墅啊，种植园内的培养槽啊，这些建筑型道具还在，而且那个油池也在。虽然岛上光秃秃的，但地形已经完全是岛屿的地形了，有山有水，就是没有任何动植物。陈平打开木筏面板，哦不，现在已经变成岛屿面板了，正准备查看一下的时候，一道系统声音响起。系统，全新首区通告，恭喜陈平第一个把木筏升级为岛屿，奖励特殊宝箱，岛屿宝箱1，岛屿碎片20，随机岛民群族契约通行卷轴1，唯一专属宝箱1。系统通告连续响了3遍，天空上也出现对应的字幕。听到系统的通告，温馨看了一眼天空上的字幕后，就低头开始愁眉沉思起来了。就陈平在唯一擂台上的表现，就是天天上通告，他也不觉得意外。温馨看着眼前的2件套装，精细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一套亚军套装跟一套那个叫什么来着？算了，想不起来，好像250区的。还有一套是那个250身上的套装。说实在的，250身上的套装属性加成没有亚军套装高，但第二个属性更适合他啊，有点难办呢。其实一开始温馨是有点懵逼的，谁能想到刚回到木筏上就收到系统的提示，说他获得的胜利让他接收对方身家。一开始他还一脸的迷茫，什么胜利？等他反应过来后，才想起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唯一擂台时被强制的赌注道具。他还以为随着对方被陈平杀死，赌约就无效了呢，没想到竟然是直接判他赢了，直接获得了一份大礼物啊！250身上的物资实在是过于丰富了点，尤其是各种各样的道具，还有他身上的史诗品质的套装，以及那把传奇品质的大剑。不过基础物资倒是少得可怜，基本没有。陈大力看了一眼天空上大字幕，然后果断的使用掉从季军宝箱中开出来的特殊岛屿传送卷轴，他要雄起。陈大力也要上一次系统公告，哪怕不是全新首区的也行。而杰克斯雷尔、亚历山大、耶弗纳、伊万诺夫等唯一擂台前10名的人，则是一脸羡慕的看着天空上字幕。陈平他们都认识唯一擂台的冠军吗？变态的不是人呢。虽然唯一擂台的前10名奖励让他们的实力提升了一大截，但前3名的肯定更了不得吧。羡慕的看了几眼后，就准备去睡觉了，毕竟大晚上的被拉去打了一场赛，现在开心犯困了。陈平看了眼天空上的字幕，又一个唯一专属宝箱，真的是快人一步后就开始快人一步了呀。陈平感叹的一句后，然后关掉已经木板页面变成岛屿面板的面板后，开始查看奖励物品了。首先是岛屿宝箱，陈平获得过了，基本上开出来的物品都是使用在岛屿上的。打开宝箱，获得岛屿碎片5，大型青铜矿脉1，小型河流1，小型能量石矿脉1，稀有大型森林1。果然呢，都是岛屿上的资源类物品，也不错。不过让陈平意外的是，那个小型河流竟然能强化。陈平强化了一下，可惜是普通强化，基本没啥变化，就是河流的宽度增加了1米。来看看新的物品吧。名称：随机岛民群族契约通行传送卷轴。类别：一次性特殊道具。品质：白色传说。效果：随机传送，使用后随机传送到一个能成为岛民的群族门口。效果：岛民群族契约，使用后获得一张岛民群族契约。陈平眯了眯眼，这东西有趣，看了以后要关注这类型的物品了。现在就剩最后一个唯一专属宝箱了。陈平看着眼前的宝箱，
不由得看了一下脚下的岛屿一眼，加上宝箱这件，他一个人好像已经获得3件唯一物品了呢。也不知道这一届的唯一专属物品有几件，不过想来应该不多吧。打开宝箱，获得唯一物品无主的世界树。陈平，什么鬼？世界树他懂，但无主是啥意思？好奇的陈平立马查看了起来。名称：无主的世界树，类别：天生灵植，品质：神话，唯一，效果：选主，请为世界树选择一个群族供养，形成共生关系。效果：未知，根据群族的特性，世界树会形成相应的效果。系统额外说明，世界树10几棵，但无主的世界树仅此1棵，所以视为唯一。没毛病吧？随便一提，其他世界树都是自带族群的，但族群的好坏也是随机的，所以无主的好处懂。看着最后的说明，陈平一脸的懵逼。其实不用解释的，这么专门的提示，反而显得世界树不值钱起来了。不过看着手中的世界树，陈平摸了摸下巴。刚才他世界树主动跟他契约了，契约一成，他立马就知道的世界树的所有能力了。不过大多数能力跟效果一样，得给他找个群族才行啊。陈平看向随机岛民群族契约通行传送卷轴，怎么感觉被安排的明明白白呢？还是说每一届第一个把木筏升级成岛屿的人都是这待遇？就是可能唯一物品不同，但都是提升岛屿的唯一物品。有这个可能啊。要知道，陈平果然把世界树种在岛屿中，是会逐渐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以世界树为中心的世界。至于世界形成后该怎么进去嘛，那还用想？当然是通过世界树进去啊。算了，现在想那么远干掉。想要世界树成长起来，最先要做的是给他找个群族供养。陈平想了想，然后把随机岛民群族契约通行传送卷轴跟世界树收了起来，然后打开岛屿面板查看起来。名称：神岛之星，等级1，面积1000平方千米，岛屿资源度贫穷最低，装备栏2/10，璀璨的黑珍珠，美人鱼号宝珠。效果：神岛之星，神岛之星，神岛之星之主，神力附加，神之领域。岛屿升级材料：岛屿碎片石，史诗结晶2。看到岛屿资源度竟然是最低级别，这陈平能忍？直接来到仓库区，那里面的小型随机树林1、小型随机矿脉1、小型淡水湖1、小型动物链1都拿了出来，再加上刚才开出来的岛屿资源，全都使用后就不信还是贫穷。全部使用掉。这些资源可以选择随机在岛屿上生成，也可以直接来安排。陈平这么懒的艺人，怎么可能自己来？肯定是随机了。第110章，日常来了。随着陈平手中的所有资源被使用掉，一道系统提示声响起。系统：丁，岛屿资源正在随机分布，将会在1小时后完成。陈平听完后点了点头，也行，刚好可以去睡了觉。虽然现在天已经蒙蒙亮了，但陈平还是打算回去睡一会，剩下的事情等起来后再说吧。哈欠。陈平无奈地睁开双眼，然后就看到3张小脸外加1张猫脸出现在眼前。艾莱伊、伊莫尔跟莉西亚，还有生无可恋被莉西亚抱着的胖菊。陈平疑惑地问道：怎么了？肚子饿了？那等一下，我这就起来给你们做饭啊。3只小精灵对视了一眼，虽然身为大姐的艾莱伊问道：陈平哥哥，外面是这么一回事啊？怎么木筏变成岛屿了呀？还有，莉西亚的力气变得好大嘞，吓得莉西亚都不敢动了。莉西亚一脸疑惑加可怜兮兮地说道。胖菊狂翻白眼：你也知道你现在的力量有多变态啊？本喵现在都不敢动了，生怕你一个紧张，一个用力，本喵可能就要浪费一条命了呀。听到莉西亚的话，陈平挠了挠头发，然后打开人物面板看了一下下。能不大吗？陈现在的属性不算上装备加成的，就差不多平均500点了，再加上神岛之星的加持，那就是3000多的属性值啊，能不变态吗？所以说他们3个现在可是超暴力萝莉小精灵了哦。陈平念头一动，神岛之星的实力加持瞬间消失，差落感有点巨大，身体感觉瞬间就虚了好多。莉西亚不由得哼了2下，然后眨了眨双眼，然后兴奋地喊道：好了爷，终于没有那种奇怪的感觉了。陈平打了个哈欠，然后起身向楼下走去，然后他就发现楼梯台面上竟然被踩出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对比了一下，没错了，就是他的，应该是昨晚搞出来的，不过陈平一点印象都没有呢。果然实力一下提升的过头，直接麻木他的感知了，不应该是失控才对。还好提升是全方位的，不然陈平还真怕他暴走了呀。不过还是要适应一下才行。陈平一边想一边向卫生间走去，洗漱完后他就开始做早。陈平看了一下外面那明媚的阳光，午餐了。既然中午了，
那就随便吃点就行了。既然都随便做了，所以速度很快，一份简简单单的午餐就完美出炉了。跟艾莱伊他们美美的享用后午餐后，陈平就准备出去看看岛屿的变化了。艾莱伊他们紧紧的跟在陈平身后，现在外面变化有一点大，他们表示有点怕。岛屿很大，陈平带着3只小精灵开始闲逛起来了。那些岛屿资源现在已经完全融入岛屿之中了。虽然资源都融入岛屿之中了，但岛上还是光秃秃的，除了那片树林跟那一大片森林，淡水湖泊在森林中心，河流跟湖泊连在了一起，直通向海中。至于那些矿脉之类的资源嘛，有些在地底下，有些在山里面。之前说过了，虽然一开始的岛屿上光秃秃的啥也没有，但该有的地形基本都有，所以山啊、河沟之类都有。看着森林中时不时出现的小动物，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这下可以吃掉最新鲜的食材了。哦，还有河流里的鱼儿、虾、螃蟹等等，也是一大好食材。终于走了1个多小时后，陈平他们终于来到海边了。没办法，别墅虽然不在岛屿中心，但距离海边还是挺远的。经过1个小时的闲逛，3只小精灵也已经开始玩闹起来了。尤其是来到海边，莉西亚第一个想法就是挖贝类。想做就做，莉西亚立马拉着2位姐姐跑去观察海滩，就像之前在其他岛屿上的海滩做法一样。不过可惜，岛屿才形成没多久，海滩上可是啥贝类都没有啊。不过螃蟹倒是有一些，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上来的，现在正在吐泡泡呢。陈平看了跑去玩了3只小精灵一眼，然后打开岛屿面板看了起来。名称：神岛之星，等级1，面积1000平方千米，岛屿资源度普通，装备栏2/10，璀璨的黑珍珠，美人鱼号宝珠。效果：神岛之星，神岛之星，神岛之星之主，神力附加，神之领域。岛屿升级材料：岛屿碎片石，史诗结晶2。变成普通了吗？也不知道是这么计算的。陈平疑惑的想到，要知道这座神岛之星上的所有资源都是可再生的，按理来说基本可说是无限资源了，怎么才普通呢？陈平又看向装备栏，黑珍珠跟美人鱼号宝珠的效果现在都是显示着不匹配，也就是说只有木筏才能生效。预料之中，毕竟木筏装备的名称可没变成岛屿装备。把2枚珠子都拿了下来后，陈平打开岛屿面图，他要捏条直通到海边的路出来。之前的那些木筏插件现在开真正的发挥作用，这些插件可不像木筏装备。如果你还是木筏，那插件就是木筏插件；但如果你的木筏变成了岛屿，那么插件就变成了岛屿插件了，不然黑市上也不会卖得那么疯狂了。很快的，一条路就被陈平给捏出来了，而且除了道路之外，他还捏造了一条滑道，这样不想走的话就可以直接滑下来了。莉西亚狂喜。OK， 可以调宝箱了。至于升级岛屿，陈平表示不着急，等把今天的宝箱次数调完了再说。拿出华丽的黄金鱼竿，陈平就向海边走去了。嗖动，鱼漂稳稳地落在海面上。我啦，哗啦，一个黄金宝箱稳稳地落在海滩上。不错呀，开门红啊。继续钓，哗啦，一只巨大的皮皮虾被钓了上来，3米多长的皮皮虾，而且背上的红膏清晰可见，一下子就让陈平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这是一只10级的海兽，虽然长得像皮皮虾，但人家的名字可不叫皮皮虾，而是叫钩虾。陈平立马捏出一个小池子，然后引进一些海水，先养着，等下再带回去处理。一只皮皮虾感觉不太够啊，随着属性越来越高，陈平也发现自己的胃口也变大了。如果是那些高级海兽之类的肉，还能吃得少一些，但对这些低级海兽的肉，那完全可以放开胃来吃啊。哗啦，又一只海兽被钓了上来，这次是一头章鱼，个头挺大的，再次捏了个池子养起来。池子都是加固的，所以皮皮虾跟章鱼是不用想着钻沙子逃跑的了，注定他们要到餐桌上一探究竟。接下来就连续钓上宝箱了，3个青铜宝箱，2个白银宝箱，1个清水的黄金宝箱，一只巨大扇贝。把白银宝箱合成黄金宝箱，青铜宝箱合成白银宝箱 ，OK， 变成了2个黄金宝箱，1个青铜，1个白银宝箱，还有一个特殊的清水的黄金宝箱。打开宝箱，获得土灵鱼1，灵鱼随机效果药剂1，黄金块4。打开宝箱，获得飞行毛毯1，大地怒吼1，黄金鱼饵1，黄金块4。黄金宝箱开完了，多了条土灵鱼，会不会对已经成双成对的土灵鱼群造成影响？准备打开清水的黄金宝箱了。特殊类型的宝箱呢？不知道能开出啥。打开宝箱，获得注水的道具卡1，防水的黄金钟，密封完好的长条盒子1，金银岛指南针1。宝箱开完了，陈平直接招呼艾莱伊他们过来。陈平、艾莱伊、伊莫、莉西亚，你们3个过来。3只小精灵正一脸疑惑的刨坑中呢，听到陈平的呼唤后，才不开心的飞了过去。为啥要飞呢？因为周围都是坑坑洼洼的坑，都是他们为了找海贝刨的。为啥不开心呢？这还用想？
一只海贝都没找着，能开心的起来吗？看着3只湿哒哒的小精灵，陈平无奈的摇了摇头。为啥有什么，他们就很孩子气，有时又像个小大人似的呢？搞不懂捏。陈平，走了，回去给你们做好吃的。陈平把皮皮虾跟章鱼给嘎了，然后让他们一人一只的提着，他自己抱起宝箱，随后向别墅走去。回到别墅后，陈平让他们把海鲜放下后，就可以自由行动了。艾莱伊他们直接向种植园跑去，竟然没用贝类肘，那只能玩嫁接了。至于岛屿上的森林跟树林，他们表示有点害怕的，毕竟他们可是在树林中被哥布林首领给抓住的啊。虽然已经差不多忘了一干二净了，但还是有一点点本能排斥的。除非确定树林完全安全，不然他们现在是不会靠近的。看着眼前的3大只海鲜，陈平想了想后，决定炭烤。刚好这3种海鲜都可以炭烤，不过他现在没有调味料了，直接上交易市场上买。很快的，陈平就凑齐了这次海鲜炭烤的必需品了，有调味料、木炭，没了。当然了，除了这3只海鲜外，陈平还准备烤些恐龙肉排啊、蔬菜啊等等之类了。捏个烤架后，陈平就开始麻溜的烤起来了。第111章，升级岛屿与终于冒头的美人鱼。好处真好吃。莉西亚拿着一块巨大炭烤皮皮虾肉，一边大口吃着，一边模糊不清的说道：喵喵喵喵。蹲在莉西亚一边桌上的胖菊也是一边吃一秒满意的叫着。看着腮帮子都塞着鼓鼓的莉西亚跟胖菊，陈平笑了笑，然后慢悠悠的吃了起来。很快的3只大海鲜跟恐龙肉排啊、蔬菜啊都全都吃完了。吃饱喝足后，陈平直接走到沙滩椅上躺着，舒服。至于3只小精灵，虽然也吃得饱饱的，但也阻止不了他们出来玩的心思，更别说他们只不过是去种植园玩嫁接了。陈平开始查看刚才开出来的物品了，那条土灵鱼已经扔入油池内了。灵鱼随机效果药剂，金色品质，使用后形成一种对灵鱼有益的效果药剂，药效时间30分钟。有益效果吗？还是随机的？突然就有点好奇了呢。想做就做，陈平直接起身，然后向油池走去，看着里面欢乐的游来游去的土灵鱼，还有已经变得不像小丑鱼的小丑鱼，已经闭上的巨大贝壳床，满意的点了点。闭上的贝壳床。陈平疑惑的看向珍珠贝壳床，他记得放进去的时候还是开着的，怎么突然就闭上了呢？难道是贝壳床开始自动维修了吗？陈平观察了起来，的确好上不少了，有些缝隙都已经开始愈合起来了。既然是好事，陈平就不去理会了，毕竟总不能下去捞起来打开查看吧。没那必要。陈平晃了晃手中这透明的灵鱼药剂，然后直接倒入油池之中。随着药剂进入水中，透明的药剂瞬间变成粉色了。陈平好奇地看着开始扩散开来的药剂，也不知道是啥有益效果。很快的，粉色的药剂扩散到整个油池内了，水都变成淡粉色的了。正在观察土灵鱼的陈平一下就发现了土灵鱼们的变化了，好像鱼眼都变成淡粉色的了。接下来，陈平就看到土灵鱼们开始为群族做贡献了，成双成对的躲进了珊瑚群下的洞口之内。灵鱼发情药剂，这也算是有益的效果。看着空荡荡的油池，陈平摇了摇头，然后向沙滩椅走去。回到沙滩椅后，陈平直接瘫坐下来，继续查看其他物品了。名称：飞行毛毯。类别：道具。品质：稀有，金色。效果：缓慢飞行，可以在空中缓慢的飞行。陈平看出眼前的毛毯挺大的一张，大概4米长，3米宽，现在正漂浮在离地1米的高度。陈平用手摸了摸，还别说，很柔软，挺舒服的。陈平直接躺在毛毯上滚了几圈，不错，真不错，可以当床用了。躺在毛毯上，陈平继续查看物品，随便让飞行毛毯在附近随便飞来飞去的。名称：大地怒吼。类别：技能。品质：稀有，紫色。效果：大地怒吼，大喝一声，能引动周围3米范围内的地面发生震动，范围内减速 30%。陈平看了2眼后就收起来了，这技能对他没啥用，才3米，一下就过去了。黄金鱼饵，之前好像获得过了，可以钓黄金鱼类，是个好东西。注水的道具卡，紫色品质，使用后获得一张道具卡， 70% 为坏掉的道具卡， 30% 为完好的道具卡。陈平直接使用掉，可惜获得了一张坏掉的道具卡。防水的黄金钟，金色品质，安置起来舒适度加50%，放入宝藏室，增加财富值，可强化次数1。陈平直接开始强化，白色光芒，期待会不会再次出现神话呢？可惜这次只是普普通通的普通强化而已。防水的黄金钟，金色品质，安置起来舒适度加100%，放入宝藏室，增加大量财富值。密封完好的长条盒子，金色品质，使用后获得盒子内的物品。看着眼前的长条盒子，陈平打量了几下，然后把黄金鱼竿拿了出来，
对比了几下，没想到长度刚好能放入鱼竿，刚刚好。该不会盒子里面放着鱼竿吧？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果然，盒子一打开，一根崭新的鱼竿出现在陈平面前。龙角鱼竿，史诗品质，每天能垂钓10次，容易钓上龙兽类海兽，可强化次数2。史诗品质的鱼竿，而且还可以强化，不错呀，以后就用它了。陈平笑嘻嘻地打开强化面板，然后把龙角鱼竿放了进去。强化，强化，白色光芒，普通强化，黄金光芒，特殊黄金强化。黄金龙角鱼竿，传奇品质，每天能垂钓10次，容易钓上龙兽类 BOSS 单位，并且有 0.1% 概率钓到巨龙宝箱。卧槽，巨龙宝箱！陈平惊讶地看着黄金龙角鱼竿的效果，这太炸裂了点吧？巨龙宝箱也开出来的物品就没有低于传奇品质的。陈平美滋滋地把黄金龙角鱼竿收起来，以后就用它了。金银岛指南针，紫色品质，记录着金银岛的指南针，使用后岛屿会自动前往最近的小型金银岛。陈平打量了几下，然后直接使用掉，反正他现在的岛屿也是随波而流，还不如去看看金银岛是什么样子的呢。宝箱开出来的物品都查看完了，陈平再次打开岛屿面板，他准备升级岛屿了。名称：神岛之星，等级1，面积2000平方千米，岛屿资源度普通，装备栏零食，效果：神岛之星，神岛之星，神岛之星之主，神力附加，神之领域。岛屿升级材料：岛屿碎片20%，史诗结晶2/4。升级完成后，面积增加了1倍。而陈平还收到一条系统提示，提示岛屿上将会随机出现某种小型资源。收到系统提示后，陈平好奇地打开了岛屿升级说明，上面说明了岛屿每次升级都会随机获得不同型号的随机资源，还有概率获得岛屿装备。而且岛屿还有特殊性质，不过要5级后才能开启，开启时会自动获得一个岛屿特性，之后像再获得特性，旧的岛主自己获得了。岛屿升级注定是个慢工程，毕竟岛屿碎片可不是那么好的。要知道，陈平第一次获得岛屿碎片还是爱德堡的功劳呢，谁晓得爱德堡在那座岛屿下埋了多少的炸弹，才能把整座岛屿开炸没？就算这样，炸毁一座岛屿才获得3个岛屿碎片和1个岛屿宝箱，不过岛屿宝箱也就开出了5个碎片而已。可想而知，升级海岛肯定是格外的漫长过程了。陈平悄咪咪地打开交易市场，然后搜索史诗结晶，果然出现了几页的史诗结晶，虽然都是一个一个的卖的，唯一擂台前10可都是获得史诗宝箱的，基本都能开出史诗结晶，趁没人知道岛屿升级需要，才囤一些再说。陈平大致扫了一下，基本都是要青铜块的，少数要铁块的，铁块的价格基本都在1000左右，而青铜块的则是500左右。陈平先把卖铁块的买了下来一些，他现在有10W 多铁块，直接买了90个史诗结晶，消耗铁块94300。看了还剩1W 多的铁块，消耗的还挺快的。陈平关掉交易市场，打开了岛屿面板，各种资源的分布面板上显示的清清楚楚。他还看到了一座小型的白银矿脉，这是升级岛屿，是随机获得的资源。就是嘛，陈平到现在为止都不清楚白银块跟黄金块的作用。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升级木筏用的，毕竟木筏从一开始的木板到铁块再到青铜块，陈平还以为后面会出现白银块跟黄金块的呢。也有可能是木筏30级后的木筏需要，也说不定。毕竟陈平自己也才把木筏升到20多级而已，后面还要升几级他也不清楚。所以岛之星的强大就显而易见了，就算是1级的木筏使用的岛之星后也变成现在这样子。岛屿的初始面积就是1000平方千米，而且也没有耐久度之类的了。看着岛屿上的资源分布，只要是大型青铜块的位置很快的找到了，有1/3是在地上的，形成了矿山，就挨着银矿旁边。陈平拍了拍毛毯，然后控制着毛毯向青铜块的方向飞去。陈平坐着飞行毛毯刚离开不久，油池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小脑袋，哗啦，小身影艰难地爬出了油池，然后平躺在地上，红彤彤的小脸满是委屈。到底是那个缺德的混蛋把鲮鱼媚药扔进来的？难道不知道鲮鱼媚药对美人鱼也有一定的影响的吗？小美人鱼完全忘了自己是偷渡上来的了，现在正一脸红彤彤，不爽地看了油池内那淡粉色的水一眼，然后小美人鱼开始四处打量了一下，自己被惊呆了。哇，变化好大！他小手一挥，瞬间无数的水元素凝聚成一个水球，漂浮在空中。再次挥手，水球直接把它包裹了起来，然后在他的操控下四处游荡起来了。直到第112章，被包围的小美人鱼。飞行毛毯慢悠悠地向青铜矿脉的飞去，坐在毛毯的上陈平也趁机好好的看看岛屿上的全样貌。因为岛屿升了1级的缘故，面积又扩大了1倍，变成了2000平方千米，所以看起来很是荒凉。
就那一大片的森林跟一亩树林对比了一下，树林的范围大概是100倍的树林，也就是说占地 6W 多平方米。占地 6W 平方米看起来很多的样子，但对比2000平方千米的岛屿来说，就一点皮毛而已。要全岛都生长出绿植，看来不是那么容易啊。不过陈平在森林中看见了蜜蜂跟小鸟之类的动物，看来是哪个小型食物链了。它们大概率能把森林中的植物种子带到外面去，还有海风也能帮上一些忙。看着越来越远的森林，陈平这才回过神来，青铜矿脉的位置在森林左边，虽然从面板上看来挺靠近森林的，但实际面积上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让陈平比较惊喜的是，飞行毛毯所谓的缓慢飞行，时速竟然有70到80公里了，不错，还以为慢得可怜了。然后等陈平来到青铜矿山后，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了。到了吗？陈平迷糊地睁开双眼，然后坐了起来。没办法，飞着飞着，陈平就直接睡了过去了。还好飞行毛毯能设定飞多长时间。陈平在对比了一下面板上的距离后，就直接设定了飞行时间，然后就往毛毯上一躺。哎呀，舒服！拍了拍脸蛋，清醒过来的陈平看了看周围，咦，矿山呢？虽然周围的地形也有山，但明显不是青铜矿山。疑惑地打开面板，这才发现路程才走了一半而已。奇怪了，难道是我算错了吗？不过很快的，陈平就找到原因，因为岛屿正在向金银岛移动呢。看了一下岛屿移动的速度，2级岛屿最高速度为时速500公里，最慢为30公里，现在就是最慢的时速。辛巴，陈平无奈地挠了挠头，然后控制的飞行毛毯往下飞去。落地后，陈平直接开始奔跑了起来。速度比飞行毛毯快上几倍了，毕竟陈平现在的属性，按照以前的世界人们的猜想中，他都能自己飞上天了，可惜在这里可不行。不过奔跑速度倒是很快就是了，就是平时的走路速度其实也很快的，而已基本都是不知不觉中适应了下来。虽然陈平在奔跑，但并不是全速前进，倒不如说是正常的慢跑速度。在岛屿上跑，可就不会被岛屿前进的速度影响到了，所以陈平用了10几分钟就来到了青铜矿山下了。站在矿山下，陈平有些郁闷，为啥身为岛主的他不能全岛瞬间移动呢？不过岛屿说明上好像有这类能力，岛屿特性好像是这个，不过要到5级才能开启，而且5级后开启特性送的不一定是全岛瞬间移动呢。摇了摇头，先不去想这个了。陈平开始打量起眼前的青铜矿山了。打量了一下后，他拿出一把镐子，就开始挖，往里挖。很快的，陈平就从表面挖到矿脉内了。到了这里，才提示他来到青铜矿脉之中，可以挖青铜矿了。这还用想吗？陈平辛苦的跑来，不就是为了挖青铜块来购买史诗结晶的吗？叮，获得青铜块10，叮，获得青铜块12，叮，获得青铜块10。短短1秒钟的时间内，陈平就敲打10几下，每下都能获得10个青铜块起，所以1秒钟的时间，陈平就挖到了上百的青铜块了。陈平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麒麟臂，这速度还行，就不用再加快了。大型青铜矿脉的储存量为1000W 至10000W 之间，陈平的这个青铜矿脉可以排在中间了，足足有6700W 的储存量。陈平打算一直挖，挖到今天的重置后，看看情况如何。所以叮叮叮的声音绵绵不绝地从漆黑的山洞中传了出来，然后消失在海风之中。快说你是谁，不然的话，小心莉西亚打你哦。莉西亚看着水球内的小美人鱼，凶猛凶猛地说道。艾莱伊跟伊莫尔还有胖菊各自站在一个方向，直接包围住这个水球。虽然水球是漂浮在空中的，但不要忘了，3只小精灵是会飞的，就连胖菊都变化出一对龙翼出来了，引得莉西亚瞩目了一下。然后看着莉西亚的审问，虽然莉西亚那凶猛凶猛的表情在他们看来可是很凶的啊，如果是陈平在这里的话，就觉得很萌萌哒，但在小美人鱼看来也是很凶，因为美人鱼终究没有丑逼，所以就算有美人鱼生气也是美美哒。当然这是在外人看来，对同为美人鱼的美人鱼来说就是很凶了，都能吓哭小美人鱼了哦。凑巧的是，精灵族至少莉西亚他们一族也没有丑逼，所以凶猛的表情在小美人鱼眼中就是凶凶的，吓得她的眼泪都差点掉出来了。然后莉西亚他们就看到奇特的景象了，一枚珍珠啊，不是一半珍珠一半泪水的眼泪挂在小美人鱼眼角处，感觉随时会变成珍珠掉落下去的模样。哦，莉西亚等人一脸期待地看着即将掉落下来的泪珠，最终泪珠不负众望地掉落了下来，在水球中缓慢落下，最后掉出水球向地面落下，然后被一只小手接住了。莉西亚一脸好奇地看着眼前的珍珠，捏了捏，硬硬的，是真的耶。这一下他就好奇起来了，然后小手一扭，呜，好痛！然后泪珠子就开始出现了，莉西亚立马接住，但可惜都是泪水，珍珠想都别想哦。
艾莱伊跟伊莫尔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己捏痛自己的莉西亚，她是不是忘了以前经常哭闹的时候也没见过泪水变成珍珠之类的东西啊？看到这一幕，小美人鱼瞬间就懵了，看着流泪的莉西亚，凶猛表情瞬间变成了可怜兮兮的表情，让她一下子就不害怕起来了呢。小美人鱼想了想，最后操控着水球靠近莉西亚，然后小手伸出水球，在她捏红的位置抚摸了一下。咦，凉凉的，好舒服。等小手缩回水球后，莉西亚看向被捏的地方，发现本来红红印记现在已经没有了，碰了碰，嘿嘿，不痛了捏。然后在经过相互介绍后，3只小精灵跟一条小美人鱼就这样变成好朋友了。还有一只胖橘，它是一直看着小美人鱼的鱼尾，小心翼翼地咽了咽口水，好想咬上一口啊喵！交了一个同年龄的好朋友，肯定是要带他一起玩了，所以本来是3只小精灵跟一只胖橘的小团队，现在多了一条小美人鱼了。而对此一无所知的陈平还在哎呦哎呦地挖着青铜块呢，苦哈哈的一个矿工啊！叮叮叮，陈平擦了一下额头，虽然没有汗水，但一丝一丝嘛，不然这么表现得很辛苦呢。打开背包看了一下，好家伙，已经213475青铜块了，按照每秒10至15青铜块的效率，他已经挖了接近5-6个小时了。走了，该回去给小家伙们做晚饭了。说完，陈平拿起一旁的夜明珠，就顺着他挖出来的通道走了出去，然后拿出飞行毛毯，跳上去后操控着向别墅飞去。陈平把岛屿的移动速度调整到时速200公里，所以很快的就回到别墅，立马操控飞行毛毯往下飞去。随便一提，在路上的时候，陈平就把20W 的青铜块换成史诗结晶了，一共103个，加上之前铁块换的90块，现在已经有193块了，应该够升到5级海岛了吧。飞行毛毯缓缓地飞入别墅内，陈平提起从森林中抓到的野鸡跳了下来，然后把飞行毛毯收了起来后，就向厨房走去了。没想到小型食物链中竟然有野鸡，嘿嘿，今天就做全鸡宴吧。虽然只有3只野鸡，但是蛋巢中的也有不少没鸡蛋了，5颜6色的，这也算是吧。有些鸡蛋是有加属性的，但就拿1点2点的，陈平也不在意，而且基本上都是有限制的，食用3-4个就没效果了。野鸡的个头并不算大，就1米高而已，所以陈平要在交易市场中买个大缸来煲汤个整只鸡汤。把买来的大缸洗刷一遍后，就搬到外面，然后捏个灶炉，把大缸安放好后，开始准备煲汤了。把野鸡处理一下，然后放入大缸之中，再加入各种辅料，最后再加水，然后点火开始煲汤。盖好盖子后，陈平把大缸固定好后，就回到厨房处理剩下的2只野鸡了。看着眼前的2只野鸡，陈平想了想后，一只做成各种菜肴，比如辣子鸡丁之类的，一只就做成炸鸡吧，也不知道莉西亚他们喜不喜欢。想好做法后，陈平就麻溜地操作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香味开始四处飘散了，外面的大缸煲鸡汤也开始散发出了香味，被海风带向种植园去了。第113章，猛逼树上滑鸡果。哇，好香！4只小不点外加1只橘色小不点，直接被大缸中的鸡汤香气勾引住，直接顺着味道来到了正在冒气的大缸旁边。看着餐桌上满满的全鸡宴，陈平满意的拍了拍手，不过中间还留着一个空位，这是专门留给鸡汤的。然后一出门，陈平就看到4只小不点围在大缸周围，一副蠢蠢欲动但又怕被烫到的小心翼翼的模样。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空中的水球，里面的小美人鱼，啥时候出现的小美人鱼？为啥他没收到警报呢？咦，哇，陈平嘎嘎，这个里面是什么啊？好香哦！发现了陈平过来的莉西亚兴奋地问道。陈平看了他一眼，然后微笑道：好吃的，你们去洗手，然后可以吃饭。说完还看了小美人鱼一眼，接着说道：把你们的朋友也带上。莉西亚，好爷，走吧，艾丽，陈平哥哥做了饭菜可好吃了。说完，莉西亚拉着他的小手就向别墅冲去了，差点把小美人鱼给拉出水球。艾丽连忙操控着水球跟了上去，虽然没有水球，她也能在陆地上行动，但是要把尾巴变成双脚，但这个技能她就是个半吊子，所以还是在水球中好。艾莱伊跟伊莫尔也向别墅走去，留下胖橘一脸幽怨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迈起4条小短腿跟了上去。哎，没爱了，要是之前他可没碰过地面，一直被抱着。陈平打开盖子，香味很浓，不错，看来很是成功。陈平看往里看了下，本来满满的水，现在就只剩下1/3多些了。把鸡先拿出来，然后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大盆子里，接着再把鸡汤倒进去。陈平端着鸡汤回到餐桌，放好鸡汤后坐下。陈平，可以开饭喽。好爷，艾丽这个给你，西西，这个我的。谢谢莉西亚。莉西亚眼尖的夹起一个比她的小脑袋还大的炸鸡腿，然后放在艾丽的盘子上，然后再加一个炸鸡翅给自己。艾丽看着眼前金黄酥脆的巨大炸鸡腿，向莉西亚道了声谢谢，
然后就开品尝起来了。陈平把3个鸡头跟鸡屁股放在胖菊的盘子上，看他吃的贼香后，虚心的加了2个炸鸡块给他，然后就放心的开始干饭，一边吃还一边看着小莉西亚跟小艾丽的互动。这2只小家伙真是贼亲密啊，互相夹来夹去的，整个全鸡宴有一大半都被他们俩飞给霍完了。吃饱喝足后，陈平让胖菊收拾，然后把4小只带到沙发上，开始询问起来。陈平已经看过海岛监测器的录取记录了，的确有这只小美人鱼的存在，真是好家伙，这小美人鱼藏得挺深的嘛。看着坐在沙发上的4小只，小美人鱼也离开的水球，坐在沙发上，小尾巴还在不断动来动去呢，跟一旁的莉西亚一个样，小脚丫也是晃来晃去的。然后就是开始长达10分钟的询问时间了。最后，陈平大手一挥，让他们出去玩吧。小美人鱼的话实在是太好套了，所以短短10分钟的时间，陈平就大致知道了他的来历跟经过了。单纯的小美人鱼可不知道短短10分钟内他就被摸清了底细了。既然确定的小美人鱼没问题后，就不去管了，而是开始整理背包中的物品了。毕竟现在的物品有一点点杂乱，他打算一点点的清理。首先是把黄金钟跟1箱宝石放入宝藏室内，瞬间宝藏室的品质又提升了，这次从稀有紫色变成了金色品质的宝藏室了。品质提升为金色后，宝藏室还多出了一个效果，名称宝藏室，类别特殊建筑，品质金色。财宝越多品质越高，品质越高效果越多。效果招财进宝，每天有 10% 会形成一件金色品质的物品。效果财运亨通，每天有 10% 的概率会增加少许财富值。陈平满意的看完宝藏室的面板后，便看向漂浮在空中的物品了，一共2件。自动挖掘傀儡，稀有，紫色品质，1块能量石可以支撑3天。自动挖掘傀儡会自动挖掘矿脉，铁矿、青铜矿的挖掘速度为每天10W， 白银以上的矿脉效率减低1半，黄金矿脉再减低1半。咦，不错呀，正愁着呢，现在竟然给个好东西，嘿嘿，不错，真不错。陈平看着自动挖掘傀儡，满意的说道。无尽之酒壶，稀有，紫色品质，酒壶一共有 1L 好酒，每天中午12点重置。好酒。陈平打开壶盖闻了闻，的确很浓的酒味。把酒壶收起来后，陈平就走出宝藏室，然后向青铜矿山的方向跑去。他要去把自动挖掘傀儡安置进去。全力奔跑之下，陈平用时半个小时左右就来到的青铜矿山下了，直接向自己今天挖掘出来的洞口走去。看着眼前的洞口，陈平觉得有点不太稳固的样子，还是捏一捏吧，一边捏一边往里走。很快的一条圆形的隧道就出现了，完全又坚固。把自动挖掘傀儡放出来后，陈平打开傀儡背后的能源装置，可以一次性放10枚能量石，运行1个月后再重新填装。陈平直接放10枚能量石进入，然后启动自动挖掘傀儡。自动挖掘傀儡启动后3秒钟，双眼亮了起来，然后就开始工作了，动作很丝滑。看了一会儿后，陈平就直接离开了，明天再过来看看。回去就直接做飞行毛毯了，顺便路上继续整理物品。之前冠军宝箱开出来的冠军套装跟冠军胜利黄金长剑，还有巨龙的高傲，都在吃饭的时候给艾莱伊他们了。竟然还有大金焰珠大跟基础材料礼包，直接使用掉大金焰珠大有10枚，所以经验值增加 40W。 看了一下经验条，还差 150W， 一半呢。突然一道系统提示声响了起来，系统岛屿已来到小型金银岛附近，还有10分钟将抵达金银岛。1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陈平看着周围，看不到岛屿外的情况，直接操控飞行毛毯往上飞。很快的就能看到全岛的模样了，也看到了金银岛。我去，小型金银岛比陈平现在的岛屿还要大上许多。陈平操控着飞行毛毯落下，必须飞过去的话，时间有点久，所以还是直接奔跑过去吧。在陈平夺命狂奔之下，使用1个小时，陈平才到海边。没办法，正对面刚好是最远的距离，两岛之间还隔着差不多1000米的距离。毕竟现在不像木筏，所以有个安全距离，不然就有可能造成两岛之间的碰撞了。1000米而已，分分钟的事情了。刚踏入金银岛，陈平就收到系统的提示声了。系统叮，恭喜求生者来到金银岛之彩蛋岛。系统叮，金银岛之彩蛋岛里面有着无数的彩蛋。系统叮，求生者一共可以砸10枚彩蛋。系统叮，彩蛋并不全都是好处。系统祝求生者玩得愉快。看完系统信息后，陈平就开心向岛内走去了。很快的他就看到了一个大门，走过去后，陈平抬头看向门牌，金银岛之彩蛋部门之一。这时一道声音从门边传了过来，咦，稀客呀稀客，客人是第一次来到金银岛之彩蛋岛的吗？陈平望了过去，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彩色的蛋走了过来。陈平，
彩蛋很快的就来到陈平身边来，看了陈平几眼后，就开始自我介绍起来。客人你好，我是第95631号彩蛋岛员工，工号666888，很荣幸为你服务。看着眼前一双长在蛋壳上的大眼睛，一个嘴巴，还有强壮的四肢，陈平真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陈平，那个，你叫什么？彩蛋笑嘻嘻的回道：啊，客人，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开张，所以没钱向金银岛总部买名字，所以客人你叫我工号666888就行了。陈平疑惑的问道：名字还有买的吗？你不能自己取一个吗？666888解释道：客人啊，你有所不知，我们彩蛋一族的名字很特殊，每个名字都有不同能力，不是你想取就能取的。如果那个彩蛋敢这么做的话，那他就永远也别想拿到彩蛋一族的名字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没再纠结彩蛋名字的问题了，而是向他问道：陈平，666888，你介绍一下彩蛋岛的情况吧。666888，好的，客人。彩蛋的情况很简单，里面只有彩蛋，而想要获得彩蛋，客人你就要拿金币来买门票，然后进去找彩蛋。彩蛋的种类有3种，分别为普通彩蛋、稀有彩蛋以及最为昂贵的7彩彩蛋了。能获得什么彩蛋，就看客人你的运气了。不过客人你是第一次来到彩蛋岛，所以有免费的10次砸蛋机会，用完后下次遇到我们就只能买了哟。第114章彩蛋。666888一边介绍一边带着陈平向售卖点走去。来到售卖点后，666888让陈平等一下，然后他直接走了进去，接着打开窗口。陈平一脸黑线的看着666888，不清楚他在搞啥鬼，但很快的陈平就知道了。666888，客人啊，这是你的免费彩蛋币，你进去后看到那个喜欢的彩蛋，投入1个彩蛋币就能砸了。对了，客人啊，有些彩蛋会消耗多枚彩蛋币，但最高不会超过10枚。陈平接过10枚彩蛋币，然后向666888问道：你不是说能买彩蛋币的吗？那彩蛋币怎么卖？666888，哎呀，客人你想要购买彩蛋币？嘿嘿，我这就为介绍。首先呢，我们彩蛋岛的规则之一就是每位客人只能购买10个彩蛋币，但彩蛋币有3种，免费彩蛋币算上的话就是4种了。666888继续讲道：3种彩蛋币分别为100金币1枚的彩蛋币、1000金币1枚的彩蛋币，还有最贵的1万金币1枚的彩蛋币。陈平闻言好奇地问道：10倍差距，那彩蛋币之间有什么不同？666888瞬间回道：没有。陈平，那谁会买贵的彩蛋币啊？买的人不就是纯傻逼吗？666888摇头说道：啊，客人你这就有所不知了，越贵的彩蛋币，彩蛋吞币的概率越小哦。哦，对了，免费彩蛋币是100%出彩蛋的哦，这是每个新人的福利。陈平，行吧，那给我来10枚1W 的彩蛋币吧。说完，陈平直接拿出10枚面值1W 的金币放窗口台上。666888，哇，客人，你真是我见过最为大方的客人了。虽然客人你是666888的第一位客人。666888一边高兴的收起10W 金币，一边开心的喃喃道：给客人你的彩蛋币。陈平接过彩蛋币后就向里面走去了。刚走几步，一道细小的声音传了过来：啊，我好像记得在西边巨大彩蛋旁有个隐藏彩蛋来着，好像要10枚免费彩蛋币才能砸呢。咦，我刚才说什么来着？666888一脸迷茫的摸了摸他那光滑的蛋壳。陈平顿了顿，然后继续向里面走去。看着远去的陈平，666888眯了眯眼，然后开心了拿出10W 金币，把1W 金币放入彩蛋购买箱子里，剩下的9W 金币就是他的报酬了哟。嘿嘿，我真厉害，一下子就赚到了买最低名字的金币了。不过我要存着买最高的名字。666888自豪的喃喃道。陈平穿过大门后，就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彩蛋了，各种颜色的彩蛋都有，而且每个彩蛋旁都有一个被锁住的大锤子。陈平看了看，然后随便找了一个彩蛋，先试一试再说。看着眼前的投币口，陈平拿出1枚1W 的彩蛋币投了进去，然后听到咔嚓的一声，接着就看到大锤子的锁解开了。这是可以砸了是吗？陈平好奇的拿起大锤子，然后他发现这个锤子跟这个彩蛋的颜色一模一样。看了看周围的彩蛋跟锤子，发现每个彩蛋都有相对应的锤子，看来不是随便解锁个锤子就能随便砸彩蛋的了。咔嚓，一锤子下去，彩蛋瞬间开始出现裂痕，然后开始遍布全身，最后直接裂开了。获得稀有彩蛋1个，稀有彩蛋砸开后获得1件稀有品质的物品。陈平打量了一下，然后直接砸开，1件物品出现在彩蛋内，名称
兔子的大锤子。类别武器，品质稀有金色，效果力量+5，敏捷+25，效果兔击，可以击退目标10米远。血亏啊！1W 金币，在黑市都能买几件稀有金色品质的武器了。第一枚彩蛋币血亏，陈平想了想后，向西边走去，看看那个隐藏彩蛋怎么样。再找隐藏彩蛋的图纸，陈平又投了4个彩蛋，其中一个还吞了2枚彩蛋币，不过出了个7彩彩蛋。剩下的3个彩蛋砸出了2个普通彩蛋，1个稀有彩蛋，砸出了2把金色品质的武器，也不错。因为陈平突然想起来，他的幻变还差5把金色品质的武器升级呢，现在已经有3把了，还差2把。倒是那个7彩彩蛋砸出来的物品不错，是把史诗品质的武器，名称蓝金剑，类别武器，品质稀有史诗，效果力量+35，精神+50，效果蓝金之力，造成的伤害能冻结目标的能量。终于来到巨大彩蛋附近了，但周围的彩蛋挺多的，那个才是隐藏彩蛋呢。陈平打开在周围打量起来，基本上每个彩蛋都要瞧上3遍，但还是分不清那个是隐藏彩蛋。哎，总不能把666888绑过来吧？他透露信息都已经算是犯规了吧？陈平无奈的喃喃道。咦？陈平突然发现有个彩蛋的位置好像变动了，不确定的陈平便一直盯着那个彩蛋。果然10分钟后，那个彩蛋又开始移动了，速度很慢，就移动了几米而已。会动的彩蛋应该是隐藏彩蛋了吧？陈平立马走了过去，然后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彩蛋。很快的他就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了。彩蛋上的花纹不一样，其他彩蛋的花纹都很有顺序，但这个彩蛋的花纹看起来也很有顺序，但其实很乱，如果不专门查看的话还真看不出来。陈平直接把10枚免费彩蛋币拿了出来，不管眼前的彩蛋是不是隐藏彩蛋，但是他会动这一点就能表明眼前的彩蛋不一般了。投进1枚，没反应，看来就是它了，隐藏彩蛋。果然随着10枚免费彩蛋币进去，提示一出来，恭喜你获得了本彩蛋岛的唯一隐藏彩蛋。666888突然看向陈平所在的方向，喃喃道：哦，拿到隐藏彩蛋了吗？不错吗？没白费我的苦心，咦，又拿到大奖了，运气这么好的吗？要知道隐藏彩蛋只有1/10的彩蛋岛有，而且都是唯一的，每少一个就永久少一个，而大奖嘛，就每个彩蛋岛都拥有10个，而且还会每10天重置数量。但要在那么多彩蛋中找到只有10个的大奖彩蛋，也是大海捞针般的难度啊！陈平一脸意外地看着突然砸出来的大奖，没错，他在把隐藏彩蛋砸出来后就不想乱跑了，所以把剩下的4枚彩蛋币都在附近用掉了。没想到竟然还砸出了个大奖！现在陈平一共有隐藏彩蛋1个，大奖彩蛋1个，稀有彩蛋1个，普通彩蛋2个。陈平摸了摸彩蛋，先从最差的开始砸吧。咔嚓，获得1件金色品质的武器。不错，第4件了。再砸，咔嚓，这是获得1套彩蛋家具，史诗品质的。彩蛋双人大床，史诗品质，安置后舒适度+200，精神恢复加快。还不错，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咔嚓，这次的稀有彩蛋砸出了1张卷轴，修炼房升级卷轴，史诗品质，对修炼房使用后效果提升，并有概率增加1个效果。咦，好东西！陈平还嫌弃现在的10倍重力的修炼房已经跟不上进度了呢，如果不是有快速适应的效果在，他都不会再进去一趟了。不错不错，陈平满意的开始砸大奖彩蛋。咔嚓，恭喜你获得森林守护者一族契约卷轴，名称森林守护者一族契约卷轴，类别特殊道具，品质稀有史诗，效果一族契约，使用契约后契约的对象是一个种族，效果森林守护者，实力强大的森林守护者，他们要看到你有他们值得守护的存在，才会跟你定下契约。可强化次数1。森林守护者是哪个巨大的大树变成的树人吗？陈平好奇的喃喃道，然后打开强化页面，放入，点击强化，瞬间翠绿色的光芒涌现。哦豁，没见过的光芒耶，会是那个特殊强化呢？随着光芒散去，陈平迫不及待地拿出来查看。名称森林一族契约卷轴，类别特殊道具，品质稀有传奇，效果一族契约，使用契约后契约的对象是一个种族，效果森林一族，强大森林一族只会守护在有生命之树或者世界之树存在的地方。咦，这么吊的吗？直接史诗变传奇，
陈平好奇地打量着手中翠绿色的契约卷轴，有种蠢蠢欲动的冲动感。不过看到后面的效果，看来在没有把世界之树安置下来之前，是别想使用了。大奖就这么厉害了。陈平看向最后的隐藏彩蛋，这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惊喜呢？第115章神品质。把森林之族的契约卷轴收起来后，陈平就拿起了隐藏彩蛋，看看能砸什么东西来。我砸！恭喜你获得前任鉴定之神的笔记。陈平看着手中的晶石，陷入了沉思。前任鉴定之神，我操，神秘的东西，这么高大上的吗？陈平不可思议地喊道。名称：前任鉴定之神的笔记。类别：特殊道具。品质：神，为1。效果：摩登鉴定术，使用后学会摩登鉴定术。特别提示：学会鉴定术后，求生游戏自带的鉴定术将会失效，可强化次数1。陈平现在是一脸的懵逼啊！虽然看到是鉴定之神的笔记时，他就有些猜想会不会是鉴定术之类的技能，没想到还真是。所以让他懵逼的不是这个，而是那个特别提示：求生游戏自带的鉴定术会失效。这一下就让陈平有些犹豫起来了。求生游戏自带的鉴定术，他一直在用，还是挺不错。重要的是没任何消耗，但如果自己学会的鉴定术会不会有什么消耗？不过陈平就犹豫了一下下而已，最后肯定是要使用掉这笔记。不过先强化一波再说。他现在期待强化过后品质会如何。打开强化面板，放入，点击强化，瞬间淡白色光芒涌现。这次陈平终于注意到颜色的差异了。咦，好像不是普通强化的样子。名称：前任鉴定之神的笔记，神话。类别：特殊道具。品质：神，为1。效果：鉴定术神，使用后学会鉴定术神。神话效果：以抵消现任鉴定之神的暗手，信徒转化。信徒转化效果：随着鉴定术的频繁使用，使用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信仰鉴定之神。特别提示：学会鉴定术后，求生游戏自带的鉴定术将会失效。阿乐，这就很意外了呀。陈平摸着下巴，贼意外地说道：现任鉴定之神的暗手啊，厉害喽！弄死人家前任还不错，竟然还把前任的物品做手脚后流出来，好贱的一神啊！陈平感叹了一下下，还好被神话抵消了，不然他可能就得中招了呀。这样看来，其他的神品质物品该不会都有暗手吧？陈平猜测地说道。系统：叮咚，求生游戏意识请求通话。系统：叮咚，是否连通？咦，不得了喂，被官方找上门了，啥办？陈平瞬间头脑风暴了 0.1 秒，然后瞬间果断的接通。求生游戏意识第704区的陈平，是吧？陈平：是的，请问有何贵干？求生游戏意识：别紧张，只是有神明违反了我的规定，我来确定一下而已。求生游戏意识：鉴定之神吗？用前任鉴定之神的神格碎片来动手脚吗？这样的确容易蒙混过关呢，看来要大检查一遍了。求生游戏意识：你不用紧张，只要你守规则，那么我就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求生游戏意识：鉴于你的发现，我决定奖励你一个宝箱，并且改造一下这个道具，以后你使用鉴定术将无消耗。就这样了，再见。求生游戏意识留下一个宝箱后就直接离开了。至于陈平身上的异常嘛，他并不关心，毕竟每一届的新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类的劣子，只要对方没触犯规则，他基本不会去理会。陈平等了一会，见求生游戏意识没再发信息后，这才舒了口气。没想到求生游戏意识还挺有礼貌的嘛，明明可以直接连通，扁扁还要系统提示一下。看着漂浮在空中的宝箱，陈平伸手接着，获得顶级随机宝箱1。收起宝箱后，陈平把鉴定术神给学了，毕竟现在已经无消耗了嘛，这点他可要好好谢谢现任鉴定之神啊，嘿嘿。系统：叮，检测到求生者已经学会鉴定术，系统自带鉴定术提前关闭。系统：叮，已关闭。卧槽，看看发现了啥？提前关闭，也就是说系统自带的鉴定术会在某个时间段关掉吗？陈平一脸平静地说道，毕竟今天的经历事情有点大，再发生什么大事件也不惊讶了。陈平揉了揉脸颊，然后向门口走去。系统自带的鉴定术关闭，他猜测可能是在新手期结束后就会关闭掉了吧。看见陈平走出来的666888，立马迎接了上去。666888看着神情有些怪的陈平，有些疑惑，都获得了隐藏彩蛋跟彩蛋大奖，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呢？666888，客人啊，怎么了？难道收获不理想吗？看到凑过来的蛋，听到他的问候，陈平这才回过神来，然后摆了摆手，笑道：陈平，没什么，收获很不错。666888，哦，这就好，
毕竟客人你可是我这个彩蛋岛的第一位客人呀，如果客人你体验不好，那就是我的不是呢。哦，对了，客人你这是要离开了吗？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说道：没错，毕竟彩蛋币已经用完了，留下来也不知道要干啥呀。666888闻言也点了点头，说道：的确，彩蛋岛除了彩蛋外就没别的项目了。看着666888的点头动作，这真是一言难尽啊。那好吧，客人您慢走啊，期待再次光临啊。陈平点了点头，然后拿出一个小彩蛋递给666888。666888疑惑的接了过手，这是？陈平笑道：这是里面的小彩蛋，我捡了几个，你这个我放了点小礼物哦，就当是666888你给我介绍的谢礼了。哦豁，这是666888第一次收到礼物，客人啊，我真是太感动了。不行，客人你等一下，我也要回礼才行。666888说完就往售卖点跑去，然后很快的就跑回来了。客人，这个给你。陈平直接接了过来，然后看着666888笑道：期待下次再见到你，不再是叫你666888喽。陈平说完后便向他挥了挥手，然后走回去了。666888看着踏海远去的陈平，向他挥了挥手，下一秒就见不到人影了。他知道金银岛之彩蛋岛已经移动到其他地方去了。666888看了两眼海面，便转身向售卖点走去了。看着手中的小彩蛋，真好，他可能是这一届中第一个收到礼物的彩蛋族吧。嘿嘿，不知道客人放了什么礼物呢？有点期待呢。坐在椅子上的666888看着手中的小彩蛋，摇了摇，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从小彩蛋中传了出来。666888满脸兴奋的再次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响再次响起。哇，这声音他可太耳熟了。他直接从掏出9枚1W 面值的金币，然后放在手中摇晃了一下，叮叮当当的声音就响了起来。666888一脸期待的看着眼前的小彩蛋，手中瞬间出现一把小锤子，嘿嘿，不知道客人给了多少呢。砰，咔嚓，哗啦，叮叮当当，一堆颜色比金币要淡一点的金币从碎裂的小彩蛋中流了出来，发出清脆的响声。666888疑惑的拿起一枚打量了起来，这好像不是金币吧？好像在哪里见过。666888想了想，哦，对了，在货币大全中见到过。他立马翻找了起来。货币大全是金银岛总部编制的，上面清清楚楚记录了各种货币的情况，是贬值还是升值都是清清楚楚的，而且还会自动更新。找到货币大全后，666888就开始对比起来。无尽之海很大，所以有些地方使用的金币并不统一，所以价值也不一样。陈平一开始买彩蛋币的时候就拿出了最好的系统金币购买，666888不觉得这金币的价值会低。把金币放在货币大全的对比遭内，然后货币大全就会开始比较起来了，很方便。货币大全瞬间开始无风自动，哗啦啦的响个不停。看着不断往后翻的货币大全，666888一脸的疑惑，不应该啊，因为越往后的货币价值越低。但很快666888的眼神瞬间光芒万丈，因为货币大全翻到高级货币的页面了。是啊，最后一小部分记录的是高级货币啊。系统金币也是被货币大全认定为高级货币的存在，也是在后面这里的。这也是666888为啥会收起 9W 只留下 1W 金币的原因了，不然为啥他要那么热情干啥？闲得慌啊。终于货币大全终于停下来了，666888迫不及待地开始查看。看着上面一模一样的金币，他立马把介绍念了出来。古金币在系统货币体系中属于高一级货币，一枚古金币最少能换 1W 金币，最高纪录为一换34780枚金币。666888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货币大全的介绍，不可思议，要不是知道货币大全不可能出错的，他都以为货币大全在开玩笑了呢。随后666888一脸兴奋地开始一枚一枚地数了起来。哇哇哇哇，300枚，整整300枚古金币啊，太幸福了。客人是真的大方啊。666888整个蛋都激动地变成淡红色了。第116章顶级宝箱之世界宝箱。咦，卧槽！陈平瞬间奔跑了起来。金银岛之彩蛋岛消失后，岛屿本来的位置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吓得陈平一个机灵，然后开始往自家岛屿跑去。呼！踏上沙滩上的陈平看着漩涡，松了口气。漩涡已经扩大了好几倍，神岛之心也被波及到了。不过岛屿纹丝不动就是了。随着陈平回到岛上，岛屿立马就开始飘荡起来了。不过还好方向不是漩涡那边，不然真担心岛屿会直接跑进海底呢。陈平看了一下岛屿前进的方向，不错，别墅是反方向，这样子的话
他就可以坐飞行毛毯回去了。把岛屿的速度调整到最大，时速500公里，然后陈平才拿出飞行毛毯，慢悠悠地向别墅飞去。看到别墅的陈平立马操控飞行毛毯往下飞，不然飞行毛毯可跟不上岛屿的速度。很快的陈平就稳稳地落到地面上了，不管岛屿的移动速度多快，在岛上是一点都感觉不到。西西，艾丽，莉西亚又找到一颗喽，竟然还有吗？西西，莉西亚真厉害呢。听到莉西亚的声音，陈平扭头望了过去，然后就看到他们两个在油池里，也不知道在干嘛。陈平疑惑地走了过去，没看莉西亚跟艾丽，但是看到油池边堆着一小堆的灵珠。等靠近油池后，才看到正在池底的两人。陈平站在油池边等了一会，看到艾丽注意到他后，立马招手意识他上来。很快的，艾丽就游上来了。哗啦，陈平哥哥有什么事啊？因为莉西亚这样称呼陈平，所以艾丽也跟着这样叫了。陈平，艾丽，你跟莉西亚在玩什么游戏啊？艾丽小手指向那堆灵珠，笑嘻嘻地说道：我跟莉西亚在比谁捡到的珠子多哦。陈平，哦，是吗？那你们两个谁赢了呀？艾丽闻言，小手纠结一会，然后说道：是莉西亚赢了。才不是呢，明明是艾丽赢了说莉西亚找到的珠子都没艾丽多。冒出小脑袋的莉西亚一听到艾丽的话，立马急冲冲地喊道：艾丽，莉西亚，艾丽，好孩子是不会撒谎了哦。看着正在教导艾丽的莉西亚，陈平有些哭笑不得。之前只有你们三姐妹的时候，你可是最皮的，现在怎么感觉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呢？莉西亚不会是把艾丽当成妹妹了吧？毕竟之前她是最小的那个。看着又开始欢笑起来的两人，陈平摇了摇头，然后说道：莉西亚，艾丽，这些灵珠我就收起来喽，没问题吧？他们两个闻言点了点头。捡珠子比赛已经结束了，那珠子对他们也没用，他们现在要去找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玩去喽。看着离开的两人，陈平摇了摇头，然后把地上的灵珠都收了起来。灵珠1307，不错。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油池，咦，他发现好像多了不少的小土灵鱼，都有小鱼仔了呀，不错，生得越多越好。别墅内，陈平坐在苹果沙发上，看着桌上从彩蛋中开出来的4把金色品质的武器，还差一把。想了想后，陈平起身向仓库区走去，他要去看看有没有遗漏的道具或者其他物品。来到仓库区后，陈平先是看了一眼聚宝盆，发现差不多快满了，还差一些就装满整个聚宝盆了。打开仓库瞧了瞧，还真找到一件道具了，金色升级卷轴。金色升级卷轴可以把紫色品质物品升级为金色品质，可以把黄金螃蟹钳子升级成金色品质的，这样就5把了，幻变终于又可以升级了。本来黄金螃蟹钳子是在莉西亚手中的，但他现在拿着的是巨龙的高傲，所以这把紫色的武器就没用了。还有艾莱伊，他的游龙弩弓换成了冠军胜利黄金长剑，而且还准备了冠军套装。伊莫倒是没变，因为他是奶萝莉，所有还是那把紫色品质的法杖。顺利的把黄金螃蟹钳子升级成金色品质后，陈平就回到苹果沙发坐下了，把5把金色品质的武器放好，然后陈平把幻变召唤了出来，接着就开始吞噬升级了。很快的，幻变就升级完毕了。陈平迫不及待地开始查看起来。名称：幻变圣化。类别：武器为1，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100。效果：成长，需要吸收一件史诗品质的武器。效果：千变万化，幻变可以变成任何武器。效果：大道至简，所有效果转换成10%伤害加成，目前190%。圣化效果：胜利，使用后攻击转化为胜利，维持10分钟，冷却60分钟。圣化效果：圣言，言出法随，维持10秒，冷却10天。鉴定术介绍：游戏之外的武器，但存在即合理。属性没变化，伤害加持增加了50%，还多了个鉴定术的介绍。神级鉴定术还有这等效果？算了，先不管它了，继续升级幻变吧。陈平开始查看一下现在拥有的史诗品质的武器。损坏的深海之眼、史前长剑、蓝金剑，背包里就这3把，全都吞噬掉吧，刚好能升2次。陈平果断地把3把史诗武器都喂给幻变。名称：幻变圣化。类别：武器为1，品质无。效果：全属性加300。效果：成长，需要吸收3件史诗品质的武器。效果：千变万化，幻变可以变成任何武器。效果：大道至简，所有效果转换成10%伤害加成，目前210%。圣化效果：胜利，使用后攻击转化为胜利，维持20分钟，冷却50分钟。圣化效果：圣言，
言出法随，维持12秒，冷却10天。鉴定术介绍：游戏之外的武器，但存在即合理。不错，提升贼大，全属性从加100变成加300不说，每个效果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啊！嘿嘿，厉害。不过这下想再次升级就有的等了，毕竟史诗级可没那么好得。收起幻变，陈平拿出求生游戏意志送的顶级随机宝箱。顶级宝箱啊，不知道会是啥。要知道，巨龙宝箱都算不上是顶级宝箱啊。直接使用，瞬间宝箱开始不断的发生变化，每个变化都是顶级宝箱的模样，足足变化了上百次才开始慢了下去。恭喜你获得世界宝箱1。世界宝箱，这名字一看就很大气。看看神级鉴定术能鉴定出什么介绍不？陈平看着桌子上的宝箱，好奇的直接鉴定起来。名称：世界宝箱，类别：宝箱，品质：世界。鉴定介绍：世界宝箱在顶级宝箱之中，也是极其少见的宝箱。据某个无聊的神明制作的宝箱排名榜上，世界宝箱位于第7名。卧槽，还真的不一样了。这介绍看来能知道不少隐藏信息了，不错。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直接打开宝箱，毕竟宝箱就是用来开的呀。打开宝箱，获得世界基石1、世界空间1、世界本源1，一共3件物品，都是带有世界2字的，一看就很高大上啊。鉴定看看，期待。名称：世界基石，类别：奇物，品质：世界，效果：世界之基，能诞生世界的基石，只要时间足够，基石就能形成一个世界。鉴定介绍：世界之基虽然能诞生世界，但至少要以1年为单位才行。最佳的选择是作为世界树的土壤，次要选择为融入其他世界之中，最次选择是以基石为核心建造神国。为啥以世界基石为核心建造神国会是最差的选择呢？不懂。陈平挠了挠头，要知道他以前看过的小说之类的，那些主角那个不是用这些世界什么什么的来做神国的核心，都是吊炸天的存在，而且刚成神就能暴打老神明的存在呢。想不通的陈平继续查看下面的物品。名称：世界空间，类别：奇物，品质：世界，效果：世界之间，可融入空间背包后可选择无限空间格子或形成个人空间。鉴定介绍：最佳选择为融入空间背包后选择个人空间，原因1，为空间背包在某些特性区域会无法打开，而个人空间不会，原因2，个人空间难得，哪怕是神明也都不一定拥有哦。这么刁的吗？那还有说直接选择形成个人空间啊。系统：丁，系统正在虚空中为你开辟个人空间，开辟时间72个小时。我去，这么厉害吗？竟然是系统亲自帮忙开辟空间，厉害了也。看看最后一件又会是啥？名称：世界本源，类别：奇物，品质：世界，效果：世界本源，食用后提升生命层次。鉴定介绍：这还用想吗？给我吃，使劲的吃。第117章生命次元突破。这鉴定靠不靠谱啊？这东西能吃吗？陈平看着手中的世界本源，捏了捏，有点 Q 弹，但这东西又不是 QQ 糖，确定真的能吃？好吃吗？最终陈平还是一口咬了下。世界本源并不大，就台球那么大而已，2-3口就搞定了。味道还行吗？挺不？啪！陈平直接晕倒在沙发上，身体还时不时的抽搐一下。陈平慢慢的睁开双眼，有点恍然的看着天花板，吃个世界本源差点没把他干没了。躺了一会后，陈平就直接坐起来了，然后感受了一番，好像没啥子变化。又打开了人物面板看了起来，发现全属性增加了100点，还多了个天赋。名称：生命次元突破，类别：天赋，品质：无，效果：突破极限。鉴定介绍：哦豁，恭喜你突破了自身种族的极限，这是成神的必要条件之一哦。咦，这么厉害，这么屌的吗？成神的必要条件。陈平看完后有些难以置信的说道。不过下一秒他就美滋滋起来了，成神的必要条件也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是他现在能接触了吗？嘿嘿，世界宝箱开出来的3件世界物品已经使用2件了，陈平打算把最后1件世界基石也使用掉，不就是世界树吗？谁没有事的？出了别墅，陈平拿出飞行毛毯后就立马向岛屿中心飞去。陈平先是让岛屿停止移动，然后坐着飞行毛毯来到岛屿中心后就开始捏造地形。现在岛屿中心还是光秃秃的一个山头呢，但在陈平的改造下，很快的一个巨大环形山谷就形成了，只有一个巨大的出入口，里面的面积为100平方千米，深度为1000米。然后陈平拿出世界基石直接扔了下去，瞬间整个山谷直接被褐色的泥土填满了，
而且看起来好像还有往外冒的趋势。不过还好，并没有往外冒，而是平静了下去。因为陈平在扔下去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范围，就整个山谷这么大，还好没出错。既然世界基石都使用了，那世界树也该出来了。陈平把世界树拿了出来，然后直接种下。瞬间，一块巨大无比的大树出现在山谷中，直接占据了整个山谷。不过只要仔细观察的话，就能发现世界树是完全霸占了世界基石形成的泥土。陈平看着高耸入云的世界树，大致打量了一下，高度大概1000多米左右，巨大的树冠直接覆盖了整个岛屿一半的面积。不过陈平发现，阳光好像能穿过树叶照射到下面去，但你如果抬头望去的话，只能看到树冠而看不到天空。随着世界树种下，陈平立马就感受到联系了，跟世界树之间的联系。看着眼前的世界树，陈平再次鉴定起来。名称：世界树，幼苗期。种族：天生灵植。等级：1。体质：无限。力量：10000。敏捷：10000。精神：10000。天赋：戒瘾。技能：契约种族：无。供养种族：无。鉴定介绍：哦呵呵，极其罕见的无契约种族的世界树，而且还是幼苗期，建议找高品质的群族契约，无最佳选择。因为种族契约之后，世界树会自动为其优化。鉴定介绍建议：契约种族跟供养种族最好为同一个群族，这样群族的潜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鉴定介绍：最好让世界树界引起来，并分化出生命之树分身，毕竟怀璧其罪啊。可懂。看完鉴定后，陈平直接摸了摸下巴，然后开始跟世界树沟通起来。没错，世界树已经有了灵智，不过因为才幼苗期，所以又是小孩子的形象，而且还是莉西亚的模样，不过更小只了。为啥会是莉西亚的模样？那是因为莉西亚是他第2个见到的人，世界树总不能变成主人陈平的模样吧？那只能变成莉西亚的模样跟主人交流了。至于后面有跑出来的艾莉、艾莱伊、伊莫尔等人，虽然也可以变成他们的模样，但没必要。为什么艾莱伊他们会跑出来呢？这不是废话吗？世界树这么大的动静，他们察觉不到才怪呢。不过陈平可没注意到4小只正在往这边飞，而且跟着世界树交流起来。很快的，他就基本了解一些状况了，这可比鉴定要来的详细多了。在世界树交流的过程中，陈平了解了不少关于世界树的信息，当然是他的这棵世界树，因为每棵世界树的能力，其他也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有一个能力是每棵世界树都会的，那就是世界树果实，吃下去就能直接领悟法则的宝物。不过世界树果实的出现，连世界树本身都不清楚的。不过能确定的是，幼苗期是不用想了。陈平直接让世界树界引起来，就先像鉴定介绍说的那样，怀璧其罪啊，还是让它分化出生命之树出来比较好。当然了，说是分化，其实还是世界树，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毕竟生命之树本来就是从世界树残骸上诞生出来的。听到陈平的话，世界树立马就神隐起来了，就1秒钟的时间都不到，就提醒他完成神隐了。陈平再次鉴定了一下，果然世界树的名字现在变成了生命之树，连神级鉴定术都能骗过，厉害。这时4只小萝莉终于飞过来了，人未道生先至。哇，陈平哥哥是生命之树耶，莉西亚都好久没见过喽。咦，这是什么？飞过来的莉西亚先对着陈平喊了句，然后就看到飞行毛毯了，一下子又好奇起来了，连生命之树都不去理会了，毕竟生命之树他见过，但飞行毛毯第一次见呀。莉西亚立马飞了下来，然后就蹲着开始好奇地打量着脚下的毛毯了，摸了摸，哦，好丝滑啊。艾莱伊跟伊莫尔、艾莉3人飞来的后，就看到正在飞行毛毯上打滚的莉西亚了。艾莉好奇地凑了过去，然后就被莉西亚的小手一拉，就一起滚了起来。艾莱伊跟伊莫尔无奈地看了他们2人一眼，也就艾莉会这么无条件地宠着莉西亚了。他们2个来到陈平的身边坐下，然后开始打量起生命之树，最后2人都100%确定这就是生命之树，而且还是生命还极为旺盛。不像他们族里面的生命之树，在诞生了他们3个之后，生命力就所剩无几了。虽然外表看起来生机勃勃的样子，但内在已经摇摇欲坠了。他们3个也很想帮忙来着，因为他们觉得是他们的错，母树就是因为诞生了他们3个才会开始衰败下去的。但那些可恶的大人们都不让他们3个帮忙，都说他们还小，等长大就能帮忙了，真是可恶至极。所以喽，他们就先偷偷跑出了，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宝物能帮上母树的。可惜社会险恶啊，开心的跑出来没多久，他们就遭到了社会的毒打，被哥布林们给抓了。后面的就不用再解释了吧。艾莱伊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生命之树，然后看向陈平，沉默了一下下后，犹豫的开口问道：陈平哥哥，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啊？陈平闻言低头看向艾莱伊，看他小脸一脸的纠结，便关心的问道：怎么了？没事吧？说完还用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发现并不烫啊。艾莱伊把陈平的大手拿开，然后说道：
陈平哥哥，我想请你帮帮我们的族人。陈平闻言，摸了摸艾莱伊的小脑袋，微笑道：“呵呵，艾莱伊，我们之间不用说情，这是这么一回事，你跟详细的说一下，我好了解情况。”艾莱伊闻言，开心的露出笑脸，然后开始讲述起来。陈平，基本了解，但现在有个问题啊，艾莱伊，你们有回去的法子吗？要能带我一起的那种。艾莱伊瞬间就呆住了。对哦，他们现在都不知道飘哪去，该怎么回家呢？当时他们3个可是偷偷跑出来的，一时间还真没想那么多，毕竟姐姐们盯着可严了。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去看母树的时机，等到第2天大清早就开始跑路，一个晚上哪里还能想那么多？满脑子都是各种被发现过会咋样的场景。看着一脸沮丧的艾莱伊，陈平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小脑袋，微笑道：“别沮丧了，陈平哥哥来想法子就好了。你们呀，只要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行了。小年纪就喜欢愁眉苦脸的话，长大了可就会变丑的哦。要知道，自从奶奶走了之后，陈平就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了。一个人生活了几年，他都以为他已经习惯了孤独，适应了孤独呢。但看着身旁还没缓过来的艾莱伊跟伊莫，还有身后的嘻哈的欢笑声，他这才明白，根本没人会习惯跟适应孤独、孤单。第118章，契约精灵一族的现状。看着有些消沉的艾莱伊跟伊莫，陈平想了想后，便操控飞行毛毯向别墅飞去，随便打开交易市场，找找有没有什么道具能帮得上忙的。不过可惜，虽然交易市场上的物品很多，但陈平搜索了一下，发现能点位或者传送之类的能力的道具，那是少得可怜啊。既然交易市场没有，那陈平只能在背包中找一下了。毕竟他获得的物品道具应该是整个新手区中品质最好、数量最多的人了吧。很快的，陈平就找到了一个卷轴，就是跟世界树一起开出来的物品，随机岛民群族契约通行传送卷轴，这个是陈平觉得最有可能派得上的道具了。鉴定一下看看吧，看看鉴定介绍有什么隐藏信息不。名称：随机岛民群族契约通行传送卷轴。类别：一次性特殊道具。品质：白色传说。效果：随机传送，使用后随机传送到一个能成为岛民的群族门口。效果：岛民群族契约，使用后获得一张岛民群族契约。鉴定介绍：隐藏小技巧，如果把血液滴在卷轴上，那么100%能传送到血液同族的群族门口哦。不错，还真有。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操控着飞行毛毯飞了下去。回到别墅后，艾莱伊跟伊莫尔的情绪也基本都收拾好了，毕竟他们还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其实在偷跑出来后，他们就隐隐约约感到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回不去了。别的不说，他们偷跑是通过随机传送阵的，他们3个觉得这样大人们就追不上了呀，完全没想过之后该怎么回去。艾莱伊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偷偷跑出族，可把族人们给吓坏了。要知道，他们3个可是他们契约一族最后的崽啊，所以整个群族都对他们很关注的，能不看紧一点吗？他们偷跑的那天，可把他们急的直接出动全族，把这个契约之森都仔细的寻找了一遍，可惜连个影子也没看到。但是瞅出不少其他种族的探子，尤其是人类，踏马的最多，整片契约之森都有，足足几百名啊！有这么多的探子，他们也不觉得意外。没办法，他们一族的特性太过于吸引人了，如果不是契约之森有着母树的保护，他们可能早被抓完了吧。但随着母树开始莫名其妙的枯萎，他们就知道灭顶之灾不远了。如果3只小精灵真的跑出了契约之森，那都不用想，100%被抓走了，现在都不知道被带到哪去了。找不到人，他们只能动用最后的手段了，那就是通过半生石来找到他们3个。但这样子的话有点拔苗助长，因为启动半生石来寻找他们的话，等找到他们后，半生石就会直接融入他们身体内。别以为这是好事啊，在他们3个没成年之前就融入半生石的话，那他们就不能获得半生石换成的半生之气，而且天赋、能力、潜力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但不管如何，都比他们3个可能被契约来的好。如果被人强制契约了，那就大事不妙了。但一回去，整个群族都炸开了锅，因为他们发现艾莱伊他们3个的半生石不见了。这一时间，他们竟然无计可施了。虽然很想全族出动去契约之森外寻找，但眼下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他们已经确定了母树异样是某种神器造成的，而想要对付母树这种存在，至少也得是半神才有可能。但就算是半神拿着神器，也不大可能对母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在完全确定的母树的情况后，他们基本都无计可施了。那可是神明啊，神明的手段不是他们能解除的。而本应该庇护精灵的精灵女神根本没给他们一点提示。可能是觉得他们一族的信仰不够纯粹吧，因为他们一族看起来反而比较像契约之神的信徒。没办法，半生契约太过于逆天了，在很多知道的人眼中，可能这就是契约之神的赐予的吧。所以他们就这样被精灵女神给抛弃了，连母树上的护佑都消散不见了。
不然母树怎么可能会被诅咒？要知道，精灵女神可是强大的主神之一呀。其他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才对的。自从艾莱伊他们3个诞生开始，就已经很不对劲了。要知道，以前那次不是诞生10几位小精灵的，就这一次竟然还3位，而且之后母树就立马开始凋零起来了。可惜当时他们没太过于注意，毕竟每次诞生完小精灵，母树都会虚弱一段时间的。尤其在今天这次的找出来的几百名探子，这让他们100%确定，他们真的被精灵女神给抛弃了。现在的情况，只要等母树一死，外面那些虎视眈眈的人可能就会立马冲进来了，到时候他们一族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了。要么成为其他强大种族的附庸种族，要么变成奴隶，但这2种对他们来说没区别。他们用脑袋想想都知道，他们一族实在是有太多好东西被人惦记的了，而其中最让人惦记的就是未成年时的半生契约，成年后的半生之气。半生之气在他们死后就会遗留下来的。半生之气，他们一族都是有统计在案的，一共347件，但其中有36件流落在外。别看300多件很少，要知道他们一族经过了上万年时间，族人的人数也才1734名而已，少得可怜，不像其他精灵一次诞生就成千上百的小精灵。所以他们猜测，可能就因为族人太过于稀少，所以才会被精灵女神抛弃的吧？不被重视，所以就可以随便抛弃了吗？在知道真相后，他们一族毫不犹豫地抛弃对精灵女神的信仰。现在上千名契约精灵聚在一起，等待着族长的发言。陈平拿着一根金针，哭笑不得地看着莉西亚，而莉西亚正两眼泪汪汪地含着小指头呢。陈平无奈地摇了摇头，但也理解，虽然对莉西亚现在的属性来讲，她的那滴血的小伤口一下就恢复如初了，但眼睁睁地看着小手被金针扎出血来，怎么想都觉得痛吧。尤其是对小孩子来说，这不就跟打针一个样吗？陈平捏了捏他的小脸蛋，笑道：好了，不痛的了，你看姐姐们不是都没事吗？莉西亚闻言看了过去，然后抽出小指头看了看，的确不痛也。既然不痛，那莉西亚就不再泪汪汪了，而且拉起艾丽就跑去出完了，她要去生命之树那里看看。走之前好不忘跟陈平打了一声招呼。听到莉西亚要去看看生命之树，艾莱伊跟伊莫尔2人也立马心动了起来，也纷纷跟陈平打了声招呼后打算跟了上去了。莉西亚，等我们一下。结果他们2个刚喊了一下，就被陈平叫住了。陈平，不行哦，陈平哥哥这里有事情要你们2个帮忙哦。艾莱伊跟伊莫尔听到陈平的话，就立马打消了去近距离查看生命之树的念头了。反正生命之树一直都在那里，随时都能过去查看，所以还是先帮陈平哥哥要紧。陈平拿着随机岛民群族契约通行传送卷轴，带着他们2个走出别墅，然后直接使用。瞬间卷轴飞出陈平的手中，然后射出2道光线，一道落在他前面10米外，化成一道巨大的光门，一道变成一张契约漂浮在他前面。陈平看了一眼契约后，就直接收起来了。突然出现的光门吓得艾莱伊跟伊莫躲到陈平的身后，然后左右各冒出一个小脑袋出来，小心观察起来。陈平低头看着从身后冒出来的2个小脑袋，直接伸手揉了一下，然后拉起他们的小手就向光门走去。这道光门后面大概率就是艾莱伊他们的家园了，毕竟以血为引。然后陈平拉着艾莱伊跟伊莫踏入光门后，下一秒就直接被包围住了。卧槽，什么情况啊？这是……陈平一脸惊讶地看着周围的精灵，初来驾到的，老子没得罪什么人吧？家人们，谁斗啊？刚穿过一道门，就被一群衣服跟紧身衣式的精灵们给包围住，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心情是何等的窝草啊！周围精灵身上的衣服款式跟他一开始遇到艾莱伊他们时一模一样，所以这里应该就是艾莱伊他们的家园，没错了吧？咦？陈平迷茫地举起双手，艾莱伊跟伊莫呢？他低下头左右看了看，然后就发现这2个小丫头正在他身后瑟瑟发抖呢。这是回家恐惧症吗？还是面对家长恐惧症？哼哼，你们3个偷跑的时候不是能的吗？现在这么突然就从心了呢？但看着前方门口一堆拿着各种远程武器对着他的精灵，陈平做出了极为残忍的举动，他竟然躲到艾莱伊跟伊莫尔的身后，让一脸笑嘻嘻的蹲了下来。第119章试图掩耳盗铃。艾莱伊、伊莫尔，咦，陈平哥哥，你怎么能这样？然后2人快速跑到陈平身后，抱头蹲防起来，试图掩耳盗铃。没了艾莱伊跟伊莫尔挡住视野，陈平又再次看向门口的精灵们了，怎么好像弄巧成拙了？之前只是那是拿着远程武器对着他而已，现在倒好，近战武器也装备上了，看样子是打算强上了吗？哼哼，但我陈平怕你们不成？陈平无所畏惧地瞪了他们一眼，别以为人多，老子就怕了，有本事过来啊！然后陈平再次来到艾莱伊跟伊莫身后，看着抱头蹲防的2人，他蹲下就不可能蹲下了，蹲下来的2只小不点可挡不住他。
所以，陈平现在躺平。瞬间六目相对，抱头蹲防的艾莱伊跟伊莫一脸难以置信看着躺在地面上的陈平，这是何等窝草的行为表现啊！艾莱伊跟伊莫两人对视了一下，确定了，今天看来是指望不上陈平哥哥。然后两人齐齐的白了躺在地上的陈平一眼，下一秒就被人给提起来了。看风景入迷的陈平完全忘记提醒他们两个，有精灵过来了。毕竟艾莱伊跟伊莫还是在抱头蹲防状态，看到不来人，艾莱伊，你这丫头长本事了呀，竟然敢偷跑出去，屁股痒了是吧？哈，伊莫，你也是，竟然跟着胡闹。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好像安静了些。躺在底下往上看风景的陈平淡定的说道：哎嘿，你是不是忘记了？还有一只小不点呢。对哦，莉西亚呢？这么不在，怪不得感觉怎么安静呢。啪嗒，一个脚丫子直接向陈平的脸踩起，还好他迅速的扭动了身子，躲过了一击。虽然是穿着雪白的丝袜的大长腿，但还是不想被踩脸呢。人类，快把莉西亚交出来，这样我们还能饶你一命。看着突然出现的精灵，陈平一脸的冷漠，别以为给我发福利，我就会原谅你的偷袭了，老子可不是那种人。这时被提在手中的伊莫突然喊道：呀，陈平哥哥，你鼻子怎么流血了？陈平只好忍痛错过几秒的风景，用手摸了摸鼻子，哎呦，竟然还真的流鼻血了呢。陈平，没事，伊莫，只不过是突然有点上火而已，等一下就好了。说完还把鼻血擦干净，然后继续说道：你们的待客之道就是一直让客人躺着吗？新生，虽然我很喜欢就是了，未免有点失了礼数。又一位精灵步入这场无烟的战场，新的风景现出来了。陈平立马看了上去，灯笼裤，卧了个槽，好好的精灵，干嘛穿这种杀风景的东西？看着不止自己很是杀风景，还挡风景的精灵，陈平忍不住翻了翻白眼，然后不情不愿地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枯草树叶。陈平一脸平静地看着对面的精灵，然后说道：你想干嘛？我想干嘛？想干死你啊！说，莉西亚呢？被你藏哪去了？看着指向自己的兵刃，陈平直接用手指移开，然后说道：莉西亚现在正在乐不思蜀吧？陈平表示他拉着艾丽不知道疯哪去了呢。闻言，精灵皱起眉头，看向陈平身后的光门。这个光门还没出现的时候，他们正在开会，讨论要不要放弃故土，开始流浪，顺便还能找那艾莱伊他们三个。光门一出现，他们立马就防备起来了，因为他们以为是那些家伙终于忍耐不住，开始入侵。毕竟这光门一看就知道是某种传送阵法，不过没想到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人类少年，长得挺白的，让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感不坏。就是接下来的骚作让他们防不胜防啊，尤其在看到艾莱伊跟伊莫后，然后就是一系列的骚操作了。最后的最后，陈平还是成功进入精灵美女群中了，然后可怜无助、欲哭无泪的看着名为莉西亚的妈妈，实为契约精灵一族的族长，他正面无表情的盯着他。陈平表示压力稍微有点大，没办法，对面大凶之兆啊，他都快挡不住，缴械投降了。还好最后艾莱伊跟伊莫及时过来救援。然后陈平就看到对面的美精灵族长一脸温柔的看着他们，细声柔语的向艾莱伊他们打听他们偷跑之后的事情。看他们在交谈，陈平就开始打量起周围的环境了。然后他发现周围的所有花草树木好像都过于死气沉沉，有点像是病入膏肓之人的模样。起身走动了一下，果然其他地方的植物也是一副灰败的情况。陈平双手抱胸，这就是艾莱伊要求他帮忙的事情吧？但看这情况，他可能无能为力了。触发世界树在这里，单靠他是不可能救化这片森林的，更别说还牵涉到生命之树了。要知道，生命之树可是从世界树残骸中诞生出来的，想要使其恢复如初，那所需要的生命力至少要10倍以上才行。陈平哥哥，陈平哥哥，陈平哥哥。正在低头沉思中的陈平一脸疑惑地抬起头来，然后就看到艾莱伊鼓着腮帮子，正一脸怒气冲冲地盯着他。陈平，怎么了？艾莱伊，有谁欺负你了？跟陈平哥哥说，陈平哥哥为你出气。艾莱伊闻言，一双大眼睛瞬间眯了起来，过来一会儿后才无奈地说道：陈平哥哥，我能跟族长姐姐说一下生命之树的事情吗？看到询问他的艾莱伊，陈平欣慰地笑了笑，然后点头说道：这当然可以啊，这可是艾莱伊你第一次拜托我的事情，这么可能不允许吗？再说了，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呐。艾莱伊飞起来亲了陈平的脸蛋一下，然后就开心地向族长姐姐飞去了。陈平宠溺地看着艾莱伊，完全无视身后那杀人的目光。不用想，他都知道是谁，没错，就是负责养艾莱伊的精灵艾拉，算得上是他的妈妈了。他是一名神射手，半生之气也是一把弓，还是族中的巡逻队队长。无视艾拉那朵女儿之恨的目光，
陈平开开心心的向伊莫尔的妈妈，一位温柔可亲大精灵大姐姐。咦，小陈平来了，这次又要问小伊莫小时候的事情吗？姐姐，我可以讲讲哦。陈平笑道：伊纳西姐姐，我想要个温暖的抱抱，嘿嘿。伊纳西，呵呵，如果小陈平是女孩子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哦。陈平白了他一眼，果然，虽然伊纳西的声音很温柔，但其实比艾拉还难应付呢。陈平，不了，伊纳西姐姐，我可不想为了一个拥抱而变成女孩子，这性价比完全不匹配啊。伊纳西姐姐，我们还是来聊聊艾莱伊他们3个小时候的趣事吧。伊纳西，也可以哦。那我就跟你讲讲他们小时候第一次捣蛋的事情吧，可要认真听好了哦。族长丽娜菲尔一脸激动地看着艾莱伊，小心翼翼地问道：艾莱伊，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你确定没看错，真的是母树？艾莱伊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没错哦，陈平哥哥那边也有一棵母树哦，而且还是新生的母树哦，而且比族里的母树还大哦，超大的哦，不过后面又变小了，但还是比族里的母树大上好多哦。还有莉西亚跟艾丽在母树那边玩呢，本来我们也要去的哦，但被陈平哥哥拉住，然后就看到光门出现，接着我们就回来了。丽娜菲尔，所以那新生的母树就在光门后面是吗？那里是什么地方吗？其他大陆还是？艾莱伊，艾莱伊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陈平哥哥的岛屿，嘿嘿。丽娜菲尔，这样啊，辛苦小艾莱伊了，你现在去帮我把陈平喊过来，好不好？艾莱伊，可以哦，那我现在就去喊陈平哥哥了哦。丽娜菲尔点了点头，去吧。艾莱伊立马拉着伊莫跑去找陈平去了。如果真的跟艾莱伊说的那样，有一棵新生的母树的话，那么他们一族可能就有救了。丽娜菲尔看着远去的艾莱伊，心中暗暗想到，但陈平会让母树给他们吗？丽娜菲尔觉得可能性不大。照艾莱伊所说的话，他应该已经是那棵母树的主人了。那么等到那棵母树开始诞生新生命后，那些新生命是会把它当成信仰的。而如果是他们一族跟那棵母树契约的话，那以后诞生的就不会是新生命、新种族，而是他们契约精灵一族了。这差距可不是1点2点的。可惜陈平岛屿上的树并不是生命之树，而是世界树，而世界树是不会诞生新生命的，它只会诞生一个一个的世界。艾莱伊跟伊莫尔2只小精灵一脸羞愤地拉着陈平，然后一言不发地向族长的方向走去。太气人了！伊纳西妈妈，伊纳西姐姐竟然跟陈平哥哥讲他们小时候的各种仇事，真是太可恶了！艾莱伊，可恶！伊莫尔，羞死人了你！第120章，今天骗局，弥天大谎。陈平跟伊纳西大姐姐聊得好好的，突然闯进来了2只小不点，接着这2只小不点突然就恼羞成怒起来了，然后羞红着冲了过去。看着拉走自己的艾莱伊跟伊莫尔，陈平只好遗憾地跟伊纳西道别了，然后顺着他们前进。看着恼羞成怒的艾莱伊跟伊莫，他只能默默无言地跟着了。很快的，陈平就被带到丽娜菲尔族长面前的了。族长姐姐，我们把陈平哥哥带过来了。丽娜菲尔，辛苦艾莱伊、伊莫了，你们2个真棒。嘻嘻，被夸奖了2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接着说道：族长姐姐，那我们回去找伊纳西姐姐了。看着跑得飞快的2人，丽娜菲尔在后面喊道：小心点，别跑那么快。哎，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向一边的陈平说道：抱歉，让你见笑了。陈平闻言摆了摆手，笑道：没事，艾莱伊跟伊莫尔很乖巧的，反而是莉西亚，她最皮了。听到莉西亚，丽娜菲尔罢了一下，然后问道：陈平，我这样叫可以吧？陈平点了点头，别加个小兄弟下去就行。丽娜菲尔笑了笑，然后问道：那么陈平，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遇到艾莱伊他们3个的吗？陈平闻言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说道：这个嘛，我想你还是去问问艾莱伊他们自己比较好，毕竟这相遇其实算不上好呢。陈平脸上笑嘻嘻，心中暗道：就那扯淡的相遇，我要是说出来，那艾莱伊他们不得用幽怨的眼神瞪他3天3夜啊！而且这要我怎么说呢？难道说我遇到他们时，他们已经被哥布林给抓起来了，然后我救了他们后，接着他们想逃跑，但傻到把半生石当成束缚魔法石扔向我，结果就形成了他们的主动契约，接着半生石就生效了，完成半生契约。陈平刚保证，他要是如实说出，他们相不相信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肯定没好果子吃就是了。所以啊，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问艾莱伊他们，这样的可信度反而肯高不说，他也不吃好果子，就是可能艾莱伊他们3个小屁屁要遭殃就是了。丽娜菲尔闻言点了点头，然后正式的向陈平自我介绍道：陈平你好，我是契约一族的族长丽娜菲尔。陈平罢了一下，然后也正式的介绍道：丽娜菲尔族长你好，我是一个小岛的岛主陈平。相互介绍完后，便开始正式交谈起来了。陈平，我听艾莱伊说你救了他们，
我代表全族向你致敬，感谢。说完，丽奈菲儿还向他行了个礼。陈平连忙摆了摆手，让丽娜菲儿起来，笑道：“那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呸，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老家那边的优良传统。所以，丽奈菲儿族长你就不用如此。丽娜菲儿，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感恩戴德的，毕竟陈平你救了艾莱伊他们3个，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陈平，行吧，那我就接受你们的感谢了。现在来谈谈我来这里的目的吧。”丽娜菲儿，可以。陈平，丽娜菲儿族长，是这样的，我呢是一名求生者。求生者你知道的吧？丽娜菲儿闻言有些惊讶地说道：“求生者？我肯定知道，不过我们这边都是叫你们为天选者的。”陈平，这个我好像听艾莱伊说过。丽娜菲儿族长，你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我是这一届刚来的新人，现在还处于新手期阶段，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是很了解。丽奈菲儿闻言更为惊讶了，还是新手就这么掉炸天了吗？怪不得陈平身上的气息毫无遮掩，原来是不懂啊。要知道，就是因为陈平那明目张胆释放出来的气息，才让他们以为光门是入侵者搞的鬼。丽娜菲儿，陈平，虽然我也很想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但你还是先说说你这次来的目的吧。陈平点了点，也是，介绍什么的，等把他们都拐回岛上了，到时候随时都可以听。陈平，是这样的，丽娜菲儿族长，想必艾莱伊应该跟你说过，我有一棵生命之树了吧？见丽娜菲儿点头，他继续说道：“是这样子的，我想请你们跟我签订岛民群族契约。”丽娜菲儿闻言有些惊讶地说道：“岛民群族契约？你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这么说，陈平你还是岛主了？毕竟想要使用岛民群族契约的前提是你要有属于自己的岛屿。”陈平点了点，岛主而已嘛，把木筏升级成岛屿就行了。丽娜菲儿的眼神瞬间的发生了变化，本来还波澜不惊的眼神现在变得炽热起来了。他直接开口说道：“陈平，这岛民群族契约我们签了，你拿出来吧。”陈平，丽娜菲儿族长，这么潦草的吗？你都不了解一下岛民群族契约对你们一族的限制？丽娜菲儿无所谓的讲道：“我知道，不就是效忠于你这个岛主吗？小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完全可以接受。”陈平，你是不知道啊，在这无尽之海中，想要一块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地，简直比成神还难啊！陈平疑惑不解地问道：“这么难？不应该啊，我们这些求生者，只要把木筏升级成岛屿后，不就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吗？”看着一脸不解的陈平，丽娜菲儿笑道：“你们现在的确还不能算进去，毕竟你们还没进行到最后阶段。不过陈平倒是不用担心，你既然现在就能拥有岛民群族契约，那就代表你的岛屿已经是真正属于你的了，就算没渡过，但岛屿还是你的私人领地。”陈平，按照丽娜菲儿族长你的意思，难道现在的木筏或者岛屿还不属于我们？丽娜菲儿点了点头，没错，你们现在的木筏或者岛屿，好都是求生游戏的财产哦，除非你们能，才会变成你们自个的。陈平，为啥到关键就变成乱码了呀？我完全听不懂。丽娜菲儿笑道：“很正常，因为你还没到最后阶段，所以内容你肯定是听不了的呀，这是限制。”陈平，行吧，不过丽娜菲儿族长，岛民群族契约可不是什么要效忠于岛主这么简单哦。你看看吧，虽然只有一条规则，但很致命啊。陈平把岛民群族契约卷轴拿了出来，递给丽娜菲儿。丽娜菲儿一脸的疑惑，然后打开契约卷轴看了起来。卷轴中就一条金光灿灿的规则，那就是签订契约后，群族的身家性命都将掌控在岛主手中。这怪不得啊，怪不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直跟我们同盟的彩羽一族会突然背叛了。丽娜菲儿有些伤感。那时候彩羽族的族长跟他分享有人想要跟他们契约岛民群族契约的时候，他还为他们高兴呢，没想到这竟然是个骗局，还是个延续至今都没人发现的惊天骗局。也是，被契约的群族身家性命都被掌控了，谁还能说？还敢说？可能你这个念头刚起来，下一秒你就直接暴毙身亡了。但看着手中卷轴上那金光闪闪的契约规则，他想不通那些族群为什么还要签订呢？这契约卷轴就这一条规则而已啊，不是一目了然吗？看着到丽娜菲儿不解的神情，陈平说道：“丽娜菲儿族长，是不是不解为什么那些群族会签订契约？”丽娜菲儿点了点头，没错，这卷轴上的规则这么明显，他们为什么会想不开的签下契约？陈平没有回话，而是向他要回了契约卷轴，然后过了一会又递了过去。那你再看看。丽娜菲儿疑惑的打开，然后脸色瞬间就变了，规则完全改了，不再是之前那条金光闪闪的致命规则，而是什么有爱啊、平等啊之类乱七八糟的规则。丽娜菲儿，这是怎么一回事？规则还能乱改的吗？他不解地看向陈平。陈平摇了摇头，说道：“规则并不能更改，
但契约卷轴的主人能覆盖掉真正的规则，书写上虚假的规则下去。丽娜菲尔组长，你难道没注意到，那些字虽然也是金色的，但跟刚才你看的那条真正的规则不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丽娜菲尔喃喃道：光芒。真正的规则是金光闪闪的，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而不是普普通通的金色字体。唉，这下一切都清楚了，怪不得那些群族会心甘情愿地签下契约呢。只要那些契约卷轴的主人随便加的什么好条件，隐藏掉真正的规则，恐怕很少人能经得起诱惑吧。那么，丽娜菲尔看向陈平，有些郁闷地问道：陈平，你都把真正的规则给我看了，那你这是不打算契约我们了吗？陈平，不是，我还是想契约你们啊。丽娜菲尔白了他一眼，吐槽道：都知道了真正的规则了，我怎么可能还会跟你契约？陈平笑道：不试一试怎么知道？更何况，丽娜菲尔组长啊，如果你们不签下契约，我也不敢让你们来到我的岛屿，毕竟上面的秘密有点大啊。第121章，众所周知，半生契约只有3个效果。丽娜菲尔闻言一脸无语地看着陈平，然后继续吐槽道：我是傻才跟你签订契约吧？而且，你岛上有多少秘密，关我们什么事啊？陈平，但艾莱伊你们希望你们过来啊，难道宝宝们的话你都不听了吗？丽娜菲尔，笑话，艾莱伊他们肯定要跟着我们了，怎么好意思继续麻烦你啊？陈平挠了挠脸蛋，一脸迷惑地说道：但艾莱伊他们已经跟我形成契约了呀，所以肯定要跟着我呀，对吧？丽娜菲尔闻言瞬间一脸的不可置信，这么可能？要知道，他们一族的崽崽们因为半生时的原因，只能签下半生契约，其他契约是完全不起作用的。丽娜菲尔，陈平，你是在开玩笑的吧？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们一族的崽崽就是艾莱伊他们是不能跟你契约的，除了半生契约，其他契约对他们可是无效的哦。陈平笑嘻嘻的回道：那为什么不会是半生契约呢？丽娜菲尔很是果断的摇了摇头，说道：不可能的，半生契约必须是艾莱伊他们自愿才能契约成功，心中哪怕是有一丁点的不情愿，都会以失败告终。听到丽娜菲尔的话，陈平想起他向艾莱伊他们问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这么回答来着：没错，记得当时是这样子的。然后陈平就直接重复给丽娜菲尔听了。陈平，艾莱伊，按照你们的说法，那我们应该契约不了半生契约才对吧？要知道，你们当时都想跑路了。艾莱伊，嘿嘿，那个陈平哥哥，当时我不是不知道束缚魔法石被换成半生石了吗？那时我还以为是束缚魔法石呢，所以跟伊莫尔、海莉西亚说了一下当时的计划，就是用束缚魔法石困住陈平哥哥你，然后逃跑。所以我们当时是真全心全意的希望成功来着，结果不就巧了吗？直接契约成功，但魔法阵出现时，艾莱伊就知道是契约魔法阵了，但那又如何？契约魔法阵都出现了，那就表示契约成功，如果失败的话，魔法阵根本不会出现。陈平，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是不是很意外？完全就是一个巧的不能巧的巧合，而且还不能复刻呢。丽娜菲尔，如果这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可能会乐呵呵吃瓜，但可惜这是自家人犯的错。看着陈平，丽娜菲尔有点咬牙切齿地说道：所以说，现在艾莱伊他们都已经跟你形成半生契约了吗？呵，你竟然没死，也是命大。陈平闻言疑惑地问道：咦，签订半生契约还有生命危险的吗？不至于吧，我听艾莱伊他们说过，可是很有多人来求这契约呢，如果有生命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那么受欢迎啊？丽娜菲尔，虽然我们一族跟其他种族很是契约成功，但还是有不少成功签订半生契约的存在的，其中也有人得到了多个崽崽们的信赖，然后有些人一贪心直接没了。陈平，咦，什么个情况？仔细讲讲啊。丽娜菲尔看了陈平一眼，然后开口说道：既然你跟艾莱伊他们完成了半生契约，那么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了半生契约的效果了吧？陈平立马点头。丽娜菲尔继续说道：众所周知，半生契约一共有3个契约效果，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第一、第2个效果了，生命共享跟复活，第3个效果经验共享就没多亮眼的地方了。所以就有人想看看，如果契约多个半生契约会发生什么，然后就有人试了，结果就是都失败了，然后直接嘎了，连复活的效果都不起作用。而你，陈平，你是唯一一个契约了3个，竟然没暴毙身亡的存在，就这点来看，你还真是了不起呢。陈平听得一头雾水，半生契约的效果不是9个吗？怎么变成3个了？陈平，咦，丽娜菲尔族长，半生契约的效果都是相同的吗？丽娜菲尔摇了摇头，说道：并不完全一样，还是有点差别的，但不大，核心效果还是一样的。但形成半生之气的话就不一样了，每把半生之气的效果能力都不尽相同，至少目前为止族内没记录过相同的半生之气。哦，陈平闻言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丽娜菲尔这是好奇的看向陈平，然后问道：
对了，陈平，你一次性契约了艾莱伊他们3个，那契约效果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能把效果页面展现出来给我瞧一瞧吗？陈平闻言果断的摇头，说道：哼，那有什么不同之处？都一个样。笑话，你都没签订岛民群族契约，我能给看这个？门都没有，就留个窗给你。不过窗户上我贴了张契约卷轴就是了。看着陈平的模样，丽娜菲尔100%确定他没说实话，契约效果肯定有所不同。但既然人家不说，那就算了。陈平，丽娜菲尔组长，我们是不是该回归正题了？岛民群族契约要签吗？看着双眼亮晶晶的陈平，丽娜菲尔不由得扯了扯嘴角，这真是锲而不舍啊。她有些郁闷，既然你想契约我们，那干嘛还给他看契约卷轴的真相？如果不知道真相，那他100%会选择签订契约的。现在他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啊！一想到这是个弥天大谎，他就忍不住想公布于众，但也就是想想而已。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那得罪的人就海里去了。他们一族可是第2天就会被灭族吧？毕竟这块蛋糕是又大又香啊，还他妈的贼容易吃，都不用你坑蒙拐骗，只要契约卷轴一出，他们就自动上套了。还好这个岛屿群族契约卷轴极其难得，不然丽娜菲尔感觉身体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下。平复了一下心情后，丽娜菲尔直接吐槽道：陈平，你都把真正的契约效果展示出来了，我怎么可能还会签啊？陈平装傻的笑道：为什么不呢？我又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人。还有，我那边的环境可好了，你们过去肯定很会喜欢的。丽娜菲尔无奈说道：谁管你是不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身家性命都被人掌控着，只要想一想，那我连觉都睡不安稳好吗？看着装傻的陈平，他不由得白了他一眼，然后就沉默起来了。陈平也收起契约卷轴，跟着沉默下来了。不好了，大事不妙了，族长！一道急冲冲的声音传了过来，然后一道身影从远处快步跑来。丽娜菲尔看了过去，然后脸色微变的问道：莉莉莎，你不是在看守母树的吗？莉莉莎，大事不妙了，族长！母树那边出现好大的一只虫子，它现在正在啃食母树，我们的攻击对它一点作用也没有啊！呜呜！闻言，本来就脸色微变的丽娜菲尔瞬间脸色大变，立马向母树的方向跑去。但刚跑了2步，他就停了下来，然后拉起陈平就跑了起来。陈平一脸懵逼的被丽娜菲拉着跑，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来到生命之树下了。哇擦，还真的是只大虫子，这都有生命之树1半的大小了吧？陈平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大甲虫。没错，这只虫子长得跟新天牛有点像，身上到处都是白色的斑点，但这个头大有些夸张了。这棵生命之树虽然没有他那把世界树分化出来的生命之树大，但也有700-800米的高度啊，几十米粗的树干，可想而知这只甲虫到底有多大只了。丽娜菲尔一脸凝重地看着趴在母树上不断啃食着的甲虫，小手一挥，一把很看起来就显得跟他很相配的法杖出现在他手中。随后丽娜菲尔一挥，无数的巨大藤蔓破土而出，冲向甲虫，然后把它死死地捆住后，便自毁藤蔓往下拉。可惜甲虫的爪子狠狠地插在树上，根本拉不下来。虽然一阵咔嚓声响，然后巨大甲虫的翅膀突然展开，直接把捆绑在身上的藤蔓全部扯断，接着继续啃食着生命之树。断裂的巨大的藤蔓直接掉了下来，下方的精灵们只好纷纷离开这片区域了，避免被砸到。丽娜菲尔脸色严肃地看着母树上的大甲虫，然后向陈平喊道：陈平，你鉴定一下这只虫子多少级，属性如何？陈平闻言，一边鉴定一边疑惑地问道：族长，你带我过来不会就是冲着我的鉴定来的吧？丽娜菲尔果断地点了点头，说道：没错，鉴定术很罕见，是那种能跟远古神器相比拟的少见。如果你有一本鉴定技能书，甚至可以拿它来换取一把神器也不为过。我之所以带你过来，就是因为你还在新手期，而新手期时的新人都配置有系统鉴定术，所以你给我鉴定一下看看这虫子的等级跟属性，我好做针对。第122章终于要签订契约了。陈平闻言有些惊讶，原来鉴定术这么罕见稀有的吗？名称：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种族：天牛族，等级：90，体质：1436，力量：1327，敏捷：1342，精神914，天赋：巨大化变异，生命顽强，坚硬如铁，力大如牛。技能：横冲直撞，嘶鸣，震动甲翼，上颚撕咬，蛀食树木，魔法抗性附加。鉴定介绍：一只被人为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单是体型就巨大2倍，而且还被注入了生命凋零药剂，生命会不断流逝，所以它会拼命的不断吸食生命之树的生命力来补充自身。鉴定介绍：
建议从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的腹部进行攻击，或者攻击甲背上半身头下方的一处红色小斑点，那是它被注射生命凋零药剂的位置。攻击哪里能让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生命力更加快速的流逝？陈平看着鉴定结果后，立马共享给丽娜菲尔组长。丽娜菲尔看完，忍不住皱眉道：“人为变异，看来外面的那些人已经不想继续等待下去。”丽娜菲尔看着趴在母树上不断吸食母树生命力的大甲虫，神情一脸的难看。这只被下了药的虫子只会不断吸食生命力来维持自己的存活，其他的事情基本都不会理会，哪怕被人攻击也是如此。毕竟他只要一停下来，很快就会丧失生命力而亡。得到了陈平的鉴定结果，接下来就是好处理了。丽娜菲尔手中的法杖一挥，瞬间无数藤蔓冲天而去，然后顺着母树的身躯开始往上攀爬，一直爬到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的腹部处才停了下来。丽娜菲尔接着让藤蔓潜伏下来，然后继续释放魔法，法杖开始不断闪耀，然后凭空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翠绿色光点，随后凝聚成一支巨大的光剑，直接射向那被注入药剂的红点。丽娜菲尔看着那红点，如果不是鉴定结果，她还真没想到那会是弱点，毕竟那个位置是最后的地方了。随着光剑名字红点，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瞬间发出了嘎吱嘎吱声响，也不知道是嘶叫声还是什么。看着抬头的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丽娜菲尔立刻发动潜伏在他腹部的藤蔓，瞬间聚集在一起的藤蔓狠狠地插入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的腹部，然后直接把它从生命之树上给推了下来。砰！巨大的身躯狠狠地砸在地面上，然后无数的藤蔓从他身边的地面冒出，直接捆住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的全身，就脚都被单独的捆绑起来。看着被捆着密密麻麻的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一眼，丽娜菲尔就把目光移到母树身上了。只见被变异的巨星点斑天牛刚才趴着的树干上已经被啃食出一个大口子了，还是一旁那些被爪子划出来的伤痕，每一道划破的树皮狠狠地伤到内在。看着母树伤口出现的绿色液体，丽娜菲尔无力地闭上了双眼。看来外面的人准备足够充分啊，连这东西都有。生机激发药剂，而且是传奇品质的药剂，能让任何植物以为自己生机勃勃，这样植物只要受到伤害，它们就会使用生命力来修复伤口，让它们快速消耗本就所剩不多的生命力，是专门对付植物类种族跟灵植的药剂。现在母树就已经被药剂欺骗了，所以它现在正在使用它那最后的一点生命力来修复伤口的损伤。陈平好奇地鉴定一下生命之树的属性，名称：生命之树，濒临死亡，种族：灵植，等级99，体质14257，正在不断下降，力量9104，正在不断下降，敏捷7415，正在不断下降，精神5139，正在不断下降。天赋：生命之力，失效中生生不息，失效中诞生果实，失效中护佑之力。技能：精神攻击，操控植物，生命恢复，自然压制，生命爆发。鉴定介绍 ：Oh my god！ 被契约之神亲自种下诅咒的生命之树，而且还是被下了几千年的之久。噗噗，没救了，等死吧。鉴定建议：主人最好早点离去，等生命之树一死，契约之神肯定会立马降临，因为诅咒中有他的一丝神性在，可以直达。陈平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鉴定面板，卧了个槽，真是鉴定出了一个惊天大瓜啊！竟然惹得神明亲自动手，厉害！丽娜菲尔，喂，陈平，你看什么呢？一副惊讶的神情。陈平，没啥，你看起来好像有事。丽娜菲尔点了点头，苦笑道：“我想让你鉴定一下母树，看看它还能撑多久。”怎么了？你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啊。陈平点了点头，说道：“的确很惊讶，族长哟，我怎么看都觉得你还是跟签订契约比较好啊。”说完，没到丽娜菲尔拒绝，陈平就把生命之树的鉴定效果展示出来了。刚想吐槽的丽娜菲尔，在看到陈平把母树的属性面板展示出来后，就收声查看起来。诅咒还是契约之……陈平直接用手捂住了丽娜菲尔族长的小嘴，然后无奈地说道：“我的族长姐姐啊，你难道不知道念叨神明是会被神明感应到的吗？如果是其他地方倒是无所谓，毕竟神明没那么无聊的到处查看，但这里可不一样，这里摆明着被重点观察地区。你这一说，妥妥的降下目光啊。”丽娜菲尔也回过神来，脸色极其难看地扒开陈平的手，一脸悲愤地看着母树，然后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足足上千年之久啊，我们竟然一点异常也没有发现。哼，我真是不称职的族长啊。”陈平，丽娜菲尔族长，你还是别难过，毕竟是一位神明动的手脚，你们发现不了也很正常啊。丽娜菲尔，你说的好像也对，我们以前每隔1000年都会买个鉴定卷轴来查看一下母树的情况，但好像都显示不出诅咒，你这鉴定术怎么就？
陈平得意地笑了笑，说道：“我这鉴定术可是神级的鉴定术，上任鉴定之等鉴定术哦，能鉴定出来，我是一点都不觉得意外的了。”陈平还怕丽娜菲儿不信，把鉴定术神展示出来给他看了一下。丽娜菲儿看完后就忍不住开始打量起陈平了，然后喃喃道：“我看你除了在人类中算得上有点小帅的脸庞外，好像也没什么突出的地方啊，怎么就那么多好东西呢？难道你是求生游戏的仔仔不成？”陈平闻言无语地看着他，然后问道：“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还是想想接下来的打算吧。”丽娜菲儿无奈地说道：“哎，没法子，我们一族可是被神明给盯上了呀，这么想都不可能逃得掉吧。所以我决定了，回去跟族人讨论一下，是跟你签订契约，然后身家性命被你所掌控，还是等着被神奴隶的命运。”陈平闻言有些期待地看向丽娜菲儿，然后期待地问道：“那族长姐姐，你的选择是？”丽娜菲儿看着一脸期待的陈平，白了他一眼，然后开口说道：“你不怕收了我们一族后，被那剑神盯上吗？”陈平笑嘻嘻地说道：“嘻嘻，这个呀，我还真不怕呀。神岛之心被神化后，可是相当于神国的存在啊，那些神明根本无法察觉到岛屿的存在，盯上老子，呵呵哒，他能找到老子都算他厉害。哦，怪不得陈平你一定要我们签订契约后才肯让我们进你的岛屿呢，看来你的秘密是真的很大啊，竟然连神明都不怕。”丽娜菲儿一脸惊奇地说道。陈平，嘿嘿，丽娜菲儿族长你来了就知道了，保证你们不会后悔哦。两人边聊边做，很快的就回到族中了。丽娜菲儿、莉莉莎，你们去把大家都叫过来集合吧，我有事情要向大家宣布。莉莉莎等人点了点头，然后几人开始分散去叫人过来集合了。陈平，那丽娜菲儿族长，我就先在那光门处等你们了。丽娜菲儿点了点头，说道：“也行，把艾莱伊跟伊莫尔也带过去吧，我这边还不知道能不能行呢。”陈平，行吧，我是真希望你们能来，艾莱伊他们也是这样想的吧。向丽娜菲儿族长摆了摆手后，陈平就跑去找艾莱伊跟伊莫尔了，刚好他们两个在一起，所以陈平麻溜的带着他们向光门走去，然后开始等待起来。而另一边，丽娜菲儿看着越来越多的族人，也开始打起稿来了。等族人们都到齐后，他就要开始劝导起来了。要知道，在不知道神明的阴谋前，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跟陈平签订契约了。毕竟他们一族都已经危在旦夕，随时都有着灭族之灾。跟陈平契约，虽然身家性命都会被他掌控，但也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至少全族可以不用流浪，不用东躲西藏，不用随时担心被人发现。最重要的是，有艾莱伊他们在，陈平想必也不会太过分吧。而且陈平看起来也不像那种大奸大恶之人，更别说他现在还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神明的阴谋诡计了。第123章回岛屿了。巨大的光门附近，陈平带着艾莱伊跟伊莫尔在这里等待着。艾莱伊跟伊莫尔两人一脸期待中带着少许焦急地看着里面。陈平拍了拍他们两个的小脑袋，平复一下他们的心情。过了差不多1个小时，艾莱伊跟伊莫尔激动地喊道：“啊，族长姐姐，他们过来了！伊纳西妈妈跟姐姐们也都跟着过来了，是不是要一起回去岛屿啊？”陈平也是一脸的期待，看着走过来的丽娜菲儿，他直接笑着问道：“怎么样了，族长姐姐？”看着一脸期待的陈平，丽娜菲儿无奈地说道：“我说，你为什么就不遮掩一下下呢？这神情看起来就像是在幸灾乐祸似的，让精灵火大啊！”额头忍不住冒起了几个大井号出来，看着迫不及待拿出契约卷轴的陈平，丽娜菲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唉，算了吧，早点签订契约后离开吧，反正该收拾的都已经收拾好了。丽娜菲儿接过岛民群族契约卷轴，然后果断地签下他们一族的族名。随着族名被写入契约卷轴，瞬间契约卷轴直接变成无数道光芒射向在场的所有精灵，甚至一道射进光门，2道光芒射向艾莱伊跟伊莫。不过在他们身边转了一圈后就直接消散了，不像其他精灵那样直接没入他们额头。随着光芒没入脑海，每位精灵立刻就知道岛民群族契约的规则的，他们的脸色不由得变了变。虽然刚才族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们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的来临时还是有点难以接受。虽然现在也没法反悔就是了。陈平的脑海中也出现了掌控方法，他现在随时都可以按照脑海中的法子随意的操控他们的生死了。陈平不由得揉了揉额头，一下子知道了所有精灵们的名字，让他的脑袋有点胀痛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丽娜菲儿很快的就调整回心态了，抬头看向陈平，发现他好像有点难受。怎么了？你看起来好像有点难受的样子。陈平闻言摆了摆手，没啥事，就是有点头感觉胀痛。族长姐姐，你们都收拾好了吗？如果收拾好了就出发吧。丽娜菲尔点了点头，早就收拾完毕了，毕竟就算你没来，我们也是随时准备离开的，所以可以随时出发了。陈平，那族长姐姐，你叫他们进去光门吧，我要最后才能进来，不然我一进去
光门就会直接消失不见的。丽娜菲尔闻言点了点头，行，我让他们排队进去。很快的，所有精灵都有序排队的走进光门，传送到岛屿上了。丽娜菲尔看了眼不断走进光门的族人，又看向家园，然后轻声的叹息了一下。其实这样子更好，不用化整为零，族人们分散流浪，毕竟全族上千多人一起行动的话，目标有些大。而且分开逃的话，族人们还会相互关心各自的情况，时间一久，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最为重要的是，根据他们的推测，就算是化整为零，族人们能成功逃离的人数可能也不会太多，不然丽娜菲尔才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跟陈平签订契约呢。再加上跟陈平相处了一段时间来看，他的为人应该还是不错。其实最后也是让他下定决心签订契约的是艾莱伊他们三个。要知道他们三个可都是跟陈平完成了半生契约了呀。嘿嘿，陈平可能还不知道，艾莱伊他们三个好像也不知道呢。半生契约是有隐藏效果吧？虽然没有显示出来就是了。半生契约的效果很厉害，但对于他们一族来说其实是弊大于利，所以就有了个不算效果的效果了，那就是半生契约的双方的好感是会不断增加的。最终会转变成什么类型的好感，就要看双方了。不过看着陈平对待艾莱伊他们的态度，明显的就是当妈又当爸的样子。嘿嘿，这好感最终可能是父女的方向发展。而且艾莱伊他们才跑出多久？没不到1个月吧，好感就这么高了。所以陈平这家伙自从契约之后，就已经把他们三个当成女儿在养了吧。所以只要他们一族不作死，把艾莱伊他们当女儿的陈平不至于为难他们，爱屋及乌的概率反而更大一些吧。而且陈平一开始过来时的表现，他也看在眼里了。怎么说呢，挺搞笑。虽然最后陈平在光明正大的从下往上看伊纳西他们群体，但他还是能看得出来，陈平这家伙可能好色了一点点，但为人还是挺正直的，最多就是偷看而已。至于动手动脚嘛，大概是不会发生的吧。丽娜菲尔是越想越觉得跟陈平签订契约并不吃亏，反而是更好的一条退路，至少比一开始他们设想分散流浪要强上上百倍。更别说现在他已经知道的这一切都是神明的阴谋诡计了，所以他们一开始的设想完全就是不可能成功。最后他们一族可能除了艾莱伊他们三个外，其他族人可能都逃不了被抓住的命运吧。毕竟那可是神明啊，就算不是全知全能，但想找到他们这几只小精灵，还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事情吗？所以他果断的上了陈平的贼船，更何况他还有个超级加分项，那就是陈平他还在新手期，能在新手期就把木筏升级成岛屿的人，那个不是亿万中无一的存在，潜力无穷，神明之资啊！要知道精灵女神就是他们那一届的人，她是第一个在新手期就成功把木筏升级成岛屿的，那一届一共就3人成功升级为岛屿而已，另外的2人也都成为了神明，只不过比不上精灵女神就是了。就是不知道陈平他们这一届到底几天了，但陈平既然已经把木筏升级为岛屿了，那大概应该到后期了吧。族长姐姐，丽娜菲尔族长姐姐。陈平叫了2声，看丽娜菲尔都没反应，忍不住伸出蠢蠢欲动的双手，然后一捏一扯，哇塞，手感真棒。正想继续，就遗憾地接收到死亡视线了。陈平看着丽娜菲尔那一双冒杀气的双眼，对她笑了一下，嘿嘿，然后放开捏住脸蛋的双手，接着陈平作死地用手把丽娜菲尔的双眼给轻轻地合上，然后立马装作若无其事地向她问道：陈平，族长姐姐，族人们都已经进去了，我们也该离开喽。丽娜菲尔一脸黑线地把陈平的双手从眼睛上拿开，一脸嫌弃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报复性地捏了回去。捏了几下后，发现手感意外的不错捏，又忍不住捏了几下后，丽娜菲尔便直接向光门走去了。看着离开的丽娜菲尔，陈平立马揉了揉脸蛋，似有点痛捏，这也太大力了点吧。陈平无奈地跟了上去，咔嚓砰，随着陈平走进光门，1秒后光门直接破碎成无数碎块，然后消散不见了。一回到岛屿，陈平就看到一群美丽的精灵正在好奇地四处查看他们以后的家园，而艾莱伊跟伊莫正在介绍各种地方。而莉西亚嘛，她现在正在瑟瑟发抖地躲在艾莉身后，而且丽娜菲尔族长正一脸严肃地看着她。莉西亚一看到陈平回来，立马准备急速跑了过来，可惜她刚跑出艾莉的身后，就被丽娜菲尔给提起来了。瞬间小脸立马变得可怜兮兮起来，看着丽娜菲尔，小声地讨好道：丽娜菲尔妈妈，莉西亚好想你哦，抱抱。被提着的莉西亚期待地伸出双手求抱抱，丽娜菲尔可不会被她这副模样给骗到了，每次惹祸都是这一副神情，装可怜。哼，我还会再上当才怪呢。虽然想是那么想的，但丽娜菲尔还是把莉西亚给放了下来，然后捏了捏她那婴儿肥的小脸蛋，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现在事情多，等安顿下来再收拾你这丫头。莉西亚嘻嘻地笑了2下，然后迈起小短腿，拉起艾莉就急冲冲地向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跑去，她要带领姐姐们到生命之树那边玩。哼哼，这样丽娜菲尔妈妈
就不会打我的小屁屁了吧？看着蹦蹦哒哒离开的莉西亚，丽娜菲儿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丫头。陈平这时走了过来，然后笑道：“族长姐姐，要不要带你看一下岛屿的大致情况？”丽娜菲儿，可以，你带路吧，也好让我看看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陈平闻言也没说什么，而是把飞行毛毯拿了出来，然后直接跳了上去。族长姐姐，上来吧，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大好河山。嘻嘻。丽娜菲儿直接飞了上去，然后落到毛毯上。不错嘛，竟然获得飞行道具。陈平，族长姐姐，飞行道具很少见吗？看着开始往上飞的毛毯，丽娜菲儿笑道：“至少在新手期是很少见的，出了新手期后就变多起来了。不过价格方面会比较贵就是了。”很快的，飞行毛毯就飞到一个不错的高度的，正好能查看整座岛屿的大致情况。陈平，怎么样？族长姐姐，我的岛屿不错吧？丽娜菲儿，陈平，你这岛屿可真是有够荒凉的呢。第124章，种族改变，原出精灵一族。陈平尴尬的笑道：“毕竟我这岛屿才刚出现没几天呢，再过几天就会变好的了。”丽娜菲儿，那就能理解了。对了，陈平，你这一届到……一道系统的提示响起，天空也随之出现相应的字幕。系统全新手区公告，检测到新手区中的求生者平均等级超过30级，提前前进新手后期，10天后将开始新手最终试炼。连续喊了3遍。陈平，最终试炼，也不知道会是什么试炼。陈平，丽娜菲儿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说道：“你在新手中期就把木筏升级成岛屿了？”陈平点了点头，疑惑地说道：“对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丽娜菲儿，你知道我哪一届第一个岛屿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吗？陈平白了他一眼，无语道：“你不说，我怎么可能是知道？”嘿嘿。丽娜菲儿先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然后说道：“我们那一届第一个升级成岛屿的人可是在第26天啊，之后第二个是27天升级成岛屿的，最后一个在第29天。而你……”丽娜菲儿上下打量一下陈平就厉害了，还没进入新手后期，你就把岛屿给搞出来了。噗噗，快说，你是不是求生游戏意志的仔？陈平看着一脸我已经知道你真正身份的丽娜菲儿，抽了抽眼角，然后双手一摊无奈地说道：“既然被族长姐姐你发现了，那我就不装，摊牌了。没错，我就是求生游戏意志的仔。哼哼，膜拜我吧，族长姐姐。”丽娜菲儿一脸无语的看着一脸装叉的陈平，这是真不要脸了啊，硬碰是吧？也不怕求生游戏意志给你来一下？要知道，求生游戏意志可是比神明还要强大的存在啊！丽娜菲儿，行了，没自恋了，我看到生命之树了，带我过去瞧一瞧吧。陈平先是控制飞行毛毯向世界树飞去，然后才向丽娜菲儿解释道：“族长姐姐，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哟，来，给你看看我为啥能这么快的把木筏变成岛屿的。”说完，陈平就把岛屿的面板属性展示出来，然后意示丽娜菲儿查看。丽娜菲儿疑惑地看了陈平一眼，然后就歪头凑了过去，查看了起来。签订了契约后，丽娜菲儿他们一族就不可能背叛了，所以陈平也不介意透露一些信息，毕竟等一下世界树的存在给族长带来的震撼肯定更大。丽娜菲儿一脸懵逼地看完神岛之心的属性面板，然后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陈平，呆呆地问道：“这是真的吗？”见陈平点头后，丽娜菲儿才回过神来，然后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说道：“你这岛屿的属性也太变态了点吧？这都扯上神明了。神力就不说了，虽然很变态，但稍微能接受一下下，但那个神之领域就有点夸张了吧？”陈平，哦，是吗？我不觉得呀。丽娜菲儿，怪不得你不怕呢，你这岛屿都已经是神之领域，那些神明根本就发现不了这里，而且就算被发现，他们也不敢把目光投放进来。嘿嘿，要知道有神之领域的神明一定是主神以上的存在啊。看着陈平，丽娜菲儿心中暗惊，岛屿的属性太过于变态了，从效果1来看，岛屿应该是这一届的唯一专属物品升级而成，而效果2、效果3应该才是这岛屿本来的效果属性吧。效果也很厉害，可以说无限资源加岛上无敌了，但也比不上后面那2个神话属性，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么看来，他们这是抱上了一根大腿了，而且还不是金大腿，而是神大腿呀！嘿嘿。陈平，族长姐姐，我们到了。丽娜菲儿站了起来，看着眼前这棵巨大的生命之树，她能从中感应到那庞大无比的生命力，比母树全盛时期还要庞大。丽娜菲儿，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这棵生命之树看起来还是幼苗而已，生命力竟然如此庞大。陈平，你确定让这生命之树跟我们一族契约？以我的目光来看，这棵生命之树如果自行诞生出新种族的话，大概率要比我们契约精灵一族要强大的多呀。
甚至可以跟精灵女神的那棵生命之树相比了吧？要知道，她那棵生命之树可是诞生出自然精灵的存在啊！陈平挠了挠脸蛋，有些疑惑地问道：“族长姐姐啊，你们契约精灵一族跟自然精灵有关系吗？为什么艾莱伊他们的属性面板上显示他们的种族是自然精灵啊？”丽娜菲儿，哦，这个，那是精灵女神的赐福。现在你再看的话，他们的种族就变回契约精灵一族了。陈平，为啥呀？种族还能随便变换的吗？丽娜菲儿，有不少道具可以伪装成其他种族，也有不少种族自身的天赋也能临时变换一下种族。而精灵女神的赐福就是能临时改变种族的能力，能提高一些仔仔们的潜力。但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信仰了，所以赐福就没了呗。哦，懂了。陈平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族长姐姐，跟我来吧，我们该去契约了。”丽娜菲尔闻言，一脸激动地跟了上去。虽然身为族长，应该要时时刻刻保持庄严，保持优雅，但这时刻去他庄严，去他的优雅。很快的，陈平就带着他来到世界树下来了。看着眼前巨大的生命之树，丽娜菲尔脸都激动得红彤彤起来了。丽娜菲尔，陈平，你真的确定让我们一族来契约？陈平摇了摇头，说道：“族长姐姐啊，我不是要你们跟生命之树契约哦，而是跟他。世界树，出来见一下你的契约种族吧。”顺着陈平的话落下，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在树影出现在生命之树身后，逐渐从虚幻变成实体。随着世界树的身影出现，丽娜菲尔瞬间亚麻呆住了。陈平，这是什么树？陈平，族长姐姐，怎么了？陈平，回神了，族长姐姐。丽娜菲尔一脸激动地拉住陈平，激动地问道：“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世界树不成？”陈平点了点头，笑道：“没错呀，就是世界树。”闻言，丽娜菲尔差点都窒息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哎，不对吧，陈平，世界树不是都自带族群的吗？我们根本契约不了啊！陈平直接把世界树的属性展示出来，然后就发现丽娜菲尔瞬间就把脑袋挤过来了。丽娜菲尔其他的都没看，目光就直直盯着契约种族那里。一个小小的无，现在在他眼中无穷的大。看着直直倒下的丽娜菲尔，陈平一脸的无奈。好吧，激动过头了。陈平直接按住他的人中几秒，很快的丽娜菲尔就醒来了。一醒来，丽娜菲尔双眼直勾勾的看着世界树，眨都不再眨的。走开，别挡住，我看世界树。陈平一脸无语的拿开按住他脸的小手，然后搜索道：“我的族长姐姐哟，还看个毛线啊！快点跟世界树契约吧！”啊！丽娜菲尔立马跳了起来，然后眼神火热的看着陈平：“那还等什么呢？快点契约啊！”陈平摇了摇头，然后把世界树的意识招了下来。很快的一个小莉西亚模样的小不点就出现在丽娜菲尔的眼前了。丽娜菲尔看着眼睛都直了，尤其是看到长得像莉西亚的树灵，本来紧张的心情瞬间就不可思议的平复了下来。树灵，主人，他们就是你找来的契约种族吗？陈平点了点头，没错，不错吧？树灵上下打量了一下丽娜菲尔，然后向陈平说道：“还行，他们出生后的半生时很有意思，有点规则在里面。”陈平，那你就跟族长姐姐契约吧。树灵点了点头，然后小手一挥，一片树叶从世界树上飘落了下来。等到树灵头顶10米高的时候，巨大的树叶开始慢慢变小，最后一片不大不小的叶子刚好落在树灵的手中。树灵把树叶递给丽娜菲尔，意示她接下来。看着跟莉西亚一模一样的小脸，丽娜菲尔罢了一下后才接下树叶。丽娜菲尔一接过树叶，陈平就听到系统的提示声响了。系统，恭喜契约精灵一族成为世界树的契约种族。系统，叮，世界树开始优化契约精灵一族，请稍等。然后陈平就看到一堆绿色光点从世界树内冲了出来，其中一个最大的绿色光球直接冲入丽娜菲尔，把它直接包起来了。剩下的光点全冲向别墅的方向，其中还有3颗跟之前冲入族长的光球差不多大小。系统，叮，优化完毕，契约精灵一族将在3天后转变成原初精灵一族。系统，叮，世界树开始形成原初精灵一族的天赋能力，将沉睡3天。第125章全员沉睡，那我只好自个去玩了。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被包裹在光团变成的液体之中的丽娜菲尔，用手按了按，挺 Q 弹的，用力按了下，只按下了10几公分而已。陈平想了想后，打算抱起这液体球，使劲再使劲，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但就是拉不动。陈平打量了一圈，然后发现液体球下面被世界树的树根缠绕着，怪不得拉不动呢。找出来飞行毛毯，陈平急冲冲地向别墅飞去。等他回到别墅后，就看到一大堆的液体球了，就连艾莉都有分，这就有点离谱了吧？看着液体球里面沉睡的艾莉，
陈平不由得摸了摸下巴，难道是因为树林变成了莉西亚的样子，所以爱屋及乌的给艾丽也来一波优化？这下好了，接下来的3天成孤家寡人了。陈平有些叹息的说道，然后打开背包，麻溜的拿出福利岛屿传送卷轴。金银岛之彩蛋岛的收获贼大，不知道这次会出现在那个福利岛上呢。不过出发前，陈平先检测一下身上的货币先，金币还有 660W， 古金币 10W， 灵珠1300多枚，OK 出发了。关掉空间背包，陈平就直接使用掉福利岛屿传送卷轴了。白光一闪而过，陈平就消失在不见了。系统叮，恭喜求生者来到挑战塔岛。系统叮，挑战塔岛，岛屿中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塔，每座挑战塔都有不同的奖励。系统叮，求生者一共可以选择3座挑战塔进行挑战。系统叮，通关挑战塔有概率获得中心塔挑战门票。系统叮，挑战失败则会被传送回去。看完系统提示后，陈平这才向岛屿深处出发。挑战塔岛的名字还真没喊错啊，海滩边上就已经有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塔了。不过这里的塔有点矮，才3、4层而已。陈平看向岛屿里面的塔，越往里面，塔的层数越高。走啊走啊走啊走，然后陈平在一座挑战塔下停下了脚步，抬头望向眼前的挑战塔，13层高，风格有点像是古代的那种高塔。陈平向周围看了看，发现这一片中就这一座是13层的塔，剩下的都是12层跟14层的挑战塔，倒显得这13层挑战塔有点特殊起来了。想了想，陈平直接推门走去了进去。咔嚓，砰！陈平没去管那关上的大门，而是直直走向中心，那里好像有一道身影在等待着他。走近一看，好家伙，机关人！陈平好奇地鉴定一下，名称守塔者1号，种族傀儡一族，等级50，体质614，力量647，敏捷605，精神457，天赋核心自爆，木质之躯，莫得感情，技能爆裂手臂，自爆躯体，全力打击，数据分析，数据储存，数据连接。鉴定介绍，少见的傀儡一族，因为种族特性经常被用来守护某些地方。鉴定建议，傀儡之族有个致命弱点，通常是在双眼上，不过这具傀儡的弱点在肚脐眼上，只要命中肚脐眼就能使其瘫痪。既然都出鉴定建议了啊，厉害！然后陈平拿出幻变，直接一剑下去，守塔者1号就直接嘎了。笑话，老子的属性可是他的几倍啊，用得着攻击什么弱点吗？一样都是一招秒。啪！一个台阶从天而降，2楼的入口出现在陈平面前。上去后，第2层的守塔者也是一位傀儡，叫守塔者2号，属性比1号多了10几点，倒是技能跟天赋都一样。看着亮起双眼的2号，陈平直接一剑送他去见1号，又一台阶砸了下来。属性上的差距巨大，守塔者们根本拦不住陈平一秒，通常都是被秒杀。很快的，陈平就来到第10层了。这守塔者的模样好像发生了一丁点的变化吧？陈平仔细的打量了一下，的确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身体表面多出了金属的冷光感，好像不是木质之躯了呢。鉴定一下看看，果然木质之躯变成了钢铁之躯，其他的天赋跟技能倒是没啥变化，不过属性上增加了不少，平均差不多800点了。可惜对陈平来说没区别，毕竟他现在的属性过于爆表了点。因为观察了一下下，所以眼前的傀儡10号已经完全启动了，然后他毫不犹豫地使用天赋核心自爆，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整个楼层都炸得震动起来了。可嗨嗨！爆炸产生的灰尘跟烟雾直接让陈平吃了一脸的灰尘跟黑烟。灰头灰脸的陈平直到第11层才摆脱了灰尘跟黑烟，没办法，第10层整层都布满了灰尘跟黑烟，还好每一层的入口处好像有一层无形的屏障，不然那些灰尘跟烟雾早就涌进来了。看着11号，陈平不爽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这次他不会再给傀儡们反应的时间了，直接一剑秒杀，最适合不过了。然后砰，熟悉的爆炸声再次响起，灰尘中陈平一脸的懵逼，傻鬼，老子都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了，为啥子还会爆炸？再次灰头灰脸的陈平出现在第12层，这次连灰尘都懒得拍了，直接快速的接近12号，然后一剑直接把他劈成2半。看着倒地变成2半的12号，呵呵，这下你倒是给我炸啊！呵呵，炸不了了吧？看着最后一层的台阶落下来，陈平这才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然后向13层走去。砰！巨大的爆炸声从身后传来，让陈平的脚步顿了顿，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向13层走去。这次的爆炸威力比前面11次大多了，至少陈平现在感觉有点屁凉屁凉的。毫无疑问，他身上的现代衣服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爆炸威力，
直接被炸出口子了。陈平默默地把由龙鳞裙甲显示出来，虽然由龙鳞裙甲比较像女装，但总比裸腚来的好吧。然后来到最后一层的陈平，连脸上的灰尘都难得拍掉了，实在是没脸见人了。大意啊，比大意失荆州还过分啊！呜！看着眼前这具金光闪闪的13号傀儡，一脸灰尘的陈平看不出来神情，但从那紧握剑柄的手来的看，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来到13号面前，陈平拿幻变的手快速地挥动了起来，手速直接被他发挥到极限了。终于10秒过后，陈平停下来了，然后绕过13号向后面的奖励平台走去。咔嚓！等陈平离开几秒后，13号身上不断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然后哗啦，13号就像是拼接而成的乐高，被熊孩子推倒，然后直接散落一地。看着眼前的奖励，陈平这次并不担心13号会不会爆炸了 ，NMM 的都被他碎尸万段了，就不信还能炸得起来。所以他现在正在考虑要那个奖励比较好。奖励3选1，这就让人不爽了，但奖励的品质很高，3选1就变得正常起来了。首先是第一奖励，一套傀儡，总共13个，不过不是战斗傀儡，而是工具人傀儡，跟自动挖掘傀儡差不多。第二件奖励是一把武器，断层之刃，稀有史诗品质的武器，效果是1米5长的剑身，能直接伸长10米，感觉没啥用，就算是40米他都不要，最多给幻变升级。第三件就让陈平心动，复活道具也，名称傀儡之心，类别一次性特殊道具，品质稀有传奇，效果替死，受到致命一击后傀儡之心会自动触发，会出现傀儡抵挡下致命一击。效果替死傀儡，接下致命一击的傀儡会冲向敌人，然后自爆，造成的伤害为致命一击的伤害。鉴定介绍：芜湖起飞，据说有人利用傀儡之心炸死了一位半神哦。看到鉴定的介绍，陈平这下都不用想了，直接选择傀儡之心。把傀儡之心拿到手后，陈平就直接被踢出塔外了，而且还是13层的塔外。陈平瞬间亚麻呆住了，啥情况？公报私仇吧，你这塔！但下一秒，砰！超巨大的爆炸声响了起来，然后陈平就看见塔顶飞了起来，然后砸在其他挑战塔上。这应该不关他的事吧？必须他都出来，对吧？平稳落地的陈平麻溜的跑路了。嗖嗖嗖！快速奔跑中的陈平等完全看不到13号塔后，才慢慢停了下来，然后开始打量起周围的挑战塔来。周围的挑战塔基本都是17、18层的挑战塔，少数19层的。陈平想了想后，拿出飞行毛毯，坐上去后便操控往上飞了。到天上后，陈平就开始打量起视野中的所有挑战塔了，结果发现这里最高的塔好像就是中心塔了，一共33层，其他挑战塔最为24层，一共2座，剩下的都是20层以下的。这还用想吗？物以稀为贵啊！陈平直接控制飞行毛毯向24层的挑战塔飞去。途中陈平还观察了一下13层的塔，结果是一座也没发现，看来13层的挑战塔也是稀罕的存在啊。第126章撕西带飞。来到其中的一座24层挑战塔，陈平立刻操控着飞行毛毯飞了下去，然后打量了一下这座挑战塔后便推门而入。这座塔的外表到处都是黑色的血迹，也不知道是啥塔，反正看起来很邪恶的模样。大！陈平看着周围的环境，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这里到处都是穿着各种不同铠甲的骸骨。陈平打量了一下，然后一脚直接踩爆眼前骸骨的头骨。卧槽！吓老子一跳！不知道是不是陈平的声音太大声了，周围的所有骸骨纷纷缓慢地站了起来，咔嚓声不断响起，然后陈平发现他被一群骸骨给包围了。看着骸骨双眼中的火焰，陈平眨了眨眼，好家伙，亡灵天灾啊！所有的骸骨都一一爬了起来，除了被陈平爆头的那位。所以说这塔是亡灵挑战塔吗？陈平好奇的喃喃道。至于这些骸骨嘛，他已经鉴定过了，一群渣渣，属性才100出头，可能连破防都做不到。不过陈平并不想被这些骸骨触碰到，丫的，谁知道他们在这里躺了多久了？会不会带着上面病毒之类的？还有他们那破损的武器上缠绕着的死亡之力，他可不想被这东西缠上。幻变再次出现在手中，然后从木剑的模样变成一把狼牙棒，接着一个横扫千军，直接把围过来的骸骨通通击飞。咔嚓咔嚓，无数的骸骨直接被撞散架，更有一些倒霉的头骨被其他骸骨身上骨头刺穿，直接嘎了。开无双割草的陈平直接一路横推进去，一路上咔嚓声不断，挡路的骸骨都一一遭到狼牙棒的热烈触碰。可惜的是，骸骨们好像承受不住这热情，都纷纷爆衣炸骨。路上的小谷草不断的被陈平收割，终于在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拐角后，他来到最深处了。看着眼前这经典的打扮，好家伙，巫妖还是死灵法师，
鉴定一下，死灵法师精神竟然破1000了，就是其他属性低的可怜，尤其是体质才200多出头。看着陈平，死灵法师一言不发地使出亡灵魔法，瞬间无数的骨刺出现，接着快速射了过去。随着骨刺射向陈平，死灵法师立马开始念咒，手中的法杖随着咒语开始不断的颤抖起来。咯！看着念咒的死灵法师，陈平直接消失在原地，完全不去理会射击过来的骨刺，而是直接出现在死灵法师身后。已经变成死亡镰刀的幻变瞬间斩向死灵法师，撕拉！死灵法师身上的黑袍直接被撕裂，可惜他的脑袋并没有掉落下来。陈平一脸奇怪地看着跑到对面的死灵法师，奇怪，照理来说他的头也应该随着头帽一起被砍下来才对啊。但可惜的是，陈平并没有斩到实物的感觉，除了轻飘飘的头帽，看着空荡荡的脑袋，难道是个无头死灵法师不成？但下一秒陈平就打消这无厘头的猜想了，因为对面的死灵法师把身上的黑袍给扔掉了，然后一个小个子出现在陈平面前。矮人？陈平好奇地说道。看着双眼突然冒火的死灵法师，陈平一脸的雾水，傻鬼，感觉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下一秒，无数的骨刺开始出现，很快的，整个空间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骨刺了。这情况怎么看都躲不掉被万骨穿心滋味了。当然，那是对跟死灵法师实力相当的人来说，对陈平来说，嘿嘿，他又消失不见了。叮！咔嚓！矮人死灵法师的头掉了下来。咚咚咚！啪！头颅滚了几圈后停了下来，身体这时才倒了下去。而随着矮人死灵法师死去，所有的骸骨眼中的魂火纷纷熄灭，然后咔嚓了一下，直接散掉了。看着出现的红色传送门，陈平直接走了进去，然后就来到第2层了。来到第2层后，陈平打量了一下周围，第2层并不像第1层那样到处都是骸骨，但这一层好像都是行尸。看着不远处不断游荡的行尸，陈平挠了挠脸蛋，这一层看起来很有点广阔，不像第1层，只要一路走到底就行了。想了想后，陈平直接拿出飞行毛毯，老子直接在空中搜索起来。形势有点恶心，他并不想触碰。坐在毛毯上，陈平开始寻找起来。还好塔内的高度足够高，差不多有10米多高，在空中找起来就是方便，视野够广，所以陈平很快的就发现了那只与众不同的行尸了。没办法，他完全跟周围的行尸格格不入啊。其他的行尸不是秃头就是地中海，或者是掉发格外严重，跟被狗啃过似的，但就他一头乌黑又密集的发丝是怎么一回事？鹤立独行啊，老铁！陈平直接一个恐惧之刺下去，然后发现毛也没发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正当陈平一脸疑惑之时，啪！那只行尸直接倒地，接着就开始啪啪啪起来了。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不断死去的行尸，卧了个槽，死亡还带延时的吗？还是说因为没脑子了，所以反应比较慢？陈平一边乱七八糟的想着，一边操控着飞行毛毯飞向红色的传送门。第3层出现了一堆死亡爬行蜥蜴，个头不大，但含有死亡剧毒，只要体质低于1000点的，就能直接送他下地狱；低于1200能让其大出血，低于1500的就小出血。可惜陈平在空中下来的死亡爬行蜥蜴只能吐口水来攻击，只不过这种攻击方式杀敌0自损1000啊！最让陈平感到好笑的是，这些死亡爬行蜥蜴并不能免疫死亡剧毒，所以只要被他们自己的口气碰到眼睛的蜥蜴都直接翻滚嗝屁。看着突然出现的传送门，陈平瞬间一脸懵逼，老子还没出手呢，就结束了。陈平好奇的找起来，然后很快的就看见一只个头比其他死亡爬行蜥蜴大上3倍的死亡爬行蜥蜴，那这逼是咋死的呢？打量了一下，好家伙，看不懂。算了，直接操控飞行毛毯快速的冲向传送门。陈平可不想飞行毛毯沾到口水。接下来陈平连过6层，出现的基本都是亡灵类型的生物，要不就是跟死亡爬行蜥蜴那样带有超致命毒素的毒物。看着眼前的传送门，陈平直接走了进去。至于为什么不是操控飞行毛毯进去，那是因为在第7层的时候出现了一群死穴蝙蝠，攻击附带能量消耗，直接把飞行毛毯的能量消耗完了。现在只能等飞行毛毯自动恢复或者使用能量石补充了。可惜陈平身上并没有携带能量石，都放在仓库中，看来以后要带一些在身上了。踏入传送门，陈平就立马开始观察起来了。一路打上来，他已经知道了传送过来后也是有危险了。第8层的时候就遇到啃噬群犬，差点飞行毛毯就要被啃噬个洞出来了。观察了一下，没发现危险，不过这层好宽广，而且一点遮掩的建筑都没有，奇怪。陈平慢慢的往中心走去，很快的他就发现了这一层的守塔者了。哦，好大的蜘蛛啊！鉴定，名称斯西戴菲，种族蜘蛛女郎，等级80，体质1324，力量1268，
敏捷1687，精神2147，天赋魅惑之丝、咒术之毒、虫语、诱惑低语、剧毒之力、虫族之躯。技能死亡爪击、吐丝缠绕、毒液箭射、尖刺突击、隐身、召唤自爆蜘蛛、召唤毒液蜘蛛、召唤吐丝蜘蛛、召唤大蜘蛛、召唤蜘蛛神后。鉴定介绍：哟哈，蜘蛛女神最喜欢的眷族被赐予召唤蜘蛛女神投影的能力，不过要把所有的蜘蛛都召唤出来才行，而且还不能缺少一种。鉴定建议：蜘蛛女郎弱点，猪背上的蜘蛛印记，上半身胸中的结晶体。陈平看着悬挂在半空中的蜘蛛女郎，这属性有点变态啊！又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平均2000多，还是他比较屌。既然精神那么高，那就不用恐惧之刺了。刚好这蜘蛛女郎背对着陈平，所以他直接把幻变变成一把长弓，然后开始瞄准他背上的蜘蛛印记。嗖！剑雨瞬间消失在弓弦上，下一秒，噗！直接命中蜘蛛女郎，可惜不是命中蜘蛛印记，被躲过了。哎呀呀！哀嚎声瞬间响起，巨大的疼痛让蜘蛛女郎直接掉了下来。砰！猪身后面一个巨大的口子，虽然在不断的涌出鲜血，但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思西戴飞一脸凶狠地看向陈平，然后阴狠地开口说道：“人类，我要把你当成卵巢！”说完就操控着庞大的身躯冲撞过去了。陈平愁眉看着蜘蛛女郎上半身躯那光溜溜的结晶，这不好瞄准啊，目标太小了点。陈平尝试射了几箭，可惜的是，都蜘蛛女郎感应到轨迹后一一打落了下来。陈平想了想，他并不想近战，看那天赋就让他打消了近战的念头了，所以还是放风筝吧，反正蜘蛛女郎的敏捷没他高，追不上他。第127章植物层。陈平一边跑一边拉弓射击，蜘蛛女郎的身躯有点大，所以箭很容易命中目标，每一击都能让蜘蛛女郎哀嚎不已。这就是目标大、速度慢的缺点，更别说陈平还能随时调整属性了。陈平快速跳跃开了，随后一网蛛丝直接扑在刚才的位置上，这要是被网到，可能就接二连三蛛网给包起来了吧。追不上陈平的蜘蛛女郎站在原地咆哮了起来，然后屁股一举，几十个白色蜘蛛卵就被喷射了出来。短短几秒的时间，白色的小蜘蛛就直接破卵而出了。陈平看了一下下，厉害，几十个蜘蛛卵孵化出上百的小蜘蛛。陈平立马鉴定了一下，好家伙，是自爆蜘蛛。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自爆蜘蛛的移动速度并不慢，至少比蜘蛛女郎快多了。可惜还是跟不上他。不过陈平可不会留下一只自爆蜘蛛留下，他可没忘记，只要蜘蛛女郎凑齐的所有蜘蛛，那么就会召唤出蜘蛛女神的投影出来的。所以陈平是不打算留下一只蜘蛛的。但是呢，最好的法子还是击杀了蜘蛛女郎比较靠谱。陈平把幻变变成一把巨大的苍蝇拍，然后啪的一声，直接啪死了一半的自爆蜘蛛，随后再啪几下，所有的自爆蜘蛛就全部嗝屁了。也就是自爆蜘蛛没脑子，只会无脑冲，不然这2、3下还真有可能搞不定呢。嗖嗖，2根蜘蛛尖角快速的刺了过来，然后狠狠的插入地面。我去，这要是被刺中，那还不得开2个口子？陈平的有些咂舌的说道。咦，蜘蛛女郎呢？怎么消失不见了？不好，是隐身。陈平这才想起，蜘蛛女郎是有隐身技能的，会在哪呢？陈平不断环视着，平息了一下呼吸频率，很快整层就静寂无声起来了。突然一阵微小吱吱之声响起，陈平立马闭住呼吸，听听是从那个方向传来。吱吱吱，看来蜘蛛女郎很谨慎啊，这速度有够慢的了。就这样过了几分钟，陈平已经分析出蜘蛛女郎会在哪里。没错，就在天花板上，所以那蜘蛛脚步声才会这么的微小。看了一下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大概10几米左右。该怎么反击比较好呢？陈平想了想，有了，把幻变从苍蝇拍形态变化成一捆10几米长的鞭子，然后陈平仔细的听了听蜘蛛女郎的大致位置。嗖的一声，鞭子瞬间被陈平甩得笔直，直直的冲向陈平认定的位置上。砰！鞭子狠狠地抽打在天花板上，鞭尖深入天花板内。噗！鲜血从空中喷涌而出，蜘蛛女郎被迫从隐身状态中退了出来，捂着断掉的手臂，嘶吼哀嚎着。看着吊在半空中不断哀嚎的蜘蛛女郎，陈平的手一抽，鞭子直接被收了回来，然后再次向蜘蛛女郎挥去。啪！破空声响起，鞭子再次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向蜘蛛女郎抽去。咔嚓！蜘蛛女郎果断地断掉蜘蛛屁股上的蜘蛛丝，直直地掉落了下来，完全地躲过了一鞭子。陈平正想继续攻击，然后就看到蜘蛛女郎的猪屁一抬，无数的白色蜘蛛卵不断的喷涌而出，哗啦啦的声响不断传来。这还得了？陈平瞬间再次把幻变变成苍蝇拍，然后啪啪啪，冲过来的小蜘蛛无疑不被拍死，
这可不行，蜘蛛女郎的暴冰速度太快了，还是不管那些小蜘蛛了，直捣黄龙吧。幻变现在造成的伤害可是增幅了200%啊，蜘蛛女郎应该坚持不住了才对吧？还有她的技能属性攻击造成的伤害5的最高属性，照理说应该几下就能搞死蜘蛛女郎才对啊。陈平直接把幻变变成掌攻，然后使用属性爆发技能，接着一箭射了过去。嗖的一声，箭雨就命中蜘蛛女郎的蜘蛛身了。砰！巨大的声音响起，蜘蛛女郎直接被炸成渣都不剩。陈平瞬间一脸的懵逼，这咋回事？怎么突然就秒杀了啊？看着突然出现的传送门，陈平挠了挠脸蛋，属性爆发的效果是直接引爆属性攻击，然后造成范围性伤害，所以这次攻击是100%附带有属性5的伤害的。那这么说来，我平时的属性攻击难不成就从来没开启过不成？陈平打开职业面板看了起来，没错呀，属性攻击是被动啊。奇了怪了，陈平不解的喃喃道。对了，鉴定一下看看。陈平直接对着属性攻击就使用出鉴定术，名称属性攻击，类别职业技能，品质为1，效果被动，对目标造成的伤害为最高属性值5。鉴定介绍虽然很单调，但效果很炸裂。咦，好像被动了手脚呢，我看看啊。欧麦啊，技能过于逆天，被求生游戏意志下了点限制，要出了新手期后才会解封。鉴定介绍哦，不用沮丧，你应该高兴才对。作为补偿，等新手期过后，属性攻击将会被强化成神级技能。只有带神的技能才能对神明造成伤害。我操！陈平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棵巨大无比滑稽树下，被滑稽树上掉落的猛逼果砸了满头包。陈平揉了揉脸颊，喃喃道：“原来是这样子啊，看鉴定介绍，好像是我赚了。”他就说嘛，10000点属性的伤害，怎么可能秒杀不了一只蜘蛛女郎呢？人家没有穿什么减免伤害的装备。既然搞清楚了，那陈平就继续出发了。过了10层后，又开始出现小怪之类的存在。顺便一提，刚才杀死蜘蛛女郎让陈平升了1级，他现在已经43级了，挑战塔的经验还是挺丰富的。不过好像只有守塔者才会给经验，就算前面遇到的群体也是首领才报经验值，而且是不管你有没有亲自动手，经验值照发给挑战者。不过升完级后，陈平的经验条直接变成3位数了。这一下没飞行毛毯可以赶路了，陈平只好用双腿跑起来了。陈平直接停了下去，看着周围的树木，这样子不行啊，效率太慢了，没有高空的广阔视野，找只首领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周围都是树木，但可惜的是，这些树木就是第11层的怪，叫埃坟树妖，等级在50到70之间。就算慢也没办法了，谁叫这些树木都长得一个鸟样呢？想了想，既然找不着，那就不找了吧，让他自个出来就行了。不错，陈平直接把幻变变成一把伐木斧，然后开始嘎嘎嘎的砍伐起来了。这些600到800属性的埃坟树妖根本不堪一击，一斧子下去就直接嘎了。我砍。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坟树妖首领终于被陈平砍死了。没错，陈平足足砍了一半的树，也不见他出来，没办法，只能继续砍下去。然后一个不小心就直接砍死首领了。随着传送门出现，陈平直接走了进去，然后开始新一轮的寻找首领之旅。找萝卜，找到一只大萝卜，我打。陈平直接把身后巨大的萝卜劈成2半，透明的萝卜汁直接洒满一地。没看到传送门出来，行吧，不是这颗萝卜。陈平面无表情的继续寻找萝卜。陈平现在已经来到第16层了，从11层开始，每一层都是跟植物有关，就是这些植物比较残暴。第11层就不用讲了，第12层种满了诡异苹果树，每棵苹果树上的苹果都是一个个的人头，什么种族的都有。看到这景象的陈平可气的不行，难道他不知道老子最喜欢的水果之一是苹果吗？你这样搞，不是妥妥的让他反胃吗？所以陈平稍微多花了点时间，把整个12层的诡异苹果树都给嘎了。第13层为榴莲炸弹，每个榴莲产生的爆炸都能造成1500点的属性伤害。对陈平来说，这关好过，他直接把幻变变成一个罩子，然后就向最大的那棵榴莲树走去。一路上的榴莲炸弹没一个能伤到他的，就是味道不好闻，外加幻变的外表一言难尽啊。所以陈平来到大榴莲树下后，直接果断的砍了，然后快速冲入传送门。14层出现了爆裂板栗树，陈平一进去就收到了热烈的欢迎，无数的板栗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然后嗖，无数的板栗果子直接炸裂开来，果实上的刺瞬间像爆射向周围。不过被陈平很简单的就解决了，跟上一层的榴莲炸弹一样的法子。这一关很快，因为那首领的板栗树上的板栗果都是金色的，太他喵的显眼了。途中陈平还捡了些板栗，结果发现不能吃。他鉴定了一下，发现这些植物产生的所有果实都附带有死亡之力，一点都不适合活人。
第15层出现香蕉人树，陈平一进去就看到无数的香蕉正在乱逛。至于为什么会跑，那是因为香蕉的屁股直接分成了4半。第128章，罪恶屠夫。让陈平感到恶心的是，那些香蕉人在看到他后，个个开始扒他们身上那黄色的衣服，然后露出里面血肉模糊的内脏。不过香蕉人的等级跟属性都不咋样，比前面的还差，但人家香蕉人够骚啊！你见过一来就开始爆衣的吗？香蕉人实在是太过于热情，让陈平完全受不了，所以被陈平的幻变变成的鞭子用群魔乱舞的鞭法给解决了。反正一只热情的香蕉人也靠近不了他的身就是了。香蕉人的首领还是很容易发现的，因为整层就一棵香蕉树，所以陈平快速向香蕉树跑去。一路上热情似火的香蕉人只要一见陈平就啪的一声直接把香蕉皮给扔掉或者爆掉了。可惜陈平冷漠如冰，把所有冲过来的热情香蕉人送了一波冷水，让他们安静地躺在冰凉的地面上好好反省。很快的，陈平就来到香蕉树下，然后就看到了流水线般的操作。香蕉树生长在一个血池中，而血池内漂浮着无数的无头尸体，还是没皮的那种。然后香蕉树麻溜的把无头尸体给装入香蕉皮中，就这样子，一个热情的香蕉人就诞生了。苹果树上的人头果实就是从这里来的吧？陈平直接一键属性爆发射向香蕉树，他可不想踏入这血池之中。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巨大的香蕉树直接被炸断，轰然倒下。陈平面无表情地踏上倒下来的香蕉树，然后走向传送门。接下来就是陈平的拔萝卜场景了。就是嘛，这些萝卜都是长了一张脸就是。但陈平蛋疼的是，这些萝卜都在地下，要他一个一个的拔，真坑啊！再次把眼前的一半的萝卜给扔掉，然后陈平看着周围巨大的萝卜叶，哎，蛋疼，我拔，哎，不行，这样的效率实在是太慢了。对啊，我干嘛要拔起来啊？直接一剑插下去不就行了吗？不错，陈平把幻变变成一把剑，然后走到一个萝卜面前，直接一插一把。不错，这下就快多了。拔起幻变，无数汁水从地上喷了出来。接下来，陈平就开始了快乐的挖地操作了。因为剑类的武器不太方便，所以现在的幻变是那种尖嘴锄头的模样，就是嘴有点长，方便直接刺入地底。哇哇哇！咦，挖出一道传送门。陈平回头看了一下被他挖死的萝卜，大概几百个了吧。这次是包菜了呀。陈平看着周围一个个巨大的包菜，摸了摸下巴，看来一直到20层应该都是纯菜或者水果之类的了。陈平左右打量了一下包菜，这包菜好像除了大了一点外，跟正常的包菜一样呢，就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陈平直接劈开一个包菜，吐血液直接从包菜中流了出来，又他喵的来恶心我了。只见这包菜除了最外面的一层，剩下都是用各种皮肤形成包菜叶，真是恶心到陈平了。陈平恶心远离包菜，然后开始寻找首领。可惜每个包菜基本上都长得一模一样，陈平也分辨不出来啊，难道只能一个个的劈开不成？但看着周围的包菜，好像只能这样子做了。陈平开始苦哈哈的拿着10几米的长的幻变，开始给一颗颗包菜来个一刀两半。劈着劈着，陈平好像发现啥了，他跑到一颗包菜前，然后探出头查看了一下，没错了，基本每颗包菜都是笔直的种植过去。这下就好办了，陈平直接把幻变变成一把巨大的长弓，然后拉弓一射，嗖，无数的包菜直接被穿透而过。陈平数了一下，至少7、8颗包菜，这下速度一下子就飙升起来了。很快的，陈平就找到首领了，就是这些包菜好像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呢。随着传送门出现，陈平来到第18层了，24层塔还差6层了。陈平打量了一下周围，发现这层好像是水果，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水果了，反正陈平不认识。这一层的目标到处很明显，那么多棵树中就你是血红色的。来到树下的陈平看着树上一个个果实，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人参果吗？没错，一个个果实都是婴儿的模样。陈平忍不住鉴定了一下，好家伙，竟然叫胎盘树。果实是模仿婴儿的血肉生成了，据说很受恶魔跟喜吃婴儿的恶人欢迎，一个婴儿果能卖500金币呢。陈平摇了摇头，直接把树给砍了，然后进去传送门。第19层了，咦，这次的是主食了吗？看着金灿灿的小麦，陈平好奇地想到。不过等陈平靠近后，鸡皮疙瘩又起来了。从远处看是一片金灿灿的小麦田，但只要你一靠近，就能发现本来应该是100米的稻谷，现在都是一个个眼珠子，而且还在不停地转动着呢。鉴定一下，名字叫眼稻，是一种很有名的魔道，10个眼稻就价值100金币。陈平直接把幻变变成一把长几十米的割草刀，然后开始收割起来。这次到时很快就出现传送门了，没办法，收割速度够快，眼稻都被陈平收割了一大半了。可惜这些东西不能收入空间背包，不过等个人空间创造好了之后，陈平就能随便收了。他也尝试过选择分解，
可惜一样不行。走进传送门，陈平惊讶地发现这里就是个厨房。陈平还看到了他这一路上来的所有的水果跟蔬菜呢，正干干净净地摆放在工作台上。这个厨房有够大的，这样做菜不觉得麻烦吗？厨房中有几个正在冒烟的锅炉，陈平好奇地看了起来，然后下一秒就后悔了。草蛋，看着汤中漂浮着的各种诡异蔬菜，陈平差点没给加料进去。这下其他热气腾腾的锅炉，陈平就不敢去查看了。咔嚓，一道开门声响了起来，陈平立马看了过去。我操，这搭配妥妥罪恶克星屠夫啊！陈平立马鉴定起他的属性来。名称：罪恶屠夫，种族：恶魔，等级85，体质2049，力量2194，敏捷1863，精神2072，天赋：恶魔之躯，恶魔变身，狂暴杀戮，恶魔之力，恶魔威压，皮糙肉厚。技能：嗜血、宰杀、钩爪、地狱烹饪、低级恶魔之火、吞噬净化、血肉盛宴。鉴定介绍：生活在地狱第4层到第7层的罪恶屠夫是喜欢为其他恶魔做饭的奇怪恶魔。当然了，他们给你做饭，你吃饱后就该轮到他们了。鉴定建议：罪恶屠夫除了速度慢一点外，并没有明显的弱点。当然了，圣光之类的法术他们还是很讨厌的，建议你攻击他的肚脐眼，那是他们唯一的弱点了。后庭花也勉强算是一个。哦，对了，罪恶屠夫的恶魔变身会增加20%的实力，变身时间维持30分钟，而且还会恢复所有的伤势。我操，这属性比蜘蛛女郎强太多了吧？罪恶屠夫，人类。看来今天客人们的主菜有了，就来个活寡人类吧。想必客人们应该都会很满意的吧。看着一边说一边向自己走来的屠夫，陈平不爽撇了撇嘴，就你还想把老子变成菜肴，痴心妄想啊！罪恶屠夫身高大概3米多高的样子，而且还是光着膀子，肚脐眼不要太明显了。看着大步向自己走来的罪恶屠夫，陈平直接拿起幻变也大步的向他走去。瞧不起谁呢？真大老子怕你啊！看我等下一个属性爆发秒了你，嘿嘿。很快的双方就差几步之遥了。罪恶屠夫抢先出手，一把巨大的菜刀直奔陈平的头而去。不过他好像是真的想要活抓，所以用的是刀背。陈平能忍？那必须不能啊！所以他直接快步上去，幻变狠狠地刺向罪恶屠夫的肚脐眼。罪恶屠夫好像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危险，快速地移了移巨大的肚子。噗！幻变直接插进罪恶屠夫的腰子，然后属性爆发直接开炸，瞬间就把他的腰子给炸出个口子来了。不，应该是把他一半的身躯都给炸没了。不过罪恶屠夫好像还没死，陈平立马补刀，可惜无数冒烟立马从他身上冒了出来。陈平一看不对劲，立马往后退去。等黑烟散去后，形象大变的罪恶屠夫出现在陈平眼前。好家伙，恶魔变身了吗？变身后的模样也太酷了点吧！看着恢复如初的罪恶屠夫，陈平不由得喃喃道。变身后的屠夫身高从3米多变成了4米多，本来的大肚腩变成了8块腹肌，肥胖的四肢也充满了2头肌，直接从胖子变成高富帅啊！陈平羡慕差点流下口水，要知道他才6块腹肌而已，而且2头肌什么的完全比不上啊！可恶，羡慕嫉妒恨啊！变身完毕的罪恶屠夫一脸凝重地看向陈平 ，MMB 的，这是哪里来的人类？竟然如此强大！操蛋了，看来今天免不了要回地狱等待复活了。第129章，白嫖之塔，地狱之火。随着罪恶屠夫的一声低吼，巨大的屠夫菜刀瞬间被暗红色的火焰包裹住。挥了挥菜刀，罪恶屠夫满意的点了点头，看着地狱之火的颜色，看来离终极地狱之火不远了。接着，罪恶屠夫直接吼道：“狂暴杀戮，嗜血，钩爪！”3个能力发动，除了钩爪，其他2个技能都是增益效果。巨大的钩爪带着一股势如破竹的气势，快速的冲向陈平。砰！被陈平躲开的钩爪直接没入了后面的柜子，随着罪恶屠夫一收，柜子就被钩爪带回去了。早已经开启超级变身的陈平一手抓住柜子，然后用力一推，柜子的速度瞬间快了1倍，冲向罪恶屠夫。陈平则快速的跟在柜子身后冲了过去，随后一斧子劈了下去。没错，幻变已经变成了一把巨大的斧子了。砰！叮当！燃烧着地狱之火的菜刀挡住了巨斧，但罪恶屠夫被巨大的冲击力逼了退后了几步。好！罪恶屠夫一声怒吼，然后用力一推，大步向前，被幻变砍出个口子的菜刀直劈向陈平。叮当！菜刀直接砍在幻变上，虽然菜刀被抵挡住了，但地狱之火则是顺势冲向陈平。卧槽！陈平不得已只能往后退去。轰！地狱之火直接落地，瞬间就把地面烧出一个洞出来了。卧槽，威力有点大呀！陈平惊险地说道。
看着起身的罪恶屠夫，陈平先是直接释放恐惧之刺，随后一斧子劈了过去。啊！罪恶屠夫直接捂住脑袋哀嚎了起来，但右手上的菜刀还是抵挡住了陈平的攻击，只不过这次是连刀带人一起被砸飞了出去。陈平直接乘胜追击，挥动着幻变狠狠地挥砍了下去。啊！罪恶屠夫再次哀嚎起来，随后把手中的巨大菜刀扔向陈平。擦！陈平只好再次往后退，没办法，菜刀有点大，歪头可躲不开。不过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因为罪恶屠夫胸口上被陈平劈出了个大口子，现在鲜血正在疯狂地涌出了。陈平再次回到罪恶屠夫前妻，然后笑道：“呵呵，结束了，恶魔。”罪恶屠夫捂着伤口，也笑道：“没错，是该结束了，人类，是你赢了。”血肉盛宴。瞬间，厨房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一道道强大的气息随之出现，每一道气息都不比罪恶屠夫差。卧槽！陈平惊讶地看着周围逐渐出现的身影，每一道身影都长得跟罪恶屠夫差不多，看来应该是他的同族了。罪恶屠夫，血肉盛宴可是能召唤出我的同族过来的吃饭的，可惜我没准备菜肴，不过你应该也能满足他们的胃口吧？再加上我这具尸体，应该足够他们吃饱了。说完，罪恶屠夫就直接嗝屁了，传送门也随之出现。陈平立马冲入传送门 ，MMB 太恐怖了点，那么只屠夫怎么想都打不过吧？看着消失的传送门，陈平拍了拍胸口，还好，第21层了，还有3层。陈平打量了一下周围，发现第21层的空间好像小了许多，周围没任何的遮挡住视线的物品，所以陈平一下子就发现了守塔者了。鉴定后发现属性比罪恶屠夫差远了，最高的属性才1800多。守塔者长得有点像狼人，应该说就是狼人，名字就叫地狱狼人，是生活在第3层地狱的恶魔。陈平干净利落的直接秒杀了地狱狼人，因为他现在还处于超级变身状态。接下来的第22层的半身女妖，第23层的食尸鬼，属性都跟地狱狼人差不多，都是一招秒杀的货色。现在陈平已经来到最后一层了，但一进来，陈平并没有看到守塔者，反而是看到了奖励平台。有些警戒的陈平立马对奖励平台使用鉴定，瞬间，果然，名称地狱幻妖，种族幻魔，体质1784，力量1824，敏捷2071，精神2563，天赋真实变化，恶魔威压，恶魔之力，虚幻变身，技能幻术，虚影痛击，虚幻，精神冲击。鉴定介绍：幻魔是生活在地狱第8层到13层的稀有恶魔，擅长幻术与变化之术，免疫物理攻击，喜欢变化成高级恶魔来吓唬敌人。鉴定建议：幻魔最害怕精神类型的能力攻击，但偏偏人家幻魔也是吃这口饭的。陈平看着眼前幻魔变化而成的奖励平台，默默想到：最害怕精神攻击是吗？刚好恐惧之刺就是精神攻击类型的技能。陈平想了想，他打算一击毙命，所以直接把敏捷跟力量属性分出一半加到精神上，瞬间精神直接从3000多变成6000多，主要是超级变身的时间还没过去，不然的话就只有4000多点而已。陈平直接一个恐惧之刺下去，瞬间幻魔变化而成的奖励平台立马开始出现扭曲，然后啪的一声直接消失不见了。随之出现的是幻魔的尸体，接着奖励平台再次出现，这次就真的是奖励平台了。陈平靠了过去，然后开始查看奖励物品。第一件恶魔大剑，传奇级别的武器，效果是体质跟力量加200，还有攻击附加恶魔之力。第二件恶魔的契约，传奇级别的道具，能召唤出一只恶魔出来帮你战斗，不过事后给恶魔一份灵魂为报酬。第三件地狱传送卷轴，传奇级别道具，使用后能传送到地狱之中，3天后将会自动返回。3件物品都跟恶魔有关，陈平想了想，最后选择第3件地狱传送卷轴，毕竟他挺好奇地狱的景象的。嘻嘻，其实是看完鉴定介绍后的选择。随着奖励选择完毕，陈平再次被踢出塔内，出现在塔外，不过这次是在地上，而不是从空中掉落下来。拍了拍手，陈平刚想拿出飞行毛毯，但下一秒就反应过来了，偶去，忘记飞行毛毯没电了，嘿，看来只能走过去了。还好另一座24层挑战塔离这里并不算远，陈平大约花费了10多分钟的时间才来到塔下，主要是挑战塔太多了，看着眼花。陈平打量了一下眼的挑战塔，外表看起来倒是没啥特别的，很简单节约。打量了几眼后，陈平就直接推门而入了。结果塔内的情况让他搞不懂，这才第1层啊，怎么奖励平台就出现了呢？陈平还鉴定了一下，发现的确是奖励平台，而不是像幻魔那样变化出来的诱饵。既然确定没有危险了，陈平就直接走了过去了，然后好奇地看向奖励平台，上面也一样是3件物品。第一件魔力之泉，传奇级别的建筑，泉水可以恢复魔力，
在魔力之泉附近也能快速的恢复魔力，泉水也是很多药剂最佳材料之一。第二件，生命之泉，传奇级别的建筑，泉水可以恢复生命，在生命之泉附近也能快速恢复生命，泉水也是很多药剂最佳材料之一。第三件，魔力与生命之泉，传奇级别的建筑，泉水可以恢复魔力与生命，在魔力与生命之泉附近也能较快的恢复魔力与生命，泉水也是很多药剂的最佳材料之一。三件传奇级别的奖励，别看第三件的魔力与生命之泉能恢复魔力跟生命，但效果只有魔力之泉跟生命之泉的一半而已。但魔力与生命之泉的好处就是魔力跟生命都能恢复。如果陈平有魔力之泉或者生命之泉中的其中一个的话，他倒是会选择另一个泉水，可惜他两个泉水都没有，所以最后陈平选择生命之泉。嘿嘿，没办法，平庸就是拉。而三座泉水中就生命之泉的作用最大。确定好奖励后，陈平瞬间就被踢出挑战塔了。出现在塔外的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眼前的挑战塔，所以说这塔是福利塔吗？直接给奖励？陈平挠了挠头，然后一发鉴定下去。好家伙，潜水之挑战塔是这座挑战塔岛中第3名的存在，排在它之上的只有中心挑战塔和恶魔之塔，所以是这塔发现陈平打通了恶魔之塔，这才直接白给的吗？不错，真不错，是个有眼力的塔。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下一秒他就被传送回神岛之星了。啊，这就回来了呀！陈平无聊的喊道。看了眼周围还在沉睡的精灵，又看了一下天色，陈平活动了一下身子，然后准备去厨房做点晚餐。结果一进去别墅内，就发现别墅内也沉睡了几个精灵，过分的是连厨房也有。好吧，这下陈平都不想做饭了，拿了点黄金零食盒子内的2包零食后，他就来到仓库区，准备拿点能量石来补充一下飞行毛毯的能量。拿完奈粮石后，陈平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聚宝盆，然后惊讶地发现聚宝盆已经满了。装满的聚宝盆现在正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呢。第130章打折卡成打骨折卡。还别说，装满金币的聚宝盆还是挺好看的，拿来当装饰品也很不错哦。不过陈平对聚宝盆能出现什么东西更感兴趣。陈平碰了一下聚宝盆，瞬间一个提示跳了出来：聚宝盆已满，请选择以下奖励：1. 获得聚宝盆内的所有金币； 2. 获得一件未知物品。这还用想吗？陈平看了一下聚宝盆中的金币，最多就几万枚金币而已，他差那点金币吗？肯定是选择未知物品了。陈平立马选2，然后瞬间聚宝盆内的金币开始哗啦啦的往下潜，很快的就消失不见了。随后一件物品出现在聚宝盆中，看着闪闪发光的物品，陈平好奇的拿了起来，然后鉴定起来。名称：打折卡，类别：一次特殊道具卡，品质：稀有史诗，效果：打骨折，使用后商家要在商品打5折跟自身被打骨折中选择一个。这卡的效果好像有点屌啊，这不是妥妥的奸商惩戒卡吗？哦，对了，陈平瞬间双眼发亮，他好像还有个海上游商召唤令牌啊，跟这个打折卡一起使用，不是绝配吗？嘿嘿嘿，陈平直接找了起来，然后在一个储存箱中找到了这个海上游商召唤令牌。看着手中的令牌，陈平笑嘻嘻的直接使用。海上游商召唤令牌直接化成一道传送门，随后一个大水球从传送门中飘了出来。眼熟啊，这不就是小美人鱼艾丽的水球漂浮移动术吗？果然，等水球完全飘出传送门后，一条大美人鱼正在水球里面吐泡泡呢。美人鱼好像还不知道她的处境，还闭着眼睛吐着小泡泡。陈平直接好奇的点了点水球，随即水波荡起，水球的波动好像引起了美人鱼游商的注意，他缓慢睁开双眼，看向波动的源头，然后四目相对，美人鱼有商下意识的吐了几个泡泡，下一秒，美人鱼那精致的小脸瞬间红彤彤起来了，连脖子都红了，水球都不能给它降温啊！喵喵喵，我是谁？我现在在哪？我是怎么出现在这里？外面那个人类又是怎么一回事？红着小脸的美人鱼游商的小脑袋上浮现了一大把的小问号。最后，他闭上双眼冷静了一下下，然后打开系统记录看了起来。好吧，怪不得突然被传送了过来，原来是召唤令牌啊！尴尬死了。陈平可不管美人鱼游商的想法，他拍了拍水球，示意他出来。美人鱼游商眨了眨眼，然后把小脑袋探了出来，向陈平说道：美人鱼游商，人类，你好。陈平，你好。美人鱼游商招出一个商品页面，然后向陈平说道：这些就是全部商品了，因为你使用了召唤令牌，所以有一次免费的购买权，可以免费购买一件商品。现在你可以查看一下，看看要买什么。陈平点了点头，然后开始查看起来。商品页面就3页而已，每页10件商品，也就是说只要30件商品而已。陈平先看向第一件，通常第一件应该都是最贵的吧。
第一件竟然是一件金色品质的武器，陈平瞬间嫌弃起来了，这应该不是最好的吧？价格是10枚金色珍珠。然后陈平开始继续查看起来，很快的第一页的商品就被陈平看完了，基本都是金色品质的物品，装备、道具都有，但是陈平都不满意，最为重要的是都要金色珍珠，这东西他没有啊。往下翻，第2页的商品出现在陈平眼中，这一页的商品倒是好了多了，有2件史诗品质的商品，一件是武器，叫海山之杖，一件是特殊道具，七彩珊瑚裙，是跟5色珊瑚裙一样效果的物品，不过七彩珊瑚裙的效果更好，价格是2枚红粉珍珠。这个可以拿下，不过看看后面还有啥好东西不？点击下一页，这次就都是商品了，最低都是史诗品质的，免费购买权肯定是要用在最好的商品上了，所以陈平直接锁定唯一的传说品质商品。名称：美人鱼群族契约卷轴。类别：特殊道具。品质：稀有传说。效果：使用后获得一个群族的美人鱼前来投靠，初始忠诚度 80%。鉴定介绍：哦豁，美人鱼是大海的宠儿之一，天生掌控水元素，是强大的种族哦。鉴定建议买下来，保证不亏，反而血赚。这还有说？肯定买下来啊，这个价格可是1000枚粉红珍珠啊。陈平，我要用免费购买权买下这个。美人鱼游商闻言点了点头，反正商品都是求生游戏给打，他只是负责在新手区乱逛而已，管他卖的是啥呢。不过卖出去的商品收入都是他的，不然他才没那个闲工夫来充当海上游商呢。然后就咦，这是什么？为什么还有这种东西存在？求生游戏你 TAM 的是在坑鱼啊？陈平一脸淡定地看着开始骂咧咧起来的美人鱼游商，怎么说呢？谁都知道美人鱼的声音很动听，所以他的骂声就算是内容再难听，但听起来完全不是在骂人。虽然美人鱼游商骂咧咧的，但没办法，他还是把美人鱼群族契约卷轴递给了陈平，然后双眼红彤彤地看着他。陈平完全无视他，而是看向其他物品，然后就又看到珊瑚裙了。这次的名字叫10彩珊瑚裙，效果跟其他珊瑚裙一样，不过这个的效果又比7彩珊瑚裙强，也是史诗品质的，不过是稀有史诗，价格是4枚红粉珍珠。陈平直接拿出6枚粉红珍珠买下这2种珊瑚裙，这下能把游池扩大了，顺便还能当美人鱼一族的居住地。然后又看了看商品，发现还有一件传奇品质的物品，名称：七彩背裙。类别：下身。品质：传奇。套装。效果：敏捷加100，精神加300。效果：泡泡魔法盾，使用后召唤出一个泡泡魔法盾，能抵挡传奇级别的攻击10分钟。鉴定介绍：咦，这不是失传已久的美人鱼公主的裙子吗？没想到是被求生游戏给拿走了啊，现在竟然被求生游戏拿出来卖了。鉴定建议：哦豁，建议买下，这裙子是7彩套装之一，凑齐一套很强大哦。虽然剩下的4件分别在4个最为强大的美人鱼帝国之中。陈平看了一下价格，刚好3枚粉红珍珠，他的全部家底怎么感觉被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呀？陈平一边麻溜的拿出粉红珍珠买下这件裙子，一边暗暗吐槽道：美人鱼游商倒是不知道这件装备的来历，毕竟他来着一个比较小的群族而已，而不是美人鱼帝国。不过他觉得这件裙子给他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他有一种占为己有的冲动。不过随着陈平收起裙子，拿着莫名其妙的吸引力就没有了。眨了眨双眼，美人鱼看向陈平，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钱的嘛，连粉红珍珠都有。要知道粉红珍珠可是只有90以上的珍珠贝才会产生的，而且他们还生活在深海区之中，连他们都不敢轻易靠近。陈平满意的收起所有物品，本来还想着使用打骨折卡来着，但在看完商品后就觉得浪费，所有就没用了。陈平，行了，没钱了，你可以离开了。美人鱼游商闻言点了点，然后左右看了看，看见门口后立马操控水球飘了过去。陈平，然后问道：你干嘛？美人鱼游商，什么干嘛？陈平，你不是应该离开吗？美人鱼游商，我这不就是要离开吗？陈平，你不应该跟来的时候一样，从传送门中离开吗？你这样子一点逼格也没有爷。美人鱼游商，你以为我不想哦？求生游戏不给报销的好吗？要不你给我报销一下，开一次传送门，传回我之前的位置，大概要142681枚金币，你报销吗？陈平瞬间一脸懵逼，然后问道：你之前离这里多远？竟然要14W 多金币的传送费？美人鱼游商，你等我感应一下哦，很快的。说完，美人鱼游商就闭上了双眼，一双玉笋般的嫩手不断捏着某种结印。过了一会，美人鱼游商睁开双眼，一脸怪异的说道：奇怪了，我之前的位置离这里都不到100公里，为啥传送费用这么贵啊？难道
难道是求生游戏暗中吃回扣不成？直接吃掉9%的回扣，这也太坑了点吧！果然是个混蛋呢，哼哼。陈平挠了挠脸蛋，向美人鱼游商问道：“你这样骂求生游戏，真的不要紧吗？他不会给你穿小鞋吗？”美人鱼游商闻言也挠了挠脸蛋，一脸疑惑地看向陈平，回道：“什么是穿小鞋啊？”陈平，第131章岛中海改造。陈平，没什么，喜欢给人穿小鞋子的老板而已，不用在意。走吧，我带你出去。说完，陈平就率先往大门走去了。美人鱼游商见状，立马跟了上去。出了别墅，他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座岛屿，瞬间好奇地观望起来，然后就看到一堆的液体球了。哇，净化液，而且还这么多！美人鱼游商惊讶地喊道。陈平一听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不用想，肯定是液体球了。转过身一看，陈平瞬间一头的黑线。只见美人鱼游商正在拼命地往液体球内挤，一副非得挤进去不可的架势。可惜液体球的弹性可不是开玩笑的。陈平一头黑线来到美人鱼游商旁边，看着都往里压了10几公分深的小脸，他真是无语了。就在陈平打算把他提起来的时候，咚啪，美人鱼游商好像把液体球压到了极限，直接被反弹了出去，然后砸在另一个液体球上，结果可想而知。陈平不由得扯了扯嘴角，看着在液体球之间不断弹来弹去的美人鱼，他真是无力吐槽了。这么傻的美人鱼，让陈平差点产生放弃使用那张美人鱼群族契约卷轴了。陈平从买下那张卷轴时，美人鱼游商的反应来看，那契约卷轴大概率会是他那一族的美人鱼，不然他的反应不至于那么强烈。陈平拿出契约卷轴看了一会，他觉得这家伙可能是个例外，毕竟小美人鱼艾莉多可爱。一对比，美人鱼游商真是成渣了呀！救命啊！停不下来了。美人鱼游商的呐喊声音让陈平回过神来，他无语地看了还在液体球中不断反弹着的美人鱼。他还以为美人鱼只是觉得好玩，所以才没去管他，毕竟美人鱼想停下来不是很简单的吗？凝聚出一个水球不就行了吗？结果是他大意，想得过于简单了。最后没办法，陈平准确无误地抓住美人鱼游商的后衣领，直接把他提了起来。陈平无奈地喊道：“行了，你已经停下来了，别喊了，我耳膜都要被你给震破了。”真是的，美人鱼那优美的声音竟然也能发出如此震耳欲聋的尖叫声来的，让人大为震撼。停下来了吗？陈平一脸嫌弃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提着他向外走去。还是快点把这家伙扔出岛吧，不然总感觉一起待久了会被这傻气给传染了的感觉。拿出飞行毛毯，陈平先是把它扔了上，然后自己才跳了上去，随后控制毛毯向海边飞去。美人鱼游商不自觉地喊了一下，发现不痛后才睁开眼，好奇地打量了起来。陈平可不管他，专心赶路中，途中还使用了废弃海岛指南针。很快的，陈平就来到海边了，控制飞行毛毯往下飞。等离地3、4米的高度后，陈平直接提起一脸兴奋的美人鱼游商，然后一酷，一脸兴奋的美人鱼游商就这样被陈平给扔了出去了。陈平，走你！扑通，美人鱼游商一脸懵逼地砸入海中。等他冒出头看向陈平的时候，发现岛屿正在快速远去。美人鱼游商一脱手，陈平立马收起飞行毛毯，然后把岛屿的游动速度调整到最快的时速500公里。最后满意的看着落水后越来越远的美人鱼游商一眼，就往别墅走去。回到别墅后，陈平准备开始捏造出一个美人鱼的居住地出来。他在本来艾莱伊他们3个造出来海滩，现在是沙滩的位置开始捏造。这里离别墅近不说，离海边也是近。陈平准备直接捏造个月牙的地形出来，连接上海里，这样海水就能直接灌进来了。当然了，边边的高度也就比海平面低个几米而已。很快的，月牙的大致形状就被陈平给捏造出来了。除了中间一段是海滩外，两半被他捏成礁石。深度的话，从海滩斜坡下去直到100米深，所以最深的地方现在是100米深。至于要不要再深一点，等美人鱼群族来了之后再问问看。接着就是平地了，一直延续到离海边还有100米的距离才开始出现上坡，最后上坡在离海边还剩10米的时候，就以低于海平线1米深度连接到海中，这就是月牙海的大致造型了。现在就差连接到海上的一步了。陈平仔细打量着整个月牙海的内部造型，怎么说，太过于工整了，看起来没啥美感可言。算了，留给美人鱼们自己去改造吧。确定好后，陈平便把最后一步也捏造完成。瞬间，大量的海水涌了进去，开始缓慢填满整个月牙海。海水整整涌进来了1个多小时，才填满了一半而已。最后用差不多3个多小时，汹涌而入的海水才逐渐平息了下来。看着填满海水后的月牙海，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很美丽。
陈平把7彩珊瑚群跟10彩珊瑚群也放了进去，瞬间月牙海底下就被2个珊瑚群给占据了一半了。看着开始净化水质吐出灵气的珊瑚群，陈平摸了摸下巴，扭头看向海口连接处，这被珊瑚群净化后的海水会不会被带出去啊？但又觉得不可能，毕竟这些珊瑚群本来就是在海中的，所以应该有什么措施能防止的吧。想了想，陈平直接对着10彩珊瑚群鉴定一下。10彩珊瑚群稀有，史诗品质，可超大范围净化海域，使海域灵气充足，并且浓厚的灵气水质容易吸引土灵鱼前来居住。鉴定介绍：稀有的10彩珊瑚群高效净化海域，并使海域的灵气十分充足，是土灵鱼最为喜爱的环境之一。珊瑚群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结界，能把灵气稳稳地锁住在珊瑚群的范围内。查看完鉴定介绍后，陈平就发现，不然他都打算把海口要封死了。看着开始净化海域的珊瑚群，陈平打算等月牙海净化完毕后，就把油池中的土灵鱼放进去。至于灵珠，以后就让美人鱼们收集起来就行了。这下天气就差不多暗下来了，今天过来过于充足了点。陈平打了哈欠，然后向别墅走去。然后洗个澡后，陈平就直接上2楼睡觉。至于头发没干就睡，会不会感冒？他想大概率是不会了吧，毕竟他的属性都这么高了。当然了，睡觉前，陈平还把美人鱼群族契约卷轴给使用了。这契约卷轴不像岛民群族契约卷轴，是身家性命都掌控在岛主手中的。美人鱼群族契约卷轴才是最为常见的群族契约卷轴，只有效忠度，初始一般都是 80%， 但等契约群族过来投靠你后，发现你啥条件都没有的话，初始忠诚度会下降 10% 至 20%， 有些甚至减低到 50%， 处于容易逃离的状态。但反过来，果然群族们一来，发现你这里的条件贼好的话，那么忠诚度就会增加，当然的增加的幅度不高，大概会在 1% 至 10% 左右。当然了，果然你的环境特别适合群族的话，忠诚度加成也许会突破 10%。毕竟忠诚度超过 90% 的群族基本上不会叛变，如果是 100% 的话，那就是死忠了。使用契约后，陈平就收到系统的提示了。系统：使用美人鱼群族契约卷轴，契约已生效，正在计算距离。系统：计算完毕，美人鱼群族将会在5天内赶到岛屿之中。收到系统的提示后，陈平就安然入睡了。反正岛屿有海岛监测器，要知道契约精灵一族刚过来的时候，差点没把陈平给吵死，一直滴滴滴个不停，整整滴了1000多下。当然了，陈平因为是最后再进入光门的，所以才被轰炸，所以他一回到岛屿上就把所有精灵给登记进去，这才消除了警报声。跟美美的陷入梦乡中的陈平不同的是，离陈平最近的美人鱼一族的族长才收到契约后，先是一脸的懵逼，接着就是狂喜，然后立马召集所有族人聚会，通告他们快点收拾行李，连夜打包追上他们的岛主。至于为什么美人鱼族长会狂喜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所以他就不多讲了。不过他偷偷让求生游戏把他们一族的契约卷轴放到海拉的商品内是放对了，嘿嘿，我真是机智了一批啊。哦，海拉就是被求生游戏选中为美人鱼一族游商的。美人鱼族长感应了一下契约距离，好家伙，有点远啊。全族收拾完毕后，大概要赶个3天的路程了，但考虑到保存体力应对途中的危险，保守4天左右吧。还好契约上的时间足足有5天，足够他们一族到达了。我可是把群族契约卷轴定价为100个粉红珍珠啊，没想到还真的有人能在新手期中买下来，这让他有些好奇这契约对象的实力了。第132章残暴不仁。清晨，陈平打了个哈欠，迷糊糊的从彩蛋大床上起身，然后向楼下走去。洗漱过后，随便的吃了点东西，应付一下早餐后，陈平就来到外面了。深呼吸了一下，吸一下早晨的清气，然后再排一下体内的废气。啊，舒服。陈平满意的拍了拍屁股，然后下意识的闻了一下拍屁股的手。不臭。陈平先是去油池洗了一下手，虽然不臭，但常洗手是好习惯不是？洗完手后，陈平就拿出飞行毛毯，然后慢慢的向废弃的岛屿飞去。没错，岛屿在晚上5点多的时候就来到废弃的海岛了，然后就停了下来。没陈平的操控，岛屿至少要停个3天3夜才会遵从求生游戏的规则开始随机飘荡。吹着海风，陈平很快的就坐着飞行毛毯飞出了神岛之心，向废弃的海岛飞去了。还是一样的1000米距离，所以很快的陈平就登上废弃的海岛了。当然了，为了以防万一，陈平是操控飞行毛毯落到海滩上的，谁知道岛上会存在什么东西？要知道，陈平现在可不会飞，飞行毛毯可是他唯一的飞行道具啊。经历过挑战塔事件后，陈平可爱惜它了。其实陈平也尝试过骚操作，比如网上常说的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上天，结果就是他的右脚红了一整天，痛死他，还起飞呢，跳都跳不起来，好吗？收起飞行毛毯后，陈平就开始向岛上进发了，然后走了一会就看到副本光门了。
好家伙，他还以为是被什么势力给放弃的岛屿，所以才叫放弃的海岛，搞半天竟然是个副本。陈平快步地走向光门，然后开始查看副本信息。副本：废弃的实验岛，人数限制无，推荐等级无，通关条件：杀死岛上唯一变异成功的实验体。副本特殊物品：107号药剂，随机变异零值。陈平看完副本信息后，就直接踏了进去。看着副本周围的环境，陈平倒是不感到意外，毕竟他坐飞行毛毯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座放弃的海岛是真的荒凉啊。反正在空中时，陈平是一点绿色的植被都没瞧见，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土地。一进来啥也没看到的陈平只能选择深入了。一路上，陈平发现这座岛屿本来应该是有植物的，看着那些坑坑洼洼的土地，很明显哪里以前应该长满了植被。为什么陈平会这么认为呢？因为那些坑跟植物被暴力拔起来时造成的坑洞一样，更别说有些坑内还残留着一点枯萎的根须了。打量了一会后，陈平就继续前进了。一路走来是一点生物活动的痕迹都没有啊。也不是没有，但那些痕迹都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都差不多快被灰尘给覆盖掉了。想起副本光门上的信息，该不会这个副本就剩下那一只变异体了吧？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可能性很大，毕竟从副本信息来看，这里的实验应该都跟灵植有关，所以一棵植物也没能幸存下来，倒也再正常不过。走啊走啊走，陈平终于看到实验室了。看着前面破破烂烂的实验室，他直接从破开的墙壁走了进去，观察可一下。很快可以肯定的是，这间实验室看来也是被某种灵植给毁掉的。这样看来，那最后成功的变异实验体90%的可能性是灵植了，就是不知道做的啥实验。不会是那种动物跟植物直接相结合的实验吧？继续往里走去，陈平倒是看到了不少的实验设备，但是都是损坏严重，基本都报废了，还有一些资料都风化严重。我操，这个岛屿到底废弃了多长时间了？还有啊，这种岛屿的实验室研究灵植的，照理来说应该长满了绿植才对吧？为啥会啥也没有呢？总不能都被那成功的实验品给吃了吧？毕竟植物只要水跟光合作用就能生存下来了呀。很快的，陈平就来到最深处了，里面黑漆漆的，一点光都没有。这个实验室又是背光面，本来就显得有些阴暗，更别说里面了。这时陈平就恨不得获得夜视的技能，真是的，他的属性都这么高了，但还是不能夜视，视力倒是很不错，在黑暗里只要有一定的光度，他就差不多能看清周围的场景了。所以这时候就要轮到老工具夜明珠登场了。夜明珠的亮度刚好，又不伤眼，是不可多得的照明工具啊。抛了抛夜明珠，然后陈平缓慢踏了进去。走啊走啊走，很快的陈平就发现他好像越走越下。没错，他正在往地底下走去。物品怎么感觉越走越下了呀？这样看来，那最后的变异实验成功体应该是喜阴类灵植喽。终于在走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后，陈平终于有所发现了。这是啥植物？陈平看着眼前的植物，不解的喃喃道。眼前的植物怎么说呢？单从眼睛来看，很像蘑菇，还是那种鸡腿菇，但偏偏它又有着其他蘑菇的纹路。没错，就是羊肚菌菇那种纹路。陈平顺着眼前奇葩的蘑菇找了过去，很快的他就找到主体了。我靠，还真的是动植物结合实验啊！陈平看着下面的生物，暗道：下面的植物是蘑菇，动物吗？说实话，陈平有点分不出来，毕竟蘑菇好认，看形状就行了。但动物的话，嘿嘿，这里可是无尽之海啊，什么奇趣古怪的生物没有？连神明都有了，保不准还有神兽呢。毕竟巨龙都已经确定存在了，看不出来不要紧，来一发鉴定就啥都了解了。鉴定术扔下来，然后资料不就来了吗？名称：地菇兽，种族：菇兽，变异，等级69，体质1042，力量1116，敏捷904，精神994，天赋：休眠，光合作用，阳光恐惧，快速恢复，长生菇。技能：发射蘑菇孢子，孢子寄生，蘑菇分身，毒气释放，吞噬吸收。鉴定介绍：变异的地菇兽本来就是半菌类生物的地菇兽，经过一系列残酷的实验后，成功支撑了下来，并获得了强大的实力。鉴定建议：已经虚弱到只能通过休眠才能维持生机的地菇兽，你随便一下都能帮他解脱。好吧，陈平直接拿出幻变，然后变成40米长剑，直接插了下去，一下子就给地菇兽来了个穿插了。就这样，地菇兽毫无知觉地领了便当。系统响声随之而来。系统：叮，你残忍地杀光了副本内的所有的生命，副本岛屿将会在10分钟后自爆。陈平听完系统的提示，瞬间亚麻呆住的，什么鬼哦？就剩下一只怪了，我不杀了他，难不成还要被困死在这里不成？陈平一脸蛋疼地跳了下去，然后把地菇兽分解掉，获得23个的地灵菇。
地灵菇史诗品质，味道鲜美，食用后能增加10点全属性，上限30个。鉴定介绍：生长在地菇兽背上的地灵菇是不可多得的灵菇，通常一只地菇兽一生只会生长2到5左右的地灵菇。窝草，好东西啊！23个就能直接增加230点全属性了都，更别说还有7个可强化的地灵菇了。分解掉地菇兽后，就露出了地菇兽爆出来的物品了。随机变异灵值倒是那个药剂没爆。当然了，还有副本的基础宝箱奖励。陈平走了过去，发现是个史诗宝箱，还行吧。如果地菇兽不是虚弱到陷入休眠才能保持生命的话，宝箱的品质大概率会是传奇吧。打开宝箱，获得灵值快速生长药液1，特制采药镐1，灵值保存箱1，史诗结晶4。开完宝箱后，陈平立马传送回神岛之心，然后快速操控岛屿远离废弃的岛屿。6分钟后，砰的一声，废弃的岛屿直接上天了。炸得比爱德堡埋的炸弹威力大多了，就一下，整个岛屿就没了。不像爱德堡，那是连续炸了 N 下才把岛屿炸没。陈平一脸惊叹地看着海上的漩涡时，系统提示声再次响起。系统，叮，你残忍地杀死了岛屿上的所有生命，间接摧毁了岛屿，恭喜你获得岛屿宝箱1，岛屿碎片5。系统，叮，鉴于你太过残暴不仁，系统准备提高你的新手期难度，请做好准备，倒计时9、8、7。陈平，卧槽！停！我抗议！老子就杀了一只地菇兽而已，什么时候杀死岛屿上的所有生命了？系统，你如果不解释清楚，我就去找求生游戏意识告你啊！喂，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见过求生游戏意识的，我跟你说啊。陈平从一开始听到岛屿宝箱时浮出的笑容，但现在的骂骂咧咧，亦不过用了短短0.5秒而已。第133章，大概是求生游戏意识的字眼起了作用，系统的倒数计时真的停了下。虽然系统提示声再次响起，系统，叮，为了不冤枉好人，系统决定再次检测一遍，请稍等。陈平，靠，系统你也欺软怕硬啊！噗，系统，叮，检测完毕。经检测，副本岛屿内的所有生命，除了1/3被地菇兽所吃之外，剩下的都是基因崩溃而亡。系统，叮，系统检测失误，补偿岛屿宝箱1，岛屿碎片5。系统，叮，请求生者忘记之前的事，愉快的继续游戏，再见。陈平看着多出来的岛屿宝箱跟岛屿碎片，行吧，我这次就大方的原谅你了，系统。瞬间，陈平就一脸的花开富贵相了。这次的废弃海岛来对了，收获贼大啊！不说这2个岛屿宝箱了，单是那23个地灵菇就已经赚翻了好吗？陈平乐呵呵的把地灵菇都拿了出来，然后把那7个可以强化的地灵菇挑出来。陈平先把之前捏造出来的烤炉点燃，然后把地灵菇一个个放了上去。没错，他准备吃烤蘑菇。在地灵菇上刷一遍油后，就放着慢烤。接着陈平打开强化面板，然后开始强化7个地灵菇。很快的，7个地灵菇就强化完毕了。地灵菇史诗品质，味道鲜美，食用后能增加10点全属性。3个普通强化的地灵菇基本上没变化，但去除了上限也是很不错了，能多出3个呢。地灵大菇史诗品质，味道鲜美，食用后能增加15点全属性。2个强化了2次普通强化的地灵菇，直接变成了地灵大菇不说，属性也增加了5点，也去掉上限，不错，真不错。最后2个是特殊强化，一个黄金强化，一个竟然是元素强化。黄金地灵菇稀有，史诗品质，味道鲜美，食用后能增加30点全属性。这个是黄金强化的地灵菇，还不错，属性从10点变成30点。地灵元素菇土传奇品质，味道鲜美，食用后能增加20点全属性，10点土元素，10点土元素抗性。咦，增加了元素跟元素抗性，不错，这下元素属性又多了一种了。陈平心满意足的把强化过后的地灵菇也放入烤炉中烤了起来，除了黄金强化的地灵菇金闪闪的之外，剩下的地灵菇倒是没多大变化。地灵大菇变大了不小，而地灵元素菇则颜色变成土黄色。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灵菇也开始冒出香气出来，还别说，闻起来还挺香的。要知道地灵菇只是刷了一遍油而已，还没撒调味料呢。随着陈平撒上调味料，味道更香了。OK， 搞定。陈平回到别墅内，然后挤过厨房内的液体球，来到冰箱拿出一瓶鸡尾酒，都是莉西亚不喜欢的味道，不然还真留不下来。拿着鸡尾酒，再拿个杯子跟盘子后，再次挤过液体球后，陈平在厨房门口的制冰机中装满杯冰后，就向外面走去。回到烤炉，陈平把地灵菇一个个装盘，然后心情愉悦地向沙滩椅走去。捏出一个桌子，陈平把盘子放上去，然后就开始享受起来了。哎，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陈平吃完最后一个地灵菇后，感叹道：“23个地灵菇下肚，陈平的属性瞬间暴涨，整整增加了190加30加30加20等于270点全属性，
还有10点土元素跟土元素抗性。陈平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下，好家伙，除去装备加成，他自身的全属性已经突破800了，牛叉冲天啊！陈平突然摸了摸下巴，突然说道：“不对啊，照这样看来，那些老玩家不是更屌了吗？他们肯定把属性灵果灵值都吃了满了吧？”好像也不对啊，不过至少顶尖人物是肯定吃满了吧。等丽娜菲尔组长醒来后再询问一下吧，现在瞎想没啥用。吃饱喝足后，陈平把岛屿宝箱从背包中拿了出来，接着再把废弃岛屿上宝箱开出来的物品拿了出来，然后开始查看物品属性。灵植快速生长药液，稀有，金色品质，对灵植使用能提高灵植的生长速度。特制采药镐，史诗品质，专门制作出来采集各种灵药灵植的药镐。灵植保存箱，稀有，史诗品质，放入保存箱内的灵植跟灵果能完好的保持灵性，存放空间时可强化次数1。可强化物品，不错，立马安排。打开强化面板，然后把灵植保存箱放进去，点击强化。普通强化，存放空间从10个变成20个，也不错，增加了1倍呢。现在轮到开宝箱了，开完宝箱后就该去掉今天的垂钓次数了。打开宝箱，获得岛屿碎片4，大型森林1，中型河流1，小型铁矿脉1，小型黄金矿脉1。打开宝箱，获得岛屿碎片5，大型稀有自然资源1，小型青铜矿脉1，中型食物链1，随机岛屿特性1。咦，岛屿特性原来还能从岛屿宝箱中获得呀，也不知道岛屿装备能不能开出来。陈平看了一下，发现2个可强化的，分别为中型河流跟小型青铜矿脉。陈平把其他资源全部使用掉，就准备开始强化起来。然后他发现一条提示跳了出来，陈平看了一下，然后点击随机分布，接着他就开始强化了。让陈平惊讶的是，这2次都是特殊强化，虽然是白银强化跟黄金强化就是了。中型青木水河流，史诗品质，青木水河会吸引青木鱼前来产卵，这是中型河流黄金强化后的变化。小型青银铜矿脉，史诗品质，使用后获得储存量为10W的青银铜矿脉。小型青铜矿脉强化后变成了陌生的矿脉了，至于青银矿是啥，那得等挖出一些后才知道了。既然都强化完毕了，那陈平就直接使用掉了。资源都使用掉了，这下陈平把目光看向随机岛屿特性。陈平期待地说道：“最好开出全岛瞬移，这样出门就方便多了。”然后陈平小心翼翼地使用掉随机岛屿特性，获得岛屿特性潮汐。潮汐不是全岛瞬移啊，可惜。陈平有些失望地喃了一声，然后查看起来。名称潮汐，类别岛屿特性，品质无，效果潮汐，岛屿海岸会出现潮汐，潮汐会时不时带来各种惊喜。鉴定介绍，不错的岛屿特性，能为岛屿带来一些生命，比如螃蟹呀、海贝啊、浅海龙虾怪呀之类等等海滩生物。陈平挠了挠手背，该去掉今天的垂钓次数了，刚好还能试一试他的新鱼竿黄金龙角鱼竿。这可是黄金龙角鱼竿第一次下海啊，怎么着也得钓上个巨龙宝箱出来吧。陈平先打算在月牙海试试，如果能钓起宝箱，那就不用跑海边去了。月牙海现在都跟无尽之海连接上了，应该可钓吧。陈平直接把刻有巨龙纹的鱼漂扔了向月牙海，然后开始等待起来。过了几十秒后，鱼漂开始浮动起来了，然后咚了一声就下潜了。月牙海的海水很干净，基本可以说是清晰可见，站在海岸上你都看清30-40米深度的海底情况。这才第1天而已，等珊瑚群完全净化完月牙海的水之后，那就真的清可见底了。当然了，陈平现在的关注点不是这个，而是消失不见的鱼漂。没错，鱼漂一潜入海中，他的视线就立马跟了上去，然后鱼漂下潜了几秒后就消失不见了，鱼线倒是笔直，而且还在不断抖动。陈平直接往上拉，哗啦啦，一头巨大的海兽被陈平拉了起来。陈平看了一下，37级的龙血海兽，名字叫龙霸虾，长得和龙虾扯不上关系，就是不知道味道如何了。果然，用黄金龙角鱼竿钓起来的海兽基本都是龙兽了。一脚轻轻踹晕龙霸虾后，陈平开始继续钓了起来。既然月牙海能钓，那就方便多了，毕竟月牙海离别墅才200多米而已。接下就是钓，10次垂钓很快就用完了。果然不愧是黄金龙角鱼竿，竟然才钓起了3个宝箱，剩下的7次都是龙兽，而其中一只海兽龙兽 BOSS。 看着那只正在地面上挣扎的龙兽 BOSS， 陈平就一脸的无语。没错，这只龙兽 BOSS 是那种离开了水就只能蹦跶的类型。50级，名字叫深海龙鱼，除了长着个酷似巨龙的脑袋外，就是鱼身了，并没有什么能在陆地上行走的特征。其他几只龙兽都能在陆地行动，就你这条 BOSS 级别的单位不行，真是丢脸了呀。陈平一边吐槽一边轻轻踹晕他。再来一次。不错，这下晕了，不愧是 BOSS 单位，还要来2下才晕，够硬。
第134章，羡慕你们这些放假的人啊！处理完深海龙鱼后，陈平便把目光看向那3个宝箱了，其中一个史诗宝箱，一个白金宝箱，跟一个白银宝箱。虽然宝箱少，但品质还是可以的。陈平把史诗宝箱跟白金宝箱开了，打开宝箱，获得超级夹心饼干1，自动挖矿傀儡1，梦之蓝1，史诗结晶2。打开宝箱，获得黑皮甘蔗10，巨大的猫条棒1，自助饮料贩卖机1，水上毯子1，白金块2。超级夹心饼干，金色品质，食用后只需要短短3秒钟就能快速补充能量完毕。鉴定介绍：超级家族的独门秘方，很受法系职业的欢迎。陈平看了几眼，然后就收起来了。别的不说，饼干挺大个的，比他的手掌都大一点。可惜个人空间还没好，不然放个人空间更好。没办法，空间背包格子的话要占一格。自动挖矿傀儡不用看了，跟正在挖青铜矿的那个差不多，等下就安排去挖矿。就挖金矿吧。梦之蓝，史诗品质，使用后能临时增加20点水元素。鉴定介绍：梦工厂出品，他们的产品的基本特征就是梦之什么什么的，据说他们是梦之一族。想要确定是不是梦工厂出品，只要尝一下就知道。他们的产品有个非常奇葩的效果，那就是会把头发的颜色变成他们那样的5颜6色。陈平打量着手中蓝色的泡芙，没错，梦之蓝是甜点来着。这东西吃下去，头发不会变成蓝色吧？陈平好奇说道。黑皮甘蔗就是甘蔗，还是看看巨大的猫条棒。名称：巨大的猫条棒。类别：武器。品质：稀有，金色。效果：精神石。效果：猫最棒，对猫使用，能让猫咪毫无还手之力。鉴定介绍：使用变异猫薄荷树干加上特殊药水制造出来的幼猫利器，可惜成本太高，被猫店放弃了。不过听别人说，是因为猫店中的所有的猫跟猫人为了猫条棒大出手，才停止制造的。陈平打量了几下，猫条看不出来，倒是比较像磨牙棒。这时，一阵喵喵喵的声音传了过来。陈平扭头一看，就见胖橘的胖成猕猴桃似的身材，正划着4条小短腿向这边跑来了。尤其是他看到巨大的猫条棒时，叫得更欢了。看着冲过来的胖橘，陈平立马开始斗起来了。这家伙一直跟着艾莱伊他们，让他撸一把的机会都少。看我左右摇摆，我左，我右，左，右，喵喵喵。看着跟着猫条棒跑的胖橘，陈平满意了，然后把猫条棒给他，随便开始撸起来。不错，手感贼佳。过完手瘾后，陈平便继续查看剩下的物品了。自助饮料贩卖机，史诗品质，安置后投入1枚金币可以获得1瓶随机饮料，有概率出现特殊饮料。鉴定介绍：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建议使用宝藏室内的金币，因为贩卖机出来的饮料80%不值1个系统金币。陈平直接安置在沙滩椅旁，然后固定起来。打量了一下，然后陈平拿出1枚金币投了进去，随后1瓶饮料从中间的口子冒了出来，还是冷藏过的。陈平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跟可乐差不多的颜色，就是不知道味道如何。打开盖子，啜了一口，味道也差不多，不过气更足，好喝。最后一个水上毯子就是一个紫色品质物品，可以放在水中，然后你在上面随便蹦跶，毯子都不会沉没。这下物品都看完了，陈平现在打算处理掉这些龙血海兽。我去！只见本来应该正在啃食巨大的猫条棒的胖橘，现在正在啃食深海龙鱼，其他的龙兽倒是没啥事。行啊，胖橘你倒是会吃，还专门挑了条 boss 来吃。陈平走过，拍了拍胖橘那胖成猕猴桃的身材，然后双手使劲揉了揉他的肚皮，随便抖了抖，惹得胖橘不满的喵喵的几声。好，不逗你了，好好吃你的吧，都快从龙猫变成龙珠了你。陈平摇了摇头，然后站起身来，看向那几只龙兽，要怎么处理呢？吃了。不饿啊，23个地灵菇下肚，陈平觉得他这一天都不会有饥饿感了。想了想，陈平打算先养起来，在油池边捏6个单独的水牢，然后引一下油池的水进去后，然后把6只龙兽各个扔了下去，分开是为了防止他们打架，毕竟食材还是要新鲜的好。做好这一切后，陈平回去仓库区中拿出了带血的肉块1、深海诱饵1、黄金鱼饵2，还好带血的肉块只是颜色更黑了，味道臭了而已，还没腐烂，还能钓。拿完鱼饵后，陈平就出发去钓鱼了。当然了，肯定不是在月牙海钓了，毕竟带血的肉块跟深海诱饵这2个都比较臭，他可不想玷污了这边干净的月牙海。虽然珊瑚会净化掉就是了。拿出一块木板，陈平直接垫在屁股下，然后坐着滑道直接滑了下去。别说，速度还行。差点被冲出岛屿的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就是要这种效果，够刺激。主打的就是飞出岛屿后追逐岛屿的过程跟经历。来到海边后，陈平先把带血的肉块勾上鱼钩，然后直接一甩，动，开始静静等待起来。等了10几分钟后，鱼漂终于出现动静了，开
看着一浮一沉的鱼漂，陈平静静地等待着。鱼漂完全沉默的瞬间，我拉，哗啦啦啦，一头巨大的海兽破水而出，然后狠狠地砸在岛屿上。啪的一声，陈平还感受到了地面震了一下下呢。陈平看着一旁的正在蹦跶的庞然大物，摸了摸下巴，然后一个鉴定下去。名称：伯纳巨鲸，幼年期，种族：伯纳巨鲸，等级57，体质674，力量714，敏捷456，精神468，天赋。技能。鉴定介绍：伯纳巨鲸，生活在伯纳海域的巨鲸，成年可达上千米长，几万吨重，是传奇级别的海兽，性格温和。鉴定建议：好家伙，一头幼年期的伯纳巨鲸，放了它，以后人家可能会带重宝前来报答，必须他们经常潜入深海狩猎，也可以选择杀了它，但没啥好处，毕竟不是成年伯纳巨鲸，体内没有伯纳巨鲸液。行吧。陈平直接抓起伯纳巨鲸的尾巴，然后把它给扔了出去。砰！哗啦啦，巨大的杂水哗啦啦的响。过了一会，伯纳巨鲸突然从海面上冒出头，然后直勾勾的看向陈平。陈平走了过去，然后拍了拍伯纳巨鲸说道：你再怎么叫也没用啊，我又听不懂你在叫什么。伯纳巨鲸这副模样还挺可爱。陈平摇了摇头笑道：行了，回去吧，下次别再咬我钩就行了。拍了拍伯纳巨鲸的腮帮子，陈平直接让他赶紧走。伯纳巨鲸又呆着了一会，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陈平等了一会儿，才拿出深海诱饵，然后勾上鱼钩，开始钓鱼。这次鱼饵的动静倒是快了许多。等鱼漂再次没入海中，陈平瞬间一拉，哗啦啦，一只长相贼丑的蹦出海面，向陈平冲来。咔咔咔，陈平直接拿出幻变正准备把这条鱼劈成两半，直接中间对半劈开。但一想，不对啊，这还不被溅了一身血啊！收起幻变，躲开。砰！鉴定一下看看吧。名字叫深海肉眼鱼。陈平看了他一眼，的确很像，等级是42级，属性最高才384点，是力量。这要是一开始获得深海诱饵时就使用的话，那还不死翘翘啊！陈平直接用幻变变成长枪，然后往他头上一插，直接插死。可惜没爆啥，除了一个大经验猪大，陈平直接使用掉。然后拿出黄金鱼饵，然后继续钓起来。黄金鱼饵可是能钓起黄金鱼类的，也不知道能上钩不？陈平紧紧地盯着鱼饵，很快的鱼漂就开始浮动起来了。这下陈平搓了搓手，我就不信了，4个鱼饵连条像样的鱼也没有。咚咚，我拉，哗啦啦，一条金灿灿的差点亮瞎陈平的眼的鱼被拉了出来。这下陈平是直接接住了，毕竟这条鱼不大。陈平迫不及待地鉴定起来。黄金穿梭鱼常年在海中乱冲乱撞，味道极其鲜美，食用完增加5点金元素。不错，陈平捏个坑，然后把黄金鱼放进去，接住继续钓。陈平把最后的黄金鱼饵勾上钩，然后一甩，咚，然后开始慢慢等待起来了。这次倒慢了不少，等了20分钟后，鱼漂才开始浮动。很快的鱼漂就完全潜入海中了。我拉，一条上半身金色、下半身白色的鱼被陈平拉了上来。第135章，哗啦，这鱼有点大，5、6米长，而且长得有点胖乎乎。陈平一个接，哗发，直接平稳地接了下来。再次捏个大一点的坑，引入海水，然后把这鱼放了进去。看着坑里吐泡泡的鱼，陈平上下打量了一下，鱼背上布满了精灵，一直延续到中间，下身腹部则是布满了雪白色鳞片。鉴定下吧。白腹金贝宝鱼具有宝藏鱼之称的鱼类，其背上的金色鳞片都是纯金的，10片精灵能换取几十到上百不等的金币，食用无任何效果。鉴定建议：把白腹金贝宝鱼捆起来，等他发现无法跳脱后，会使出精灵脱身术，以掉光所有的精灵片为代价，传送到安全的海域之中。还好有鉴定建议，不然只能自己亲自动手包精灵片了。陈平一手抓起黄金穿梭鱼，一手抬起白腹金贝宝石，然后就向别墅走去了。走啊走啊走，白腹金贝宝鱼口吐泡泡的看着周围完全陌生的景象，这是他在海中完全没见过的场景，所以他好慌啊！不行，这种完全不能让他自由移动的地方，喂，大喂，不，哗啦啦！陈平突然感觉手中轻，随后一堆精灵片呼啦啦的砸了下来，叮咚叮当的响个不停。陈平揉了揉被砸到的脑袋，一脸疑惑的开口说道：不是说要被困住后，等他确定无法逃脱后？陈平停顿了一下，然后略有所思说道：好像他现在就已经完全无法跳脱了吧，所以这操作好像才最为正确吧。一点毛病都没有吧，合理。
看着地面上那金光闪闪的精灵片，陈平开始一一收入背包之中。最后，一共收获了36748片精灵片。陈平拿出一片精灵片打量了一下，然后喃喃道：“怪不得受法师们的喜爱了，能量传导性很不错呀。用来制作成符文道具之类的，倒是很不错，而且威力也大，就是昂贵了点，奢侈了点摆了。毕竟用这精灵片制造而成的符文道具，基本就是一次性物品。”没了吐泡泡的白腹金贝宝鱼，陈平的速度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毕竟黄金穿梭鱼才1米多长而已，虽然也是全身金色，但可惜不是金子，只是颜色而已。一回到别墅，陈平在那6只龙兽水牢中又捏造了一个，然后把黄金穿梭鱼放了进去，先养着，等饿了再吃了。陈平看了一下，不错嘛，看来状态还行。陈平来到仓库区，然后把灵芝保存箱安置在这里，毕竟也是个存放物品的箱子，虽然只能存放灵芝灵果。就在陈平考虑接下来要干啥的时候，一道提示声响起，系统叮咚，触发被诅咒的金币，1个小时后海盗来袭。陈平挠了挠脸颊，然后打开背包，的确，被诅咒的金币还安静地躺在空间背包里，好运金币也在。看来宝藏室又能增加不少财宝值了。还有1个小时呢，陈平开始准备一下下，其他就是走别墅，然后拿出飞行毛毯，飞上高空开始观察而已。毕竟岛屿有点大，陈平要海盗要踏入岛屿前的位置，好快点赶过去。虽然海盗进来也有警报提示，但是怕海盗到处乱跑啊。坐在飞行毛毯上的陈平突然想到，他这岛屿的最快速度是时速500公里，如果他开到最大，那海盗船能追得上来吗？有点好奇啊，嘿嘿，等下试试看。很快1个小时就到了，岛屿现在的速度就是最大速度，所以陈平现在是抓着幻变变成的100米长鞭，在空中坐着飞行毛毯被拖着跑。时间一到，一艘巨大的海盗船就出现在陈平的视野之中了。真的是艘大船，光是从船头到船尾就差不多上千米了吧，高度也差不多100米了吧。这船挺让陈平感到震惊的，但是嘛，这位置有点不妙啊。果然，神岛之心直接砸了上去，然后那艘巨大的海盗船就直接搁浅了，底下还破破烂烂的。行吧，陈平关掉警报声，然后把岛屿的速度降到最慢后，陈平坐着飞行毛毯就飞了过去。卧槽，谁他妈的能跟我解释一下吗？我们不是来劫杀咒诅金币的吗？这么会就被岛屿撞上了。刚爬起身来的巨物海盗船船长大声骂道：“副船长，船长，我们的目标好像就在这座岛屿上。”咔嚓，砰，船体再次发生了倒塌。所有海盗嗷嗷嗷喊了起来。砰咔，可恶！巨物海盗船船长快速地跳下他的船，然后远离，一脸黑漆地看着残破不堪的海盗船轰然倒下。受到这么大的撞击，这船看来是废了。操，亏大发了！巨物海盗船船长看着自己抢来的海盗船，眼角流下了一点泪珠，然后一脸凶恶地向一旁的所有精英船员喊道：“巨物海盗船船长，都他妈的给我进岛，找到那个带诅咒金币的人，然后他妈给我拖过来！副船长你带队！”喊完又看向那些普通船员，继续喊道：“你们快点把宝藏室给我拖出来，快点！”副船长正安排一些精英船员去把海盗船上的武器搬运下来，等武器搬下来，装备上去后就能出发寻找那个让他们损失惨重的混蛋了。而巨物海盗船船长则是已经把绳子勾上宝藏室了，现在正指挥普通船员拉出来呢。虽然对他来说，明明稍微有一点力就能一会儿就拉出来，但身为老大，怎么可能亲自出手？陈平过来后看到的场景就是如此。随着飞行毛毯从空中降了下来，一下子就被海盗们给发现了。毕竟那么多的海盗船员，总会有一些摸鱼的存在。船长，发现敌人！天上，在天上！这下所有的海盗都纷纷看向正在下降的飞行毛毯。巨物海盗船船长，闻到了，是诅咒的味道。曹，是哪个让我损失这大的混蛋？副船长，给我拿下他！是，船长。副船长，你们都跟我上！海盗的声音那么大，陈平肯定也听到了，所有他现在收起了飞行毛毯，落到地面，看着冲过来的海盗呢。陈平看了一下，然后大概算了一下，差不多有2000多人，这还没算上旮旯的海盗，毕竟这一撞威力可大了。鉴定了一下属性，船长的等级比较高，74级，其他的就副船长了，63级，剩下的精英海盗船员是50到60级之间，普通的海盗是10到40级之间。为了防止海盗乱跑，陈平开始捏造岛屿了，直接把周围给包围了起来，不然海盗乱跑怎么办？瞬间，周围立马出现了一道几十米高的平直土墙，3、4后感觉差不多就行了。泰坦巨蟒王再次出场，陈平向泰坦巨蟒王说道：“杀，一个不留！”看着冲出去大开杀戒的泰坦巨蟒王，
摸了摸下巴，他是不是变长了一些啊？鉴定了一下，果然上次召唤还是70级，现在已经75级了，等级提升挺快的嘛。放心的交给泰坦巨蟒王后，陈平直接找上巨物海盗船船长，这逼现在正黑着脸看着在人群中不断杀戮的泰坦巨蟒王呢。巨物海盗船船长对比了一下，然后发现打不过呀，操，看来是碰到硬茬了，随后眼神开始贪念起来。他可是看到陈平直接拿出一张卡，然后这具蛇就出现了。见多识广的巨物海盗船船长瞬间就明白了，那一定是一张稀有的召唤卡，还是能召唤这么强大生物的召唤卡，嘿嘿，等下就是我的了。他上千的手下难道还拖不到召唤时间归零不成？看着一脸奸笑的巨物海盗船船长，陈平忍不住皱了皱眉头，难看，还是早点解决了吧，回去躺着不香吗？陈平快速的来到巨物海盗船船长身旁，离谱的是这家伙竟然还没反应过来。也是，毕竟他现在的属性完全碾压对方，所以对方没反应过来也再正常不过了。随手一挥，幻变直接把巨物海盗船船长的脑袋给分了家，不过好像速度太快了，脑袋在陈平离开后还安然无恙得到样子。陈平做完后，系统的提示就已经传过来了，成功解决海盗事情了。陈平再次拿出飞行毛毯，然后幻变成鞭子把宝藏室给捆起来后，用力一拉 OK， 然后坐上飞行毛毯向别墅飞去。至于地形嘛，就不理了，系统还提示是否分解海盗船，但应该破损严重，分解后只能获得木板、铁块等等，宝箱是一个都没有。既然这样，陈平就打消了分解海盗船的念头了，就留在那里做风景线吧，反正那船够大，勉强可以当一道风景线。回到别墅后，陈平立马捏造个滑坡通向宝藏室门口，然后哗啦啦，无数的财宝从刚获得的宝藏室中流入滑道，然后涌入自家的宝藏室内。第136章，等所有的财宝都滑进去后，陈平开启岛屿的实力加成，然后把空荡荡的宝藏室直接用力甩了出去，瞬间宝藏室直接消失的无影无踪。甩完宝藏室后，陈平便关掉岛屿上的实力加成，然后跳下滑道冲入自家的宝藏室。一堆财宝进去，陈平发现的品质又提升了，从本来的金色变成了现在的稀有金色。不错，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开始整理起来。整理时间，啪啪啪，陈平拍了拍手掌，看着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宝藏室，这才像样嘛。出了宝藏室后，陈平就来到升级后的修炼房中开始修炼。虽然说是想摆烂，但那也要有那个实力才行啊。升级过后的修炼房从原本的最高10倍重力变成了现在最低10倍、最高10000倍的高级修炼房，而且除了快速适应的效果外，还多了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都是让人快速掌控自身力量的效果。陈平一进去就开启了140倍重力，不过他现在感觉140倍好像跟不上，继续加，一直加到200倍重力，陈平才停了下去，然后开始挥洒汗水起来。时间在汗水中流逝，很快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清晨一大早，陈平已经拿着黄金巨龙鱼竿站在月牙海岸边上了。咚，鱼漂直接落入海面上，然后稳稳地漂浮在海面上。咚咚，鱼漂开始出现动静了，下一秒鱼漂直接沉入海底。陈平见状立马拉了起来。好沉啊！来之不易的决力感让陈平忍不住兴奋起来，这才是钓鱼的乐趣啊！这一决力就1个多小时过去，陈平已经感受到对方逐渐开始乏力了。又过了半个小时，哗啦啦，一只巨大的海兽被陈平拉出海面。卧槽，好大！陈平立马鉴定，名称城堡海螺，种族巨海螺，等级90，体质4416，力量4126，敏捷2671，精神3484，天赋海上城堡，物理减伤，魔法减伤，急速恢复，活性肤，技能翻滚冲撞，腐蚀粘液，诡异螺声，反击震荡。鉴定介绍，巨海螺的分支之一，城堡海螺，它们身上的贝壳就是一座巨大的城堡，而且还是能在水上漂浮的城堡，防御力极强。鉴定建议，城堡海螺杀死后有概率会掉落它的海螺城堡，但他们对此并不在，因为他们就是靠这背负的人们来完成不断繁殖的，建议直接扔出岛屿，不然只要短短3天的时间内，整座岛屿都会出现它的卵。行吧，看完鉴定后，再一次启动了岛屿上的实力加持，然后陈平直接把城堡海螺扔出岛屿，接着继续，很快鱼漂就沉入海中了。陈平一拉，哗啦，一个史诗宝箱稳稳地落了下来。再来，哗啦，一条龙兽破海而出，稳稳地落在地面上，然后开始挣扎起来。陈平鉴定了一下，发现味道鲜美后，就直接踢进水牢了。继续，剩下的7次，陈平吊起了4个宝箱，2只龙兽海兽，1只圣皇海豹鱼。这次竟然吊起了5个宝箱，不错，还行。
3个史诗宝箱，1个白金，1黄金。2只海兽，一只是昨天钓过的龙霸虾，一只是龙爪章鱼，直接被陈平处理掉了，现在正在烤架上滋滋作响呢，香极了。还有圣黄海鲍鱼，是个稀罕货，口感极佳不说，还能增加易水元素抗性，现在也在烤架上滋滋作响。再加上那条黄金穿梭鱼，今天的食物就是它们了。撒上调味料，陈平再给他们翻个面，再往上撒上调味料，差不多了，再慢烤几分钟就行了。翻好面后，陈平就把白金宝箱跟黄金宝箱一手一个的夹了起来，然后往别墅走去。砰！把2个宝箱放好，不错，依次是铁宝箱、青铜宝箱、白银宝箱，加上现在的黄金宝箱跟白金宝箱，整整齐齐了。可惜木质宝箱现在基本钓不到了，铁边宝箱也是。铁宝箱跟青铜宝箱都是陈平从刘全那边换来的，不然他也没有。安置好后，陈平固定了一下，然后就走出去了。烤架上的美食也差不多好了，再翻个面，然后撒上最后的调味料后，继续连续翻几下 ，OK， 完美收工。陈平这下不用专门挤液体球进厨房了，而是拿出一枚宝藏室内的金币投入自动饮料贩卖机内。这次是气泡水，也不错。边吃边开宝箱，打开宝箱，获得随机挑战单人副本岛屿门票1、黑市指南针1、战斗型守护傀儡1、史诗结晶4。陈平一边吃着龙爪章鱼触手，一边查看物品属性。随机挑战单人副本岛屿门票，史诗品质，使用后传送到史诗级别的副本岛屿之中。史诗级别难度的副本吗？还行。黑市指南针，史诗品质，一次性指南针，黑市发放，等指南针发光后便可以使用了。这东西熟，不就是黑市吗？又不是没去过。战斗型守护傀儡，稀有，史诗品质，全属性1000点，死亡后还会自爆，是不可多得的冒险好伙伴。还行吧，但用处不大的样子。继续，打开宝箱，获得彩金蜂蜜巢穴1、音乐蟹石、史诗结晶4。打开宝箱，获得水系史莱姆群1、史莱姆滑蛋菜谱1、史诗结晶4。正在啃食黄金穿梭鱼的陈平罢了一下，好家伙，2个史诗宝箱才开出了4个物品。彩金蜂蜜巢穴，稀有，史诗品质，彩金蜂蜜巢穴内有上千只彩金蜂，一只蜂后，彩金蜂蜜是极佳的食材，每100克能增加1点精神，上限50点。鉴定介绍，彩金蜂蜜对生存环境比较挑，只生存于有灵花群的区域之中。灵花？我可是一朵也没有啊，看来这个只能先放着了。音乐蟹，史诗品质，生活在音乐大陆海岸上的音乐蟹会发出优美的音乐，每只音乐蟹的音乐都不尽相同，音乐蟹的音乐能恢复精神损伤。鉴定介绍，音乐蟹就算是在音乐大陆上都是稀有的存在，就因为被人发现了他们的音乐效果，就差点惨遭灭族。陈平好奇地把10只音乐蟹放了出来，挺大只的嘛，有陈平的2个巴掌大了，是煮粥的好料。音乐蟹的钳子是音符形状的，但是稀奇，贝壳上好像还刻着音谱。抓起一只打量了一下，的确是音谱。陈平打量了刚好5只公的5只母的，10只音乐蟹在陈平周围转了起来，发出了动听的音乐，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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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听着听着，陈平就迷糊的睡了过去了。10只音乐蟹见状，立马溜之大吉，齐齐向月牙海跑去。随着音乐蟹跑进月牙海，陈平周围的音乐在延续了几分钟后就没了。随着音乐的消散，陈平也慢慢的睁开了双眼。哈欠，陈平下意识的继续吃了起来，然后看向地面，空荡荡的，除了一些爬行痕迹外，音乐蟹已经不见踪影了。陈平也不在意，反正也不会跑出月牙海，继续往下看。水系史莱姆群，史诗品质，水系史莱姆活跃于史莱姆大陆，水系史莱姆会改造生活环境，使荒地也能长出青草来。鉴定介绍，水系史莱姆是比较受欢迎的史莱姆品种之一，据说很多岛主都想买几只回去改善土质。史莱姆啊，不知道是那种 Q 弹的，还是那种软趴趴的。最好是那种 Q 弹，能改造荒地啊，等下再招出来吧。先看看最后的物品先。史莱姆滑蛋菜谱，史诗品质，教你学会怎么料理史莱姆的菜谱，食用后增加相应史莱姆的属性，上限10点。鉴定介绍，据说是某少女的得意之作，吃过的旅行者们都说好吃。好吃吗？突然就想尝试一下了呢。学了。陈平坐在飞行毛毯上，然后找了一片荒地。岛屿上除了那2片大森林，其他的地方都是一片荒凉。就这吧，靠近青木河流，让我看看是啥史莱姆吧。说完，陈平就把水系史莱姆群释放了出来，瞬间100只 Q 弹的蓝色史莱姆出现在空地上。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是那种圆形的一蹦一跳的 Q 弹的史莱姆，而且他注意到那些史莱姆蹦跶过的地方颜色好像变深了点。这些史莱姆一点都不怕人啊，看到陈平过来都不带躲的，还眨了眨眼盯着他呢。
陈平好奇地抱起一只史莱姆打量了起来。这双眼睛是怎么形成的？好奇捏了捏，果然 Q 弹，而且凉凉的，很适合夏天抱着。一共100只，陈平直接抓起10只打包带回别墅去。挑了挑，选择10只最为圆润的史莱姆，然后把它们扔上飞行毛毯后，就往别墅飞去了，留下90只史莱姆在周围蹦跶着。第137章森林一族，世界一族。回到别墅后，陈平操控着飞行毛毯往下一下，然后把10只水系史莱姆给扔了下去。瞬间，地面上就多了10只不断蹦跶的水系蓝色史莱姆了。然后陈平就发现，这些水系史莱姆蹦着蹦着，就都蹦跶到那一小片的绿色田园了。那是这里唯一的草地，一些灵植就种植在那里，比如苹果树啊、圣女银果树、水灵果树啊等等，都种在那里。不过还好，史莱姆们并没撞那几个果实，而是安安静静地趴在草地上一动不动的，看样子是在休息。陈平打算使用那张单人副本门票了，但现在岛屿上除了史莱姆外，其他的都在睡懒觉，看来只能把森林之一族召唤出来了。陈平屁咧咧地向世界树飞去。等来到世界树附近后，陈平便停了下来，然后打量了一下周围，这里离世界树够近了，就在这里召唤吧。说完，便把森林一族契约卷轴给使用了，瞬间卷轴直接漂浮到前方，形成一个巨大的光门，上百米往上的巨大光门。哦，陈平一脸震撼地看着眼前的光门，森林一族的人都是巨人吗？然后一道身影穿过光门，出现在陈平面前。你就是召唤我们一族的人吗？陈平看着眼前小路人，点了点头，然后好奇地上下打量着他。上半身是人形，下半身嘛，看起来像是鹿，可惜陈平不认识。那你应该知道的吧，我们一族只会守护在生命之树周围，但你这里看起来也太荒凉了点吧。他是背着世界树的，所以并没有看到身后那巨大的世界树。陈平闻言有些疑惑地问道：咦，不对吧，你们不是也守护世界树的吗？鹿女闻言收回打量周围的环境的目光，低头看向陈平，笑道：对呀，不如说就是因为生命之树是从世界树的残骸上诞生的，所以我们一族才会守护，不然我们可懒得理会生命之树。可惜现在世界树比较少，存活的世界树据我所知就只剩4棵了，分别在4位强大的主神手中，我们一族根本接触不到啊，更谈何守护了，所以只能选择守护从世界树残骸中诞生的生命之树了，但也只守护那些从主干中诞生的生命之树，其他的生命之树我们可不守护哦。所以你的生命之树呢？带我过去瞧瞧吧。陈平闻言笑道：先不急，我还有点问题。鹿女：你问呗。陈平：你们森林一族为什么只守护世界树啊？从名字来看，不应该守护森林的吗？鹿女：守护森林由森林守护者一族承担，他们就是从我们这边分支出去的，主要成员是树人族们充当。至于我们为什么只守护世界树嘛，那是因为我们森林一族本来的名字就叫世界树族。陈平：世界树族啥意思啊？难道你们是从世界树中诞生的不成？鹿女：嘿，我们还真的是从世界树中诞生的哦，至少第1代是如此，据说他们就是从世界树中诞生的，所以我们一族的贼多样化哦。大概有几百个不同的种族哦，厉害不？陈平点了点头，然后问道：既然森林守护者一族是从你们这里分支出去，那么你们现在还有多少种族啊？鹿女：这个嘛，现在祖地上就剩10几个种族还在坚持了，大多数种族都分化出去了。不过我们也不怪他们就是了，毕竟祖地内的世界之力越来越少了，他们想另谋出路，我们也理解。毕竟现在我们这一族出去的种族都很受欢迎的，因为世界之力的缘故，所以很多强大的神明会接纳的。陈平闻言有些疑惑地问道：就没有出去独自生活的种族吗？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接纳？不理解耶。鹿女：你不知道吗？私人领地是很难获得的，求生游戏很抠门的，想让他让出一点私人领地，门都没有哦。所以私人领地是超稀有的，现在大多数种族居住的地方，其实地方都是求生游戏的。陈平：这样也好啊，求生游戏总不会赶人吧？难道还会收租金不成？鹿女笑嘻嘻地回道：没错哦，就是要交租金哦，越是能量充足的地方，租金就越贵哦，嘿嘿，开玩笑的啦。其实大多数的种族生活的地方都不是私人领地，但他们照样在那里生活了成千上万年，照样好好的。陈平：那为什么你们世界一族的种族干嘛还要选择依附别人啊？鹿女：因为私人领地啊。陈平：鹿女：嘻嘻，是不是很疑惑？陈平闻言立马点了点头。鹿女继续笑道：其实就为了安全，在私人领地之中不会出现任何的灾难，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区域发生了地震，但一个私人领地就算是在地震中心也丝毫不受影响。还有那些游戏天灾，那些从宝箱中开出来的灾难也不会出现在私人领地之中。再打个比方，
比如那受潮天灾就是凭空出现的，他们不会出现在私人领地之中，但他们会出现在周围，然后冲击私人领地。陈平，哦，懂了，你能确保大后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是吧？陆女，差不多吧，毕竟经常有人打开灾难宝箱的。就聊到这吧，你还是带我去看看你的生命之树吧，看看值不值得让我们派一族前来守护。如果不达标，那你这个卷轴就浪费了哟。陈平闻言点了点头，然后指了指陆女身后，说道：就在你身后，你观察了大半天就没有一眼是往后看的，也是服了。陆女，呵呵，谁叫你不提醒啊？要知道，使用过这卷轴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就你一个不选择背着召唤的，哼！陆女狡辩后就转身看向世界树了。哇，好大的生命之树啊！咦，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陆女好奇地打量着世界树，真是越看越不对劲。这生命之树的形状怎么看起来很眼熟呢？是了，这不就跟挂在每家每户上那世界树的形态差不多吗？虽然有些差异就是了。陆女，我操，这难不成是世界树不成？陆女一脸不可置信地回头看向陈平，见他点了点头后，她哇了一声，然后快速地冲进光门之中。陈平一脸的茫然，这是回去叫家长了吗？果然，几分钟后，陆女又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群世界一族的人。陆女带着他们来到陈平身旁，然后介绍道：老爸，这位就是契约卷轴的主人了。陈平看着眼前这个留着胡子的路人，点了点头。陆女老爸笑道：小兄弟，怎么称呼？陈平，叫我陈平就行了。陈平回道：陆女老爸，陈平是吗？哈哈，陈平小兄弟，我叫陆树，就大你上千岁而已，叫我陆树老哥就行了。哈哈哈。陆女，哼，老爸你都快1万岁的人了，好意思让一个年轻人叫你老哥？哼哼，真不害臊，还老哥呢，叫老头还差不多。陆树瞪了陆女一眼，然后对陈平笑道：那陈平小兄弟是吧？我们能不能凑近点瞧瞧？陈平，可以啊，本来就是想让你们守护世界树的。陆树，哈哈，这个好说啊，好说。那我们现在出发吧。见陈平点头后，他立马举起陈平，然后直接放在陆女背上，接着就急匆匆地向世界树跑去了。哈哈哈哈！女儿啊，陈平小兄弟就麻烦你带着了，老爸我先行一步了。哈哈哈！陆女，哇呀！毫无防备下被吓了一下，他还以为老爸是要把陈平放自己背上，没想到扔他背上了。好气啊！越想越气的陆女直接喊道：陈平，你抓稳了，我要冲锋了！喊完就直接追了上去，而且手中不知何时还多了一把木质长枪。陈平坐在陆女的背上，双爪按在她的腰上，看着越来越近的世界树。速度有够快的，其他人先不说，但是陆女她的敏捷至少2000打底。世界树毕竟就在哪，远不到哪去，所以陆树已经停下来仔细观察着了，完全没注意后面越来越近的陆女，尤其是他手中的木质长枪已经对着了他的屁股了，然后跳跃一头，长枪直直的冲刺了过去。然后一声怒骂声响起：陆凌瑶，你就这么对待你老爸我的吗？陆凌瑶，哼哼，谁叫你这么不着调，放我背上就不会好好讲一下？混蛋老爸！陈平，要不先把我放下来再吵。他现在的状态是直接趴在陆凌瑶背上，双手还抱着他呢，不然那一个跳跃早把他甩下去了。第138章死亡竞技场之兽潮求生。嘿嘿嘿，差点把你忘了。陆凌瑶有些不好意思的把陈平抱了下来。陈平摆了摆手，然后向陆树说道：怎么样，是世界树没错吧？陆树摸了摸胡子，然后有些激动的说道：的确是世界树啊，没想到除了那4位主神外，还有人有世界树啊。其他正在查看的世界一族也是一脸的激动。真的，活得的世界树啊！没想到他们世界一族竟然能在他们这一代重新开始守护世界树。陆树，我决定了，把祖地上的所有资源都带过来，以后我们就守护在这里了。你们回去让他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吧。是，大族长。看着其他人往光门走去，陆树向陈平说道：陈平，你是这棵小世界树的主人吧？陈平点了点头。那么契约成立，我们最后10几只世界一族将奉你为主。陆树拿出一张金闪闪的契约卷轴递给了陈平。陈平接了过来，然后一脸疑惑地看向陆树。陆树笑呵呵地说道：主人，这是我们世界一族的契约卷轴，是伴随我们一族诞生的，可惜一直用不上就是，没想到现在倒是派上用场了。我们仅存的10几只族群，所有人的生命，契约卷轴都能把控生死。当然了，前置条件就是必须是世界树的主人才行。陈平闻言点了点头，然后直接一发鉴定术下去，不是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而是为了安全起见。名称：世界一族契约卷轴。类别：特殊道具。品质：
世界效果：契约世界一族，使用后跟世界一族定下世界契约。效果：世界契约，世界树之主可以通过契约掌控世界一族的生命。鉴定介绍：世界一族由最初出现在无尽之海的世界树的契约种族，实力无比强大，遭到了某些神明的极度羡慕恨，然后合力讨伐了世界树，并使其分成4棵小型世界树，分别被4位主谋所获。鉴定建议：世界一族的潜力极大，有成神之姿，是可遇不可求的契约对象，所以不用犹豫，直接契约下来就对了。鉴定建议：如果能夺回4棵小世界树，让他们以世界树为主，那么世界树的成长速度将大幅度提高。没问题，陈平直接使用掉，瞬间世界契约卷轴变成3道光芒，一道射向世界树，一道射向陈平，还有一道分裂成无数道细小的光点，冲向传送光门之内。当然了，路树也被塞了一道。陈平感受了一下，没问题，完全能掌控路树的生死，不过要世界树审核一下才行，比岛民群族多了一道工序。陈平，那么路树族长，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啊？我这地方住了下来不？路树闻言，摸了摸胡子，看了下周围，然后凭空飞了起来，10几秒后又飞了下。路树，没想到这还是一座岛屿啊。那么主人，我刚才看了一下，可以住得下，毕竟我们只剩10几只族群了而已，其中人数最多的也不过是几万人，完全够了。陈平，那就好。还有，路树族长，你叫我岛主就行了，不用叫什么主人。不过陈平还是打开岛屿属性面板，然后把岛屿升到3级，面积又增加了1000平方千米，现在一共是3000平方千米。下一级要30个岛屿碎片，他现在还剩22个，差8个。升级完岛屿后，陈平向路树说道：“那路树族长，我要进副本，剩下的族人就交给你来安排了。”路树摸了摸胡子，点头笑道：“去副本啊？那这边就交给我吧，岛主你就放心吧。怎么说，我也是一名半神级别的强者啊。”陈平一脸懵逼地看着笑呵呵的路树，这半神级别的强者这么谦虚的吗？陈平挠了挠脸蛋，疑惑地问道：“路树族长，你都半神级别的强者，干嘛还？”路树笑道：“干嘛还要拿出契约卷轴？因为世界树，还因为岛主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岛主你是这一届的新人吧？”陈平点了点头，这没啥好隐瞒，反正契约已经签订了。路树，那就对了，世界树让我决定全族移过来，而岛主你让我下定决心拿出世界契约卷轴，因为你的潜力足够大。行吧，陈平点了点头，然后直接使用随机挑战单人门票，消失不见了。看着消失不见的陈平，路树无奈地摸了摸胡子，刚才说的话10有8分真吧，但世界契约卷轴他本是不想拿出来的，但怎么说呢，他没想到这里竟然是在新手区之中，他一过来就立马被求生游戏给盯住了。MMB， 你一个半神竟然跑到新手区来了，想干嘛？他感觉求生游戏好像想按死他，而且感觉是越来越强烈，直到他拿出世界契约卷轴跟陈平签订后，这感觉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仿佛一切都是错觉。所以我现在是新手期的人的契约种族，就算是新手期的人了是吗？使用掉随机挑战单人门票后，陈平就发现他好像来到熟悉的地方了，听着周围的呐喊声跟欢呼声，没错，他又来到死亡竞技场了。陈平看着了一下周围，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小平台上，周围还有10个一样的小平台，上面也站了人。不过那些人，陈平观察了一下，好像并不是新手期的人，毕竟他们好像都很适应这里的环境，有些人已经在跟观众互动了呢。的确是某种意义上的单人副本。这时，系统提示声响了起来：“系统，恭喜你来到死亡竞技场之兽潮求生。系统，本次挑战一共分为10次兽潮，1次混合大兽潮。系统，兽潮时间为1个小时，休息时间为10分钟。系统，坚持到混合大兽潮结束，将获得死亡竞技场宝箱3，经验宝珠100。”看完后，陈平就听到解说员的声音了，可惜这个解说员的声音不耳熟，应该不是之前的那位。陈平立马打开下注面板，哦豁，果然呢，陈平直接压自己通过混合大兽潮，还是熟悉的50赔率啊！哎呦喂，真是好久不见的赔率了呢。6646200枚金币，10万枚古金币，1375枚灵珠。陈平一脸和善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然后露出的有爱的笑容。而观众台上，某位怨气满满的解说员突然看到了陈平，瞬间怨气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然后麻溜地打开下注面板，把全身家底，就连藏在底裤内的回家费都掏了出来，然后全压陈平活到最后。嘿嘿嘿，50赔率啊！呀！我这次是要发了喂！嘿嘿，这次真是来对了，虽然没争取到解说员，但现在结果看来更不错嘛！嘿嘿，就是可怜陈平了，要被第2个死亡竞技场给列为黑名单了！嘎嘎嘎！周围的观众看着眼前突然发出奇怪笑声的人，立马都离得远远的，生怕被感染了。
陈平可不知道观众之中还有人认识他，他现在正在想会是什么样的受潮呢？出现的形式又是啥？解说员，下注时间结束，现在开始第一场受潮。随着解说员的声音落下，陈平发现小平台开始往下降，很快的就降到底了。陈平左右看了看，发现有不少高高的柱子，也不知道是要干嘛的。很快，第一波受潮就出现了。陈平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受潮，立马鉴定一下。狂暴红野猪25级。看到这等级，陈平就懒得往下看了，而是轻松的跳上柱子，然后淡定的站着。站在柱子上的陈平四处观察了一下，发现红野猪挺多的嘛，整个场地足足有2/3的地方都红野猪，密密麻麻的，上万只都算少的了。然后陈平就看向另外9位选手，怎么说呢？他们竟然在杀猪，怎么想的？这不是妥妥的浪费体力吗？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基本应对红野猪倒是很简单拿手，基本一下一只，就是人有点蠢。这1个小时，他们要杀多少只野猪啊？那些被杀死的红野猪尸体一下子就消失，根本不会留给他们做防御墙之类的存在。然后就是站在柱子上的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下面不断杀猪的9位选手，想不通他们为啥子不上柱子呢？很快的1个小时就过去，陈平无聊的为他们数数，杀红野猪最多的一位一共杀了384头，最低的那位杀了149头。他们后面好像也都反应过来，基本都是把身边的红野猪打个半死，让他们无法行动，然后才围成一圈，这样能省力不少。最后休息的时候，看着从柱子上跳下来的陈平，他们瞬间就亚麻呆住了。他们一脸懵逼的看着陈平，心中齐齐想到，这逼是新手吧？第139章受潮生存要领。看着跳下来的陈平，其他选手一脸一言难尽，他们几个都是老手了，经常在死亡竞技场中相遇，彼此都是认识的。你们谁认识那货？不认识啊。你呢？那人摇了摇头。最后问了一圈，发现都不认识，这不就是妥妥的新人吗？操，等下我们离远点，新人啥都不懂，还喜欢搞骚操作，不要被连累到连第5波受潮都撑不过，那样就完全白死啊。众人闻言都点了点头，突然一声响起，那我们要不要提醒他一下，安全柱子只能待1个小时啊？提醒个毛线哦，这货已经把1个小时都用完了呀。你没看到一开始他就跳上安全柱子了吗？没错，不过新人都容易犯这个错，毕竟死亡竞技场并没有把安全柱子的事情点出来，所以基本10个新人中7、8个都会犯这样的错。也是啊，那就不管他了。你们这次打算撑到第几波？我下了1000金币，压第7波，7倍的赔率也算不错了。有3、4人纷纷喊道，我也是。那祝你好运了，我是压第6波的，所以第6波过后我就该离开了。他们的闲聊声虽然不大，离陈平的距离也有个10几米，但他们的对话被陈平听得一清二楚的。挠了挠脸蛋，陈平一脸郁闷地看向一边的安全柱子，原来还有这种效果呀，怪不得一头猪都不理会他呢。不过也无所谓了，从第1波就能看出来，这次的挑战难度并不高，反正奈何不了他就是了。很快的10分钟的休息时间就过去，当当当的响声响了起来，第2波受潮来了。大大大，一大群的猛鸡恐牛出现在场中，双眼通红地盯着10位选手。这时解说员的声音响起，猛鸡恐牛30级，生活在邹峰大草原之中，群居，有特殊技能恐鸡，需要10只以上的猛鸡恐牛一起发动，能对目标造成短暂的恐惧效果。当然了，精神属性超过500的存在就能免疫这项能力了。其他选手听到猛鸡恐牛的特殊能力，有几人的神情都有了少许的变化，不用想，肯定是精神属性不足500的。但对陈平来说，这点属性洒水了，就是没有双倍加持，他本身的属性加上装备也差不多1200出头了，这还是最低的精神属性。所以陈平看了一圈，然后找到一只最为强壮的猛鸡恐牛，然后直接跳上牛背，让他载着自己到处追着剩下的选手跑。可惜跑了一会，身下的猛鸡恐牛好像知道了陈平在他背上，本来追逐其他人的脚步立马停了下来，然后开始原地发癫。陈平一脸淡定地站在牛背上，一点也没受到影响，不管猛鸡恐牛怎么蹦跶，都丝毫奈何不了他。最后可能是猛鸡恐牛觉得已经把陈平甩下来了，所以现在正向其他人发起冲锋呢。站在牛背上的陈平能观察了一遍，发现猛鸡恐牛的数量也差不多占据了2/3的场地，剩下的场地是特意留出来的给他们活动身子的，不然就是受起受了，弹劾发起攻击。站在牛背上的陈平一脸淡定地看着被追逐的其他选手，一开始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第1波表现得很萌新了，先是一击一击的杀猪，后面又改成打个半死来阻挡其他红猪的进攻。但在听到他们说是节目效果的时候，陈平就明白了，他们都是死亡竞技场的常驻选手，经常来参加死亡竞技场，所以都基本跟死亡竞技场签订了一个临时合同契约。
所以他们平时都是要搞怪一下下的，让观众们看个乐呵，顺便影响一下他们的分析。这些老手对自身的定位都很清晰，他们能打几波都是死亡竞技场定下的，除非死亡竞技场没说，那他们就能根据自己来下注了。就像这一次，他们就没收到死亡竞技场的信息，所以他们能根据自身的实力来下注，大概能撑到第几波，他们心底都有点逼数的。当然了，这些陈平就不知道了，他现在站在牛背上享受狂奔呢。很快的1个小时就过去了，牛巢直接消失不见，陈平也顺势掉了下来，然后稳稳地站在地面上。接下来就是休息时间了。接下来第3波的暴金恶龙35级，第4波的射击豪猪40级，还会远程攻击，让陈平第一次出手。第5波出现双头巨蟒，是那种头尾都是头的双头，45级。第5波过来，那些选手的神情就开始凝重起来了。要知道50级跟50级以下的存在差异是很大的。很快第6波出场了，咆哮爆猿50级，最高属性是力量576点，而且还准备了武器棍子。随着咆哮爆猿的出现，陈平明显看到那些选手的面色纷纷变了起来。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现咆哮爆猿？这在50级的异兽中也是极为强大的存在啊！谁知道这次死亡竞技场又没通知我们。操，都别抱怨了，这次要合作起来了，都小心点，别被抱住了，不然谁也救不了你。啊呀，咆哮爆猿的怀中暴杀可是很有名的，我们可不想尝试一下，这可是要人命的。陈平歪着头看着周围不断冲来的咆哮爆猿，长得和长臂猿似的，但整体强壮了很多，身高差不多3米的高度了。这次陈平也找不着能偷懒的法子了，难道要被这些猿猴抱着不成？看了一下他们的形象，还是算了吧。陈平直接一脚踢飞一只冲过来的咆哮爆猿，直接砸倒了10几只。就这样，陈平站在原地，不断的把一只只冲过来的咆哮爆猿踢飞，完全没有一只能接近他。大概是觉得陈平是块硬茬，他们立马纷纷绕开了过去，向其他选手冲去。陈平眨了眨眼，看着周围到处哀嚎的几十只咆哮爆猿，挠了挠脸，这是觉得他太凶了吗？时间在陈平独自站在兽巢中独特开辟出来的空地中度过。很快的休息时间就到了，其他人这才纷纷舒了口气。就在陈平以为他们又要聊一会的时候，却发现他们都正在做着调整恢复，看来这次的确是吓到他们了。很快的，第6波兽巢出现了，哗啦啦，巨大的海水突然出现，紧接着就是海兽的出现。卧槽，是礁鲨？怎么可能？礁鲨？这可是海中一霸呀！礁鲨还有55级的吗？礁鲨不是一成年就60级了吗？死亡竞技场这次是搞什么鬼啊？海水慢慢的上涨，陈平因为踏水鞋的缘故也跟着上涨了起来，而其他的人嘛，他们只能委屈的泡在海水里了。看到礁鲨，陈平这才想起，好像他还有个技能，好像就是跟着礁鲨有关的吧。随着水位越涨越高，礁鲨们也开始游动起来了。死亡竞技场放进来的海水透明度很高嘛，站在水面上的陈平能清清楚楚的看着下面的礁鲨的模样，怪不得叫礁鲨呢，这不就是鲨鱼头上长着一根长长的白色长角吗？还有身上还长着鳞片，密密麻麻的，体型倒是挺大只的，差不多10米的长度了。看着一只只冲向其他选手的礁鲨，陈平耸了耸肩，他们好像对水面上的他不感兴趣啊。等陈平看过去后，就惊讶的发现已经有4人已经站在安全柱子上了，现在正一脸惊心胆颤的看着在周围游来游去的礁鲨呢。剩下的5人并没有选择上柱子，好像也不是，有2个是被礁鲨给围住了，完全脱不开身。结果可想而知，他们2个被礁鲨直接撕碎生吞了。终于有人嗝屁了，还是这么残忍的死亡方式，一下子就点燃了观众的热情，一下就欢呼喝彩起来了。等待大半场，终于出现人员死亡了。随着血腥味出现，剩下的礁鲨瞬间开始狂暴起来了，一只只的不断冲向还在水中抵抗的3人。至于陈平嘛，那只礁鲨会对一块木头感兴趣？没差，在礁鲨眼中，陈平就是一块漂浮在水面上的木头，毕竟一点味道也没传来，不是木头是啥？陈平可不知道礁鲨把他当成了木头之类的死物，他现在正一脸兴致勃勃地看着大开杀戒的3位选手呢。他们3人都是选择第7波就结束的人。3人中，那位拿着大刀的壮汉实力最为强劲，杀礁鲨虽然不是一刀一只，但5、6刀也能收割一只。可惜现在是在海水之中，根本不能当作障碍物来抵挡其他礁鲨的进攻，不然他还不至于这么狼狈。终于在杀戮了半个多小时后，壮汉好像有些支撑不住了，带着剩下的2人向安全柱子游去。一路上少不了被礁鲨袭击，不过最终还是爬上了安全柱子。呼，看着周围游动的礁鲨，他们都松了口气。第140章，死亡竞技场向死亡竞技场借钱还账。随着剩下的7人在安全柱子上待到海水退去，礁鲨消失，
他们这才从柱子上跳了下来。尤其是壮汉他们3个，焦沙一消失，海水还没退去了，就迫不及待地跳下来了。毕竟多待上1秒都是浪费着安全时间啊。陈平倒是一脸的轻松自如，浑身上下一点都没被打湿。毕竟就算是最后的所有人都上了安全柱子，也没焦沙来理会他这根木头，反而都围着安全柱子游荡。毕竟柱子上的人身上不停地滴水，水中的味道太浓了点，勾着他们不愿离去啊。但又不能攻击安全柱子上的人，只能不断在周围游荡了。10分钟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第7波兽潮出现。解说员：是生活在死亡山崖的恐怖存在，死亡陆行鸟，等级60级，攻击附带难缠的死亡之力。卧槽！这一次的死亡竞技场这么突然变得怎么难了？ TMM 的死亡竞技场都没有通知我们一声啊！操！这次好像不能提前退出啊！惨了惨了，死定了！那几个早就爬上安全柱子的人瞬间面如死灰。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个脱出选项才对的啊，为什么今天啥也没有呢？陈平看着眼前巨大的鸵鸟，一脸的好奇。攻击附带死亡之力啊，这跟之前挑战塔上的那些死亡兽有什么关系不？幻变突然出现在手中，死亡之力这种东西，他可不想被碰到。要是被缠上了，想要清理干掉也是一件麻烦事。手中的幻变变成一把长刀，10米开外的那种。长刀在手，一鸟也别想靠近。还好死亡陆行鸟并没有远程攻击，只会爪击跟啄击等几种近战攻击方式，就是攻击附带死亡之力难缠而已。不过死亡陆行鸟一点都不怕死亡，无数的陆行鸟不断的冲过来，长长的脖子使命想往陈平身上戳，势必要在他身上留下死亡之力不可。可惜陈平把幻变从10米的长刀变成20米的长刀，这一下就完成没问题了。陈平这边是没问题了，但那边就惨了，7个人直接死了4人，才堪堪的度过这第7波兽潮。接下来的第8波竟然出现了巨龙兽，每一只都是65的巨龙兽。这下陈平都不用特意去看了，剩下的那些选手全部惨死兽口，都被吃干抹净了。陈平把幻变变成一瓶果叉的模样，然后开始捶打起来，连黄金巨龙兽都不是俺的对手，何况你们这些小卡拉蜜。嘿嘿，想死的尽管上吧。哈哈。死亡竞技场内部投影室，死亡竞技场 BOSS 黑着脸看着大开杀戒的陈平，然后咆哮地问一旁的主管：死亡竞技场 BOSS， 你能跟我说明一下，这是什么鬼吗？为什么新手期会出现这么一个变态？你不是说来新手区附近稳赚不赔的吗？现在呢？你 TM 给我好好看看，50赔率啊！你 TM 看看人家下了多少注，我他妈卖了竞技场都还不起啊！这就是你说的稳赚不赔的买卖？哈哈哈！死亡竞技场 BOSS 对着一旁的主管就是一阵狂喷，别说唾沫了，连他今天刚做的魔法黄金假牙都被他喷出来了，还砸在主管脸上呢。主管连忙捡去假牙，然后小心翼翼地递了过去。死亡竞技场 BOSS 气愤地夺了过来，然后说道：你得想办法，不然你就给我去卖屁股来填这笔窟窿吧。哼！主管一听忍不住夹紧了屁股，然后满头大汗地说道： BOSS， 虽然这笔钱很大，但我们不至于赔不起吧？我记得我的资金很充足的啊。这位挑战者最高的货币也就1000多枚灵珠而已啊，不至于把我们的资金掏空吧？死亡竞技场 BOSS 冷笑道：老子说的是他吗？虽然他也赚了不少，但还没这次举办的收入多呢。老子 TM 说的是这货。死亡竞技场 BOSS 指着投影屏幕上那观众台上的身穿黑色披风的人。主管看了过去，然后点开他的下注额度。卧槽！这！主管瞬间抱着死亡竞技场 BOSS 的脚，啊呀 ！BOSS 求你救救我吧，我不想去卖屁股啊！家人们，谁懂啊？新手期之中竟然出现了超级大富豪 ，TMMB 的12598枚最高级的货币，系统元币28194枚灵珠，还有1亿多的系统金币。我的天啊！怪不得 BOSS 说卖掉死亡竞技场都还不起呢。肯定会有人会讲，死亡竞技场赖账不就行了吗？我呸！明确的跟你说吧，死亡竞技场可是有官方认证，也就是说求生游戏认证的，人家一告上去，那时候别说屁股了，命都要被收了呀，而且钱照样要还。死亡竞技场 BOSS 直接一脚踢飞主管，然后冷笑道：老子特莫地都把死亡竞技场这么多年来的赚的都赔进去的不说，还要倒贴小金库，而且都不够，你竟然还要我帮你？哼，杀了你都算不错了，还帮你？醒醒吧，快点去想办法吧，不然就得去洗洗屁股，而且还不够。我不管你有啥法子，你都要给我把窟窿填上，毕竟死亡竞技场已经填了80%了，最后的20%你自己看着办吧，时间可不多了。主管一脸死灰的退出了 BOSS 房间，然后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满脑子都是钱的问题。TMMB 这么大的一笔钱，我到哪里去搞哦？回到房间的主管忍不住双手狂扯头发，看着不断掉落下来的头发，
愁眉苦脸的死命狂想。没办法，只能向他借了。哎，看来要被嘲笑一辈子了。不过被嘲笑总比卖屁股强啊。为啥老是说卖屁股呢？那是因为他们一族的屁股是真大好，又大又好看，可是被评为最好的屁股之一，而且还有药用价值，吃下去还能增加不少属性点跟元素属性点。哦，对了，他们一族是灵植一族来，屁股一切其实是还会再长出来的，就是会很虚弱，然后得回族中才行。主管说完就拿出一个海贝通讯器，然后视频连接起来。第8波的巨龙兽惨遭陈平的巨大打击，根本靠近不了，1个小时就那么过去了。第9波出现了飞行单位破甲毒蜂70级，最高属性为敏捷968点，攻击方式很单一，就是尾刺射击。破甲毒蜂可以发射尾刺，它们的尾刺不仅能不断再生，而且还含有剧毒，就算是80级的存在也会被毒倒在地。飞行远程攻击单位的优势就是能一起发起攻击，破甲毒蜂一出现就开始向陈平发射尾刺，嗖嗖嗖，漫天遍野，陈平根本没地方躲。叮当叮当叮当，无数的尾刺不断命中幻变成的盾牌上，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来。陈平仔细的听到几遍，才发现了破甲毒蜂的射击频率，但可惜没有，因为破甲毒蜂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又不是整齐齐射的，所以完全没办法反击啊。没办法，陈平只好当了1个小时的乌龟了。观众们可无聊死了。除了某个从第1波开始就时不时发出嘿嘿笑声的黑袍人，他现在周围5米内可是1个人都没有啊，生怕人家有什么大病，怕被感染了。很快的1个小时就在陈平当乌龟，某黑袍人嘎嘎的笑声度过了。呼，陈平收起幻变，忍不住吸了口气，真累啊。很快的10分钟的休息时间就过去，第10波兽潮如约而至。砰砰砰，巨大的脚步声响起，然后一群庞然大物出现在陈平视野之中。咦，好大好萌啊！巨大的史莱姆出现在陈平的视野之中，他鉴定了一下，是史莱姆大陆中比较常见的大山史莱姆，如名字一样，它们跟一座山那么大。当然了，山有大小，大山史莱姆也一样。虽然大山史莱姆看起来很是 Q 弹，但它们跳一下，那可是实打实的地震效果呀，砰砰作响呀。看着一只只泰山压顶过来的大山史莱姆，陈平正考虑是该躲避还是反击的时候，就愕然地发现大山史莱姆们挤在一起，但留下的缝隙够几个陈平活动身子了都。看着周围土色的史莱姆皮肤，陈平忍不住按了按，虽然偏硬了点，但还是很 Q 弹啊，果然不愧是史莱姆。等等，老哥，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主管身后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屁股，然后笑道：老弟啊，没错呀，我就是向你借钱，也不多，就你那个死亡竞技场的20%就差不多了吧？多少？20%？你干嘛不去抢啊？主管，你就帮帮老哥我吧。你也不想老哥我去卖屁股吧？那不是丢全族的脸吗？对吧？我操！你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然还要你去卖屁股？主管没办法，只好说明了一下原因跟过程了。陈平，黑袍人 ，MMB， 不会就是我认识的那个陈平跟黑袍人吧？老哥啊，额数太大，我可做不了主，只能去问一下 boss 了。你等一下，老哥，可以借给你，但有利息，你们竞技场要还30%加资源互通，怎么样？答应不？主管，这我问一下 boss 啊。很快，主管立马向 boss 房间跑去，然后快速的说明了情况。主管 ，boss， 你觉得呢？死亡竞技场 boss， 什么叫我觉得？难道你真的想卖屁股不成？那我就成全你啊！第141章，脑袋空空。陈平已经顺顺利利的度过的所有波数了，来到最后的混合兽潮了。所谓的混合兽潮，就一大堆的异兽啊、海兽啊，还有飞行兽类混合出现的。因为混合的种族过多，就形成了啥方式的攻击都有，近战攻击啊、远程攻击啊，或者能量攻击啊等等之类的都有。因为种族过多，攻击过于多样化，尤其是远程攻击，一堆砸过来，可不管其他兽类的死活，反正干掉陈平就对了。陈平转动了一下手中的幻变，随后变成一把约2米长的枪棍，然后便开始冲杀起来。混合兽潮还不如大山史莱姆呢，至少大山史莱姆的属性都是上千了，而混合兽群就不行了，有高有低，高的跟大山史莱姆一个样，属性破千，低的就差了些，但最低的属性也有个7.800左右。很快的，陈平就杀出一条血路出来了，可谓是8进8出啊，比子龙都多了1进1出呢，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对了，少了匹马。8进8出过后，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果然，陈平正打算来的9进9出呢，结果就发现兽潮消失不见了，看来是通过了。系统，恭喜你成功通关，下面开始计算奖励。系统，安全柱消耗100%，无额外奖励。系统，无伤通过所有波数兽潮，获得宝箱兑换券5。
系统，恭喜你通过死亡竞技场之受潮求生，获得死亡竞技场宝箱2。系统，10秒后将传送回岛屿。10秒后，陈平瞬间消失在死亡竞技场内，回到岛屿之中。黑袍人一脸微笑看着出现在他眼前的死亡竞技场主管。黑袍人，哎呦喂，是来给我送钱来的吗？嘿嘿。主管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汁，苦笑道：“那个，你的金额比较大，请你跟我过去领取吧。”黑袍人，哎呦，你们堂堂死亡竞技场，难道连个空间道具都没有吗？哎呀，好不容易能录一次死亡竞技场，这可把老子给得意死了，嘿嘿哈哈。主管能怎么办？只能选择性失聪了，然后带着黑袍人向内部走去。很快的，黑袍人就满意的从死亡竞技场中传送离开了。哎，看着消失不见的黑袍人，主管无奈的叹了口气，屁股是保住了，但他以后的可就没工资拿了，至少在还完债务之前。回到岛屿上的陈平发现天色好像有点黑了，不知道陆叔他们安排的怎么样了。把飞行毛毯拿了出来，然后陈平坐了上，飞上高空后开始查看起来。哇，变化可真大呀！只见本来荒芜的岛屿，现在竟然出现了点点绿色，很多之前出现的世界一族的人现在正在努力干活呢，好像在种植花草树木之类的。陈平突然看向左边，只见陆叔飞了过来。陆叔，哈哈，岛主你回来了。陈平点了点头，然后问道：“他们这是在干嘛？”陆叔笑道：“这个呀，我们把祖地那边的东西全都搞过来的，现在那边空空的，他们正把那些奇花异草、灵植之类的植物种下去呢。对了，岛主，你这座岛屿真是不可思议，很多对环境很苛刻的灵植也能很好的种植下来。”陈平，这很正常，毕竟我这座岛屿有些特殊。打开岛屿属性页面，陈平看了一下岛屿资源度，果然从普通变成丰富了。看来世界一族带过来的东西不少嘛。陈平把岛屿属性给陆叔看一下，主要是哪个资源再生的效果，能让他合理安排各种资源的采集，能很好的把握一个度。果不其然，陆叔看着岛屿上的属性效果，激动的差点把胡子都给拔下来了。这岛主，你这岛屿的效果实属强大的呀，就算是祖地也没这么强大的效果呀。唯一品质，这难道是这一届的专属唯一物品？没想到竟然还是座岛屿。陆叔惊奇地说道。陈平这时也好奇地问道：“陆叔族长，这专属唯一的物品都很强大吗？”陆叔闻言点了点头，解释道：“专属唯一，每一届才几个，肯定很强大了。”陈平有些好奇地问道：“陆叔族长，你经历过几届了？”陆叔：“我记得我刚出生的时候是每100年一届的，一共持续了几百届吧。后来就改成了51届，然后30年、10年，到现在的3年一届，真是越来越快了呢。”陈平有些惊讶地感叹道：“一届就是一个世界的人，那无尽之海的人数得有多少啊？”陆叔笑呵呵地说道：“岛主，你这样算不对，一届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而是一个世界的生命，也就是说动物植物都被传送进来，只不过动物植物这无智慧的生物跟我们这些有智慧的经历不一样罢了。”陈平，陆叔笑道：“是不是很惊讶？”呵，可以说一届就代表着一个世界被求生游戏给吞噬了，只不过求生游戏也给了我们成神的资格，所以总体来说还是我们赚了呢。毕竟有些世界连超凡之力都没有，更别说成神了。陈平想了想，好像也是，至少对他这个孤儿来说，结果是好的。陈平，那路数无尽之海内神明的数量岂不是超多的？毕竟都这么多届了下来了，就算每一届一个也上万了吧。路数，这个不好说啊，但是神明的数量不会少就是，毕竟我记得有一届竟然全部都是神明，虽然都是见习神明，但也是神明啊。更别说那一届的人可多了啊，好像都几百亿了吧，还是几千亿，太久了，有点忘了。据说那一届的主神好像想掌控求生游戏呢，结果不言而喻了，都被求生游戏给捏死了。那天神血飘落，无数的生命借此成为神性物种或者神血物种，潜力跟实力都大涨，甚至有些获得了大量的神血，一举成神明呢。所以说神明什么的在这里还真的不少，100亿起步吧，更别说半神了，那就更多了。陈平扯了扯嘴角，吐槽道：“神明满地走，半神不如狗。”陆叔，岛主你这比喻倒也挺合适了。陈平无语的看了他一眼，然后吐槽道：“你不也是半神吗？这可是把你也概括进去了啊。”陆叔笑道：“开玩笑，谁都知道我是吃素的好吗？哪里会是那些吃肉的狗呢？”呵呵，岛主你就是会开玩笑，嘿嘿。狗可不忌口，啥都吃的好吗？陈平心中默默的吐槽道，然后看向陆叔问道：“这样不是很危险？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碰到一个神明啊。”陆叔笑道：“这倒是不用太过于担心，无尽之海太大了，
大的就算是几千亿的人都塞不满一个最小的海域，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的了，没那么容易遇上的。何况岛主，你这岛屿是你的私人领地，没你的允许，他们可不敢进来。陈平又扯到私人领地来了，这私人领地到底多牛逼啊？陆树摸着胡子笑道：“这么说吧，私人领地内，求生游戏是老大，领地主人是老二，其他人连老三都不是，就是外人。”陈平，就算这样，也没牛逼到哪去啊。陆树，哎呀，这么说吧，私人领地是成神的主要条件之一，拥有私人领地的人成神后嘛，私人领地立马变成他的神国。而且私人领地越大，资源越多，人口越多，变成神国后就越发强大。因为私人领地转变成神国的过程中，是会把私人领地上的一切都转换成神物的，这才是私人领地最主要的作用。陈平点了点头，然后看向陆树，问道：“那陆树族长，你有私人领地吗？”陆树摇了摇头，没有。陈平，咦，你们那边的祖地不是私人领地吗？陆树，祖地的确是私人领地，但那是世界树的领地，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那里而已。那块领地只有世界树才能继承。那4位把握小世界树的主神可是一直在打祖地的主意呢，毕竟祖地的品质还是很高的，差不多快到神级了。嘿嘿，不过他们可能要扑空了，应该我已经把祖地带过来了。嘿嘿。陈平，不是说只有世界树才能继承的吗？那你怎么搬过来的？还有啊，那么大的一块地，你怎么带过来啊？装那？放那？你拿得动吗？陈平几个疑问瞬间砸了下去。陆树笑呵呵地说道：“我们不是跟世界树签订契约了吗？就凭这契约的气息，我就能把祖地给收起来。”陆树说完，还把缩小的祖地拿了出来，给陈平查看。陈平仔细打量了一下，祖地的环境可比岛屿好多了，山水俱全不说，草地植被也一大堆，那像他的岛屿都是荒地。第142章，双手也空空。打量完后，陈平直接一个鉴定下去，的确是私人领地，而且是传说品质的，差一点就能成神级品质了。陈平打量完后，才抬头看向陆树，疑惑道：“那这领地有什么用啊？总不能交给世界树吧？这对他有啥用处？”陆树摸了摸胡子，呵呵笑道：“岛主，你还真说对了，就是要交给世界树的。不过世界树现在好像在沉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陈平：“哦，这个啊，一个还有1天左右就能醒来了。”陆树：“那些被世界液体球包住的是世界树的契约种族吗？”见陈平点头，陆树笑道：“看来又要有新的世界一族诞生了呢，真好。”陈平：“那陆树族长你去忙吧，我就先回去了。如果有事，就来别墅那边找我吧。”说完，陈平就操控着飞行毛毯向别墅飞去了。很快的，他就回到别墅，一下来就看到10只水系史莱姆正在草地上睡觉。看了一下天色，的确差不多暗下来了。陈平打算先洗个澡，然后去睡觉，晚饭什么的就不吃了。清晨，陈平洗漱完后，就拿着鱼竿出现在月牙海岸边了。鱼漂甩了几下，然后嗖的一声，稳稳地落到水面上。结果鱼漂刚碰到海面，就直接沉了下去了。哦豁！陈平立马往上拉，咦，还挺沉，但没有绝力感。陈平用力地往上狂拉，结果足足拉了10几分钟，才把东西拉出水面。哗啦啦！我操，好大的贝壳啊！陈平看着眼前的巨大贝壳，惊讶道：“鉴定术安排，巨型居家贝，史诗品质。巨型居家贝内有舒适的居住环境，而且防御力十足，可在海中行动，是不可多得的居家场所。”陈平把居家贝放到一旁，然后好奇地从贝口走了进去，然后惊讶地发现，立马竟然是3房1厅的布置，而且还有2楼跟天台，而且床具跟家具都是自带的，就是贝壳自己长出来的，只要带被子啊、碗具之类的就可以打包入住了，怪不得叫居家贝呢。继续，从居家贝中出来，陈平一脸期待地看着海面，然后鱼漂一甩，咚的一下，鱼漂稳稳地落在海面上。我拉，一只龙兽、海兽被钓了上来，陈平看都不看，直接扔进水牢中当食物储备。继续，结果接二连三地钓起海兽，连续6次钓起来的都是海兽，其中4只是龙兽海兽，2只普通的海兽，等级都在40到50之间。陈平一脸黑线地看着新出现的6个水牢，今天的人品这么惨的吗？看了一眼居家贝，还以为是开门红，没想到竟然是开门杀啊！还有3次，我就不信钓不起一个宝箱来。咚，鱼漂再次入水，10几秒后，又一头海兽被钓了上来。瞬间，陈平的脸感觉可以滴出墨水了。我还真不信了，再来。咚，鱼漂再次入水。叮，10秒过去了，鱼漂无动于衷。1分钟过去了，鱼漂还是无动于衷。
10分钟过去了，鱼漂还是安安静静的漂浮在海面上。30分钟过去了，鱼漂他妈的终于动了。已经从黑脸变成红脸的陈平立马往上大力一拉，哗啦啦啦，一头巨无霸被勾出海面。吼！巨大的咆哮声响起。陈平看着眼前的巨无霸，看起来好像不是龙兽海兽，但又长着一个龙头。一个鉴定术甩过去，名称暴龙鱼王 BOSS， 种族龙兽，等级75，体质1168，力量1046，敏捷943，精神986，天赋水龙之躯，水系魔法减免，物理减伤，快速恢复，能量恢复。技能咆哮，荡漾冲撞，水炮射击，水系龙息，撕咬，爆裂打击，呼唤。鉴定介绍：暴龙鱼王拥有水龙血脉，指海中可谓一霸，基本生活在无水龙出没的海域。鉴定建议：攻击暴龙鱼王的头部后3分的位置，可以直接麻痹暴龙鱼王。陈平黑着脸，直接拿出幻变，变成长弓，然后一箭直接射爆了暴龙鱼王，整个脑袋直接洞穿，死了不能再死。砰！哗啦啦，暴龙鱼王巨大的尸体直接砸在海面上，溅起一大片水花。啪！一个 BOSS 宝箱直接掉在海滩上，瞬间就让黑脸的陈平恢复过来了。我就说嘛，这么可能一个宝箱都没有，这不就来了吗？满意的再次把鱼漂甩下去，还有2次，这次倒是很快，10几秒后鱼漂就出现动静了。陈平往上一拉，啪，一个宝箱稳稳地落在海滩上。陈平看都没看宝箱，而是再次把鱼漂扔入水中，要再接再厉才是。果然10几钟后，鱼漂再次出现动静了，然后很快的就沉入海中了。然后一个巨大的扇贝直接砸向陈平，单手接着这个差不多5米多大的扇贝，陈平的脸色有忍不住黑了黑，今天真是见鬼了。陈平捏个支架，然后把扇贝放了上去，他今天早餐就他了。处理一下后，点火开始烤起来。陈平看了几眼后，然后就准备开宝箱了。除了2个死亡竞技场宝箱，一个 BOSS 宝箱，还有一个竟然是久违的木质宝箱，虽然是特殊类型的木质宝箱。木质宝箱陈平是不打算开了，他现在就差一个铁边宝箱就能把低级宝箱凑齐一套了。先开 BOSS 宝箱，再开死亡竞技场宝箱。我开。打开宝箱，获得暴龙剑1，暴龙鱼王的精肉4，暴龙鱼王的精血3，暴龙鱼王珠1。陈平忍不住看向一边的暴龙鱼王尸体，老子没分解，宝箱就把它分解了。开死亡竞技场宝箱吧。打开宝箱，获得死亡竞技场门票1，宝箱兑换券3，大山史莱姆召唤卡1。打开宝箱，获得宝箱兑换券2，火龙菇1，死亡大砍刀1，魔力宝贝2。宝箱都开完了，陈平看了一下扇贝，加点根油后便开始查看物品属性了。名称：暴龙剑，类别：武器，品质：史诗，效果：体质+50，力量+50，效果：爆裂一击，攻击目标会发生爆炸效果，造成爆炸性质伤害。陈平打量了一下，留给幻变吞噬的命。暴龙鱼王的精肉，史诗品质，食用后增加3点体质，3点力量，上限10块，还行。陈平直接放扇贝上烤。暴龙鱼王的精血，史诗品质，给宠物，做其食用，能增加少许潜力，对龙兽类效果更佳。胖菊，快点过来吃饭喽！随着陈平的声音落下，不一会儿，一只体型像猕猴桃的橘猫从别墅门口跑了出来。虽然腿短，但还是能够着一点地面的。喵喵喵，大概的意思就是好吃的呢。在哪里？快点给我喵！陈平直接把3滴暴龙鱼王的精血拿了出来，然后递给胖菊。还好说是精血，但是跟果冻一样，所以可以拿在手中。3个精血都一个拳头大小，但胖菊一口一个，顺溜得很。暴龙鱼王珠，稀有，史诗品质，暴龙鱼王的龙珠，给龙类食用，能大幅度增加实力跟潜力。陈平直接扔给胖菊，然后继续查看。死亡竞技场门票，金色品质，使用后传送到死亡竞技场中，参加死亡竞技场，胜利能额外获得10宝箱兑换券，注：要官方邀请才能使用。呸，垃圾。下一件，宝箱兑换券就不用看了，陈平已经知道了，他要存着换顶级宝箱。大山史莱姆召唤卡，传奇品质，召唤一只大山史莱姆，延续时间1个小时，冷却24小时。还行，大山史莱姆的属性还是不错的，而且还有特殊能力，不错。火龙菇，传奇品质，生长在火龙附近的火龙菇，食用后增加10点火元素抗性，上限1。放上扇贝一起烤。名称：死亡大砍刀，类别：武器，品质：史诗，效果：力量+80，效果：死亡气息，攻击附加1丝死亡之力，
鉴定介绍：死亡竞技场的自制武器很普遍，是死亡竞技场抓捕斗兽配置给员工的。还是给幻变吞噬用的。最后的物品了，魔力宝贝，史诗品质，栖息在魔力充足的海域的贝类，能储存大量魔力。贝内会因为储存了大量的魔力而形成一枚魔力珠，能补充魔力。鉴定介绍：魔力宝贝，魔法大陆附近的贝类，只能生存于魔力充足的海域，不是灵力充足的海域，请记住了，别搞混了。陈平看了看月牙海，珊瑚只会生成灵气，所以是养不了了，那只能先收着了。东西看完了，陈平就开始专心制作扇贝美食了。随着香味越来越浓，陈平就知道差不多要好了，再撒着调味料 ，OK， 完美搞定。无视胖菊的喵喵喵，陈平美滋滋的开始享受起来。第143章宝藏。吃饱喝足后，陈平就把飞行毛毯拿了出来，然后坐上向青铜矿脉飞去。来到矿洞后，进去发现自动挖掘傀儡已经挖了30W 的青铜块了，获得青铜块30W。然后看了一下自动挖掘傀儡，还在不断的挖掘着的，频率倒是很稳。看了几眼后，陈平就直接离开了。坐在飞行毛毯上，陈平开始在岛屿上乱逛起来了。下面那些世界一族好像是一整天都没睡，一直都在不断的种植各种花草树木。现在岛屿除了一开始的森林、树林外，其他荒地也开始冒绿色了。陈平还看到了陆灵瑶正在指挥其他人呢，他并没有下去打扰他们，而是继续逛起来，在空中飞呀飞呀，不断的逛来逛去，无聊的很。一道系统声响提示跳了出来，系统已到宝藏区域，请根据藏宝图的指引前进。陈平挠了挠脸蛋，从背包中把藏宝图拿了出来。宝藏图一拿出来就开始散发光芒，然后形成一个箭头，指向东西方向。哟，会是啥宝藏呢？陈平一脸好奇地控制岛屿向藏宝图指引的方向前进，看着藏宝图上的指引箭头，全速前进，以时速500公里的速度前进，整整跑了4个半小时左右，藏宝图上的指引箭头才像变化了方向，从东西变成了东方向。陈平瞬间控制神岛之星来个急转弯，继续向藏宝图的指引前进。这次又跑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终于来到藏宝图地点了。系统已到达藏宝地点，是否使用藏宝图？系统是否？这还用想？肯定是啊。系统正在挖掘宝藏中，请稍等。控制岛屿停了下来，然后陈平开始等起来了。哇哇哇！半个小时后，系统提示传来：系统，恭喜你挖掘到了大型宝藏。系统获得金币100W、古金币10W、金银财宝1、宝藏宝箱2。陈平打开背包看了一下，3亿323多 W 的金币多出了100W，500W 的古金币变成510W，还行，可惜来慢了些。金银财宝，史诗品质，放入宝藏室内能增加大量财富值，也还行。陈平让岛屿随波漂流后，便控制着飞行毛毯向别墅飞去。回到别墅后，陈平先把金银财宝放入宝藏室中，果然一放进去，宝藏室的品质直接变成史诗品质。名称：宝藏室。类别：特殊建筑。品质：史诗。财宝越多，品质越高，品质越高，效果越多。效果：招财进宝，每天有 10% 会产生一件史诗品质的物品。效果：财运亨通，每天有 10% 的概率会增加少许财富值。效果：财源滚滚，每天产出10枚金币，10%概率会出现1枚古金币。这效果不错呀，还行，积少成多，要是出个古金币都是大赚特赚了。看了一下宝藏室内中间的位置，没发现漂浮的物品后，陈平便走了出去了。陈平把宝藏宝箱拿了出来，2个宝箱都是金灿灿的，跟黄金不同。宝藏宝箱的宝箱盖子上布满了各种金银珠宝。宝藏宝箱是特殊类型宝箱，只能通过藏宝图获得，开出来的物品就很随机了。别说的不说，这个宝箱是真的华丽好看，比起黄金宝箱的金色，这宝藏宝箱就显得金光灿灿的，有种发光的既视感。先开一个瞧瞧，如果东西不怎么样的话，就留下一个宝箱当收集品吧。打开宝箱，获得金鲤鱼2，传送魔法卷轴1，希尔的王冠1，泰拉宝石1。金鲤鱼生活在充满灵气的湖水之中，会产出金珠，金珠是优秀的超凡材料，就是淡水鱼了。看来只能从青木河中引点水过来了，或者直接养在青木河附近。至于养在青木河内，陈平没这个想法，因为青木河内生态已经很完善了，他怕把这2条小金鲤鱼一放进去，活不过几天就被其他大鱼给吞了。传送魔法卷轴，史诗品质，使用后传送到方圆100到200公里内，可事先设置传送位置。好像还行，但现在没啥用处啊。先收起来，说不定以后能用得上呢。名称：希尔的王冠。类别：头盔。品质：传奇。效果：
精神加400。效果：精神反击，免疫精神低于自身的精神攻击，并反击回去。鉴定介绍：希尔王国的传承之宝，据说谁戴上了王冠，谁就是希尔王国的王。可惜希尔王国已经灭亡了，王冠也随之消失不见了。效果不错，而且品质也比远古头盔好，换了。陈平美滋滋的把希尔的王冠戴上，继续查看最后一件。泰拉宝石，史诗品质，佩戴在身上能恢复少许精神，稀有的宝石，价格昂贵，值1000古金币。泰拉宝石很好看，在阳光的照射下光芒四射，而且大小刚好可制作成项链之前的饰品。不过对陈平没啥用就是了。宝藏宝箱开出来的物品有点好，另一个宝箱也开了吧。打开宝箱，获得金蝉2、霞炼玉群1、精华树1。金蝉栖息在金玉群山脉之中，深含剧毒，喜吞金，会排出稀有的超凡材料。毒金是毒系超凡者的最爱。名称：霞炼玉群。类别：下身。品质：传奇。效果：敏捷加200，精神加300。效果：霞炼玉，使用后对目标发出10枚霞炼玉，造成大量伤害。为啥又是裙子？陈平一脸无语地看着霞炼玉群，为啥他获得的下身装备怎么老是这类型的装备？精华树，史诗品质，灵植精华树。精华树的果子不可食用，但其树叶是稀有的超凡材料，常用于魔法卷轴之上。精华树直接被陈平种在一旁，因为这棵树的树冠够大，能很好的纳凉。第144章个人空间完成。陈平把精华树种下后，陈平就坐着飞行毛毯向青木河飞去。来到青木河后，陈平就开始为金鲤鱼做个活水池子，然后把金鲤鱼放了进去。看着池子之中不断游来游去的金鲤鱼，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看来能适应下来，不错，看来青木河的灵气也很充足嘛，应该到达青木鱼的产卵要求了吧。陈平在河中看了看，但可惜没见到青木鱼。安置好金鲤鱼后，陈平又向金矿山脉飞去，然后把金蝉放在附近。一切搞定后，陈平就慢悠悠地坐在飞行毛毯上往别墅飞去。突然系统声音响起，系统，叮，个人空间已完成，是否接收？咦，个人空间终于好了吗？陈平立马接收个人空间，然后开始查看起来。个人空间并不大，整体算上来了，长宽高是100010001000而已，但个人空间可以吞噬空间属性的材料来扩大空间，而且个人空间内还有一片土地，就在空间最底下。陈平开始测试起来了，时间在测试中快速流逝。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个人空间内可以存放生命，他也能控制空间，比如空间冻结之类的，时间好像也可以操控，但他现在好像只能撬动一下而已。不错，可以，怪不得鉴定那么推荐呢。陈平立马操控飞行毛毯向路树的方向飞去，个人空间内的土地也是一片的荒凉，他要去要点花草树木的种子拿进去种一种。很快的，陈平就看到路树了，他现在正在种大型灵植。陈平立马操控飞行毛毯飞了下去。路树，咦，岛主，你怎么过来了呀？找我有事？陈平直接从飞行毛毯上跳了下来，然后笑道：没错，路树族长，我想要点花草树木的种子，有吗？路树，这个多的是，岛主你等一下。娜娜西，你去拿点灵植灵草的种子过来。娜娜西，好的，族长。看着离开的娜娜西，路树看向陈平，摸了一下胡子，笑问道：岛主啊，你要这种子种在哪里啊？岛上已经差不多都种个遍了，难道是我们哪里漏点了吗？陈平摆了摆舌后笑道：并没有，只是我的个人小空间而已，我自己来种植就行了。陆树闻言点了点头。很快的，娜娜西就拿着一个袋子的种子回来了。接过种子后，陈平跟他们道别后就往别墅飞去了。陈平拿出灵植快速生长药液，然后把一袋子的种子都泡一泡，然后收入个人空间开始种植起来，精神移动就行了，方便不说，速度又快。当然了，你也可以开个门直接走进去种植，但那样多累啊。种完后，陈平就又向别墅飞去了。一道私聊的提示响起，陈平好像打开一看，陈大力，他不是其他区的人吗？怎么联系到我的？陈平好奇的打开信息页面。陈大力，嗨，陈平大佬，你好啊。陈平，陈大力，你是怎么联系到我的？陈大力，哈哈，我从福利岛中获得跨区聊天道具而已，小道具，要知道其他区的人的名字跟第几区才行。不说这个，时间有限，陈平大佬啊，我这边有个高难度的副本门票，你要不要过来啊？陈平，你能跨区聊天就算了，竟然还能跨区邀请。陈大力，嘿嘿，小小机遇而已，大佬过来吗？陈平想了想，好像他现在也没啥事，可以过去看看。陈平，行吧，你邀请吧。系统，丁，第34941区，
陈大力向你发起邀请，是否同意？还真的有啊，厉害啊！陈平点了下是，瞬间整个人就消失在岛屿之中。陈平只感觉眼前一黑，然后一亮，就发现他来到木筏之上了。嗨，陈平大佬，你来了！陈平闻声看了过去，发现不止陈大力在，连温馨、杰克斯雷尔也在。陈平，咦，陈大力把你们也叫来了？温馨跟杰克斯雷尔点了点，向陈平点了点头。杰克斯雷尔，也不知道叫我们过来干啥，说是高难度副本，也不知道是什么副本。陈平看向陈大力，问道：陈大力，还有其他人吗？陈大力笑呵呵地说道：没了，我们4个就够了。杰克斯雷尔，那你现在可以说明一下了吧？到底是啥副本，竟然让你跨区喊人？温馨跟陈平也看向他。陈大力，嘻嘻，当然了，你们看就是这个副本门票了。竞技岛屿副本门票，传说品质，使用后可传送到传说中的竞技岛之中，限制人数5。杰克斯雷尔一脸疑惑，然后看向陈大力，问道：你确定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等级能打得的副本吗？陈平看完摸了摸下巴，这信息太少了，他也不确定啊，谁知道那副本内都有啥？陈大力，嘻嘻，传说品质的副本啊，难道你们不心动吗？杰克斯雷尔，废话，当然心动了，这要是能打通关，少说也是个传说宝箱吧。温馨，可以一试。陈平，我无所谓啊，你邀请吧。陈大力，得嘞，有大佬您的话，我瞬间就放心多了呢，嘿嘿。杰克斯雷尔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很快，4人就消失在陈大力的木筏之中了。卧槽，这座岛的气氛让我联想到了地狱。杰克斯雷尔看着周围火红色的景象，有些惊讶地说道：陈大力，看起来是有那么点意思，走吧，去副本光门瞧瞧。一行人立马向副本光门走去，很快的就来到光门之下了。杰克斯雷尔再次发出疑问：陈大力，你真的确定这是我们现在能碰的副本吗？陈大力抹了抹额头，愁眉道：啊，这就要问问温馨大佬跟陈平大佬了。第145章龙坠岛副本。副本龙坠岛，人数限制1至5，推荐等级70以上，通关条件杀死最终 BOSS。 副本特殊物品：低级龙蛋、高级龙兽蛋、巨龙宝箱、龙骨仪器、巨龙之翼、巨龙之心、巨龙之躯。副本介绍：一头半神级别巨龙坠落在此岛屿之中，巨龙的怨恨使岛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靠近岛屿的生物将会死于非命，是新手区名副其实的竞技岛屿之一。杰克斯雷尔，我们的等级上限才49级啊，这可是70级的副本啊，你确定我们打得过？陈大力，但上面的特殊物品很诱人啊，你不觉得吗？杰克斯雷尔，的确很诱人，低级龙蛋啊，哪怕是最低级的巨龙也比高级龙兽厉害吧，更别说后面还有一堆跟巨龙有关的物品了。但还是那句话，我们打得过吗？如果打不过，奖励再诱人也没用啊。陈大力，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所以我们问问大佬们吧。大佬，你们怎么看？陈平，怎么看？站住看吧。陈大力，杰克斯雷尔，温馨，你的副本门票能再次使用吗？陈大力，不行，这是一次性门票啊，用了就没了。温馨，那就进去吧。陈平，那走吧，别浪费时间了。说完，陈平就先踏入光门了，接着温馨也跟了进去。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对视了一下，然后兴奋地冲了进去。一进去后，岛屿的环境瞬间大变，黑色的气息在岛屿上空清晰可见。杰克斯雷尔，窝操，这一进来更恐怖了呀！陈大力，废话，看到怪了，快点鉴定一下看看属性。看着全面游荡的怪物，陈平直接一个鉴定下去。名称：龙化古兵，类别：亡灵，等级50，体质514，力量557，敏捷497，精神284，天赋：亡灵之躯，灵魂之火，龙骨化。技能：死亡气息，生命渴望，攻击吸收，死亡衰败。鉴定介绍：被亡灵化巨龙气息感染的生命变成了不畏生死的亡灵骨兵，因为巨龙气息的缘故，他们的骨骼开始逐渐半龙骨化。鉴定建议：显而易见，灵魂之火一直都是亡灵类生物的弱点，尤其是这种骷髅类型的亡灵。要注意的是，他们死亡3秒后会爆发死亡衰败，对周围10米范围内的生命附上一层死亡衰败，可叠加10层死亡衰败会爆发，减少50%全属性1天，并造成巨大死亡伤害。刚看完鉴定简介的陈平就听到陈大力的话了。陈大力，咦，这属性普普通通吧，还没我高呢。杰克斯雷尔，这只是小喽啰而已，能有多厉害？怕难的是里面的精英怪跟 BOSS 好吧？陈大力笑嘻嘻地说道：对付亡灵类型的生物，我在行，
直接来个双龙戏珠就没问题了，你们瞧好了。说完，陈大力瞬间冲了过去，然后2把短剑出现在他手中，直奔龙化古冰的双目而去。叮当，短剑直接刺入眼中的灵魂之火，但灵魂之火只是大小减少了一大半而已，并没有完全熄灭。龙化古冰毫无知觉地向陈大力发起攻击，手中白骨化的武器立马挥砍了下去，吓得陈大力立马退了回来。陈大力是退了，但龙化古冰可不依，他直接冲了过去，举起武器就是砍。杰克斯雷尔看龙化古冰的目标是陈大力，便笑嘻嘻地准备偷袭，趁着他攻击的瞬间，直接把武器往他眼洞戳。陈平看了一下距离，还行，超过10米了，不怕。果不其然，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还打量起龙化古冰，结果就不用说了，龙化古冰直接爆炸，给他们2个附加了一层死亡衰败不说，还造成了一点破碎骨片伤害。卧槽！谢特，怎么还会爆炸？2人同时爆粗口来。陈平跟温馨走了过去。温馨，没事吧？2人摆了摆手。陈大力笑道，没事，就是有一点痛罢了。杰克斯雷尔，我倒是感觉有点怪怪的，但又说不上来，反正不怎么舒服的感觉。陈大力，咦，你这么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呢，但说不出是啥。陈平直接把鉴定结果展示出来，然后说道，你们看看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了。其他人一脸的疑惑，鉴定结果吗？我们不是都鉴定过了吗？虽然脑海中闪过这样的想法，但他们还是看了起来。陈大力，我操！陈平大佬，你为啥不早说呢？杰克斯雷尔，谢特，减少50%的全属性，这么变态的吗？温馨也忍不住蹙了蹙眉，但下一秒就疏开了，因为3秒钟的时间足够他躲开了。陈平，谁叫你们这么着急？我刚准备给你看，你们2个就嗷嗷的冲过去了。陈大力，咦，不对啊，大佬你的鉴定结果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啊？陈平，很正常，应该我学了鉴定术呗，这么不是很明显吗？陈平继续说道，我学了鉴定术后，系统就提示系统鉴定提前关闭了，所以说可能等新手期结束后，你们就不能再使用鉴定了，也说不定。陈大力，我操，那我快点把鉴定技能书下架了，操！陈大力急冲冲地打开交易市场，然后快速地把鉴定技能书下架，还好当时他定价比较高，所以一时半会别人也买不起。杰克斯雷尔，谢特，你竟然还有鉴定技能书，怎么样，卖给我呗？嘿嘿。陈大力白了他一眼，然后吐槽道，这么可能？如果不知道还有可能，既然知道了之后不能再用系统鉴定了，我怎么可能还会卖？你当我傻呀？陈平好奇地问道。陈大力，你这鉴定技能书是什么品质的？陈大力，嘿嘿，金色品质，还行吧。第146章副本继续。杰克斯雷尔，羡慕，你使用后再鉴定一下，看跟系统的鉴定有什么区别。陈大力，陈平大佬，你的鉴定术士品质？温馨跟杰克斯雷尔也好奇地看向陈平。陈平淡淡的说道，就比你好点点而已。陈大力，史诗品质的吗？陈平摇了摇头，然后说道，传说品质的吧。陈大力瞬间就觉得手中的金色品质的鉴定术不香了，这差距也太大了点吧。陈大力，传说品质。陈平大佬，你这鉴定技能书也是从福利岛中获得的吗？陈平闻言看了他一眼，然后回道，我在金银岛之彩蛋岛中获得的。你呢？陈大力闻言回道，我也是从金银岛中获得的，不过我那不是彩蛋岛，而是乐园岛。这鉴定技能书就是能抓娃娃机中抓到的，怪不得工作人员说很稀有呢。福利岛还有这种岛屿，为啥子我就没遇到呢？杰克斯雷尔羡慕道。陈大力笑道，嘻嘻，这可是从季军宝箱中开出来的哦，你没有，哈哈。陈平，我的好像也是从冠军宝箱中开出来的，既然连陈大力都有，那么身为亚军的温馨，你应该也开出了一张吧？温馨闻言向陈平点了点头，是有张福利岛门票，但我还没用。温馨点了点手背，看来这次回去后就使用掉吧，看看能不能获得鉴定技能书。这下我就羡慕嫉妒恨了，为啥我就不是第3名呢？杰克斯雷尔一手勾住陈大力的脖子，恨恨地说道。陈大力，呵呵，你当时可以硬气一点啊，可是你从新了啊，哈哈哈。杰克斯雷尔有点咬牙切齿地说道，谁知道当时你这混蛋会不会给我来一剑？找死我还没那么积极。陈平跟温馨2人无奈地看着他们2个，这副本还打不打了？温馨，别闹了，继续前进吧。嗨嗨，好的，出发。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尴尬地说道。一行人开始继续深入，很快的，他们就又遇到龙化古冰了。陈大力，
先让我鉴定一下看看，看跟系统鉴定的有啥区别不？咦，感觉跟系统鉴定的没啥区别啊。杰克，你鉴定一下，跟我对比一下看看。杰克斯雷尔看着2个一模一样的面板，喃喃道：“完全一模一样啊。所以说，系统自带的鉴定术只是金色品质的鉴定术喽。”陈大力，从我现在的鉴定结果来看，应该是没错了。还行吧，至少以后不会一脸懵逼了，嘿嘿，羡慕吧？杰克斯雷尔，说不定哪天老子获得更好的鉴定技能书也说不定。虽然他们2个在嚷嚷，但杀怪的速度还是没落下的，铜眼窝子是一个比一个准。而且因为知道了龙化古兵的死亡效果，基本一戳死就直接踢得远远的。一路上都是龙化古兵，在知道了弱点后，这些怪物倒很容易击杀。不过很快的，他们就遇到了第2种怪物了。陈大力，咦，新怪物？大佬，麻烦你鉴定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效果没？陈平点了点头，然后一个鉴定术甩了过去。名称：腐败龙化兽，种族：亡灵，等级60，体质678，力量651，敏捷624，精神249，天赋：亡灵之躯，灵魂之火，死龙化，技能：死亡气息，生命渴望，撕咬吸收，腐蚀液体，腐蚀气体，死亡衰败。鉴定介绍：被亡灵化巨龙气息感染的生命变成了不畏生死的亡灵龙兽，因为强悍的肉体被死亡龙气腐化，腐蚀了肉体，并骨骼也逐渐龙骨化。鉴定建议跟之前的龙化古兵差不多，但多了个膨胀爆炸，会把腐蚀液体跟腐蚀气体都炸出来，造成大量腐蚀伤害。不过因为腐蚀气体的缘故，腐败龙化兽还惧怕火焰伤害，因为火焰能提前引爆他们体内的气体。杰克斯雷尔看完后大笑道：“你们走开，看我表演吧。虽然我是主兵系魔法，但火系魔法也是会一些的。看我的炎龙术！”杰克斯雷尔举起法杖就开始念咒，短短10秒不到，一个火焰龙头就出现在他上空，然后在他的操控下冲向腐败龙化兽。轰！巨大的火焰瞬间点燃腐败龙化兽，没办法，他的身躯就是最好的燃料。不过已经死亡的腐败龙化兽可不会感觉到疼痛，这火焰攻击反而让他们发现了众人，直接冲了过来，而且身上还带着火焰，好像更加难缠了些。冲过来的腐败龙化兽中有几只直接自爆开来，把周围的其他腐败龙化兽都给连累了，纷纷炸了起来。但还是有10几只冲向他们一行人。陈大力，窝草！杰克你不行啊，引火烧身啊！现在怎么打？杰克斯雷尔，哼，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主修什么魔法了吗？老子可是兵法啊！寒冬冲击，瞬间寒风涌现，无数的寒流夹带着冰晶向腐败龙化兽涌去，瞬间就把他们身上的火焰扑灭了不说，还把他们冻结了起来。卧槽，厉害啊！杰克！陈大力拍手喊道。杰克斯雷尔，哼哼，那当然。陈平，别嘚瑟了，他们要冲过来了，都小心应付。果然，陈平的话刚落下，就听到腐败龙化兽那边传来咔嚓咔嚓的响声了，接着砰的一声，冻结在他们身上的冰块纷纷碎裂开来，然后掉落下来。这么快的吗？杰克斯雷尔有些不解地说道。要知道，他冻结60级的 BOSS 单位都能冻他10几秒，为啥这个才几秒钟啊？陈大力，你看看那些冰块，上面好像沾着什么东西。我猜应该是那腐蚀液体。第147章，还是副本继续。随着冰块破裂，腐败龙化兽也随之冲了过来，然后张开散发着恶臭的大嘴，就向陈平一行人咬去。卧槽，好臭啊！陈大力躲开攻击后喊道。陈平直接拿出幻变，然后一枪直接捅向眼窝子，直接就把灵魂之火给捅灭了，随后用力一甩，直接甩飞了出去。温馨一把大剑甩着贼溜，虽然剑身比较大，但剑尖还是很丝滑地刺入腐败龙化兽眼中的灵魂之火。随后一剑直接拍飞了腐败龙化兽，他可不想被死亡衰败缠上，更别说腐败龙化兽爆炸后还会把一身烂肉四处飞溅了。弱点太过于明显，攻击痕迹又很容易看，所以10几只腐败龙化兽很快的就被击杀并打飞了出去。呼呼呼！陈大力，终于解决完了，臭死我了！杰克斯雷尔，哼哼，还不是你动作太慢了。你看陈平大佬跟温馨大佬，他们的速度多快！陈大力白了他一眼，然后吐槽道：“杰克，你也好不到哪去好吗？那只差点就爆炸的腐败龙化兽，可是你在负责的好吧？”一下子就把杰克斯雷尔的话给堵住了。陈平，掉物品了，你们过来看看。此话一出，瞬间就把3人的注意吸引过来了。陈大力摸着下巴，看着陈平手中的白色的蛋，问道：“大佬，这是低级龙蛋呢，还是高级龙兽蛋？”陈平，高级龙兽蛋。你们谁要？
杰克斯雷尔，陈平大佬，你不要吗？陈平摇了摇头，说道：“我已经有宠物跟坐骑了，温馨，但好像也没说不能拥有多只宠物跟坐骑吧？”陈平，有点道理，先收起来吧，等打完副本再说。一路上出现的都是龙化古兵跟腐败龙化兽，腐败龙化兽是最为多样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有，不过都是兽形的，没一只人形的。一群人又深入了一段路，然后就出现了新的怪物了。一只浑身雪白色的巨大古龙出现在他们面前。陈大力，我操，这难道就是最终 BOSS 了？真是有够大只的啊！杰克斯雷尔，这体型我的魔法感觉起不了作用啊，快点鉴定看看吧，大佬。陈平打量了一下古龙的体型，感觉应该不是 BOSS， 因为这体型还不如那只红龙呢。名称：古化龙 BOSS， 种族：亡灵，等级：80，体质：1674，力量：1629，敏捷：1167，精神：1093，天赋：亡灵之躯，灵魂之火，终极魔法免疫，龙威，龙骨，技能：死亡龙息，爪击，恐惧咆哮，死亡气息环绕，骨刺，生命感应，死亡防护，死亡衰败。鉴定介绍：由高级龙兽转化而成，骨骼已经完全龙骨化，血肉完全融入骨骼之中，死亡古龙的气息附加在其中，使其古化龙的坚硬不比，但实力不升反降。鉴定建议：基本没啥弱点，就算是灵魂之火也被死亡防护保护着，只能靠实力打败。当然了，光属性攻击极其有效。陈平把属性展示给他们看。谢特，这属性完全不是对手啊！杰克斯雷尔惊讶地喊道。陈大力，靠！杰克，你小声一点，别吸引到 BOSS 了。靠 ！BOSS 看过来了，都怪你杰克。陈平刚想冲过去，就看到温馨一脸兴奋地提着巨剑冲了过去。看着一脸兴奋的温馨，陈平收回了刚提起来的脚，又默默地收了回去。温馨一手握紧剑柄，快速地向古化龙冲去，随后一跳，巨大剑身瞬间劈了下去。叮当，剑身砍在骨头上，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温馨还是一脸的兴奋，小脚踏上骨头，冲向古化龙的头部。看来他想攻击头部的灵魂之火。吼！明明是一副骨头架子的模样，但古化龙还是发出了巨大的吼叫声，然后看向温馨，巨大的爪子拍了过去。爪击的速度很快，一下子就直接覆盖住温馨了。看着巨大的骨爪，温馨快速的扫了一眼，然后直接从空隙中跳了出去，随后继续向头部冲去。厉害！温馨大佬的属性至少比我高1倍吧？杰克斯雷尔看着在古化龙身上蹦来蹦去的温馨，佩服的说道。陈大力，这不是废话吗？不过看起来还是有点悬啊，温馨大佬好像破不了防啊，怎么搞？对了，杰克，你不是魔法师吗？难道没什么增益的技能吗？杰克斯雷尔挠了挠头，回道：这还真没有，我除了少数的火系魔法，就是冰系魔法了，还有几个近战技能。陈大力又扭头看向陈平，陈平大佬你呢？有什么能帮上温馨大佬的技能吗？陈平看了他一眼，然后笑道：不用，温馨打得过。你们瞧，古化龙眼中的死亡防护已经出现一道裂痕了。陈大力等人一看，好小的一条裂痕，不注意看都看不到。好，古化龙看着温馨，身为死亡生物的他根本没有情绪，所以还在不断的发起攻击，各种技能在身上开了花，但他完全不在意，他只想弄死身上活物。可惜，就算他使出死亡气息缠绕，也没啥用，因为温馨全身被白色的光芒笼罩，把死亡气息完全隔绝在外。看着出现的裂痕，温馨会心一笑，然后继续攻击那一个点。终于又纠缠了10几分钟，温馨再一次命中死亡防护，砰的一声，死亡防护直接碎掉，然后消失不见。而温馨的巨剑顺利刺了下去。好，命中目标的温馨松懈了一下下，结果竟然被古化龙甩了下来。被甩下来的温馨身体一扭，稳稳的平安落地。还好人家穿的是长裤，不然就要在3位男士面前走光了。温馨大，温馨看着正在恢复的死亡防护，眉头一皱，手中的武器一转，直接剑身向下，然后向古化龙冲去。第148章砍树比赛。冲到中途，温馨瞬间消失不见，下一秒直接出现在古化龙的头顶上空，然后巨剑狠狠地向眼窟插去。古化龙的灵魂之火又缩小了一些，但还是没有熄灭。但随着温馨手中的武器发出刺眼的白光，瞬间灵魂之火一下子就熄灭了。砰！古化龙巨大的身躯狠狠地砸了下去，而温馨早就收起武器离开了。瞬间3件物品爆了出来，一枚是陈平之前获得的高级龙兽蛋，一把龙骨武器，一个卷轴。4人对视了一下，然后陈平看向温馨，笑道：温馨，既然是你打倒的，那就由你来分配吧，是现在分配呢，还是最后打完 BOSS 后再一起分配？你来决定。
温馨，那就最后再一起分配吧。现在陈平你就先收起来吧。闻言，陈平摇了摇头，然后笑道：“你收着吧。”温馨看了他一眼，然后点了点头，把3件物品都收了起来。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来到古画龙身边，两人讨论着。陈大力，杰克呀，你说这 BOSS 分解后会分解出啥东西来呢？不会就一堆骨头吧？杰克斯雷尔，大力啊，我觉得很有可能，毕竟他只剩骨头了，你还想分解出啥来？陈大力，杰克啊，我想也是，让温馨大佬分解看看就知道了。陈平也挺好奇的，所以也看向温馨。温馨在3人的注视下，直接分解了古画龙，然后把分解出来的物品展示出来。龙化骨，史诗品质，可以作为传奇级别器具的材料，但锻造难度巨大，要用龙息才能使其融化。鉴定介绍：充满死亡气息的龙化骨，卖给亡灵法师或者修炼死亡之力的超凡者会很受欢迎。温馨，一共10根，等下回去再一起分了吧。收拾完战利品后，一行人又浩浩荡荡的继续往里走去了。接下来的路程中，又出现了龙化骨兵跟腐败龙化兽，不过实力都提升了不少，比外围的厉害一些，但他们的弱点太过于明显，基本都防不住4人。走啊走啊走，很快的，一行人又遇到新怪物了。我靠，杰克你看，树木成精了。陈大力喃喃道。杰克斯雷尔，明明是树人好吗？你就不会第一时间鉴定吗？白瞎了鉴定术啊。名称：腐化树人，种族：亡灵，等级65，体质758，力量741，敏捷671，精神368，天赋枯木之躯，死亡缠绕，死亡果实，技能树根突刺，恐惧尖叫，行走，藤蔓鞭打，缠绕，死亡之夜。鉴定介绍：被死亡古龙气息感染的千年树木，生命力尽失，反而充满了死亡之力，变异成了腐化树人。鉴定建议：树爷还用想？火攻啊，当然光属性之类的攻击效果也很不错，还有伐木斧哦，但要史诗品质的伐木斧才行。咦，杰克呀喂，我好像有一把史诗品质的伐木斧哦。陈大力拿出一把伐木斧向杰克斯雷尔说道。杰克斯雷尔也拿出一把巨大的斧子，陈大力一看，嘲笑道：你这算什么伐木斧啊？武器还差不多吧？杰克斯雷尔笑呵呵的把属性展示了出来。名称：巨大的伐木斧，类别：武器，品质：传奇，效果：力量加300，效果：伐木之力，对树木造成的伤害增加500%。杰克斯雷尔，嘿嘿，想不到吧，大力，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学了几个近战技能的呀。叮！陈大力无力吐槽道：不是，你一个冰系魔法师，怎么近战武器比你的法杖还要好？这合理吗？科学吗？杰克斯雷尔，怎么不合理？不科学了。自从被你威胁过后，我就有了物法双修的打算了。哼哼，现在我近战也贼溜。说完，杰克斯雷尔还挥舞了几下，还别说，有模有样的。哼，大力，这次我们2个来比划比划，看谁杀得多。陈大力，行啊，杰克呀，前面一共30来只树人，我们就比比看。我要让你知道，魔法师就好好躲在后面施法，近战这一套你们玩不懂的。陈平大佬，温馨大佬，你们就看着吧，除非有生命危险，不然你们别出手啊。陈平跟温馨无奈的对视了一眼，然后点了点头，反正副本也没有时间限制，随便他们2个闹吧。陈大力，杰克呀，你准备接受失败了没？杰克斯雷尔，大力啊，这话是我对你说才对，哈哈。3、2、1，开始。陈大力虽先冲了出去，他本来就是敏捷类型的近战职业，速度肯定不慢。来到树人旁边，陈大力立马扶起斧落，一下子就劈出了一块木头，果然效果极佳。陈大力微微一笑，然后看向杰克斯雷尔，我操，什么鬼？只见杰克斯雷尔直接使用瞬移来到树人脚下，然后一火焰魔法下去，再接着一道冰冻魔法下，最后巨斧落下，啪！树人直接被劈掉了1/3，随后2斧子下去，直接就收割了一只树人。这操作看着陈大力目瞪口呆的，差点被反应过来的腐化树人树根爆了花。草看着反应过来的腐化树人，陈大力皱了皱眉，然后一边躲树人的攻击，一边砍树。还好腐化树人的反应比较慢，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子。杰克斯雷尔就简单粗暴了，火焰魔法顶在头上，让比较远的树人下意识远离，所以攻击他的树人比陈大力的树人少了一大半。陈平跟温馨有些惊讶地看着杰克斯雷尔，没想到他的变化还真的如此之大。看来在唯一擂台上输给陈大力后，他就开始反思，并且还成长起来了呀。陈平，你觉得他们2个谁会赢？温馨，不好说呢，他们2个的实力其实半斤八两吧。陈平点了点头，的确，
不过这次比赛杰克的赢面比较大，毕竟他面对的攻击比较少，能很好的反击，不像大力现在都开始脚忙手乱起来。第149章死亡古龙 BOSS。 哈哈，大力啊，我赢了哦！杰克斯雷尔举着斧子向陈大力大笑道。陈大力不爽地砍死最后一只腐化树人，一脸的不爽。杰克斯雷尔，哎呦喂，终于把这口气给出了，哎妈呀，真是心情舒畅啊，嘿嘿。比完赛后，一行人又开始继续前进了。龙坠岛很大，所以怪物并不少，不过基本都是龙化古兵跟腐败龙化兽，也有不少的腐化树人。一路横推，一直来到岛屿中心，一个巨大盆地地形，一只体型几百米的巨大古龙盘旋在内，而陈平他们现在正站在盆地边，看着下面的古龙。卧槽，这也太他妈大只了吧！陈大力双眼都瞪大了不少，下面的古龙是他见过最为庞大的生物了。杰克斯雷尔，大力啊，你确定这是我们现在能碰的存在？感觉我们撑不过人家一巴掌啊！陈大力，我们反正是不行的了，只能看大佬们了。陈平无语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说道：你就这么自信我能打得过？陈大力，那必须啊，大佬你要是打不过，那我们岂不是要栽在这里了吗？陈平，先鉴定一下看看再说吧，都不了解，我怎么知道打不打得过？说完，陈平就一个鉴定术下去了。名称：死亡古龙 BOSS， 金色名字，种族：亡灵，等级99，体质3681，力量3794，敏捷3789，精神4164，天赋：古龙之躯，死亡意识，龙威，不灭的怨恨，灵魂之火，高级魔法免疫，物理减免，死亡之血。技能：死亡龙息，毁灭咆哮，爪击，死亡缠绕，死亡爆发，死亡感染。鉴定介绍：坠落于此的半神巨龙，临死前的怨恨一直不灭，并且还不断的被死亡之血的诱惑，让本该不巧的肉体开始逐渐转亡灵化，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后，终于转化成死亡古龙了。鉴定建议：半神级别的巨龙转化而成的死亡古龙，虽然实力大不如生前，但也十分强大，没有明显弱点，但还没完全容纳的灵魂之火依旧是弱点之一。龙头中间的死亡之血是死亡神明的血液，最好不要触碰到。鉴定建议2：半神之躯虽然转化成了古龙之躯，但半神的本质还在，低级能量攻击将对其不起作用，最好使用高级能量攻击，比如高级元素力、火之力之类的存在。卧槽，99级，还有属性，好夸张啊，这该怎么打？陈大力惊讶地喊道。陈平，不好打呀。温馨，只是不好打。陈平，你的属性多高？陈平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下，在导致星的加持下，他现在的属性体质跟力量3000出头，而敏捷跟精神2900左右。陈平，算上装备跟称号的加成，大概3000点左右。谢特，卧槽，这也太夸张了点吧？我们难道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陈大力闻言吐槽道。温馨也看了一下自身的属性，就算加上装备的加成，也才1200左右，这差距是真的大。杰克斯雷尔，可是陈平大佬，你的属性还是比下面的古龙 BOSS 低了不少啊，能打得过吗？至于那个高级能量攻击，他都有，没道理大佬没有，所以就没提了。陈平，不用担心，还是能打一打的，你们就不要下去。陈大力，懂，我们下去只会拖累而已，放心吧，我们就在这里看着。陈平点了点头，然后拿出幻变后就直接跳了下去了，然后快速的向死亡古龙冲去。死亡古龙的身躯太过于庞大，陈平才跑下一半，就已经踏上他的骨骼上了。虽然死亡古龙看起来没有啥反应，但陈平知道，在他们进入副本后就已经被注意到了，只是他没在意而已。幻变直接变化成锤子，狠狠地砸向死亡古龙的头颅。叮！巨大的碰撞声响起。卧槽！陈平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一砸下去，反震的身体都差点颤抖起来了。轰！一股黑色的气息突然从所有的骨骼上冒了出来，随后巨大的瞳孔亮起了灵魂之焰。陈平立马就感受到被注视的感觉了，瞬间让他毛骨悚然起来。看着脚上缠绕的黑色气息，陈平立马从骨骼上跳了下来。黑色的气息应该就是死亡缠绕了。从死亡古龙身上跳下来后，那股黑色的气息还是缠绕着。好！巨大的咆哮声从龙首口中发了出来，瞬间无数的黑色气息蜂拥而出。陈平立马把幻变变成盾牌，并且开启胜利。瞬间幻变散发出淡淡的紫金色光芒，死亡古龙咆哮而出的死亡气息一碰到幻变就直接消融不见了。10几秒后，死亡气息才消散。陈平立马把幻变从盾牌变成锤子，然后直接打击到死亡古龙的骨骼上，瞬间咔嚓声就传了出来。幻变砸中的地方直接开裂破碎了一大片，
上面缠绕的死亡气息直接消散不见。死亡古龙也感受到了胜利的威胁，立马爬了起来。轰轰轰！巨大的动静从四面八方传来，巨大的古龙直接站起身来，随后巨大的骨爪就拍向陈平，骨爪巨大无比，但速度飞快，只不过2秒钟的时间而已，就直接拍了下去了。看着缠绕着死亡气息的骨爪拍向自己，躲是没法躲了，陈平直接把幻变变成一个半圆，直接罩住他。砰！巨大骨爪拍下，瞬间地动山摇，站在盆地上的3人都感到了巨大的震动。卧槽！陈平没事吧？陈大力看着下面那巨大的骨爪，忍不住喊道：“杰克斯雷尔，不清楚，我只知道，如果是我们的话，直接就被拍死了。”温馨淡淡说道：“陈平没事，你们放心，看那死亡古龙的表现就知道了。”第150章，死亡之血附身。果然如温馨所说，随着死亡古龙把爪子移开，幻变变成的半圆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确定陈平没事后，3人就继续全神贯注地观看起来了。嗨嗨！陈平忍不住咳了几下，被震得有点头懵，揉了揉头。陈平把幻变继续变成锤子，然后看向死亡古龙。叮！陈平直接使用超级变身一段，瞬间属性暴涨到4500左右。陈平扭了扭脖子，右脚迈出，瞬间消失在原地，接着出现在死亡古龙的骨骼上，下一秒又消失不见。再次出现的时候，巨大的锤子已经狠狠地砸在古龙的头骨上。咔嚓！头骨直接被砸碎，陈平顺势直接砸进头骨内。陈平一脸懵逼地站在头骨内，傻逼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果不其然，下一秒，无数的死亡气息瞬间填满了整个头颅内部，瞬间，陈平全身都缠绕上了死亡气息。陈平脸色瞬间白了起来，他能感受到死亡气息想吸收他的生命力，但大概是他的生命层次已经突破了一次了，所以现在正在自觉地抵抗死亡气息的入侵，但感觉坚持不了多久。哼！陈平哼了一声，然后把幻变变成流星锤，开始疯狂乱砸，看是你坚持得住，还是我坚持得住。吼！巨大的咆哮声响起，随后一道死亡龙息直接冲向头颅之内，向陈平袭去。卧槽！伤敌1000，自损800啊！没办法，头颅内充满了龙息，陈平只好从砸出来的通道中跳了出去。身上一身黑色火焰的陈平从洞口落下，随后用变成扇子的幻变把身上的龙息熄灭。身上的龙息熄灭后，陈平直接光溜溜的，只能把装备显示出来了。陈大力扯了扯嘴角，窝操，陈平大佬的裙子好亮啊！温馨默默的点了点头，的确，很漂亮的裙子就是陈平穿着，有点辣眼睛啊。杰克斯雷尔挠了挠头，疑惑道：“裙子不是很正常吗？我的装备也是裙子啊。”说完，杰克斯雷尔还把裙子显示出来。陈大力看了一眼，然后吐槽道：“你这是假裙，又不是女装，大佬的是女装啊，还是那种贼好看的那种。你看，那裙子上还有很多发光的贝壳呢，嘿嘿，真好看。从这里看来，大佬的体型还真的有点像女孩子呢，尤其是穿着长裙动来动去，完全就是个小仙女嘛，嘿嘿。”杰克斯雷尔，小仙女？不会吧，大佬那么大个，怎么看都不像那些小仙女啊。温馨无语的看着他们两个，准确的是陈大力，一件裙子而已，至于这么兴奋吗？装备显示出来后，陈平直接打开七彩背群的泡泡魔法盾，然后冲向死亡古龙。虽然裙子走起来有点不习惯，但陈平的速度还是一点也没有减慢，快速的冲向死亡古龙的头颅。死亡古龙可不惯着陈平，死亡气息爆发，瞬间黑色气息疯狂从骨骼上冒出，形成熊熊燃烧的黑色龙息。让陈平没想到的是，魔法泡泡盾竟然能抵挡住龙息的燃烧，不过好像只能支撑3-4分钟，看来黑色龙息的威力还是很大的。陈平拿着幻变直接就向龙首上砸，本来就已经被砸出了几个窟窿的龙头再次出现了一个洞。灵魂之火，死亡古龙虽然没有完全融合，但至少也融合了一大半了，所以陈平只能选择把整个龙首都砸了7-8烂了。我砸！好！巨大的骨爪直接向陈平拍来，陈平直接跳进洞内，啪的一声，龙头骨直接被拍裂了。本来就被陈平砸了一堆坑洞的龙头骨直接裂掉了一半。砰！巨大的前嘴骨直接掉落到地上，这可比我的效率高多了。然后陈平趁机开始攻击连接头部的脖子骨，当当当，碰撞声不断响起。操！陈平是真没想到啊，这脖子竟然比龙头骨还硬。咔嚓咔嚓咔嚓，终于陈平砸了7749后，脖子终于被陈平砸断了，龙头也随之掉了下来。砰！整个骨架都塌了下来。呼！陈平看着巨大的头骨，舒了口气。虽然死亡古龙还没完全死去，但现在无疑轻松多了。
陈平拿着幻变向龙头冲去，砰砰砰，每一下都能砸碎一点骨头，想必把整个头都砸烂，应该就能杀死了吧。让陈平没想到的是，死亡古龙完全没有反应，任凭他随便打砸。想不通，那就砸吧。砰砰砰！陈平没发现的是，本来在死亡古龙头上的死亡之血已经消失不见了。我砸！呼，终于把整个龙头都砸了七八烂了。陈平看着周围七七八八的骨头渣，说道：“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黑色龙息也消失。这么系统声还没提示啊！死亡之血在骨头碎片之中穿来穿去，很快的就来到陈平的位置下，然后潜伏起来，好像在等待时机。陈平邹眉看着周围的骨头碎片，难道还有磨成粉不做成？应该不至于吧。突然周围发出啪的一声，陈平看了一下，原来是魔法泡泡盾时间到了自动破掉了。就在陈平打算把幻变变成巨大的锤子，准备把骨头砸得更加碎的时候，死亡之血瞬间从骨头堆里窜了出来。等陈平察觉到异动的时候，死亡之血已经缠上他的脚了，然后一下子就跑到额头中间，变成一个黑色的小点了。我操，什么鬼？陈平看着幻变反射的出来的帅气脸庞，邹眉看着眉心的死亡之血，操蛋，这是怎么一回事？突然陈平感觉眼前一黑，等他再次恢复视野的时候，发现他好像在飞。好，巨大的龙吼声响起，陈平惊讶地发现一头漆黑无比的巨龙正向自己冲来。我靠！陈平下意识拿出幻变，然后快速地变成一面巨大的盾牌，抵挡住巨龙的冲击。啪！陈平直接倒飞了出去。第151章圣言言出法随。不知道飞了多久，陈平突然感觉身后一软，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好像是潜入无形的果冻上了。一停下来，陈平就邹眉看向正在疯狂喷吐龙息的漆黑巨龙。他虽然有些搞不懂这里是哪里，但陈平有预感，不能让巨龙这样破坏下去。陈平瞬间一发剑定术下去。我操！死亡古龙的精神体，怎么说这里是我的精神空间了？我操！好痛！陈平突然感到头疼，不能再让它破坏下去，再继续下去，搞不好老子就要变成傻子吧。陈平瞬间冲向死亡古龙的精神体，幻变直接变成长剑挥砍了过去。可惜幻变挥砍下去，一点伤害也没能造成，而死亡古龙精神体完全不去理会陈平，直接疯狂吐龙息，势必要把整个精神海给蒸发个一干二净。陈平又砍了几下，还是没任何效果。看着毫无忌惮的死亡古龙精神体，直接一发恐惧之刺下去。噗！瞬间，死亡古龙精神体直接出现了一个小洞，但下一秒就恢复了。有效！陈平立马疯狂地向他发射恐惧之刺，死亡古龙的精神体瞬间出现密密麻麻的小洞，不过下一秒就直接恢复了。这样不行，陈平立马把其他属性都调整到精神了，只留下最低的比例。瞬间，陈平的体质减少一半属性，力量减少8%，敏捷也减少8%，全部都加到精神上去。精神属性瞬间破万，但陈平感觉脑袋好像随时要爆炸一样。陈平直接一个恐惧之刺下去，瞬间就把死亡古龙精神体刺出了一个大洞。虽然也在快速恢复，但没有个3-4秒是恢复不了的。而陈平发动恐惧之刺的速度贼快，一下子就把死亡古龙精神体给千疮百孔了。呼！看着开始消散的死亡古龙精神体，陈平这才舒了一口气，然后喃喃道：“陈平，这下没幺蛾子了吧？可惜天不遂人愿，死亡古龙精神体是消散了，但那死亡之血出现在陈平眼中。靠！我就知道 MMB 一切都是这滴血搞出来的吧？一发恐惧之刺下去，可惜一点作用都没有。这下咋办？”陈平头疼地看着眼前的已经开始散发死亡气息的死亡之血。这滴血是神明的血液，也就是说，至少要是神力级别的力量才能对其造成影响。可惜幻变的胜利时间已经过去了，不然还能用幻变砍他。呼，看来只能试试言出法随了。陈平看着眼前的死亡之血，然后深吸一口气，随后拿出幻变，直接发动圣言言出法随。瞬间，陈平就知道该怎么用。我说，死亡之血将被净化。瞬间，无穷的伟力出现，直接把黑色的死亡之血变成金色的神血，期间死亡之血一点反抗都没有。陈平的脸色不由得白了起来，一句话直接干了他差不多一半的精神力。要知道，这可是上万的精神点带来的精神力啊！我说，神血将会被陈平完全吸收。瞬间，金色的神血开始发光，随后变成无数的小光融入精神海内，还有一半则是冲出了精神海，融入身体之中。短短2句话，陈平用了10秒，而且精神力差点被榨干。最后2秒，陈平直接说了句从精神海中回归，这句倒没多少消耗，基本可以忽略。陈大力看着陈平，疑惑地说道：“
陈平大佬，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突然就倒下了啊？杰克斯雷尔闻言摇了摇头，不清楚啊，毫无预兆的就倒下了。哎，温馨大佬，你怎么看？温馨皱了皱眉，看着面朝地面的陈平，蹲下来把他摆了过来，然后不确定的说道，有点像是进入精神世界内了。看着脸色开始惨白并开始出现痛苦神情的陈平，温馨不由得把他的头放到大腿上，然后双手向太阳穴揉了起来。虽然吧，温馨知道这完全没效果，但至少有个心理安慰嘛，毕竟精神世界只能靠陈平他自己。陈大力摸了摸下巴，然后向杰克斯雷尔问道，啥是精神世界？杰克斯雷尔白了他一眼，然后吐槽道，你问我，虽然我是魔法师会冥想，但精神世界这么高大上的名词我也没听过啊。过了半个多小时，陈平的脸色终于不再那么痛苦了，三人这才舒了口气。然后温馨双眼发亮的看向陈平的裙子，远看不知道，近看这裙子可真好看，连他这个从小到大都没穿过几次裙子的人都有些心动了呢。温馨忍不住调整了一下陈平的姿势，能让他摸到裙子。哇塞，好柔顺啊，跟水似的，而且裙子上的贝类也很好看。见温馨在把玩裙子，杰克斯雷尔也不由得打量了一下，然后向陈大力说道，杰克斯雷尔，的确跟我的裙子不一样，陈平大佬的好看多了，比我女神的裙子还好看。陈大力瞬间好奇地问道，杰克呀，你还有女神？是谁啊？那个明星。杰克斯雷尔，不是什么明星，是我以前的邻居，虽然比不上那些女明星好看，脸上还长着一些小麻子，但在我心中她是最美女孩。陈大力更加好奇的继续问道，然后呢？你开始追她了吗？温馨虽然还在把玩着七彩背裙，但小耳朵不由得动了动，八卦谁不爱呢？杰克斯雷尔闻言摇了摇头，然后有些感叹的说道，那年的圣诞节我买了一条围巾想送给她，可惜最后也没能送出去。陈大力，为啥？杰克呀，说话就说明白点，谜语人跟说话留一半的人都会不得好死的哦。温馨也下意识点了点头，看来很认可陈大力的话，没错，谜语人什么的都给老娘滚了。杰克斯雷尔挠了挠头，笑道，因为当时他送了情侣围巾，我跟他一人一条，嘿嘿，我也没想到他也喜欢我。第152章收获分配。陈大力，咦，我还以为是人家有男朋友了呢，失望。杰克斯雷尔，你就巴不得我好事吧，大力。陈大力摆了摆手，笑道，怎么会呢？呵呵，他叫什么名字？回去后我问问看，在不在我那个区。杰克斯雷尔，真的吗？那太好了，他叫安娜·弗勒斯菲。陈大力，行，我记住了，回去就帮你询问一下，看看在不在我那边。温馨也开口说道，我也会帮你询问一下的。杰克斯雷尔，哇，感谢温馨大佬啊，谢谢。安娜是个勇敢的女孩，我相信她肯定还活着的。突然一道虚弱的声音传来，你们在聊什么？咦，陈平大佬，你终于醒来了。这时系统提示也跳了出来，系统，恭喜你们成功通过龙坠岛副本，奖励巨龙宝箱1。系统，半个小时后你们将传送回去。卧槽 ，BOSS 大爆啊！足足5件物品啊，不愧是 BOSS， 就是不一样。陈大力一脸惊叹地喊道，大佬别睡了，起来开宝箱了。陈大力看着突然出现的4个宝箱，口水是直流啊。这4个宝箱是副本宝箱，是那种通关后才能开的宝箱。他一开始听到系统奖励那巨龙宝箱后，以为就是了呢，没想到不是啊，这就很美滋滋了。陈平先把调整到精神上的属性点直接取消调整，瞬间属性便变回来了。陈平直接坐了起来，完全吸收了神血，让他的状态极其良好，头也不痛，连生命层次都提升了不少。陈平，谢谢。温馨摆了摆手，然后站了起来笑道，不用谢，毕竟如果没有你，死亡古龙我们可杀不掉。陈平闻言点了点，笑道，走吧，大力该心急了，呵呵。温馨伸出手把陈平拉了起来，然后两人向陈大力那边走去。哎呦喂，我的姑奶奶们喂，可算来了，快点开过来选择宝箱吧，还有20多分钟而已啊。陈大力连忙说道。陈平笑道，那我就这个好了。看陈平选择第一个，温馨直接选择第二，然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比划了一下剪刀石头，最后是陈大力赢了，说他第3个。打开宝箱，获得龙骨护手1，巨龙骨髓1，随机亡灵系技能书1。开完宝箱后，陈大力直接喊道，陈平大佬，还有大 boss 爆出来的物品呢。陈平看了过去，5件物品正在骨碎片上空漂浮着呢。获得低级龙蛋1，巨龙之翼1，巨龙之心1，龙骨仪器2。物品收拾完还剩10几分钟。陈平，大力，等下我们是直接传送回你的木筏，还是各种传送回去？陈大力，嘿嘿，不用怕，我邀请你们过来的道具能让你们待上1天呢，
所以副本传送也是传回我的木筏上。陈平，那我们回去后再分配吧。对了，陈平望向那巨大的死亡古龙的骨架，好奇地问道：你们怎么没把这个分解了呀？难道也是专门留给我的？嘿嘿，那多不好意思啊。温馨摇了摇头，回道：并没有，是分解不了，现在就不知道，毕竟当时你还昏迷着，物品都没爆出来，所以才会分解失败的吧。这样子啊，可惜，还以为是等我了。陈平有点小失望地说道，然后跑过去分解死亡古龙的骨架，获得死亡龙骨5。看着只是少了5个骨头的骨架，陈平感到一阵的稀奇，这就是身为半神级别存在的牌面吗？分解都奈何不了。陈平跟陈大力他们说明了一下情况，然后一人一根龙骨，然后他把眼前巨大的骨架直接收入个人空间，连头骨碎片都不留一片。陈大力，哇塞，陈平大佬，你这是什么能力？竟然把那么大的骨架都收得起来，一点空间储存的能力罢了，不值一提。10几分钟后，一行人瞬间从龙坠岛上消失不见，下一秒出现在陈大力的木筏之上。哦豁，回来了，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你们至少要留在这里1天才能回去。陈大力笑嘻嘻地说道。4人坐在沙发上，桌子上摆着龙坠岛上爆出来的物品。普通小怪爆出来的有高级龙兽蛋1个，龙化骨质武器3把，都是史诗品质的。古化龙小 boss 爆出高级龙兽蛋1个，龙骨武器1把，卷轴1个，还有10个龙化骨。死亡古龙大 boss 爆出来的低级龙蛋1，巨龙之翼1，巨龙之心1，龙骨仪器2，以及已经分了的死亡龙骨。陈平，先从龙兽蛋开始吧，一共3个，1个低级龙蛋，2个高级龙兽蛋，你们3个选择吧，我不需要这个。陈大力，这样可不行，陈平大佬你是出力最大的，不过你既然不要龙蛋，那你就随便选择一个好了，你们看怎么样？温馨，就这样吧。杰克斯雷尔，应该的。陈平，那行吧，我就要这个巨龙之翼好了，这应该是个飞行道具或者技能哦，你们确定了吗？看他们都不反驳，那行吧。陈平直接把巨龙之翼拿了起来。看陈平拿起了巨龙之翼后，他3人这才开始讨论起来，毕竟低级龙蛋只有1个。拿到巨龙之翼的陈平立马就鉴定查看起来。名称：巨龙之翼。类别：特殊道具。品质：传奇。效果：全属性加100。效果：龙翼，使用后出现一对龙翼，可以自由飞翔。鉴定介绍：用巨龙翅膀制作而成的特殊装备，能让人自由飞翔。鉴定建议：最好不要在巨龙面前使用，不然很容易遭到巨龙们的追杀，除非你能证明这翅膀是恶龙的。陈平看完后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飞翔速度快不快，但至少也比飞行毛毯来得快吧。第153章继续分配中。巨龙之翼是特殊道具，只要放背包之中就能生效了，所以陈平把它跟导之星放在一起后，便看他们怎么分配了。最后是陈大力拿到低级龙蛋。陈大力美滋滋地抱着龙蛋，向陈平说道：大佬，继续分配吧。陈平点了点头，然后把3把龙化骨质武器跟3把龙骨仪器放一起，还有巨龙之心跟卷轴。陈平，就这几件了。这样吧，3把史诗品质的龙化骨质武器给我，你们1人1把传奇品质的龙骨仪器吧。杰克斯雷尔，这样大佬你不是吃亏了吗？陈平，那倒没有，史诗品质的武器对我更有用，所以不用担心我吃亏。3件龙骨仪器，除了那件龙骨武器确定是武器外，剩下的2个都是随机类型的。温馨直接选择随机类型的龙骨仪器，毕竟武器他并不缺。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对视了一会儿，随后杰克斯雷尔直接选择随机龙骨仪器，毕竟那把龙骨武器是刀剑类型的，对他这个魔法师来说用处不大。陈平选择就最后的2件物品了。我们看看属性后再决定。看他们都同意后，陈平就直接鉴定，然后把鉴定面板展示出来。名称：巨龙之心。类别：特殊道具。品质：传奇。效果：全属性加200。效果：快速恢复，恢复力增加300%。效果：能量恢复，能量恢复增加100%。鉴定介绍：由巨龙的心脏制作而成的特殊物品，完美的保存了巨龙的恢复力。鉴定建议：只要不是当着巨龙的面拿出来，那就基本没啥关系。卧槽，属性爆炸呀！效果也很逆天。龙岛传送卷轴，史诗品质，使用后会传送到最近的巨龙岛屿，并且获得一张坐骑契约。鉴定介绍：龙岛上并不只有巨龙，还有血脉浓度高的龙兽。陈平，都很不错，但就2个，这样吧，你们谁很想要的，可以拍下来。陈大力，行，就这样吧。温馨跟杰克斯雷尔也点了点头，看来也是认同这个法子。陈平，那行，这2件我都不需要，你们3人看着办吧。陈平直接就退出，
让他们3人罢了一下，然后就沉默起来。都在查看自己的背包中有啥能换的。最后，温馨选择了龙岛传送卷轴，而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则是纷纷选择巨龙之心。陈平接过温馨给的物品，然后选择一件，然后把其他物品还了回去。这就表明了他们2个选择的龙岛传送卷轴放弃了巨龙之心，所以巨龙之心就看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他们谁说服谁了。陈平从温馨给出的物品中选择了一个随机稀有灵植，这东西对陈平来说就很不错，毕竟陆树他们可是种植灵植的好手，结果7都快了不少呢。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他们2个也得出结论了。最终巨龙之心被杰克斯雷尔拿到手了，但看陈大力的神情，杰克给的东西他也很满意嘛。战利品分配完成了，众人就开始闲聊起来。陈平突然开口问道：对了，我昏迷的时候你们在聊什么？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帮忙之类的话。陈大力：哦，对啊，我上聊天频道问问看啊。说完，陈大力就打开聊天频道询问起来了。陈平疑惑地看向温馨，问道：到底啥情况？温馨简单的把杰克斯雷尔跟安娜弗勒斯菲的事情讲了一遍。安娜弗勒斯菲？杰克，你确定他叫这个名字？有没有重复的？陈平突然向杰克问道。杰克斯雷尔摇了摇头，说道：安娜的姓比较少见，我们在网上搜过了，并没有发现相同姓名的人，嘿嘿，反而是我撞名撞姓比较多。陈平：这样啊，我那边倒是有个叫安娜弗勒斯菲，我印象还挺深的。他的那句谁换了老娘的衣服，可是让陈平注意到衣服被换了呢，还有空间时也是他交易的，所以陈平对他的名字还是有点印象的。杰克斯雷尔瞬间激动地看向陈平，然后激动地问道：陈平大佬，你真的看到安娜了？确定是这个名字？陈平点了点，笑道：没错，毕竟他在聊天频道上还是挺活跃的。杰克斯雷尔激动地说道：安娜还活着？我就知道她一定没有事的，哈哈哈。对了，大佬，麻烦你帮我这些东西交给安娜，行吗？陈平：你确定没有相同姓名的人？杰克斯雷尔：没错，我们还特意找了所有州的姓名比较呢，结果一个重复的都没有，反而是我有几千个。陈平：那行吧，不过巨龙之心跟高级龙兽蛋都给他，不自己留着吗？杰克斯雷尔摇了摇头，笑道：就算没这几件物品，我的实力也还行，但他不同，他那么胆小善良，我怕他过得不好。这些东西能让他更好的生存下去，直到我们再次相遇，还有7天，新手期就结束了，到时候我们应该能再见了吧？陈平接过杰克斯雷尔，沉默不语，他能怎么说？要知道，聊天频道之中，安娜的战斗力可是很强的，经常一人喷几人或者10几人，完全看不出胆小跟善良啊，彪悍得很呢。难道这就是现实唯唯诺诺，网上重拳出击？陈平：对了，杰克，你要不要写封信？到时候我一起交给安娜，最好写一些只有你们才知道的一些事情，这样安娜才会相信。杰克斯雷尔：是个好主意，我现在就开始写信。陈大力终于把注意力从聊天频道中退了出来，然后就发现杰克正在写着什么，虽然不明所以，但他还是说道：对不起啊，杰克，我这边叫安娜的倒是有一些，但好像都不是你的女朋友啊。杰克斯雷尔抬头看向陈大力，笑道：大力啊，不用找了，已经找到了，安娜在陈平大佬那个区，我现在正给写信呢。第154章。陈大力：哦，这样啊，那太好了，恭喜你啊，杰克。杰克斯雷尔笑道：嘿嘿，没错，这真是巧得很，等我写完信，我给你们做顿好吃的。陈大力：厉害哦，杰克竟然还会做菜，嘿嘿。很快杰克斯雷尔就把信写好了，然后交给陈平，说道：陈平大佬，就麻烦你了。陈平接过信，点了点头，笑道：没什么麻不麻烦的，只就放个交易的功夫而已，简单的很。杰克斯雷尔：虽然简单，但还是要感谢大佬，哈哈。那我这就给你们做一桌丰盛的大餐。大力，带我去厨房。看着推着大力的杰克，陈平不由得笑了笑，能找到自己的爱人，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事情。陈平看向温馨，笑道：温馨你呢？你的家人都叫什么？温馨摇了摇头，回道：不用，我爸妈都在我那个区，流落在外的只有我哥，但他本来就比我厉害，所以我并不担心。陈平：那你哥叫什么？温馨扯了扯嘴角，然后说道：温大宝。陈平：温大宝？噗！哈哈，可嗨嗨！陈平拍了拍胸口，然后说道：这名字的确很有特色，好记，一听就是有福气的人。厉害。温馨：你倒不必说这违心的话出来，我哥自己都嫌弃，就更别说其他人了。陈平：不过温大宝这种名字我倒是没见过，大概率是不在我那个区了。到时有个叫温三的，你认识吗？温馨闻言
想了想，说道：“温三，好像是我二舅家的那边的，我跟二舅他们一家子不太熟。”陈平点了点头，就没再问啥了。但是他不问，人家温馨问了：“温馨，那陈平你呢？你的家人叫什么？”陈平：“我呀，在还没进来这里之前就不在了。”温馨：“啊，对不起，那个我。”陈平摆了摆手，笑道：“没事，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哟，鸡汤来喽！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两人开始把饭菜一一端上桌，然后招呼陈平跟温馨过来吃饭。陈平这一聊，时间过得可真快，走吧，吃饭去。温馨点了点头，然后两人便向餐桌走去。陈大力笑道：“来，尝尝我的特制鸡汤，这可是加了史诗品质的食材，青玉穿山甲的鸡汤，极其鲜美。”陈平看着眼前的鸡汤，汤汁清可见底，闻起来倒是不错。就是吗？你确定这还是鸡汤？陈大力：“肯定是啊，你们倒是喝呀，喝看就知道是不是鸡汤了。”哈哈哈。看着陈大力，陈平不由得吐槽道：“你这神情跟动作跟那穿山甲好像啊。”陈大力闻言挠了挠头：“什么穿山甲？为啥我会跟一只穿山甲像？都不是一个物种啊！”见陈大力这么模样，陈平就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梗，那就算了，还是吃饭吧。四人欢快的吃完晚饭后，就坐在沙发上开始闲聊了。陈大力：“对了，陈平大佬，你的木筏怎么升级为岛屿的？”陈平：“陈大力：“大佬，我的木筏已经升满级了，30级，但那个岛屿碎片不知道怎么得呀？大佬，你不是已经升级成岛屿了吗？所以应该知道岛屿碎片怎么来的吧？”陈平：“你的木筏满级了，那你们两个呢？”温馨：“我的也满级了，一样差岛屿碎片。”杰克斯雷尔：“我的木筏才28级，多少级满级啊？”陈大力：“那快了，30级就满级了，后面就是选择进化成岛屿还是进化成船了。”杰克斯雷尔：“那的确快了。”陈大力看向陈平，说道：“进化成船的话，要用到白银块跟黄金块和木板，我现在的条件倒是达成了。如果陈平大佬没过来的话，我倒可能进化成船了。毕竟岛屿碎片这东西，真不知道从哪里啊。看名字应该跟岛屿有关，但怎么获得，一点头绪都没有。”陈平：“你们升级岛屿要多少岛屿碎片？”陈大力：“升级成岛屿跟船，其他都要图纸的。不过还好，木筏升到30级后，会送个图纸随机宝箱，最高能开出传奇品质的图纸。嘿嘿，我开出了一张史诗品质的乌龟岛屿图纸，效果是容易吸引各种各样的乌龟上来，还能招募乌龟人呢。”温馨闻言，淡淡的说道：“我开出传奇级别岛屿图纸，迷踪岛屿，效果好像是能吸引熊猫人。”陈平挠了挠脸：“为啥我的岛屿就没啥效果？凭啥？”陈平：“你们升级成岛屿要多少岛屿碎片？”陈大力：5枚岛屿碎片。温馨也说道：“我的也是5枚岛屿碎片。”陈平：“岛屿碎片是要毁掉一座岛屿才会给的，毁掉一座岛屿后会获得一个岛屿宝箱跟岛屿碎片，难度很大。”陈平拿出15枚岛屿碎片递给他们，笑道：“你们不用拒绝，对我来说，我们这一届的新人拥有岛屿的人是越多越好。”陈平：“而且如果你们这次拒绝了，那这个新手期内基本不可能把木筏升级成为岛屿的了，这损失可就大了。这次倒是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聚在了一起，至少能保证我们这一届能出4座岛屿，这很不错了。”温馨不解地问道：“岛屿的重要性这么大的吗？”陈平点了点头，说道：“我有一点内幕消息，从新手期内把木筏升级成岛屿的话，那这座岛屿就是你的私人领地了，你就是岛主。但如果过了新手期，你再升级成岛屿，那你只也会是岛主，但岛屿就不再是你的私人领地了，这差距可想而知。”温馨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道：“那我就收下。”陈大力也拿起桌子上的5枚岛屿碎片，向陈平说道：“大佬，我也收下，等过来新手期，我给你当小弟，嘻嘻。”杰克斯雷尔：“你们都拿了，那我也拿，就是回去后要快点升级木筏了。还有大佬，新手期过后我也去找你。”陈大力：“嘿嘿，是去找大佬还是去找你的安娜老婆呀？”嘿嘿嘿。第155章，心里难受。杰克斯雷尔：“都有。大力啊，你是不是羡慕了呀？那要不要我让安娜介绍她的小姐妹给你认识一下？嘿嘿。”陈大力：“还有这种好事？义父，务必请义母加把劲，多介绍几个，我怕一个可能不够。”杰克斯雷尔：“你可真现实啊，连脸都不要的是吧？”杰克斯雷尔：“还多介绍几个呢？去你的吧，大力，安娜的闺蜜也就2个而已。”陈大力笑嘻嘻的回道：“嘿嘿，2个我也不嫌少啊，当然肯定是越多越好喽，哈哈。怎么，我长得这么帅气逼人，总得挑选一下吧？”
陈大力还骚包的理了理头发。杰克斯雷尔打量了一下，然后嫌弃的说道：“就大力你这样，在我那边注定只能自己打炮了呀，身高不行，体格也不够壮，没女孩子喜欢的。我就不一样呢，我可是很受欢迎的，要不是我专一，脚踏4条船都行的。大力。”杰克斯雷尔说完，还摆了几个姿势，秀了一下二头肌。陈大力不服了，也拉去衣袖。二头肌而已，谁没有？看我的！看着比较起来的两人，陈平跟温馨都无奈的摇了摇头。时间就这样欢乐的快速流逝了。清晨，陈平打了个哈欠，这睡得有点不习惯。看着睡着贼香的大力跟杰克，陈平直接把他们两个给叫起来。早睡早起才是好习惯不是？虽然现在天色才刚蒙蒙亮，但他都起来了，没道理你们还能睡啊？对不？很快的，两人就被陈平给叫醒了，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瞬间一脸懵逼起来了。哎，不是，这么早的叫他们起来干啥子呢？但没办法，陈平是大佬，他们两个只能苦哈哈的起身，然后陈大力带着他们一起去洗漱了。洗漱完后，陈大力左右瞧了瞧，然后向陈平问道：“陈平，温馨呢？你没叫她吗？”陈平：“什么？人家一个女孩子，睡眠不足对皮肤不好，你不知道吗？”杰克斯雷尔跟陈大力：“哈哈，杰克呀，我们要不来比一比谁掉的宝箱多？”陈大力打了个哈哈，然后一把勾住杰克斯雷尔说道：“杰克斯雷尔，行啊，走吧，我的运气可是一直很好的。”看着向木筏边走去的两人，陈平也跟了上去。陈大力掏出一根史诗品质的鱼竿，向杰克斯雷尔笑道：“杰克呀，我这史诗品质的鱼竿好看吧？我都掏出史诗品质的鱼竿了，你该如何应对？”看着陈大力手中的紫色鱼竿，杰克斯雷尔笑道：“哎呦，那真是巧了，我也是史诗品质的鱼竿呢，而且名字还叫大力鱼竿哦，嘿嘿。”卧槽，果然不愧是以我名字命名的鱼竿，就是又大又粗又长。不错，杰克啊，要不要跟我的鱼竿换一下？陈大力看着鱼竿满意的说道。杰克斯雷尔，你这是在夸鱼竿呢，还是在夸你自己？真是臭不要脸。我们不是来比谁掉的宝箱多吗？如果你赢了，那就跟你换，怎么样？陈大力，那还等什么？走起！咚！两人立马就开始比赛起来了。陈平站在一边笑道：“那我就给你们两个做裁判吧。”10次垂钓很快的就过去，陈平看着他们两个人身后的宝箱，宣布道：“陈平，大力一共吊起了7个宝箱，杰克一共吊起了5个宝箱，所以是大力赢了。”杰克斯雷尔看着陈大力的宝箱，一脸不可置信的问道：“大力啊，你现在竟然还能吊起铁边宝箱？”杰克斯雷尔看了看自己的宝箱，5个，3个黄金宝箱，1个白金宝箱跟1个史诗宝箱。反观陈大力的7个宝箱，其中白银宝箱跟黄金宝箱各2个，1个史诗宝箱，1个青铜宝箱，还有1个铁边宝箱。陈大力笑道：“没办法，我这鱼竿的效果就是这样的，波动性很大，一点都不稳定。别说铁边宝箱了，我现在木质宝箱也还能钓到啊。但最好的时候，我也钓起过2个传奇宝箱呢。”杰克斯雷尔，行吧，那你还换吗？陈大力，不换，我就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呵呵，所以你刚才果然是在变相的夸自己吧？杰克斯雷尔吐槽道。你们3个在干嘛呢？温馨的声音传了过来。早啊！3人看到走过来的温馨，打招呼道：“没做啥，就是钓宝箱而已，看看谁的运气比较好。”陈平笑道。温馨闻言看向地上的宝箱，好奇道：“这些就是你们3个的成果？有点少啊。”陈大力，不是，这是我跟杰克2人钓的。哦，这样啊，那陈平，我们2个也来比比。温馨看向陈平笑道。陈平闻言，默默地拿出黄金龙角鱼竿，意思不言而喻。温馨也拿出他的鱼竿，一根水晶模样的鱼竿。陈大力，杰克啊，我突然接着手中的鱼竿不香了。杰克斯雷尔，我也是。很快的，陈平跟温馨2人就钓完次数了。陈平成绩史诗宝箱2个，黄金宝箱1个，7头龙兽。温馨成绩传奇宝箱1个，史诗宝箱2个，黄金宝箱5个，特殊宝箱2个。陈平、陈大力、杰克斯雷尔3人一言不发地看着温馨的宝箱，不仅宝箱品质高，数量也高，竟然大满贯。要知道，自从新手初期过去后，他们就再也没钓过大满贯了。温馨呀，这次的品质挺高的嘛，看来大力你这里的风水挺好吗？陈平、大力、杰克，我们去把这些龙兽做成菜肴吧，心里难受，我要化悲愤为食欲。陈大力跟杰克斯雷尔也点了点头，然后拖着嗝屁的龙兽就向厨房走去了。陈平把宝箱收入个人空间后，3人就拖着龙兽向厨房去了，留下一脸不明所以的温馨。第156章，就你 TM 的也配叫杰克？陈平，时间差不多了吧？陈大力，
还剩10几分钟，邀请时间就到了。杰克斯雷尔啊，陈平大佬，安娜那边就拜托你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放心吧。很快的，杰克斯雷尔就率先回去了。虽然是温馨，最后陈平看着空荡荡的客厅，陈大力挠了挠头，喃喃道：“哎，这人一少，一时间还真有点不习惯啊。快点把龙蛋孵化出来吧，这样也好有个伴不是？对了，木筏也可以升级了。”回到岛屿的陈平惊讶地发现，周围竟然长满了植物，花草树木都有，瞬间荒岛变成绿油油一片了。看了一会儿后，陈平便试一试巨龙之翼的效果如何。砰！一双巨大的龙翼出现在陈平身后，陈平感受了一下，可以操控自如，然后自信满满的他就开始尝试飞行起来了。嗖的一声，陈平瞬间就飞上了空中，然后开始瞎几把乱转起来了。虽然操控自如，但陈平一时间还适应不了飞行方向的掌控。在空中旋转了10几分钟后，陈平才慢慢的适应起来，又过了10几分钟，这才基本控制的了。飞在空中，陈平看了一下方向，然后向别墅飞去。龙翼的速度可比飞行毛毯快多了。已经过去3天了，利奈菲尔组长他们应该都蜕变完成了吧？果然，陈平飞回别墅后，发现本来一大堆的液体球，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落到地面，陈平收起龙翼后，便向别墅走去。一进别墅，陈平就发现不对劲了。嗖！一道身影直接撞了过来，这一撞直接让陈平后退了几步。嗨嗨，莉西亚！陈平咳了几下，然后抓住后衣领，把莉西亚提了起来。西西，好久不见了，陈平哥哥。莉西亚笑嘻嘻地喊道。陈平一手提着莉西亚，一手不由得揉了揉胸口，往里面走去。被提着的莉西亚一点都不慌，甚至还晃悠起来了。进入别墅后，只见坐在沙发上吃着小零食的小美人鱼艾丽，没看到其他人的陈平看向莉西亚，问道：“莉西亚，其他人呢？都跑哪去了？”从晃悠着改成转圈圈的莉西亚回道：“丽娜菲尔妈妈把姐姐们带走了，说是要在世界树附近建筑房子哦。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也去帮忙了。”陈平，那莉西亚你怎么没跟过去啊？莉西亚，丽娜菲尔妈妈不让我去，哼哼，可恶！看着再转下去都快把脖子都勒住的莉西亚，陈平只好把提着改为抱着，然后来到沙发坐下。谢谢艾丽了。陈平笑呵呵地接过艾丽递过来的小零食，然后把莉西亚放了下来。莉西亚，你们是什么时候醒来的啊？莉西亚，艾丽，我们是什么时候醒来的？艾丽，好像是在4个小时前吧，差不多那个时候。哦，谢谢艾丽。那陈平哥哥4个小时前哦。陈平无语地看着莉西亚，见她一副求夸奖的模样，只好夸奖道：“哦，莉西亚真棒。艾丽更加棒。莉西亚，那陈平哥哥，我能去找艾莱伊姐姐他们吗？在这里好无聊哦。”陈平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又没人限制你去哪。好耶，艾丽，我们走，去找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玩。莉西亚拉起腮帮子鼓鼓的小美人鱼艾丽，就往外跑去了。陈平摇了摇头，这丫头。陈平把杰克给的东西拿了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打开聊天频道，看看今天安娜在不在。大概率是在，她可是聊天频道中的一霸啊。一打开聊天频道，就看到安娜正在跟人互喷了。陈平慢慢的看了起来，很快的就了解个大概了。是非对错他懒得管，但安娜的战斗力是真的强啊，5、6个人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啊。看他最后的回复就知道了。安娜、弗勒斯菲，一群小贝比，连小孩都不如，还敢来跟老娘我对喷，渣渣，一点都不过瘾。陈平直接选择加安娜好友。安娜·弗勒斯菲坐在椅子上，看着聊天频道中久久不回的几人，然后关掉聊天频道，无聊的瘪了瘪嘴，道：“啊，好无聊啊，不知道杰克怎么样？”想起杰克，安娜·弗勒斯菲的脸上就浮现了幸福的笑容。要知道，为了追到杰克，她可是一直在他面前装乖宝宝的。这草蛋的游戏，老娘装了4、5年的乖宝宝，好不容易把杰克骗到手，结果才恋爱了1年就 TM 的被迫分开了。气得安娜·弗勒斯菲对着空气就是几拳，好像是在击打求生游戏一样。他刚才喷的人就你 TM 的也配叫杰克？名字一模一样，可惜不是他的杰克。他的杰克可不会像他那样，像个小人似的，一想就来气。我的杰克啊，老娘没你不行啊！这该死的游戏还把衣服给换了，害我现在连你的照片都没有。系统的提示打断了安娜·弗勒斯菲，她一脸气愤地打开聊天频道，看是谁敢在老娘想念杰克的时候打扰，看我不喷死他。安娜·弗勒斯菲看着好友申请，疑惑地说道：“陈平，那个大佬，我好像没有得罪过他吧？”安娜·弗勒斯菲有些不确定地想到，毕竟他喷的人有点多，谁知道有没有跟陈平认识的人。脑海风暴了一会，终于，
安娜·弗勒斯菲还是颤颤巍巍的点击添加，然后小心翼翼的发了句话：安娜·弗勒斯菲，陈平大佬，您是不是加错人了？陈平，看你的名字应该是没加错。安娜·弗勒斯菲，我好像不认识大佬您吧？还是说我哪里得罪您了？陈平，为啥子这么说？算了，不纠结这个了。是这样子的，我认识一个叫杰克的人，他说他的女朋友就叫安娜·弗勒斯菲，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他？安娜·弗勒斯菲？什么？杰克？第157章整理个人收获。安娜·弗勒斯菲啊，这大佬啊，我们区的杰克可能不是我的那个杰克啊，该怎么解释才行啊？陈平，我什么时候说是我们这个区的了？安娜·弗勒斯菲，大佬你细说，真的是我的杰克吗？安娜·弗勒斯菲激动地看着聊天页面，看着陈平发的信息，越看越激动。没错，就是他的杰克。安娜·弗勒斯菲，陈平大佬，没错，我就在那天的圣诞节中用情侣围巾把杰克成功拿下的。他还好吗？陈平，杰克很好，他都在他那个区滚成第一了，那个唯一擂台你知道吧？我们一开始就在那里认识的。对了，杰克有些东西要我交给你，还一封信。说完，陈平就发起了交易。看他接受后，便把杰克给的物品都一一放了上去，然后点击确定。交易完成 ，OK。陈平舒了口气，别人的事情干完了，就准备开始整理一下他自己的收获了。首先是宝箱，一个奖励的巨龙宝箱，2个史诗宝箱，一个黄金宝箱跟一个铁边宝箱，跟陈大力要的。接着是龙坠岛中的副本宝箱开出来的物品，龙骨护手1，巨龙骨髓1，随机亡灵系技能书1。先看看物品，再开宝箱。名称：龙骨护手，类别：护手，品质：传奇，效果：体质加200，力量加200，效果：龙骨防护，使用后召唤一个能抵抗传奇级别攻击的龙骨盾，围着自身防御，延续时间30分钟。鉴定介绍：用巨龙骨骼为主体打造而成的护手，坚硬无比，能抵抗传奇级别的攻击。可以换上。巨龙骨髓，传奇品质，使用后增加200点全属性，并有1%概率获得巨龙之躯体质，可强化次数1。好东西，还能强化。最后给我来个特殊强化。打开强化面板，然后放入点击强化，瞬间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巨龙骨髓，传奇品质，使用后增加250点全属性，并有2%概率获得巨龙之躯体质，也很不错吧？就是这属性点少一点都行啊。陈平直接使用，瞬间全属性直接加250。至于巨龙之躯，那不用想，2%的概率太低了。随机亡灵系技能书，史诗品质，使用后能获得一本最低为史诗品质的亡灵系技能书，直接使用，获得死亡之镰技能书1。名称：死亡之镰，类别：技能，品质：传奇，效果：死亡之镰，召唤一把死亡之镰攻击目标。鉴定介绍：模仿神级技能死亡镰刀的技能，附带了一丝威能。看起来很屌吗？竟然还是模仿神级技能的技能，不错，学了。物品看完了，可以开宝箱了。老规矩，最好的最后再开，所以巨龙宝箱压底。陈平先把铁边宝箱放到宝箱收集区那里，这下从木质宝箱到白金宝箱就齐全了。等啥时候变屌了，再把其他宝箱也凑一个。回到沙发，陈平开始从黄金宝箱开始开。打开宝箱，获得欢笑向日葵1，空间11，治疗药剂1，黄金块4。欢笑向日葵，金色品质，灵植，其种子制作成的瓜子，越吃越开心。鉴定介绍：比较普通的灵植，其作用就是能让人开心吃瓜。空间石不用看，陈平直接扔给个人空间吞噬。治疗药剂是紫色品质，只能恢复体质低于500的人，没用。打开宝箱，获得紫稀土1，木系史莱姆群1，随机岛屿指南针1。打开宝箱，获得云锦布匹1，金腹鳞鱼鱼饵1，水上漂道具卡1，藏贝群1。紫稀土，史诗品质，高级泥土，安置后获得一块面积为10平方的种植灵植的好土，能加快灵植的生长速度，并且有10%的概率出现紫化果实。等下给艾莱伊他们吧。木系史莱姆群跟水系史莱姆差不多，属性不同罢了，也是100只，等下再去水系史莱姆的地方使用。随机岛屿指南针，陈平直接使用，获得珊瑚岛指南针1。珊瑚岛指南针，史诗品质，使用后将会前往珊瑚岛，使用次数1。鉴定介绍：珊瑚岛中生长了各种各样的珊瑚，是灵气珊瑚的生长地。珊瑚岛每次只能进入10人，只能带走一种珊瑚种子。陈平想了想后直接使用，反正他现在也没啥事了。不过他把岛屿的速度调整到最低的30公里每小时，他可没忘记还有美人鱼一族没到呢。云锦布匹，金色品质，
据说是用云蚕丝制作而成，水火不侵。摸了摸，挺柔顺的，而且冰冰凉凉，挺不错的。10米的长度，2米的宽度，可以做几套衣服。金富林鱼鱼饵，金色品质，可以钓起金富林鱼，使用次数1，可强化次数1，直接强化。白光普通强化。金富林鱼鱼饵，金色品质，可以钓起金富林鱼，使用次数2/2，还行吧，增加了1次。水上漂道具卡，金色品质，使用后可以在水上漂上千米远，冷却时间10分钟。垃圾。藏贝群，史诗品质，使用后获得1群藏贝，数量100。鉴定介绍：藏贝，生活在金海域的贝类，数量稀有，成年个体差不多10米左右。成年后的藏贝打开后会有各种惊喜，据说有人开出过传奇品质的物品。陈平直接来到月牙海，然后使用藏贝群，瞬间100个体型差不多1米大的贝类出现，然后砰砰砰的掉入海中。陈平又去了水系史莱姆的地盘，然后把木系史莱姆放了出来，瞬间100只绿色的史莱姆出现。看着蹦蹦跳跳的史莱姆，陈平刚准备回去，然后就发现水系史莱姆跟木星史莱姆竟然开始打起来了。没错，一边蓝一边绿，现在竟然开着对撞起来了。但水系史莱姆只有90只，明显落了下风。陈平只好把别墅门口的10只水系史莱姆带了回来，这下就势均力敌了。然后陈平看了半天，这真是一堆操作猛如虎，一看伤害，啥也不是，根本没伤害啊。第158章，美人鱼一族抵达。水系史莱姆跟木系史莱姆的战斗，在陈平眼中看来就是团子大乱斗后，不同颜色的团子相互撞来撞去，真是一点伤害也没有啊。陈平看了一会，在确定他们之间谁也奈何不了谁后，就展开龙翼往别墅飞去了。别墅中还有个奖励的巨龙宝箱没开呢。回到沙发，看着桌子上的巨龙宝箱，嘿嘿，不知道这次又能开出啥好东西来。打开宝箱，获得巨龙精血1，龙骑士职业证书1，随机龙岛灵芝1，龙息长枪1。巨龙精血，传说品质，使用后增加100点全属性，并有极低的概率获得巨龙血脉，可强化次数1。看着巨龙精血，这个陈平之前钓到的巨龙宝箱也开到过，就是他有些疑惑，为啥子传说品质的巨龙精血加的属性没有传奇品质的巨龙骨髓加的属性多了？一个100点全属性，一个200点全属性，难道差距在巨龙血脉跟巨龙之躯上？强化，瞬间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巨龙精血，传说品质，使用后增加200点全属性，并有极低的概率获得巨龙血脉，还行，使用掉，全属性又增加200点了，不错。龙骑士职业证书，传奇神级品质，使用后将传送到龙岛中进行职业转职。鉴定介绍：传奇职业龙骑士，因为青年巨龙最低都是传奇级别，所以龙骑士的下限就是传奇品质。如果你好运获得半神级别的巨龙认可，那你就是神级龙骑士了。鉴定建议：多带点巨龙们喜欢的物品，能稍微增加一些成功率。不同的巨龙对应不用的性格，比如火龙就比较暴躁，所以使用前先认真想好自己想要的。看起来很屌的样子啊，看着眼前金色的职业书，陈平自己是用不了的了，先留着吧。至于为啥子不给艾莱伊他们3个使用，那得等他们完成了成年仪式后才能进行转职。好像不对啊，那是他们还是契约精灵的时候的限制。那现在呢？现在他们都已经被世界树优化成世界一族的原初精灵，那现在能不能进行转职？等下去找他们问问看。随机龙岛灵植，使用后获得1株龙岛内的灵植，可强化次数1。银白色的光芒涌现，是白银强化。随机龙岛血银灵植，使用后获得1株龙岛内的血银灵植。鉴定介绍：血银灵植是龙岛特有的灵植，是由银龙们的血液培养而成的特殊灵植，根据灵植的品类不同，培养出来的血银灵植效果也不尽相同。陈平直接使用，获得血银苹果树1。血银苹果树，史诗品质，银龙培养的灵果树，是幼龙们的零食，每10天结1个果实，食用后增加少许潜力，只对龙类有效果。等下就种植在苹果树旁边吧。之后的果子嘛，让胖菊自己去吃就行了。最后一件了，名称：龙息长枪，类别：武器，品质：传奇，效果：力量加200，敏捷加300。效果：龙息投射，对目标投射龙息长枪，造成大范围龙息伤害与贯穿伤害。鉴定介绍：由龙岛特有金属龙晶制造而成的武器，由于制造过程中一直都是使用龙息加热、融化、锻造，使其充分吸收了龙息的力量，每次挥动攻击都能带来龙息的炽热伤害。不错的武器，可以跟龙骑士配套了。OK， 看完了，去种树吧。说完，陈平就起身向外面走去。接下来很快的，苹果树旁边又多了一棵苹果树，虽然这个苹果树的颜色有一点不对劲，整体是银白色的，从树干到树叶都是银白色，
感觉挺好看的。陈平打量了几下，不错，亮闪闪的。来到沙滩椅上，陈平一屁股坐下，然后拿出那3把史诗品质的龙化武器，拿来给幻变升级。10秒过后，幻变升级完成，下次升级要4把史诗品质的了。他现在只有2把，还是2把。滴答滴答滴答，突然海岛警报声不断的在陈平脑海响起，让陈平忍不住直皱眉，然后看向警报的位置。从月牙海口中进来的。陈平立马向月牙海走去，这么多的警报，不像是误入。看来可能是美人鱼们到了，毕竟系统提示是5天之内到达，而不是5天后到达。果然，陈平在海边等了一会，然后就看见一群美人鱼向这边游来了。美人鱼族长，感应到了，契约目标就在前面的岛屿上，都跟上。美人鱼，咦，族长，这个岛屿竟然还有内海眼。美人鱼们看着月牙海口，好奇地讨论起来。美人鱼族长，别大惊小怪了，目标就在里面，一起进去看看我们的契约主人吧，希望是个不错的人。说完，便带着所有美人鱼一起游进入海口。短短几分钟，所有的美人鱼就都游入月牙海了。哇，这里的灵气好充足啊，比我们的族地最鼎盛的时候还好。你们快看，是7彩珊瑚啊，还有10彩珊瑚。我的天啊，这里的好哦，族长，我们以后就住在里了吗？美人鱼们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最前的族长。小美人鱼们倒没说啥，他们第一次游这么远，虽然很累，但看他们的表情，明显乐在其中。美人鱼族长回头看着自己的族人们，他也想啊，这里的环境是真的适合他们居住，但很明显不行啊。他现在可是带着族人去投奔的主人，是这一届的新人，现在大概还是木筏吧。谁能想到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如果早知道，他可能就不会把契约卷轴交给系统拿去卖了。现在说那么多也没用了，还是先过去看看契约主人吧。美人鱼族长，好了，先跟我去见见契约主人吧，这里大概率我们是不会停留的。啊，好可惜啊，美人鱼们遗憾地说道，但还是乖乖地跟在族长后面。第159章100%。很快的，一群美人鱼在美人鱼族长的带领下游到月牙海岸边了，而陈平就在岸边揉着额头。没办法，在没确定是不是美人鱼之前，陈平可不会让警报停下。不过看他们的行动轨迹是向这边来的，看来大概率是美人鱼了。果不其然，之前说过了，月牙海的水质好，清澈度高，一群美人鱼在海底游来，陈平也看得清清楚楚的。果然不愧是美人鱼呢，都是靓女啊！哗啦啦，所有美人鱼在陈平的注视下纷纷冒出海面。陈平粗略一算，大概2000多条吧。既然确定了是美人鱼了，陈平也就把警报给关掉了，1个小时内不会有警报无记录的存在。看着上半身的露出海面的美人鱼们，陈平看向最前面的美人鱼，一看就知道是族长之类的存在。陈平，你们就是过来我契约的那一族的美人鱼了吗？美人鱼族长，没错，我们就是，请问您贵姓？陈平，免贵姓陈。美人鱼族长，陈先生你好，我叫安露拉，是他们耳朵族长。陈平闻言点了点头，安露拉族长，你好。安露拉上下打量了一下陈平，然后问道，陈先生，我们一族既然效忠于你，那么你就是我们的主子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这些契约后他都了解了。安露拉见陈平点头后，便继续问道，那么陈先生，你的木筏位置在哪？我们好早点过去守护您。陈平挠了挠脸蛋，疑惑地说道，木筏位置。安露拉点了点头，微笑道，没错，您应该是来这里探索的吧？探索完后不就要被传送回木筏了吗？我们早点过去，好保护您的木筏呀。陈平闻言这才明白过来，然后笑道，你说这个，那倒不用了，这座岛屿就是我的，而木筏那是以前的事情了。你们现在所在的月牙海就是我专门为你们建造出来的，怎么样，满意吗？安露拉的小脑袋上瞬间冒出了一堆的问号，这不科学啊，这才几天啊，岛屿都出来了。跟一脸困惑的安露拉不同，她身后的美人鱼们一听到这里，竟然是专门为他们建造的。所有的美人鱼瞬间就觉得这一趟爬山涉水的艰苦路程一下就不觉得辛苦了，这么好的居住环境，再多1倍的路程都是值得的。回过神的安露拉一脸震撼地看向陈平，然后问道，陈先生，这是真的吗？见陈平点头后，他也不得不相信了，但这是好事不是？能在他们没来之前就建造好了他们一族的居住地，看来是真的跟对人了呢。陈平瞬间就收到系统提示了，系统，叮，美人鱼一族的忠诚度提升到100%，他们将对你至死不渝，永不背叛。这忠实度让陈平感到无比的意外，他以为最多能增加10%变成90%呢，没想到效果竟然这么好的吗？竟然确定下来了，
陈平便把海岛监测器把所有的美人鱼给记录上去。陈平、安露拉组长，你们一路赶来，肯定也累了，就先去休息一会吧，等明天我们再谈谈。顺便给你介绍一下其他人。安露拉闻言想了想后点了点头，那就谢谢主人了。这一变化，陈平一下子就注意到，然后他笑道：安露拉组长，你们以后叫我岛主就行了，其他人也是这么叫我的。安露拉，岛主。陈平点了点头，笑道：你先去安排一下吧，我先去通知一下其他人，然后明天来这里聚一聚。看到我后面的别墅了吗？明天在哪里集合？安露拉歪头看了一眼陈平身后的别墅，然后点了点头，笑道：清楚了，岛主。陈平，那你就先去安排一下吧，我就先去通知一下其他人。说完，陈平就展开龙翼向世界树的方向飞去了。陆树组长跟利奈菲尔组长他们都在那边。看着飞走的陈平，安露拉不由得捏了捏脸蛋，有点痛。安露拉不由得喃喃道：不可思议，我们这是抱到大腿了吧？成神之姿啊！美人鱼们啊！组长，我们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了吗？对吧？对吧？安露拉闻言点了点头，微笑道：看来我这次的决定还真做对了呢。走吧，下去布置吧，看来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呢。安露拉带着美人鱼们游到最底下的珊瑚群处，然后在周围开始布置起来。要知道他们可是把族内的物品都打包带来了啊，只要稍微布置一下就能住了。月牙海不仅比他们以前的族地大，灵气也充足了上百倍。要知道族地那边只有一小群的五彩珊瑚而已。看着虽然面容上有些憔悴，毕竟赶了差不多快4天的路程了，但他们脸上的笑容让安露拉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组长，你别偷懒哦，快点过来帮忙啊！安露拉闻言笑道：来啦，没我你们就不行了呀，我真是太难了。嘻嘻嘻，对，组长您说的都对，嘿嘿。拍打着龙翼，陈平很快的就来到世界树附近上空了，然后就看到丽娜菲尔组长他们正在使用魔法建造房子呢。周围本来荒凉的土地现在已经是长满了花草树木了，他们现在建造的房子就是各种各样的树屋，而且陈平还看到陆树他们也在帮忙，看来他们相处了还不错嘛。陈平慢慢飞了下去，龙翼拍打造成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他们的注意了。等陈平落地后就被围起来了。丽娜菲尔，陈平小啊不，现在要叫岛主了呢，嘿嘿，岛主归安啊。陈平，丽娜菲尔姐姐，你就不要取笑我了，呵呵。丽娜菲尔，不，这是必要的尊称，毕竟你是岛主，该有的威严还是要有的，知道吗？第160章抵达珊瑚岛。丽娜菲尔虽然笑嘻嘻的，但神情很是认真。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行吧。陈平，对了，丽奈菲尔姐姐，刚才美人鱼一族也到了，明天你跟陆树组长一起来别墅认识一下吧。陆树这时刚好走了过去，便笑道：哈哈，岛主你回来了，都在聊些什么啊？陈平，陆树组长，你来的刚好，明天来别墅，我介绍一下新伙伴给你认识认识。陆树闻言不由得摸了摸胡子，回道：哦豁，新伙伴是什么人啊？陈平，美人鱼一族，我前几天使用的契约卷轴，他们今天刚到。陆树，哦，竟然是美人鱼，不错呀，他们可是大海的宠儿啊，对岛主你以后的帮助会很大的。对了，他们的忠实度多少？90%了没有？陈平笑道：100%了，不错吧，值得信任。陆树闻言有些惊讶，他可是知道100%的忠实度有多难。要知道，就算他们一族跟陈平签订了契约，生死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也只能保证族人们的忠实度90%到95%左右。这还是契约带来的效果影响跟世界树的影响结合起来后才会有这么高的忠实度的，不然最多就80%左右。陆树有些感叹道：这何止是值得信任啊，岛主，100%的忠实度，是你让他们去死，他们都不带一丝犹豫的。要知道，就算是神明的信徒，也只有那些狂信徒以上的信徒，其忠实度才会达到100%的。陈平双手抱胸，100%原来是这么夸张的存在吗？看来这次是占了大便宜了呀。丽娜菲尔，那明天我可要好好跟他们相处了，嘿嘿，毕竟以后就是好姐妹了呀。美人鱼一族，丽娜菲尔也了解不少，他们一族好像没有男性的存在，繁殖都是靠人与卵，他们一族也差不多，没有男性精灵，都靠母树诞生新的生命。他们一族在精灵中也算有些格格不入，就是因为没男性精灵，其他精灵族可不像他们这么单一。不过跟美人鱼一样被称为大海的女儿的，好像还有鲛人一族吧，他们一族好像就有男性，不过听说很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陈平，对了，丽娜菲尔姐姐，你们进化后感觉如何了？丽娜菲尔，非常好呢，从契约精灵转变成原初精灵，优化的实在是太多了，
一时间都没法完全开发潜力出来。陈平闻言点了点头，然后说道：“那你们先忙吧，我回去闲鱼一会儿。”说完，陈平就展开龙翼飞走了，留下一脸懵逼的丽娜菲儿跟陆树。丽娜菲儿，咸鱼？咸鱼一会儿是什么意思？咸鱼不是吃的吗？陆树也是一脸的迷惑。这我也不知道啊，我活了上千年，也就知道咸鱼除了吃之外，好像还有个冰天雪地的国度有用来当临时武器外，其他用途没听说过啊。这时，莉西亚带着艾丽路过，然后听到丽娜菲儿妈妈跟陆树大叔的话后，立马停了下来，然后双手叉腰想了想。接着，莉西亚一脸兴奋地拉起艾丽，就向丽娜菲儿飞去。丽娜菲儿妈妈，莉西亚知道陈平哥哥说的咸鱼是什么哦。看着飞过来的莉西亚，丽娜菲儿捏了捏她的小脸蛋，然后微笑地说道：“那莉西亚你说说看是什么意思啊？”飞在空中的莉西亚双手叉腰，自信地喊道：“咸鱼就是躺平的意思。”哦，莉西亚这一说，丽娜菲儿跟陆树立马就懂了，合着咸鱼就是偷懒的意思呗。看着一脸兴奋的莉西亚，丽娜菲儿笑道：“哦，躺平啊？那莉西亚知道躺平是什么意思吗？”双手叉腰，脸蛋满是得意神情的莉西亚一听，想着小眉头都皱起来，然后看着丽娜菲儿大声的回道：“莉西亚不知道哦。啊，艾丽，我们走，不理会丽娜菲儿妈妈了。”哼！说完，莉西亚拉着艾丽立马跑路了。丽娜菲儿无奈的摇了摇头，然后向陆树说道：“让你见笑了。”陆树摸着胡子笑道：“哎呀，这有什么好见笑的？莉西亚这么可爱，跟我女儿小时候一模一样，都是这么活泼。”哈哈哈。回到别墅后，陈平伸了一下懒腰，先去自动贩卖机中买了几瓶饮料，然后来到沙发上，一边喝一边吃小零食，好不自在。就是没有电视跟手机，有些无聊，只能选择打开聊天频道来打发时间了。一打开，陈平就看到了安娜的回复了。安娜，福勒斯菲，谢谢陈平大佬告诉了杰克的消息，谢谢。啊，对了，陈平大佬，我平时很安静的，很文静的，聊天频道中的话，只是我在练习怎么强大起来保护自己的。没错，就是这样子的。那个陈平大佬，你没跟杰克讲过吧？陈平大佬，您倒是回复一下。嘿嘿嘿，陈平大佬，杰克的信我看了。我的杰克，安娜也好想你的呀。后面还有一大堆，陈平果断关掉，然后查看聊天频道起来，然后就看到安娜在聊天频道上炫耀她的杰克，顺便狂喷这个区的杰克。看着陈平一阵汗颜啊。不过安娜炫耀的只是杰克的信件，上面写满了对他的思念，除此之外，杰克给他的东西，他是一个也没拿出炫耀。这样看来，也不怪杰克那么喜欢他了。正在聊天频道潜水的陈平突然收到了系统提示，系统已抵达珊瑚岛。陈平关掉聊天频道，看了一下系统提示后，他就向外走去了。然后飞在空中的陈平一脸茫然地看着周围空荡荡的海域，珊瑚岛呢？不是说到了吗？难不成在海底不成？陈平慢慢地飞了下去，站在月牙海的海口处，看着外面大海，可能性很高啊，毕竟珊瑚嘛，肯定不能离开海水，露出了吧。第161章海底珊瑚岛。看着海面，也不知道珊瑚岛在海底多深的位置。下去看看吧。陈平一头扎入海中，直接往下潜。潜入海中后，陈平有些惊讶地发现，海底的光线很充足，周围完全看得清。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后，随后就开始寻找珊瑚岛了。很快的，陈平就看到珊瑚岛了，就在岛屿的正下方，大概几百米的深度。既然看到珊瑚岛了，那陈平就直接往珊瑚岛游去。几百米的深度，陈平很快的就潜下来了。看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珊瑚，陈平摸了摸下巴，也不知道珊瑚岛中能获得啥。很快的，陈平就到了。系统叮，恭喜求生者来珊瑚岛。系统叮，珊瑚岛内有无数品种的珊瑚，入岛者可以随便选择一种珊瑚带走。系统叮，珊瑚岛上的珊瑚品质皆是未知，只有带着岛外才会显示品质。系统叮，一座珊瑚岛只能容纳10人探索。陈平摸了摸下巴，10个人啊，那如果叫上美人鱼们，是不是就能收获10份珊瑚了？但陈平不知道，如果离开珊瑚岛，珊瑚岛会不会消失，所以自己就不能直接离开的了。不过还好距离不算远，他可能通过契约跟安露拉联系。正在安排族人们建设的安露拉突然停了下来，让正在根据族长指示干活的美人鱼们都疑惑地停了下来，纷纷看了过去，发现族长好像在跟人对话。接着他们便看到族长游过来了。安露拉、李利亚、菲西斯，你们几个跟我来。说完，安露拉就带着他们向外游去，准备跟陈平会合。美人鱼的速度在水中那可是相当的快，所以很快的就出了月牙海口，进入无尽之海之中了。然后安露拉立马带着他们向下游去，很快的就看到珊瑚岛了，也见到了正在四处打量珊瑚的陈平。安露拉立马带着众人游了过去。一看到珊瑚岛，安露拉瞬间就明白
为什么陈平要叫他带人过来了？珊瑚岛身为美人鱼，谁不知道？要知道，4大美人鱼帝国的居住环境可都是在珊瑚岛中获得的珊瑚改造出来的，不然哪来的天然大群灵气珊瑚群给他们建造帝国？陈平在手中可开不了口，只能通过契约跟安露拉说明一下情况，然后让他们都去找珊瑚去。毕竟珊瑚基本都是安置在月牙海之中的。珊瑚岛啊，只要是美人鱼就基本都了解过，但基本大多数的美人鱼是没见过珊瑚岛长啥样子的。不过他们现在知道，遍地都是珊瑚啊，而且还都是灵气珊瑚，而不是普通珊瑚。毕竟一进来，他们就收到的珊瑚岛的规矩了。美人鱼们虽然很是激动，但还是安安静静的等待族长跟岛主交谈。跟安露拉交代一下后，陈平就让他们自主行动了。看着分散开的美人鱼们，陈平欣慰的点了点头，嘿嘿，直接获得10个珊瑚群，赚妈了呀！憋气憋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了，陈平也感觉快不行了，得上去喘口气才行啊。就在陈平要往上游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不是有个鲛人的耳环吗？可以变成白板的鲛人，现在不就可以使用看看了吗？传说中的鲛人啊，陈平还是看过不少鲛人的传说的，好奇啊，也不知道有没有他这么帅。想到这，陈平立马发动了鲛人的耳环的效果。陈平打开人物装备面板看了一下，没错呀，已经显示变身完成了，但好像啥变化也没有啊。咦？陈平这时才发现，他现在好像可以自由的呼吸了，而且也可以说话。那他现在也有鱼尾了吧？想到这，陈平便低头往下看去，一条淡青色的鱼尾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就是陈平还发现了，一对小山峰。陈平看着雪白的双手，陷入了沉思。这时，几丝青发飘荡到他眼前，打断了陈平的沉思，让他不自觉地理了理头发。他就不懂，鲛人难道没有男性吗？为啥他变成女性鲛人了？还好身上穿着鲛绡纱做成的衣服，不然就要变成付费内容了。先找珊瑚吧，反正出了海水，回岛上就能变回来了。变成鲛人，速度瞬间翻了几倍不止，而且视野也比人类时好太多了。感叹了一下后，陈平便专心寻找珊瑚起来。虽然所有珊瑚看起来都差不多就是了，但还是有差别的。至少陈平就知道彩色珊瑚的区别，可以用颜色的多少来分别品质的高低。所以很快的陈平就开始仔细的观察起来了。咦，鲛人？安露拉一脸困惑的看着远处游来游去的鲛人，但让他感到疑惑的是，他能从那鲛人身上感受到契约的联系。所以这鲛人是岛主变的，岛主是人类，这是安露拉100%确定的。所以是什么道具变化而成的鲛人跟真的一样？如果不是契约联系，他也猜不出来这鲛人竟然会是岛主。好奇啊，安露拉直接向陈平游了过去。安露拉族长，有什么事吗？陈平看着游过来的安露拉，疑惑地问道。安露拉，没什么，就是有些好奇罢了。看着一脸好奇的安露拉，陈平白了他一眼，然后说道：好奇什么？还不快点去找珊瑚？说完后，陈平就一个甩尾，快速离开了这里，向中心游去。安露拉比我都好看呢，果然不愧是女性鲛人啊。没错，女性鲛人的颜值平均线在美人鱼之上。摇了摇头，安露拉又继续找起珊瑚了。陈平很快的就游动到珊瑚岛中心了，让他惊讶的是，这里的珊瑚好像都比较小，好像都是新生的珊瑚。怪不得越外面的珊瑚越大呢，看来成长到最后的珊瑚会被挤出珊瑚岛了。小珊瑚也不错，陈平开始在周围寻找起来。这里的珊瑚虽小，但该有的颜色是应有尽有啊。第162章黑魂珊瑚。在中心游荡了一会，仔细的找了找新生的珊瑚，然后陈平发现了一株较为特殊的珊瑚。在这个珊瑚岛中，就这一株珊瑚是单色的，在周围五颜六色的珊瑚中显得有点显眼。陈平看着眼前的黑色珊瑚，没错，让陈平注意到它，就是因为黑色的外表看起来很神秘。但他拿不准这珊瑚的品质，毕竟血珊瑚也是单色的珊瑚啊，但才蓝色品质而已，只能净化水质，不会产生灵气。想了想后，陈平还是打算选择这黑色珊瑚，反正有安露拉他们，少一株跟多一株也没啥影响。获得黑魂珊瑚，这名字看起来很吊的样子。选择好后，陈平就直接向上游去了。等他出了珊瑚岛后，整个珊瑚岛开始缓慢消失。原来美人鱼们早就选择好珊瑚了，而陈平是最慢的一个。美人鱼们在看到一条鲛人冲出珊瑚岛，都是一脸疑惑，奇怪，岛主呢？陈平很快的就游到美人鱼们前面了。安露拉，岛主，你选择了珊瑚是什么品质的呀？安露拉身后的美人鱼们纷纷惊讶了起来，然后不可思议的讨论了起来。岛主啊，岛主不是人类吗？这鲛人是岛主？哦，好美丽啊。对啊，真好看，我决定了，
族长以后就不是我老婆了，岛主才是，嘿嘿嘿。啊，优娜，你又在痴心妄想了。优娜哼了一下，然后说道：怎么？难道你们心中没这么想过？哼哼，咱们谁不是颜控？不然怎么会推荐安露拉做族长？还不是她最好看。虽然族长也我们之中最强大就是了，我们就心中想想，就优娜你胆大，敢说出来。其他美人鱼们不再理会优娜，而是双眼发亮地看着陈平，有的美人鱼已经开始偷偷使用魔法录下来了。陈平看了一下安露拉手中的珊瑚，是石彩珊瑚，不错呀，果然不愧是美人鱼，对珊瑚熟悉吗？陈平也把他的黑色珊瑚拿了出来，安露拉好奇地打量了一下，然后有些不确定地说道：安露拉，黑魂珊瑚。陈平，安露拉族长，你认识这珊瑚？安露拉，还真的是黑魂珊瑚啊，厉害！岛主你这运气真是好的不可思议啊！黑魂珊瑚是传说品质的珊瑚，它不会净化水质，也不会产生灵气，但它会长出魂珠，能增强灵魂，是极其稀有的珊瑚品种。据说4大美人鱼帝国中的黑魂帝国就是在一处黑魂珊瑚群中建立起来的，不过没人见到过黑魂珊瑚就是了。不过皇室经常拿出魂珠来交易，可信度还是挺高的。陈平闻言，好奇地打量着黑魂珊瑚，这么吊的吗？鉴定看看。黑魂珊瑚传说品质，成年后的黑魂珊瑚会长出魂珠，吸收魂珠能增强一丝灵魂强度。鉴定介绍，黑魂珊瑚因为魂珠的缘故，必须生长在灵气特别充足的海域，不然它将和普通的珊瑚没两样。厉害，看来还真是捡到宝了，呵呵。陈平把黑魂珊瑚的鉴定结果展示给安露拉看，顺便把黑魂珊瑚也递给他，毕竟黑魂珊瑚的生长地也只能是在月牙海中了，让安露拉来安置就行了，毕竟这东西美人鱼们可比陈平专业多了。看完鉴定结果的安露拉接过黑魂珊瑚，然后感叹道：还好岛主你给我看了鉴定介绍，不然我肯定会把黑魂珊瑚跟其他珊瑚分开的。陈平，回去吧。说完，陈平便往海面游去，安露拉等人立马跟了上去。很快的，他们就冒出海面，向月牙海口处游去了。回到月牙海，安露拉立马安排起来，把所有的珊瑚都安置下来。他们拿的都是成长起来的珊瑚，所有已经可以产出灵气了。没错，他们选择的都是彩色珊瑚，从1色到10色，这是他们这一族最为熟悉的珊瑚品种了。不过，除了族长安露拉，他们找到的品质就低了不少，但也有7彩8彩的颜色。陈平也跟了过去，顺便把岛屿的捏造权利开放给安露拉，让她也能捏造岛屿的地形。安露拉接收到捏造效果的时候，惊叹了一下，然后就立马捏造起来了。她要给黑魂珊瑚捏造个最为合适的地形出来，因为安露拉本来是想找出一处比较低的地势，然后把黑魂珊瑚安置在那里。现在有了捏造能力，就不用那么麻烦了，自己造就行了。为啥要较低的地势呢？因为这次带回来的灵气珊瑚多了，安露拉100%能肯定，月牙海中的灵气100%会超标，而灵气超标会出现灵气液体化，而液体化的灵气可比海水重，所以他要捏造个地形，把液体化的灵气引进去，用来供养黑魂珊瑚。有了捏造权利的安露拉，很快的就捏造出满意的地形了，然后把彩色珊瑚都安置下去后，再小心翼翼的把黑魂珊瑚安放了下去。看着眼前的地形，不错，非常满意。以后黑魂珊瑚开始长出魂珠了，掉落下来后就汇聚在这里，方便以后拿取。魂珠完成后是会自动脱落的，所以安露拉才会这样设计。大致的地貌其实就是湖中岛那样，而湖水嘛，当然是液体化的灵气了。布置完毕后，安露拉就回去找陈平了，然后他就看到了身上爬满了小美人鱼的陈平了。看到这一幕，安露拉也不感到意外，毕竟美人鱼一族都是颜控，而变成鲛人的岛主可比他还美上几分啊，能不招小美人鱼们的喜爱吗？陈平一脸无奈地看着周围的小美人鱼们，他本来是好好的跟着安露拉身后的，结果在中途突然被小美人鱼们给缠上了，而小美人鱼们说的全都是虎狼之词啊！啊，姐姐，你好美哦，好好看哦！哦，姐姐，看我，摸摸我！姐姐，姐姐，你是新来的吗？要不要来我家住啊？我家大哦！啊，姐姐，长大后我娶你好不好啊？啊，姐姐，求抱抱哦！亲亲也可以哦。第163章，雷霆一族族长猛加。看到安露拉回来后，陈平立马喊道：看，安露拉族长回来了！一听到安露拉族长，小美人鱼们下意识的就站好起来，看来族长还是有威慑力的。看着终于放开他的小美人鱼们，陈平鱼尾一甩，瞬间就向别墅的方向冲去，这里太可怕了。虽然小美人鱼们很可爱很萌，但鲛人形态下的陈平表示承受不起啊。来到岸边后，陈平下意识的就想站起来，可惜下一秒啪的一下直接砸在沙滩上。陈平看着鱼尾挠了挠脸蛋，忘了变回了，呵呵。陈平立马取消鲛人之躯的效果，
一下子就从鲛人美女变回大帅哥了。呼，这感觉还挺奇特的。不过体验一次就够了。看着被海水打湿的衣服，陈平直接选择回去洗澡。洗完澡，换了一身衣服后，陈平一脸清爽地走出别墅，向自动贩卖机走去，然后投了几枚金币，买了几瓶饮料，然后再次做烧烤起来。因为陈平感觉肚子有点饿了。吃饱喝足后，陈平就招出飞行毛毯，然后慢悠悠地向世界树飞去。系统丁，求生者偶遇海盗岛屿。系统丁，海盗岛屿内有大量海盗，也有大量的海盗宝藏，是否前往海盗岛屿？系统是否？陈平看了一眼系统提示，然后操控飞行毛毯往上飞。很快的，他就在西南方向看到一座岛屿了，不大，至少没他的神岛之星大。陈平直接选择前往海盗岛屿，送上门的宝藏，为啥子不要？陈平看了一下距离，差不多10几分钟就能到达了，立马收起飞行毛毯，然后展开龙翼向世界树飞去。这次的攻打海盗岛，陈平并不打算亲自出手，而是准备交给陆树他们。没错，陈平要看看世界一族的战斗力，他现在就知道陆树这么一个半神级别的强者而已，其他人的实力如何，他是一点都不知道。使用龙翼，那速度就快了，所以陈平很快的就来到世界树周围了，然后开启寻找陆树。一下子就看到人了，毕竟是族长嘛，有点忙是正常的。陈平直接飞了下去。陆树，岛主，有事找我吗？看着飞下来的陈平，陆树笑道。陈平笑道，对啊。陆树，还真有事啊。呵呵，岛主你尽管吩咐。陈平，我们现正在朝一座海盗岛屿前进，岛上有大量的海盗跟宝藏，我想让世界一族前去剿灭，所以想让陆树族长你来安排一下。陆树闻言摸了摸胡子，然后看向海盗岛屿的方向，看了一会后，他才说道，数量还挺多。嘿嘿，那岛主，我这就去安排一下。你是跟我一起，还是？陈平笑道，我跟你一起吧，正好能认识一下，毕竟世界一族内也有10几个种族呢。陆树笑道，那岛主坐我背上吧，我带你过去。陈平闻言摇了摇头，开玩笑，你背上的披风都是刺，坐上去不得被扎几个口子。陈平，不用那么麻烦，我们直接飞过去就行了。陆树族长你前面带路吧。陆树，也行，那我们出发吧。陆树摸着胡子说道，到了，这里就是雷霆一族的居住地了，岛主我们下去。两人立马飞了下去。陆树介绍道，雷霆一族，他们天生掌握雷霆之力，是天生的战斗种族，在以前的世界一族内，战斗力也是前50的存在，而现在嘛，他们的战斗力能排进前5名。陈平闻言好奇地问道，那很厉害了啊，他们的族长实力如何？陆树，差一步就能成为半神了吧，但这一步已经卡了他上千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跨过去。陈平，这么厉害，那比他强的4族内都有半神的存在咯。陆树闻言摇了摇头，说道，并没有，现在整个世界一族其实就我一位半神而已，其他的基本都差一步，我也是因为守护世界契约卷轴，感受上面的世界气息，才侥幸突破的。陈平闻言皱眉道，突破到半神，这么难的吗？陆树闻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因人而异吧，有些人突破快，有些人是一辈子都无法突破，这完全看人。到了，我这就叫蒙家集合族人，有架打，他们一族绝对会很高兴的，毕竟他们一族比较好斗。陈平闻言点了点头。陆树直接来到蒙家居住的门口，然后喊道，蒙家，出来，有事找你。砰砰砰，一阵震动感跟震动声响传了过来。蒙家，哈哈哈哈！陆树，你这是答应我的挑战了吗？人未到，声先到。接着，一只巨大的斗牛犬出现在陈平的视野之中。蒙家大笑道，来来来，陆树，快说，我们去哪里打？陆树摇了摇头，然后笑道，谁说要跟你打架了？蒙家，不打架，你爱干嘛？蒙基一屁股坐下，然后吐着舌头看着陆树。陆树没问道，而是向陈平介绍道，岛主，这位就是雷霆一族的族长蒙家。蒙家，这位就是我们的岛主了。蒙家这次看向陈平，笑道，岛主你好啊，哈哈，以后有什么打架的事情，尽管吩咐我们雷霆一族。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虽然蒙家长得像斗牛犬，但他身上时不时的闪过一丝闪电，一看就非凡无比。陈平笑道，是这样的，蒙家，我们现在正向一座海盗岛屿前进，我想让你带头攻下那座岛屿。蒙家，咦，有架打呀，那感情好啊，哈哈，岛主你等一下，我召集一下族人。只见蒙家大吸一口气，然后仰天大声吼道，汪汪汪汪汪，这声音真是震耳欲聋啊，就是陈平一脸懵逼，这还真的是斗牛犬啊。第164章
轻松碾压。随着猛家的一声仰天狂汪，瞬间远处立马就传来了奔跑声，汪汪汪汪汪！一群体型巨大的斗牛犬奔跑而来，然后停在猛家的身后，开始嚷嚷起来。随后，一只黑色的斗牛犬走了出，然后喊道：“族长，那里有架打，快点带我们过去啊！”猛家，急什么呀？猛急，还没到呢，等下有你们打的。猛家说完后，便开始介绍起陈平来的。这位就是岛主了，你们都给我记住岛主的气息，知道吗？陈平，呵呵，你们好。汪汪，岛主你好啊，以后有打架的事情尽管吩咐啊。对对对，岛主，杀人放火什么的，我最在行了，我叫猛火，岛主记得多叫我啊。岛主，我叫猛辣，也记得多叫我啊。猛家，行了，都给我坐好，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这时系统提示到达海盗岛屿了。陈平，猛家族长，我们到了，你现在可以带领族人们出发了。猛家，哦，到了吗？哈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岛主，你要一起去吗？也好看看我族人们的英勇身姿啊。陈平肯定是要跟你的，别的不说，那些宝藏总要收入宝藏室的，他的个人空间好拿好放嘛。陈平点了点头，笑道：“我肯定也是要过去的。”猛家，那我们就出发吧，小的们跟我上。喊完，猛家就直接向海盗岛屿的方向跑去了，身后的斗牛犬们齐齐跟了上去。飞在空中的陈平看着下面奔跑中的斗牛犬们，这一下他理解他们为啥叫雷霆一族，他们跑起来一路火花带闪电啊，跟闪电在跑似的。陈平向一旁的陆树问道：“猛家他们的一族的能力都是雷电之类的能力吗？”陆树摸着胡子笑道：“没错，猛家他们雷霆一族跟以前的雷霆咆哮一族都是世界一族中少有的天生掌控雷电的种族，破坏力很强大。”陈平，雷霆咆哮一族？陆树，他们在几百年前就离开了祖地，最后好像是投靠雷系神明了。哎，陆树无奈地叹了口气。陈平看他这样，也就没再多问了。一路火花带闪电的斗牛犬们很快的就来到海边了，看着对面的海盗岛屿，想也不想的直接冲了过去，简直兴奋至极呀！在空中的陈平发现对面的海盗好像正在准备船只，看来他们也想过来探索呀。看了眼正在海面上奔跑的斗牛犬们，他们该不会直接冲撞过去吧？果然，停靠在岸边的海盗船瞬间就被猛家他们给撞成了碎片，连带着那些海盗也惨遭践踏而亡。毕竟猛家他们一族的人数也不少，7、8千只呢。更别说这次他们是全族出动，除了那些幼儿，还有一些照顾幼儿的族人外。陈平跟陆树也从空中飞了下去，而海岸边上的海盗也开始组织起来，开始反击了。陈平看了一下，海岸边上的海盗数量不少，上万是有的了，等级也不算低。普通海盗在50级到70级，精英海盗则是70级到80级之间，还有一些队长之类的，等级基本都是80级到90级。看来这个海盗岛屿的海盗实力很强劲啊。不过可惜，身为世界一族的猛家他们更加强大，族长猛家就不用说了，差一步就能突破为半神的存在，陈平都不知道他的等级是多少。而他的族人，陈平虽然没了解，但想必吊打这些海盗还是绰绰有余的吧。没看到陆树一脸乐呵呵的看着吗？果不其然，海盗们组织的反击队伍在猛吉他们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队形什么的一下子就被冲散了。看着在海盗群中嘎嘎乱杀的斗牛犬们，陈平直接就放心了。陈平跟陆树来到一旁看着的猛家身旁，陈平笑道：“猛家族长，你之前不是想打架的吗？现在怎么不上啦？”猛家郁闷的说道：“这些海盗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提不起劲啊。”在猛家看来，这些海盗就没有能入他眼的存在，就算是那些8、9、10级的队长级别海盗，也是抵不过他的一击，所以他完全提不起劲。陈平，应该还有更加强大的海盗船长之类的存在，说不定还有海盗王呢，到时候你再看看吧。猛家，希望吧，要是没有，陆树你非得跟我打一架才行啊。陆树无奈的翻了翻白眼，回道：“何必呢？你又打不过我，我还不能太过于用力，不得劲的很，所以我拒绝。”猛家啊，怎么能这样？汪汪！猛家失落的喊道。陈平好笑的摇了摇头，然后说道：“猛家，我跟陆树准备去找宝藏去，你呢？是跟我们一起，还是在这看着？”猛家，我要在这里看着，有几只小崽子才刚成年，我得盯着点，以免发生意外情况。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行吧，那我们就先走了。猛家向陈平跟陆树点了点头，然后便看向战场了，主要是那几只刚成年的小崽子。陈平向陆树说道：“陆树族长，接下来就靠你了。”陆树笑道：“哈哈，放心吧，用神念扫描，很容易就找到那些宝藏的位置的。”陈平笑道：“就是感觉有些大材小用的。”呵呵。陆树却摇了摇头，回道：“这用什么？
我待在岛屿上也没啥事情可干，那才是真正的大材小用。对我们来说，凡是能增强岛主你跟岛屿的事情，那就都不是什么小事。所以啊，岛主，你可以尽情的吩咐我们，不要担心什么大材小用之类。陈平闻言无奈的说道：可是现在基本就用不到你们啊，除非想这样，遇到岛屿你们才能派上用场。那些副本之类的，我难道还能带你们进去不成？陆树笑道：哈哈，我都差点忘了，岛主你还没度过新手期，等过了新手期，我们就能派上用场了。第165章，除遍整个岛屿。陈平，怎么说？陆树，这个不好说，得要岛主你度过新手期后才能说明。我现在就算说出来，也会被系统限制住，岛主你也听不到的。我说几句你就知道了。陈平听着一阵迷糊，这都是啥呀？看着一脸懵逼的陈平，陆树笑道：对吧？是不是一点内容都听不到？陈平迷茫的点了点头，看陆树的口型，说的话应该很正常的吧，但是发出来的声音好像被特殊处理过似的，完全不是人能听得懂的。陆树笑道：哈哈，岛主不用过于纠结，现在想那些也没用。陈平揉了揉额头，也对，现在还是以找宝藏为主。陈平，那就麻烦陆树组长你了。陆树点了点头，然后就开始带着陈平向最近的宝藏位置飞去。很快的，两人就来到第一处宝藏库了，下面还有不少的精英海盗在巡逻，都不用陈平动手，陆树的脚轻轻地跺一下地面，瞬间周围的海盗就被地面上突然冒出来的藤蔓拖下地底了。陈平倒是不怎么惊讶，毕竟陆树可是半神，他可是打算等这个岛屿上的财宝都收起来后，直接让陆树毁掉整个岛屿的。陆树随手解决了海盗后，便带着陈平向宝藏室走去。这是一间明面上的宝藏室，但里面的财宝也比他自己的宝藏室多得多。陈平把财宝都收入个人空间内，然后继续向下一个宝藏位置进发。在空中，陈平还看到了许多海盗正向海边的方向赶去，看来是过去支援的了，其中还有不少的副船长，等级竟然超过了90级。陈平、陆树组长、猛家组长他们没问题吧？陆树瞥了一眼下面的海盗，然后笑道：岛主不用担心，猛家他们一族只要一成年，等级就会到达90级以上，如果吃得好的，等级甚至超过100级呢。所以啊，下面那些海盗去再多也送菜。陈平闻言点了点头，刚成年就这么掉，那的确不用多加担心了。对了，陆树组长，等级最高多少级啊？100应该不是满级吧？陆树，等级的上限啊，这个不好说啊，但我见过等级最高的好像是400多级吧。是个老家伙。陈平闻言惊讶道：400多级，那得多厉害？那猛家组长的等级多少？陆树，猛家啊，那家伙的等级我也不清楚，他差一步就能成为半神了，等级的话大概应该满级了吧。陈平，咦，陆树组长你是半神？难道半神没有等级划分的吗？陆树摇了摇头，摸着胡子说道：半神并有等级划分，我现在这个阶段就要积累法则的感悟，争取成为神明。哈哈，这些对岛主你来说还太早了点。到了，我们下去吧。接下来陈平跟陆树便快速的赶路，收起财宝，然后继续赶路，收起财宝。猛家蹲坐着看着族人们兴奋的跟海盗们厮杀，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还不错的游戏，但对海盗来说就是要命的屠宰场了。看到那些前来支援的海盗，猛家面无表情的看着，毕竟不管海盗来多少，都是过来送菜。这些海盗们的实力对这片海域来说可能很强悍，是个大势力之类的，但对于他们而言也就是那样。就按等级来说，海盗们最高的等级也就100级左右而已，但对他们来说100才刚起步而已。现在他的族人们已经开始推进了，留下满是血肉模糊的血色海滩。雷霆一族的斗牛犬们现在开始顺着海盗支援的方向推进起来了，因为后面的海滩上现在是一个敌人也没留下。很快的，带队前来支援的海盗队伍就惨遭杀戮了，他们绝望地发现，他们的攻击对这些狗一点作用都没有，连一点痕迹都不能留下，那看似软趴趴的毛皮，结果坚韧无比，海盗的武器根本破不了防。除了那些手持史诗品质海盗长刀的副船长们，他们的武器倒可以破防，虽然只是刺入了一点皮肉，但也是破防了不是？前来支援的海盗很快的就被解决完了。汪汪汪汪汪！那几只刚成年的斗牛犬兴奋的狂吼，而那些成年已久的斗牛犬们倒是一脸的平静，这场面完全是小儿科，对他们来说连热身都算不上。猛吉组长，打完了，接下来呢？猛家分成几队，然后各自出现玩吧。对了，照看好那几个小崽子啊。汪汪！好，出发出发！很快的，几千只斗牛犬就分成上百个小队四处散开了。猛家无聊的打了个哈欠，他还以为敌人是跟以前的那些一样强大，结果就这。也是啊，他们现在已经不在祖地了。
新手区这边被限制的太严重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无聊的一批。无聊的猛家直接都开始打盹起来了，打了个哈欠后，找了块干净的地方，然后趴下了睡觉了。陈平跟陆树已经把整个岛屿的宝藏都基本弄到手了，只剩下几个最远的宝藏，他们现在赶过去。一路上海盗还是源源不断的，真不知道这座岛屿上到底生活了多少的海盗。陈平，对了，陆树，我一直很郁闷，新手期的等级限制是49级，到为啥我老是遇到超出等级上限的存在？妈，虽然他们的属性比不上我就是了。陆树，岛主，你是不是获得了开荒者的称号了？陈平点了点，没错。难道跟开荒者有关？陆树，那就没错了。岛主，你既然获得了开荒者称号，那么你的难度将会是其他求生者的几倍到10几倍不止。陈平，第166章半神的伟力。陈平，我操！这么说来，从我获得称号开始，我的难度就比别人强上几倍不止了。陆树，没错。陈平，虽然称号效果很不错，但这也太不公平了点吧？感情我一直都是地狱级别的难度啊！陈平郁闷起来了，要不是他有挂，早嗝屁了好吗？虽然开荒者称号能让他的属性翻倍，但那也要他自身的属性够高啊。陆树笑道，获得称号的人的确比其他人的难度高，但如果成功度过新手期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一飞冲天了。每一届的开荒者拥有者，只要是活过新手期的，现在最差的那位也是半神级别的存在了，而最强的那位现在已经是站在顶端的主神了。陈平，这么屌？这么说，主神就是最强大的存在了？陆树摇了摇头，不是，最强的存在应该是求生游戏意识，只不过他很是规矩罢了，基本上不露面的，至少我是没见到过他。求生游戏意识啊！陈平想起在彩蛋岛时跟他沟通过，虽然没感觉到任何的压迫感，但在知道他要去整顿那些搞小动作的神明的举动，就能知道人家多掉了。也是，毕竟这里可是他的世界。陆树，到了，这是最后一个藏宝地了，岛主。陈平，这些海盗可真会藏啊，足足藏了23个宝藏点。这要是我一个人找的话，感觉不把整个岛屿都给挖个遍，根本找不到这些宝藏啊。把最后的宝藏收起来后，陈平觉得这些财宝都放入宝藏室内的话，至少能把宝藏室的品质提升到传奇级别了吧。毕竟这次的金银珠宝实在是太多了。陈平跟陆树在收掉最后的宝藏后，就开始向猛家的位置飞去了。他们要让猛家把族人们都召集回来。陈平可是打算让陆树把整个岛屿都给毁掉的，这对半神来说并不难。很快的，他们就看到猛家，他正在睡觉，而且他周围还围着一些海盗，正拿着武器攻击他呢。就是那些海盗完全破不了他的防御，其中还有几个海盗船长手上拿着稀有史诗品质的武器，但还是破不了防，连皮毛都砍不掉一根。虽然斗牛犬本身的皮毛很短就是了。似乎是感受到陈平跟陆树他们的到来，猛家睁开双眼，然后站了起来。打了哈欠后，猛家浑身抖动了起来，一下子就把那些爬上他背上的海盗给抖下来了。看着这些给他按摩的海盗，他直接一口雷霆喷了过去，瞬间淹没了所有的海盗，包括那3名100级的海盗船长。大范围的雷电连猛家本身都被波及到了，但他一点事都没有，那些雷电直接被他的皮毛给吸收了，而那些海盗嘛，直接被电成灰了。摇了摇头，猛家走出雷霆区域，他那一口至少要几分钟后，那些雷霆才会消失。猛家，岛主，你们的事情忙完了吗？陈平点了点，然后说道，猛家族长，你现在可以把族人们召唤回来了，我准备让陆树族长毁了这座岛屿。猛家闻言看了陆树一眼，然后猛吸一口气，之后仰天长汪。猛家，汪汪汪汪汪！巨大的肺活量使猛家的声音传遍整座岛屿，连正在神岛之心建造房子的精灵们都听到见了。海盗岛屿上正在玩抓老鼠游戏的斗牛犬们听到猛家的召唤后，纷纷向他的位置跑去。猛家，好了，我们等10几分钟，他们应该就差不多都回来了。陈平点了点头，快10几分钟跟慢慢10几分钟都行，反正陆树击毁这座岛屿只要1击而已，这是他自己说的。很快的就有斗牛犬回来了，10几分钟后，所有的雷霆一族全部到齐，猛家点了一遍后就准备带着他们回去了。没办法，陆树又不跟他打，留下来没毛用，还不如回去睡觉呢。猛家带头自己侧海奔腾，几千只斗牛犬化成一道道闪电向神岛之心跑去，区区1000米的海域距离，几秒就跑过去了。猛家都带族人们回去，陈平便展开龙翼跟陆树一起飞上高空，他想看看身为半神的陆树是怎么一击毁掉这座岛屿的。陈平，这个距离可以了吧？陆树点了点头，笑道，可以了，那我就攻击了。陈平点了点头，然后双眼发亮地看着陆树。只见陆树手中出现一把绿色光芒，组成了长弓，随后他一拉弓，瞬间一支翠绿色的光剑出现。
随后，只见陆树直接把光剑射向海盗岛屿中心，瞬间光剑直接没入岛屿之内。下一秒，无数的巨大的藤蔓拔地而起。破地而起的藤蔓并不是生长在地面上，而是把整个岛屿的土地都直接捣碎。很快的，整座岛屿就支离破碎，沉入海底了。短短1分钟不到的时间，整座海盗岛屿就被巨大的藤蔓所代替，而陈平也就收到系统的提示了。系统，恭喜你毁灭了一座岛屿，获得岛屿碎片5、岛屿宝箱1。系统，检测到海盗岛屿上的海盗全部死亡，你获得海盗王宝箱2柱，等级差异过大，海盗无掉落。系统，检测等级已经到达新手7上限，多余经验清零，以后获得经验值将储存起来。连续3道系统提示响起，但陈平根本没看，他现在正一脸呆滞地望着那些巨大的藤蔓呢。这就是半神的伟力，就一击就直接毁灭掉一座1000平方千米的岛屿了。卧了个槽，还好那只死亡古龙死去的时间够久，不然他只要保存有1/10的力量，都能把他们几个给捏死吧。还好他有幻变，能使用胜利来击碎龙骨，不然的话，他们可能都要葬送在龙坠岛之中了。陈平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还好没汗，看来以后只要面对半神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半神的存在是他现在是拍马也跟不上的，还是得好好发育才行啊。第167章浮空岛。陈平看着海面上不断扭动的藤蔓，向一旁的陆树问道：陈平，陆树族长，这应该不是你的全力一击吧？陆树摸了摸胡子笑道：还行，用了1分力。陈平，厉害，那些藤蔓会枯萎死去吗？这一点陈平挺好奇。陆树，肯定会啊，大概上百年后，这些藤蔓就会完全枯萎了。上百年？我操，到那时候这里都变成岛屿了吧？果然，半神都如此恐怖了，那神明不是更加变态？真是越想越觉得恐怖啊！又看了一会后，陈平就飞回去了。走了，回去吧。在路过世界树后，陆树就拜别了陈平，往下飞去了。而陈平则是直接飞回别墅。回来后，陈平先是去把从海岛岛屿获得的金银财宝都放入宝藏室内。他并不担心宝藏室放不下，要知道宝藏室内的财宝越多，内部的空间就越大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放不下。陈平把个人空间的金银财宝都放入宝藏室后，不出所料，宝藏室的品质直接从史诗飙升到传奇，而且还是稀有传奇品质。名称：宝藏室。类别：特殊建筑。品质：稀有、传奇。财宝越多，品质越高，品质越高，效果越多。效果：招财进宝，每天有10%的概率会产生一件稀有、传奇品质的物品。效果：财运亨通，每天有10%的概率会增加少许财富值。效果：财源滚滚，每天产出100枚金币，10%概率会出现10枚古金币。效果：富可敌国，每天有1%的概率获得一张岛民群族契约卷轴。富可敌国，这效果变态啊！陈平可是知道岛民契约卷轴的变态之处，完全掌控契约种族的生死，这种完全掌控可是连自杀都不允许的。还不错，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准备开宝箱，就是可惜了那些海盗了，除了把他的等级推到上限外，其他的毛也没有，坑的一逼。早知道他就亲自杀死几个船长了，那样或许还能获得海盗宝箱。那像现在就只有2个岛屿宝箱。打开宝箱，获得岛屿碎片5、大型随机资源1、小型铁矿脉1、大型草地资源1。打开宝箱，获得岛屿碎片7、小型食物链1、大型高级能量矿脉1、浮空岛1。浮空岛，陈平立马查看起来。浮空岛，特殊岛屿资源只能安置在能量矿脉之上空。浮空岛会不断产出浮空石，产量根据能量矿脉的能量程度决定。浮空石吗？看起来是个好东西呢。陈平先是把其他资源使用掉，只留下大型能量矿脉跟浮空岛。既然浮空岛是根据能量矿脉的能量程度来出产浮空石，那大型的高级能量矿脉就很不错。至于安置的地方吗？那还用想。大型能量矿脉被陈平直接安置在别墅下方，而浮空岛就直接在别墅上空漂浮着了。高级能量矿脉没啥存在感，陈平能感觉周围的能量瞬间飙升的一大截，但实际感觉没浮空岛来的震撼。看着漂浮在别墅上空的浮空岛，陈平立马展开龙翼飞了上去，大致默算了一下高度，大概离地面300米左右。不过陈平发现它是可以操控高度的。来到浮空岛后，陈平意外地发现上面竟然很平坦，而且还长满了青草，中间有一座小山。过去查看后，发现竟然都是浮空矿脉。看来浮空石的产出基本都集中在这里面，这一点倒是挺不错的。陈平还以为是在浮空岛内的呢。陈平绕着浮空岛飞了一圈，整体外观看起来还不错。看完之后便踏上浮空岛了。还行吧，除了有点小之外。浮空岛的出现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毕竟一个岛屿突然出现在上空，不想注意到都难啊。
陆树看着空中的浮空岛，有些惊讶的喃喃道：“浮空岛，这可是好东西，果然不愧是开荒者的拥有人。虽然难度比其他人难上许多，但收获也很不错嘛。浮空岛上的特产浮空石可是很贵的，一块小伙子拳头大小的浮空石就能卖到上万的金币了，就这还有价无市呢。”陆树很是欣慰，陈平的好东西是越多越好啊。其他人惊奇了一会儿后，就各忙各的了，除了利西亚。利西亚在看到浮空岛后，双眼就开始发亮了，会飞的岛爷，好厉害啊！利西亚立马拉起艾丽就往浮空岛上飞去了。本来还想找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一起去，可惜他们在丽娜菲尔妈妈身旁，她可不敢过去。两个小家伙开始向浮空岛飞去，艾丽的水球就比较引人注目，尤其是对在月牙海中的美人鱼们来说，他们在看到艾丽的瞬间都一脸的懵逼。还有人回去数了一下，发现小美人鱼们并没有少啊，怎么突然多出了一只小美人鱼？难道是其他美人鱼族群的小崽子？但那个族群也太粗心大意了吧，竟然让小崽子一人到处乱跑。很快的，就有美人鱼把小美人鱼的情况报告给安露拉了。正在打理珊瑚的安露拉一听，也是一脸的懵逼，野生的小崽子。很快的，安露拉就游出月牙海面，看了过去，眼尖的她一下子就看到水球了，看着里面的艾丽，还真是小美人鱼啊。但好像有点不对劲，这好像不是美人鱼吧，反而有点像是鲛人。要分辨美人鱼跟女性鲛人的区别，其实并不难，其中最简单的就是眼泪了。美人鱼的眼泪并不会变成珍珠，而鲛人的眼泪会变成珍珠，还是稀有的材料呢。当然了，美人鱼的眼泪也是一种稀有材料，只不过一般人也收集不到就是了，毕竟它们是生活在海中，一流泪直接就融入海水之中了。安露拉仔细地看了看艾丽的尾巴，好像又不对，美人鱼跟鲛人的特征好像都有啊，这就让他有点糊涂了。第168章储存的新鲜食材。直到利西亚带着艾丽进入到浮空岛中，安露拉都没确定下来。最后，安露拉无奈地拍了拍额头，管他的，反正不管是美人鱼还是鲛人，对他们好像也没啥影响啊。再说了，人家既然光明正大的在岛上乱飞，那就表明他们也是岛主的人，那就是自己人喽，所以想那么多干嘛？对吧？想通后，安露拉就回去继续整理珊瑚了，毕竟珊瑚不整理，喜欢到处乱长。利西亚拉着艾丽，一脸好奇地打量着浮空岛，会飞的岛屿爷，他还是第一次见，好奇。他们先是在浮空岛周围瞧了瞧，然后再飞到上面去。咦，是陈平哥哥爷，走，艾丽，我们过去吧。利西亚说完就立马拉着艾丽向陈平飞了过去。而陈平现在在干嘛呢？没错，他现在正拿着镐子挖浮空石呢。他现在已经挖了上百块了，有大有小，大的差不多有篮球那么大，而小的嘛，跟乒乓球差不多。很快的，利西亚跟艾丽就来到陈平身边。利西亚，陈平哥哥，你在干什么呀？陈平收起手中的镐子，然后看向利西亚跟艾丽，笑道：“你们两个小丫头怎么来了？不是在下面帮丽奈菲尔的忙吗？”利西亚，西西，我们偷偷跑过来的哦。陈平哥哥，你不能跟丽娜菲尔妈妈说哦。艾丽点了点头，说道：“没错，偷跑过来的哦。”陈平让艾丽分成一小团水球出来，然后洗了一下手后，捏了捏利西亚跟艾丽的小脸蛋，笑道：“这是保密的报酬，嘿嘿，那我就先下去做晚饭喽。你们等下叫艾莱伊跟伊莫回来吃饭啊，知道了吗？”利西亚揉了揉腮帮子，点了点头，回道：“知道了。”陈平，真乖。回到别墅后，陈平先去水牢选了一只龙兽来当主菜，然后才去仓库区看看有啥食材，接着就开始做饭了。在浮空岛上的利西亚拉着艾丽逛了几圈后，发现啥也没有，就开始无聊了。艾丽，利西亚，陈平哥哥不是让我通知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要回去吃饭的吗？要不要现在就下去啊？利西亚闻言点了点头，行吧，反正这里也没啥好看的。利西亚跟艾丽就离开浮空岛，向下飞去。很快的，两人就回来了，然后就跑去找艾莱伊跟伊莫尔了。这次要是再看到丽奈菲尔妈妈，利西亚可不怕了，这次我可是带任务过来的，呵呵。不过可惜的是，这次丽娜菲尔妈妈不在艾莱伊姐姐他们身边，不知道跑哪去。利西亚，艾莱伊姐姐，伊莫尔姐姐，陈平哥哥叫我们回去吃饭哦。艾莱伊跟伊莫尔看着走过来的利西亚，疑惑道：“陈平哥哥叫我回去吃饭？”见利西亚跟艾丽都点了点头后，艾莱伊看了看天色，好像是开始暗下来了。那行吧，先回去喽。艾莱伊、伊莫尔，你带着利西亚跟艾丽先回去，我去跟丽娜菲尔姐姐他们说一下，然后再回去。三人点了点头后，便向别墅飞去了。陈平打开锅盖看了一下，不错，很完美。上盘后，把这最后一道拿了出去。饭菜并不在别墅内，而是在别墅外，毕竟那只主菜的龙兽个头有点大，别墅大门进不去。陈平刚走出大门，就看到三人飞回来。艾莱伊呢？放下菜肴后，陈平疑惑地向他们问道：“
艾莱伊呢？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啊？伊莫，艾莱伊姐姐去跟丽娜菲尔姐姐们说一下，等一下就回来了。陈平闻言点了点，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行了。莉西亚看着满桌的美食，闻了闻，好香啊，想吃，但不行，要等艾莱伊姐姐回来后一起吃才行。小馋猫模样的莉西亚，陈平一阵好笑，这丫头还好，艾莱伊很快就回来。莉西亚在看到艾莱伊姐姐回来后，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等待艾莱伊姐姐坐下去后，她立马开动起来了，一边吃一边还不忘给艾丽夹菜。很快的，5人就吃饱喝足，属性变高了，相应的饭量也增长了不少。陈平打了个哈欠，现在天色越暗下来，该睡觉了。清晨大早，洗漱完的陈平现在正拿着鱼竿，头疼的看着抓住鱼漂的小美人鱼。没错，今天的第一次垂钓，鱼漂还没开始往下沉，就被小美人鱼给抓起来玩。结果就是陈平一拉，小美人鱼直接被吊起来了。过了一会，小美人鱼才反应过来，岛主耶，下死鱼了！水元素瞬间聚集成一个小水团，把它包了起来后，他才放开了双手，一脸不安地看着陈平。陈平无奈地跟他说道：“下次你看到这种东西，一定不要去动它，知道了吗？”小美人鱼疯狂点头，真是的是吓死鱼了，以后不怎么早起来了。看着一脸害怕的小美人鱼，陈平直接让他回去。真是的，他有那么可怕吗？明明长得这么帅。没了小美人鱼的打扰，这下钓鱼就没问题了。第一次，一个史诗宝箱直接破水而出，不错。第二次，一条带鱼类型的龙兽被吊了起来，不用想，水牢伺候。接下来的第3次、第4次都吊起了宝箱，而且还都是史诗宝箱。第5次，一头龙兽，就是长得有点怪，这是一只螃蟹类型的龙兽，最大的特征就是那2个大钳子跟龙头似的。第6次，一个深海储存贝壳，还挺大个。第7次还是海兽，一样关水牢。龙兽别的不说，但食物还是很合格的，肉质鲜美，而且能量充足。不然陈平现在的属性，吃普通的食物那得吃多少？第8次龙兽，第9次还是龙兽，最后一次一个宝箱闪亮登场，黄金宝箱。陈平直接把海兽都扔水牢之中，结果发现水牢竟然不够用了。没办法，只能再次捏造几个水牢出来，然后引进一些月牙海的灵气海水。有了灵气海水，龙兽们基本都是乖乖的。开玩笑，这么好的环境，他们当然要好好修炼。可惜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都是储存的新鲜食材而已。第169章会议。陈平挨个看了一下，发现这些龙兽都适应得很好，而且状态都很不错。虽然水牢的空间很小，只能让他们转个身子，但他们还是乖乖的，不错。看完储存食材后，陈平就准备开宝箱了。一共3个史诗宝箱，1个黄金宝箱，一次性全开了。打开宝箱，获得稻香米种子石、西木果树1、尖刺长剑1、黄金块4。打开宝箱，获得水波切割1、神秘鱼饵1、自动工作傀儡1、史诗结晶2。打开宝箱，获得火树铁心1、强买强卖道具卡1、无畏护甲1、史诗结晶2。打开宝箱，获得魂珠1、盖1长刀1、玉盒1、史诗结晶2。宝箱开完了，但还有一个深海储存贝，陈平直接打开，大个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储存贝内的空间竟然有100个格子，太厉害了！而且100个格子都塞了一半的物品，虽然基本都是垃圾，就是塞满鱼骨头啊、海草啊，还有一些破烂之类的东西，整整占据了47个格子。还有6个格子中有3个格子的物品是金色品质的装备，最后3个格子则是特殊道具。陈平把所有物品都粗略看了一遍，然后把那些有意思的物品还有可强化的物品认真鉴定一下。在背包中是可以看到物品的基础信息的。水波切割跟火树铁心都是史诗品质的技能，不过一个适合水属性，一个适合火属性，这2个技能的伤害是跟元素属性挂钩的，所以陈平直接放到储存贝壳中。陈平打算把那些对他没用的道具都放在一起，然后交给路树或者丽娜菲尔跟安露拉他们，毕竟他们也是可以使用的。陈平感兴趣的就只有4个，分别为神秘鱼饵、强买抢卖道具卡、魂珠、玉盒。神秘鱼饵史诗品质 40% 掉到神秘鱼类， 60% 随机鱼类。这东西不错，等级就直接使用了。名称强买抢卖，类别一次性特殊道具卡，品质传奇。效果强买，你能强制购买商品，比如1金币强制购买1000金币的商品，注容易出事。效果强卖，你能强制性的把一件物品卖给别人，比如你能把一件白色品质的物品卖成传奇品质的价格，注一样容易出事。可强化次数1。鉴定介绍，据说有人有强买抢卖道具卡强行购买了一件半神器，还有人强制卖出了一把白色品质的武器，而价格是一件传说品质的武器。鉴定建议，实力不足的人请不要作死的使用强买抢卖，除非你能确保强买抢卖后
顺利逃脱。窝操，这东西看起来比打折卡还不错呀，强买强卖嘛，有意思，就是只能选择一个效果来执行，有点可惜。强化一下看看。陈平直接打开强化面板，让把道具卡放进去后点击强化，瞬间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陈平看了下，还行，多出了一次使用次数。魂珠传奇品质，魂珠含有的特殊能量被吸收后能增强灵魂力。鉴定介绍：黑魂珊瑚的产物，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就是一个字：吃。这就是黑魂珊瑚产出的魂珠了吗？不知道效果如何？陈平直接扔进嘴里，有点像鱼子酱，但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特殊的感觉，像吃了个寂寞一样。名称：愈合。类别：技能。品质：史诗。效果：愈合，对目标使用后能瞬间恢复重伤，可强化次数1。放入，强化，瞬间绿色光芒涌现，特殊木元素强化。名称：愈合。木元素化。类别：技能。品质：传奇。效果：愈合，对目标使用后能瞬间恢复重伤。木元素化效果：愈合木，使用木属性能量能使其断肢重生。陈平摸了摸下巴，效果很突出，就是它没有木元素啊。不过还好，它有元素转化，可以把其他元素转化成木元素，所以学了。OK， 把储存备的3件特殊道具拿出来后，陈平就把储存贝壳抱起来，然后向别墅走去。那3件特殊物品，一件是随机岛屿卡，使用后随机向某个岛屿前进；一件是修补卡，能修补损坏掉的卡牌，是件好东西。陈平打算了用在强买强卖卡上。最后一件是一张储存卡，是金银岛之游乐园的会员卡，里面还有1000乐园币呢。把储存贝壳放到仓库区后，陈平想了想，本来是让各个组长们晚上再来的，但现在他明显没啥事可做，要不叫他们现在过来。这次除了让他们认识认识之外，还有讨论一下今后的发展，这些事情陈平是打算直接交给他们去做的。毕竟他才多大，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些，根本不懂好吗？而路树、丽娜菲尔、安露拉他们就不同，不仅是一族之长，而且对这里的比他多太多了，尤其是路树，岁数最大，都看一个 W 了吧。所以这些发展的事情都交给他们就行了。当然了，最后肯定是要跟他说明一下的，他可以不懂，但至少要知道是什么。想做就做。很快的，3位组长就被陈平叫到别墅里来了。路树跟丽娜菲尔打量着安露拉，而安露拉打量着他们2个。陈平笑道：“我来介绍一下呀。首先，这位丽娜菲尔组长。”丽娜菲尔微笑道：“你们好。”这位是路树组长。路树摸着胡子笑道：“哈哈哈，你们好。”而这位是安露拉组长。安露拉，你们好。陈平，好了，你们现在也基本认识了，那我就说明一下叫你们过来的事情了。是这样的。陈平慢慢的把自己的打算跟他们说了一遍，毕竟他来这里的时间还不足1个月呢，可以说是对此是真的一无所知。他现在知道的事情，还基本都是通过丽娜菲尔跟路树知道的呢。第170章特殊资源。听完陈平的话，丽娜菲尔、路树、安露拉3人面面相觑，消化了一下后，丽娜菲尔向陈平说道：“岛主，你能这么想，我们很高兴，但以后的发展还要看我们出了新手期后求生游戏系统的安排。”陈平，安排？什么安排？丽娜菲尔解释道：“每一届新手期过后，求生游戏系统都会根据每一届求生者的表现来分配区域。”陈平，不懂。路树这才摸着胡子笑道：“哈哈，是这样的，岛主，在无尽之海中，虽然每个海域的资源都基本无穷无尽，但有些区域会有特殊资源。”陈平，特殊资源？路树，没错，特殊资源，比如岛主你刚获得浮空岛，就是特殊资源的一种。浮空岛是悬浮海域的特产，而且就算是在悬浮海域，浮空岛也不算太多。丽娜菲尔，所以我们就算是要定制之后的发展方案，也要等到出了新手期，并安排到哪个海域后，我们才能根据海域来定制发展方案。路树摸着胡子笑道：“岛主，我们现在还是新手期，这个时期是福利最好的时期，很多东西都能通过某些方式获得。比如现在毁灭一座岛屿，你不仅能获得岛屿宝箱、岛屿碎片，还不会被求生游戏惩罚。等出了新手期后，宝箱这种东西的获取难度就会变得很难。打个比方，就像之前我毁灭的岛屿那样，虽然一样会获得岛屿宝箱跟岛屿碎片，但求生游戏系统也会对我们进行惩罚。”陈平愁眉问道：“大概率会是什么惩罚？”路树笑道：“根据岛屿的价值交罚金，如果金币不够的话，就要打黑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升级岛屿，这是重中之重。岛屿越大，等出。”路树啊，这个话题不能讲啊，反正岛主你只要知道现在升级岛屿就行了。陈平，这样啊，行吧，那就先这样了，都回去吧。
看着离开的三人，陈平挠了挠脸庞，果然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路数就不用说了，都快上万岁的路了。至于丽娜菲儿跟安露拉嘛，就不清楚了，毕竟女性的年龄是秘密啊。路数笑呵呵的说道：“哈哈，没想到岛主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们，有点出乎意料啊。”丽娜菲儿，这不是很好吗？遇到这么一个明事理的岛主，不就是我们的幸运吗？路数，哈哈哈，丽娜菲儿，你说的没错，这是我们的幸运，哈哈哈。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安露拉开口道：“我才刚来，基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以后要请你们多多关照一下了。”丽娜菲儿看向安露拉，笑道：“嘻嘻，安露拉，我们也没来多久，所以关照什么的，相互吧。”没想到我还能见到美人鱼啊！你们可是很少出现在陆地上的，我之前也只是听说过而已。路数，我倒是见过很多次，不过基本都是四大美人鱼帝国中的美人鱼。安露拉闻言笑了笑，的确，除了四大帝国的美人鱼之外，游离在外的美人鱼族群基本不出海的，所以很少人看见也正常。安露拉，呵呵，那就大家都相互关照了。路数，真不错呀，让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场景。别墅内，陈平拿出随机岛屿指南针使用掉，神岛之星立马一个急转弯，然后向西南方向飘去。既然路数都这样说，那就先全力升级岛屿吧。有了路数这个能毁灭岛屿的大腿，陈平打算把遇到的岛屿都毁灭掉。可惜岛屿不是那么好遇到的，如果陈平还是木筏的时候，还能利用自动导航求生圈来卡一下 bug， 毕竟自动导航求生圈会自动向最近的岛屿前进。现在就不行了，因为最近的岛屿就是神岛之星。随后陈平打开交易市场，开始寻找岛屿指南针之类的物品。还别说，竟然有27个指南针，不过大多都是某某荒岛指南针，只有4个是随机岛屿指南针。陈平看了一下价格，竟然不是用基础材料换的了，而是金币。看了一下价格，荒岛指南针基本都5000金币到1万金币之间，而那4个随机岛屿指南针，一个3万，2个35000，一个35500，全部合起来也就30W 出头。陈平直接全部买下了，这么多岛屿下来，应该够升级几级了吧？把27个指南针放桌子上，陈平把那4个随机指南针分了出来，然后查看了一下，有2个是随机前往岛屿的，另外2个是使用后获得岛屿指南针，这个就有概率出现荒岛指南针了。陈平果断使用，获得梦幻岛指南针 X1， 金鱼岛指南针1。梦幻岛指南针，传奇品质，使用后前往梦幻岛，并获得1到3块梦幻令牌。鉴定介绍：梦幻岛极其罕见的岛屿，只出没于梦幻海域，岛上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物品，还有特产的梦幻品质物品，岛上还有强大的梦幻兽守护者。而想要进入梦幻岛，则需要梦幻令牌，梦幻令牌能在梦幻海贝中开出来。梦幻岛，看样子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嘛。金鱼岛，史诗品质，使用后前往金鱼岛。鉴定介绍：金鱼岛上存在了很多金鱼湖泊，里面存在着大量的特殊金鱼，进岛的人可以选择一种特殊金鱼，携带一队离开。咦，青木河边的金鱼难道就是从金鱼岛上出来的？看完2个岛屿的鉴定结果，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血赚。等这个岛屿探索完毕后，就先把这2个特殊的岛屿指南针使用了吧。这种特殊岛屿肯定是不能毁灭的了，所以先使用掉比较好。第171章梦幻岛与金鱼岛。陈平满意的把所有的岛屿指南针都收了起来，然后出门飞行浮空岛。他准备在那里查看周围的海域，如果看见岛屿，不就能白嫖一个了吗？可惜的是，经历了4个小时的全速前进，陈平也没能看到岛屿，倒是随机岛屿指南针的岛屿到了。因为神岛之星已经开始慢慢的停了下来了。坐在浮空岛上的陈平能看得大概，岛屿并不大，可以说是陈平遇到过最小的岛屿了。随着神岛之星停了下来，陈平便展开龙翼飞了过去，先查看一下。在岛屿上空，陈平仔细的观察着，这座岛屿虽然长有不少的绿植，但好像没有任何生物生活的痕迹啊。但这岛上的植物并不少，陈平打算让丽娜菲儿带人过来查看一下，如果有什么灵植之类的，可以转移到岛上来种植。确定好方案后，陈平便飞了回去，向世界树的方向飞去。找到丽娜菲儿后，陈平直接说明了一下，然后便去找路数了，毕竟现在这里只有路数一人能毁灭掉岛屿。丽娜菲儿在陈平离开后就开始安排人手了，很快的一队100人的精灵就开始向岛屿进去了，人数多一点，速度也能快一些。自从他们从契约精灵转化成原初精灵后，他们对自然元素的感应就很敏感了，而灵植又自带各种元素属性灵气，他们很容易就能感应到。一座大不的岛屿，精灵们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全部搜索了一遍了，哪怕是地底也探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矿脉之类的存在。可惜收获不大，就收获一些普通的果树、草莓等农作物。等精灵们都回来后，陈平就让路数开始毁灭了，当然毁灭前还要再确定一遍。随着路数的一击，岛屿瞬间沉没。系统：
获得岛屿宝箱 X1，岛屿碎片 X3。获得了宝箱，陈平就直接打开了。打开宝箱，获得岛屿碎片6，小型森林资源 X1，小型湖泊 X1，小型冰山资源 X1。冰山也算是资源。看了一下，发现的确是资源。小型冰山能产出冰晶石，是一种普通的超凡材料，用途挺广的，比如锻造装备，可以用冰晶石减温，用概率出现冰属性的武器，还有炼药之类的都能用到。这些资源，陈平直接选择自动生成，这样是最适合岛屿的生态环境。这是陆树跟陈平说的，人为的还真不如岛屿自己来的合适。陈平坐在浮空岛边上，看着手中的2个岛屿指南针，分别是梦幻岛跟金鱼岛，想了想，先去梦幻岛吧。使用后，神岛之星就开始出发了。而陈平手中多出了2个梦幻令牌，看来只能进去2人。人选吗？陈平直接找到陆树。陆树，梦幻岛，这可是很罕见的岛屿啊，就连生活在梦幻海域的人都难得一见。果然不愧是新手区，什么类型海域的岛屿都能在这里出现。陈平，一共2个令牌。陆树组长，你跟我一起吧。没想到陆树一听，摇了摇头，笑道：哼，岛主，这我还真不能跟你去。梦幻岛屿限制半神级别的存在进入，不只是梦幻岛屿，很多岛屿都是限制半神级别的存在进去的。陈平，还有这种规定？陆树笑道：哈哈，这很正常，因为有些岛屿不到半神，你连踏进去的资格都没有呢。不过这类型的岛屿基本都是要令牌才能进去的。陈平闻言点了点头，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那我跟丽娜菲尔组长2人去。陆树想了想，然后说道：不，找安露拉组长比较好。梦幻岛屿中的梦幻守护兽的能力基本都是幻术之类的能力，而美人鱼一族还是比较精通幻术的。其实最为的选择是赛人一族，他们最为精通幻术类型的能力，他们能用歌声使人进入欲望的幻境之中，无法自拔。陈平，赛人，听说跟美人鱼很像。陆树摸了摸胡子，差不多吧。美人鱼帝国就有他们的存在，通常都是担任大使馆之类的存在，因为赛人上岸后尾巴能变成双脚，而美人鱼就不行了。再加上他们的声音自带魅惑效果，所以4大美人鱼帝国都让他们当外交官之类官职。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这次有用的知识增加了。陈平，那我就去找安露拉组长了。道别陆树后，陈平开始向月牙海飞去。来到月牙海，陈平直接潜入进去。美人鱼们的房子已经差不多搭建好了，基本都是贝类搭建的，都很好看精致。陈平顺着契约联系，很快的就找到安露拉了。契约联系，其实每个美人鱼都能感应到，只不过安露拉身为族长，她的联系最为深罢了。看到安露拉的时候，陈平发现她好像在打理什么东西，靠近后发现是一枚枚巨大的卵。安露拉，咦，岛主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吗？在海中，陈平可开不了口，只能通过契约来说明情况了。不过这种法子，如果太远的话就行不通了。听完后，安露拉有些惊喜的喊道：梦幻岛，岛主你确定吗？看着突然激动不已的安露拉，陈平一脸疑惑的点了点头。哇！兴奋的安露拉突然一把抱住陈平，差点让陈平深吸了口气。还好他还记得这里是海里。陈平无奈的拍了拍他的手臂。呀，嘿嘿，对不起啊岛主，刚才实在是太激动了些。梦幻岛内有一件能增长我们美人鱼潜力的物品，所以我才这么激动的，哈哈。陈平揉了揉脸蛋，上面已经被印出了贝壳的痕迹了。听到安露拉的话，陈平看一眼那坚硬的贝壳，然后通过契约向他说道：陈平，走吧，梦幻岛到了，我们该过去看看了。安露拉一听，瞬间双眼发亮，然后拉着陈平的手就向海面快速的游去。第172章梦幻蝶。很快的，陈平就被安露拉带出了月牙海了。滴答答，无数的水滴从陈平身上滴落了下来。陈平，安露拉组长，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先回去换一身衣服，然后再一次向梦幻岛去。展开龙翼，然后向别墅飞去，快速换完衣服后就回来。接着2人便向梦幻岛飞去了。看着眼前的梦幻岛，陈平忍不住皱了皱眉，真的很梦幻，到处都是5颜6色的泡泡不少，而且这些泡泡竟然是树上生成的，地上也长满各种颜色的蘑菇。梦幻岛屿周围有一层半透明的泡泡屏障，陈平跟安露拉拿着梦幻令牌穿过去后，令牌变成一个泡泡把2人罩住，然后顺利的穿过泡泡屏障。看着身后的屏障，所以没有梦幻令牌的话，就会被这屏障给挡住了。陈平跟安露拉对视了一眼。陈平，走吧。安露拉点了点头，然后向岛上飞去。看着周围的蘑菇，陈平鉴定了一下，结果惊讶的发现，这些蘑菇竟然都是致幻蘑菇，会释放袍子，使人陷入幻境之中。安露拉，岛主，我先给你套个泡泡盾仙。这些蘑菇开始释放袍子了。果然，
有一些蘑菇已经开始喷射出袍子气体了。陈平忍不住说道：“我们该去哪里找物品？”安露拉，我听闻梦幻岛上的有宝贝的地方，一定有守护兽的存在，我们只要找到守护兽就行了。看到陈平展开龙翼，安露拉连忙喊道：“对了，岛主，在梦幻岛上是飞不了，因为梦幻岛上空的泡泡会把你给捆住，如果被捆住了，那你就白来一趟了。”陈平，这么啊，那只能走路了。就这样，两人开始逛起来，寻找守护兽了。安露拉，岛主，找到了。陈平点了点头，看着前面不远处的梦幻守护兽。这是一只粉色皮毛的兔子，高2米左右，现在正在啃食一根粉色的萝卜，而它身后有个粉色的宝箱。这种兔子，陈平还见过，就是唯一擂台时那个250身后的人召唤出来宠物缩骨兔。不过这只厉害多了，等级90，最高的属性敏捷2684点呢。虽然属性还不错，但明显比不上陈平，他现在的属性翻倍后已经突破4000点了。陈平心念一动，恐怖之刺瞬间命中毫无知觉啃着萝卜的缩骨兔。只见缩骨兔瞬间倒了，然后抽搐了几下后就七孔流血的嗝屁了，随后尸体缓缓的破碎消散了。看着开始破碎消散的缩骨兔，陈平也不意外，因为鉴定的时候他就发现了缩骨兔后面有个镜像体。梦幻岛上的守护兽应该都是类似的存在。安露拉看着消散的缩骨兔，可惜的说道：“可惜竟然是假的。我听说缩骨兔的肉质鲜美，是不可多得的美食，还以为今天的品尝到呢。可惜。”陈平，兔兔那么可爱，下次再吃吧，先去看看宝箱再说。看着眼前粉色的宝箱，陈平直接打开，然后一件物品漂浮了起来。陈平挠了挠有点发痒的脸蛋，就这。安露拉，岛主看看是啥呀？陈平一个鉴定数下去，名称泡泡树，类别特殊灵植，品质传奇，效果生产泡泡果，把泡泡果砸向目标后会形成一个泡泡捆住目标，泡泡延续时间10分钟。鉴定介绍：泡泡树只存在于泡泡岛跟梦幻岛之中，泡泡果形成的泡泡能抵抗传奇级别的攻击，也就是说传奇级别以下的存在如果被捆住，那就只乖乖的等待时间过去。我去，这么屌！陈平看着漫天的泡泡，怪不得不能飞呢，这要是被捆住了那还得了。收起泡泡树后，两人又开始寻找守护兽起来了。走着走着，陈平突然发现安露拉不见了。陈平立马停了下来，看了一圈都没发现安露拉的身影。不会吧，我这就陷入幻境之中了吗？啥时候的事？这种情况让陈平根本不敢乱动，真是奇怪，他身上不是还有安露拉释放的泡泡盾的吗？怎么还会中招？陈平打量了一下身上的泡泡盾，这是……陈平惊讶地发现泡泡盾被袍子腐蚀了一个小点，现在袍子正不断地飞进来呢，怪不得会中招呢。但为啥这个小点还会被他发现啊？这点让陈平有点警惕了起来。不对劲，陈平直接对泡泡盾鉴定起来，果然鉴定结果是泡泡盾完好无缺，根本没破个小点，所以这个小点才是幻境。那安露拉呢？陈平忍不住愁眉起来，幻境之类的能力说到底是对精神方面的影响，但就是因为这样才感觉到不可思议。要知道他的精神属性可以说是最高的属性了，足足5000点出头啊！这么高的精神属性竟然还会中招，有点不可思议。安露拉看着前面的守护兽，这好像是梦幻蝶，只生活在梦幻岛之中的生物，能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制造幻境，除此之外啥能力都不会。梦幻蝶的幻境能力被点到了极限，但只能对一个人使用，所以单人遇到的话基本很难脱身，除非你能耗到梦幻蝶支撑不住，但这明显不可能，因为梦幻蝶会飞到陷入幻境之人的头上开始吸收精神力，所以你都陷入幻境了，怎么可能还逃脱的了？安露拉看着一眼身后闭上双眼的岛主，噗噗，还好是2个人过来，不然就等着精神力被榨干吧。虽然你不会死，但你也别想再继续探索下去了，毕竟精神枯萎，整个人都陷入了极度昏迷之中，根本醒不过来。哦，对了，你可能会被海水淹死，毕竟梦幻岛是会消失的，到时候你就会砰的一声落入海中。安露拉把白嫩的小手伸出水球外，然后一招，无数的水珠开始在梦幻蝶中聚集，短短3秒不到，梦幻蝶就被包含在水球内了。随后安露拉小手狠狠地一握，瞬间包着梦幻蝶的水球先是旋转绞杀，然后砰的一声直接爆开，而梦幻蝶毫无疑问的死翘翘了。第173章梦幻棉花云树。随着梦幻蝶死去，中招的陈平也发现周围的景色开始不断出现裂痕，随后砰的一下，景色立马崩溃，安露拉也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陈平感觉有点尴尬，不知不觉就中招了，真的有些丢人啊。安露拉，岛主，你没事吧？陈平闻言尴尬的笑了笑，没事没事，然后看
看向地上的带有水蛭的翅膀碎片，疑惑道：“就是这东西让我陷入幻境之中的吗？”安露拉笑道：“梦幻蝶，梦幻岛屿中特有的生物，是幻术专精的生物，就算是精神比他高上1倍的存在，对他的幻术也是防不胜防的。”陈平闻言点了点头，可惜他已经变成碎片了，不然还能鉴定一下，看看对方的精神是多少。安露拉，岛主，我们去开宝箱吧。两人来到梦幻蝶守护的宝箱面前，这个宝箱长得跟蘑菇似的，颜色也很差不多，很容易就让人给忽视掉了。打开宝箱后，2个物品漂浮了出来：梦幻棒棒糖，史诗品质，梦幻岛出品，食用后能增加100点精神；梦幻棉花云树，传奇品质，梦幻岛屿特有的稀有灵植，会长出特有的棉花云，棉花云有恢复精神损伤的特殊效果。鉴定介绍：梦幻棉花云树，梦幻岛屿特有的稀少灵植，而且数量极少，至今为止总共只有上万棵梦幻棉花树被带出梦幻岛，其恢复精神损伤的特殊效果让梦幻棉花树的价格直线上升，唯一一棵出现在拍卖行的梦幻棉花树，其拍价为1000万古金币。安露拉，梦幻棉花云树，这个我听说过，很多种族的皇家贵族都有在收购棉花云呢，只不过这东西少见得很。陈平点了点头，笑道：“是个好东西，走吧，继续。对了，安露拉族长，梦幻岛上的宝箱有多少个呀？”安露拉：“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听说梦幻海域中只要出现梦幻岛，基本就会涌入一大堆人，所以岛屿上宝箱的准确数量还真没多少人知道。嘿嘿，不过我们这一次倒是能知道梦幻岛上宝箱的大致数量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走吧，继续。梦幻岛上其他的不错，主要的危险就是梦幻守护兽以及其他同样进入到梦幻岛上的人。不过现在整个梦幻岛上就陈平他们就2人，所以只要防备梦幻守护兽就行了。有安露拉的泡泡盾在，让他们可以完全无视的梦幻岛上最致命的蘑菇袍子，所以行动速度飞快。很快的，2人又遇到一只守护兽了。陈平上下打量了一下，这是一只泰坦巨猿，身高20多米，肌肉发达，就是毛皮的颜色一点也不匹配，浑身上下5颜6色的，完全就是一只杀马特猿啊！鉴定一下，等级100，最高属性是力量4826点，接近5000点了，最低的精神属性都差不多3000左右，是个强大的敌手。陈平扭了扭脖子，然后一把死亡之镰就使用了出来。瞬间，一把散发着浓烈的死亡气息的镰刀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泰坦巨猿头上，然后挥砍了下去。感觉到死亡危险的泰坦巨猿下意识地把手臂抵挡在头顶上，啪的一声，死亡镰刀狠狠地劈了下去，结果就留下了一点小口子后，镰刀便直接破碎开裂了。泰坦巨猿看了一眼散发着死亡气息的伤口，随后看向陈平的方向，好！咆哮了一声后，泰坦巨猿双脚用力一踩，瞬间跳上空中，直接向陈平砸去。砰！巨大的双拳狠狠地重击在地面上，可惜没有一片血肉模糊的东西。好！泰坦巨猿疑惑看着周围，并没有发现陈平的身影。而在泰坦巨猿身后的陈平直接拿出幻变，然后变成一把长剑，向泰坦巨猿的腰子捅去。本来是想捅心窝子的，但在看到泰坦巨猿要转身过来了，只好捅上腰子了。子阿背后发动攻击，直接触发了背刺，伤害瞬间翻1倍。好！巨大的哀嚎声从泰坦巨猿口中发了出来，下一秒，他的另一个腰子也惨重被刺，这下2个腰子都被捅了。2次重创直接让泰坦巨猿无力反抗，身子瞬间就倒了下去。看着一脸痛苦的泰坦巨猿，陈平直接给他来了一下捅心窝子，瞬间毙命，帮助他安息了下来。陈平满意的收起幻变，向飘出来的安露拉说道：“安露拉族长，你的幻术真厉害，泰坦巨猿完全就无视了我呢。”安露拉笑道：“简单的幻术对付兽类最适合不过了。”呵呵，走吧，岛主，开宝箱去。陈平，这个宝箱有点大个呀，不愧是泰坦巨猿守护的宝箱。宝箱打开后，一件物品漂浮了出来。陈平跟安露拉对视了一下，傻鬼，这么大的宝箱竟然才一件物品，这是吃空饷了吗？陈平无奈的把物品拿下，查看一下属性。陈平，咦，还是梦幻棉花云树，不错，2棵梦幻棉花云树了。也不知道梦幻棉花云树的产量如何。安露拉，应该不多吧，不然就不会有那么人求购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也对。2人又开始逛起来了，他们前进的方向是岛屿中心，让他们意外的是，这一路上来一只守护兽也没看到。很快的，2人就来到岛屿中心了。这里是一个梦幻般的湖泊，湖水散发着5颜6色的微光。安露拉族长，你看湖泊中心是不是有个宝箱？安露拉看向湖泊中心，的确有个由5彩光芒组成的宝箱，不注意的话可能会以为是湖水散发出来的光芒呢。安露拉，还真是个宝箱呀，不过守护兽呢？2人在湖泊中看了看，可惜能见度太低了，到处都是5颜6色的光芒，
根本看不清湖泊下有什么存在。陈平，安陆拉族长，你有法子把这湖泊内的守护兽给逼出来吗？第174章，五彩蟒。安陆拉闻言笑道：“这个简单，操控水元素，我们可是天生就会使用的呀。”随后，只见安陆拉把小手放入湖水之中，然后小手轻轻一抬，湖水就跟着升了上来了。陈平一脸惊奇地看着安陆拉对湖水的操控，帅炸了！可惜他不会。安陆拉把升来的湖水转了起来，瞬间，整个湖泊的水都开始旋转起来。安陆拉的小手中不断围绕着湖水，使其快速旋转，最后形成一个小水球在手心之中，然后小手一握，啪，水球直接爆开。看着一脸模糊的陈平，突然发现整个湖水开始震动起来，然后就啪的一声，整个湖面直接炸开了花，无数的水花满天飞溅，吓得陈平快速地躲在安陆拉的身后。嘶吼！一阵嘶吼声响了起来，随后一条巨大的蟒蛇从湖水探了出来。安陆拉看着冒出头的守护兽，脸上倒是一脸惊奇，这蛇不简单啊，竟然能在水中瞒过他的感知。等待湖水都溅到地上后，陈平才从安陆拉的水球后面站了起来，然后看向湖泊中的巨蟒，愁眉道：“这就是守护兽了吗？好大的一条辣条啊！”鉴定术发动，名称五彩蟒，种族彩蟒族，等级100，体质5471，力量5928，敏捷5682，精神5101，天赋彩蟒之躯，彩色之力，光学隐身，梦幻毒素，幻术免疫，物理伤害减免。技能蛇躯绞杀，毒液喷射，鞭打，冲撞，嘶吼咆哮，五彩射线，脱灵。鉴定介绍：彩蟒族是少见的灵蛇类种族，据说能给人带来好运，彩蟒身上的彩色越多，带来的好运就越好，相对应的，彩色越多，实力也越发强大。鉴定建议：彩蟒族是很和善的灵蛇族类，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喜欢杀戮，建议攻击头上的彩点，只要一击，他们就会瞬间晕倒在地。前面还很和善的一族，下一秒你就把弱点给说出来了，就你会玩。陈平把鉴定面板展示给安陆拉看，安陆拉，还真是彩蟒啊。陈平闻言好奇道：“咦，安陆拉族长，你认识这蛇？”安陆拉笑道：“彩蟒倒是经常跟我们美人鱼一族打交道，他们最喜欢的食物就是彩色珊瑚了，所以经常跟我们美人鱼一族碰面。呵呵，彩色珊瑚对他们来说，能增加他们的彩色之力，使它更加强大。”陈平，那么我们该杀了他吗？安陆拉摇了摇头，最好还是不要。据说杀死彩蟒的人运势会变得很差，看了岛主你的鉴定后，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陈平，那怎么办？他也不离开啊。五彩蟒虽然也没发动攻击，但他的身子已经把宝箱给覆盖住了，更何况他还是守护兽。安陆拉，只能拿出个六彩珊瑚给他了，他是五彩，六彩珊瑚刚好。陈平，我身上没有啊。安陆拉，我身上有啊，因为在珊瑚岛上所得的珊瑚品质太好了，就把以前的六彩珊瑚收起来了。陈平，这样啊，那你试试看吧，如果不行，只能强制击晕了。安陆拉点了点头，然后便向五彩蟒飞去，大概是五彩蟒也认出他的身份了，所以并没有发起攻击。很快的，安陆拉就跟五彩蟒交流起来了。陈平表示听不懂。接着陈平就看到安陆拉拿出六彩珊瑚交给五彩蟒了，看来交涉成功了。系统叮，五彩蟒对安陆拉使用了五彩之力，安陆拉的幸运大幅度提升。陈平挠了挠脸蛋，刚想展开龙翼过去蹭一波好运，结果就看到五彩蟒直接消失不见了，可惜了。不过陈平还是展开了龙翼，低空飞了过去。安陆拉，岛主，刚刚五彩蟒是不是给了我一个祝福了呀？陈平点了点头笑道：“五彩蟒对你使用了五彩之力，你现在的幸运大幅度提升，所以后面的宝箱就都交给你来开了。”呵呵。安陆拉，这样啊，那看来这次交涉不亏啊。没了五彩蟒，湖水都低了层，陈平跟安陆拉直接来到彩色光芒宝箱边，看着眼前的宝箱，陈平感叹道：“厉害，还真的跟光芒差不多啊，忽隐忽现的。安陆拉族长，你来开吧。”安陆拉点了点头，直接打开宝箱，瞬间一个物品从宝箱中飘了出来。陈平直接鉴定，名称梦幻之池，类别特殊建筑，品质梦幻，效果梦幻化，能使人进行梦幻进化。鉴定介绍：每次梦幻岛的出现，只会出现一件梦幻品质的物品，效果信息少之甚少。鉴定建议这鉴定术也不清楚啊。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鉴定介绍跟鉴定建议，我去，感觉说跟没说一个鸟样。安陆拉在看完鉴定面板后，突然一脸的激动。安陆拉，岛主，这个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了，梦幻之池，
厉害啊，比美人鱼帝国的那个进化之池还要强大。陈平，进化之池，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能让美人鱼们进化的东西了吗？安露拉点了点头，笑道：没错，四大美人鱼帝国中实力最强的美人鱼帝国，他们就掌控着进化之池，据说就是从梦幻岛中获得的传说品质，不过好像被强化过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品质的了。只有在美人鱼帝国立下大功的人，才会被授予进入一次进化之池的机会。陈平，怪不得能成为最强大的帝国呢，他们进化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点好奇呢。安露拉，我见过几次，美人鱼的话变化不大，倒是尾巴上的尾裙变得大了不少，而且还很好看，能力也加强了很多。基本来说，进化后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尾裙了，比正常的美人鱼大得多，也好看得多。第175章蒙德拉巨鲲。陈平闻言，懂了。我们继续找宝箱吧。安露拉，可能不行了，获得了梦幻品质的物品后，梦幻岛会在3分钟内消失不见。陈平，怎么会这样？那如果一开始就拿到了梦幻品质的物品，那不是进来的人都白白浪费了令牌了吗？安露拉，没错哦，但并不是每个梦幻岛屿都有梦幻品质的物品存在啊。大多数梦幻岛，基本上就算找完所有的宝箱，也可能开不出梦幻品质的物品来的。陈平，行吧，到处走走看，也许好运碰到一个宝箱呢。可惜3分钟，梦幻岛屿开始变淡起来了，短短3秒钟，岛屿就直接消失不见了。脚下一空，陈平顺势掉落了下去。安露拉都来不及拉住啦。梦幻岛屿消失后，离海面就20几米左右的高度，陈平都没来得及展开龙翼，就啪的一声稳稳地站在海面上了。没错，踏水鞋的效果，他打了那么多的装备，就鞋子的装备类型最少，所以到现在为止，陈平还是穿着稀有金色品质的踏水鞋。陈平刚想展开龙翼飞回岛屿，就听到一声破水声响起，然后就眼前一黑，然后就感觉海水好像在往下流动，有踏水鞋的他直接被带动了下去。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周围的环境，窝操，他好像被吃掉了。究竟是哪位部下的鱼，竟如此凶猛？这不知名的生物很大只，单单这个肚子就差不多30米的高度了，周围还有一些发光生物，应该也是被吞进来的。稀奇，陈平好奇的开始走动起来。安露拉一脸懵逼的看着平静下来的海面，啊哈，陈平被吃了。还有，刚才那生物好像蒙德拉巨鲲吧，而且还是一只幼年期的蒙德拉巨鲲。蒙德拉巨鲲，传说级别的海兽种族，成年就是传奇级别，胃部空间极大，可以说胃部占了他身体的1半空间，而且他们的胃部还有空间扩大的能力，反正就是大的一批。契约联系瞬间只剩下1丝联系了。蒙德拉巨鲲的游动速度很快，因为他们的天赋空间穿梭，每次一次扇动尾巴都会概率触发空间穿梭，瞬间就能游出几10公里远。现在离陈平被吞才过去了10几秒而已，安露拉感应了一下，离他已经上千公里了，而且还在不断的拉远。没办法，他只好先回去跟路树还有丽娜菲儿商量一下了。想罢，安露拉便急冲冲的往神岛之星飞去。哎呦，又是一个宝箱，嘿嘿。陈平笑嘻嘻的把眼前的特殊宝箱收了起来，这是他收起来的第3个宝箱了。拿着夜明珠，陈平继续往里走去。陈平也感受到离岛屿越来越远了，但他并不担心，因为他还有岛屿之星能传送回去。陈平现在正感兴趣的寻宝呢，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巨兽，胃里的东西不少啊。第1个宝箱就是在一艘残破不堪的船上找到了，是一个特殊宝箱，周围还有其他宝箱的残骸呢。而第2个宝箱则是在一个胃液中找到的，也是特殊宝箱。第3个刚刚找到的宝箱是在一个巨大的头骨眼中找到。卧槽，这巨兽真是啥都敢吃啊！从一开始的残船到现在的居家贝壳。陈平走近看了一下，发现这还是一个有人居住过的贝壳，里面的家具虽然都被腐蚀的差不多了，但还是有所残留的。而且这个居家贝也不行了，陈平稍微有力一敲，瞬间就打出一个洞出来了。这要是岛上的那个居家贝，用全力都不会留下一点痕迹啊。当然是指它现在的属性了。查看了一遍，这个居家贝壳内啥也没有。出了居家贝后，陈平继续前进。越往后出现的东西也是杂乱，不过最多的还是各种海兽的骨头，大多都被消化一半了。看来这家伙的胃酸挺厉害的嘛。顺便一提，陈平现在是展开龙翼在飞，只要踏水鞋嘛。被胃酸给腐蚀了一个大口子，现在已经变成报废装备了。展开龙翼飞得快，但因为夜明珠的照明范围有点小，所有陈平还是慢慢的在周围仔细的寻找着，毕竟能在这里完全留下来的宝箱，可能是特殊类型的宝箱啊。安露拉，不好了！丽娜菲儿，岛主被蒙德拉巨鲲给吞下去了。丽娜菲儿不由得揉了揉耳朵，然后看向安露拉。丽娜菲儿，哈？安露拉，我说，陈平岛主被蒙德拉巨鲲给吞下去，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丽娜菲儿闻言，瞬间一脸的懵逼。
你们不是去梦幻岛的吗？怎么突然就被蒙德拉巨鲲给吃了呢？奇葩呀，这都行。要知道，蒙德拉巨鲲只有需要呼吸的时候才会出水面一次，而他们呼吸一次能保持几天，所以陈平是那倒霉才会被蒙德拉巨鲲给吞下去的呀。丽娜菲儿不由双手环抱，思索了一会，好像没办法啊，蒙德拉巨鲲的游动速度太快，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丽娜菲儿，我们去找陆叔吧，他老人家或许知道该怎么做。安露拉闻言点了点头，然后两人向陆叔的房子走去。陆叔他们一族建造的房子离丽娜菲儿他们很近，都是以自然风格的建筑。陆凌瑶，咦，丽娜菲儿姐姐，还有，美人鱼。看到陆凌瑶，丽娜菲儿立马问道：“小瑶，你爸爸呢？我们找他有急事。”急事？那姐姐们跟我来吧。说完，陆凌瑶就向陆叔的方向跑去了，而那个方向并不是陆叔的家。丽娜菲儿跟安露拉对视了一眼，好险！陆凌瑶越跑越快，还时不时的回头看一下丽娜菲儿跟安露拉，见他们跟得上后，才松了口气。十几分钟后，陆凌瑶带着丽娜菲儿跟安露拉终于来到陆叔所在地方了。陆凌瑶、丽娜菲儿姐姐、安露拉姐姐，爸爸正在里面给蒙角一族们体检呢，我们进去吧。第176章，水华树。丽娜菲儿，蒙角一族。安露拉，体检。陆凌瑶，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丽娜菲儿摇了摇，没有，我们快点进去吧。陆凌瑶，这边跟我来。在陆凌瑶的带领下，很快的，他们就看到正在给蒙角一族体检的陆树了。正在给蒙角们检测的陆树笑道：“不错，但是有点胖了，要多加运动才行哦。”蒙角，亚哒亚哒亚哒。蒙角叫了几句后，就蹦蹦哒哒的离开了。蒙角长得肥肥胖胖的，4条小短腿，走起路蹦蹦跳跳的，额头上长有一根小角，一脸的萌样。随后下一个蒙角来到陆树前面等待检测。陆凌瑶，老爸，丽娜菲儿姐姐跟安露拉姐姐来找你了哦，有急事。看着走来的3人，陆树摸了摸胡子，急事。那小瑶你替我检查一下蒙角们的身体状况，我先跟丽娜菲儿他们去一边聊聊。陆凌瑶，咦，真的吗？嘿嘿，蒙角们，我又来了，嘿嘿嘿。呀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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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陆凌瑶过来，本来排着队等待检测的蒙角们瞬间吵闹了起来，随后便开始分散跑开了。陆凌瑶呀，你们不要跑啊，检查啊，这次我保证不动手动脚的了，快点回来啊。陆叔，发生了什么事了？丽娜菲儿看向安露拉，安露拉，你来说明一下情况吧。安露拉点了点头，然后把陈平被蒙德拉巨鲲给吞了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静静的听完安露拉的话后，陆叔摸了摸胡子，笑道：“所以说，现在岛主不知道被蒙德拉巨鲲带到哪里去了。”安露拉，蒙德拉巨鲲的速度太快了，按照现在的契约感知，这距离也太远了点了，只知道是在东方向。丽娜菲儿，我们2个实在是没啥法子，所以就来找你了。陆叔，不用太过于担心，岛主手上还有一道我们的分身，但我没感觉到被触发了，所以岛主现在的情况应该并不算糟糕，你们先放宽心。岛主身上有没有道具能传送回岛上的？丽娜菲儿，这个我也不知道呢，虽然我是最先来的，但一来很快的就开始进化了。对了，莉西亚他们，没错，他们3个小家伙是跟岛主的时间最长，应该会清楚一些。陆叔，哦，那3个小家伙啊，那就过去找他们问一下吧。丽娜菲儿，走吧，我知道他们现在在那里玩。很快的，在丽娜菲儿带领下，他们在种植园找到了艾莱伊跟伊莫。至于莉西亚，不在这里。丽娜菲儿，艾莱伊、伊莫，你们2个过来一下。听到有人叫他们2个，艾莱伊跟伊莫疑惑的转头看了过去。咦，族长姐姐？两人把沾满泥土的手拍了拍后，便走了过去。艾莱伊，族长姐姐，你叫我们啊？丽娜菲儿笑道。艾莱伊，陈平有没有什么能突然传送回来的道具吗？艾莱伊，陈平哥哥有时候会突然出现在岛屿上的哦，好像有个叫海岛之心的特殊道具，能让他传送回来。听到陈平手中有传送回岛上的道具后，丽娜菲儿跟安露拉明显舒了口气。陆叔，这下就没什么问题。岛主现在既然还没回来，可能在蒙德拉巨鲲胃里探险吧。毕竟蒙德拉巨鲲每次出海呼吸，可不管海面上有啥东西的，全部一口吞了。丽娜菲儿，那我们就回去做自己的事情吧。岛主看来一时半会是不回来的了。安露拉点了点头，然后就向月牙海飞去了。他现在要把梦幻之池给安置下来。陆叔也准备回去继续给猛角们检查身体。飞在胃液上空的陈平四处打量，看来应该没有东西，基本都被腐蚀殆尽了。那就回去吧。系统，叮，注意，你已经出了新手区范围，危险。卧槽，这才过去多久，就已经出了新手区了？
陈平默算了一下，窝草，最多半个小时左右。直接使用海岛之星的传送效果。发动失败。对了，这里不是岛屿哦。陈平立马往回飞去，他刚才好像有看到一个超级小的岛屿，不知道是被腐蚀掉的，还是本来就是那么小的。很快的，陈平就看到那座超级小岛了，直接飞了下去，站在岛上，使用传送，瞬间，陈平就消失在蒙德拉巨鲲的胃中了。而蒙德拉巨鲲可不知道，有一只小虫子从他的肚子中离开了。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陈平收起夜明珠，然后向别墅走去。他要先去洗个澡，毕竟在人家的胃中待着了半个小时左右了，一身的酸臭味。洗完澡，换完衣服后，陈平才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呼舒服，来到沙滩椅上坐下，陈平把3个特殊宝箱都拿了出来。3个特殊宝箱分别为灵芝宝箱、建筑宝箱、装备宝箱。打开宝箱获得水华树 X1， 藿香莲花 X1。打开宝箱获得天火锻造房 X1。打开宝箱获得幻彩裙衣 X1， 白丝靴 X1。一共5件物品，陈平也不觉得少，毕竟这3个宝箱都是白嫖来的。水华树传奇品质，水华树会不断的流出清甜的泉水出来，一天就能流出上百吨的泉水。鉴定介绍，水华树是缺水地区的神树，一直被所有人守护的存在。据说现存的水华树被某些水系神明给盯上了。好东西啊，可以种植在浮空岛上，然后改造一下，在上面挖个湖泊，然后把水华树种在中心岛屿上，随后再挖条水沟围浮空岛一圈，这样一座不断流水下来的美丽浮空岛就大功告成了。不错不错，陈平很满意第1件物品。第177章白丝鞋。藿香莲花史诗品质，藿香莲花只能在水质清澈的水中存活，其莲子食用后能增加10点随机属性，上限200个莲子。鉴定介绍，藿香莲花除了莲子外，其莲花也能入药，是某些特制药剂的助料之一。还想可以根养在水华树的湖泊之中。名称：天火锻造房。类别：特殊建筑。品质：传说。效果：天火炉灶，炉灶永久燃烧着高级火焰之一的天火。效果：天火锻造，锻造出来的装备有概率出现天火纹路。鉴定介绍，据说矮人帝国中就存在着一座巨大的地火锻造房，他们所有的武器、装备、工具等锻造物品都是从地火锻造房中锻造出来的。陈平看了一下详细信息，这间天火锻造房不算小，但也不算大，占地1000平方左右。陈平打算问问路数，看看过来的世界异族中有没有擅长跟喜欢打铁的种族。名称：幻彩裙衣。类别：上身。品质：传奇。效果：敏捷加300，精神加200。效果：眼花缭乱，能大幅度干扰敌人的视线。陈平一脸嫌弃地看着手中的衣服，真是有毛病吧？为啥老是给我这个？求生游戏意识指不定有点毛病。等下给艾莱伊他们3个吧。名称：白丝鞋。类别：鞋子。效果：传奇。效果：敏捷加500。效果：白丝袜，穿上白丝鞋后会出现延续到大腿处的白丝袜，白丝袜能防御传奇级别的攻击，可强化次数 X1。陈平再一次陷入了沉默。没错，今天沉默是他的口粮。默默地打开强化面板，放入，点击强化，瞬间红色的光芒涌现。特殊强化，妖化。名称：白丝鞋，妖化。类别：鞋子。效果：传说。效果：敏捷加500，精神加500。效果：白丝袜，使用后会出现延续到大腿处的白色丝袜，白色丝袜能防御传说级别的攻击。妖化效果：红丝袜，使用后会出现延续到大腿处的红色丝袜，红色丝袜能使人陷入精神诱惑之中，使人意识模糊。妖化效果：红白丝袜，使用后会出现延续到大腿处的红白丝袜，拥有白丝袜跟红丝袜的效果，延续时间1个小时。好厉害的样子。陈平摸着下巴，看着眼前的白丝鞋，真的让他纠结万分啊。丝袜爷，想想是不是很激动？但可惜现在的情况是，他到底要不要装备上去？最终陈平还是装备上去了。没办法，毕竟踏水鞋已经被腐蚀坏掉了，他现在已经没有鞋子了。绝对不是他的好奇心爆发，想试试看传说中的丝袜穿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装备上去后，陈平刚想把丝袜鞋子显示出来，就听到一声声音传来了。哇，岛主，你终于回来了。安置好梦幻之石后，还没来得及查看，就感受到陈平的契约联系瞬间清楚了起来，而且方向就在上面。安露拉立马就游了上去，然后就看到坐在沙滩椅上的陈平了。陈平扭头看向月牙海的方向，只见安露拉一脸激动的操控水球飞了过去。陈平，怎么了？安露拉族长，
我看你好像有一点激动啊。安露拉闻言翻了翻白眼，能不激动吗？不过还是笑道：啊，没，岛主你回来真是太好了，嘿嘿。陈平闻言笑道：没错，我也觉得很好，呵呵。毕竟白嫖了3个特殊宝箱呢，而且还出了妖化。安露拉上下打量了一遍，没发现哪里受伤后，心中这才舒了口气。要是跟他第一次出去就受伤的话，那他是不是不太吉利？陈平，呵呵，对了，我等一下要使用金鱼岛的指南针，等下到的时候再通知安露拉族长你，现在就先去忙吧。你不是刚获得梦幻之池了吗？我期待你们梦幻化后的样子呢，呵呵。安露拉，那我就先回去了，岛主。陈平点了点头，然后展开龙翼向浮空岛飞去，被安露拉打断了想看丝袜的念头。他现在一回想起来，感觉有点汗颜，这要是刚好被看到了，那还不社死啊？来到浮空岛后，陈平先是把金鱼岛的指南针给使用了，然后才开始捏造起来了。首先捏出一个湖出来，然后在湖中捏个小岛来放着水花树。完成后，陈平便把水花树拿了出来，然后种植在小岛上，一种植下去，瞬间巨大的水花树就开始流出清澈的泉水来了。水花树挺高的，差不多5米左右的高度，模样有点像柳树，水流都是从柳条中流出来的。水花树一天能流出上百吨的泉水来，所以出水量还是很大了。现在湖底已经开始积起水来了。陈平再把藿香莲花也放了下去，不错，看来很适应这泉水。2株特殊灵植都安置好后，陈平就开始捏造引水沟了。先是围着整个浮空岛一圈，搞个2米深、2米宽的河流，然后一些岛边的捏低一些，能让多出来的水流出去，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类似瀑布的地形了。花费了将近1个小时后，陈平终于捏造出满意的地形了。现在就差水花树把湖先给填满了。这里搞定后，陈平就去找陆树了。他要问一下，看看世界异族中有没有擅长锻造的种族。陈平在陆树的族中找了一遍，发现不止陆树，连他的族人也不在这里。奇怪，最后没办法，陈平只好先去找丽娜菲儿了，看看他知不知道陆树跑哪去了。丽娜菲儿就好找了，毕竟精灵们的人数多了一些，现在还有一些房子没建造好呢。而身为族长的丽娜菲儿可是要负起监督的责任的，所以陈平飞过来后，就看到正在指挥族人忙前忙后的丽娜菲儿了。第178章，求求！陈平，丽娜菲儿族长，丽娜菲儿，咦，岛主你回来了，没啥事吧？丽娜菲儿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了一下，完好无损，而且她还闻到了沐浴露的味道。没错，因为她也去别墅内洗澡的，也用了那沐浴露，毕竟那浴室的确方便。既然都有心思洗澡了，那肯定没出啥事了。陈平摆了摆手，笑道：没啥事。哦，对了，我要找陆树族长，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丽娜菲儿，应该还在猛角一族那里吧？陈平闻言疑惑道：猛角一族？丽娜菲儿，我带你过去吧。至于猛角一族，我只能说萌萌的，很可爱的种族哦。很快的，在丽娜菲儿的带领下，陈平也看到了猛角族人了。还真的挺萌的，就不知道胖乎乎的毛发剃光后会是怎么一副模样。虽然有点好奇，但他还不至于那样做。陆叔又开始给猛角们做体检了，而陆凌瑶一脸开心的撸着每一只过来体检的猛角们。陈平，陆树族长，我来找你喽。丽娜菲儿，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哦。说完，丽娜菲儿就离开了，毕竟还有事要忙呢。陆树，哈哈，岛主回来了。陈平一脸的诱惑，不是，为啥你们都要来上这一句？陆树，这个，哈哈，应该安露拉族长看你被蒙德拉巨鲲给吞了，所以过来找我们寻找帮助。陈平，行吧，陆树族长，我想问问，世界异族有擅长锻造的种族吗？陆树，擅长锻造的种族？有啊，火元素一族，他们就很适合锻造，本身又是火元素，也不怕火焰的高温。陈平闻言笑道：那还在这里吗？陆树，当然在啦，不止火元素，土元素跟木元素，还有水元素，4大元素都在。他们是世界树的忠诚追随者，实力都很强大，尤其是4大元素族长，他们的实力都逼近半神级别，现在只差一点契约，他们就能突破成为半神了。陈平闻言惊讶道：这么厉害吗？陆树笑道：没错，猛家岛主你也见过了，雷霆一族第5名，而土元素第4名，火元素第2名。陈平，那第1名就是陆树族长你们喽？没想到陆树摇了摇头，笑道：并不是，我们是陆灵人一族的能力其实都是扁向辅助的。陆树摸了摸胡子，说道：战力第一的族群，应该不能说是族群，因为他从始至终都是一人而已。陈平好奇地问道：是谁？我见过吗？陆树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他好一过来就跑到世界树上去了。岛主你要是想去见他的话，可以到世界树去找他。陈平点了点头，行，等下就去找找看。那陆树族长，你看看这个。
陈平把天火锻造房递给陆树，陆树摸了摸胡子，有些惊讶地说道：“天火，这可是好东西啊！如果交给火货的话，他有可能突破成为半神的啊！而且经常生活在天火环境下，火元素们也会不断的变强的。毕竟他们自身的火焰还比不上地火呢。除了火货，他的自身的火焰程度已经跟地火差不多了。陈平，这个可是打造武器跟装备道具的啊，火元素们会吗？”陆树笑道：“岛主，你不用担心，以前没契约之前，我们的武器装备，甚至是家具都是火元素们打造的，他们的手艺，你放心，绝对不比矮人差哦。”陈平闻言点了点头：“那行吧，这天火锻造房就交给你了。我准备去瞧瞧你说的第一战斗力到底是谁，有点好奇啊。”陆树，那岛主你慢走啊。从猛角一族的居住地离开后，陈平就向世界树飞去了。一来到世界树下，利西亚模样的树灵瞬间就出现在他身旁。看到利西亚模样的树灵，陈平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发，然后笑道：“树灵，你这么感觉怎么样？跟丽娜菲尔他们一族契约后有什么变化吗？”树灵：“有哦，我现在演化出很多能力出来了，虽然大多数都是光环内的能力就是了，还有世界领域，至于范围嘛，整个岛屿都能被覆盖起来。还有，我内世界也开始演变了，不过要点时间，内世界就能出来了。现在低级神明我都不带怕的哦，厉害吧？”看着双手叉腰的树灵，陈平笑道：“树灵真厉害，连神明都不怕喽。那我以后就要靠树灵你来保护喽。”树灵：“树灵会拼死保护陈平哥哥的。”这是被利西亚给感染了吗？陈平欣慰地笑了笑，然后一把抱起树灵，满意的笑道：“真厉害。对了，树灵，有没有一位世界一族来这里了呀？”被陈平突然抱了起来，树灵可高兴了。在听到陈平的话后，他直接说道：“有哦，在树顶上哦。”陈平闻言，抱着树灵就向树顶飞去，很快的就来到世界树顶上了。然后一只松鼠出现在陈平的视野之中，这只难道就是陆树说的战力第一那只？一只松鼠？树灵，不是松鼠，是它。陈平顺着树灵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只半透明的豹子正在趴在那里看着他。豹！陈平的话刚落下，就看那半透明的豹子瞬间变成老虎，接着又变成猛家的模样，然后是陆树的模样，然后是丽娜菲尔的模样。我操，你到底长啥样？看着眼花缭乱的陈平，直接喊道。他最后变成了史莱姆的模样，然后开口说道：“我并没有特定的模样，如果说是我刚诞生时的模样的话，跟史莱姆的形象差不多吧。我是世界树的世界核心跟世界之力结合后意外诞生出来的，所以严格来说，世界一族都可以说是我的模样。”陈平，陆树说你最厉害，那你打得过他吗？还有你叫什么？陆树那小子，我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至于我的名字嘛，以前叫啾啾，现在叫球球。陈平，球球，啥事？第179章金鱼岛。陈平，没啥事。球球，看着变成史莱姆模样的球球，陈平好奇的戳了，厉害，跟史莱姆一样富有弹性啊。球球也不理会陈平的举动，他打了个哈欠，反正这次他打定要守护好这棵世界树，绝对不会再被那些该死的贪婪者抢夺了。诞生他的世界树的树灵被杀死，世界树也被强行分成了4棵，已经完全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现在的他只能好好守护好这棵新生的世界树，等以后有能力了再考虑报仇的事情，反正现在是不行，他的实力还不够，离主神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更别说仇人都已经是主神级别的存在了。以前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实现，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新生的世界树给了他继续成长下去的机会。毕竟他的情况有些特殊，他修炼的能量只能是世界之力，而世界之力只有世界诞生之时或者毁灭之时才会流露出来，而世界树则是本身就会诞生世界之力。球球看着陈平怀中的树灵，只要树灵好好的，那么他就能快速生长起来，所以现在他只要好好守护着树灵就行了。世界树没了树灵，就等于没了继续生长下去的能力了。被分裂出来的4棵小世界树已经无法再继续生长下去了，会一直停留在被分裂时的状态，而且就世界之力都不会再生成了。对球球来说，在世界树灵死去的那一刻，世界树也就跟着死去了。看着懒洋洋的球球，陈平还是挺欣慰，至少树灵不会再无聊了，有人陪着。虽然已经收到系统的提示金鱼岛到了，但陈平还是选择跟树灵玩了一会儿后才道别他们。通过契约，陈平联系了安露拉跟丽娜菲尔，让他们准备好后就可以向金鱼岛出发了，然后他自己跑去通知陆树。没办法，跟陆树他们的契约主要是世界树，要通过世界树才能通知他们。陆树应该还在猛角一族那里，陈平直接向那边飞去。果然，陆树还在给猛角们体检，不过也差不多快完了，只剩几只猛角了。
陈平等待陆树检测完后，才走了过去。陆树，岛主，看见他了没？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见到了。陆树摸了摸胡子，笑道：“还真见到了呀。”呵呵，有点出乎意料呢，我还以为他不见岛主你呢。陈平有些疑惑，陆树族长为啥会这样想啊？陆树回忆了一下，然后解释道：“我也只见过他几次而已，而且每一次的形象都不一样。第一次是几千年前，当时有低级神明来到祖地，想强制契约几个世界一族中种族，然后他出现了，一下子就打爆了那位低级神明。而第二次就是他把世界契约卷轴交给我的时候，而最后一次就是我使用掉世界契约卷轴后。哈哈，所以我以为他不会见岛主你呢。”陈平，不是吧？球球看起来还是很和善的啊，不是那种喜欢装神秘的家伙啊。陆树，球球是陈平，他的名字啊，陆树族长你不知道吗？陆树，哈哈，我还真不知道，毕竟见过了3次，都没过多的交谈。可是我真的没想到，他竟然会叫做球球，嘿嘿哈哈。砰，啪！本来笑哈哈的陆树被无形的攻击拍打到地上，直接陷进去了都。陈平不自觉地看了一下世界树的方向，行吧，陆树笑话他名字被听到了呗。可嗨嗨！从地下出来的陆树尴尬地嗨嗨了几下，然后一脸正经地向陈平问道：“嗨嗨，对了，岛主，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陈平：“哦，是这样的，金鱼岛到了，我想邀请你一起去。还有丽娜菲尔族长跟安露拉族长。”陆树：“哦，那还等什么？快走吧。”行吧。陈平展开龙翼向金鱼岛飞去，而丽娜菲尔跟安露拉已经在那边等待了。4人飞在金鱼岛外，陈平开口道：“金鱼岛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陆树摇了摇头，金鱼岛他还真的没听说过。安露拉，金鱼岛吗？好像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金鱼岛上并没有危险，不过进去捞金鱼好像有些讲究，据说好像跟装备有关。陈平，装备？那我的装备还是挺多了，品质也不错，族长你们呢？陆树摸着胡子笑道：“比人不才，有2件半神器，1件低级神器。丽娜菲尔，我的半生之气品质应该也够了吧？安露拉，我就1件传说品质的装备，也差不多了吧？”陈平，看我干嘛？我也不知道啊。话说回来，金鱼岛有人数进入限制吗？没有的话，我们把人叫上。安露拉，听说进入金鱼岛的人是越少越好，人一多容易把金鱼吓得不敢出来的。听说5人以下是最好的。陈平挠了挠头，这样子啊，那就进去吧，也不知道该怎么抓金鱼。4人直接飞去金鱼岛，然后落到地面上。金鱼岛的地形很有意思，就是像是一只巨大的金鱼一样，岛屿上有大大小小的湖泊，金鱼就生活在湖泊里面。他们一落地，一道系统提示声就响了起来了。系统：叮，恭喜求生者进入金鱼岛。系统：叮，检测求生者还处于新手期，奖励诱饵装备品质上升1个品质。系统：叮，求生者可以在金鱼岛上捕抓3次金鱼的机会。系统：叮，检测求生者为新手，捕抓机会翻倍。看完系统的提示后，陈平看向陆树、丽娜菲尔跟安露拉，问道：“陈平，我竟然能捕抓6次金鱼的机会？这么说还有可能捞空是吗？”陆树：“我只要1次机会。”丽娜菲尔：“我也是。”安露拉：“系统提示说我是美人鱼，次数+1，所以我有2次机会。”第180章捞金鱼。陈平：“你们的怎么这么少？”陆树笑道：“可能跟我们不是新人有关吧，毕竟我们都是老油条了。”丽娜菲尔立马往后退了一步，笑盈盈的说道：“对不起啊，陆树族长，我还年轻着呢，才不是什么老油条呢，对不对啊，安露拉？”安露拉点头应道：“没错，我们可是美少女，老这个字可配不上我们啊。”陆树一脸愕然的看着他们2个，然后无奈的摇了摇头，心中默默想到：要不是为了维持族长的威严，我也是一个帅哥好吗？不过他也习惯现在的模样了，也就懒得变回年轻时的模样。陈平，走吧，进去摸鱼去。岛上的湖泊有点多，不过好像没什么讲究。安露拉，你们别看岛上的湖泊很多，其实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那个湖泊都是一样的。陈平好奇地问道：“有人下去探查过？”安露拉点了点头，笑道：“没错，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的金鱼都隐藏起来了，所以最后规规矩矩的来。”丽娜菲尔：“哦，这样子的话，那找个看着顺眼的湖泊就行了。”陈平：“那行，我们分散开来吧，机会用完了话就先回去吧。”看着周围的大大小小的湖泊，有些湖泊简直就是水坑，只有2-3米大而已。陈平看了一圈，然后来到一个看着比较顺眼的湖泊边，里面游动着不少的金鱼，他准备尝试一下。系统：
请选择你捕抓金鱼的装备，注：每一件装备只能使用一次，武器无法使用。陈平打开人物装备面板看了看，就先用头盔试试水吧。传奇品质的希尔的王冠，应该品质上升的缘故，能算成传说品质来看。不知道捕抓上来的金鱼是不是都是传说品质的金鱼？陈平好奇的喃喃道。确定下来后，希尔的王冠瞬间变成一个网兜，就是嘛。陈平一脸懵逼的看着手中的网兜，迷茫的用手比划了一下。卧槽，这网格跟拳头一样大，能捞得到金鱼吗？擦，没办法，陈平只好找大条的金鱼了。如果没有，那只能捕抓离岸边最近的金鱼了。只要捞上岸，那就成功捕抓了。陈平仔细的打量着湖中的金鱼，大鱼还是不少的，但好像都能穿过这个网格的样子。最后挑来挑去，陈平只好选择最大的一条来捞了。不过网口够大，能装下几条鱼一起。陈平一直盯着那条最大的红色金鱼，网兜已经入水了，现在就慢慢的跟在他身后。还好这网兜不是真的用一根棍子连接操控的，而是靠精神力操控的。终于在那条大红金鱼跟其他3条金鱼擦身而过的时候，陈平直接控制这网兜快速的捞了上去。陈平可是特意找了个钻研的角度来的，虽然网格口子大个，但只要金鱼不是投向口子，基本还是能捞起来的。这个网兜一共网到了4条金鱼，不过陈平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那条最大的金鱼，并不是他觉得金鱼大条就好，而是他觉得的这条鱼的成功性最大。那3条也只不过是为了压住那条大金鱼，使其不能动弹罢了。当然了，如果都能捞上来，那肯好。随着网兜破水而出，本来4条的金鱼现在只剩2条了。最后毫无意外的，这2条金鱼都被捞上了岸，成功拿下。成功捞起金鱼后，希尔的王冠变成的网兜又变回王冠的模样了。陈平直接装备回去后，便看向那2条金鱼了。一条是他的目标鱼，浑身红色的大金鱼；一条是用来压大金鱼的惊喜金鱼，是杂色的，由红色跟金色为主，夹杂了一些白点。玫瑰红金鱼，传奇品质，每天会掉落1到10片鳞片，生活环境越好，掉落的鳞片越多，品质也越好。鉴定介绍：玫瑰红金鱼的脱落的鱼鳞含有让人貌美如花的特殊成分，大量食用还能增加寿命，深受人类贵族的欢迎，尤其是女性。还不错，可以养在浮空岛上。杂色金鱼，金色品质，每天会吐出杂色金珠，杂色金珠是普通的超凡材料。我的眼光果然不错，嘿嘿。经过陈平这一次的打捞，这湖泊内的金鱼全都潜入深水区了，所以他打算去别的湖泊打捞。把金鱼收起来后，陈平就开始逛起来了。很快的，他又找到了一个顺眼的湖泊了，这一个比上次那个小了不少，但湖内的金鱼种类比较多。这次陈平选择用上衣龙息明甲来变化成网兜。我操，一个大铁碗，这个铁碗还挺大，碗口就直径1米左右，深度也差不多1米。陈平打量了几下，摸了摸下巴，看来只能慢工出细活了。随着铁碗下水，陈平先是操控着铁碗往下沉，然后再开始操控起来，慢慢的，慢慢的，很好。看着10几条小金鱼毫无察觉的在碗内，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这要是成功，那就一波暴富了。现在开始慢慢往上升，不能急，很好，稳住了。看着还有几米就能出水，别激动，稳住。陈平已经笑容满面了，10几条金鱼啊，不知道多少品种。很好，还有3米、2米，一窝草。一条模样跟颜色都奇特的金鱼快速从湖底下窜了上来，然后快速在湖内转来转去，挡在他前面的金鱼都直接被撞开。最后在陈平愕然的目光中，直接头铁的撞上了铁碗，瞬间碗内本来安安静静的小金鱼们瞬间开始慌乱起来。卧槽！陈平立马加快了速度，但可惜铁碗内的10几小金鱼还是跑了七七八八了，只剩下4条往碗底下游的小金鱼被成功带了上来。看着碗里游动的4条小金鱼，陈平那个气啊！看着湖泊中那条昏死过去的金鱼，直接再次拿出龙骨护手，他要把这该死的鱼给捞起来。现在整个湖泊被他这一搞，已经没鱼了。第181章绝户网都。龙骨护手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陈平打量了一下，好家伙，比王冠变成了网兜还过分，一个龙骨手掌的模样。这要不是用来捞这条晕死过去的鱼，根本别想能捞到游动中的金鱼好吧。很快的，龙骨手掌就把这条作死破坏了陈平好事的鱼给打捞起来了。陈平打量了起来，怎么看都觉得这鱼一点也不像是金鱼啊。躁动金鱼，史诗品质，其血液是制作暴躁药剂的好材料。鉴定介绍：躁动金鱼只要躁动起来，就喜欢横冲直撞，不管前面是啥，它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撞过去，哪怕那是猎食者的嘴。陈平不爽地看着眼前的鱼，好没用的鱼啊，血亏。只能看向铁碗内的4条小金鱼了，其中2条是杂色的，剩下的2条，一条金色，一条黑色。果然，杂色的跟之前的那条一样，
只能吐出杂色金珠，金色的也是陈平以前获得后养在青木河边上的金鱼一样。黑群金玉鱼，传奇品质。黑群金玉鱼每10天半个月的会吐出一枚黑玉，黑群金玉鱼的心情越好，吐出了黑玉品质越佳。鉴定介绍：黑群金玉鱼吐出的黑玉拥有回复精神力的特殊效果，一枚品质上佳黑玉的价格最高为2000W 金币。陈平看完黑群金玉鱼的属性后更加不爽了，要知道之前铁丸里可以有3条黑色的金鱼的，还有几条其他颜色的鱼啊！操，我不爽啊！果然让人很躁动啊！他死定了，回去后就交给胖菊好了。用了3次了，还有3次。陈平又开始寻找顺眼的湖泊了。没有那草蛋鱼的湖泊，只要看到那躁动不安的鱼，就立马换湖。陈平站在一个较大的湖泊边，看着里面游动的金鱼很多，而且5颜6色的。最重要的是，没那躁动不安的鱼。他现在还剩3次，他现在正在考虑用哪件装备来转化成捕鱼工具。从龙骨手掌来看，并不是什么装备都适合的，但他身上有2件应该就更合适了。一件是七彩背裙，这件转化后应该也是网兜之类的吧。一件就是那丝袜鞋了，这可是传说品质的装备啊！上升了一个品质后，不知道是半神器还是神器。看着眼下湖内的鱼数量很不错，至少这附近没有比这个湖内更多的鱼了。用七彩背裙吧。我操，这下赚大发了！陈平看着手中的渔网，满意的道：“这是那种抛下水后再往上收的渔网。陈平预测这次少说也能抓几10条吧。尤其是这个湖泊内的鱼又多，这一网下去，保底10几条不过分吧。”陈平立马开始找个好位置，随时准备抛网。看着下面不断游动的金鱼，陈平瞧了瞧，就那里了，够密集。陈平直接展开渔网，然后啪的一声，直接向湖泊中网了下去。本来他还想控制渔网从水下往上的，可惜不行。渔网一下水，造成的水花瞬间就惊动了敏感的金鱼了，瞬间所有的金鱼开始乱起来了，到处乱游。看着不断往下沉的渔网，陈平激动地看着，在渔网合拢之前，能捕抓到几条就是几条了。让人高兴的是，虽然一开始惊动了鱼群，但胡乱冲撞的金鱼一下子就有7、8条被网住了。最后渔网完全收拢后，网内已经有20几条鱼了，这还是有几条个头小的鱼穿了出来后的结果。不错，随着渔网完全收拢，陈平便可以把渔网操控上来了。最后数了数，一共27条，其中有9条是杂色的金鱼，7条金色的，4条玫瑰红，3条黑群金玉鱼，还有4条新的金鱼。冰晶蓝蝶群鱼，传奇品质。冰晶蓝蝶群鱼会吐出冰蓝晶，冰蓝晶只有冰晶蓝蝶群鱼保持10几天的好心情后才会吐出。鉴定介绍：冰晶蓝蝶群鱼吐出的冰蓝晶是制造冰属性物品中最好的辅助材料，不仅能增加成功率，还能增加制造物品的冰属性上限。不错，冰晶蓝蝶群鱼有2条，剩下的2条都是不同颜色的，一条完全白色，一条是红黑色的，但不说杂色金鱼。不过2条都是史诗品质的，有点可惜，效果也不咋样，都是土材料珠子。收获丰盛，陈平又开始寻找顺眼的湖泊来了。找大个的了。路过一个不算大的湖泊时，陈平惊讶地发现，这下面的金鱼够多，密密麻麻的，整个湖泊被有2/3都有金鱼游动。我去，如果刚才的渔网抛这里的话，可能就不止27条了，上百条都有可能吧。不过陈平看了一下，发现下面的金鱼基本都是他有的，这让他放弃了使用鞋子的打算。不过他还是选择在这里捞一波，毕竟鱼够多呀。陈平看了一下装备栏，现在传奇品质的还有冠军腰带跟魂灵戒指，一大一小，考虑到护手的状况，还是用腰带吧。陈平一脸无语地看着手中大号的冠军腰带，就是把腰带变大了而已，而且还是平直的，连弯度都没有。想了想，好像只能大力出奇迹了，看看能不能拍出几条鱼出来。啪！最后收获了3条金鱼，2条杂色金鱼，1条黑群金玉鱼，这还是陈平对准它才拍出来的。现在就剩最后一次了，陈平这次特意把所有的湖泊都查看了一下，他要找出金鱼最多的湖泊。最后花费了2个多小时，陈平在一个小卡拉密的位置找到了一个满是金鱼的湖泊，现在都可以说是鱼湖了，真的是挤满了金鱼啊，让陈平感觉跟以前的假期高速路塞车一样，走1米要半个小时。陈平果断的转化鞋子，瞬间一个白色一个红色的网兜出现在手中，这是绝户网兜吧？虽然造型诡异了一下就是了。这2只丝袜模样的绝户网兜，只要下去少数几百条金鱼啊，这不装满都对不起这2只丝袜了呀。陈平兴奋地扔下去，然后开始操控，短短几秒钟，2只绝户网兜就差不多装满了。陈平忍不住发出了结的笑声来。陈平就愕然地发现他的2个绝户网兜正在快速地往下沉。下一秒，
一道系统声音响起：系统，叮，检测到你丝袜鞋变化而成捕鱼工具正在被破坏，是否发动装备效果？第182章黄灵珠。陈平先是一脸的懵逼，接着立马发动效果，而且是2个效果都发动。随着效果发动，系统的提示也出现了变化：系统，你的捕鱼装备正在受损中。窝草！陈平一脸愕然，要知道丝袜鞋发动了效果后，可是能抵抗传说级别的攻击的啊，这到底是啥东西？竟然能破防，这可不行！陈平连忙操控起来，这一下竟然有一种钓鱼的绝力感，一上一下的相互撕扯了起来。系统则是不断的报道着装备的受损提示，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我操！陈平突然感觉自己的丝袜鞋开始到处乱跑了，下面那未知的东西竟然开始到处乱跑起来了。陈平只能一边操控丝袜鞋变成的绝户网兜往上，一边在地面上追。这一追就不得了了，就像安露拉一开始说的那样，这下面完全是一个地下湖，所以陈平是追着满地跑啊。陈平差点都忍不住变成鲛人下去一探究竟了，但一想到这可是传说级别的攻击啊，就让他打消的下去的念头了。窝草！系统的提示从受损变成现在的损坏了，这才多久的时间啊？不知道跑了多久，陈平对丝袜鞋还能不能上来，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毕竟已经开始损坏了，可能要不了多久就开始破损了吧。到那时装备也就毁掉没用了。又跟着跑了一段时间，突然陈平感觉到速度好像开始慢了下来，不仅速度上慢了下来，连系统的损坏提示也变慢了，是开始乏力了吗？陈平连忙开始操控起来，不错，连挣扎的力度都小了许多，现在已经绝力不过他了。不过陈平周围没有湖泊，只好操控着向最近的湖泊跑去。看着眼前的湖泊，陈平喃喃道：快了，就快出来了，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啥生物，竟然如此凶猛。砰！哗啦啦，破水声响起，陈平立马操控着丝袜鞋变成的网兜到岸上来。看着2条破破烂烂的丝袜网兜，陈平那个气啊，不过还好没完全损坏，还能接受。网兜变化丝袜鞋后，陈平并没有急得装备上，而是直接发动效果，瞬间本来还是鞋子模样的丝袜鞋立马变成了白色长丝袜，就是丝袜上破了很多小口子。看了一下属性，它本来能防御传说级别的攻击，现在只能防御传奇级别的攻击了，降回去了，坑爹啊！还好属性加持没下降，毕竟陈平最主要的还是看属性加持的。重新装备上去后，陈平就把目光看向地上的未知生物了。黄鳞金鱼，传说品质，黄鳞金鱼每30天能吐出1枚黄鳞珠，如果生活环境不如意，吐珠时间会往后推延10天半个月。鉴定介绍：黄鳞金鱼栖息于金鱼岛上的超稀有特殊金鱼，从未处在湖泊中，只生活而地下湖内，其黄鳞珠食用后能提升1个等级，很不错的金鱼。但是这条应该不是发起攻击的鱼吧？毕竟口子对不上。黄鳞金鱼的并不大，整体大小跟手掌那么大而已，根本造不成丝袜上的那样口子。所以说，这难道是替罪鱼？陈平一脸黑线的看着正在蹦跶着的黄鳞金鱼，没错，的确只有这一条，怪不得的，还以为是乏力了，看来是他想的太过于当然了。也是，毕竟那未知的鱼连丝袜都能咬破，怎么可能会乏力？收起黄鳞金鱼后，陈平便直接传送回去了，毕竟打捞次数已经用完了，留下也没有用。回来后，陈平直接把他打捞上了的所有金鱼都准备浮空岛上养，毕竟水华树流出来的泉水可不比金鱼岛上的湖泊来的差。很快的，陈平就把所有的金鱼都放了浮空岛上的湖中了，还好泉水已经足够多了，至少这几10条鱼是够了。看着适应良好的鱼，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向青木河飞去。他要看看那2条金鱼的情况，虽然状态差的话，就移到浮空岛上来。来到青木河边，陈平惊讶的发现，这2条金鱼不仅状态良好，而且还下了鱼卵了。看着那些差不多成型的鱼卵，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小池子下面还布满了一层金珠，应该是他们这段时间内吐出来的了，而鱼卵就在金珠周围混在一起。这样看来就不用转移了，让他们在这里生活就行了。看着这2条连接到青木河中的活水道，上面有金鱼游动痕迹，看来金鱼有时还会跑进青木河内嘛，挺厉害的嘛。顺便又看了一下青木河内，河内生态完整，就是他还是没看到青木鱼，可能不在这一段吧。现在就继续使用岛屿指南针吧。现在还有2个随机岛屿指南针跟20来个荒地指南针。使用掉1个随机岛屿指南针后，神岛之星开始全速前进，而陈平则是直接飞向浮空岛，开始查看路途中有没有岛屿。这次的路程有点久，很快的天色就开始黑下来了。陈平看了看外面昏暗下来的景色，根本看不清外面有没有岛屿，所以就飞下去准备晚饭了。今天艾莱伊他们在族内吃饭，所以陈平就没准备太多，直接抓起一只龙兽烧烤后就直接啃了起来了。陈平打开自由交易市场查看了一下，1个岛屿指南针也没有，看来短时间内是没人上架指南针的了。
不过他现在20来个荒岛指南针也够他忙一阵子的了。吃饱喝足，再洗个澡后，等头发干了之后，陈平就上楼准备睡觉了。阳光照入屋内，瞬间就把整个房间都照个通亮。现在2楼已经隔离成2个房间了，一个艾莱伊他们的房间比较大，一个是陈平的。虽然艾莱伊他们还小，但毕竟是他们都女孩子，所以还是隔离起来比较好。陈平有些懒惰的从2楼走了下来，然后慢悠悠的向卫生间走去。第183章毁岛者陆树也。洗漱完后，陈平这莉西亚还在睡懒觉。陈平再一次把蛋巢每天出现的鸡蛋给煮了当早餐，所以每次莉西亚想看蛋巢出什么鸡蛋的时候，都会失落一会，嘿嘿，除非小家伙比他起得早，不然是别想看到鸡蛋了。解决完早餐后，陈平就准备今天的钓鱼时刻了，也不知道今天能钓起几头龙兽。要知道龙兽食材不多了，没办法，实力起来后饭量就开始大增了。拿出鱼竿，陈平屁咧咧的来到月牙海边，他先是查看了一下海里，在没发现小美人鱼后，再放心的钓了起来。很快的，鱼漂就直接沉入下去了。陈平直接一拉，瞬间一条龙兽直接被拉了出来，直接一抓，然后往水牢一扔，接着继续钓起来，一套动作行云流水。随后接二连三的龙兽被陈平钓了起来，让他的脸色逐渐黑了起来。虽然他是想多储备点龙兽当食材，但不至于连个宝箱都不给吧。第7只龙兽，陈平面无表情的继续抛下鱼漂，然后哗啦啦，又一只龙兽被钓了起来。就在陈平让把它扔进水牢之时，突然发现这头龙兽个头好像有点过大了些。鉴定一下，哦，原来是只龙兽 BOSS 79级，直接杀了，掉了个 BOSS 宝箱，还是100W 点经验，自动储存起来了。把 BOSS 宝箱放好，陈平继续钓了起来，哗啦，一个宝箱稳落在海滩上。陈平看了一眼，笑道：传奇宝箱，不错，再接再厉。还有2次，再次抛下鱼漂，哗啦啦啦啦，一条龙兽听从了主的旨意，破水而出。继续，哗啦啦啦啦，哦去，有一头龙兽向陈平撞来，一个过肩摔，直接把这最后一只龙兽扔进去水牢后，陈平就准备开宝箱了。先从 BOSS 宝箱开始，打开宝箱获得虎头斧 X1、龙血之术 X1、高级副本挑战门票 X1。陈平看了一遍，虎头斧是史诗品质的武器，高级副本挑战门票还不错，能进入一个等级为80以上的副本岛。龙血之术史诗品质，龙血之术的血色树枝是史诗品质的超凡材料，常用于书写高级魔法卷轴之类的道具。还行吧，陈平直接种在别墅外，现在周围已经多出了不少的灵植了。轮到传奇宝箱了，打开宝箱获得环境改造器 X1、随机特殊建筑图纸 X1、元素抗性披风 X1、升级卡 X1。环境改造器，我不是有过了吗？陈平看了一下，果然一模一样，那就先留着吧。随机特殊建筑图纸，使用后随机获得一张特殊建筑图纸，这不用想，直接使用。获得特殊城池建筑图纸 X1。特殊城池建筑图纸根据投入的材料的品质、类型生成相应的特殊城池。咦，这东西看起来有意思啊，等下去问一下丽奈菲儿跟陆叔他们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好意见不。至于安露拉就不用去问了，毕竟这城池总不能建在月牙海中吧。名称：元素抗性披风。类别：特殊装备。品质：传奇。效果：全属性加50。效果：元素抗性减免，减少各种元素攻击造成的伤害。可强化次数 X1。鉴定介绍：用生活在元素之树的元素蚕丝制作而成的披风，能有效地抵抗各种元素伤害。元素蚕是吃元素之树树叶成长的特殊蚕类，它们的土的蚕丝天生具备抵抗元素的特性。这东西不错，放空间背包中属性就能生效不说，效果也能使用出来。强化一下，白光涌现，普通强化。看了一下，变化不大，就属性从50变成100，还行。升级卡：传奇品质，对道具卡类型的物品使用，可以提升一个品质，最高传奇品质1。卡类型的物品啊，好像就泰坦巨蟒王召唤卡了。陈平直接拿出来，然后直接对其使用，瞬间升级卡直接融入泰坦巨蟒王召唤卡之中。泰坦巨蟒王召唤卡，稀有，传奇品质，召唤一只泰坦巨蟒王，维持120分钟，冷却12小时。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召唤出来看看。陈平直接使用，瞬间一条超大的辣条出现在他面前。吸溜，吸溜。看着吐着舌头的泰坦巨蟒王，陈平有些惊讶的发现，还是之前的那条啊，但已经是传奇级别的存在了，属性平均在3000左右，很强大。陈平满意的打量了一番，不错，一条好打手。取消掉召唤效果后，召唤卡立马陷入冷却。
陈平睁开龙翼，向昨晚就到达的岛屿飞去，看看是不是荒岛。如果是的话，就让陆树族长出动了。飞上空中环视了一圈，一下子就看到岛屿了。看起来还不错，绿油油的样子，不是荒岛。扇动龙翼，陈平快速地向岛屿飞去。来到岛屿上后，陈平并没有收到系统提示，这表明这只是一座普通岛屿，并不是那些特殊岛屿。不错，可以炸。陈平直接回去，他要去请伟大的岛屿破坏者陆树。很快的，一群精灵就上岛侦查起来了。随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突然有一些精灵跑岛屿之间的海水上，然后海水开始被冰封起来。之后，岛屿上一群动物被赶了过来。飞在空中的陈平一脸懵逼地看着下面往神岛之心跑去的动物们。白嫖的资源。要知道，陈平开出来的资源之中，只有食物链资源才是生物。不错呀，如果是他的，可能没想这么多，大概率是直接召唤陆树毁掉岛屿了。随着动物迁移完毕后，精灵们才带着一些植物离开了岛屿。OK， 现在就可以毁灭掉岛屿了。陈平，陆树族长，又要麻烦你了。陆树笑道：不麻烦，我巴不得多来几次了，这样我们以后才好发展起来。毕竟如果连地盘都不够大的话，限制实在是太大了。陈平闻言点了点，然后再次看着陆树轻松地毁灭掉一座岛屿。第184章，毁岛者还是陆树也。随着岛屿沉没，系统提示随之响起。系统获得岛屿宝箱1，岛屿碎片 X6。陆树摸着胡子笑道：岛主，我就先回去了。陈平，我还有20来个荒岛指南针，所以陆树族长，你等一下要有点忙了，这样跑来跑去的，会不会太麻烦了点？陆树，20来个，不错呀。那岛主你现在就使用吧，如果都是荒岛，那倒是方便许多，速度也能提高不少。陈平直接使用掉一个荒岛指南针，至于那个随机岛屿指南针嘛，晚点再用也行。看着向荒岛跑去的岛屿，陈平跟陆树直接来到浮空岛等待起来。打开岛屿宝箱，陈平看了一下，都是一些资源，没有像浮空岛这样的特殊资源，岛屿碎片倒是有7个。这下可以升级岛屿了。消耗30枚岛屿碎片跟8个史诗结晶，顺利的把岛屿从3级升到4级，面积增加了1000平方千米，升级条件变成了40枚岛屿碎片，还行，是10枚，10枚往上加的。20多个岛屿，如果全都毁灭掉的话，单是岛屿毁灭掉后产出的岛屿碎片就差不多上百枚了，再加上岛屿宝箱开出的岛屿碎片的话，差不多200多枚左右应该是有的吧。升级了岛屿后，岛屿的移动速度又快了许多了。陈平查看了一下，从一开始的最高时速500公里，到现在最高的速度为2000公里。这说来每升1级就加500公里咯，最低还是30公里没变。陈平之前一直以为是500公里，所以每次全速前进都是时速500公里，下意识的行为让岛屿的速度就那么快。这下就真的全速前进了。站在浮空岛上的陈平看着岛外的无尽之海，虽然现在岛屿的速度是时速2000公里，但完全看不出来啊，没有对照物。很快的，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第一座荒岛到了。陆树直接跟陈平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就瞬间出现在那荒岛上空了。陈平一脸的懵逼，他完全看不出陆树是这么移动的，还不成是瞬移？随后就看到荒岛沉没的场景了。下一秒，陆树又回到浮空岛，而这个时候，系统的提示声才刚响起。哇擦，没错了，肯定是瞬移。陈平立马惊讶地问道：陆树族长，你刚是瞬移吗？陆树摸了摸胡子，笑道：没错，的确是瞬移。陈平先是使用了一个荒岛指南针后，再向陆树询问道：那我能学吗？陆树摇了摇头，解释道：岛主，不是我不想教，这是我这一族特有的天赋。你看我脚下是不是有一棵小树？陈平低头一看，的确还真的有一棵小树。陈平可不记得他有在浮空岛上种植除了水华树之外的树。陆树笑道：我就是通过这个来完成瞬移的。我们一族能通过树木来完成瞬移，不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我不是半神级别的存在，我也不敢这么玩。闻言，陈平可惜地看着地上的小树，无奈地耸了耸肩。既然学不来，那就不去想了。这次就10几分钟，陈平就看到荒岛了。然后陆树照常操作，直接一击毁灭掉岛屿，整整的一个岛屿破坏魔。荒岛指南针不愧是叫这个名字，连续10几个荒岛指南针使用，靠近后全都是荒岛，果然货真价实啊！10几座荒岛，大多数都是连植被都没有的死岛，还有几个虽然有点绿色植物，但也只是零星的几株而已，照样还是个无用的荒岛。很快的，陈平就把所有的荒岛指南针使用后了，总共获得了23荒岛宝箱，128枚岛屿碎片。现在还剩一个随机岛屿指南针，陈平也直接使用了。陈平，陆树族长，最后一个了，不过这个是随机岛屿，等看看是什么岛屿后再动手啊！你可别一个习惯就顺手来一击呀！陆树笑道：哈哈，怎么会呢？
虽然今天毁灭掉的岛屿比我以前合起来还多，但我还没那么疯狂。不过说起来，毁掉岛屿后不用赔钱，是真的很爽快啊！哈哈哈。陆树可是深刻记得，他成为半神后，有一次又有半神来阻地捣乱，他直接打了出去，中途毁掉了不少的岛屿。最后他虽然赢了，但被赔了一大笔钱，真是无妄之灾啊！然后对方比他还惨，直接卖身给求生游戏了，可想而知，他要赔的钱至少是他的10几倍吧。陈平到了哦，绿油油的，看来不是荒岛了，不错，我们过去查看一下吧。陈平要一起查看，陆树肯定不会顺意过去，陪着慢慢飞了过去。上岛后探查了一遍后，陈平跟陆树发现这个岛屿有智慧生物生存过的痕迹，但他们在空中看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建筑啊。陆树，岛主，我刚才扫描了一下，地底好像有些类人形生物，大概会是我们要知道的存在吧。陈平，那入口在哪？陆树，这边，岛主你跟我过来。陈平跟着陆树身后，很快的就被带到一个小斜坡来了。陈平打量了一会，很快的就发现那个入口了，这么容易发现也正常，毕竟这个岛屿上也没有其他智慧生物的存在，所以地上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这个入口在这，也只不过是防止雨水的侵入而已。陈平探头打量了一下洞口，1.3米左右的高度，这高度陆树都进不来啊，毕竟他的马身都2米左右了。陈平倒可以进去，但感觉没必要，让他们出来不就行了吗？这时陆树突然说道：“岛主，他们好像上来了，数量还不错，看来是发现我们了。”陈平，咦，探查能力不错嘛？世界异族有这类型的种族吗？没有的话，可以尝试收服。陆树摸了摸胡子，以前有，现在就没了，没办法，探查类型的能力还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很快的就跑光了。第185章，蛇人族。陈平跟陆树就这样静静的等待起来。过了几分钟后，陆树开口道：“出来了，岛主。”陈平看向洞口，果然一道道的身影快速的从洞口中跳了下去，然后开始包围他们2个了。陈平跟陆树对他们的举动无动于衷，而是打量着他们。蛇人族嘛，这是？陈平向陆树好奇的问道。陆树闻言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毕竟无尽之海的种族太多了，有些种族的长相都差不多，但并不是同一类的也大有所在。陈平闻言点了点头，那我鉴定一下看看。陈平对一位明显是领袖的人使用鉴定术，名称蛇若家，种族蛇人，等级81，体质1746，力量1642，敏捷1958，精神2146，天赋冷热感应、微动感应、危险感应、脱皮、蛇语、化蛇，技能毒牙突击、毒液、隐秘术、感知扩散、假死伪装、遁地。鉴定介绍：3号魔法大陆中的兽人族中的蛇人族，擅长暗杀与打听情报，其出色的感应能力能让他们感知到远距离外的各种动静。陈平看向陆树，疑惑道：“3号魔法大陆，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陆树：“3号魔法大陆，哦，没错，的确是岛主你想的那样，魔法大陆还是挺多个的。这魔法大陆一多，就有的排号了，不过排号跟实力不相干就是了。就像这3号魔法大陆，实力最强的好像是上级神明，连一个主神都没有。”陈平：“哦，不过陆树族长，你才半神而已啊，这么看不起上级神明，真的好吗？”蛇若家看着正在交谈的2人，其中一个人类，另一个半人马一族。什么时候半人马一族跟人类这么亲近了？但这2人都是强者无疑了，毕竟他的危险感知一直在提醒着他，不管是那个人类还是那半人马，都是能轻松杀死他们一族的存在。没错，就是他们一族上千人一起上，大概可能性就是他们灭族。蛇若家眉头紧皱，不知道来者是凶是吉。看着还在不断说话的2人，蛇若家只好上前一游，问道：“不知2位有何贵干？”看到蛇若家都上前问话了，陈平也开口道：“啊，没什么，只是到诈岛的而已。”陈平的话让蛇若家有些愕然。什么叫诈岛？你瞧瞧，这么恐怖的事情，竟然被这人类这么的轻描淡写的讲出来。你这一诈，我们一族不都得变成玩玩了啊？果然，强者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蛇若家狠狠地想到。看着陈平，蛇若家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问道：“请问这位大人，我们这一族好像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吧？这座岛屿我们都居住了几百年了，除了狩猎之外，我们好像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吧？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就来毁掉我们的家园？”陈平：“啊，你们有没有得罪人，我是不知道了。不过你可以看看岛屿周围，看看你们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等你看完了，我才好解释。”蛇若家闻言一脸的疑惑：“岛屿周围有什么好看的？无非就几个小一点的岛屿呗，是他们一族的狩猎地。不过人家都这么说了，
佘若家还是觉得出去看一下保险点。佘若家吩咐了一下族人后，就带着几位族人分散开来，出去查看情况了。大多数的岛屿可不是一刚开始就在新手区的，而是从其他地方移过来的，尤其是特殊岛屿，这就是新手区的魅力。无尽之海中所有区域的岛屿都能在新手区中遇到，尤其是使用了岛屿指南针。不过是哪个区域的岛屿指南针在新手区内使用，那就是把岛屿给你拉过来，而不是让你向岛屿跑去。打个比方，你在其他海域使用了梦幻岛指南针，那么你就要跨越海域前往梦幻海域后才会向梦幻岛前进。大概率可能你还进入梦幻海域，梦幻岛就沉没了，而你的指南针也就白费掉了。过了新手期后，可就没这个便利了。等了差不多10几分钟后，佘若家他们回来了。佘若家一脸疑惑，什么鬼哦？周围的岛屿呢？都不见了。这就算了，对实力强大的人来说，无声无息地毁灭掉几座岛屿还是能办到的。倒是有个陌生的大岛屿，他发誓以前可没有这个岛屿的存在。但魔法大陆呢？他们这座岛屿离魔法大陆并不远，是那种能看到的距离。但你猜怎么着？魔法大陆也没了。佘若家这就迷茫了，这种情况反而像是他们一族的岛屿被抛弃了样子。陈平，现在你明白了吧？佘若家有些迷茫地回道：明白什么？陈平狡辩道：我使用了个特殊道具，召唤了岛屿出来，而目的就是毁灭掉这个岛屿。而现在这个岛屿被我召唤了出来。你明白了没？佘若家闻言惊讶道：还有这种道具？特意召唤出一个岛屿出来，就是为了毁灭掉？什么是阿比制造出来的道具啊？没事找事干嘛？佘若家，两位大人就不能放弃毁灭这座岛屿吗？陈平闻言摇了摇头，这可是几枚岛屿碎片跟一个岛屿宝箱啊，而且还不用交罚金，能白嫖就要尽量白嫖，别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再说了，陈平还想收服他们呢，看看他们的鉴定介绍，这可是暗杀跟打探情况的好手，就是不知道为啥会出现在一座岛屿之中。佘若家闻言脸色有些苍白起来，要是实力相距不大的话还行，到双方的实力是天差地别啊。他只要一出现想动手的念头，就会受到危险感应的疯狂提示，会死会死会死。看着脸色苍白的佘若家，陈平立马意识路数，给他上场了，给我收服他们吧。第186章忽悠成功。成功接收到陈平眼神的路数摸着胡子，一脸和善的笑道：这位蛇人族的朋友，你是有什么难处吗？可以说一下，或许我们能帮上忙呢。佘若家看向路数，见他一脸的和善，想了想，还是把他的难处说了出来。没办法，如果他们两个铁了心要毁灭这座岛屿的话，他们一族也阻止不了啊。佘若家，两位大人，是这样的，我们一族都生活在这里，你们如果把这里毁灭了，那我们一族怎么办？这周围都是无尽的海洋，我们蛇人一族虽然毕竟擅长水性，但也不可能在海上生存下来啊。陆树闻言向佘若家点了点头，然后右手缓慢地摸着胡子，摆出一副思考的模样。佘若家见陆树这副模样，只能期望对方能想出一个好法子出来了，最后能安置他的族人。陈平看陆树这副深思熟虑的模样，别说还挺那么一回事的呢。过了2分钟后，陆树向佘若家说道：这样，岛屿我们是一定要毁灭掉的，但我身边的这位是外面那座岛屿的主人，你可以考虑投靠岛主，这样子的话，你的族人就有栖身之处了。见佘若家看向自己，陈平瞄了他一眼，然后向陆树说道：陆树族长，你可是知道的，我可不收无用之人，再说了，你能保证他们的忠诚度吗？陆树闻言一下子就略有所思起来了，的确啊，保证不了啊。佘若家见陆树这样子，连忙向陈平说道：这位岛主，我可以代表全族向效忠，我能保证绝无二心，只要岛主您能给我们一族一块栖息之地就行了。我们蛇人一族的正面战斗力虽然不高，但暗杀跟打探情报之类的话，我们还是很拿手的。这么容易的吗？陈平有些愕然，但看佘若家的样子，好像也不是装模作样，语气跟神情都很诚恳的样子。陆树直接传音给陈平：岛主可以接受，从他的各种身体状况的反应来看，他说的大概率不假。陈平看着佘若家说道：我可以收留你们，但只是口头上的效忠，对我来说并不保险啊。如果你们能签订契约的话，我就没问题。签订契约一出，瞬间本来还安安静静的蛇人族们开始交谈起来了，用的还是蛇语，陈平是一点也听不懂啊。不过看他们的神情，好像很激动愤怒的样子。怎么？难道签订契约让他们想起了什么糟糕的往事不成？佘若家看向陈平，那个岛主能不能等几分钟，我去跟我的族人商谈一下。陈平无所谓的点了点头，不过还是说道：可以，不过你们只有半个小时，请快点决定。佘若家感谢了一下后，便拉着族人们向一旁开始议论起来了。陈平看了他们一眼，这距离还行，不去认真的听的话，是听不到他们的讨论内容的。陈平，陆树族长，你说他们答应吗？
不过我好像没有契约卷轴了呀。陆树笑道：“不用想，肯定会答应的。那个蛇若家是个精明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好族长。只要族人能生存下来，他可能会不惜一切的代价也要完成。至于契约嘛，仓库那边还有，不过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契约，回去后我拿给岛主你。”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行，只要有契约在，那他也能放心一些。半个小时很快的就过去了，蛇若家也回来。陈平，怎么样？决定好了没？蛇若家，决定好了，我们可以签订契约，只要岛主你能给我们一块栖息之地。那行，你们现在就准备离开这座岛屿，向我的岛上去吧，我让人带你们。至于栖息地嘛，到时候你们自己选择吧，只要是没有人的就行。陈平直接向蛇若家说道。蛇若家闻言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正不正确，但他知道如果不这样，那么今天可能就是他们一族的末日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蛇若家开始吩咐族人们把底下家园的东西都收拾好，然后带上来，还有把女性蛇人们也都带上来吧。既然已经确定下来了，也就没什么好隐藏的了。不过在女性蛇人们上来后，蛇若家还是一脸担忧的看向陈平跟陆树，结果就是发现两人都是一脸的无动于衷，一点都不像那些该死的贵族。为了捕抓他们的族人，竟然大发赏金，尤其是女性蛇人，赏金达到了1到10W 魔法金币的价格。不只是他们蛇人族，只要是长得好看的半兽人一族，像兔人族、狐人族等等，基本上都是价格昂贵，最受那些奴隶集团的喜爱，也是被针对的主要目标。可惜半兽人王国顶级强者太少，对着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好办法，就连强大的精灵一族是他们的目标，何况是他们。陈平打量了几眼，女性蛇人上半身的确挺不错的，符合人类的美观，个个长相都很出色。再看向一边的男性蛇人，也不错，看起来挺搭配的，都是美女帅哥呢。这时蛇若家游了过来，然后向陈平说道：“岛主，现在可以出发了。”陈平，都确定了没？要知道，等一下这座岛屿就被毁灭了。蛇若家点了点头，他们这一族是跑出来的，来到这里隐居，连生活环境都搬到地底下了，人数并不多，加上女性、小孩、老人，也就是刚好破万而已。陈平，行吧，既然确定下来了，那就跟我来吧。陈平已经通过契约通知了丽娜菲儿了，他已经安排人到岸上接应了。果然，随着他们来到岛边，就看见了一条冰路接通了2座岛屿。这一幕让蛇人们纷纷惊叹不已。就是有点冰，害得他们都想睡觉了。等来到神岛之心后，蛇若家发现竟然还有精灵的存在，怪不得那岛主见到女性蛇人也是没啥反应了，实在是这些精灵比他们美丽多了。见所有的蛇人一族都过来了，陈平就让陆树动手了。砰！还是一击，岛屿就在蛇人一族的眼中沉没海底了。第187章，岛屿升级。蛇若家等蛇人一脸目瞪口呆地看着快速沉没的岛屿，这威力就连人类帝国最厉害魔法师也做不到吧。丽娜菲儿倒没什么惊讶的，毕竟她知道陆树是半神，击毁一座岛屿不是轻轻松松的吗？她看了蛇人族一会，然后向陈平问道：“岛主，他们要安置在哪？”陈平，找个人带着他们转一转呗，反正地是够大的了，看他们喜欢吧，只要那块地方没其他人就行。丽娜菲儿闻言点了点头，然后吩咐人去带蛇人一族逛了起来。陈平看向蛇若家说道：“我让人带你们大致逛一遍岛屿，如果遇到你们喜欢的环境，如果没人的话，你们也选择定居在哪里。”蛇若家闻言有些激动地说道：“谢谢，谢谢岛主。”陈平摆了摆手，笑道：“既然你选择效忠于我，那我就不会小气。不过你还是先把契约签一下吧，这样我才能真的放心，毕竟这里是我的岛屿不是？”陆树说的普通契约，陈平大致看了一下，的确挺普通的，但也能用。看着陈平递过来的契约卷轴，蛇若家看了看后，想了想后说道：“岛主，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跟族人们找到居住地后，我就拿我们一族的种族契约跟你签订。”其实在看到精灵时，他就有这种打算了。这种岛上竟然有强大的精灵一族不少，还有顶级强者，连岛主的实力也深不可没。如果只是普通的契约的话，他怕他们蛇人一族会被排除权力中心啊。陈平大致看出了他的想法，想了想后便点了点头，也行，反正他不亏。陈平，你如果找不到我的话，也可以把契约卷轴交给陆树族长或者丽娜菲尔族长，他们会转交给我的。蛇若家闻言点了点头，看来陆树族长跟丽娜菲尔族长都是岛主信任的人了。也是，毕竟这可是最顶级的强者呀。都交代好后，陈平便展开龙翼向别墅飞去了。他要回去开宝箱去，24个岛屿宝箱呢。回到别墅后，一下去，陈平就来到沙滩椅上坐下了，然后开始打岛屿宝箱，疯狂开宝箱中。很快的，24个岛屿宝箱就被陈平开完了，其中岛屿碎片获得146枚
还有4种新的特殊资源以及2座浮空岛。浮空岛先被陈平使用了出来，瞬间本来1座的浮空岛现在变成3座了，形成一个三角形。这下来查看4种新的岛屿资源。冻灵湖特殊岛屿资源，冻灵湖每天能产出1升的冻灵湖水。鉴定介绍，冻灵湖只存在于永冻海域中的永冻岛屿，冻灵湖水拥有让人恢复年轻的功效，但不恢复寿命。还行吧，等下安置在冰山那边。雨云特殊岛屿资源，雨云会延续不断的下雨。鉴定介绍，雨云在所有的海域都有可能形成，雨云的雨水能够滋养大地，让大地更加肥沃。哦，这个不错呀，可以让雨云在岛屿乱飞，就是不知道面积有多大。栖鸟湖泊特殊岛屿资源，栖鸟湖泊会吸引各种稀有鸟类湖泊周围居住下来。鸟于海域中的岛屿之中，有小概率存在栖鸟湖泊，因为栖鸟湖泊会引来各种各样的鸟类，其中不乏一些拥有特殊作用的鸟类，所以一旦一个岛屿被发现有栖鸟湖泊的存在，立马就会引起鸟于海域中的势力争夺。会引鸟的湖泊，等下交给丽娜菲儿去处理吧。雷运山峰特殊岛屿资源，雷运山峰会在山峰顶中的小池中形成雷液。鉴定介绍，雷运山峰是存在于雷霆海域之中，因为雷运山峰养育出来的雷液对修炼雷元素的人来说是最好的修炼资源之一，但雷运山峰常年处于电闪雷鸣状态，基本没人能爬上山峰，所以每一次的雷运山峰中的电闪雷鸣消失之际，就是兵戎相见之时。看起来不错呀，可以按照在猛加他们一族哪里，看看对他们有没有效果。说干就干，陈平先是把雨云放了出来。卧槽，还好沙滩已自带一把遮阳伞，不然他现在就变成落汤鸡了。看了一下雨云的范围，没想到还挺大的，至少上千平方了。不错，陈平直接设定雨云随机移动，反正在全岛范围内跑来跑去就对了。现在雨云没跑，所以陈平只好来升级岛屿了。他现在一共有297枚岛屿碎片，足够升几级了。陈平算了一下，还差3枚就能连升5级了，不过史诗结晶少了许多。直接打开自由交易市场，搜索史诗结晶，一下子就上百页出来了。陈平看了一下，发现现在的商品基本都是卖金币的了。不错，这反而对他有利，毕竟他上亿的金币都没地方花泥。陈平直接开启疯狂扫荡模式，直接把金币的史诗结晶都买了下去，然后一看才消费了300W 左右而已，嘿嘿，洒水了。一共收获了5000多枚史诗结晶，大多数史诗结晶的价格都是500金币到1000金币之间。史诗结晶也够了，陈平立马开始升级，瞬间连升4级。名称：神岛之星，等级8，面积8000平方千米，岛屿资源度丰厚，装备栏灵石，岛屿特性潮汐，效果神岛之星，神岛之星，神岛之星之主，神力附加，神之领域。岛屿升级材料：岛屿碎片7780，史诗结晶256256。不错，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系统：叮，恭喜岛屿升到5级，是否开始抽取岛屿特性？系统：叮，恭喜你获得岛屿装备宝箱 X2。岛屿装备宝箱，不错呀，竟然获得2个岛屿装备宝箱，还有岛屿特性也能抽了，不错，真不错。陈平满意的看着新鲜出炉的2个岛屿装备宝箱，也不知道岛屿装备厉不厉害呢，嘿嘿，有点期待啊。第188章岛屿传送门特性与岛屿装备。看了还在下雨的雨云一眼后，陈平便把岛屿装备宝箱拿了出来。宝箱的模样跟岛屿宝箱差不多，都是宝箱盖子上是一座岛屿的模样。先抽取岛屿特性吧，抽完再开宝箱，嘿嘿，最好给我来个全岛瞬间移动特性。系统：叮，开始抽取岛屿特性。系统：叮，获得岛屿特性，岛屿传送门。岛屿传送门看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名称：岛屿传送门。类别：岛屿特性。效果：无。效果：岛屿传送门可以召唤传送门到岛屿的其他位置去。鉴定介绍：极品岛屿特性，能召唤出让所有岛民使用的传送门，只有岛主以及岛主授权的人才能召唤传送门。不错呀，感觉比岛屿瞬移特性还好啊，可以，我喜欢。陈平满意的笑了笑。接下来轮到岛屿宝箱了，来瞧瞧岛屿装备是啥属性效果。打开宝箱，获得岛屿装备隐秘。打开宝箱，获得岛屿装备岛民增幅。名称：隐秘。类别：岛屿装备。品质：无。效果：隐秘。装备上岛屿后，岛屿将会处于隐秘状态。鉴定介绍：稀有的岛屿装备，装备上去后，除了肉眼外，精神扫描之类的能力将会无法发现岛屿的存在。对神明之上的存在无效。这个好像还可以啊，不错。陈平可是知道路数的精神扫描有多远，有了这件岛屿装备，至少岛屿的隐秘性大幅度增加啊。名称：岛民增幅。类别：岛屿装备。品质：无。
效果：岛民增幅，装备后在岛屿上的岛民的实力增幅100%。鉴定介绍：哇塞，岛民狂喜装备，这是已知的岛屿装备上最受欢迎的装备之一，不仅能增幅100%岛民的实力，就连职业也能增幅100%，比如锻造师啊、药剂师啊、铭文师等等。咦，厉害啊这装备 ！MMBO， 我的人品大爆发了呀，嘿嘿，不错。陈平立马把2件装备都装备上 ，OK， 他是没啥感觉的了，毕竟他是岛主，不是岛民。突然，陈平感觉十几股强大的气息在岛屿中突然爆发了出来，其中不仅有陈平认识的气息，还有一些比较陌生的气息。最为强大是世界树上爆发出来的气息，不过一下子就平复下来了。接着是陆树的气息，然后就是一些差不多的气息，其中一道让他感到熟悉，应该是猛家的。哦，这是都突破成半神了吗？但离开岛屿后会不会跌落下来？过去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陈平直接召唤出传送门，获得岛屿特性的时候，他就知道该怎么召唤传送门出来。一个白色的传送门出现在陈平前面，传送门的颜色是可以改变的，统一的颜色是白色，后面想变成什么颜色，那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了。陈平摸了摸下巴，然后把传送门的颜色变成半透明的颜色，瞬间，本来白色的传送立马变成半透明的，如果不是那不断旋转的波动，还真看不出这里有个传送门呢。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一脚迈了进去，下一秒，他就出现在陆树他们一族居住地的大门口了。打量着周围的环境，陈平很满意，这比岛屿瞬移还好用啊！毕竟岛屿瞬移只能岛主一人使用而已，但这传送门可是能够多人使用的。取消掉传送门后，陈平直接向陆树的房子走去。他现在在家，那强大的气息无一不显示着他的存在。砰砰砰，陈平抓住门扣，敲打了几下。陆树正在压制自己的气息 ，MMB 啊，谁懂啊？无缘无故的直接从半神突破到下级神明，他都惊呆了好吗？而且陆树发现，不止他一人突然突破了，其他人也纷纷突破了，感受其他人的气息，这他可太熟悉了。没错，就是半神的气息。看来猛家他们都纷纷突破，成为半神了呀。奇怪，真的太奇怪了。陆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压制突然爆发出来的气息，这个他还是很拿手的。毕竟他突破半神的时候也是突然突破了，有经验了。很快的，陆树就压制下来了，但还是有一些气息不自觉地露出了来，所以他要开始适应起来。这时，砰砰砰的声音传来，谁来敲门？陆树直接向门口走去。至于用精神感应，这肯定不行，他现在正在用精神压制着体内的气息，可不能乱用。把门一开，岛主，陆树，岛主，你怎么来了？是又发现岛屿了吗？陈平一听，翻了翻白眼，难道只有毁灭岛屿的事情才能找你啊？果然不愧是岛屿毁灭者，陆树也。他摇了摇头，然后问道：陆树族长，我刚才装备了一个岛屿装备，能让岛民们的实力增幅100%，所以过来看看了。陈平一边说，一边把岛屿装备的效果显示给陆树看。陆树看完后惊叹道：岛主你果然是被幸运女神眷顾的人啊！这岛屿装备我听说过，超级稀有的岛屿装备，明面上的数量不到10指之数。据说有人获得1件后拿去拍卖，起步价都是起源金币起步的，最后的成交价好像后还出现了神格来买呢。那可是神格呀，能让半神轻而易举的突破到下级神明的东西啊！陈平平静的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幸运女神有没有向我提起裙子，我是不知道了。不过无尽之海中担任幸运女神的神职的神明应该也不在少数吧？他们真的能把幸运给别人？与其相信他们的眷顾，我还不如相信是求生游戏给我开后门呢。陆树不由得摸了摸他头上的角，的确啊，求生游戏都不知道吞噬了多个世界，单单从魔法大陆的数量来看，担任幸运女神的神明肯定数量不会少到哪去。第189章，我双手叉腰，不知道会被秋后算账。陈平，好了，讨论这个干啥？我是来问问你的情况的，怎么样？100%的实力增幅是什么感觉？有什么不是没？陆树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笑道：很不错，都让我突破到下级神明了，哈哈，这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情况。妈，虽然是那种任何法则都没有领悟下的神明，可以说是最弱小的神明了吧？哈哈。不过让我最为惊喜的是，神明对法则的感悟明显比半神要好得多，这能让我快速的领悟法则，从而真正的突破为下级神明。陈平闻言点了点头，然后向陆树说道：这样吧，陆树族长，你去把所有突破半神的人都集合过来，就在世界树下集合吧，我们好好讨论一下。毕竟这个装备效果我是可以自由开启关闭的，这样你们现在可以感悟高一级的情况，等有信心突破的时候可以找我关闭效果突破，也可以到岛屿之外突破。不管如何，反正都要讨论一番才行。陆树，那我这就去找他们。说完，
陆树刚飞上空中，就被陈平喊了下来了。陈平，咦，等等，陆树组长，你下来一下。陆树又飞了下来，疑惑地看向陈平，问道：“怎么了？”陈平直接把岛屿传送门的效果授权给陆树，瞬间，陆树就知道了该怎么使用岛屿传送门了。陆树有些惊讶，这是岛屿特性，我以前还以为是岛屿装备效果呢。陈平摸了摸下巴，问道：“啊，为啥会以为是岛屿装备效果呀？”陆树：“哦，因为我以前去过一个某个岛主上做过客，那个岛主有一个岛民种族是以前世界一族的，那时候我出去办事的时候刚好遇见了，就进去看望一下了。当时他们就是用这个传送门赶路的，我好奇询问的时候，他们说是岛屿装备，现在看来不是他们骗我，就是他们的岛主跟他们说是岛屿装备效果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行吧，那陆树组长你去集合他们吧，我去找一下丽娜菲尔组长跟安露拉组长。陈平先是来到月牙海，通过契约联系让安露拉上来，然后带着他开个传送门来到精灵一族的大门口，进去找丽娜菲尔，然后就看懂正在教育莉西亚的丽娜菲尔。丽娜菲尔，莉西亚，这些不抄完你就别想出去玩了，哼，我今天可没事情，可以盯着你一整天哦。莉西亚两眼泪汪汪的看着丽娜菲尔，喃喃道：“哼，丽娜菲尔妈妈是坏人。”安露拉，丽娜菲尔，你在干啊？丽娜菲尔，岛主，还有安露拉，你们怎么来了？莉西亚啊，陈平哥哥，丽娜菲尔妈妈，她欺负我。陈平，怎么欺负你了？莉西亚哒哒哒的跑到陈平身后，探出头看向丽娜菲尔，投诉道：“丽娜菲尔妈妈罚我抄魔法咒语，明明莉西亚今天没犯错的说，莉西亚还在睡觉，就被丽娜菲尔妈妈抓过来了，哼哼，好过分哦。”丽娜菲尔面无表情的说道：“这是家庭作业，莉西亚，而且艾莱伊跟伊莫尔都完成了，就剩下你了，没完成不错，还让艾丽帮你，所以今天你必须做完，还是双倍的量才行。”莉西亚直接从陈平身后走了出来，双手叉腰，哼哼的说道：“丽娜菲尔妈妈，你又没说不能找人帮忙，所以艾丽帮我一起抄写，完全没的问题，哼哼。”丽娜菲尔闻言，双眼一瞪，瞬间把双手叉腰，有点小嚣张的莉西亚下回陈平身后，躲开视线。安露拉不由得笑了笑，对丽娜菲尔说道：“好啦，孩子嘛，就是喜欢玩，岛主可是有事找你，就先绕过莉西亚吧。”丽娜菲尔白了安露拉一眼，然后看向陈平：“岛主找我有什么事情？哦，对了，这是蛇若家的交给我的种族契约卷轴。”陈平接过契约卷轴：“这么快啊，我还以为要等上几天呢。”丽娜菲尔笑道：“的确，他们安置在青木河中段的位置，看来是很满意。一安置下来，他们的族长就把种族契约卷轴交给带领他们的精灵立法手中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然后查看了一下契约卷轴信息后，便签订下来了。系统：丁，蛇人族的忠诚为94%，他们对你将永不背叛。正在安排族人们建筑房子的蛇若家突然感受到了契约卷轴已经被签订下来了，瞬间悬着的心这才重重的放了下来。这代表岛主接受他们了，也代表他的族人们可以光明正大的重新生活在阳光之下了。他们是蛇人族没错，但不代表他们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本来就贬向低温的他们更需要阳光的照射。看着族人们开心的笑容，这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了。自从他们躲进了暗无天日的海岛底下的后，笑容就越来越少了。陈平点了点，还不错，突破了90%。陈平，丽娜菲尔族长，我们先去世界树下吧，有事要讨论。莉西亚，哦，丽娜菲尔妈妈，陈平哥哥有事找你了。那莉西亚能去找艾丽跟艾莱伊姐姐他们吗？丽娜菲尔瞪了他一眼，然后无奈的摆了摆手，去吧去吧，等我回来你就多抄一遍就行了。莉西亚直接噎了一声，然后哒哒哒的跑了出去了，完全不知道丽娜菲尔打算秋后算账。看着开心跑出去的莉西亚，又看了一眼丽娜菲尔，陈平只能默默为莉西亚默哀3秒钟了。陈平，那我们过去吧。说完，陈平直接打开传送门，然后让丽娜菲尔跟安露拉先进去。丽娜菲尔惊讶地看着眼前半透明的传送门，什么时候岛主会这种能力了？要知道这可是空间能力啊，稀罕着呢。穿过传送门，一下子就来到世界树下了。丽娜菲尔感叹道：“真方便，这要飞过来起码也要几分钟啊。”陈平笑道：“是很方便，我给你们也开启一下，很快。”说完，陈平就授权了丽娜菲尔跟安露拉的传送门使用权了。第190章相互介绍认识。丽娜菲尔有些惊讶，这能力很不错呀，现在岛屿那么大，有这传送门去哪里都方便许多。丽娜菲尔，岛主，这传送门能让我们来授权给其他人吗？陈平，当然可以，毕竟不能啥事情都要我们亲自前去吧。突然一个巨大的传送门出现，然后一群世界一族的人走了出来，都是那群半神级别的存在，一共出来了14人，最后路数才走了出来。这么多种族中，陈平就认识一只斗牛犬，猛家，其他的就不认识了，
不过其中的元素生命倒是很好认。让陈平感到惊讶的是，火元素跟水元素竟然都是女性模样。元素还有性别区分的吗？木元素陈平没发现，倒是有个树人，但好像不是木元素。土元素是个大块头，还时不时的掉落点土渣。剩下的就不会辨认了，只能等待陆树的介绍。陆树出来后，直接来到陈平身旁，然后笑着介绍道：“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岛主陈平。”陈平微笑的点了点头：“你们好。”陆树，呵呵，你们这次能提前体验一下半神的实力，可都是岛主的功劳了。想必岛民增幅这件岛屿装备，你们应该都不陌生了，毕竟这件岛屿装备有点出名。猛家汪，难道岛主也有这件岛屿装备？那就怪不得了。其他人也惊讶地看向陈平，看来我们的岛主，有点东西啊。陆树笑道：“没错，岛主也有这件岛屿装备，现在叫你们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不过你们先介绍一下自己，毕竟除了猛家外，其他人岛主可不认识。”猛家，那我来先来。汪汪，我是雷霆一族的族长猛家，见过岛主。其他人见状也纷纷自我介绍道。火元素一族的族长火，见过岛主。多谢岛主赐予的天火锻造房。水元素一族的族长水龙，见过岛主。土元素一族的族长土，见过岛主。木元素一族的族长木树，见过岛主。树人一族的族长树大，见过岛主。猛角一族的族长猛拉拉，见过岛主。陈平没想到这个萌物竟然实力增幅后，竟然也到了半神级别。花妖精一族的族长花鸮，见过岛主。好小只，看着只有10几厘米的花鸮，陈平默默地想到。花鸮，感觉岛主你在想什么势力的事？陈平闻言，默默移开视线，看向下一位。要不要这么明显啊？花鸮无奈地想到。龟灵族一族的族长龟爸，见过岛主。林娜娜，灵植一族的族长林娜娜，见过岛主。赤猪，飞羽一族的族长赤猪，见过岛主。巨亮仔，巨星猿一族的族长亮仔，见过岛主。哦，好大的猩猩啊，目测10多米，这还是它变小的结果。至于陈平为啥会知道它是变小的呢？那是因为猛家也变小了不少，才几米高。要知道，第一次见的时候可是10几米高啊。最后是陆灵人一族的族长陆树，见过岛主。丽娜菲儿跟安露拉对视了一眼，然后也介绍道：“丽娜菲儿，原初精灵一族的族长丽娜菲儿，见过岛主。安露拉，美人鱼一族的族长安露拉，见过族长。”陈平也拱手介绍道：“神岛之心之主陈平，见过诸位族长。”相互介绍完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讨论起岛民增幅这件装备的事情来了。这次的突破让他们都有信心打破半神的屏障，正式成为半神级别的强者。不过半神级别以上的存在主要是靠领悟法则，而半神级别明显比他们之前要容易领悟，所以他们的商量好才行。这个陈平就不参与了，连听都没去听，太早接触到过于超前的层次，对他反而不好。这次来主要也是要认识一下岛中的高端实力而已。陈平给他们全部开启了岛屿传送门的权限，以及给陆树跟丽娜菲尔开启岛屿装备增幅的开光权力后，就飞上世界树冠上去了。他有点好奇，球球的实力增幅100%后会多掉。至于丽娜菲尔跟安露拉他们两个则是留了下来，虽然他们的实力也增幅后也没到达半神，但这种知识还是能听一听的，毕竟都是老油条了。可不像陈平是个萌新。陈平很快就来到树冠上了，也见到了还是史莱姆模样的球球。陈平一落下，树林就跑出来了。抱起小树林，陈平向球球走去，然后戳一戳他，问道：“球球，你的实力增幅后变得多厉害？”球球看向陈平，有些感叹：陈平给的助力也太强大了些吧？按照他这样的速度，他感觉都不用太久就能手撕那4个混蛋了。球球，离上位神还差点，但已经很不错了。神明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很大，能一下子让我接近上位神，已经很变态了。而且靠着这个实力的加持，能让我更好的领悟法则。虽然实力不能上升，但战力会飙升，很不错。毕竟他的提升还是要靠世界之力才行，不过能提前适应也不错。陈平闻言点了点头，也就是说，他现在最强的战力是终极神巅峰了。不错，陈平瞬间感觉前途一片光明。确定了球球的实力后，陈平跟树林玩了一会，然后便打开传送门回别墅了。走之前还把岛屿传送门跟岛屿装备的开光授权给球球。回到别墅后，陈平瘫坐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下下。我是不是忘了什么了？哦对了，特殊岛屿资源还没安置下来呢。不过有了传送门，安置岛也方便。陈平先是来到冰山，把冻灵湖安置在山腰处的一次比较平坦的地方，然后又跑到雷霆一族的族地，把雷运山峰安置在他们族地附近。
最后把七鸟湖泊安置在别墅外面不远处。本来是想安置3座浮空岛的其他2座的，但一想到金鱼们可能会被鸟类偷吃，就算了。第191章进货。把最后的七鸟湖泊安置下去后，陈平看了看，还不错，这湖泊还挺好看的，是个露营的好地方。摸了摸下巴，陈平向别墅走去。现在自由交易市场上已经没有岛屿指南针了，所以一时间陈平都不知道要干嘛了。陈平直接向仓库区走去，现在感觉没啥事干，他要看看有啥东西能用的不。来到仓库区后，陈平就开始查看起来。看了看后，陈平发现还有2个鱼饵，金富林鱼饵跟神秘鱼饵，直接拿了出来。来到月牙海，陈平直接把金富林鱼的鱼饵挂上鱼钩，然后开始垂钓起来。坐在捏造的椅子上，陈平静静地等候金富林鱼的到来。这个不是钓宝箱的那种凭空垂钓，而是引诱金富林鱼前来，所以时间可能要长一点，更别说他是在月牙海上钓的了。陈平悠哉悠哉地喝着从自动贩卖机买来的饮料，一边看着鱼饵，毕竟月牙海的透明度很高，能见度接近50米。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了2-3个小时了。陈平立马坐直身子，他看到金富林鱼了，而且不是1条，而是3-4条，长得跟银富林鱼差不多，不过金富林鱼是浑身金灿灿的。哦，不错嘛，好像可以引来不少的金富林鱼的样子。看着要吃鱼饵的金富林鱼，陈平连忙移开，然后略有所思地说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鱼饵引诱而来的金富林鱼越来越多。陈平笑眯眯地看着下面10几条金富林鱼，10几条金富林鱼，这下鱼饵就被吃掉了。随着陈平把吃掉鱼饵的金富林鱼拉出海里，其他的金富林鱼立马四处分散开来。看了一下方向，没有1条是向海口游去的，看来满是灵气的月牙海还是很受欢迎的。啪啪啪，看着鱼钩上不断挣扎着的金富林鱼，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系统丁检测到稀有灵鱼金富林鱼已收入图册之中。陈平看了一下，跟银富林鱼的介绍差别不大，不过金富林鱼掉落的宝箱是黄金宝箱、史诗宝箱、特殊宝箱。看了一下属性，等级24级，不到30级能会掉落黄金宝箱。想了想后，陈平直接扔进月牙海之中，还是养一养吧，毕竟等级越高，收益越好啊。至于金富林鱼会不会跑掉，可能性不大，毕竟月牙海的环境这么好。其他已经有其他灵鱼进入月牙海了，其中土灵鱼是最多了，差不多上百条了。上次陈平找安露拉的时候就发现了，月牙海内的鱼类已经很多了。发现了新玩法的陈平再次挂上金富林鱼鱼饵，然后抛了下去。这次不到几分钟，就一堆金富林鱼围上来了。陈平还看到了刚才放养的那条，果然这些金富林鱼进来月牙海后根本就不想出去了。这次陈平可不想鱼饵被吃掉，所以时不时的把鱼饵拉出水面，防止被偷袭。就这样，半个小时过去了，金富林鱼也从10几条变成几十条了。陈平那个满意啊！再次把鱼饵拉出水面，卧槽！陈平一脸错愕的看着鱼钩上不断蹦跶着的金富林鱼，好家伙，直接跃出海面，一口吞了鱼饵啊，厉害！身为一条鱼，为何如此的地花之秀呢？陈平摇了摇头，然后把鱼从鱼钩上解了下来后，直接扔回海中。看着被吓得四处撒开的金富林鱼，陈平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些金富林鱼的等级比较低，没有1条超过50级的，还是得养一养才行。到时候让美人鱼们帮忙吧，他们应该比较擅长。拿出神秘鱼饵，这鱼饵的随机性就很大了。不过按照之前的方法，不知道能引来多少种鱼类过来。陈平期待地挂上鱼饵，然后扔下海中，开始等待起来。不一会儿，陆陆续续的鱼类就在鱼饵边徘徊了，甚至其中还有不少的灵鱼。神秘鱼类会是灵鱼吗？看着底下的鱼群，陈平喃喃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鱼聚集在鱼饵处，现在已经差不多快100条了吧。密密麻麻的，看着陈平都想抛网了，也就他手中没渔网，不然直接抛下去了。陈平看了一下鱼饵，虽然没被一口吞食掉，但也少了一半了。按这效果来看，应该能引来200多条鱼的样子。看着鱼群，也不知道里面也有没有神秘鱼类。40%的概率并不小了，这都快100来条了，至少得有30来条是神秘鱼类吧。陈平突然看向海口，只见一个巨浪从无尽之海冲向月牙海。看着海浪中的黑色身影，好大，难道这条才是神秘鱼类不成？哗啦啦，巨大海浪带着神秘黑影直接越过海口那几十米的平缓区，重重拍打在月牙海上。神秘黑影顺势潜入海中，然后向陈平的位置游来。随着巨型神秘生物的到来，本来还围在鱼饵旁的鱼群瞬间四处散开，消失不见了。这么巨大的动静，不用想，肯定惊动到美人鱼们了。等巨大的神秘身影靠近后，陈平终于看清楚它的模样了。体长200多米左右，是只庞然大物，皮肤漆黑色，不过漆黑的皮肤上闪耀着点点星辉般的色彩，整体看起来十分的神秘，
形态倒是有点像鲸鱼，那么大的一张嘴，就为了这么一点鱼饵。看着因为吃了鱼饵而搁浅的大鱼，陈平顿时一脸懵逼，不至于吧？这时美人鱼们也纷纷从海底游了上来，一个个小脑袋冒出海面，看到陈平后纷纷欢笑的招呼道：岛主，岛主你好呀。优娜啊，岛主，你能回成我老婆吗？说什么呢？优娜！优娜瞬间就被几位美人鱼给包围住了，然后惨遭口罚。陈平看着一大群美人鱼向自己打招呼，也连忙点头回应。陈平啊，好好好，都好。对了，你们是被这个大家伙给惊动的吗？第192章心经。美人鱼们齐齐的点了点头，毕竟那么大的海浪拍打到月牙海上，能不让他们感应到吗？陈平，那你们认识这头鱼吗？美人鱼们闻言开始查看起来眼前搁浅的庞然大物，随后美人鱼们讨论了一番后，才向陈平介绍道：岛主，看它的模样，大概是心经吧，很罕见，没人知道它们栖息在什么地方，是很神秘的存在。陈平闻言点了点头，然后向他们说道：那我知道了。对了，刚才那些散开的鱼类，如果有灵鱼的话，都照顾好点，这里就交给我了。呵呵，你们没事的话，可以留下来。众美人鱼闻言都点了点头，然后纷纷潜入海中，其中优娜是被拖着回去的。虽然岛主说可以留下，但那可是岛主，他们还有感觉有些不自在的。除了优娜这家伙，男这什么老婆？什么鬼哦？你老婆对象不是阿路拉族长吗？再说了，岛主是男的呀，就算叫也应该叫老公之类的吧。所以为了防止优娜扔了全族的脸面，还是早点回去保险些。那岛主，我们就先回去了。您有事的话，如果你有事情让我们做的话，请尽量吩咐。陈平闻言点了点头，然后看着美人鱼们一个个的潜入海中，开始向家园游去。在水中的美人鱼果然是最美丽的，哥们在陆地上，在水球中要美丽太多了。欣赏了一会儿美人鱼在海中优美的身姿，等美人鱼们都消失在视野中后，陈平这才看向心经，鉴定术立马发动。名称：心经，青年期，种族：心经，等级152，体质5846，力量5438，敏捷4876，精神4918，天赋：星空之躯，星辰之力，星月，星辰环绕。技能：星空屏障，虚空吞噬，飞行，星辰吐息，无声咆哮，星星冲击，撞击，甩尾。鉴定介绍：栖息在星辰海域的心经。星辰海域是一个特殊的海域，因为星辰海域在云朵之上，而且还是四处飘荡。星辰海域中的生物基本都掌握着星辰之力，心经可以说是星辰海域中的霸主之一。鉴定建议：心经虽然是星辰海域的霸主之一，但这些大个头其实很温顺，只要你不去主动招惹他们，他们基本不会理会你。心经皮肤上星光是传说级别的材料，但只有星光充盈时才会出现多余的星光，形成星光类，所以建议养一头。鉴定建议后面还有一大堆，大概说的是心经的生活习惯。心经不怎么喜欢游动，除了狩猎时间外，他们基本都是眯着眼休息的，所以要养着头大家伙，只要准备好它的容身之处，再加上大量的食物，基本就能行了。就是嘛，他的胃口可能会有点大。看着看似搁浅，实则在玩的心经，要知道这货是会飞的。陈平想了想，准备开始投喂，看看能不能留下这个大家伙。水牢中的龙兽还有10几只，不知道够不够。陈平直接跳到心经头上，然后跟他交流了一下。不用想，这种级别的生物智慧不会差哪去。心经可是传说级别的种族啊，比之巨龙也不多让了，毕竟巨龙的种族是传奇到传说，这要看龙种。陈平直接使用精神跟他沟通起来。喂，大个头，以后要不要生活在这里啊？心经，小个头，你在跟我说话吗？陈平闻言扯了扯嘴角，小个头，好吧，对你来说的确是小个子。陈平，没错，就是我在跟你说话。你要不要留在这里？心经，这里的能量虽然很充足，但食物很缺少，留下来会饿肚子的，饿肚子的感觉不好受。陈平，食物的话不用担心，我找给你啊。陈平说完还飞了下去，然后从死牢中拖出一只龙兽，接着呜，心经直接一口就把陈平扔过来的龙兽给吞了。陈平，怎么样？这样的食物你一天要吃几只才饱？心经，能量挺丰富的，大概要10几只吧。陈平闻言直接把水牢中的龙兽全都一只只的向心经扔去，短短2分钟，10来只龙兽就都进了心经的肚子了。陈平，怎么样？饱了没？心经，哥有点饱了，好满足，我决定留下来了，10天后我再来吃饭啊。陈平，你一顿能顶10天？心经，肯定啊，
我们一族的胃口那么大，天天吃的话，早就饿死了。再说了，我还没成年呢，等我成年了，胃口至少翻几倍。心满意足的心经直接飞了起来，然后潜入月牙海，找个偏僻的地方准备睡觉了。他们一族在没成为星神之前，基本都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吃了睡，睡醒了吃。看着潜入月牙海的心经，10天才进食一次的话，那倒容易养，毕竟每天至少能钓起5头龙兽左右，完全够了。陈平很满意，这比预想的要轻松许多。还有月牙海捏造的时候够大，再加上美人鱼一族来了之后，陈平授权给他们之后，月牙海又扩大了不少，不然这头大家伙住下了，可能会显得拥挤了些呢。按照鉴定建议中的提示来看，心经实力越强，其身上的星光品质越好，最低都是传说级别材料，可想而知，心经成长起来后，星光可能会进入神级材料的行列之中吧。成功留住了心经，然后陈平很是欣慰。不过该做晚饭了，天色已经开始昏暗下来了。龙兽还剩1只，晚饭就它吧。陈平哼着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歌，开始愉快地做起晚餐来。系统：丁，黑市指南针检测到附近有黑市举办，是否使用黑市指南针？陈平看了一下系统提示，黑市啊，那还有想？老子现在可是大亨，有钱着呢，果断使用黑市指南针。瞬间，神岛之心立马向西北方移动。第193章，黑市在线，买！使用完黑市指南针后，陈平就开始制作晚餐了。先填饱肚子再说。水牢内最后的龙兽是只软体的鱿鱼类型的龙兽，就是因为它在最底下，所以才逃过金口。不过现在看来还不错，进入金口呢，至少人家心经是一口闷。而现在呢，大卸8块不说，上烤架、清蒸、红烧等等几种做法啊，就一个字，惨。陈平都做好菜了，但黑市还没到。看了一下天色，还没完全黑下来，大概还要等一会吧。先去自动贩卖机中买点饮料，然后开始慢慢享用起来。云跑到精灵一族那边去了，所以艾莱伊他们3个今天是回不来的了。吃饱喝足后，天色也差不多完全黑下来了。陈平先是把油池内的灵珠都收集了起来，出乎意料，竟然有14583枚。看了一下油池，好家伙，本来100只的土灵鱼，现在竟然200多只呢，看来是繁殖了一波啊。不错，再接再厉啊。又过了差不多1个小时，这才到达黑市。系统：再往前，将出新手区，是否继续前进？陈平直接让岛屿停下来，然后直接展开龙翼飞了过去，跟第一次去黑市一样，只要是黑市的地盘，就不是新手区。看来黑市的能量很大，连新手区都能影响到。一进到黑市区域，跟上次一样，一堆人，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做各种工具的都有。看着前面的黑岛，这次的黑岛好像要比上的那间大，看来不是同一家啊。飞行的速度就是快，陈平很快的就来到港口，排起队来了。前面的人数不多，很快的就轮到陈平了。黑市工作人员，请出示身份令牌。陈平直接把那个会员令牌递了过去。黑市工作人员看了一下，然后立马恭敬道：“尊敬的会员，请进。”接回令牌，陈平直接走了进去。虽然这个黑市比上次那个大得多，但建筑的位置好像都差不多。这次陈平都不用随波而流了，而是直接向摆摊区走去。反正现在拍卖会还没开始，就是摆摊区域坑人的奸商很多，没有一个好眼力，可能连裤子都要赔个精光。陈平看了看，现在人好像不多，也是，都在外面排队呢。陈平默默地想到，他现在的鉴定术可是神级的，不知道能不能鉴定出属性来。试试看吧。随便找了个摊位，然后打量了一下，东西还挺多，不过都是陈平不认识的物品，也不知道出自那个海域。随便拿起一个物品，然后鉴定。鉴定介绍啊，黑市是官方产业，虽然可以鉴定出来，但可能会被盯上哦。鉴定破解，是否使用？陈平直接打消了鉴定的念头。官方产业，溜了，惹不起。陈平主要的目的是拍卖会，这些地摊好东西基本不多，还是不要去触犯官方了，实在是不划算。不过随着其他人陆陆续续的走进来，摊位瞬间就多了起来，看着陈平眼花缭乱的。虽然知道没啥好东西，但这样的气氛下，不买几件都对不起这种气氛啊。陈平挠了挠手背，有点痒。道具跟装备之类的，陈平是不打算买了，买点植物类型的吧。接下来的1个小时内，陈平一共买了10几件植物类型的商品。果然坑，就3件是灵植，其他的都是普通的嫁接植物，还有嫁接失败的灵植，一点毛用都没有。没错，跟艾莱伊他们在种植园嫁接的一样，虽然长得都很像灵植，但其实大多都是普普通通的植物，有些甚至一点用处都没有。3株灵植是那种增加属性点的灵植，不过是有上限的那种，最高10点属性上限，聊胜于无吧，可以积累。被坑了上万金币的陈平又继续逛了起来，毕竟拍卖会还没开始，总不能干等着吧。这次陈平只买自己感兴趣的，结果不用多说，花了小10万金币买了一堆破铜烂铁，免费送人，
别人都不要的那种。陈平有些生无可恋的站在一个小角落中，一件一件的把那些破铜烂铁往外扔。要不知道空间格子满了，他可能还会继续买下去了。果然容易上头啊，毕竟这跟开盲盒一样刺激。看着眼前的一堆破铜烂铁，陈平不由得用左手拍了拍右手背，喃喃道：“再买就剁手。”右手拿金币出去的。然后在角落中又待了半个小时，陈平无聊的喊道：“啊，为啥拍卖会还没开始啊？好无聊啊，要不再出去逛逛？”不行，还是再等一会吧。陈平一脸沙比的在角落中继续扔着破铜烂铁，这次是左手的错，手背已经被右手拍红了，嘿嘿，右手报复了回来。陈平双手手背红红的靠在墙上，这次就真的无动于衷了。又过了10几分钟，当当当，几道钟声响起，瞬间本来还在摆摊的摊主立马开始收拾起来，然后快速向拍卖会走去。陈平啊 ，MMB 就不能早点开始吗？叹了口气后，便骂骂咧咧的向拍卖会走去。至于骂谁，那还用说，肯定是黑市了。又一次排队，果然比第一次去的黑市大，连排队的检查口都有5个，之前的那个才2个检查口而已。很快的就到陈平。黑市工作人员，尊贵的会员用户，进去后请上2楼，这是您的房间号码。陈平挑了挑眉，哎呦，不错嘛，老子也是能拥有独立包间的人了，嘿嘿。看了一下房间号码444，不错，是个吉利的数字，我喜欢。陈平很快的就来到444号房间了，进去一看，还不错嘛，有沙发不说，竟然还配有水果、零食、酒水等等，果然不愧是高贵的会员 VIP 啊。一坐下，陈平就发现桌子上有本子，好奇打开一看，窝操，好家伙，第一是成为各种会员达成条件。第194章黑市会员等级。陈平看了一下黑市会员的等级说明：1. 黑铁会员，这是第一次来黑市后颁发的免费会员。2. 青铜会员，能打 9.8 折，需要消费到达 100W 金币。3. 白银会员，能打9折，需要消费到达 1000W 金币。4. 黄金会员，能打8折，需要消费到达1亿金币 100W 古金币。5. 至尊会员，能打7折，需要消费到达10亿金币 1000W 古金币。咦，奇怪，我那时候消费才多少啊？就直接获得黄金会员了。继续往下看，原来新开的黑市前3天，第1天消费到达10个 W， 第2天消费100W， 第3天消费1000W 就能获得黄金会员啊，怪不得呢。这样看来，我是好运的遇到新店咯。不错，等于白嫖了一个黄金会员啊，8折呢，很不错。后面还有除了新店外，凡是老店的黑市拍卖会上都会出现官方上架的物品，这些物品无一不是好东西，品质就没低于传奇级别的，甚至连神格都出现过。这下他就期待起来了。放下介绍书后，陈平便等待拍卖开始。系统力量属性+3。陈平一脸意外的看了眼手中的果子，然后看向盘中的水果，没想到还是灵果呀，怪不得味道不错呢。这还有想，陈平直接把灵果全部吃掉，增加了15点属性，一共5个灵果，每个都能加3点属性，一共获得了6点力量、6点敏捷、3点体质。陈平又看向酒水，可惜酒水就是普普通通的酒水而已。时间快速流逝，半个小时搜了一下就过去了。拍卖会即将开始，会员区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情况。此时拍卖台上，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走上前，然后开口说道，魅惑的声音立马传遍全场，让人忍不住心惊荡漾。嗨，各位，欢迎来到黑色拍卖会，我是7号拍卖师，现在将由我来为大家展示物品。明明很普通的话语，但在他口中传出，大厅中的人只觉得骨头都软了。陈平挠了挠手背，看着下面7号拍卖师，这是魅魔。没错，7号的整体形象跟陈平在第一次拍卖会中看到的魅魔有些相似，但明显7号更加充满魅惑力。不过陈平倒是没有被影响到，看来应该会员包间能隔绝了7号自带的魅惑能力。在7号拍卖师的烘托下，拍卖正式开始。7号，现在有请第一件拍卖品上台。瞬间，一件物品出现在拍卖台上。7号立马开始介绍，红色净金，传奇级别的材料，是制作传说法杖的好材料，而且制作出来的法杖有概率自带禁咒哦，嘻嘻，起拍价为1000W， 每次加价不低于10W。随着7号魅惑的声音介绍完后，陈平惊讶地发现价格开始疯狂飙升，短短10几秒的时间，价格就从起步价1000个 W 变成现在的3230W 了，而且还是不停地往上涨。陈平坐在沙发上，左手撑着下巴，这东西这么值钱的吗？最后成交价是5480个 W， 是会员区的某位拍下的。我操，这才第一件物品啊，就值我1/6的金币家产了。MMB 啊，果然不愧是老店。陈平有些惊讶的喃喃道。不过接下来的物品
品质跟价格就很少超过500W 的了。期间陈平也出手了几次，花了2000W 左右，买了3枚增加属性的灵果，一共能增加100点，还有4把史诗品质的武器。买武器是为了升级换变，属性灵果是增加实力，其他的装备物品除非很有用，不然陈平基本不会死跟。拍卖会的气氛被7号衬托了很好，基本每一件物品的价格至少都是翻个倍。很快的就来到最后官方的商品了，其实第一件拍卖品也是官方的。7号，这么快就来到最后的拍卖阶段了，这次一共有5件压底拍卖品，现在有请第一件拍卖品上台。第一物品，哈迪斯之剑仿，据说是主神器冥王剑的仿制品，传说品质，本来应该是半神器级别的武器，但因为锻造手法不到位，使其成为传说品质的武器。如果能找到锻造大师，有可能回炉成为半神器哦。起拍价为1000W 金币，现在开始竞拍。随着7号的话落下，瞬间价格疯狂飙升，短短几秒已经超过1个亿了。陈平瘫坐在沙发上，看着疯狂飙升的价格，羡慕啊，万恶的有钱人。最后这把哈迪斯之剑仿的成交价为2.3400W，陈平看了看背包，2/3的金币啊，他才3亿多金币而已啊。擦，照这样看，我不会连1件都买不到吧？除非动用古金币。7号魅惑的笑道，恭喜333号贵宾成功拍下哈迪斯之剑仿。现在有请第2件拍卖品上台。一个晶莹剔透的金色晶体出现在拍卖台之上，顿时本来还有点吵闹的大厅瞬间安静了一大半，而那些还在说话的人见此也慢慢的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后，陈平就听到了嘶嘶嘶的吸气声了。他们干啥子呢？怎么都突然到吸气了？等待7号开始介绍后，陈平也嘶了一下，一口暖气瞬间吸入口中。7号，想必有些人已经认出来了，没错哦，这就是一枚神格，不过是枚半神神格。大家想必也知道这种神格的含金量了，能在半神时期就凝聚神格的半神，可是差一步就能突破成为神明的强大存在啊！我也不吊各位的胃口了，死亡属性半神神格起步价10W 古金币，报价1W 古金币起。7号的话音一下，瞬间半神神格的价格疯狂飙升，1秒不到就已经上百万古金币了，而且还在不停的往上去涨。第195章，神级，都是神级，所有人彻底疯狂起来了。会员区不知道，反正下面的人已经都激动的站起来了。陈平敢保证，如果这里不是黑市的拍卖会的话，已经有人忍不住疑惑，冲杀上去抢夺了吧。卧槽，这脸打得真快啊！陈平忍不住摸了摸脸蛋。大厅最前面突然有人冲向拍卖台，毕竟最前面离拍卖台才短短20来米的距离而已，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动了。陈平看了一下，大概10几个人都冲向拍卖台，这还是最排的人，后面还有一些跟风的人也纷纷冲了上去。富贵险中求啊，这要是得到手，那半神之境就向他们展开了，而且这可是差一步就能成为神明的半神神格呀，他们还有可能更上一步，成为至高无上的神明也说不定呢。呵呵，看着冲上来的人，虽然7号还是一脸笑嘻嘻的模样，但如果仔细看向他的嘴角，就能发现他的嘴角已经僵住了，很明显他现在很生气。看着冲上来的人，7号的双眼瞬间泛起粉色的色彩出来，笑容不变的看向冲上来的人。虽然这些都是客人，他本来是不能随便动手的，但现在嘛，违反了规则的客人啊，那就是恶客了，而对待恶客嘛，那当然可以不用遵守规则了。嘿嘿嘿，听到7号的笑声，陈平忍不住打起了个哆嗦，好冷的笑声啊！顺着7号笑声响起，所有离开座位向拍卖台上冲去的人纷纷僵住了下来，尤其是第一个跑出来的人，他双眼通红的看着近在咫尺的半神神格啊，只要2步，就差2步啊，2步就能碰到神哥了。7号，为什么要在我担任拍卖师的时候出现这种事情呢？啊，好讨厌的感觉，这不是诚心让我被其他人嘲笑吗？还是说，在诸位看来，我难不成是一位弱女子不成？7号越说，眼中的粉色越发明显，那些冲出来的人身上突然出现了几道粉色的气息，缠绕着他们。7号，阿拉拉，那么现在小女子只能请诸位先去冷静冷静了。来人，把他们全都给我带下去，等拍卖会结束后再处理。一下子瞬间空出了一堆空位出来。7号笑道：哎呀，嘻嘻，让各位贵客看笑话了，等下拍卖结束后会赠送一份小礼品来赔偿。现在我们继续拍卖，现在的价格为172W 古金币了，现在拍卖继续。现在还是一片的安静。陈平摸了摸下巴，直接报价180W 古金币。7号的粉色瞳孔闪了闪，然后娇声喝道：有贵宾出价180W 古金币，还有没有更好的价格？没有的话，我就要倒数计时了哦。趁着捡漏的心思，陈平报出了8W 古金币的价格，可惜有人出价就有人跟，瞬间又开始疯狂报价了。
180W 古金币，不到2秒钟的时间，价格就超过200W 了。对有钱人来说，金钱是啥？那就是粪土，在无尽之海中，实力才是王道。所有最后的结果就是，半神神格最终拍卖价为378W 古金币。陈平看了一下背包，他的510W 古金币怎么着也能买下一件吧。半神神格他不怎么感兴趣，应该后面还有3件，怎么说也是更加炸裂的物品吧。如果不是，那他也认了。7号笑道：“恭喜472号贵宾成功拍下半神神格，那现在有请下一件拍卖品上台。”一张契约卷轴出现在拍卖台上，这东西陈平可见多了，肯定是不会认错的。陈平，倒数第3件就是契约卷轴，这就有点奇特了，还是说是什么特殊种族的契约卷轴？7号，相信大家都很疑惑吧？之前还是神格，突然就变成契约卷轴喽？嘿嘿，别急，听我介绍后就知道了。这契约卷轴的种族可是半神种族。什么是半神种族？相信有些客人肯定不清楚，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吧。所谓的半神种族，就是种族内出现过半神或者下级神明的种族，这种种族的潜力巨大，突破半神的几率很高。当然了，如果单单是这样的话，肯定是比不上半神神格的。但如果这种族的族长是半神呢？没错，这契约卷轴中的种族，其族长就是半神级别的存在，这就是他为什么比半神神格高一位的原因。7号，契约卷轴起步价为100W 古金币，报价1W 古金币起。报价狂潮再次出现，这次那是身价少于200W 古金币的人连报价的资格都没有，因为7号的话一落，契约卷轴瞬间就从100W 变成200W 了。没错，有人直接翻倍了。看着不断飙升的价格，陈平挥了挥手臂，预料之中，他也不觉得直接报价翻倍能让他顺利拿下来。没错，直接翻倍就是陈平报价的。半神神格都378W 了，更别说一个活生生的半神了。而且一个种族既然都有半神的族长了，那再多几位传说级别的战力也不为过吧。所以说价格肯定超过400W。果然不出所料，契约卷轴的价格不止超过了400W，现在已经503W 古金币了。价格已经开始慢下来了，基本1W 的往上加。陈平吸溜吸溜的喝着饮料，这价格已经快接近他的家产了，应该差不多了吧。7号突然喊道：“哦，672号贵宾出现1万枚灵珠，按照1比1000的价格，同等于1000W 古金币，请问还有加价的吗？”陈平一脸错愕的看着7号，灵珠的比例这么高的吗？要知道1枚古金币能换1W 的金币，而现在1灵珠能换1000枚古金币，那就是1000W 的金币啊。所以说他其实是个真正的超级大亨。第196章神格。7号魅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起来，显得更加诱人起来了。灵珠爷，这是只有土灵鱼才会生产的东西，为什么一个可以源源不断的灵珠能成为高级货币呢？嘿嘿，那是因为灵珠的作用实在是太多了，单单最为基础的功效，一枚灵珠的能量比高级能量石还多，还纯净。如果你的灵珠够多，那完全能用灵珠堆出一个传说级别的强大存在出来，不过那灵珠得有海量来形容啊。所以灵珠其实一直都是产量跟不上消耗速度的，再加上土灵鱼的生存环境比较挑剔，灵气浓度不够，他们都不吐灵珠的。还有土灵鱼猎人，毕竟这么有价值的灵鱼，谁不喜欢？这也导致了土灵鱼数量严重下滑，真是一年比一年出现的少啊，野生的土灵鱼。而7号如此激动的原因，则是金币跟古金币其实都是官方分发出去了，这东西对官方来说毫无价值，除非是官方分发的最后一种金币，系统元币，又叫起源金币。起源金币包含了一丝的法则气息，数量够多的话，你甚至能从中领悟出完整的法则之力出来，这可是成神的必要条件之一啊！更别说起源金币对神明也是有作用的。7号期待着其他人的报价，可惜没一个人继续喊价，他只能宣布672号贵宾获得了这契约卷轴了。唉，可能是其他钱没带够吧。还真被他给说对了，至少有一半的贵宾现在气得脸都红了。古金币带着不少，但灵珠这种高级货一般就带几千枚而已。但谁能想到这次的拍卖会竟然出现这等级别的物品，真是气煞我也啊！一个个恨不得捶打胸口啊！卧槽！陈平看着宣布结束的7号，一脸的可惜。MMB， 他只不过震撼了一下自己的家产而已，就这样错失了一个半神级别的契约卷轴了。下面2件老子提前预定了，谁都别想跟老子抢。7号嗨了2下，然后笑道：“第3件也圆满结束，现在有请下一件拍卖品上台。”一把浑身缠绕着绿色气息的长枪出现在拍卖台之上。随着长枪的出现，瞬间一股威压弥漫在全场，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恐惧，好像被什么高层次的存在盯上了一样。这时会员区的好处就出现了，陈平并没有跟下面坐在大厅中的人一样感受到那股威压，他现在看着长枪惊讶道：“陈平，哇塞，
发光武器啊！这时7号顶着一个粉色的护盾，然后开口介绍道：“嘿嘿，现在在场的各位已经感受到这股威压了吧？在大厅的各位，现在肯定不能说话、动弹了吧？嘻嘻，各位不用担心，这只不过是神器自带的威压罢了。神器跟神明一样，也带有威压，尤其是无主的神器，威压会弥漫出来。”7号解释后，双手拍了拍，瞬间一个半透明的护罩直接罩住神器，瞬间神器散发出来的威压一下子消失得一干二净。随着神威消失，大厅中的所有人都不由得拍了拍胸口，恐怖，感觉随时会死一样。7号看神器被隔绝起来，月随手散去身上的粉色护盾，然后笑盈盈地喊道：“下级神器，绿痕长枪，据说是某位终极神明的武器，起步价为1000W 古金币，报价不低于100W。”没错，起步价还是古金币，正常人没有人会携带大量的灵珠在身上，所以就有了捡漏的机会了。只要你比起步价高，那边就能把神器带回家。大厅中的人闻言都囊中羞涩地看着台上的神器 MMB， 既然买不了，那就多看几眼吧，这可是以后饭桌上吹牛的好资本啊！嘿嘿，老子可是见过神器的人，厉害吧？可惜黑市中不能拍照，不然这个逼可以吹一辈子。7号，哦，672号贵宾还是出价1万枚灵珠，还有加价的吗？要知道，这可是神器，可能一生之中就只能遇见这么一次哦。嘿嘿，874号贵宾出价11000枚灵珠，还有更高的吗？哦，672号出现2万枚灵珠了，还有吗？7号激动地喊道，应该是过于激动，身为魅魔自带的魅力不自觉地散发了出来，让在大厅中的人呼吸不由开始加粗了起来。7号一点都没察觉到，他现在正双眼亮汪汪地看着会员区呢。2万枚灵珠一出，等了几秒后，才有人继续喊价。7号，哦，5号贵宾出现21000枚灵珠，还有更高的吗？还真有，不过都是100枚，100枚的加。陈平听着都快打呼噜了，他现在也差不多看出来了，其他人的灵珠最多3万枚是极限了，所以他直接喊价25000枚。7号，哦，444号贵宾出25000枚灵珠，还有更高的吗？过了差不多快到时间后，一个价格报了出来。7号，5号贵宾出现25100灵珠，还有出价的吗？7号虽然在喊，但目光却看向444号贵宾间。陈平摸了摸下巴，直接加1000枚。7号，444号贵宾出价26000枚灵珠，还有吗？这次等了1分钟时间，竞拍时间结束。7号啊，恭喜444号贵宾获得神器。现在来到最后一件拍卖品了，拍卖品上台。瞬间，一枚散发着青色光芒的结晶体出现在拍卖台上。结晶体一出现，瞬间一股法则的气息就流露了出来。7号看了一眼，他其实也很想要，但可惜身为黑市人员是不可以参加拍卖的。叫人也不行，不然就等着穿小鞋吧，要命的那种。7号，终极神格，我就不多加介绍了，起步价1万枚灵珠，报价不低于1000枚灵珠。第197章，神格到手。大厅瞬间一片哗然，如果不是之前抢夺半神神格的事情还历历在目，现在已经有人忍不住冲上去了。至于会员间嘛，因为隔绝的问题，就算有人发疯也没人知道，更别说现在会员区的人基本都在疯狂骂街。神格呀，还是终极神格，为啥黑市不像其他拍卖行那样提前做通知呢？啊，心痛！黑市的每次开启都是无声无息的，而且时间又不是很长，如果你没在规定时间的到达，那么黑市的入口就会直接消失。就因为这种特殊情况，很多人身上会携带大量的金币，随之而来的就是出现了一个新职业——黑劫。这是一个专门盯着去参加黑市的人的一群人。毕竟去参加黑市的人就没一个是缺钱的，个个都富得流油，随便逮到一只都能挥霍好几年了。不过黑劫的人大部分转身就会进入黑市买提升实力的物品，而从黑市出来的人下一秒也可能穿上黑衣变成黑劫，开始打劫起来。扯远了，相比那些哭天喊地的人，陈平就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现在在场的人没一个比他有钱的，不然神器就不会止步于26000了。而且陈平现在还有4W 多的灵珠，试问谁可一战？哈哈！随着7号一声落下，陈平直接26000枚灵珠下去。陈平，嘿嘿嘿，老子直接王炸，就问你们难受不难受？7号，444号贵宾出价26000枚灵珠，还有更高的价格吗？没有的话，我就宣布了哦。7号有些平淡的说道。没办法，上次的神器都这个价格了，不出意外的话，神格大概也是这个价了。不过也很不错了，这些灵珠可是有2成是他的。拍卖会的规则，高级人员能获得2成的分成，拍卖会的8成，黑市 BOSS 也就是1号就能获得3成。不过会员有打折，还好是拍卖会出，
所以他至少也能得1万枚以上的灵珠呢，美滋滋。7号眼前一亮，粉色的瞳孔都不自觉地放大了一点。7号，哦，5号贵宾出价27000灵珠，还有更高的吗？5号会员房内的人紧张的额头都出汗了，不由得握紧了双拳。他出去跑了几圈，才找到了几个认识的人，借了差不多7000枚灵珠，加上他自己的，已经31537枚，应该能吃得下这枚神歌了吧？但他也不确定，因为这次还是444号出的价，2次价格就已经超过 5W 灵珠了，谁能保证他的灵珠有多少？果不其然，444号报价了。7号笑盈盈地喊道：“444号贵宾出价28000枚灵珠。”可恶啊！我出29000枚。7号、5号出价29000枚。7号粉色的瞳孔立马又看向444号，下一秒立马笑道：“444号出价3万枚灵珠。”7号、5号出现31000枚灵珠。7号随之期待的看向444号，再来多点呗，小女子承受得住啊！啊，满足。陈平不由得挑了挑眉，奇怪，5号在神器的时候也出价过啊，啥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还是说其实人家看不上神器，所以才没有跟？陈平32000枚。7号满足的笑道：“444号贵宾出价32000枚灵珠，还有吗？”可恶啊！不仅没得到神格，还亏了14000多枚灵珠。没错，他出去借的灵珠是借1还3的。5号的疯狂咆哮没人听得到。就在陈平以为到此结束的时候，7号又报出了一个价格。7号，哦，672号出价35000枚灵珠，还有更高的吗？7号那魅惑人心的眼神瞬间看向444号，这位可是他的大财神啊！卧槽！陈平不由得舔了舔嘴唇，有完没完啊？4W 枚灵珠，这下老子倒是要看看还有谁。7号，哈，444号出价4W 枚灵珠，还有谁？嘻嘻，激动了，小女子过于激动了。果然，直到拍卖时间结束，也没人报出更高的价。7号一脸不出意外的宣布道：“恭喜444号贵宾成功拿下神格，今天的黑市拍卖会正式落幕。”宣布完后，7号双眼流露粉色的光芒，笑盈盈的向后台走去。他要去惩罚那些捣乱的家伙了。哼，要不是老娘及时阻止，恐怕这次拍卖就要被扣工资了。呵呵呵。陈平一脸平静的走出拍卖会，然后就看到门口围着一群人，都不用脑子想，他们肯定是等444号房间的主人。不过黑市中每人身上都笼罩了黑雾，他们还能分辨出来不成？陈平一出来，瞬间就被围观了。不过他丝毫不慌，直接找了个位置，然后也跟着看向拍卖会门口。陈平的行为让大部分人转移的目光继续盯着门口，但也有一些人的目光还是死死盯着他。没别的，就因漫出来的人都是会员，所以不管陈平是不是那个拍下了神器跟神格的人，都是他们的目标。当又有人出来后，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而陈平则是在看到有新人出来后，瞬间使用海岛之心的效果传送回岛上了。虽然他不知道那些人有没有法子来确定其他人的身份，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保险点好。陈平无声无息的消失不见，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等新出来的人也加入围观后，本来盯着陈平的人突然一脸的懵逼，奇怪，那位置上的人呢？走哪去 ？MMB 坐标气息还没撒上去呢，结果就发现目标不见了。看着周围的其他草，根本看不出来，黑市中的黑雾完全一模一样。黑雾可不会根据你的身高来变化，都是统一的。就算你是巨人族，来了黑市后，身体也会变成跟正常人差不多大小。第198章，神器给谁用好呢？回到岛屿后，陈平便开始整理黑市中买来的物品了。首先是3枚属性灵果，1枚加50体质的，1枚30点敏捷，1枚20点精神。陈平直接全吃了。接着是4件史诗品质的武器，直接让幻变吞噬升级。陈平看了一下升级后的幻变，不错，属性从400变成500，效果都增加了不少。接下来就是买来的神器跟神歌了，这可是重中之重啊，花了他66000枚灵珠呢。陈平现在只剩2750枚灵珠了。虽然他还有土灵鱼在源源不断的喂他土灵珠，但一天最多吐几10枚而已。游池已经跟月牙海互通了，但土灵鱼们好像已经习惯生活在这里，所以并没有游到月牙海之中，反而是那些小丑鱼纷纷跑到月牙海去了。在灵气环境生活久了，小丑鱼们纷纷表示他们现在的肉质充满了灵气，而且他们的后代也开始向灵鱼转变了，只要过个几代就能完全变成灵鱼了。陈平摸了摸下巴，然后打开传送门走了起来。差点忘了，神器是会散发神威的，他的小身板可能抵挡不住啊。跨过传送门，陈平来到绿林人一族的大门口。没错，他要去找陆树来帮忙压制神器的神威。来到陆树的家门口后，发现他并不在这里。陈平，你们族长呢？
洛离人，岛主，族长在雷霆一族那边。陈平闻言向他点了点头，然后再次打开传送门走了进去。来到雷霆一族的大门口后，陈平便向雷运山峰走去了。要说这里哪里用得上路数的，那只有雷运山峰了。果然，随着陈平来到雷运山峰脚下，就看到了一群斗牛犬正在攀爬山峰，而陆树跟猛家正站在山峰脚下看着他们。陆树，岛主。陈平一来就被陆树感应到了。猛家，汪，岛主来了。陈平、陆树、猛家，你们怎么在这里啊？猛家，岛主你来了。我跟你说，汪，这满是雷霆的山峰可真不错。岛主你从哪里弄来的呀？陈平笑道，开岛屿宝箱开出来的，这可是特殊资源哦，叫雷运山峰，山峰顶上有雷液的存在，对你们一族应该有很大的作用吧？猛家，雷液，还有这种东西吗？那我要上去瞧瞧看。说完，猛家就快速向雷运山峰顶跑去了。满山的雷霆跟闪电对猛家来说完全不起作用，毕竟他现在可是半神级别的实力啊。看猛家向雷运山峰冲去，陈平也没在意，而是向陆树说，陆树族长，我刚获得了2样东西，不过要靠你压制一下才行。陆树，哦，还要我压制？什么东西这么凶？陈平笑呵呵道，神器，还有神格。陆树，哦，神器跟神格呀？什么？神器？神格？陆树震惊的大喊了起来，岛主，你确定是真的吗？没搞错，神器跟神格这种东西，怎么看都不可能在新手期出现吧？陆树惊讶的问道。陈平笑道，啊，我在黑市中买到的，其实我也很惊讶的，这可是神器跟神格呀，到事实就是如此，可是花费了我6W多的灵珠呢，直接就掏空的家底了。陆树，哦，岛主你拿出来吧，我已经准备好压制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然后把神器绿痕长枪拿了出来。神器一出现，瞬间神威就开始蔓延出来，不过在蔓延了不到1米的范围，就被陆树给压制下来了。陆树，还真的是神器啊，下级神器。陈平，下级神器，叫绿痕长枪。看着被压制下来的神器，陈平直接鉴定起来。名称：绿痕，类别：武器，品质：下级神器，效果：敏捷加50000，效果：法则之力正20%，神力加100，效果：绿痕之伤，爆发出绿痕的全部威力，对目标造成致命一击。鉴定介绍，哎呦，这不是鉴定之神的属神菲拉斯奇的武器绿痕吗？这可是他整整花了4000多年才准备好了材料打造出来的武器啊！鉴定建议，神器是神明的武器，想使用神器，最低也得是半神的实力才行，不然会被神器反噬而亡。陈平把属性展示给陆树看。陈平，神器的属性加成这么夸张的吗？5W 点敏捷啊，这要是能装备上，老子直接嘎嘎乱杀不可。还有，法则之力加20%是啥？实力上升20%吗？陆树摸了摸胡子，笑道，并不是，到了神明级别的战斗，属性虽然还是有些用处，但更多还是法则跟神力之间的对抗。这把神器在下级神器之中可以说是极品了。据我所知，下级神器中增加法则之力的神器并不多，基本都是增加神力，而大多增加法则之力的下级神器基本都在1%到20%之间，可以说这把下级神器已经是满配了。陈平闻言点了点头，这样啊，那这把神器该怎么处理？没到半神，我可不敢碰啊。陆树，这就看岛主你自己决定了。这把神器是通用类型，没有限制法则类型。我已经有神器了，所以不用把我算在里面。陈平，咦，陆树你还有神器？是那种类型的？陆树，世界一族以前可是出现过上级神明的存在的，虽然现在没落了，但总会留点东西传下来的呀。陈平，哦，那这把神器该给谁比较好呢？猛家？还是算了，他一只斗牛犬，难道让他咬着战斗？最后，陈平想了想后，对陆树说道：“这样子吧，我们等一下把这把神器放在世界树下，然后把所有的半神都招呼过来，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吧。反正是把通用类型的神器，他们都可以使用。”陆树闻言点了点头，也行，而且神器也会选择主人的，嘿嘿，这点我刚才忘记说明了。第199章，神格又该给谁呢？还能有谁？我，陆树啊！陈平闻言翻了翻白眼，这么重要的事情也能忘记说明。陈平，神器安排好，现在来看看神格吧。说完，陈平就把神器收入背包，然后把神格拿了出来。绿色的神格出现后，那法则气息立马开始弥漫出来，瞬间周围的花草树木立马开始疯狂成长。陆树惊讶地喊道：“木属性法则！”陈平看着陆树这惊讶的神情，问道：“怎么了？木属性法则有啥问题吗？”陆树啊，没有，
不过我修炼的法则就是木属性法则，嘿嘿，岛主啊，这枚神格能不能给我啊？有了这枚神格，就算没了岛民增幅的加持，我也有把握突破成为下级神明了。陈平，给你也不是不行，不过这可是终极神格，你确定能把握得住？陆树闻言再次惊呼道：“终极神格！”陆树立马感受了一下，的确，这法则气息实在是太浓烈了。陈平直接发动鉴定，名称：木系神格，类别：神格，品质：终极神格，效果：法则弥漫，神格周围弥漫着清晰可见的法则痕迹。效果：神格吞噬，神明可以通过吞噬相同法则系的神格来提升法则领悟进度。鉴定介绍：极其罕见的神格，一般神明陨落之时，通常都会自爆神格，这个过程基本无法阻止，所以神格碎片好见，神格基本见不到。鉴定建议：终极神格，如果由同系神明吞噬是最好的结果。当然了，想要领悟多属性的神明，也可以通过神格来领悟相应属性。陈平直接展示给陆树看，陆树看完后笑道：“嘿嘿，岛主，你看，这不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吗？你看，鉴定建议都说了，同系神明吞噬最好啊。”看着一脸激动的陆树，陈平再次翻了翻白眼。行吧，神格这东西对他来说太远了，既然陆树现在就能用上，那肯定是最好不过了。毕竟战力是越高越好的，尤其陆树还是现在明面上最强的存在。至于球球嘛，他是最后的底牌了。如果到了球球出手的地步，那么就代表着他们到生死存亡之际了。陈平，行了，给你。不过你最后到世界树下吸收，应该会更好一些。陆树闻言，激动的点了点头，然后小心翼翼的拿起神格，感受神格散发着法则气息，让他有种蠢蠢欲动的感觉。陈平，行了，这神器你也拿起，就放在世界树，我们之前集合的地方，然后你再去通知一下其他人吧。陈平刚说完，瞬间陆树就消失在原地了，只留下声音响了起来：“岛主，那我就先去通知其他人啊。”陈平无奈摇了摇头，这么激动的吗？连传送门也忘了使用了。汪汪汪！陆树，你干雕啊！快点放开我的尾巴，老子自己会飞啊！汪汪汪！信不信老子喷你一手啊！哈！陈平目瞪口呆的看着提着猛甲的陆树从雷韵山峰顶飞走。卧槽，可怜的尾巴啊，那得多痛啊！回到别墅的陈平开始准备睡觉了。要知道，黑市可是在夜晚才开门的，虽然现在天已经蒙蒙亮了，但并不妨碍他睡觉不是。打了个哈欠，陈平晃悠悠的向2楼走去。虽然他现在可以几天不睡觉也行，但习惯了还是睡一觉比较好。1个小时后，阳光照常照射入房间内，瞬间房间明亮了起来。陈平翻了个身，继续睡觉。3个小时后，一阵哒哒哒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砰！陈平的房间门被推开，然后哒哒哒的声音再次响起。哒哒哒声一直延续到陈平的床边，然后，陈平哥哥，你看，莉西亚一脸疑惑的看着毫无反应的陈平，又喊了一下，还是没反应啊。陈平表示，只要不是警报声响起，就别想老子起床。莉西亚看着还在睡觉的陈平，气嘟嘟的向外跑去，然后来到油池边拍了拍水面。不一会儿，艾丽就冒出头来了。艾丽，莉西亚，早上好啊！莉西亚，艾丽，早上好。嘿嘿，艾丽你跟我来哦，我们去叫陈平哥哥起来。那么大的人了，竟然还有莉西亚操心。很快的，2人就来到陈平的床边了。莉西亚直接拉着艾丽的手，然后让她伸直双手。艾丽满头问号的照做，就是奇怪，叫醒陈平哥哥不应该喊的吗？一脸迷惑的艾丽看着莉西亚，只见莉西亚抓住艾丽的双手，然后直接把她推到陈平的床上。要知道，艾丽出水行动的话是有水球的，所以正在睡梦中的陈平瞬间感到凉快了好多，就是感觉好像呼吸不过来了。梦中，陈平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在深海里，完全无法呼吸。突然，下一秒，呼吸瞬间舒畅起来了。美滋滋继续睡觉，不由得揉了揉眼睛的莉西亚，啪！一条淡青色的尾巴出现在2个小家伙的眼中，瞬间让他们的大脑停机了。等他们回过神后，莉西亚，啊呀，陈平哥哥不见了！惊慌失措了一会后，冷静下来后的2只小不点一脸惊讶地看着床上的鲛人。莉西亚，艾丽，陈平哥哥变成跟你一样的姐姐了也，那我们是不是要喊陈平姐姐了啊？艾丽，我也不知道啊，陈平哥姐姐跟美人鱼姐姐们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也。莉西亚打量了一下，疑惑道：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了？不是都长着尾巴吗？艾丽，美人鱼姐姐们，我从来没有看到青色尾巴的，还有尾巴也不太一样。莉西亚看向淡青色的鱼尾，然后又看向艾丽的尾巴。莉西亚，这不是差不多吗？这好像也解释不清楚耶。对陆地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什么鲛人啊，
美人鱼啊，赛人啊，不都长着一模一样的吗？最多就是名字不一样罢了。艾丽默默地想到。第200章4大元素们的日常生活。莉西亚挠了挠后脑勺，然后拉着艾丽就往外走去了。艾丽一脸的疑惑，等出了别墅后，疑惑道：“莉西亚，我们不叫陈平哥哥起床了吗？”莉西亚一脸严肃地看向艾丽，说道：“丽娜菲尔妈妈说过，女人睡觉是不能被打扰的。现在陈平哥哥变成姐姐了，所以我们不能打扰她哦。”艾丽捂着鼻子点了点头，一脸严肃的莉西亚，好可爱啊。艾丽你肿了？干嘛捂着鼻子啊？莉西亚一脸疑惑地问道。艾丽闻言摇了摇头，没什么，我们现在呢？去哪里玩？莉西亚，那我们去找艾莱伊姐姐跟伊莫尔姐姐他们吧。艾丽点了点头。大中午，猛烈的阳光再次照射入房间内，还在睡梦中的陈平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最终陈平还是忍不住睁开了双眼，他有些模糊地看着天花板。不知道为啥，他感觉浑身好干燥啊，很不舒服不说，还浑身无力的，连声音都有些沙哑了啊！什么鬼啊？不就晚睡了点吗？怎么一觉起来就变成这样子了？起来喝杯水吧，难受的要命啊！啪！陈平一脸懵逼地看着床角，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哪里？我在干嘛？双手一撑，陈平直接半坐在地面上，然后看着尾巴。我啥时候变成鲛人了？陈平直接取消变身效果，瞬间之前的干燥感啊、难受啊，通通消失不见。站起身来，陈平扭了扭脖子，喃喃道：“怪不得之前那么难受呢，鲛人离开水太久，不缺水才怪呢。”看了看窗户外面，阳光明媚啊，看样子应该大中午了吧。可惜这一觉睡着不怎么样。下楼洗漱完后，陈平直接灌了一大瓶水进肚，这才舒服了起来。随便吃点午餐后，陈平就向月牙海走去了，他要开始今天的垂钓了。来到海边后，陈平便开始钓起来了。鱼漂一甩，10几秒后，鱼漂瞬间沉入海中。陈平见状连忙一拉，瞬间一头巨大的海兽便破水而出了。陈平打量了一下，然后把2个水牢打通后，才放得下这头龙兽。继续接下本来空荡荡的水牢，现在又多出了6只龙兽出来。不错，新进的食物完美解决，反正他要10天才进一次食，完全足够了。除了6头龙兽外，还有2个特殊宝箱，一个黄金宝箱，一个传奇宝箱。陈平满意的点了点头，今天的收获不错，竟然钓起了2个特殊宝箱，一个叫卷轴宝箱，一个叫灵兽宝箱。顾名思义，卷轴宝箱开出来的物品只会是卷轴类型的物品，而灵兽宝箱只能开出灵兽。陈平，灵兽啊，没见过呢，也不知道是啥样子的，有啥作用？先从黄金宝箱开始吧。打开宝箱，获得8宝粥时，锁链剑1，黄金块2。8宝粥，好久没吃过了。看着眼熟的罐装8宝粥，陈平喃喃道。打开宝箱，获得4项戒1，壳盾1，黑龙角1。黑龙角，陈平看了一下，传奇级别的黑龙的角也是传奇级别的材料，对他没啥用，交给火货去锻造吧。现在大多数材料基本都运到天火锻造房那边去了。还别说，火元素一族的锻造手艺还是不错的，相应的材料基本都能打造出相应品质的装备来，甚至在天火的加持下，经常打造出稀有品质的出来。现在天火锻造房都打造出3把史诗品质的武器了，主要是材料不足。至于那些传奇品质的材料，火货说他的造诣还不足，可能会把传奇品质的材料打造成史诗品质的材料，所以他就没动了，而是在不断提升技术。打开宝箱，获得宝箱合成器升级卷轴1，装备升级卷轴1。打开宝箱，获得地灵兽刨象群族1。黄金宝箱的就不用看了，一把黄金品质的武器而已，还不能强化。名称4项戒，类别戒指，品质传奇，效果全属性加100，效果4项护体，收到的伤害减少 20%， 效果可强化次数1。不错，可以比4圣戒强大的多，而且还能强化。打开强化页面，直接把戒指放了进去，然后点击强化，白色光芒涌现，普通强化。陈平再次查看了一下，还行，品质变成了稀有传奇，全属性加100变成了加125，直接到达传奇品质的上限，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把4圣戒换了下来。名称鞘盾，类别盾牌，品质稀有史诗，效果体质加100，效果盾罚反击并造成1秒眩晕。陈平打量了一下，还行吧，不过还是换变的狗粮的，还差2把史诗品质的武器，要不等下去天火锻造房那边拿2把。就这样吧。陈平直接拿出飞行毛毯，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慢悠悠地向火元素一族的居住地飞去。火元素们的居住地很明显，因为火货直接捏造了一座火山出来，
里面的熔岩还是从祖地那边带过来的呢，也就是他们是火元素，不然谁能大量搬运这种东西啊？而水元素们就比较方便了，因为岛屿有湖泊，他们就居住在湖泊之中；木元素则是生活在森林之中。至于土元素嘛，他们生活在矿脉最多的地方，所以挖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而现在天火锻造房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的：火元素负责打造各种装备，土元素负责挖各种矿，然后运到天火锻造房去，而水元素负责退工特制的水来为打造出来的装备淬火。而木元素的话，本来没有天火锻造房的时候，他们是负责提供高质量的采火的。现在嘛，土元素少了运输的流程，被木元素接替了。飞行毛毯飞过去的时间还长，陈平开始继续查看特殊宝箱开出来的物品。